恭喜诸位被神选系统抽中，通神之路即将为你们开启。你们是第2023批神选者，本批神选者共100万人，分配到100个新手村。你们的目的就是生存。如果满足特定条件，你们将来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保护蓝星。一将功成万骨枯，祝各位早日成神。系统加载中，请稍后。刚才陈星在和朋友打着麻将，唱着歌。当时他手里摸了一张异柄，准备自摸13妖。然而还没等他把牌推倒，自己就被传送到这个传说中的神选之地。陈星看着手中没有打出去的那张异柄，将其放入口袋，心中暗叹，恐怕自己这辈子是没有机会去胡那一把13妖了。而后他看了看周围，发现自己被一个透明气球包裹着，飘荡在一个黑漆漆的领域里。周围有成千上万个和他同样遭遇的人正在打量着四周，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或是好奇，或是兴奋，或是惊恐，或是呆滞。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都已经身处其中，无法回头。神选系统是每一个蓝星人都知道的存在。根据蓝星的科技观测推演，10年后蓝星即将迎来一场浩劫，异界无尽的妖魔鬼怪将对蓝星人进行屠杀。蓝星在一位神秘强者的帮助下，研发出这套神选系统，强制将全球100亿人先后进入其中。与其被异界妖魔虐杀，不如主动寻求进化。丁，你进入第99号新手村第1号营地。本新手村共1万人，分配到10个营地之中，每个营地1000人。系统声响过后，陈星眼前顿时一亮，周围齐刷刷的出现1000人，他们或是年老，或是年少，或男或女，每个人都在打量着周围。营地中央是一团大篝火，篝火四周散落着几十上百个简陋帐篷。营地外围是一圈破烂不堪的木栅栏，好似随时都会掉下来似的。整个营地被一个透明的蓝色护罩保护着，蓝色护罩外漆黑一片，看不清外面的模样。丁，即将为每个人觉醒天赋。每人的体质、性格、机遇各不相同，分别会觉醒 F、E、D、C、B、A、S、SS、SSS 级天赋，天赋从 F 到 SSS 级，强度逐步提升。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 X 级天赋， X 级天赋不纳入天赋等级评选，强度可能比 SSS 级强，也可能比 F 级弱，具体情况因人而定。即将进入天赋评选，3、2、1。随着倒计时的结束，陈星面前突然跳出一个选项框，以下哪个是麻将 ？D. 钝角 A. 红中 B. 大公鸡 C. 仙人掌。什么鬼？陈星揉了揉眼睛，他看了看问题，又看了看选项，吐槽道：特么这不是逗我吧？确认自己理解的就是所看到的之后，陈星做出选择 A。丁，恭喜你选择正确，你已获得 X 级天赋雀魂，目前阶段为初星。陈星一阵无语，与此同时，他的脑海出现一个系统页面的印记，点开之后，面前立刻展开自身属性：姓名陈星，等级10100，体质6，力量8，精神6，敏捷10，生命值60，体质 X10，魔法值60，精神 X10，物理攻击5，力量 X0.5 加其他，魔法攻击3，精神 X0.5， 物理防御0，魔法防御0，移动速度20，天赋雀魂初星，技能暂无。点评：长期熬夜打麻将，体质、力量、精神都比常人略逊一筹，而又因为平日里练习偷牌，拥有不错的敏捷。综合评价：麻将宅男。看到这个面板以及评价，陈星不禁吐槽：老子只是喜欢打麻将而已，不用这样说我吧。系统页面旁边还有一个99号新手村1号营地的聊天频道，上面有常见、隐藏、展开3种模式，默认是隐藏模式。陈星点展开之后，面前顿时出现一大堆的聊天信息，看来大家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功能。徐佳佳，我的妈呀，我的天赋问题好难啊，要解一个1元2次方程。侯涛，1元2次方程还难，初中难度，随手就来好不？徐佳佳，问题是我是小学生啊。侯涛，为上面的小朋友默哀。还好我是背诵出师表，我张嘴就来，唧唧复唧唧。语转晴，魏为楼上的别背了，你是不是分不清木兰诗和出师表啊？侯涛啊，我背的是木兰诗吗？语转晴，你告诉我唧唧复唧唧后面那句是什么？侯涛，木兰当户，卧槽，老子背错了。雷震子，你们真他妈是人才，神选系统怎么把你们招进来了？
这是让你们来送死的吗？侯涛，楼上的，你底气这么足，恐怕天赋很高吧？雷震子，那是自然，我是地级天赋，雷系法术增强 15%， 自带技能电击。侯涛，切，我以为多厉害呢。我是 C 级天赋，火系法术增强 20%， 自带技能小火球。雷震子，你他妈不是把出师表背成木兰诗吗？怎么天赋比我还高？我可是背了前100位的圆周率啊！侯涛，谁知道，或许是你背错了。雷震子，老子再错也比你强啊！你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侯涛，说不定是因为我长得帅。雷震子，尼玛！陈星默默看着他们聊天，同时通过聊天头像查看每一个人的资料，结果除了看到当事人的头像照片之外，什么都查看不到。看来系统对大家的信息保护的还是很好的。就在此时，神选系统发来消息，丁，第2023批的100万神选者全部开启天赋 S 级及以上天赋10人， X 级天赋5人，其他数据即将发放至各新手营地之中。陈星所在的99号新手村1号营地聊天频道顿时热议起来。徐佳佳，哇，发达了，咱们这一批居然觉醒了10个 S 级以上的天赋，我要抱大腿。余转晴，是啊，听说之前2000多批神选者，每一批的 S 级以上的天赋都是个位数。雷震子，听说你妹啊，你从哪听说的？就知道瞎说。余转晴，我可没有瞎说，已经有神选者返回现实世界了。雷震子，放你娘的屁！神选者回到现实是不能透露神选系统任何信息的，他们只能默默保护地球。青云，雷震子，你他娘的别不懂装懂，每一批人的天赋数据确实是汇总了，现实世界可以查到，只不过很少人知道而已。雷震子，很少人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青云，我。侯涛，别吵了，你们怎么总讨论 S 级天赋啊？不是还有5个 X 级天赋吗？只有5个人觉醒这类天赋，岂不是很牛逼？青云，呵呵 ，X 级天赋狗都不要。众人，哦 ，X 天赋怎么了？青云，我哥哥就是 X 天赋，第一天就传来了丧报。看到这，陈星感觉受到冒犯，气得关掉了聊天频道。他独自一人来到营地外，触摸着营地外面的那层蓝色护罩。系统发来提醒，丁，你是否离开营地？警告，营地外怪物异常凶狠，建议结伴行。陈星看着系统的警告，有些犹豫。好在他身处的位置刚好可以看到屏障外的画面。屏障外，一只只可爱的小白兔正在草地里蹦来蹦去，它们或是3、5成群，或是独自吃草，看起来异常温顺。营地门口20-30米外，有一只白兔正在休憩，怎么看都不像有什么危害。或许系统说的怪物并不是指这些小白兔吧。陈星看了看面前的蓝色护照，最后一拍手，大不了遇到危险就回来呗，反正有这玩意。想到这，他跨步离开了蓝色护照。丁，你已离开营地。陈星看着不远处酣睡的小白兔，心里想着怎么弄死他。他看了看手里系统发放的长剑，新手剑，品阶黑铁级，攻击力+1。陈星自身体质有6点，力量8点，1体质等于10生命值，2力量等于1攻击。算上陈星手里的新手剑，他现在一共有60生命值，5点攻击。不知那小白兔血量有多少？5点10点，应该就是这个数吧，或许一剑就捅死。此时陈星离那小白兔有些远，无法查看它的属性。而后他缓缓往前行去，直到他与白兔相距15米的时候，才看到它的属性。暴虐小白兔1级普通，生命值300，物理攻击30，技能突击。看到这个属性，陈星顿时傻眼了，这是1级普通的怪，还特么有技能。陈星胆子再大，也不敢和这种怪物交手，当即准备回去。然而方才在他查看小白兔属性之际，那小白兔已经发现了他。暴虐小白兔双眼放出红光，后腿一蹬，嗖的一下就奔了过来。同时小白兔张开大嘴，嘴里2颗尖锐的兔牙发出蹭蹭的亮光。陈星哪里还敢耽误，掉头就跑。好在他离营地只有7、8米，应该能及时进入护罩之内。5米、4米、3米、2米、1米，陈星终于赶在小白兔追上自己之前，来到了营地门口。嘘，我不愧是10点敏捷的男人，行动就是迅速。然而还没等他高兴多久，系统却给出提示，丁，你正处于战斗状态，无法进入安全区域内。卧槽，还有这种设定。陈星回过头看向身后的小白兔，此时小白兔已经凌空飞起，向自己扑来。对方施展了他的技能突击。暴虐小白兔的初始攻击有30，而陈星生命值只有60，算上技能伤害，
小白兔这一招极有可能秒杀了他。怎么办？陈星突然感觉口袋一热，连忙伸手将口袋之物掏了出来，也不管有用没用，闭着眼睛往暴虐小白兔身上甩去。扑通扑通，这是陈星的心跳声。扑通，这是陈星前面发出来的声音。我没死。陈星缓缓睁开眼睛，他低头一看，发现刚才还张牙舞爪的暴虐小白兔已经死在了自己的面前。紧接着，系统给出提醒：你已击杀全营地第一只怪物，是否隐匿姓名？陈星下意识选择隐匿姓名。营地频道发出公告：丁，神选者 Triple X 击杀第一只怪物，奖励一把营地帐篷密钥。什么？就有人杀怪了？全营地频道哗然。第二章，龙傲天出战。卧槽，怎么回事？我们还在等本营地的天赋统计数据呢，怎么就有人出去杀怪了？哈哈，看来还是胆大的人多呀。之前听说神选之地怪物都很强，现在看来都是谣言吗？哪位大神弄的手杀？现身讲解一下呗。对啊，大神，给我们小萌新讲一讲怪物强度。你们是弱智吗？人家怎么可能会暴露自己？对啊，这个时候就应该低调发育。话说，那个营地帐篷是怎么回事？奖励了手杀者一顶帐篷的密钥，干嘛用的？帐篷就是我们身边这些吧？有什么用处？进去看看就知道了。这帐篷还不让进，真的要钥匙？这应该就是个私密空间吧？晚上睡觉不会被人看到，还能做仓库使用，毕竟外人都进不去。那也没什么用吗？就在大家讨论的同时，陈星正在查看自己的系统消息。丁，你的血魂初心被激发，可以施展一次麻将功能。丁，你使用一柄对暴虐小白兔造成1000点伤害。丁，暴虐小白兔被击杀，获得10点经验。丁，你获得本营地首杀，本次爆率增加1000%。丁，你获得本营地首杀，奖励一顶营地帐篷使用权。一连串的系统消息让陈星惊讶连连。他看了看手里的那张一柄麻将，有些难以置信。这玩意不是自己从现实世界带过来的吗？怎么还有这么强的伤害呢？而后他仔细查看这张一柄的属性。一柄，材质木质，功能消耗20点魔法值，下一击增加1000点物理伤害。什么？1000点的伤害？这么夸张？有了它，岂不是一下一个小白兔？不过陈星很快发现下面还有一行，使用条件：天赋被激发。天赋被激发，这又是什么意思？陈星点开自己的属性面板，发现雀魂初心天赋有一个进度条和倒计时，进度条是0%，倒计时还有60分钟。这意味着自己60分钟才能使用一次天赋技能，实在太慢了。关掉属性面板，陈星低头看着地上的暴虐小白兔的尸体。小白兔一共掉落了2样东西，一样是皮衣，一样是麻将。掉落装备是在他意料之内的，没成想小白兔居然还掉落了麻将。估计是每个人都有几率掉落自己的专属物品。不过他对掉落物品的数量不是很满意。这次击杀的爆率可是增加1000%的掉落几率啊，这也仅仅掉了2件物品。要是平常掉落，估计1件都不出来。陈星一边吐槽系统爆率，一边弯腰将2样东西捡起。丁，你获得1件白兔皮衣，1张麻将。白兔皮衣，品阶青铜，物理防御+5，对比新手剑黑铁级加1攻击。白兔皮衣直接上了一个档次，成为青铜级，加的属性从1点上升到了5点，提升相当大了。装备的等级非常多，常见的有普通级黑铁、青铜、白银，鎏金级黄金、紫金、暗金，钻石级蓝钻、紫钻、红钻等等。而那一张麻将也是一柄，它的介绍和陈星手里的那一张一样，没有什么区别。而后陈星打开系统，想要看有没有背包、储物格一类的，却发现空空如也。无奈他只能把2张麻将塞进口袋里，然后把那件白兔皮衣卷起来拿在手中。在外人看来，他只是拿着一团皮毛，并不知道这是何物。他抬起头看了看营地外的小白兔，想到刚才的凶险情境，不禁打了一个哆嗦。随后他转过头走进了营地内。此时营地内已经吵翻了天。原来方才在陈星查看系统消息和掉落物品的时候，营地频道已经发来了本营地天赋统计数据。99号新手村1号营地的1000人共觉醒， S 级及以上天赋0人， A 级天赋1人， B 级天赋5人， C 级天赋73人， D 级天赋179人， E 级天赋282人， F 级天赋459人， X 级天赋1人。贵人美，好可惜啊， S 级以上的大神没有在我们营地里。余转晴不是有 A 级天赋的吗？
哪位是 A 级天赋的大佬？带我们去练级吧。侯涛，就算是 B 级天赋大佬站出来也行啊。徐佳佳，伦家刚满14岁，要是有 B 级哥哥肯带我，伦家就和你贴。雷震子，去，小屁孩别打岔，这里是杀戮世界，不是言情话本，想活命就别学大人卖弄风骚。刘护花，我靠，你是钢铁直男吧？人家可是14岁小姑娘啊，你用得着这么粗暴吗？雷震子，去你妹的，老子说话碍着你了。刘护花，操，你不就是一个地级天赋吗？屌什么屌？雷震子，老子天赋地级怎么了？地级在我们营地已经比70%的人强了。你是什么天赋？拿出来晒一晒。刘护花，你天赋强又怎么样？有种去外面杀怪啊！雷震子，呸，卵蛋，没本事又喜欢嘴硬，真不是男人。就在此时，一个人叫龙傲天的人打断了他们。呵呵，一群傻逼，就知道在这里唧唧歪歪打嘴炮，没人敢出去杀怪。我是 B 级天赋，体质成长翻倍，你们这群乖宝宝在里面好好待着，看你爷爷是如何单挑外面的怪物的。龙傲天说着，昂首往营地外走去，他的肩膀上扛着一根大钢管，似乎是从现实世界带过来的。龙傲天即将到达营地门口，刚好迎面碰到陈星，他瞥了陈星一眼，露出鄙夷的目光，看了一眼怪就跑回来了，真是懦夫。不久后，他来到了营地口，停下脚步。龙傲天回过身，霸气地看着众人。龙傲天必然成为称霸1号营地的存在，过不了多久，你们就能在封神榜上看到我龙傲天的名字。龙傲天走出去之后，大家顿时把话题放到他身上。我操，这是一个 B 级大佬，看到没？人家全身散发的气势何其强大，体质成长翻倍，那岂不是双倍血量？我他妈口水都快流出来了。龙傲天一看名字就是主角啊，我打赌他肯定是我们营地第一个成神的，甚至我们整个99号新手村都没人敢与他匹敌，真是羡慕啊。你说我们要不要去和他组队一起杀怪？组队？你侮辱谁呢？这可是 B 级天赋的强者，骨子里都是傲气，你要是和他组队，说不定会死在怪前面。就是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别人帮助。就在大家赞叹之际，系统突然传来消息，丁，龙傲天被暴虐小白兔1级普通击杀，全营地的人哑然。第3章一对一柄的威力。方才大家看到有人拿到手杀的时候，全都以为外面怪物的强度不高，不少人打算独自去营地外杀怪升级。但当他们亲眼看到这个 B 级天赋的龙傲天死在1级普通的小白兔之后，顿时清醒过来，那个传闻是真的，神选之地的怪物强度确实十分变态。要知道，全营地一共也就一个 A 级天赋，5个 B 级天赋的人， B 级天赋的龙傲天在整个营地都是排得上号的。只是这么一会的功夫，龙傲天就死了，其他的人哪里还敢动？就在大家愣神的功夫，系统再次发出提示，丁，营地护照持续时间为6点至18点，其他时间营地将会遭受怪物入侵，请在18点之前进入营地帐篷庇护。每个营地帐篷最多容纳5个神选者，且需要帐篷密钥才能开启。提示：帐篷密钥会在普通兔子1%几率、兔子精英10%几率、兔子头领50%几率、黑铁宝箱5%几率、青铜宝箱20%几率等地方中出现。大家看到这些消息，全都把目光放到营地里的帐篷上。现在大家终于知道这些散落在营地的帐篷真正用处。收到这一串消息，营地的众人都快疯了，聊天频道疯狂滚屏。卧槽，这营地的护照居然只保护12个小时，好坑爹啊！营地里有多少帐篷？大家算了吗？系统显示出来了，一共100顶。我操，100顶帐篷，岂不是说只能有500个人在帐篷里过夜？剩下的500人怎么办？被怪物围攻吗？那怎么顶得住？也就是说，第一天淘汰会有50%？呵呵，幼稚！难道你们以为能打到这100个密钥吗？依我看，能活到明天的人数不超过300。操！别聊了，组队刷兔子去，升级什么的先不管，弄到帐篷密钥再说。对，组队去打帐篷密钥。开局20多分钟，大家终于进入了正题。原本很多人还想着抱大腿，慢慢升级打怪，现在没人敢再耽误时间，纷纷找人组队去往营地外。虽然众人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当他们真正面对暴虐小白兔的时候，才知道怪物的恐怖之处。暴虐小白兔的普通攻击有30点，技能伤害更是高达60点。如果不小心被他抓到要害，轻则手断脚瘸，重则命丧当场。不一会，营地公共频道频频出现系统消息：丁，苏大强被暴虐小白兔1级普通击杀；丁，许贞杰被暴虐小白兔1级普通击杀；丁，
刘良王、陈安康5人小队被独眼灰兔一级精英击杀。10分钟不到，已经有40多人上了讣告。真按照这样的速度死下去，不用等到天黑，这些神选者们全要被兔子给咬死。就在大家在营地外拼搏之际，陈星没有跟着大家出去打兔子，而是趁附近没有人的时候，选择一个偏僻的地方开启了帐篷。丁，你已开启1号营地第99号帐篷，是否对外展示归属？否。陈星自身实力薄弱，还无法承受大家的瞩目，现阶段还是低调一点好。而后他一弯腰，进入了营地帐篷内。帐篷内有5张床，中间有一个柜子。不过陈星注意力没有放在这里，而是看着进入帐篷时的系统提示：丁，你已进入营地帐篷，回复速度加快100%，技能冷却速度提升100%。还有这个功能，属实令陈星感到小惊喜。陈星点开自己的天赋，发现剩余时间还剩下38分钟。在帐篷的影响下，这个倒计时的速度比平时快了1倍。他只需要在里面等19分钟，天赋技能就会好。然后他把天赋技能的 CD cooldown 冷却时间显示框悬浮在自己面前，以便提醒自己留意天赋技能。搞完这些之后，陈星从口袋掏出那2张1饼的麻将出来，看来看去始终找不到别的用法。当他无意把麻将和新手剑放到一起的时候，系统突然给出提醒：丁，是否将1饼绑定到新手剑上？还有这功能？这有什么用？绑定了的话，麻将还能不能取下？如果不能取下，岂不是浪费了？陈星想到自己有2张1饼，随即决定做个实验，绑定。丁，绑定成功。而后陈星查看新手剑，新手剑品阶黑铁，物理攻击+1，绑定木质1饼，激活后下一击额外增加1000点物理伤害。陈星很快就理解绑定麻将的作用了，战斗的时候以武器技能的形式攻击出去，这样就不用花时间单独掏麻将。而后陈星下达取下1饼的指令，1饼顺利拿下，并没有损伤。陈星满意的点点头，这样确实方便，将来换了武器也可以绑定新武器上。但是当他再次看向这个1000伤害时，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兴奋。从现阶段来说，1000伤害确实很高，但是如果将来大家等级装备上来的话，1000伤害肯定不够用了。别的不说，就说兔子精英、兔子头领，恐怕血量就不止1000。而且天赋技能 CD 长达1个小时，战斗中根本不能持续使用。以自己这个脆皮的体质，一旦无法秒杀对方，那铁定要被这些兔子给咬死。或许在下一个神选者死亡的系统消息里就有陈星这个名字，是不是意味着自己的天赋技能很快就要被淘汰了呢？陈星微微叹了一口气，而后他把目光重新放到眼前。此时他手里除了那1饼绑了1饼的新手剑外，还有另一个1饼。这个1饼是陈星手杀小白兔的时候爆出来的，不知道2个1饼能不能一起绑定上新手剑。而后陈星把那个1饼靠近新手剑，再次进行绑定操作。丁，绑定成功。真的行？陈星心中突然有了一些期待，迫不及待地再次查看手里的新手剑。这一次他的眼睛瞪大了。新手剑品阶黑铁，物理攻击+1，绑定木质1饼一对，消耗40点魔法值，下一击对前方2米乘5米的范围造成5000物理伤害。使用要求天赋激活。卧槽，是一个 AOE 范围伤害，而且是高达5000伤害的 AOA。第4章秒杀兔子精英。陈星原以为2个1饼放到一起能有双倍伤害就很不错了，没成想居然变成了5倍伤害，而且还附带2米乘5米的范围伤害。这可不是简单量的提升，而是质的飞跃了。唯一的缺点就是魔耗太高，陈星一共才60点魔法，这个技能却要消耗40点，魔法差一点不够用了。之后陈星将那件白兔皮衣穿上，尝试绑定麻将，这一次他却被拒绝了。丁，该操作无法进行。看来这个1饼是攻击性的天赋道具，不能放到防具上。陈星没有在意，这点小事就无所谓了。之后他放下麻将，关掉面板，仔细观察帐篷内部。帐篷内部很简单，就是5张床，一个柜子，没有其他东西。他来到柜子旁边，伸手将其打开。丁，你已打开私人储物柜。储物柜空间不大，约莫1米长，半米宽，1米高。小件东西比较好放，如果太大件恐怕有些困难。有总比没有强，毕竟这是私人储物柜，就算有别人进来也打不开它。此时陈星没有东西需要存储，于是将储物柜合上。说实话，他现阶段更需要物品栏、储物空间之类的，不然什么东西都带在身上太麻烦了。他看了下天赋时间，还有20分钟恢复，帐篷内10分钟，再等一等吧。百无聊赖，陈星打开营地聊天频道，
从大家离开营地开始翻看。起初大家都是叫苦连天，卧槽，这些暴虐小白兔好狠，一下一管血，不行，顶不住了啊！兔子扑过来了，卧槽，队伍的前排被秒了啊！我们遇到兔子精英了，攻击力有50点，我操！靠，又遇到一窝普通兔子，妈呀，有人来救我们吗？我们要被团灭了！你不要过来啊！我们也打不过兔子精英啊！你们回安全区，快回安全区！啊，进不去安全区啊！在前期牺牲了一些人之后，大家渐渐熟悉了暴虐小白兔的攻击模式，聊天的画风也开始变了。有牧师吗？本队伍急缺牧师，招募治疗类神选者，优先获取装备选择权。哈哈，兔子的攻击可以躲避，可以格挡，根本没必要强行吃伤害。对啊，这里不是网游，是神选之地，和现实逻辑是一样的。骗子，谁说可以格挡？我他妈剑都被兔子拍飞了，可能和力量有关吧。我8点力量，面对兔子的普通攻击可以用格挡降低10%伤害。我10点力量，轻松格挡20%伤害。哈哈，我们这只兔子要死了。我们10个人怎么只分得了1点经验？太少了吧？而且什么装备都没有掉落，只有什么万合之尘。万合之尘是什么东西？随着击杀的小白兔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分享自己的收获。我们队伍12个人，怎么杀了小白兔没有经验？会不会是人太多了？我们5人队伍解决了小白兔，每人分得了2点经验。卧槽，我们2支队伍共同击杀小白兔，结果只有1支队伍有经验。我明白了，小白兔经验一共10点，一旦队伍人数超过10，那分下去的经验数就小于1，所以就没有经验。靠，还有这样的设定？那不是说不能组10个人以上的队伍？或许打高级怪可以，但打普通兔子不行。哈哈，我们这里出货了，黑铁级的兔子毛衣，物理防御加2点。我们队伍也出了黑铁级的兔牙长剑，物理攻击加3，比新手剑高了2点。嘿嘿，我们出了一个青铜级的兔腿法杖，治疗量加5。卧槽，出青铜装备了，真的牛！卖不卖？卖？你拿什么买 ？RMB 吗？哈哈，这里的货币会不会是万合之尘？哎，真有可能，我的新手剑可以分解，获得了1点万合之尘。我们全队有10点万合之尘，购买兔腿法杖。你卖吗？哈哈，傻逼，10点万合之尘能干吗？可以吃吗？哎呦，我找到了一个合成按钮，新手剑需要10点万合之尘才能合成。卧槽，分解新手剑只得1点，合成却要10点，这么坑！万合之尘能合成装备，哈哈，有意思，有意思。就在大家讨论那万合之尘的时候，一个系统消息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丁，雷震子获得帐篷密钥。雷震子，哈哈，老子果然是天选之子，杀普通小白兔就爆了帐篷密钥。徐佳佳，雷震子哥哥，你的帐篷能给我一个位置吗？晚上我可以和你贴贴。刘护花，佳佳妹妹，她刚才那么羞辱你，你干嘛还这么求着她？你跟着我，我来保护你。徐佳佳，可是她有帐篷密钥啊，你有帐篷密钥吗？刘护花，暂时还没有。雷震子，哈哈，小子，你以为说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泡妞了？幼稚！刘护花，你这个不懂怜香惜玉的混蛋，就知道欺负人家小妹妹。雷震子，去你妈的怜香惜玉！怜香惜玉靠你这张狗嘴吗？有实力才能怜香惜玉。徐佳佳，雷震子哥哥，好不好吗？佳佳才刚满14哦。雷震子，去找你的刘护花去，别来烦老子，老子光想想就有罪恶感。兰蔻，雷震子哥哥，我18岁，36亿。雷震子，私聊。一群人决斗，操，还以为你不近女色呢。就在陈星看得津津有味时，突然听到一个清脆的提示音，叮咚。而后他查看天赋的 CD， 果然已经转好了。他猛然站起身，离开帐篷。帐篷外静悄悄的，大家都为了帐篷密钥在营地外面和兔子搏斗。陈星环视了营地四周，发现周围大多地方都有神选者们战斗的身影，不过有一个方向却空无一人。一头半人高的灰色兔子和一窝小白兔正在那里。看过聊天消息的陈星知道，方才那窝兔子团灭了一支队伍。而后陈星缓步往那边走，来到营地边缘，向外看去，发现附近看不到任何的神选者，大家都不敢靠近这里，生怕惹到麻烦。营地门口躺着5具尸体，尸体旁边有一只独眼灰兔精英和4只普通白兔。陈星查看兔子精英的属性：独眼灰兔1级精英，生命值600，物理攻击50，移动速度24，技能召集兔群。原来他旁边的兔子是召唤出来的。现阶段
这5只兔子在一起基本上是无敌的存在。陈星看了看面前的兔子，默默计算着它们的站位。他天赋技能涵盖范围是2米乘5米，必须保证这些兔子都在这个区域才行。只要漏过随便一只兔子，他就是死路一条。等了约莫1分钟，陈星总算等到了机会，那5只兔子终于聚到了一起。陈星微微吸了一口气，然后跨步走出了护罩。刚一离开护罩，独眼灰兔以及暴虐小白兔立刻发现了陈星的存在，当即向他奔来。尤其是那独眼灰兔，犹如一道灰色光影一般冲到陈星面前。陈星连忙激活天赋，然后提起手里的新手剑，猛然往前面一看，2个异柄光球被幻化出来，而后那2个光球合二为一，变成一个巨大的异柄。嗡的一声，犹如一道激光一般冲上前去，形成一道光柱。光柱的声势十分浩大，这是陈星第一次亲眼见到天赋技能的轨迹，立刻被眼前震撼的场面给惊到了。只是一眨眼，他的面前就出现一条2米宽的浅沟，途径的5只兔子全都倒在了地上。与此同时，营地频道发布公告：丁，神选者 Triple X 击杀第1只精英怪物，奖励储物腰带1条。营地外的众人全都傻眼了，什么鬼？就杀精英了？第5章 A 级大佬现身。前一秒大家还在求雷阵子给帐篷的位置，下一秒大家纷纷把话题放到了击杀精英事情上。尼玛，到底是谁啊？怎么拿到精英怪手杀了？会不会是我们那个 A 级天赋大佬？看来只能是他了，方才普通怪的手杀肯定也是他杀的。话说这个大佬太低调了吧，到现在居然一声不吭。你们说他是组队还是一个人？肯定是组队啊，普通怪都这么强，精英怪还得了？我看未必， A 级大佬岂是我们能揣测的？嘿嘿，难道你忘了龙傲天事件？龙傲天只是个 B 级而已，岂能和 A 级大佬相比较？什么叫只是个 B 级而已？我们营地一共才5个 B 级，还死了一个，搞得好像 B 级不值钱似的。你们注意到没？这一次精英手杀奖励居然是空间腰带。看到了，我口水都快掉地上了。这个神选系统太坑了吧，连物品栏都不给，还要咱们自己打。我更换的新手剑都没地方放，只能背在身上。新手剑还留着干嘛？直接分解了呀。反正万合之尘不占位置。说起来，好像除了万合之尘，其他的物品都是实体的。呵呵，一群白痴。就算给你空间带，你有的装吗？搞得好像自己有很多东西似的。虽然我 TM 很想骂你，但是不得不承认你说的对。此时的陈星没有时间看聊天频道，他刚才在击杀独眼灰兔一窝后，立刻收到了系统提醒：丁，你击杀独眼灰兔获得40点经验。丁，你击杀暴虐小白兔获得10点经验。陈星现在的经验变成了90-100，只需10点就能升级。丁，你获得本营地精英怪手杀，本次爆率增加1000%。丁，你获得本营地精英怪手杀，额外奖励储物腰带1条。伴随兔群的死亡，地上掉落了好几样东西。此时，远处有不少人朝这个方向望来。方才陈星的天赋技能太过亮眼，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当他们发现原本堵在这里的灰兔精英已经死亡之后，顿时激动万分，纷纷往这里奔来。大佬在那里，营地外的精英兔子都被他灭了。卧槽，是真的！我说刚才怎么看到一道白光，原来是大佬发出来的。快过去看看！我操，好像是一个人。大佬真的是一个人，快去找他组队！我去要帐篷的位置。陈星见状，连忙把储物腰带装备上，然后把地上的东西一股脑都塞进去，扭头进了营地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此时，乌泱泱的奔了过来。我操，是真的！独眼灰兔的尸体就在这里，还有4只暴虐小白兔尸体，杀了这么多怪，好牛啊！你们刚才确定只有一个人吗？我看到门口只有一个人，然后唰的一下就不见了，会不会是一堆人只派了一个人来捡东西？不知道，走，去营地里看看。去营地里。就在大家都蜂拥进入营地的时候，一个名为宇轩的乞丐默默蹲在独眼灰兔的尸体旁，伸手摸了起来。一旁的人顿时笑话起来：摸个屁啊，装备早被人家捡走了。就是，哪里轮得到你？这个乞丐我见过，到处摸尸体。对，刚才我们杀死的一只小白兔，他也过去摸。没想到神选之地居然把乞丐也传送过来，真是晦气。走，去找 A 级大佬。宇轩没有吭声，默默摸着独眼灰兔的尸体。突然，系统跳出一个提示：丁，探龙手施展成功，你获得独眼灰兔的技能召集兔群。宇轩见到这个消息，全身不自觉地颤抖起来。他猛然站起身，发出狂笑：哈哈，我终于翻身了！其他人看着他发疯的表情，纷纷绕道走开。这乞丐发疯了，说不定本来就是疯子。走，别被他给咬了。
这些人不知道，这个名为宇轩的乞丐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 A 级天赋大佬。他的天赋探龙手可以在尸体上获得特有的东西、装备、材料、万合之尘，甚至技能。之前他摸了几次别人击杀的暴虐小白兔的尸体，大多是空手而归，偶尔能得到1、2个万合之尘，至于装备更是一件没有见到。而这一次居然获得了兔子精英的逆天技能召集兔群，以后他再也不用像之前那样偷偷摸摸看人眼色了。而后他趁着大家都去营地之际，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施展了技能召集兔群。噗噗，2只暴虐小白兔出现在身边。营地内至少有上百个人回到营地里寻找 A 级大佬。当他们看到远处一个黑影准备进入帐篷，连忙奔了上去。大佬，大佬，带我！大佬，你的帐篷能留一个位置给我吗？啊，大佬，我可以和你贴。那人回过头瞪了大家一眼，吵个屁，老子进来休息一下都不让，烦不烦？那人居然是雷震子。此时一个女子从帐篷内伸出头来，雷震子哥哥，不要理他们，里面隔音效果很好，不怕他们吵到咱们。说话之人正是那个叫兰蔻的女子，她故意抖动自己的3、6翼，勾引雷震子进去。你们要找老子的话，就在外面等1个小时，记住，是等1个小时，少1分钟老子都不会出来。雷震子说着不再理会这些人，一弯腰进入了帐篷。众人看雷震子钻进帐篷的身影，顿时傻眼了。他们都知道这个雷震子只是个地级天赋的人而已，获得这个帐篷纯粹是运气好，这家伙才不是自己要找的人。有人不爽雷震子的嚣张模样，对着帐篷吐了一口口水。我呸！1个小时，1分钟还差不多，说不定都直不起来。真他妈的是一个大流氓，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做这种事情，不要脸！你都说他是流氓了，他还要什么脸？唉，可惜没有见到大佬，大佬说不定也躲进帐篷里了。怎么办？等他出来吗？等个屁！他晚上可以在里面过夜，咱们到了天黑可就完了。就在大家准备离开之际，突然收到系统消息，叮！神选者 XXX 通过开启青铜宝箱获得帐篷密钥。大家惊叹：我操，又出帐篷密钥了！居然是开宝箱！哪里有宝箱？肯定是在外面啊！快去找箱子的主人！别急老子，操！呼啦，营地内一下就空了，那些人都去寻找开箱子的主人了。但他们不知道，开箱子的主人正在他们旁边的某个帐篷内。第6章，发财和抢2级。方才陈星在进入营地后，第一时间就进入了帐篷。帐篷外的声音他听得清清楚楚，但外面的人却不知他的存在。在大家寻找所谓的 A 级大佬之际，陈星开始翻看自己方才的拾取记录。叮，你获得50份万合之尘。叮，你获得青铜宝箱1个。叮，你获得灰兔鞋1双。叮，你获得兔耳帽1顶。而后陈星查看自己的储物腰带，腰带里的空间不大，大约半米见方，里面放着拾取的3样物品：兔耳帽，品阶黑铁，物理防御+2。这一件应该是那4只小白兔掉的。灰兔鞋，品阶青铜，移速+3。鞋子的爆率似乎很低，之前聊天频道没有人说得到了鞋子。陈星的初始移速是20，穿上这双灰兔鞋有了23。最后他拿起那个青铜宝箱出来，宝箱和装备一样，也分品阶：黑铁宝箱、青铜宝箱、白银宝箱、黄金宝箱、紫金宝箱、暗金宝箱。青铜宝箱专属，60%几率开出一件黑铁装备，30%几率开出一件青铜装备，9%几率开出一件白银装备，1%几率开出专属物品，20%几率开出帐篷密钥。装备和密钥的几率互不影响，竟然还有几率开出专属。所谓专属物品，自然就是麻将了。对别人来说，帐篷密钥是最重要的，但对陈星来说，帐篷密钥有没有倒无所谓，专属物品才是他想要的。2个异禀都已经这么强了，如果是3个异禀，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陈星十分期待。陈星将手放到青铜宝箱上，轻轻开启，唰，一阵黄光闪过，他下意识用手挡住视线，那黄光十分亮眼，持续时间长达10多秒。等那光芒渐渐散去，陈星这才把手放下，看向箱内，里面躺着2件东西，一件是钥匙，一件是麻将。运气简直是爆棚，最好的2样东西都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和第一个开启宝箱有关系。那件钥匙自然是帐篷密钥，全营地的人都在为帐篷密钥的事苦恼，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了2把。但那个麻将不是一柄，而是发财。这个有什么用？陈星将那张发拿到手上，仔细观察。发
材质木质。功能每击杀一个普通、精英、头领怪，减少1、3、5分钟天赋 CD， 增加 5% 的掉落、宝箱等几率。击杀怪就减少天赋 CD， 这显然是鼓励练级的专属道具。从数字来看，似乎影响不大，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发而已。如果是一对呢？3张呢？所以说，提升幅度多少是其次，有这个功能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发的存在也侧面证明了一件事：有一些麻将牌不需要依靠天赋就能使用。处理完掉落的物品后，陈星开始查看自己的装备和属性。他身上装备上兔耳帽，防御+2，灰兔鞋，速度+3，白兔皮衣，防御+5，新手剑，攻击+1。姓名陈星，等级1 90 100，体质6，力量8，精神6，敏捷10，生命值60，体质 X10，魔法值60，精神 X10，物理攻击5，力量 X0.5 加其他，魔法攻击3，精神 X0.5，物理防御7，魔法防御0，移动速度23左圆括号20+3右圆括号。天赋雀魂初心，天赋道具一柄一对，发单张。普通技能无。点评：雀魂激活时可以秒天秒地秒空气，雀魂失效时打不赢一只小兔子。综合评价：龟缩秒射男。看到这个评价，陈星差点没吐出一口血来。龟缩秒射男是什么鬼？这特么能人！陈星当下就想冲出去，单挑一只兔子来证明自己。但是很快，他的理智就战胜了冲动。自己这属性确实没办法打赢兔子。而后，陈星看着自己的等级，感觉有些尴尬，还差10点经验就升级，只需要单挑一只小白兔就可以。但是偏偏现在的他手无缚鸡之力，这也没有办法，别人开局就有小火球、电击术之类的技能，而自己普通技能却没有，只有1小时用一次的天赋技能。总不能一直等天赋 CD 吧，太怂了。应该找一支队伍一起练级，反正自己已经有了发财。现在最优先要做的是先升到2级，或许第一个升到2级也会有什么特别奖励呢？先了解一下别人的进度。想到这，陈星先查看了一下营地的人数。99号新手村1号营地剩余人数719，只过了1个多小时就阵亡了281人。不过后面阵亡的人越来越少，只要不是遇到兔子群或者被灰兔精英盯上，基本上不会死人。然后陈星展开聊天频道，都过去1个多小时了，全营地才出3个帐篷。是啊，没有帐篷密钥，感觉心里好不踏实。你们觉得我们要是都没帐篷，晚上抱团在篝火旁抵御兔子，有可能撑到天亮不？呵呵，我问你，你队伍现在同时对付几只兔子？还几只？1只就够呛。那你觉得到了晚上，兔子会一只一只的上吗？妈的，什么都不说了，找帐篷密钥。别提密钥的事了，遥不可及的东西。来聊一聊等级吧。你们有人升到2级吗？升到2级？你特么开玩笑吧？我10人队伍，每杀一只兔子才1点经验，升级要杀100只，我们到现在才杀20只，现在每人才拿到20点经验。你们杀了20只了呀？好快呀，我们只杀了12只。你们几人组队？5人。操，那你们不是每人24点经验了？厉害啊！还行，嘿嘿。你们有谁经验超过50的吗？屁，我看超过30的都少。看着他们的聊天消息，陈星微微舒了一口气，看来自己等到天赋冷却时间再出去还是来得及的。就在这时，聊天频道出现一个叫宇轩的人，冷冷回复了一句：我只练级了不到30分钟，经验就有了70。其他人见状顿时跳了起来。我操，真的假的？已经开局1个多小时了，你为什么只练了不到30分钟？切，别听他吹牛。这个宇轩是个乞丐，到处掏尸体。对，我也遇到过他，刚才在灰兔精英的尸体前还掏了半天。我靠，你这么说，他是不是有掏尸体的天赋？真的假的？你们有谁看到这个宇轩吗？没。哎，我前面有人带着2只小白兔杀怪。我操，就是宇轩。什么？他一个人带着2只小白兔？真的假的？是真的。陈星看到这，唰的一下站起了身。难道第一个升到2级的会是那人？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悦耳的响声，叮咚。第7章，陈星的赌性。终于，又一次等到天赋技能刷新了。陈星连忙站起身，离开帐篷。来到帐篷外，他突然吓了一跳，营地里竟然还有4个人，不过他们正围在另一个帐篷外，没有留意到陈星。妈的，这个雷震子真不是人！
说话的人叫丁震，手里拿着一个锅盖，应该是有盾牌的效果。而后一个叫米西的人接话：对呀，明明是我们5人队伍打出来的东西，他一个人拿着帐篷密钥就走了。紧接着叫留一手的剑客说：这货要是敢让那个婊子在这里过夜，我把这对奸夫淫妇都宰了。最后是叫秦剧的牧师出来劝解他们：你们想多了，这货就是靠这个来骗一骗妞而已，打一炮就出来了。留一手哼了一声，希望如此。丁震拍了拍帐篷，这货怎么还不出来？都半个小时了。陈星听到这差点没笑出声。那个雷震子拿团队的帐篷密钥出来泡妞，真是有一手，不知道他会不会让那个姑娘过夜。听他队友的意思，那家伙好像是提了裤子就翻脸不认人的主。说实话，陈星此时十分想要看他们这支队伍的八卦，但奈何自己急着出去练级，所以只能暂且把这事放到一旁了。回来的时候或许还能吃得上这个瓜。陈星强压八卦之魂，扭头离开了营地。营地外的兔子已经基本上被解决了，甚至还有一支30人队伍在对付独眼灰兔精英，其中20人对付灰兔精英召唤出来的4只小白兔，10人集中对付灰兔精英本体。虽然这些人手里的武器、身上的装备都稀奇古怪，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些奇怪的技能与之配合。比如正面面对灰兔精英攻击的那个人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从体型来看应该是健身教练之类的。他双手握着一张椅子，不停地抵挡灰兔精英的伤害，看着很滑稽，但效果十分好。每次受到灰兔精英攻击的时候，伤害都不超过20，甚至灰兔精英在攻击他的时候，偶尔还会被椅子腿刮着扣掉1-2点血。而壮汉的身后还有3个牧师职业在给他轮流加血，另外6个人则在各个角度对兔子精英攻击，每一次伤害不高，只有3-5点，但是积少成多。而一旁对付4只暴虐小白兔的20人也即将解决完各自的目标，很快就能加入对付灰兔精英的战团来。相信不需要多久，这只灰兔精英就要被他们解决掉。陈星从这些人身边穿过，继续往前行。他现在只需要10点经验就能升级，随便杀一只兔子就够了。但是他不舍得浪费天赋技能在这里，必须伤害最大化。渐渐的，陈星远离了人群，走了许久，他才发现有些不太对劲。面前这片区域既没有神选者，也没有怪物，怎么回事？不像是被大家清理的啊，附近尸体、血迹都没有见到。普通的怪物死亡半个小时后，尸体才会渐渐消失。至于营地门口的那只精英怪，死亡超过半小时了，尸体还在。这里地面这么干净，必然不是因为神选者。那为什么满地图的兔子怪到这里却一直没有见到呢？就在陈星疑惑之际，一个身影从地底爬了出来。原来不远处有一个兔子窟。待陈星看到那身形之后，顿时大吃一惊。普通小白兔个头也就是比一般兔子大一点而已，方才路过的那只兔子精英则是有半人高，而他前面这一只站起来比人还高。那只兔子起身后，第一时间就盯上了陈星。他猛然怒吼一声，身下的兔子窟又蹦出2只兔子来。那2只兔子可不是普通小白兔，而是灰兔精英。与此同时，那3只兔子吱的一声，一前二后扑向了陈星。啮齿兔王1级头领，生命值1500，物理攻击80，物理防御5，移动速度25，技能啮齿啃食，野蛮冲撞，高达80点的攻击。别说技能，普通攻击也能一招秒杀陈星。陈星双手持剑，不自觉地咽了下口水。如果只是这一只啮齿兔王，陈星并不担心，他的天赋技能可以直接一招秒杀对方。但他的身后还有2只灰兔精英，而且他们速度并不一致。啮齿兔王的速度比灰兔精英要快，如果他们这么跑下去，啮齿兔王肯定会和2只灰兔精英拉大距离。一旦啮齿兔王接近陈星之前，和灰兔精英的距离大于5米，那就意味着陈星的天赋技能不能涵盖他们3个。那样，陈星即便秒杀了啮齿兔王，也会死在2只灰兔精英的爪下。怎么办？跑吗？陈星现在的移速是23，而啮齿兔王的移速是25，灰兔精英的移速24，他肯定跑不掉。等无法一招秒杀3只兔子，跑也无法逃脱。难道只能死在这里吗？不，陈星还有一个选择。只见他吸了一口气，然后双腿一蹬，往前冲去。对，他要迎面对上那3头兔子。只要那3只兔子跑的时间够短，他们就拉不开距离。这种做法只有亡命之徒才想到，而赌徒陈星骨子里就是有这种赌性。进神选之地前，他输了一晚上，只有在最后一局来一把大的才能翻盘。所以那一局他义无反顾地做出自摸13妖。当他摸到最后那张一饼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翻盘成功了。而那张一饼正绑定在自己手里的这把新手剑上。
当陈星冲到啮齿兔王面前的时候，大吼一声，双手挥舞手中长剑，猛然向前砍出。两个一柄状的光球出现，而后合二为一，向前直冲，留下一道刺眼的光芒。唰！那道光芒犹如激光一般扑向啮齿兔王，啮齿兔王吱的一嗓子就倒了下去，而他身后的两只灰兔精英则在光球消失前踏进了陈星5米范围，一招秒杀3头 BOSS。第8章多重奖励，咸鱼翻身。99号村1号营地频道发来系统消息：丁，神选者 XXX 第一个击杀头领，获得荒蛮草地勇者称号。丁，神选者 XXX 第一个升到2级，额外奖励强身健体丸1颗。两个简单而朴实的消息让全营地的人哗然。啊，头领被击杀了，而且还是被一个人击杀的。哪个头领？会不会就是那个啮齿兔王？不可能，刚刚啮齿兔王杀了一支20人小队，怎么会有人能杀得了他？说不定是捡漏呢。对，最大的可能就是捡漏。我靠，这种好事怎么轮不到我啊？你他妈一直在营地门口晃悠，能轮得到你？这么说还是要多去外面碰碰运气。外面有没有运气我不知道，但外面肯定有兔子精英和兔子头领。我不去了。你们说他的2个奖励是干嘛用的？荒蛮草原勇者，咱们这片草地就叫荒蛮草原，它应该在这个地图会有增益类效果。仅限于荒蛮草原吗？我觉得应该是，不然只是杀一只1级 BOSS 就全地图增强，那就太夸张了。强身健体丸，这玩意名字怎么这么奇怪？听起来像伟哥。难不成拿到头领手杀的是一个秒射男？哈哈，说不定是阳痿男。如此强的男人竟然需要伟哥，这么说起来我心里舒服多了。嘿嘿，他再强有什么用？不能征服女人，他就什么也不是。啧，你们这群家伙敢在这里调侃营地第一个2级大佬，小弟真是佩服佩服。那啥，刚才是我表弟发言，他才8岁不懂事，我刚刚做梦说了胡话，做不得数。我练级去了。方才调侃陈星的人全都闭嘴了，聊天频道瞬间安静了一大半。此时的陈星哪里有空看他们的聊天，早沉溺在查看奖励之中了。丁，恭喜你完成头领手杀，获得荒蛮草地勇者称号。丁，恭喜你第一个升至2级，获得强身健体丸1颗。荒蛮草地勇者，力量加10，没有要求地图，直接加10点力量，爽。强身健体丸将你的弱势基础属性提升到10点。什么是弱势基础属性？从物品描述来看，10点应该就是合格属性，所谓弱势属性应该是低于10点的吧？看看就知道了。打开属性面板，姓名陈星，等级2，1391000，体质12，力量26，精神12，敏捷20，体质从6升到12，力量从8升到26，扣除荒蛮草地勇者的10点力量就是16，精神从6升级到12，敏捷从10升级到20。数据变化这么大，只是升1级就这么夸张了？简单对比原属性，陈星一眼就摸清了规律。升1级居然是基础属性翻倍，如果这样算的话，基础属性直接影响到后期的成长。陈星看着手里的强身健体丸，突然意识到它的恐怖之处，增强基础属性。我操，系统奖励就是大方啊！陈星连忙把强身健体丸服用了下去，系统随之发来消息：丁，你服用强身健体丸，基础体质、基础力量、基础精神都变成10点。陈星再次查看自身属性，心跳加速跳动。姓名陈星，等级2，1301000，体质20，力量30，精神20，敏捷20。改变基础属性，竟然连同升级的属性提升也随之改变，强无敌。而后他把注意力放在击杀怪物的消息上。丁，你完成啮齿兔王手杀，本次爆率增加1000%。果然有手杀爆率奖励。丁，你已击杀啮齿兔王，获得100点经验，一只兔王就100经验，果然强。丁，你已击杀灰兔精英，获得20经验，击杀低级精英怪，收益降低50%。什么鬼？丁，你已击杀灰兔精英，获得20经验，击杀低级精英怪，收益降低50%。又来，陈星击杀第一只兔王就已经升级了，所以判定后面2只灰兔精英是2级杀1级。杀低级怪居然有减损，看来升到2级后就要找2级怪了。而后陈星查看2个灰兔精英的掉落，一共掉落了5份万合之尘，其他的都没有。看来收益减损不仅仅是指经验，还包括掉落。
而后他把目光移到啮齿兔王的掉落上，心情一下由阴转晴。啮齿兔王掉落了4样物品：100陈万合之尘、1件装备、1把钥匙以及1个宝箱。拾取物品后，陈星第一时间查看那件装备：兔王皮裤，品阶白银，物理防御加20，白银。终于出白银装备了，而且高达20点的防御。要知道他前面2件装备兔耳帽加白兔皮衣才7点防御啊！陈星毫不犹豫地穿了上去。叮，你已穿上兔王皮裤，物理防御加20。穿上兔王皮裤后，防御力高达27点，再也不怕小白兔了。然后他把目光放到宝箱上，精致青铜宝箱，30%出黑铁装，50%出青铜装，20%出白银装。宝箱居然还有精致头衔，虽然和青铜宝箱开的品阶一样，但是概率调整了，开出好东西的概率好多了。上一个青铜宝箱，他开出了麻将发财和帐篷密钥，不知道这个会出现什么。打开精致青铜宝箱，一道白光闪过，待光芒散去，陈星发现里面有一样物品出现在面前，随即将手伸进去。叮，获得白银装备犬王牙刃，又是1件白银装备。犬王牙刃，品阶白银，物理攻击加25，撕裂伤口，攻击时有几率撕裂对方伤口，持续5秒。攻击伤口区域，物理伤害加5。白银武器，强无敌。陈星把犬王牙刃装备上之后，感觉全身气势都发生了变化。此次出行获得多重奖励：荒蛮草地勇者称号、强身健体丸，2件白银装备升到2级。陈星有一种咸鱼翻身的感觉。第9章合成系统，结合4维力、体、精、敏属性以及装备加成，陈星的战斗数据也出现了质的变化。生命值200，魔法值200，物理攻击40，物理防御27，移动速度23。这个属性可以去小白兔群里嘎嘎乱杀了。唯一可惜的是移动速度没有发生改变，看来移速并不和4维挂钩。由于更换了武器，陈星的新手剑没了用处。将绑定的2张翼柄换到犬王牙刃上后，他准备把新手剑放进腰带的空间之中。但当他新手剑往里面一放时，才发现这新手剑的长度居然长于半米，无法平躺放入，只能斜着才能装进去。这个破玩意居然这么浪费空间。想到大家聊天时提的分解功能，陈星重新把新手剑拿了出来，通过系统面板果然找到了分解合成的页面。分解页面很简单，一个框一个分解的按钮。陈星把新手剑放入框内，然后点击分解。提醒：你正在进行分解操作，是否继续？是。叮，分解成功，你获得1份万合之尘。那么长一柄剑居然只获得1尘，难怪大家都在吐槽。而后他点开合成页面，出乎意料，合成页面的东西相当多，而且这些都是自己有的。新手剑黑铁10尘，兔耳帽黑铁15尘，白兔皮衣青铜100尘，灰兔鞋青铜150尘，兔王皮裤白银1000尘，犬王牙刃白银1200尘。提醒：普通装备黑铁青铜白银首次掉落获得即可合成，更高品阶的装备需要合成卷轴。所谓首次掉落获得可合成，是指第一个从野外获得这件装备的人才有合成的权限。比如陈星把自己手里的犬王牙刃交易给另一个人，那个人是无法合成犬王牙刃的。除了装备合成页面外，还有专属合成页面。一柄木质5000尘，发木质10000尘。看到这里，陈星真是又惊又喜。喜的是专属道具可以合成，惊的是太贵了。陈星现在有156尘，只能合一双灰兔鞋，连白银装备都合成不了。合成专属，简直是异想天开。光靠自己攒尘肯定是不现实了，必须得想一些精、卫、商、man、之、cia 道才行。陈星看着背包里的2把帐篷密钥，立刻想到了办法。此时离开场过去近2个小时，帐篷密钥只出了9把。按照这个效率下去，到下午6点很难凑齐100把钥匙。就算大家杀怪越来越熟练，凑齐了100把钥匙，那还会有几百人没有地方住。到时候陈星再拿出自己手里的帐篷密钥出来售卖。陈星打开聊天频道，想看看大家在聊什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数个系统通告。叮，神选者宇轩第2个升到2级，获得强体丸1颗。叮，神选者觉明第3个升到2级，获得1点可分配基础属性。开局2个小时，已经有了3个2级的人，大家对这些人纷纷表示膜拜。
哇，宇轩大佬，你一个人单练真是强。宇轩大佬，你的强体丸是干嘛用的呀？绝明大佬，升到2级变化大不大？如果是陈星，可能懒得理会那些人，但宇轩不一样。传送来神选之地之前，宇轩只是一个乞丐，受尽了人们的白眼。他的内心一直渴望受到瞩目、崇拜。刚进入神选之地的时候，他得知自己是全营地唯一 A 级天赋的人之时，顿时狂喜不已。他知道自己翻身的时候来了。在低调了1个小时之后，宇轩终于利用天赋技能探龙手偷到了灰兔精英的技能，这才逐步将进度追上来。原以为自己能第一个到达2级，没想到有人捡漏 BOSS 升到2级。此时他被众人用崇拜的眼光询问，他自然大大方方地和别人交流。强体丸的功能是把基础体力变成10点，升级后属性变化幅度非常大，是基础属性的2倍。我的体质原本是4，吃了强体丸后变成10，升到2级就变成了20，目前生命值是200。大家听到这更加赞叹起来。卧槽，升1级就属性翻倍，这么夸张？基础属性原来这么重要，基础属性差一点，后面就会相差天壤之别啊！你们说3级的时候是1级的属性乘以3，还是2级的属性乘以2？我觉得是1级属性乘以3，不然干嘛叫基础属性？你们吃饱了撑的，聊3级的是干嘛？你们到了2级吗？今天晚上有没有睡的地方还不好说呢。宇轩大大，请给我一个帐篷的位置好吗？宇轩大大，求帐篷床位。没错，宇轩不仅升到了2级，中途也获得了一个帐篷密钥。与此同时，陈星在翻看帐篷密钥的获取名单。丁，宇轩获得帐篷密钥。丁，马卫东获得帐篷密钥。丁，张兰兰通过开启黑铁宝箱获得帐篷密钥。丁，神选者 Triple X 获得帐篷密钥。获取密钥的大多都显示了姓名，他们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拿到密钥来获得关注。也有人隐藏了名字，估计是小队获得的，帐篷没有其他位置了。谈及密钥，自然有许多人在祈求帐篷位置。夏雨荷，宇轩大大，求帐篷位置。刘护花马卫东，东哥有帐篷位置吗？我身上有10辰，只住1晚就行了。牛兵10辰就想过夜，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我出12辰。呵，你们怎么那么多万合之辰啊？我才7辰。李星星张兰兰姐姐，我是萌新小正太，晚上可以给你暖床，带我去帐篷里过夜好吗？陈星看着大家这个穷酸样，把准备拿出来叫卖的密钥又放了回去。晚一点再说吧。第10章，和尚绝明。除了这些求帐篷的以外，还有一些人在发布交易消息。徐强，新鲜出炉的兔耳帽，物理防御+2，只需12辰。陈俊杰，黑铁装备卖12辰，狗都不要，分解了吧。梁欣欣徐强，兔耳帽4辰卖不卖啊？徐强4辰，你怎么不去抢？梁欣欣，哥哥，我只有这么点，我是10人团队，杀10只兔子才能分我1辰，真的好难。徐强5辰卖给你。梁欣欣，好，去哪里找你？徐强，营地东门口。梁欣欣，马上来。侯涛，我这里多了一把青铜级的兔牙剑，物理攻击+9，只需15辰。何偶，哇 ，C 级天赋的侯涛大佬，你们队伍连青铜级的装备都不要啊？侯涛，我们没有物理输出，都是法系，不需要物理装备。何偶，我能走物理攻击路线，可以去你队伍里吗？陈俊杰，呵呵，你就是想免费要人家兔牙剑呗，说的这么好听。何偶陈俊杰，老子惹你了？阴阳怪气的陈俊杰，我就是看你这种白嫖的不爽，天天跪着求着求呢。何偶，你是什么东西？你天赋是什么级别的？陈俊杰 B 级，想单挑吗？何偶，侯涛，兔牙剑已售，别私信我了。陈俊杰，大哥，别聊了，出发。陈俊杰，这不是闲着无聊吗？来了。陈星关掉聊天频道，他抬起头看向前方，前面的草地里隐隐约约出现野狗的身影，那里应该就是2级怪了。如果这是在网游，他肯定就直接冲到前面去了，不管打得过打不过，先看看再说。但这里是神选系统，没有所谓自动复活的说法，死了就真死了。陈星虽然是个赌徒，但不是疯子，这种没有一点把握的事是不会去做的。先回兔子窝刷一刷小兔子，给自己的天赋加速一下进度。方才他杀了1只兔子头领，2只兔子精英，受到 Five 的影响，减了左圆括号5+3+3右圆括号分钟，再加上刚才他查看消息耽误的时间，现在天赋技能还有43分钟冷却，杀43只兔子就可以了。他回过身，发现斜后方有1只落单小白兔，
于是扛着白银武器犬王牙刃走了过去。刚走没多久，陈星突然发现地上躺了好多人的尸体，这些尸体已经溃烂，马上就要被分解。简单数了一下，足足有20具尸体。回想刚才聊天频道有人说20人被啮齿兔王团灭的事，应该就是这些人了。看着这些尸体，陈星哀叹一声，已经帮你们报仇了，安息吧。离开这些尸体区域，陈星来到进入了小白兔的防御领域。暴虐小白兔露出尖锐的獠牙，吱的一声冲了上来。陈星挥舞手中的犬王牙刃迎了上去。暴虐小白兔飞扑过来，照着陈星的小腿就是一口。陈星腿部感觉一麻，同时头上出现一个伤害数字10，这个数字吓了陈星一跳。自己防御明明是27点，而小白兔的攻击是30点，为什么他的普通攻击可以打自己10点伤害？好像只有兔王皮裤起到了防护效果，难道防具只对相应的部位起效果？为了检验自己猜测，在小白兔下一次攻击的时候，他将自己的胳膊伸了过去。-25，陈星只感觉胳膊生疼无比。果然，自己上身的白兔皮衣是5点防御，算上小白兔30点伤害，确实是掉25点血。看来防具只会保护相应部位。做完2次研究之后，陈星开始了自己的反击。当小白兔第3次扑上来的时候，他手持牙刃猛然砍了过去。-40。与此同时，小白兔背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第2次，陈星照着伤口又砍去一刀。-45，伤害多了5点。这是牙刃的武器效果，撕裂伤口，下次在伤口处攻击时物理伤害+5。这个效果对于陈星40点的攻击来看有些聊胜于无，但如果他有队友的话，队友也可以触发这个+5伤害的效果。与小白兔对战，陈星没有什么战斗技巧，他和小白兔都是各干各地。小白兔咬他一口，他砍小白兔一刀，就这样你来我往的互换伤害。当他砍出第7下的时候，那小白兔终于发出一声惨叫，倒地不起。而他被小白兔打了120多点血，只剩下70几点生命值。陈星擦了擦头上的汗珠，我操，我都这么强了，这些小白兔还这么难对付。而后他查看系统消息，叮，你已击杀暴虐小白兔，获得1点经验，击杀低级普通怪，收益降低 90%。 什么鬼？收益降低 90%？ 只有1点经验，甚至连1个粉尘都不掉，这简直是逼着他去2级地方练级啊！但是打一只1级普通小白兔都这么费力，打2级野狗怎么敢想象？光和怪物换血并不现实，看来还是要学一学战斗技巧才行。想到过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健身教练拿着椅子和小白兔战斗的身姿，陈星决定还是先去学习一下别人的打法。而后他收起手中的大刀，往营地方向行去。此时脱离了战斗，他的生命值开始以每秒1点的速度回升。不知有没有刀法、剑法、身法之类的东西，好让自己这个只会打麻将的宅男学习一下如何战斗。既然是神选系统，这些基础东西肯定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打到。营地里也没有一个 NPC 卖东西，真是烦。渐渐的，陈星看到了营地，也看到了在营地外围战斗的神选者们。这一次他没有急着回营地内，而是在练级区域看大家练级。放眼望去，全都是5人一组的战斗，偶尔能看到10人、20人的队伍，那都是在对付兔子精英。这些人的套路都大致相同。前排站着一个身材魁梧、力气大的人，格挡小白兔的攻击，以降低自己受到的伤害。那人的身后站着1至2个牧师给他回血，其他人则在一旁给怪物造成伤害。陈星看了一会，发现他们的打法并不适合自己。这些在前面顶怪的人虽然有一些技巧，但是专注于防守，并没有进攻。陈星需要攻防一体的招数。他沿着营地外围走了一大圈，始终没有见到一个值得学习的对象。走到最后，他暗叹一口气，看来还是要靠自己去杀怪掉落秘籍才行啊。就在他准备回村之际，却见远处有个人正在和一只小白兔搏斗。他只身一人，赤手空拳对战暴虐小白兔。小白兔一次又一次扑击，都被他应对过去，或是闪避，或是格挡。那小白兔攻击了数次，每次攻击最多只对那人造成个位数的伤害。陈星双眼顿时一亮，连忙走了过去。与白兔搏斗的那人的外形很惹眼，头上没有头发，油光锃亮，一身黄色僧袍随风飘荡，脚穿黑白布鞋，朴实无华。当陈星看清和尚的名字时，觉得有些眼熟，觉明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第11章切鼠任务。很快陈星回想起来，对，他是第3个升级到2级的人。觉明原本是背对着营地，面对外面，以便观察前方是否有其他怪物出现。但在陈星靠近之后，觉明立马换了身位，侧身对着营地。陈星连忙止步，他知道觉明以为自己不怀好意，于是防着自己。陈星把武器放到背后，站在离觉明20米外的位置，看着对方和兔子搏斗。
那绝明攻防很有节奏。当他能躲开兔子的攻击时，会在兔子擦身而过的同时给对方一拳，腿上一脚；当他无法躲开兔子的攻击时，会在格挡对方伤害的空档给予回击。基本上，双方每次交手绝明都会给对方带来伤害，而且那绝明的伤害数字非常古怪，有时候给对方造成10点伤害，有时候造成15点，有时候甚至能造成20点。徒手空拳，没有任何武器就有如此威力，属实让人惊讶。交手了10多个回合，绝明掉了30多生命值，而他的生命总值居然也有200点，也就是说，他的基础体质是10点，升到2级的时候变成20点。那他的基础力量是多少呢？为什么伤害会忽高忽低？终于，在绝明一次大喝之后，一拳将面前的暴虐小白兔锤死。小白兔死后也是丝毫没有掉落，一个粉尘都没有。绝明看到空空如也的地面，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神情。不过他还是双手合十，对着兔子尸体口念佛号：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这个时候，陈星朝绝明身边走去。绝明回过身，向陈星施了一礼：阿弥陀佛，施主请留步，有话请尽快说，贫僧还要赶着超度众生。陈星停下脚步，看了眼绝明身旁的兔子尸体，心中暗暗觉得好笑。你管这叫超度众生？他没有掩饰来意，直截了当地说：绝明师傅，我想向你学功夫。绝明听到陈星的话，并未觉得惊讶，他上下打量了一下陈星，然后淡淡的说：修炼功夫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恐怕施主吃不了那个苦。陈星差点没乐出声，别说数十年如一日，就怕今晚都过不去吧。他方才亲眼所见那和尚的动作行云流水，知道对方确实有一手。于是陈星强忍吐槽的冲动，然后对绝明说：绝明师傅，我只要学个3招2式对付野猫野狗就行。绝明摇了摇头，所谓欲速则不达，习武之人最忌讳急功近利，施主这般想法恐怕是无法学成真功夫了。陈星见这和尚总是绕圈子，于是开门见山地说：能不能教？给你陈。绝明听到陈星的话，也终于不再打谜语。阿弥陀佛，施主果然是心直口快之人。也罢也罢，贫僧的天赋确实可以合成出基础功法，但需要2000陈。你要是有2000陈的话，可以来找我。这陈星听到这个价格感到十分意外，感情这和尚说半天只是在抬高身价而已，他还以为对方在故弄玄虚呢。陈星眼睛转了转，然后说：绝明师傅，我用帐篷的位置给你换行不？我有帐篷密钥，还有空床位。绝明脸色略微迟疑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贫僧虽然很需要帐篷，但是没有粉尘，我无法从系统兑换功法。亦或者什么？或者你把帐篷床位给我，然后再给我1000陈。1000陈啊，我想想办法。陈星自己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陈，但如果出售帐篷密钥或者出租帐篷床位的话，说不定可以凑到这么多。就在陈星想着弄万合之尘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方才绝明说要2000陈，听到自己有床位后立马改口1000陈，是不是意味着……陈星看着绝明，突然嘿嘿一笑：大和尚，是不是你的天赋只需要1000陈就能兑换出基础功法？方才说2000陈是为了赚我1000陈，没想到你这个和尚看起来老实，实则很贪心呢。绝明不愧是得道高僧，听到陈星当面拆穿自己，居然丝毫没有脸红。施主，这怎么能叫贪心？贫僧这叫敬畏佛主。敬畏佛主，这也能扯上关系？陈星很想听这个大和尚怎么扯的。绝明一脸淡然地说：这个自然有关系。贫僧的天赋来自于平日的修行，而贫僧的修行就是向佛主祷告。换句话来说，贫僧的天赋是佛主赐予的，如果我出价低了，岂不是对佛主不敬？陈星对绝明再也没有那么一丁点的敬畏。你个秃和尚，真能扯。绝明双手合十，敬了一个礼：施主，你要是有1000陈再来找贫僧。而后他转身离开。陈星对着绝明的背影比了一个中指。就在这时，他收到一个系统消息：丁，绝明添加你为好友，是否通过？通过。紧接着绝明发来消息：记得给贫僧留个床位。陈星很想吐槽他几句，但想了想，还是正经的回复对方：OK， 下午找你。绝明回道：阿弥陀佛，你是第108个找贫僧的人，速度要快。别人先一步提供床位的话，你可要拿2000陈了。陈星看到这，懒得理他，直接关掉了消息栏，然后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你这个秃驴，还想 CPU 老子？这个时候，远处出现一只暴虐小白兔。他看了看那只小白兔，又看了看自己的双拳，最后摇了摇头。自己可没本事赤手空拳单挑小白兔，确实需要学一学真功夫。神创空间的存在是为了应对10年后的那一场浩劫，那可不是对付面前的小白兔，而是一个个来自星际异界的魔物。没有真正的功夫，
哪里能锻炼出真正的实力，又如何应对那些魔物？就在陈星畅想之际，营地频道突然发来系统消息：丁，营地内即将出现一波窃鼠，请大家及时回来解决鼠患。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出现一个任务介绍和任务倒计时。突发任务：消灭窃鼠。窃鼠偷了营地的东西，准备离开，一定要把他们击杀。任务说明：一、窃鼠没有攻击力，只会逃跑；二、窃鼠携带着大量万合之尘，将其击杀者自动拾取，组队平均分配；三、窃鼠王除了有万合之尘，还有宝箱、技能书等物品；四、每逃跑一只窃鼠，就会对护照能量造成一定损耗，一旦护照消失，怪物将提前袭击营地。任务倒计时59分钟。看到这个突发任务，大家再次哗然。第12章，消灭窃鼠，令人吃惊的速度。面对突如其来的窃鼠任务，营地的人全都热议起来。徐佳佳，妈呀，是老鼠！佳佳最怕老鼠了。雷震子，我去，这小姑娘怎么还活着呢？是不是躲在营地里没出去？刘护花，雷震子，你他娘的还是人吗？盼一点别人好行不？雷震子，你这个卵蛋也没死啊，真是稀奇。刘护花，去你妈的！你死了，我都没死。兰蔻，雷震子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哦？兰兰在帐篷里等你呢。雷震子，乖，哥哥升到2级就回去。丁震、米西、刘一手、秦俊，你他娘的不吹逼会死啊！好好电怪。雷震子，兰蔻，洗白白哦。除了类似雷震子这样搞怪的人外，还有正儿八经讨论窃鼠活动的。徐强，妈的，神选系统是不是要我们死啊？营地里还刷新窃鼠，有窃鼠就算了，逃出去居然还会伤害护照。梁欣欣，对啊，我的帐篷到现在还没影子呢，如果怪物提前入侵营地，我就完了。何偶，现在一共才出15把钥匙，别说你，营地一大半的人都要完。宇轩，你们怎么那么悲观？这次窃鼠的重点是万合之尘啊。侯涛，对啊，我觉得这是一次送福利的活动，目的就是给我们送尘、送宝箱、送技能书。何偶，切，你们怕不是想屁吃吧？进入神选之地到现在，神选系统有把我们当人看吗？青云，楼上的，你是没搞清楚神选系统的目的，他是逼我们进化，不是让我们送死。我倾向于这个活动是福利活动。清明，吵死了，待会活动开始不就知道了。雷震子，我靠，清明，你叫这名字是不是想把我们都送走啊？清明，老子现在就把你送走。雷震子，来啊，老子怕你啊。基本上大家都是持2个观点，有的觉得窃鼠任务是压力，有的觉得窃鼠任务是福利。陈星的想法比较倾向于后者，正所谓富贵险中求，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要想吃饱就应当在火中取栗。而且这一次活动之后，大家的粉尘肯定会多起来，这样更加有利于他出售出租帐篷。由于马上就要开始窃鼠活动，所以外面陆陆续续有人回来，陈星也没有再砍大白兔，跟随大家往营地里行去。在距离活动开始还有10分钟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回到了营地内。陈星查看了3个重要数据：营地人数698人，2级人数15人，帐篷密钥15-100。刚开局时，营地里有1000个人，半天不到的时间，营地里只剩下698个，身亡302人。不过，重回营地的众人与刚进入时相比，气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先的害怕、彷徨、迷茫的眼神全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坚毅、自信、勇敢的神情。不愧是神选之地，只过了几个小时，就让这批依赖于和平的人类迅速适应了这种恶劣的环境。他们每个人都展现出无比强大的潜力。不过，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又展露出了各种人性。有互相攀比的，我这件青铜武器10分锐利，物理攻击加8点呢，相当于加了16点力量。很不错。但是我祭出这把火系伤害加11的烧火棍，你拿什么应对？啊，你们居然还是穿自带的鞋子啊！不会还有人没有灰兔鞋吧？不会吧？哎呀，这把帐篷钥匙好讨厌啊，放在口袋里叮叮当当的。我选哪个帐篷比较好呢？哇，大佬，你赢了，给我留一个床位好不好？有和周围的人交流战斗经验的。小白兔的扑击好狠啊，速度又快，伤害又高，我有2个队友死在这一招下了。怎么应对啊？这个很简单啊，保持小白兔周围2米内一直有人，他就不会使用这个技能了。就这么简单。不然呢？不，小白兔还有一种情况会使用技能，就是前腿受伤。一旦前腿受伤，他就会加大使用扑击的概率。还有这种事？我都不知道呢。你们有谁对付过灰兔精英吗？我们队伍打过。灰兔精英的召唤技能可以避免吗？
好像只要一靠近他，他就会召唤4只小白兔呢。没办法，只能硬杀。其实只要凑20人，灰兔精英随便杀。我们队伍18人就杀过1只，好刺激。啮齿兔王呢？你们谁打过啮齿兔王？不就是第一个升到2级的人杀了啮齿兔王吗？那个人到现在都没冒泡，也不知死没死。他抢了1支20人队伍的 BOSS， 哪里敢冒头？冒头又怎么了？那20人不是已经死了吗？他还怕什么？你怎么知道营地里还有没有那20人的亲友在别的队伍里呢？那也是。哎，你们队伍有升到2级的吗？2级屌不屌？2级很屌，但是也很烦。灰兔精英经验只有1半，小白兔经验只有1/10。我靠，这么夸张？那你们有没有去打2级怪？2级怪强不强？还没，这不是赶着回来做任务吗？别吵了，任务快开始了。大家分散在营地的各个地方，紧紧盯着任务的倒计时。5、4、3、2、1，叮！消灭窃鼠任务已经开始。第一波100只窃鼠。大家看到这消息，发出不屑的声音：切，我们700号人才100只窃鼠，看不起谁呢？对啊，踩都要踩死他们。然而下一刻，一道道黑影从篝火附近窜出，往营地外飞奔而去。是窃鼠，每一只窃鼠背上还背了一个小袋子。他们的速度起码有50点，是玩家的2倍半。一愣神的功夫，窃鼠就从那圈人脚下窜出。卧槽，速度好快，根本追不上啊！后面的人，看你们了！妈的，太倒霉了！这次算我大意，下次不会再让他从我身边逃走了。这种速度，一旦前排的人错过攻击机会，就不可能追上了。好在营地人不少，后面还有好几圈的人在等待。哈哈，小老鼠过来了，看我的！卧槽，这小东西还会躲啊！我也没打中，我打中了，但是没有打死，还剩1丝血。我靠，太难杀了！很快，系统发来一个个消息：叮，窃鼠逃出营地，对营地护照能量造成破坏，护照持续时间-10秒。叮，窃鼠逃出营地，对营地护照能量造成破坏，护照持续时间-10秒。一连60多只窃鼠逃离，护照持续时间减少了10多分钟。这只是第一波，后面还有多少波？不知道。后面的窃鼠王出来怎么办？不知道。大家只知道，距离营地护照破碎、怪物入侵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第13章，消灭窃鼠，神秘的光柱。窃鼠，生命值15，移动速度50。胆小的窃鼠只会逃跑。窃鼠只有15点生命值，本应该是被玩家们嘎嘎乱杀的节奏，就因为它的移速高达50，令大家猝不及防。在这高速移动下，15点生命值就变得很微妙。1级神选者攻击大多在10点以内，很难一击秒杀。即便是2级神选者，没有好武器也不能保证一下就能将其打死。陈星的攻击力是够的，但是刚才那一战也令他十分狼狈。方才窃鼠刚释放出来的时候，他就盯紧了奔向自己的窃鼠，然后手起刀落，当，手中的犬王牙刃砍空了，窃鼠从他的裆部穿过。陈星认为自己出手晚了，所以在下一只窃鼠还没到达自己跟前的时候，就挥出了犬王牙刃。当，窃鼠绕道跑来了。陈星气得不行，差点就把自己的天赋技能施展出来，不过他还是忍住了，毕竟这才是第一波。最后他也不管窃鼠的走位，闭着眼睛随意挥砍。这一次他反倒收到了意外之喜。叮，你击杀窃鼠，获得2份万合之尘。叮，你击杀窃鼠，获得4份万合之尘。瞎猫碰死耗子，居然有2只倒霉的窃鼠被他刮到了。但是在整个第一波窃鼠逃跑期间，他也只是击杀了这2只而已。就在此时，系统给出提醒：叮，第一波窃鼠逃离已经结束，一共消灭39只，逃跑61只，将迎来第2波。第2波100只窃鼠，剩余时间180秒，还有3分钟迎来第2波。此时评论区已经闹翻了。最先发生的是那些没有打到窃鼠的人。窃鼠跑这么快，鬼打得着呀？坑爹呢！100只窃鼠居然跑了61只，第一波护照就掉了10分钟，后面还不知道多少波。这个任务结束，不会就迎来怪物入侵营地吧？这神选系统就是想要我们的命啊！完了，全完了！妈妈，我要回家。不过还是有人站出来鼓舞士气的。雷震子这么怕死，直接去外面被小白兔咬死算了。侯涛就是有困难就好好想办法应对，只会哭有个屁用啊！王强国，第一波大家没有经验，不用急，好好总结一下，准备迎接第2波。徐振东，方才不是杀了39只窃鼠吗？快来说说是怎么杀死的。徐佳佳，我运气好，前面来了一只残血老鼠，
我闭着眼睛拿棍子就敲死了。林婉，我也是，不知怎么就弄死了一只。徐振东，除了靠运气的，有没有人是使用技巧的呀？牛郎，我们5个人杀了2只。我们5人是以锥形阵型错开站位，把老鼠赶到我们中央，于是集合打死2只。徐振东，很好，靠团队配合站位的，大家可以尝试。还有吗？牛欢喜，我也杀了1只。我有一个踩地板的技能，让周围3米的怪速度降低10点。徐振东，范围减速技能，很好。还有其他的吗？云起，我前面有一个冰系法师，他的技能没有打中老鼠，但是可能是老鼠被寒气减速了，于是我捡了个漏。徐振东，冰霜系减速，很好。还有吗？胡三勺，我的天赋是厨师，丢了一块香肉，2只老鼠跑过来抢，可惜我攻击力低，没打死他们。徐振东，食物引诱，非常好。现在还有多少肉？胡三勺，我1陈可以做3块香肉，身上只有9陈，可以做27块。徐敏胡三勺，胡厨师，卖我1块肉呗，给你1陈。我也要1陈1块肉，我也要。胡三勺，大家别急，我做肉要时间的，10秒钟才能做3份。众人在第一波虽然被窃鼠打击到了，但是大家都交流了宝贵的经验。站位、技能、道具，许多方法都可以帮大家对付窃鼠，其中最便捷的自然是胡三勺的肉了。可惜他的产肉速度太慢，1分钟才18分，而休息的时间才3分钟，哪里够这近700人分的？大多数人还是要另寻他法。丁，第2波窃鼠即将出现，5、4、3、2、1，刷！篝火旁边开始涌现出大量窃鼠，向外飞奔。大家汲取刚才的经验，早就摩拳霍霍，准备对付这100只窃鼠。就在大家准备迎击窃鼠之际，篝火旁边突然出现2个光球。与此同时，2个光球合2为1，形成一道光柱，往篝火方向急射。咻咻！那道光柱一闪而过，在地上留下一道2米乘5米的浅坑。这是什么玩意？不待大家反应过来，发现第2波窃鼠的剩余的数字急速下降。第2波剩余窃鼠62100，一眨眼就死了38只窃鼠，快赶上上一波死亡总数了。见此情形，大家不禁啧舌，这是怎么回事？一愣神的功夫，窃鼠就从这些人身边穿过。我操，别发愣啊，先带老鼠。对，把老鼠解决掉再讨论。后面的人连忙打起精神，应付剩下的窃鼠。有了第1次的经验，大家击杀窃鼠的效率高得惊人。买到香肉的就将肉丢到地上，果然能引来老鼠。有一些有减速技能的就开始全力给老鼠减速，让队友击杀。还有一些什么都没有的，就将站位拉开，把老鼠引入中间，然后集火消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相对于第1波的鸡飞狗跳，这一波大家井然有序，没有慌乱。第2波结束的时候，居然把所有窃鼠都杀了。丁，第2波窃鼠逃离已经结束，所有窃鼠都已消灭。第3波200只窃鼠，剩余时间300秒。面对第2波的大胜利，神选者们欢呼雀跃。哈哈，这一波效率果然高，全灭窃鼠，还是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啊！就是，我他妈老鼠面都没见到。别着急，下一波200只肯定有份。哎，刚开始那道光柱是怎么回事？是谁的技能吗？在大家讨论之际，某人偷偷地躲进了帐篷内。第14章，消灭窃鼠，宝箱窃鼠。那道光柱自然是陈星释放的天赋技能一柄一对。他之所以出手，是想要利用发财的效果。每击杀一个普通、精英、头领怪，减少1、3、5分钟天赋 CD， 增加 5% 的怪物掉落、开启宝箱等几率。击杀一个普通怪，减少1分钟天赋 CD。如果能击杀60只窃鼠，岂不是直接减少60分钟天赋？是不是又能立刻下一次天赋技能了？如此这般，是否意味着可以无限使用？如果能无限制打出一柄一对，抱着这个想法，陈星在大家都在关注窃鼠刷新的时候，偷偷激活了天赋技能，赶在窃鼠出来的第一时间把技能释放了出去，一击秒杀38只窃鼠。丁，你击杀窃鼠，获得2份万合之尘。丁，你击杀窃鼠，获得3份万合之尘。看着一连串的击杀记录以及飞涨的粉尘数量，陈星十分开心。然而，当他查看天赋时间的时候，却傻眼了。明明杀了38只窃鼠，却只是减少了30分钟天赋 CD， 为什么减少了8分钟？之后，陈星又趁机杀了一只窃鼠，发现依然没有减少 CD。很快他就明白过来，发财这张牌只能减少30分钟天赋 CD。靠！居然还有这种隐藏限制，这一下就断绝了陈星无限刷天赋技能的幻想。为了快速恢复天赋，
于是陈星钻进了帐篷内。他虽然躲起来了，但是他的行为却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刚才那道光柱是神选者施展出来的技能吗？废话，一下杀死38只老鼠，当然是神选者的技能，难道还是凭空出现的不成？范围伤害技能，这么早就有人有范围伤害技能，到底是谁？谁在这个时候就有这种逆天技能啊？我的天赋就是一个小火球而已，比这老鼠还小，根本砸不到2只。我也是啊，我的电击术也只能电一个单位，老鼠难道不导电吗？你们这些有攻击技能的已经很不错了，我一个牧师拿着木棍去敲，敲又敲不到。到底是谁啊？是谁施展的技能？就看到光球出来，然后化作光柱，没注意是谁放的。老子的注意力都在地上的老鼠身上，哪里会去看人？那个人一下杀了那么多窃鼠，肯定发了吧？是啊，一只窃鼠2沉，38只就有76沉了。谁说窃鼠是2沉？我怎么打出来的是3沉？我的也是3沉。哈哈，我运气好，我打到4沉。娘西痞，窃鼠身上的沉数量还不一样。那个人岂不是一下就上涨了100多沉？100多沉可以直接合成青铜装备了，真羡慕，星星眼。胡三勺，你的香肉做的怎么样了？别他妈催了，胡三勺的手都快搓断了。我觉得这次活动最大受益者就是胡三勺。对呀，1沉做3块肉，每块肉卖1沉，也就是说1沉卖3沉，300%利润。本金你不算啊，200%利润好不？他身上的沉会越来越多，那赚的沉也会越来越多。1沉变3沉，10沉变30沉，100沉变300沉，1000沉变3000沉。我靠，他马上就要成为咱们营地的富豪了。打老鼠的没赚到沉，卖肉的却发财了。我们都在为胡三勺打工啊。胡三勺，我他娘的10秒才出3块肉，1分钟才18块肉，赚12沉，哪里弄几百几千沉？1分钟赚12沉还不够，我他妈刷了3个小时怪才赚15沉。胡三勺，别理那些傻逼，快给老子搓肉出来！就是，别停！营地某处，一圈人围着一个胖子，那胖子双手不停地搓着，不一会就凭空出现3块肉。这胖子就是全营地最累、最辛苦的胡三勺了。他原本只是一个厨师，正在给客人切着肉，就被传送到这神选之地里来。他获得了地级厨师天赋，天赋技能是制作香肉。原以为这只是一个回血的辅助技能，不成想在这一次活动中发扬光大。第一波，他依靠香肉吸引到2只老鼠，奈何攻击太低，没能将其击杀，导致1沉未得。第二波也没好到哪里去，由于老鼠数量稀少，他身边根本没有老鼠路过，又是1沉未得。于是他放弃了自己击杀老鼠的做法，专心做起香肉来。短短几分钟就赚了70多沉，这也让胡三勺有些得意。做生意果然比打工挣钱啊！当然，胡三勺并不是最有钱的，最有钱的自然是在帐篷里回复天赋 CD 的陈星。他目前杀了41只窃鼠，获得了135沉，平均1只3沉多。算上他原先的156沉，一共291沉，离绝明和尚说的1000沉还差很大一截。不过他并不担心，这一次窃鼠活动结束后，大家都会富裕起来，他手里的帐篷密钥或者帐篷床位也可以卖、租、出高价。时间一点点流逝，在第3波窃鼠出现前半分钟，陈星离开了帐篷。由于天赋技能还没有好，所以这一次他没有挤到篝火那边去，而是选了一个比较靠外的地方。第3波窃鼠即将出现，5、4、3、2、1，前方人员一阵骚动，大家都纷纷举起手里的武器对付窃鼠。但是很快有人发现了不对劲，除了背着包袱的普通老鼠，还有背着盒子的老鼠。卧槽，这些带盒子的老鼠血好厚，有30点血，还好他们速度慢了一些。哪里慢了？起码有30点。哇，出宝箱了！这些背着盒子的窃鼠会出宝箱？哪里有背箱子的窃鼠？哎呀，我也遇到了。没有啊，我这一只没掉宝箱啊，只有6粉尘。骗子，我也没打出来。不过粉尘比较多倒是真的。此时后面的陈星也是手起刀落，砍死1只宝箱窃鼠。丁，受到 FAQ 的影响，你获得青铜宝箱1个，5份万合之尘。第15章消灭窃鼠1万出现。宝箱窃鼠，生命值30，移动速度35，携带4至6份粉尘，有 20% 几率掉落黑铁宝箱， 5% 几率掉落青铜宝箱。第3波出现的200只窃鼠里掺杂了40只宝箱窃鼠。原本以大家目前的经验，近700人对付这200只窃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大家得知宝箱窃鼠会掉落宝箱后，顿时被分了心神。当同时出现宝箱窃鼠和普通窃鼠的时候，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冲向宝箱窃鼠，
导致普通窃鼠被忽视。这一波结束的时候，居然跑掉了30多只普通窃鼠，又让护照减少了5分多钟时间。所谓狮子多了不痒，前面大家经历过60多只窃鼠逃跑，这次跑了30多只，众人已经没有太大感觉。他们关注的重点在宝箱窃鼠的掉落品上。你们谁杀了宝箱窃鼠？都得到了宝箱吗？我杀了一只宝箱窃鼠，只有6成。我也杀了一只宝箱窃鼠，有5成和黑铁宝箱，我得到了6成和青铜宝箱。卧槽，楼上的，你发了呀？青铜宝箱，快开开看，有没有帐篷密钥？这一波一共掉落了7个黑铁宝箱，2个青铜宝箱，整个营地的人都在等待他们开启宝箱。不一会，系统传来2个消息：丁，神选者徐佳佳开启黑铁宝箱，获得帐篷密钥；丁，神选者 Triple X 开启青铜宝箱，获得帐篷密钥。又出了2个帐篷密钥，自然引起大家热议。刘护花，哇，佳佳妹妹开到帐篷密钥了，好棒！徐佳佳，嘻嘻，谢谢护花哥哥。刘护花，佳佳妹妹，能给我一个帐篷位置吗？徐佳佳，这个。刘护花，佳佳妹妹放心，我一定会保护你，不被人欺负的。雷震子刘护花，你他娘的是不是男人？你所谓的保护只在嘴巴上吗？刘护花，雷震子，你他娘的有病赶紧去治，我惹你了。雷震子，老子从开局就瞧你小子不爽了，就知道骗人家小姑娘。刘护花，我骗人家什么了？倒是你，动不动就骂别人，还诅咒别人。雷震子，你没骗，你白嫖人家帐篷床位不是骗。刘护花，我哪里是白嫖了？我又没说不给陈。雷震子，哈哈，你这个怂包能有多少陈？刘护花，老子要你管。雷震子徐佳佳，别理刘护花那种软蛋，劝你直接拉黑。他只会说一些甜言蜜语，净搞一些没用的。徐佳佳，谢谢雷震子哥哥，我在学校里有很多舔狗，不会那么容易被骗的。雷震子，哈哈哈，小姑娘有意思。梁星星，佳佳妹妹，你的帐篷床位出租吗？我给你20陈一晚上。徐佳佳，20陈啊。徐强，我给你25陈，租一个床位给我。27陈，30陈。徐佳佳，我暂时还不想出租，待会再说吧。大家见这个小姑娘不好忽悠，于是开始讨论另一把钥匙。还有一个青铜宝箱开出帐篷密钥的会是谁啊？操，还屏蔽了姓名。屏蔽有什么用？前面我记得有人说到了6成和青铜宝箱，那人叫什么来着？我翻一翻聊天记录，叫夏雨荷。哈哈，居然是个妹子。夏雨荷，是你得到了帐篷密钥吗？夏雨荷怎么不说话了？操，躲起来了，别强迫人家了，帐篷位置肯定已经留给队友了，说不定人家没有开到呢。没开到也可以出来说句话啊。这一波掉落了2个青铜宝箱，其中一个被夏雨荷捡到，还有一个是在陈星手里。那把钥匙是陈星开的吗？此时陈星正看着手中宝箱开出的物品，这是一只麻将，一只新的麻将，1万，材质木头，功能消耗50点魔法值，产生5000点生命护盾能量，持续3小时，冷却3小时，使用条件消耗50点天赋能量，5000点生命护盾，这个效果简直将陈星惊呆了。他仔细数了数零，确认没有错，真的是5000点生命护盾。这岂不是意味着自己多了5000点血量？而且他这个使用条件和一柄还不一样，一柄是天赋被激发，也就是天赋的进度到达100%的时候才能使用，而这个1万只需要50点天赋能量。什么是天赋能量？陈星的天赋原本有2个显示图案，一个是进度条，一个是倒计时。之前他一直关注时间，没有留意进度，这一次他才注意到，所谓进度条就是天赋能量，总额是100点。换句话来说，一柄的使用条件是100点能量，而1万的使用条件是50点能量。之后陈星进行绑定尝试，发现1万只能放在防具上，于是顺手绑定在白银级别的兔王皮裤。而后他的兔王皮裤的裤脚出现一个显眼的1万图案。忙完之后，陈星查看了一下聊天内容，他关注的是大家对帐篷床位的出价。目前大家普遍能出的价格是30陈左右。陈星知道这个价格不是床位的极限，而是大家口袋粉尘数量的极限而已。不着急，再等一等。而后陈星看向窃鼠任务，第4波300只窃鼠，剩余时间103秒，数量又加了100只。上一波的200只窃鼠并非一拥而上，而是分了2批出动的，中途间隔了1分钟。这一波的300只如果是分成3批出动，那大家的压力并不会有多大增加。分批出动，这对大家来说是好事，但对陈星来说却是坏事。他的天赋能量槽已经满了，可以随时施展天赋技能，
如果窃鼠是一窝蜂出来，它可以最大限度的秒杀窃鼠；但窃鼠如果分批出来，它技能覆盖窃鼠的数量将大大减少。对此，陈星暗暗觉得可惜。要是其他神选者知道陈星这唯利是图的想法，估计会集体暴揍他了。叮，第4波窃鼠即将出现。唰，窃鼠群中又出现一种新的种类。第16章，消灭窃鼠，学习跳跃。这一波除了普通窃鼠、宝箱窃鼠之外，又多了一种窃鼠——学究窃鼠。生命值20，移动速度35。学究窃鼠携带5-7成，有 20% 几率掉落 F 类技能书， 5% 几率掉落 E 类技能书。学究窃鼠本身生命值并不高，只比普通窃鼠高5点，移动速度和宝箱窃鼠相当，按理来说是很容易对付的。但是它有一个极其恶心的技能，加速光环，周围5米范围的窃鼠移速+5，不可叠加。也就是说，看上去学究窃鼠速度只有35，其实有40。关键是有它的存在，附近其他老鼠跑得也更快了。好在学究窃鼠数量并不多，一波里只有5只，而它影响范围只有5米，绝大部分老鼠都不会被它影响到。大家有了上一波的经验，这一次都守在自己的位置上，没有去哄抢其他的窃鼠。不过大家在打学究窃鼠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这货特别聪明，并不会被香肉引诱。这令那些购买了香肉的神选者们有些气恼。好在香肉有几率勾引到宝箱窃鼠，不然他们可能都要喊退货了。就在外围神选者们还在和第一批老鼠战斗的时候，第二批老鼠出现了。而这个时候，篝火旁边又出现了那道熟悉的光柱，一眨眼40只窃鼠被消灭。我靠，又来！妈的，学究窃鼠少了2只，宝箱窃鼠也少了3只，到底是谁啊？这么恶心！这种变态技能肯定是法师，手里拿棍子的全都有嫌疑。你们看着我干嘛？我他妈是牧师！众人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对付剩下的窃鼠。而罪魁祸首陈星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在人群之中也骂了几句。好在他掉落的东西是直接进入腰带空间的，不然可就露馅了。而后他翻看自己的战斗信息和空间腰带的物品。叮，你击杀宝箱窃鼠，获得5份万合之尘。叮，你击杀宝箱窃鼠，获得4份万合之尘，黑铁宝箱1个。叮，你击杀学究窃鼠，获得6份万合之尘。叮，你击杀学究窃鼠，获得7份万合之尘 ，F 级技能书1本。他先将黑铁宝箱拿出来，然后开启。叮，你开启黑铁宝箱，获得兔皮毛衣，黑铁，物理防御+2。上衣自己已经有了，没什么用。而后他把那本 F 级技能书拿出来，叮，是否鉴定？还要鉴定？鉴定。叮，经鉴定，该技能书为 F 级技能，跳跃。跳跃，这是什么效果？跳跃，品阶 F 级，功能消耗10点魔法值，跳跃加5米 ，CD 15秒。看到这个技能，陈星不禁吐槽：卧槽，这么垃圾，只是跳5米而已。我自己助跑跳都有这么远吧？陈星这还真没吹牛，如今他的敏捷达到20点，是平常人的2倍，即便是立定跳都有3-4米。但他很快发现，这个技能描述不是跳5米，而是跳跃加5米。也就是说，这个5米是在他弹跳基础上额外新增的。发现这个细节后，陈星微微舒了一口气，这还像一点话。而后陈星把这个跳跃技能学习了。叮，你已学习技能跳跃。趁着大家在专心对付窃鼠，陈星独自走到一个空旷之地，启用跳跃技能，然后轻轻向前一蹦，嗖的一声，他就跳到8米外。这个距离堪比奥运助跑跳的冠军纪录。这时的陈星要是去参加奥运会的话，闭着眼睛拿金牌。试完技能后，陈星往中间走，准备对付窃鼠。不过他现在过去似乎已经晚了，那300只窃鼠全都已出来，这一波也即将结束。此时有一只漏网之鱼出现在陈星的前方，而且还是一只学究窃鼠。那学究窃鼠后面追了一帮神选者，纷纷大喊：前面那谁，快堵住学究窃鼠！就这一只了，别放他走，他身上会爆技能书的。陈星伸出右手，冲着前方的众人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然后双手握紧犬王牙刃。瞧准学究窃鼠的走向后，陈星果断出手，唰的一声，一道白光闪过，冲向那学究窃鼠。学究窃鼠一个急刹车，当，陈星一刀落空。唉，前方众人哀叹一片。那学究窃鼠吱的一声从陈星身旁穿过，好似在嘲笑他一般。陈星没有放弃，回过身当即启用跳跃。他并没有跳太远，只是追随学究窃鼠的身影，在4-5米的位置就落下。落下的一瞬间，他手起刀落，噗呲，负40。学究窃鼠一击毙命，
学究切鼠吱的一声栽倒在地。叮，你击杀学究切鼠，获得5份万合之尘1级技能书1本。1级技能书，陈星方才的跳跃是 F 级的，1级的比之高1级。他拿出技能书开始鉴定。叮，经鉴定，该技能书为1级技能爆裂弹。爆裂弹消耗10点魔法值，对目标造成15加魔法攻击 X 0.8的伤害，并对周围3米造成一半建设伤害 CD 5秒。居然是法师技能，这令陈星有些许失望。虽然他的天赋确神没有规定物理系还是法系，但他的一柄可是物理伤害。虽然看起来那光柱很像法术，确实是物理伤害。实际上，那光球是一柄的柄光花的，光柱是柄向前冲的路径，造成的伤害自然是物理伤害了。所以说，这个爆裂弹对他没有任何用处，至少现在没有啥卵用。就在陈星发愣之际，他面前的众人却开始议论起来。卧槽，这个陈星那一跳，你们看到了吗？原地跳了4-5米，还好吧，我现在也能跳3-4米。不过，我觉得他的攻击确实变态了。我也留意到了，40点伤害，直接将学究切鼠给秒杀了。会不会出现了暴击，或者跳劈的额外伤害？应该是，不然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输出？哎，出书了，他在鉴定。是什么书啊？我能不能用？想屁吃呢？人家肯定自己学了呀。不一定啊，如果不符合自己职业，拿出来卖是最合适的吧。哎，他一直在那发呆，好像他确实不能学呢。走，去问问。一群人呼啦一下围了上去，远处几个人正在窃窃私语。你确定他手里真的是白银武器？老大，千真万确，我刚才通过侦查之眼看过了，那把武器真的是白银的，而且他裤子也很有问题，不过我暂时没有侦查出来。白银武器，嘿嘿。第17章消灭窃鼠，鼠王即将出现。一群人围上了陈星。陈星兄弟，你的技能书是什么？给我们看一看吧。陈星看了看手里的技能书，又看了看周围众人如饥似渴的表情，他没有拒绝大家的要求，直接把爆裂弹的技能贴了出来。爆裂弹1级，对目标造成15加魔法攻击 X 0.8伤害，并对周围3米造成一半建设伤害。众人看到后顿时激动万分，是法师 AOA， 火系的 AOA， 初始15点伤害，还有 0.8 倍法伤成长。什么 AOE 有 0.8 倍法伤？我的单体水球术也才 0.7 倍法伤啊！你那是什么尖技能？ F 级的也拿来比。也就是说10点魔法伤害的人可以造成23点伤害，外加 11.5 点的范围伤害。哈哈，这技能打老鼠岂不是很带劲？是啊，就算没瞄准也能蹭掉窃鼠一大半血。我老大魔法伤害有20点，也就是直伤31点外带 15.5 点建设伤害，可以直接秒杀窃鼠了。老大快来，老大这里有一本法系 AOE 技能书。而后一队法师围上了陈星，询问他的价格。陈星兄弟，你这书怎么卖？30陈行吗？30陈的价格还有脸出？陈星，我出35陈。呵呵，一群穷光蛋。你们帐篷找好了没？让开，都让开。我出50陈。陈星，我是追风小队队长。我们追风小队外编了4支队伍，已经成功击杀了3只兔子精英。我出60陈。你要是把这书卖给我，我可以让你进我们核心队伍。别听他的，他们这种大队伍最坑爹。来我们兄弟盟小队，全都是肌肉男，安全感十足。陈星哥哥，我们咪咪队全是女孩子，正好需要一个男人来领导。你把这书让给我，我就让你加入我们咪咪队。看着周围一双双迫切的眼睛，陈星并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个。他是很缺陈，但更缺技能。陈星清了清嗓子，然后说，我这本技能书只换不卖，如果有1级近战类技能，可以和我交换。众人听到这，顿时露出失望神色。1级近战技能 F 级技能行吗？1级技能我们队倒是有，不过已经学了。切，什么玩意？老子是来收技能书的，又不是卖技能书的。就是一个1级技能还那么嘚瑟，老子不要了。走了走了，不识相的家伙，注定一辈子单身狗。姐妹们，走。陈星身边唰的一下就走了一大半，不过还是有几个人留在陈星身边，试图说服他，但陈星依然不为所动。这些人倒是没有直接翻脸，而是向陈星申请了好友。陈星通过了3个2级的人成好友。丁，你已通过陈俊杰的好友申请。丁，你已通过雷震子的好友申请。丁，你已通过刘晓峰的好友申请。在这3个人中，陈星在聊天频道见过2个人。陈俊杰是侯涛 C 级天赋，火系增强 20% 的老大，
而那个雷震子地级天赋雷系增强 15%， 则更加出名。他实力强不强不知道，但是脾气很暴躁，在聊天频道见人就对，不少人都嫌弃他。偏偏这货运气好，弄到一顶帐篷。前不久他还带一个18、36亿的妹子去帐篷里打滚，把4个队友丢在外面。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帐篷位置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至于那个刘晓峰，陈星倒是第一次见到，这人以前没有在聊天频道发过言。他就是那个追风小队的队长，实力应该不弱。刘晓峰，陈星兄弟，我去找你要的技能书，你要是改变主意了，随时联系我。陈星回复：好的。陈俊杰，陈星兄弟，现在是体现这本书功能的最佳时期，打窃鼠的最强助力，你不要只为自己考虑，要多想一想营地啊。陈星回道：拯救世界的任务交给你了，我只想换自己的技能书。陈俊杰，哎，雷震子，喂，小兄弟，现在我们私聊就别拐弯抹角了，说吧，你要价多少？陈星，我已经说了，拿1级近战书来换。雷震子，你他娘的敬酒不吃罚酒是吧？雷震子，你信不信下次见面老子电死你？对方不是你的好友，请添加后再发送。雷震子啐了一口，我呸，什么尖玩意，装模作样。但陈星早已经离开。陈星之前还觉得这个雷震子心直口快，性格豪爽，但现在才知道这人就是个傻逼，能活到现在真是奇迹。而后陈星进入帐篷查看下一波的窃鼠。第5波300只窃鼠，数量上和上一波一样，不知道会不会增加其他种类的窃鼠。之后他没有做其他的，只是静静等待。叮，第5波窃鼠即将出现，5、4、3、2、1，篝火附近钻出第一批100只窃鼠。直到这个时候，陈星才知道这一波和上一波的区别。窃鼠的种类并没有增加，还是普通窃鼠、宝箱窃鼠、学究窃鼠，但是宝箱窃鼠和学究窃鼠的比例增加了一些。按理来说，宝箱窃鼠、学究窃鼠的增加会让防守压力增大，但实际结果并没有那么糟糕。此时大家的经验越来越纯熟，应对窃鼠们的手段也越来越多。第5波顺利结束，只减少了2分钟的护照时间。之后众人又经历了第6波、第7波、第8波、第9波，每一波都是300只窃鼠。到达第9波的时候，普通窃鼠的比例已经最低了，是3种窃鼠数量最少的。而大家在这个期间通过击杀宝箱窃鼠、学究窃鼠获得了不少装备、技能、帐篷钥匙，万合之尘的数据量也都急速上升。击杀数量多的积攒了150多尘，击杀数量少的也有30-50尘。众神选者们对付窃鼠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召唤烂泥、挖坑、减速陷阱、刺目强光等等。最夸张的是一个人拿着大喇叭对着窃鼠大声呐喊，震得一小片窃鼠晕头转向。这人据说是一个高音歌唱家，觉醒的天赋就是声波。至于那个喇叭，是他通过开宝箱开出来的专属道具，提升音量。最令大家痛苦的是，他这个喇叭发出的声音无视敌我，前方区域的神选者也会受影响。因此每当他打开喇叭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会躲得老远。在大家的努力下，活动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波，鼠王即将带队出现。第18章消灭窃鼠，无法阻挡的鼠王。第10波，鼠王携带300头窃鼠。特别提醒，如果消灭鼠王，每位神选者获得100尘，如果鼠王逃脱，营地护照持续时间减少1小时。击杀鼠王者额外获得本职业地级技能书1本，白银级装备1件，帐篷密钥1把。系统发完消息后，全营地的人哗然。我靠，鼠王这么大方，全体给100尘，最后击杀的还有这么多奖励，谁都别跟我抢，鼠王是我的，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什么玩意？哈哈，我刚才学了暴击技能，双倍伤害，等到最后一下出手，你们谁都抢不过我。杀掉几百号人同时攻击，你确定你的双倍暴击能打中最后一下？别吵，鼠王强度都不知道，怎么就这么确定能杀死他？好好清理普通老鼠，别乱了节奏。鼠王逃跑可是直接扣1个小时护照时间，我这种有帐篷的无所谓，你们这种没帐篷的真不知道怎么活。大家都沉下心来，保持好节奏。9波窃鼠一共也才2000多只窃鼠，掉落的宝箱有160加，掉落的技能书有150加，连同野外掉落，帐篷钥匙一共出产46把。全营地698人，超过一半人只获得了粉尘，没有装备，而且还有400多人居无定所。此时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大家屏息凝神，等待最后一波鼠王的到来。叮，最后一波窃鼠即将到来，5、4、3、2、1，刷！篝火附近窜出100只窃鼠，这100只窃鼠都是背着小袋子的普通窃鼠，
没有其他种类窃鼠的存在。对于现在的众人来说，这种普通窃鼠简直是送粉尘的存在。还没等到第二批窃鼠出来，就把这100只窃鼠给消灭干净。哈哈 ，easy， 这就是最后一波吗？太弱了，别吵，还有后面的。鼠王还没露头呢。很快，篝火一阵晃动，第二批窃鼠出动。这一次是100只宝箱窃鼠。哈哈，全是宝箱窃鼠，发财了！宝箱，我的宝箱！钥匙，我要钥匙！由于宝箱窃鼠生命值高，1级的人需要3、4次才能将其击杀，2级的人基本上也需要2、3次，所以这次击杀速度比上一次慢了许多。还没等外围的宝箱窃鼠消灭干净，内圈的篝火又有一阵黑影闪出。第3批窃鼠出动，这一次是100只学究窃鼠，但鼠王依然没有出现。不过大家此时顾不上鼠王不鼠王，全都闷头对付学究窃鼠。学究窃鼠会掉落 F 级、E 级的技能书，每一个技能都很实用。相对于宝箱那虚无缥缈的概率，技能书更加的实在。不过学究窃鼠相当聪明，很多陷阱拿他没办法，大家只能凭借硬实力去击杀他。在此期间，陈星一直捏着一柄的天赋技能没有释放，甚至连5000的生命护盾都没有激活。他要等待的就是鼠王的到来。他一边挥舞手中的犬王牙刃，一边关注篝火处的动静。突然，篝火下方的泥地出现一丝松动，连同篝火本身也在上下抖动。呼呼呼！篝火的火苗不停地颤动，在空气中留下火苗飘动的声音。砰！一声巨响过后，营地里的篝火突然飞向天空。与此同时，原先篝火所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穴。紧接着，一个黝黑硕大的老鼠从那洞穴内窜出。那老鼠从头到屁股足有2米长，尾巴也有近1米。它趴在地上，足有半人多高。鼠王，等级3，生命值5000，物理防御5，移动速度20，技能鼠王威慑，减少来自低等级单位的伤害，低1级减少 30%， 低2级减少 60%。 鼠王簇拥，召唤窃鼠群。鼠王宝藏，每损失1000生命值会向周围随机散落物品。出来了，鼠王终于出来了。陈星手一抖，当的一声砍空了一刀，身边的学究窃鼠吱的一声逃跑了。这一波100只学究窃鼠足足跑了16只，又减少了护照16分钟持续时间。不过大家此时都把目光放在鼠王身上，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往鼠王身上靠。然而还没等大家走多远，鼠王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紧接着他的四周窜出50只窃鼠出来。这些窃鼠混杂了3种不一样的类型，奔向营地外。大家连忙把周遭的窃鼠解决掉，而鼠王身边的神选者也总于有机会攻击他了。-5、-2、-1、-0、-0，一个个伤害从鼠王头上冒出，大家很快就察觉到不对劲。怎么回事？为什么还有0的数字冒出来？鼠王有5点防御，有人破不了防。他娘的，那么低的伤害干嘛挤在鼠王旁边？赶紧滚出来！不对啊，我有6点攻击力，为什么也是0？我有7点攻击力，也是0啊！我知道了，鼠王对1级的有等级压制，减少了 60% 伤害。7点攻击减掉5点防御，剩下2点伤害。2点伤害减免 60%， 就是只有 0.8， 不到1点就是做没有伤害。卧槽，这么坑爹吗？看来那个推测是对的，我8点物理攻击对鼠王造成1点伤害，低于8点攻击的赶紧让开位置。鼠王没有魔防，有魔法伤害的优先攻击。2级大佬呢？2级大佬先上，你们伤害减免只有 30%。有没有3级的？3级对鼠王造成全额伤害。3级你妹啊，哪里有3级的人？排兵布阵后，大家开始正式对付鼠王。注意配合，陷阱、泥潭、挖坑的，能用的都用上。我靠，鼠王不怎么吃减速效果呀，我负10点速度的粘液对他只能负1点，而且持续时间很短。鼠王血量太厚了，好像打不下去。操！原以为鼠王5000血，在场的近700人很容易将其消灭，哪知道实际战斗的时候，有1半以上的人无法对他造成伤害。鼠王20点的移速并不高，神选者们都能赶得上他，但鼠王向前行进的步伐几乎无法阻挡。当大家发现鼠王走了1/5路程，血量才掉500的时候，终于开始变得惊恐起来。卧槽，这个鼠王我们打不完，输出完全不够。完了，营地护照要减少1个小时的时间了。妈的，我到现在还没有帐篷位置，死了，要死了！鼠王还没走多远，但营地内却已哀嚎一片。第19章，消灭窃鼠，秒杀鼠王！啊，鼠王好厉害！完了，打不过了，这鼠王真的没办法打了。反正到最后他也是离开营地，咱们还打个屁啊！
谁能给我一个帐篷床位啊？类似这种悲观的声音传遍了整个营地频道。说这话的都是没有帐篷位置的人，其他有帐篷的人则很少说话。他们并不想自己成为那些无帐篷床位人的目标，以免被群起而攻之。如果从个人利益角度来说，他们都没有错，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只为自身考虑，总有人是站在大局层面思考问题。在营地频道哀嚎遍野的时候，有人开始试图引导大家。第一个站出来发声的是陈俊杰，他是 B 级天赋，带领一支超强5人队伍，早就解决了自身帐篷密钥问题。这一次活动中，他们也收获不小。陈俊杰，大家不要悲观，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总有机会找到帐篷密钥的。哪知别人根本不买他的账。陈俊杰，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有帐篷是无所谓，我们可什么都没有。有种你把帐篷给我们。对啊，没有帐篷，看你悲不悲观。呸，竟会说一些没有用的话。陈俊杰哪知道自己只是想安慰大家，没想到引来这么多人的攻击，一时竟然不知道怎么说下去。就在阵营频道重新被悲观者刷屏的时候，一条刺目的评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徐振东，要死就去死，在这里哭哭啼啼有个屁用。众人自然不会放过他。你他娘的有帐篷就很了不起是吗？徐振东，老子有个屁的帐篷。众人，你没帐篷说个屁啊，屌什么屌？徐振东，我不屌，但是你们这群蛆虫死了，我获得帐篷密钥的概率就高了。众人，我去你妈的，你死了老子都不死。徐振东，不想死就都滚去打鼠王，能造成一点伤害是一点，别只会在这里汪汪叫。众人，我打你妈，老子才不打。徐振东，那就在这里等死。你以为这是你家，有你妈管吃喝拉撒，还以为这是在华国，有警察保护着你。这里是神选之地，没有人义务给你们帐篷密钥，更没有人在乎你的死活。要想活下去，就榨干自己体内的每一分力气，哪怕是呼吸到最后一口气，也要挥动手里的武器。别被和平的日子给欺骗了，生存从来就不是理所应当，躺着就想成神，别做梦了，醒一醒吧，巨婴们。在徐振东震耳欲聋的发声下，那些讨要帐篷的喊着放弃的声音小了很多，不少人默默拿起手里的武器，重新面对蜀王。华夏的历史证明，每当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危机的时候，总会有人站起来，领导大家走向正确的方向。而后，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打掉蜀王1000的生命值。与此同时，蜀王停下脚步，开始甩动身体，那动作好像小狗甩身上的水渍一般。而蜀王甩出去的不是水渍，而是一件件物品，50件物品随即甩向四周。哇，我捡到了青铜级的手套，哈哈，我拿到一个青铜宝箱，我捡到一个力量加1的药丸，我靠，还是加基础力量，我发达了，我捡到一个帐篷密钥。蜀王好大方啊，加油，莫蜀王的血量。对，先不管能不能杀他，咱们让他多爆几次物品出来。伴随蜀王的第一次物品掉落，大家的兴致再次提了起来。网游圈里有一句话，一爆解千仇，再大的仇怨不是一次 BOSS 大爆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再爆一次。蜀王甩了物品之后，又招了50只窃蜀王四周逃窜，众神选择们也都积极应对。而后，众人跟着蜀王脚步向营地外航去。当蜀王即将到达营地边缘的时候，又来了第二次大爆。这一次，足足有60件物品飞出，而且大多数物品都飞到了远处。这就给神选择们一个考验，去不去捡物品？如果去捡物品，那谁对蜀王造成伤害？如果不去捡物品，那自己还有机会捡吗？大家看了看飞向远方的物品，又看了看还剩近3000生命值的蜀王，愣了一会儿之后，绝大部分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去外面抢物品。众人蜂拥而出，离开蜀王。有些没反应过来的人还在发问，怎么都跑了？蜀王怎么办？去他妈的蜀王！这蜀王要打你去打！卧槽，别急老子，让一让，都让一让，让你妹，让你全家！哎呀，这个宝盒是我先看到的，看到有个屁用！卧槽，你干嘛抢老子的装备？我都弯腰了！你只是腰弯了，我还以为你筋儿弯了呢。这装备我要定了，耶稣来也没用。不过还是有人惦记着蜀王。蜀王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凉拌啊！护照时间又要减少1个小时了。这么算，下午4点半护照就要没了啊！只能活到下午4点半了。老天爷，谁来救救我们啊！快把这该死的蜀王杀了吧！就在大家祈祷之际，蜀王身旁突然出现2个光球，那2个光球飞到天空，然后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大光球。最后，那大光球猛然向蜀王疾驰，形成一道光柱。唰！一道刺眼的光芒过后，蜀王头上突然出现一个巨额伤害，2989。蜀王，
倒了。与此同时，系统发来几个消息：丁，蜀王已身亡，营地所有神选者获得100份万合之尘。丁，消灭窃蜀活动已经结束。那些原本跑出去抢掉落品的神选者顿时一顿，怎么回事？蜀王怎么死了？不知道啊，就看到一道白光闪过 ，BOSS 就死了。白光？和之前篝火里的一样的吗？是的，看上去是同一个技能。卧槽，那个技能不仅是 AOE， 伤害还这么高，谁他妈知道怎么回事？还没等大家搞明白，蜀王的身上突然向外喷射各种物品，200多件物品散落在营地各个角落。大家此时哪里还有心思讨论谁杀了蜀王，纷纷抢东西去了。第20章目标2级野狗。消灭窃蜀任务并非99号新手村1号营地独有，第2023批神选者的100个新手村里，每一个营地都有出现这个任务，但并不是每个营地都有实力将蜀王解决。以陈星所在的99号新手村为例，各营地应对蜀王的情况如下：2、3、5、6、8、9、10号营地蜀王逃脱，1、4、7号营地消灭蜀王。其他1-100号新手村数据也大致差不多。这些消灭了蜀王的新手村当中，大多有一个共同点，拥有超强天赋的强者，有的是 SSS 这样的超级天赋强者，以绝对实力碾压蜀王；有的是拥有数个 A 级天赋的营地联手对付蜀王。不过也有极少数别营地不在此列，他们看上去实力不强，但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领导者能够凝聚神选者，最后依靠大家的智慧和力量，硬生生的磨死了蜀王。杀了蜀王和没杀蜀王的奖励相差天壤之别。由于蜀王宝藏每损失1000血，向周围散落物品技能的影响，蜀王在4000、3000、2000、1000、零生命值这5个阶段分别掉落50、60、70、80、90件物品，所以蜀王的整个阶段会掉落350件。再加上蜀王召唤的几波窃蜀，光消灭蜀王就得到了400件物品，加上前10波的窃蜀，整个任务掉落物品超过700件，这个数量已经大于营地剩余人数了。可以说，消灭窃蜀任务是一个实打实的福利活动。当然，这是建立在消灭了蜀王的基础上。视线重新回到99号新手村1号营地，神选者们在瓜分了蜀王掉落拼之后，又一次开启了炫耀、嘲讽、吐槽、互喷等模式。罗田，哇哈哈，我终于得到帐篷密钥了，真是爽。徐明明，嘿嘿，我这次活动得了2个宝箱，1本技能书。雷震子，尼玛，老子什么都没有得到，全是粉尘。徐明明，你运气怎么会这么背？这次活动起码掉了600-700件物品啊！雷震子，操，就是因为你这种人存在，一个人拿3件，搞得老子没有。刘护花，你以为狗屎运天天有？你在外面打到帐篷密钥已经花光了所有的运气，之后你一定会颗粒无收。雷震子，去你妹的软蛋！你的帐篷床位搞好了？刘护花，老子要你管！大家分享完自己的战利品后，开始讨论击杀蜀王的神秘人。到底是谁杀了蜀王啊？能不能出来说个话？别催了，肯定不会出来的。换作是我也不会露面。说实话，前面看到那些光柱秒杀窃蜀的时候，我都没有太在意。对啊，毕竟窃蜀血量都很低，一个 AOE 范围伤害技能能秒杀他们倒很正常。但是他连3000血量的蜀王都给秒杀，就有点过分了。好恐怖！有这种 AOE， 岂不是秒天秒地秒空气？你说他现在多少级？起码有10级了吧？10级个球！我们营地最高等级才2级，营地页面不是有统计数据吗？他那个技能 CD 挺长的，每次间隔都有半个小时，半小时用一次，那也很夸张啊！不用太羡慕，这种技能肯定没有成长性，只是前期强而已。对，之后大家等级装备都会上去，5000伤害并不算什么。对的，我们后面绝对要强过他。我真服了你们这群老六，自我催眠一个比一个强。我愿称你们为神选者呀 Q。你们说杀死蜀王的那个人会不会就是宇轩？他可是我们唯一的 A 级天赋啊！不是，我全程留意着宇轩，发现他并没有施展特殊技能。说起宇轩，在蜀王死了之后，他又去摸尸体去了。我操，这货不会又找到什么逆天技能吧？靠 ，A 级天赋就是雕！宇轩大佬有摸到什么好装备吗？没有说话，看来没有弄到好货。大家在讨论了一会击杀蜀王的神秘人物和宇轩之后，开始正儿八经的交易起来。通过蜀王最后一波大放送，不少人都有技能装备，但并非每个人都获得自己满意的东西。此时每个人口袋的尘都有100-200分，说起价格来也没有早先那么寒碜。F 级牧师技能强化治疗，消耗5点魔法，治疗20加精神 X0.5，
100陈。F 级法师技能雷击术，消耗8点魔法，造成15加魔法伤害 X 0.9，换同级战士技能。150陈，买一个帐篷床位。100陈，租今晚帐篷的床位。逍遥小队求购帐篷密钥600陈。青铜头盔，换一个床位。F 技能书，租1晚床位。此时已经到了下午1点钟，离护照消失还有4个半小时，但依然有一大半的人没有床位。营地里的人大致分成了3类。第一类，有床位的，他们没有任何压力，会用粉尘去购买装备、技能书之类的。第二类，没床位，有粉尘的，他们愿意掏空身上所有的粉尘去购买、租赁床位。第三人，没床位，又没多少粉尘的，这些人就开始施展各自手段，有的哭爹喊娘，博得同情，有的卖弄风骚，以身换床，有的一言不发，去外面打宝。陈星属于第一类，但比一般人要更加夸张。此时全营地已经出产68把钥匙，他一个人独占了4把，除了自己用的那顶帐篷之外，他有3把可以出售，而且他身上的尘特别多，他的粉尘已经突破800，比一个5人小队的粉尘都多，十分夸张。可以说现在只要能在市场上交易的，他都能买到，只要他亮出钥匙，那基本能换取自己想要的。但是陈星并没有到市场上去凑热闹，对他来说，市场上的东西品质都太差，还有没他看得上的。至于帐篷密钥，更不急的出售。离营地护照还有4个多小时，他相信再过4个小时，帐篷密钥、床位的价格还会更高。关掉聊天频道，陈星查看最后鼠王奖励的东西。丁，你成功击杀鼠王，获得地级技能书战争践踏、鼠王法杖、帐篷密钥。战争践踏，消耗20点魔法值，对周围5米产生10加物理攻击 X 0.5的伤害，并减少其15点移动速度，持续3秒。鼠王法杖，品阶白银，魔法攻击加20，贪婪，击杀目标额外获得1陈，两样都是好东西。战争践踏直接学了，鼠王法杖晚一点再卖。45分钟后，陈星离开了帐篷，他现在要去2级野狗区域会一会2级怪物的强度，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早就被人盯上了。第21章，被埋伏。此时距离活动结束已经超过45分钟，除了少数人还在营地里交易、攀谈的之外，大多数人都已经重回野外。毕竟还有32把钥匙没出来，努力一下还是极有可能打到的。经过了方才那一波任务，大家都加强了不少，对付小白兔更加驾轻就熟，甚至有几只已经升到2级的小队也在去往更深的区域。陈星依然是一个人独自出行，他走的路线比较偏僻，尽量远离人群。走了5-6分钟，终于来到一片新的区域。这里没再见到兔子、兔子窟，而是各种野狗在周围晃荡，有的单独在地上溜达，有的3-5成群聚在一起嬉闹。野狗2级普通，生命值600，物理攻击50，移动速度25。相比1级的小白兔300血、30攻、23移速，野狗的强度增加的可不是一星半点，近乎强了1倍。不过虽然野狗很强，但是陈星却看不上他们。此时他天赋技能已经被激活，不想浪费时间在普通野狗身上。陈星在草地边缘溜达了一圈，终于看到一条比普通野狗高大得多的头犬。头犬2级精英，生命值1200，物理攻击70，物理防御5，移动速度26。而且头犬旁边还有3只普通野狗，可以一起秒杀了。原本陈星准备直接寻找2级头领的，但是他现在的位置处于野狗区域的外围，根本见不到头领。算了，将就一下吧。陈星双手持剑走向头犬所在的位置。那头犬原本正在和3头野狗戏耍，但在陈星靠近他10米之后，猛然回过头，没有任何犹豫，便带着身旁的3头野狗冲了上来。陈星的身后，一个隐匿在空气中的人向后面招了招手。那人名为陈颖，在蓝星上原本是一个小偷，在进入神选之地后成为了一个盗贼，天赋技能是隐匿。陈颖对身后的轻声说：“山哥，那个陈星要和野狗交手了，你们过来吧。”他身后的草地上还趴着4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名为胡威山的独眼男子。胡威山说：“先别惊动他，等他那个大招用完，我们再上。”陈颖说：“他的技能只有5米远，根本打不到咱们的。”胡威山呵斥道：“你傻不傻？他要是发觉了我们的存在，就不会施展技能了，咱们还怎么上？”胡威山身旁的3人连连点头，没错，还是山哥思考周全。被小弟们夸赞，胡威山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之情。而后他对陈颖说：“影子，你去陈星身后，等他杀 BOSS， 装备什么的不用急，优先抢技能书。如果让他学了技能书，
可就浪费了。OK， 陈英比了一个手势，然后往陈星身后摸去。胡为山对身旁的人说：“咱们也跟上，匍匐前进。”好的，老大。过了没多久，胡为山突然看到前方冒出一阵白光，头犬、野狗都躺在地上。他的嘴角顿时一抽，妈的，这么强大的技能被这种小瘪三拿到，老天真是瞎了眼。他身旁的小弟问：“山哥，陈星把那个技能用掉了，咱们上不上？”上！胡为山一声令下，四人齐刷刷的从草地上站起身，向前奔去。陈星刚用天赋技能秒杀犬王，发现地上掉了一件衣服，一个宝箱。还没等他弯腰去捡，却见空气一阵波动，地上的那个宝箱居然被人抱了起来。紧接着，一个人影显现在陈星面前。不等陈星反应过来，那个人往旁边一窜，然后朝陈星挥了挥手，又一次隐匿在空气中。卧槽，有小偷！反应过来后，陈星连忙把地上的衣服捡了起来。就在此时，一个声音从他身后转了过来：“陈星，你遇到的可不是小偷那么简单。”陈星回过头看向身后，此时他的四周已经被人包围。方才说话的是一个名叫胡为山的独眼男子。陈星眉头微微一扬：“你们什么意思？”胡为山嘿嘿一笑：“什么意思？这还不明显吗？”而后他点了一根烟，吐向陈星：“陈星，乖乖的，把身上的装备都交出来，我可以考虑饶你不死。”此时空气中传来一个惊讶的声音：“山哥，不是说要杀了他吗？”闭嘴！胡为山呵斥多嘴的陈颖。陈星自然知道，对方既然现身抢劫，肯定没留下活口的打算。神选之地可没有律法约束他们。不过陈星并没有露出惊恐神色，反而淡定地和胡为山攀谈：“你们等我用完技能再现身，看来对我很了解啊，很早就盯上我了吧？”“呵呵，那是自然。”胡为山说着，指了指身旁的一个戴眼镜的青年：“这是我兄弟四眼，他的天赋是侦察之眼，在你打到1级法师技能书的时候，就看穿了你手里的那把犬王牙刃。”“哦，原来如此。”陈星点点头，他一直很低调，那次是唯一一次成为焦点的时候，没想到就已经被盯上了。这时四眼揉了揉发红的眼睛，对胡为山说：“老大，他的裤子我也看出来了，兔王皮裤，也是白银级别的，物理防御加20。哦，2件白银装备，有意思，有意思。”胡为山说着，看着陈星的裤子。这个时候他瞄到裤子上的那个10000的花纹：“嘿嘿，你这裤子还挺有特色的，居然还有麻将图案，你山哥我最喜欢打麻将了。”在胡为山口中，陈星俨然已经是一具尸体了。陈星眼睛微微一眯：“胡为山，你既然知道我有2件白银装备，为何还认为能杀了我？难道你们装备比我还好？”胡为山哈哈大笑：“我们装备自然没有你的好，但是我们人多，而且我还有这个。”说着，他的右手从后腰一摸，一把手枪居然出现在手上。不待陈星有所反应，胡为山直接扣动手中扳机，砰！一颗子弹射向陈星。陈星站在那，并没有损失血量。胡为山脸上露出狐疑：“怎么回事？打歪了吗？”而后他双手持枪对着陈星又开了一枪，砰！陈星身形依然巍然不动，没有丝毫损伤。胡为山看向自己的手枪，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别看了，你打中我了。”陈星平淡的声音传入胡为山的耳中，2枪都打中了。胡为山脸上开始露出一丝惊慌：“不可能，我手枪固定伤害有60，只要打中你一定会掉血的。”“很简单，因为我有5000的生命护盾。”陈星说着，举着犬王牙刃冲向了胡为山。第22章以1杀5，5000生命护盾。上次见到这么夸张的数字，还是在蜀王的身上。胡为山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拥有几千伤害 AOE 的人，居然还会有一个5000生命值的护盾。这人到底是什么人？他的天赋到底是什么？难道他就是那个 X 级天赋？不是说 X 级天赋不如狗吗？这种情况恐怕比 SSS 级天赋还吓人吧？对方仅仅是2级而已啊！不过胡为山并不是平常人，他在蓝星可是当地黑社会的头目，打架技巧岂是陈星这个麻将宅男能比的？虽然陈星速度、力量都比胡为山高上一筹，但胡为山怎么会被这种直愣愣冲上来的攻击砍中？当即他一个侧面翻滚，躲过了陈星的一刀。陈星一刀未中，横刀劈向胡为山，胡为山从容的后跳1米，离开陈星攻击范围。就在陈星准备继续追击之时，突然感觉一阵头晕目眩，脑袋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翻滚一般。胡为山对身旁的一个小弟大喊：“大头，干得好！”大头天赋是精神念力，可以控制小物件攻击，也可以给对手造成精神冲击。此时大头双手的食指、拇指并拢，
贴在自己左右太阳穴上，双目紧紧地盯着陈星。他的嘴巴强行挤出一句话：山哥，对方精神力强过我，我的精力消耗很严重，恐怕支撑不了太。没等他把话说完，前方突然飞来一个黑影。原来陈星在强打精神后找到困扰自己的来源，于是施展了他的 F 级天赋跳跃，纵身跳向大头。胡为山连忙大喊：大头，快让开！大头全部的精神力都集中在攻击陈星上了，哪里还有余力躲闪？陈星高高跃起，当头一刀砍在大头头上。负72。陈星的攻击是40，但是在跳跃加头部伤害的情况下，居然出现了暴击。大头原本就是精神属性，初始体质只有3点，虽然他现在有2级，但是总的生命值也才60点。犬牙利刃直接砍进大头的头颅内，大头惨叫一声，摔倒在地。一刀秒杀！哥哥！一个胖子发出惨痛的叫声，他猛吸一口气，将自己身体变成一个球形，然后向陈星身上撞来。此时陈星的犬王牙刃正卡在大头的颅骨内，没有办法抽身。砰！那胖子将陈星撞飞，也顺势帮陈星的犬王牙刃抽了出来。而后胖子继续撞向陈星，陈星嘴角微微一扬，然后双手握紧手中的犬王牙刃，往胖子身上刺去。刺！一个漏气的声音响起，胖子圆滚滚的身子渐渐变回普通身形。他的体质极高，陈星的一击无法将其秒杀。不过陈星并没打算放他回去，手中的犬牙利刃连续挥砍。负40、40、40。3刀之后，那胖子也终于经受不住陈星的攻击，砰的一声栽倒在地。陈星抬起头看向胡为山，还有2个，不是3个。他还记得有一个隐身抢他宝箱的人没有出来。此时胡为山已经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连忙对着手下的人大喊：撤！而后他头也不回地往营地奔去。胡为山虽然跑了，但是那个戴着眼镜的小弟却被陈星的凶悍给吓到了。过去他们都是跟着胡为山杀人越货，什么时候见过这种杀神？此时那4眼小弟双腿发软不住的哆嗦，双腿间还有一股骚味飘出，直接被吓尿了。陈星才不管那小弟的情况，路过的时候顺手给了他2刀，那小弟一声没吭就死在陈星刀下。陈星杀完3人后，径直往胡为山那边追去。胡为山初始移动速度不错，比陈星还高了一点，有21点，而且还穿了加1点速度的鞋子。胡为山移动速度是22，但是陈星的鞋子是灰兔精英豹的灰兔鞋，加了足足3点移速，他此时的移速有23点。2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不过他们很快就要离开野狗区，回到小白兔区，那里有不少的神选者在练级。陈星并不想在大家面前展露自己的实力，所以他必须尽快解决这个胡为山。当他离胡为山相距不到5米的时候，双腿猛然一蹬，他施展了自己的技能跳跃。这种情况，他跳跃的距离可以大于10米，即便考虑胡为山的移速，也能跳到对方前面。哪知那胡为山一直在关注陈星的动作，当见到对方跳到空中的时候，胡为山猛然一个转身，偏离了陈星跳跃的方向。胡为山逃过一劫。陈星落地后，跳跃技能进入了15秒的 CD。15秒，胡为山恐怕要进入神选者区域了。难道陈星真的要当着众人的面杀人吗？不，没必要。只见陈星落地后，身体微微一沉，然后整个身体猛然往前一冲，冲锋的速度甚至快过于他在空中跳跃的速度。这是他用1级技能书爆裂弹置换的1级战士技能冲撞。冲撞对10米内的距离发动冲撞，并且额外增加30点物理伤害。这个技能和跳跃不同的地方在于，冲撞是双脚着地，可以在中途调整方向。胡为山哪里想到陈星居然还有这么一招，再想躲避已然来不及了。负62，犬王牙刃直接捅向胡为山的腰部。胡为山并没有死，但是身体却在这一撞之下发生了晃动，这是冲撞的隐藏效果。如果力量大于被撞者，有几率让其身体出现不适。陈星没有给对方逃跑的机会，手起刀落，对着对方的头部又砍了一刀。负55，又出现了额外伤害。这一次胡为山再也没有挺住，啊的一声栽倒在地，手中的那把手枪也掉了下来。陈星弯下腰捡起那把手枪，在手中观摩一番。突然他的身后传来一个声响，地上的草地也出现了晃动，仿佛被人动过一般。陈星缓缓回过身，看向身后的空气，陈颖，别躲了，我知道你在这里。他的身后没有任何声音。陈星接着说，陈颖，你的隐身技能对我很有用，我可以让你做我的小弟。空气中传来一个声音，真的吗？陈星将手里的手枪往前面一丢，诺，这个给你。陈颖不可置信地说，真的给我？
这可是白银级别的武器。陈星若无其事地说：“这个自然，做我的小弟都能得到极品装备。”过了一会，地上那把枪渐渐地浮在空中。与此同时，一个人影也浮现出来。陈颖开心地捡起手枪，准备向陈星道谢。谢陈颖刚说一个字，却见一个身影跳了过来，咔嚓！犬王牙刃正中陈颖的额头。第23章，讨价还价。这一击之下，那陈颖竟然还没死。陈颖恶毒地看着陈星：“你骗人，你不讲信用。”陈星露出不屑的表情：“骗人怎么了？就许你们杀我，不许我骗你了吗？”他抽回犬王牙刃，再次挥砍下去。下辈子不要相信赌鬼的话。陈颖毕竟是一个敏捷类的角色，哪里承受得了陈星2次正面攻击？承受陈星的第2刀之后，直接见了阎王。当他倒下的时候，地上啪的一声，宝箱和手枪也都掉在地上。陈星弯腰捡起，将其丢入空间腰带，而后他又将陈颖、胡威山身上的装备都扒了下来。想到方才的地方还有3具尸体，于是也回头过去取。然而还没等他到达地点，却见几条野狗正围着那3人尸体啃咬。他们身上哪里还有什么装备？剩下的只是一滩烂骨头罢了。陈星见状，只能作罢。而后他找了一个没怪的地方坐了下来，开始清理背包。他先将胡威山、陈颖身上薅下来的装备拿出来看了看。别说，他们装备还不错，一共有1件白银、3件青铜、4件黑铁。54式手枪，品阶白银，物理伤害60，固定伤害，容弹量6%，射程20米，爆射根据射击部位有几率对目标额外造成10至30点伤害。固定伤害，持枪人的属性对伤害无加成。毫无疑问，这把54式手枪在现阶段是远比陈星手里这把犬王牙刃要强的。但是使用它需要子弹，也不知道这玩意贵不贵。而后陈星查看子弹，发现子弹可以直接用陈合成。54式弹夹8%，二陈8发子弹。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算贵。一条野狗600血，换算成子弹的话需要10发，换算成陈的话相当于2.5陈，而一条野狗一共才掉落3陈。要是说亏肯定不亏，但是用其他武器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何乐而不为呢？不过这玩意可以给一些辅助职业，给队伍增加伤害，还是拿回去卖了吧。除了这把手枪，胡威山和陈颖掉落的其他的青铜装、黑铁装，陈星就懒得看了。东西是不错，但不符合他的属性，拿回营地里卖掉换点陈。而后陈星查看方才杀头犬的战利品，黑铁宝箱和1件衣服。头犬战衣，品阶青铜，物理防御加12。他身上有1件白银级别的兔王皮裤，有20点防御。如果两者相加，那就有32点防御。但陈星知道，防具不是单纯的属性相加，具体要看哪个部位受到伤害。如果被攻击到上衣，那就是上衣起防护作用；如果被攻击到腿部，那就是裤子起防护作用。换上头犬战衣后，陈星把那个宝箱拿来，这是一个黑铁宝箱，应该是普通野狼掉落的。这玩意陈星在窃鼠活动里不知开过多少个，没有什么好东西。打开后，果然如陈星预料，只有一个黑铁级的上衣。对此，陈星很不满意，自己明明是头犬精英首杀，为何只有一个黑铁宝箱和1件青铜上衣？他打开系统消息，翻看自己杀死头犬的记录，结果就是很正常的4条。丁，你以击杀头犬获得70经验。丁，你以击杀野狗获得15点经验。X3，然后就是他的拾取头犬战衣的记录了。丁，你获得10陈头犬尸体。丁，你获得3陈野狗尸体。X3，丁，你获得头犬战衣。居然没有首杀奖励，看来营地区域的首杀奖励已经结束了。算了，没有就没有，去野狗区再逛逛，反正有生命护盾，5000护盾可以让他尽情的对付野狗，即便遇到头犬也可以与之一战。就在陈星准备继续进入野狗区域的时候，好友突然来了一个消息：绝名，阿弥陀佛，施主，你的粉尘准备的怎么样了？陈星现在的粉尘849，离1000还差一些。当然，他要是愿意把自己身上的钥匙卖了，那肯定是足够的。陈星正想着怎么回复，却见绝明又发来了一个消息：施主，你可要快一些，我马上就要找到帐篷床位了，那时你可就要涨到2000陈。涨到2000陈，自己这1000陈还没凑够呢，怎么去弄2000陈？难不成把3把钥匙都卖了？不行，得马上和他交易才行。陈星点开回复框，准备给绝明发送消息，马上到，现在过。还没等他把消息编辑出来，突然就顿住了。此时他从对方这2条信息里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这个秃驴干嘛
这么催促自己。他如果真的找到床位了，慢慢等不是更容易抬高价格吗？不对，这秃驴表面说马上找到帐篷床位，实际上是在催促自己做决定。这家伙到底是想要2000陈，还是床位加1000陈？很显然是后者。想到这，陈星把前面打的字都删掉了，然后慢慢悠悠地回了一句：大和尚，1000陈太多了，我实在弄不到呀。觉明，价格可以商量吗？你那床位还有位置吗？陈星看到这，嘴角微微一扬。果然，这秃驴没有床位，心里着急了。床位有些紧张，我在犹豫到底是把床位租出去，还是要你的功法。我也学了不少技能，现在想一想，好像不太需要你的功法。不到5秒，觉明就来了消息，我这是正宗的少林功夫，绝对比系统那种简单粗暴的技能来得强。陈星依然不紧不慢地说，但是我拿不出1000陈啊，没有办法。这一次，觉明秒回500陈加1张床位。陈星继续压价，300陈加1张床位。觉明都快哭了，施主，500陈不能再低了，这个是我从系统兑换功法的真实粉尘数量。出家人不打诳语，这次真的没有打诳语。看到这，陈星不禁啐了一口，这个秃驴500陈兑换的功法敢卖2000，真是个奸商。不过这一次陈星没有再为难对方，成交。篝火箭。第24章营地外的埋伏。陈星当即回身往营地赶去，他现在还并不急的练级，也不担心别人超过自己。野狼经验是15，而2级升3级的经验是1000。一支5人队伍去刷野狼，起码要击杀333只才能升到3级，今天这点时间肯定是不够了。回去的时候，陈星再次路过胡威山陈颖的尸体，不过这一次却发现有一支小队正围在2人尸体旁。咦，这么怎么死了2个人？死人不是很正常吗？到处都是死人，他们2个的装备都被扒了，说明是被神选者杀的。也不一定吧，说不定是被野怪杀了，然后有人路过扒了衣服呢。问题是这个区域也没有野怪啊。卧槽，是胡威山。怎么，这个人你认识吗？这家伙是一个流氓，手下还有一个流氓团伙，在神选之地杀了不少人。活动前我还看到他偷袭了一个赶回来的人呢。卧槽，这货这么坏。啧，这次估计是被仇家给埋伏了，活该。呸！这个时候，陈星默默从这队人身边路过，往营地方向过去。这队人看着陈星的背影，不禁议论起来。那人好奇怪哦，一个人出现在这里，应该是探索地图的。他从前面回来，是不是说明那个方向没有怪？刚好相反，他肯定是见到怪了才回头。走，练几句。走。那一队人没再管地上的2具尸体，继续往前方走去。不久后，前方又传来声音：哎，这里还有3具尸体。陈星回过头，看着那队人离去的背影，微微舒了一口气。他还担心自己杀人的事被那几个人看出端倪，哪知道人家根本没往那方面去想。很快，陈星意识到其中原因，谁会把他这个路人和流氓团伙的死联系到一起呢？不久后，他进入了1级的兔子区。此时，兔子区练级的人依然很多，而且许多队伍的人数也缩小了。之前的标配是5人队对付1只小白兔，现在还有4人队、3人队、2人队也有，但是数量极少。2级的人数也急速攀升，已经有58人升到了2级。对此，陈星倒也没有觉得意外，别人都是闷头练级，就他一个人到处晃悠，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挂机状态。当他来到营地外的时候，看见一些人正鬼鬼祟祟的在营地附近晃悠。刚才经历过被偷袭的陈星顿时起了警觉，这些人莫不是针对自己的吧？难道胡威山有这么多帮手？他不自觉地放缓脚步，全身戒备，慢慢向营地里走去。然而那些人看了一眼陈星，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反而窃窃私语起来。靠，那家伙怎么还不出来？他不会发现我们的意图了吧？呸，胆小鬼！刚才在世界频道那么损老子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亲手宰了他。要不算了吧，我们后来不是把蜀王也解决了吗？杀死蜀王跟他徐振东有个屁关系？就是自己帐篷也没有，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看着就让人恶心。我问过了，徐振东就是一个最垃圾的 F 级天赋，根本没有战斗力。被这样一个垃圾骂巨婴，老子真受不了。再等一等，他没有帐篷床位，肯定要出来的。陈星听到这，终于明白他们要找的对象不是自己，而是徐振东。方才在打蜀王的时候，许多人在聊天频道消极应战，打算彻底摆烂。结果徐振东对着他们一通狂喷，刺激他们拿起武器去对付蜀王。此时虽然蜀王已经解决，但是那些被骂的人回想此事，觉得十分膈应。一个 F 级天赋的人怎么能如此羞辱自己？于是那些抱着这个想法的人将其堵在营地门口。陈星了解这些人的动机后，暗暗叹了一口气，
然后跨步进入了营地之中。刚进入营地，他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画面，8、9个人正围成一个圈，与中间的人说话。你别出去了，外面很多人都在守着你呢。再等等也行，我去把我的主队叫过来，我们一起护送你出去。干脆咱们去把外面那群垃圾全清理了，免得破坏咱们营地的风气。外面起码有50、60个人，要将他们全清了，恐怕不容易。被他们围在中间的正是徐振东，周围这些人都是徐振东的支持者，有些是一直认同徐振东想法的，也有方才消极面对蜀王时被他唤醒的。当他们发现了外面的人对徐振东意图不轨的时候，连忙进入营地提醒他。徐振东看着周围一个个关切自己的眼神，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谢谢大家关心，我很高兴在这次对抗蜀王的过程中能唤起大家的战斗欲望，为击败蜀王起到了一点点作用。我只是一个 F 级天赋的神选者，注定会被淘汰。我的命运本就应该默默死在怪物的手里，倒在练级的途中。这一次我死在外面那群神选者手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我的死能让大家抛弃幻想，不再祈求别人，激励你们前行，那我也就死得其所了。徐振东说着就要往外面走，众人连忙拦着他，你不要做傻事啊，我的主力队马上就过来了，我们到阵营频道去叫人，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支援你的。徐振东淡淡一笑，时间紧迫，不能因为我而耽误那么多人练级，谢谢大家的关心。就在徐振东离开人群准备走出营地护照的时候，一个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你口口声声要打架努力活下去，偏偏自己要寻死，这样的你真的能成为大家的榜样吗？徐振东停下脚步，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不远处一个扛着白色牙刃大刀的男子正冷冷地看着自己，说话之人自然是陈星。你要想激励大家努力拼搏，自己就必须活下去，死在外面的那群小喽啰手里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迹。亦或者，陈星顿了顿，接着说，亦或者你表面坚强，实则内心脆弱，你一直对自己 F 级天赋之事耿耿于怀，于是一心求死。别把自己包装的那么高大上，如果真想帮助大家，就活下来，只有活下来，你才有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第25章，陈星的赌注。听到陈星的话，徐振东脸上不自觉地颤动起来。徐振东原本是一个小公司的老板，带领一支团队东拼西搏，拿下了不少市场份额。但好景不长，他的竞争对手是垄断型的企业，业内霸主，对方明里暗里用尽了手段对付他。对手联合银行和其上游供应链，直接断了徐振东公司的资金链和原材料，同时又找一帮流氓混混经常去他工厂里骚扰，不给他任何喘息之机。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被传送到这个神选之地。徐振东原以为这是自己第2次重生的机会，准备再次大干一场，哪知道自己觉醒的天赋仅仅是 F 级的统御，天赋技能也只是给队伍里的人加一点防御力而已。光1级的小白兔就有30点攻击力，他这一点防御力可有可无，所以正规的队伍根本不会要他。于是他和几个 F 级的散人一起拼成队伍，奋力的对付小白兔。但由于队伍的每个人都很弱小，以至于在切鼠活动之前，队友们都一个个死在了小白兔的爪下，只有徐振东本人活了下来。方才陈星的每一句话都击中了徐振东的内心。没错，他确实是求死，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在这神选之地活下来。与其默默无闻的死在怪物手上，不如死在这些支持者的眼前。徐振东旁边的支持者们听陈星说话这么难听，但并没有反驳。他们知道对方其实是在激励徐振东活下去。东哥，那个人的话虽然说的难听，但是道理没有错。对啊，东哥，要活下去。帐篷密钥还有30多把，你还有机会的。东哥，神选之地需要你这样的人指引大家，你不能倒下呀，东哥。徐振东脸色变换了好几次，想到自己曾经倒闭的那家公司，想到曾经依依不舍离去的那帮兄弟，他突然神色一凛，我要活下去，即便有那帮人的阻扰，我也要活下去。周围众人顿时欢呼起来，东哥就应该这样，我去和我队长商量一下，能不能腾一个队伍的位置出来，我帮你找一找帐篷位置。徐振东举起右手向大家说，谢谢大家关心，我的事我还是想自己解决，你们都去忙自己的事吧。众人说，外面那么多人堵着你呢，你怎么出去？对啊，没有队伍，你也弄不到钥匙啊。就在大家七嘴八舌之际，陈星的嘲讽声又响了起来，徐振东，你作为一个团队领导者，却拒绝别人的帮助，你认为自己合格吗？徐振东看着陈星，突然哑语。徐振东周围的人不住的点头，那个扛着牙刃的家伙说话句句在理。然而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陈星的话锋便转向了他们，你们这些人全都是只会动嘴皮子，屁用都没有。说要他进队伍，谁能做决定？你确定自己队长会听从你的话？口口声声说帮他弄帐篷密钥、帐篷床位，实际毛都拿不出来。
你们这种话也只能用来安慰一下别人，却没有实际帮助。呸！陈星的话顿时让大家炸锅了，纷纷谴责起他来。我们能力有限，确实帮不了东哥，但至少是在给他寻求帮助。难道能力有限的人连安慰人的资格都没有吗？对啊，总比你这个只会损人的强。你是不是外面那群人排过来的奸细，故意来分散我们的？面对大家的猜疑，陈星没有多言，从腰包掏出一样事物丢给了徐振东。接着徐振东抬手接住了对方丢过来的东西。当他摊在手心看到手中事物时，顿时瞪大了眼睛。旁边的人也看清楚了那东西的模样，声音都变得颤抖起来。这是帐篷密钥！卧槽，真的是帐篷密钥！没有绑定帐篷，这是一把有5个空床的密钥。我去！之前吐槽陈星的人全都说不出话来。当他们再次看向陈星的时候，神情已经变成了震惊、炙热，甚至崇拜。整个营地能随手掏出一把密钥赠与陌生人的，恐怕没有第二个了吧？徐振东脸上先是一惊，随后变成了疑惑。他抬头看向陈星，不解地问：“你这是何意？”陈星耸耸肩，一脸轻松地说：“没有什么，只是觉得你这人还有点能力，死了有些可惜。”有能力？你是不是弄错了？徐振东更加不解：“我只是 F 级的统御天赋而已，实际战斗作用几乎全无。”陈星摇头：“你错了，我说你的能力不是指你觉醒的天赋，而是你自身的能力。”徐振东还是没明白自身的能力。陈星点头：“没错，方才在对付蜀王的时候，一大半人都放弃了，而你却始终激励大家。”徐振东说：“我只是说了几句话而已。”陈星淡淡一笑：“不，你不只是简单说几句话，而是带领大家寻找迷失的方向。如果我没猜错，你现实中应该也是个领导，对吧？”徐振东如实回答：“是的，我自己创办过一家公司，只是后来被行业巨头针对，然后倒闭了。”陈星道：“那你就在这里继续发挥你的才能，重新组建队伍。”徐振东脸上露出一丝为难：“可是我只是 F 级天赋，谁会跟着我？”别只会强调困难，你的任务是克服困难。而且陈星意味深长地看着徐振东：“而且你已经有了原始资本，不是吗？”原始资本？徐振东猛然看向手里的钥匙。对啊，自己手里有5个床位，抛开自己的还有4个床位，完全可以利用这4个床位组建自己的队伍。徐振东突然顿悟，脸上露出欣喜之情：“谢谢你，陈星，你是我的天使投资人，以后我如果能带出队伍，你就是老大。活下来再说。”陈星表面上毫不在意，内心却有些心疼。他是一个赌徒，不是慈善家。那把钥匙只是他的押注金，他赌的是徐振东的未来。如果徐振东能成功组建队伍，在这里立足，陈星就赌赢了；如果徐振东组队失败，命丧黄泉，陈星这一把帐篷密钥就打水漂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一个和尚口念佛号走了过来：“徐施主如此心怀大义，让贫僧来做你的队友如何？”第26章收觉明。走过来的正是和尚觉明。令陈星意外的是，营地里居然有不少人认识他。卧槽，臭和尚，你跑来凑什么热闹？东哥，别被这货给骗了，他就是个大骗子。他之前找过我们队长，想要我们的帐篷床位，他还和我队长要2000陈，就能获得一本少林武功秘籍。我们队也遇到过他，不过他跟我们队长说要1800陈。我靠，秃和尚果然不老实。觉明双手合十，丝毫不在乎周围人的评价，缓步来到几人中间：“阿弥陀佛，陈施主、徐施主，我们又见面了。”陈星点点头，没有说话。觉明回身对徐振东说：“徐施主，老衲做你的队友，如何？”徐振东之前寻人组队的时候，曾经找过觉明，不过被对方给拒绝了。后来他在一旁看过觉明打怪，知道这和尚身手确实不凡，有真功夫在身。但是自己要接那一个拒绝自己的人吗？正在徐振东犹豫是否将其纳入队伍之时，身旁的那些人开始劝他：“东哥，别被他骗了，秃驴绝对是个骗子。”对啊，他口口声声说有武功秘籍，结果什么都拿不出来。我虽然不认识这个和尚，但他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出现，肯定不安好心。他就是来骗你的帐篷位置的，说不定明天天亮就离队了。对啊，东哥，别理这个和尚。周围人全都劝徐振东不要接纳觉明。徐振东有些犹豫，他抬起头看向不远处的陈星，但陈星却没有任何表示。在陈星看来，一个领导者需要有自己的决断，如何选择合适的队友，自然是一个最为基本的能力。徐振东明白陈星的意思，于是没有再看他，甚至没有理会周围人的声音。最后，徐振东重新看向觉明，沉声道：“觉明，我们来打上一架。”陈星听到徐振东的决定，
暗暗点点头。人际交往有一句至理名言，不要在别人的嘴里认识另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判断，不能只听别人评价，最关键还是要站在自己立场去评判。徐振东就是摒弃他人的说法，自己亲自试一试觉明的本事。觉明依然双手合十，徐施主，我2级，你1级，这样打的话恐怕不公平。徐振东道，打完再说。说着，他对觉明发起了切磋邀请。营地内属于安全区，按理来说双方是不能战斗的。不过神选系统在这里特意安排了一个切磋模式，允许神选者们在安全区里相互比试。觉明没有拒绝徐振东，同意了切磋。唰，一道亮光出现，觉明和徐振东出现在一个竞技场内，两人被边长10多米的围栏围住，其他人则被移到围栏外面。徐振东手持新手剑向觉明冲了过去，而觉明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没有动。徐振东来到觉明跟前的时候，举剑就砍，觉明轻轻侧身，很随意地避开了徐振东的攻击。徐振东一击不中，收剑继续横砍，觉明后侧半步躲开了新手剑的攻击范围。而后徐振东展开一系列的攻击，觉明全都是依靠身法躲避，没有还手。觉明在躲避的同时，嘴里还在给徐振东指点，剑身飘逸，不适合挥砍，这又不是大刀，出招太老，收招太缓，招式笨拙，不会灵活变换。一旁的人看到觉明的身手后，都是大开眼界。卧槽，这和尚还真有一手，这货打怪的时候是不是不用掉血？哎呦哎呦，差一点，就差一点。我看不是差一点，而是大和尚算准了剑着，故意拿捏着这点距离。我靠，这秃驴本领挺高，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赞赏他。呵呵，有什么用？2级打1级本就轻轻松松。就是，面对一速敏捷高的怪物，还不是要趴下？再说，东哥这是没有技能，要是用上我的半月斩，早就送这秃驴下去了。全都是些没用的。陈星对他们的评价自然很不认可。他见识过对方对战兔子，武功招式确实很好用，比自己和兔子互相换血强了不知多少。就在此时，竞技场内画风突变，觉明突然脱掉了自己的上衣，上身裸露。与此同时，他一改刚才一味的闪躲策略，开始频频用手去格挡对方的新手剑，或是用手指捏住剑身，或是用手攻击徐振东的手腕。而他身上极少出现伤害，偶尔出现也仅仅是1点。徐振东虽然是1级，但是攻击力也有8点。觉明此时没有上衣，也就是上半身没有防御数值，赤手空拳竟然可以有如此高的格挡率和格挡伤害减免，这令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又战斗了几个回合，徐振东一个后跳远离了觉明，而后他向觉明行了一礼：“觉明师傅，你通过我的考验了。”阿弥陀佛。觉明双手合十回了一礼，随后竞技场被撤离。这一次大家对觉明有了新的认识，反对他的声音也小了许多。但陈星知道觉明并没有施展真功夫，先前自己可是亲眼见到对方闪避加格挡加反击，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对方这次只是分别展示了闪避和格挡而已。不过有一点陈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个大和尚不用武器？先前练级的时候没有用，这次切磋的时候也没有用。就在陈星思考之时，徐振东来到了一个没有人占领的帐篷处。他已经认可了觉明，决定让一个床位给对方。让床位可不是简单口头说说而已，而是需要进行系统签约的，这样才得到了系统的保证。要不然帐篷主人前脚收了钱，后脚把人家踢出去，这可就太恶劣了。就在徐振东准备给觉明帐篷床位使用权之时，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且慢！”陈星从后面走了过来。徐振东回过头看向陈星，一脸疑惑：“难道大老板不同意此事？”陈星来到觉明身边：“大和尚，500陈我带来了，你帮我制作功法吧。”阿弥陀佛，陈施主可真是有些健忘。觉明口念佛号，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之前说过，500陈是有床位的价格，没有床位的价格可是2000陈。”哈哈！陈星放声大笑起来：“秃驴，你这个家伙可真是翻脸不认人啊！”而后他转头对徐振东说：“徐振东，这个秃子咱们不要了，让他自己找床位去。”徐振东何等聪明，他虽然事先并不知道陈星和这和尚的纠葛，但从两人那几句对话立刻明白过来，当即点头：“好的，老板。”说着他关掉了对觉明发起的床位转让页面。别！觉明一下就急了：“陈施主，你怎的这么开不起玩笑？咱们说好了500陈，那自然就是500陈了。”陈星嘿嘿一笑：“佛主也爱开玩笑吗？”阿弥陀佛。觉明口念佛号，一本正经地说道：“佛主都是笑面示人，自然是喜欢开玩笑的。”哈哈！周围的人纷纷大笑起来。第27章3级副本。陈星没有再和觉明胡扯，直接交易了500粉尘给他。
他也不怕觉明骗自己，反正自己已经杀了5个神选者，不介意再多杀一个。觉明拿到粉尘后，并没有直接给陈星功法，而是身体一蹲，坐到了地上。只见他上半身挺直，双肩舒展，左脚放在右腿上，右脚放于左腿上，左手摊开，右手放在左手手掌上，双手拇指紧扣。同时他双眼半开半合，口中轻轻念着不知名的佛经。众人看到他这个模样，纷纷一脸疑惑，这个秃驴怎么突然打起坐来？难道他骗了陈星500陈，然后就开始耍赖吧？我靠，还真是这家伙的尿性。还好方才东哥没有把床位给他。我靠，你不会觉得500陈比一个床位便宜吧？完了，这秃驴就赖在这里不走了。他能赖多久？再过几个小时护照就要消失了，说不定他打坐是假，用骗来的粉尘买床位是真。我日，这个死和尚真是奸诈。大家谴责了一通之后，开始忙起自己的事情来。我要走了，队长喊我去练级。我也走了，去打啮齿兔王。我去打野狗。不一会，大家陆陆续续离开营地。这些支援徐振东的人大多有帐篷，有队伍。正因为他们自己对帐篷倒是没有什么需求，所以才有这个闲情在这里支持徐振东。反观外面那些蹲守徐振东的，都是没有帐篷的人。陈星看着打坐的觉明，并没有催促对方。或许对方制作道具需要时间，就像自己恢复天赋也需要大量时间一样。一旁的徐振东倒也没有闲着，他现在解决了帐篷的事，于是开始琢磨起招募队友来。现在离护照消失的时间只有3个多小时，但是依然有400-500人没有床位，其中不乏天赋好、水平高的神选者，比如眼前这个觉明就是如此。现在是他招募队友的最好时候。用床位招募队友很简单，但如何保证之后能一起相处才是重中之重。所以看上去选择很多，实则并不简单。陈星显得无聊，在营地里逛了起来。此时营地里已经不像起先那么空荡，大部分帐篷都有了归属，有些人战斗累了就在帐篷里休憩。每一顶帐篷上面都显示了编号和归属，而且字体颜色不一样。没有归属的就直接用白色字体显示001号帐篷，有归属的帐篷都用绿色字体显示。有些展示了归属者的名字，比如77号帐篷雷震子，也有像陈星一样隐藏自身信息的99号帐篷已被占领。除了显示编号、归属者之外，还有5个小方格显示床位是否有人占领。比如徐振东的12号帐篷，5个格子中有一个绿点，表示这里只有1个床位被占领。又比如雷震子的77号帐篷，5个格子都是绿点，表示5个床位被占领。不过陈星看到少数有归属的帐篷，上面的格子居然是红色，比如陈星面前这个就是5个红点，这令他有些不解。他仔细看面前这个帐篷，顿时明白其中含义。21号帐篷胡威山，原来红点表示阵亡。问题是他们人都死了，留下的帐篷怎么办？于是陈星低下身，用手触碰那顶帐篷，结果系统给出提醒，该帐篷所有成员阵亡，需要用一把新的钥匙开启。是否使用帐篷密钥？否。陈星才不想要这种死人帐篷。逛了一圈，发现有红点的帐篷真不少，他们或许是被怪杀了，又或许被其他人暗算。陈星摇摇头，走向营地中央。原本营地中央是个大篝火，但是方才蜀王出来的时候，把这篝火顶得4分5裂。此时篝火非但没有刷新，反倒把蜀王出来的那个洞留下了。那个洞穴附近有10几个人正在忙碌的奔波，洞穴口还有几个人正在说话。陈星走过去查看具体情况，原来忙碌的那10几个人正在从营地外往营地内搬运木材，准备建造新的篝火。看来他们领到了营地重建篝火之类的任务。等陈星靠近时，系统突然发来提醒：叮，新的篝火建造完毕，神选者徐佳佳、罗田、牛郎等12人各自获得黑铁宝箱1个，万合之尘20份。众人看到这个消息，顿时再次议论起来，有恭喜的，有嫉妒的，有吐槽的。陈星没有理会聊天频道，而是走向蜀王钻出来的那个洞穴。洞穴外站着一男一女2个人，男的名为王喜，约莫17、18岁，女的名为王欢，约莫15、16岁。显然这是一对兄妹。王欢哥，咱们进去试一试吧，说不定里面有机会找到钥匙呢。王喜，不行，等级相差太大了。系统提示说建议3级的队伍进去，我们2级都不到，去了肯定送死。王欢，系统只是建议，又没有强制。我刚才就看一支5人队伍进去了。王喜，那支队伍都已经进去快半个小时了，到现在还没有出来，说不定已经死在里面了。王欢，要不咱们进去看看有没有宝箱，摸一下就出来。王喜，就怕这个只是入口，出口在另一个地方。王欢，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去外面打宝还来得及吗？王喜，咱们还是出去找一支野队吧，
再去碰碰运气。王欢，我怕那些兔子太厉害了，刘星同学都被咬死了。王喜，没事，这一次咱们比之前强了许多，可以应付的。王欢，哎，篝火任务没有领到，蜀王洞穴又不敢进去，白白浪费了这么久时间。王喜、欢欢，走了。王喜、王欢两兄妹结伴离开了蜀王洞穴门口，与陈星擦肩而过。两人看到陈星奇怪的装束，不免多看了几眼。王欢，你看那人身上装备好像很好啊。王喜，别羡慕别人，我们要靠自己。王欢，哦。陈星没有在意这对年轻兄妹的目光，径直来到蜀王洞穴门口。刚一靠近，系统就传来消息：丁，发现神秘的营地洞穴，是否进入？提醒：该洞穴为3级5人副本，建议神选者到达条件再进入。竟然是副本！如果这是游戏，陈星说不定当即就进去了。但这是神选之地，他可不能如此冒险，必须找个队伍进去才行。第28章学习基础刀法。所谓副本，不同于普通的大地图，每支队伍进入副本后是相互平行、互不影响的。简单来说，2支队伍进入副本，相当于分别进入了2个一模一样的房间，不存在被其他队伍抢怪、抢宝的情况。看着黑漆漆的副本入口，陈星摇了摇头。他虽然很强，但让他现在一个人去单挑3级副本还是有些勉强。5000的生命护盾可不是无敌，3级怪的攻击或许已经上百了，攻击50下就能破他的盾，然后他就只能等死了。这地方今天肯定没人能过，明天再说吧。而后他离开洞穴口，来到新的篝火旁。此时篝火旁有几个人正在烤肉。生肉可以在非战斗时食用，恢复生命值，而熟肉可以在战斗中食用回血，两者的功能相差天壤之别。除了烤肉的，还有熬药的，估计是觉醒了炼制类技能。陈星原本想去问问熬药的人，炼制的药水具体是什么功能，却被一个好友消息打断了。觉明，阿弥陀佛，施主你在哪里？功法已经好了。来了。陈星连忙往方才觉明打坐的地方行去。当陈星来到觉明身边的时候，发现徐振东身旁多出一个人，那是一个20来岁的女子，名为冷霜。人如其名，冷霜一脸冷峻，她脖子上挂着一个骷髅项链，时不时地向外射出血光，十分瘆人。没等觉明开口，徐振东向陈星介绍：老板，这是冷霜 C 级骷髅术士，可以召唤骷髅兵。而后他向冷霜介绍陈星，这位陈星是队伍的老板。陈星向冷霜微笑点头，你好。而那冷霜好像不喜欢说话，只是嗯了一下。徐振东看出冷霜的不敬，当即提醒对方，冷霜，这个帐篷就是老板给的。冷霜这才吐出2个字，你好。对于冷霜的态度，陈星倒也没有生气。现阶段徐振东才是队伍的核心，队员是否尊重自己并不重要，只要能服从徐振东调遣就行。毕竟依靠帐篷来拉拢人始终不是正途，需要徐振东下心血打造磨合才行。哦，对了。陈星从腰带空间掏出一把手枪丢给徐振东，这东西现阶段还有点用处，可以提升你的输出，你先用着吧。徐振东接过那手枪，顿时吃了一惊，白银装备60点固定伤害，还有10至30点额外伤害。徐振东的话让冷霜脸色一变，白银级别的装备说给就给，面前这个老板到底是什么来头？他眼睛不住地看向徐振东手里的手枪。徐振东察觉到冷霜的微表情，于是把手枪的属性贴了出来。冷霜见到后，原本高傲的神情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疑惑。他完全看不懂面前这个叫陈星的青年。陈星微微一笑，他给徐振东那把手枪自然不是装逼，而是为了那个营地洞穴副本。徐振东早点整一支队伍出来，自己好和他们一起进去刷副本。这是营地的第1个副本，首通的话肯定有特别奖励。一直被晾在一边的觉明出来刷存在感了。阿弥陀佛，老板施主。听到觉明的称呼，陈星忍不住笑了起来。你个大和尚，老板就老板，施主就施主，老板施主是什么鬼称呼？觉明一脸正经地说，这可很有讲究。叫你老板是我们2人的关系，喊你施主那是代表佛门对你的称谓，因此这个老板施主的称呼可谓是妙哉啊，妙哉。觉明说着，脸上不禁露出一丝自得神色。陈星懒得和他掰扯，于是伸出右手拿来。这一次觉明没有扭捏，掏出一本蓝色书皮的书递了过去。陈星接过来，低头查看。基础功法包含刀、剑、枪、锤等18种武器，以及拳脚、轻功、吐纳等入门功法要领，居然包含这么多，不愧是500粉尘造出来的东西。然而当陈星准备学习的时候，却傻眼了。丁，请选择你要学习的功法。
他的面前出现18种武器和拳脚等学习选项。我去，这玩意原来不能一起学啊！陈星现在手里的犬王牙刃是刀，但是他也不确定下一种武器是不是刀。难道自己要限定某一种武器不成？先不管那么多，把刀法学了。学习基础刀法。丁，你已掌握基础刀法。与此同时，陈星脑海猛然出现许多和刀法有关的动作。陈星再次握住手中的犬王牙刃，脑中出现不少施展他的基础动作：撩、扎、截、拦、蹦、斩、抹、带、缠。这些动作似乎都深入他的肌肉记忆之中，好似自己已经练了10年刀法一般。这种感觉十分奇妙，而且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虽然学习了基础刀法，但是手里的那本基础功法技能书居然还在，只是系统显示他有一个长长的进度条，进度长达48小时，也就是说2天才能学习一种功法。虽然时间有些长，但总比再弄一本强。于是陈星美滋滋地把基础功法放入腰带空间之中。此时觉明提醒陈星：阿弥陀佛，老板施主，我现在可以领取帐篷了吧？陈星向徐振东点点头，而后徐振东把帐篷的一个床位转给了觉明。与此同时，他身后那个帐篷上面显示床位的5个小框亮了3个，还有2个小框是暗的。陈星现在学会了刀法，手里技痒难耐，立刻就想去找野狗试一试威力。于是他向3人挥了挥手：我要去练级了，你们也尽快到3级吧。3人齐声回应：好的，老板，施主。陈星转头往营地外走去。当他刚到营地护罩旁时，外面突然进来许多的人，他们齐刷刷地念叨着徐振东的名字，似乎都是去找他的。陈星心念一紧，难道门外那些蹲守徐振东的人忍耐不住，要到营地里面来找他麻烦吗？但在听到那些人交谈的内容后，陈星不禁觉得有些好笑。原来那些人不知从哪听到徐振东有帐篷的消息，都要争着进入徐振东的队伍。这些人中不乏方才在门外蹲守徐振东的人。之前F 级天赋的徐振东还在被大家嫌弃，如今却都急哄哄的来求着他，果真是讽刺。第29章遭遇犬王。陈星从营地离开，直奔2级野狗区。此时2级神选者的数量已经过百，不少人都来到野狗区练级。陈星选了一个没人的角落，提起手里的犬王牙刃，找上了一头野狗。那野狗见到陈星后，第一时间扑了过来。要是以往，陈星什么都不会管，直接提刀就砍，那样野狗会咬上他，他也能给野狗造成伤害。但如今陈星掌握了基础刀法，对于手里犬王牙刃的用法有了新的理解。只见他将刀横着平放，以刀面对着对方，刀背向下。与此同时，他左手抓刀背，右手抓刀柄，猛然向前一推，当的一声，野狗的攻击被大刀给阻挡。陈星只感觉双手一震，虎口发麻，同时生命护盾减少了一部分10。野狗的攻击是50点，这一下格挡掉了40点伤害。陈星阻挡野狗的攻击之后，并没有就此停手，而是抽刀横切对手，负40，攻击正中野狗腹部，一挡一攻，无比顺畅。野狗身上被陈星攻击的部位出现一道刀伤，这是触发了犬王牙刃的被动效果，撕裂伤口。如果再次攻击同一个部位，可以额外造成5点伤害。只可惜伤口在腹部，陈星很难找机会攻击同一个位置。5秒之后，那个伤口自动愈合。而后陈星和野狗战斗，基本上野狗的正面攻击都会被陈星格挡住，每一次受到的伤害都在10点上下，甚至偶尔他还能躲避掉对方的攻击。可惜野狗敏捷较高，陈星手持刀类武器影响身形，躲避的概率不高。如果用剑的话，就是另一种情况。这是刀和剑的区别。刀身沉重，持刀者必须步伐沉稳，所以擅长格挡；而剑身较轻，用剑者身法飘逸，更擅长闪躲。用刀者扎扎实实抵挡伤害，虽然会被消耗体力，但是不容易被对手重创；而持剑者要么不被攻击，要么被攻击就会受到较大伤害。总之，两者各有优劣。最终，陈星在砍出15刀之后，终于解决了这条野狗。丁，你以击杀野狗获得15点经验。野狗死后掉了3成，没有任何其他物品。面对这个掉落，陈星没有在意，这才是绝大多数人遇到的情况。绝大部分普通怪都是只掉落粉尘而已。战斗结束后，陈星查看方才的战斗数据，他的生命护盾损耗了117点。如果按照他之前的战斗方式，生命护盾估计已经掉了500加了。不过以血换血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输出效率会高一些。只需要无脑砍怪，不需要防守，不会浪费时间在格挡上。当然，那种效率陈星宁愿不要。收拾完这只野狗之后，陈星继续寻找其他落单野狗。别看他是一个人单刷，但比一支5人队伍还快。5人队伍通常的构成是：
一个前排肉盾，一个治疗，3个输出，或者一个前排2个治疗，2个输出。而一个普通的2级输出型神选者，攻击也就是10几点，2名输出的队伍效率肯定比陈星低，3名输出的队伍战斗效率和陈星不相上下。但是练级可不仅是刷怪那么简单，还需要考虑续航引怪的时间。由于陈星有5000的生命护盾，他战斗结束后可以直接开展下一场战斗，而一般的神选者队伍通常需要休息一会，等待队友回血回魔才能再次开战，这里起码要浪费10几20秒的时间。再者，陈星一个人单独吃15点经验，5人队伍每人才分得3点经验，这样折算来，陈星练级速度是一支5人队伍的5至6倍。近1个小时后，陈星刷了40多只野狗，经验有888点，还剩下112点经验升级，也就是8条野狗的数量。野狗掉落品除了粉尘之外，还有3件黑铁装，1件青铜装。这些装备中，只有1双黑铁级的野狗皮手套可以装备，为陈星裸露的双手提升了2点物理防御，同时为他增加了1点攻击力。刷完1圈之后，陈星突然遇到了一个难题，落单的野狗被他杀完了，周围只剩下2只或2只以上的野狗。此时陈星的生命护盾只剩下100多点，这种情况他可不敢投铁去同时对付2只野狗。此时他的天赋技能一柄一对早就好了，如果用天赋去对付普通野狗的话，很难同时秒杀8条。要是自己强行去聚集野狗到一起，说不定还会引来生命危险。思来想去，陈星决定去找头犬精英。头犬精英有70点经验，如果能顺带秒杀3头普通野狗，那升级的经验就够了。于是陈星没有再与周围的普通野狗缠斗，而是绕开他们去寻找头犬精英。实际上荒蛮草原上的头犬精英并不少，但是大多被野狗包围着。陈星不敢深入狗群去找头犬精英的麻烦，只能继续搜寻。大约走了10多分钟，陈星发现周围野狗的密度越来越小，他顿时心里一紧。按照之前经验，这块地点应该是缓冲地带，附近极有可能出现2级 BOSS， 而过了这片区域应该就是3级怪的领地。去杀几只3级怪，还是寻找2级 BOSS， 似乎都行。就在陈星犹豫之际，前方走来一只高大的怪物。那只怪物双脚直立，耳朵竖立，手持一根法杖，在数百米外游荡。难道是3级怪？陈星缓缓走向前，才发现前面并不是什么3级怪物，而是一条2级狗。只不过这条狗既不是普通的野狗，也不是头犬精英，而是犬王。果真碰到了2级 BOSS， 陈星心里一喜，缓缓靠近犬王。当他离对方20多米的时候，终于可以查看对方属性。雷电犬王2级头领，生命值2000，物理攻击100，魔法攻击120，物理防御5，魔法防御10，施法范围25米，移动速度26点，技能雷电击分叉电。这货攻击范围竟然有25米！不待陈星反应过来，一道闪电猛然劈了过来，轰隆！负112，护盾吸收；负8，生命值消耗。生命护盾破了。此时陈星离犬王还有25米，而他天赋技能的施法距离仅仅有5米而已。第30章击杀犬王和犬王套装。现在的陈星异常尴尬，再过去他只要等 BOSS 冲过来，然后一个天赋技能甩过去，对方就趴下了。但这一次的犬王却不讲武德，直接来魔法攻击，而且攻击距离还长达25米。陈星天赋技能释放距离才5米而已，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自己去减少这20米的距离。问题是，他现在生命值只有192点，犬王会给他这个时间吗？对于这个问题，陈星没有半秒犹豫。在遭受到犬王雷电击的一刹那，他骨子里的那股赌性就上来了。既然已经上了牌桌，那就把这场赌局玩完。干他娘的！陈星咬紧牙关，双腿一蹬，直接往前奔去。他也不是闷头跑路，而是观察犬王的动作。他刚跑没几米，犬王就举起来手中的法杖，准备再次施展雷电术。陈星见状，连忙施展自己的技能跳跃，唰！陈星的身体飞在空中，轰隆！一道闪电落在他身后的草地上，雷电击落空。陈星听到后面的雷电声，内心一阵激动，真的可以躲开。眨眼间，陈星落到了地上。此时他和犬王的距离只有12-13米，而他的跳跃技能进入了15秒的 CD， 剩下的10多米他必须另想他法。陈星没有片刻停留，落地后径直往犬王那边飞奔。眨眼间他又前进数米，而犬王也没有发愣，再次举起手中的手杖。陈星身子半蹲，肩膀前倾，整个人猛然往前冲。他施展了第2个技能冲撞。冲撞对10米内的一个敌人发动冲撞，并额外增加30点物理伤害。
他的身体犹如一头蛮牛一般冲向犬王，冲撞的速度虽然没有跳跃时的速度快，但却更加有压迫感。而这个时候，犬王的技能也施展完毕，轰隆，一道雷电劈下来。但这一次，陈星没有方才那么幸运，雷电正中他的头顶，他的头上冒出一个巨额伤害120。此时，他的生命值仅有72点。以 BOSS 的攻击，陈星并没有在意，自己只要靠近犬王就能施展天赋技能。然而，当他离犬王越来越近的时候，那犬王居然挥起了手中的木杖，对着陈星头上就砸了下来。犬王虽然是法系 BOSS， 但他的物理攻击力也足足有100点。陈星身上的衣服物理防御只有12点，要是被 BOSS 砸中，起码要掉88点血。而陈星的生命值只有72，怎么办？强行激活天赋技能吗？那岂不是双方都要同归于尽？面对犬王的攻击，陈星下意识举起手中的犬王牙刃向上一挡，负61，是他学习的基础刀法。在他无意识之间做出了格挡动作。此时陈星的血量仅仅有11点。犬王用木棍攻击了陈星之后，开始后退，准备和他拉开距离。但陈星怎么还会给对方这个机会？他激活自己的天赋技能一柄一对，猛然向前挥砍。那两个熟悉的一柄幻化成光球，在空中合二为一，直扑犬王。犬王头上出现一个巨额数字，负2000，显示2000，不是因为伤害是2000，而是他生命值只有2000。嗷呜！犬王发出一声惨叫，栽倒在地。与此同时，一个许久没有出现的系统消息弹出来了。叮，恭喜你完成雷电犬王首杀，本次爆率提升1000%。阵营频道也发布消息，恭喜神选者 Triple X 完成雷电犬王2级头领首杀。紧接着，犬王尸体上出现一大堆粉尘和3件物品。陈星之前被人抢过掉落品，这次不敢再耽误时间，直接把地上的东西都捡起来。他连拾取记录也不看，连忙往回赶去。刚才犬王临死前叫了一嗓子，谁知道会不会把其他的野狗、头犬精英换来？而这个时候，大家都在阵营频道议论雷电犬王首杀的事情。我操，狗王都被人杀了，而且击杀者又是一个人的名字，会不会和杀啮齿兔王的是同一个人？不是说杀啮齿兔王的是简陋吗？那这个雷电犬王是怎么回事？废话，当然是用那道激光秒杀鼠王的人了。妈的，这人到底是谁啊？老子真他娘的服了，居然击杀犬王！我们一支15人队伍对付野狗精英，死了3个人才把他拿下。靠，你们还敢碰野狗精英？我们看到他就是绕道走。哎，你们发现没有？这次系统只是通报他击杀了犬王，并没有给奖励。对啊，上一次他杀了啮齿兔王，好像还给了什么称号。对，他当时升到2级也给了奖励。这次他有没有升到3级？营地里有统计数据，谁在营地里帮忙看一下？3级了，真的有一个3级的人。靠，真他娘的升到3级了。哈哈，但是升到了3级也没有系统奖励啊。嘿嘿，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没错，陈星刚才击杀犬王的时候获得了200点经验，直接升到3级。但是系统没有发放额外奖励，唯一的奖励就是那个犬王首杀1000%爆率了，这可能是给 BOSS 的一点尊重吧。不一会，陈星走到野狗区边缘，即将进入小白兔区域。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有空查看方才的各类消息。叮，你已击杀雷电犬王，获得200经验。叮，你已升至3级。叮，你获得250份万合之尘。叮，你获得犬王手套。叮，你获得犬王项链。叮，你获得犬王法杖。不愧是首杀的10倍爆率，居然有250尘加3件装备。犬王手套，品阶白银，物理防御加15，魔法防御加15。犬王项链，品阶白银，生命值加100，魔法值加100。犬王法杖，品阶白银，魔法攻击加25，雷系增强，雷系伤害额外加10。除了犬王法杖，另外2件陈星都可以直接装备。将犬王手套、犬王项链换上之后，陈星突然收到一个系统提醒：叮，你激活犬王套装3/3的效果，居然还有套装效果，这可真是意外之喜。第31章，装备套装属性暴涨。犬王套装3/3，物理伤害加15，全身物理防御加15。这套装效果就2个字：简单实用。尤其是后面那个防御数字，居然是全身防御效果，这个可比单件装备的防御更加强悍。不过陈星对犬王套装效果的描述有些好奇，为什么会标注物理？难道还有法术防御效果不成？陈星看了看手里的犬王牙刃，然后换成犬王法杖。果然，
犬王套装效果也变了。犬王套装3/3魔法，魔法伤害加15，全身魔法防御加15。看完装备之后，陈星开始打开属性面板。首先查看的是基础属性，姓名陈星，等级3885000，体质30，力量40，精神30，敏捷30。3级是1级基础属性的3倍。至于力量是40点，是因为陈星有荒蛮草原勇者的称号，加了10点力量。升级经验从1000变成5000，翻了5倍之多。不过对比1级到2级的10倍经验，1级100，2级1000，似乎也没那么夸张。而后陈星查看自己装备：头兔耳帽黑铁，物防加2；脖子犬王项链白银血魔加100；衣服头犬皮衣青铜，物防加12；手套犬王手套白银，物防魔防加15；武器犬王牙刃白银，物攻加25；裤子兔王皮裤白银，物防加20；鞋子灰兔鞋青铜，移速加3。最后查看战斗属性：生命值400，体质 X10 加其他，魔法值400，精神 X10 加其他，物理攻击60，力量 X0.5 加其他，魔法攻击20，精神 X0.5 加其他，物理防御63，魔法防御15，移动速度23，生命值从200升到400，物理攻击从40升到60，质的提升，就连物理防御也升到了63点。不过陈星对物理防御这个数字觉得很奇怪，既然实际战斗的时候物理防御是按照受伤部位来计算的，为何要做一个总的物理防御统计？就在这个时候，一只野狗刷新冲向了陈星。陈星顺手用手中的犬王牙刃一挡，这一次他头上没有显示出伤害，而是出现2个字格挡。怎么回事？这次为何能把所有伤害格挡掉？难道下一次野狗再次扑了过来，陈星没有格挡，而是让其咬自己的胳膊？-23，野狗的攻击是50，自己上衣防御是12，套装有一个全体防御15，所以造成23点伤害，这个没有问题。野狗再一次攻击，陈星再次格挡，格挡，又一次格挡了全部的伤害。难道格挡和全身的防御有关？而后陈星把自己的裤子手套脱了，进行了几次实验，最终确认了这个想法，格挡伤害和全身的防御数据有关。所以说其他装备的防御效果不是没有用，而是需要在格挡时才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发现令陈星更加兴奋，学习基础刀法果然没有错，像以前打网游那样，光靠蛮劲是没有前途的。而且在相同防御的情况下，3级比2级格挡程度更强，这是因为等级压制，还是因为自己力量上涨了？陈星倾向于后者，力量影响格挡时防御的数据，当然这个还需要去验证才行。以后有加力量装备的话，就可以做实验了。确认完自己的猜想后，陈星将面前的野狗砍杀。丁，你以击杀野狗获得1点经验，击杀低级普通怪，收益降低 90%。看到这个提示，陈星不免吐槽起系统来，靠，野狗明明是15点经验，降低 90%也应该给我 1.5 经验好不？另外 0.5 经验被你吃了。最后陈星又查看自己的信息，确认只有姓名录在外面，于是大摇大摆地往营地里走去。每一个神选者头上都有个人信息显示， B 选项是姓名，可选项有等级、称号，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个人面板的装备显示、属性展示等等。陈星除了保留姓名之外，其他的都隐藏了。不过如果遇到特殊技能的人是有几率看破的，比如之前击杀的胡威山队伍，其中有一个4眼就看穿了陈星的犬王牙刃和兔王皮裤。真遇到这种人也没有办法，总不能赤身裸体进出吧。陈星现在可没有生命护盾，脆弱得很，如果再次遇到胡威山之类的人，没有装备可是很危险的。生命护盾的 CD 是3个小时，还有1个多小时才能使用。现在的他打2级野狗已经没有意义了，只能去对付犬王或者去找3级野怪。想到犬王那高达120点的魔法伤害，陈星不禁打了个冷战。那家伙实在太恐怖了，没有天赋技能的话，自己可不想去面对他。3级怪的强度怎么样呢？陈星暂时还不想去探索，等天赋技能回复再去试试吧。明天要下副本，提前了解一下3级怪的强度还是有必要的。在陈星即将进入营地的时候，突然瞥见不远处有一男一女在说话，而那个女的还在抽泣。原本陈星不想去理会的，但当他看到那女人姓名的时候，突然顿住了。胡薇薇，这人名字怎么和胡威山那么像？陈星心念一动，然后有意无意的往那2人身旁走去。胡薇薇一边哭一边抹眼泪，刀疤哥，
我哥死了，我也不想活了。那个叫刀疤哥的人名为陈小刀，右脸上有一条1指长的刀疤。陈小刀一把抱住胡微微，安慰道：微微，你别这样，我们一定会为山哥报仇。胡微微对此事显然没有任何信心，她哭着说：连杀我哥哥的凶手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报仇？陈小刀拍了拍胡微微的后背，你放心，刀疤哥一定会找到他的。突然，陈小刀神情一震，他放开怀里的胡微微，盯着他的眼睛，微微，阿良找到杀害山哥的凶手了。一旁的陈星内心一紧，难道自己的行为被暴露了？对方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呢？胡微微听到陈小刀的话，眼中露出阴狠神情，是谁？这就去做了他。徐振东，他拿着山哥的手枪。陈小刀眼里露出凶光。第32章，陈星设置的考验。陈星听到刀疤男提到徐振东，差点绝倒。当初他把手枪给徐振东之时，光顾着装逼，把胡微山的事给忽视了。他当时全灭了胡微山一队人，潜意识认为事情已经解决，没想到那胡微山居然还有个妹妹和马仔。此时胡微微和陈小刀留意到旁边有个人鬼鬼祟祟，于是停下讲话，双双看向对方，露出警惕的神色。陈星则佯装路过，吹着口哨进入了营地里。原以为胡微微和陈小刀会立刻去野外找练级的徐振东，哪知他们在营地外聊了几句后也走了进来。陈星为了方便观察，于是走到一旁的篝火处坐了下来。此时篝火处坐了一圈人，有聊天的，有烤肉的，有烧制药水的，甚至还有进行简单铸造的。陈星混入其中，自然也很正常。那胡微微和陈小刀进入营地后，径直向前行，来到篝火不远处的一个帐篷，便一弯腰钻了进去。陈星留意到那个帐篷是的20号，而他们隔壁的21号帐篷正是胡微山的。陈星暗叹，这几个流氓运气倒不错，居然弄到了2把帐篷密钥。转念一想，他似乎明白其中原因，不对，不是运气好，应该是他们在外面看到别人打到了帐篷密钥，然后杀人夺宝。又过了10几分钟，一个名叫徐良的神选者走到20号帐篷前，估计此人就是方才刀疤男口中的阿良。徐良一身的破烂，没什么好装备，唯独脚下那双鞋子很是抢眼。陈星对这鞋很熟悉，与他穿的是同款加3一速的灰兔鞋。结合胡微山那一队人的行为，陈星基本可以判断，这个徐良就是专门为胡微山他们打探周围队伍信息的眼线。一旦徐良看到别的队伍出了好东西，于是就通知胡微山他们行动。徐良进入20号帐篷后，一直没有动静，也没有外人进入，估计他们这一队人就是3个人。足足过了20分钟，陈小刀、张良、胡微微才从帐篷内离开。在他们走后不久，陈星也站起了身，远远跟在他们后面。然而陈小刀、徐良、胡微微3人离开营地后，并没有去找人，而是在营地前面杀起小白兔来。从输出来看，他们的装备很一般，而且防具也不好。除了陈小刀、徐良有些战斗经验外，其他简直一无是处。这个样的人，绝命完全可以1打3，对徐振东小队完全没有任何威胁。结合之前的推想，陈星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这里打小白兔了。这3个人之前一直做胡微山的眼线，所以没有时间练级。或许他们3个人目前只有1级。看到这，陈星突然觉得很无趣。原以为可以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没想到这3个居然只是小虾米。不过既然自己知道这3人的身份，那就不能再放过他们了。这3人有没有亲手杀人，陈星不知道，但是肯定有不少人因为他们而死。陈星扬起手中的犬王牙刃，准备动手。不过他很快停下脚步，这种事干嘛自己动手？他们不是要对付徐振东吗？那自己把徐振东他们叫过来不就行了？刚好可以看一看徐振东处理这种事情的能力。打开好友页面，点开徐振东的好友消息，你在干嘛？徐振东，老板，我在2级野狗区练级。陈星，组好队伍了。徐振东，是，组了一支4人队伍。陈星，是这样，你手里的那把武器的原主人名叫胡微山。陈星正准备介绍胡微山其人，哪知还没等他详细说明，徐振东却愤怒地回复他：什么？这把武器是胡微山的？这个王八蛋在哪？陈星反倒被徐振东的话激起了兴趣。你认识他？徐振东回道：我之前的队友就是被他害死的。我们当时5人组队，杀死一只小白兔，抱了一个黑铁宝箱，哪知还没来得及开启，一个叫陈颖的人就引了2只小白兔过来。那陈颖靠近我们后就隐身走了，搞得我们必须同时面对那2只小白兔。我们自知不敌，于是逃跑。不过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另外4人全都阵亡。而后一个叫胡微山的人带队把那2只小白兔杀了，把我那4个队友的尸体也都搜刮干净。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陈颖居然和胡微山是一队的，而且他们的恶行不止于此。我认识一个人，
他弟弟的队伍就是被胡威山亲手杀死的。老板，为什么你有胡威山的武器？难道他也是你资助的？陈星看到这，有些哭笑不得。这徐振东可真会联想。还没等他解释，徐振东又发来一条消息：如果真是这样，那你的帐篷密钥我就不要了，我死也不会和胡威山之流同流合污。字里行间满是愤懑。陈星再不说话，估计自己在徐振东那里都变成大魔头了，于是连忙回复他：我把胡威山给杀了，不仅是胡威山，就连胡威山的5人小队都被我团灭了。过了许久，徐振东那里迟迟没有动静，足足2分钟后，徐振东才不可置信地回复：真的，老板你真的把胡威山的小队杀了？陈星懒得在这件事上和他解释，于是把话题往下说：胡威山还有一个妹妹以及2个小弟，他们看到你拿着胡威山的武器，以为你是凶手。现在那3人正在小白兔区域练级，你看着办吧。3人叫胡薇薇、陈小刀、徐良，目前所在的坐标是荒蛮草原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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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次只过了1秒钟，徐振东就回复了陈星：收到，老板。陈星关掉消息栏，他抬起头看着前方练级的3人，嘴角露出邪魅的笑容。这是他对徐振东的一次考验，考验对方对事情的处理能力。周围练级的人不少，如果这么光明正大把人杀了，绝对会引起别人的议论。蜀王那一次，徐振东是引领大家努力向前的励志形象，而当众杀人可是会大大引起他人的反感。徐振东会如何应对呢？他考虑到这个因素了吗？过了不久，徐振东从2级练级区回来了，而随同他一起来的并不仅仅是他的3个队友。第33章，胡薇薇转守为攻。表面来看，神选之地并没有律法约束，但事实上，每个神选者的行为都会被其他神选者影响着。比如胡威山选择走流氓路线，他确实不会像在现实世界那样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夜路走多了，终究要碰到鬼。这一次不就死在陈星手里了吗？假设徐振东当着众人的面杀人，那他以后还能建立一支受人尊敬的队伍吗？他还能完成陈星交给他的任务吗？从陈星角度来说，他很期待徐振东接下来的表现，所以在徐振东出现的第一时间，他就将注意力放到对方身上。不过陈星发现徐振东身边不仅有3个队友，还有另外5人。难道这5人是和他一起练级的吗？此时胡薇薇、陈小刀、徐良3人正在对付小白兔。胡薇薇抬起头，也发现了远方走来的9个人。或许是女人的直觉，她对着人群多看了几眼。就在这时，她看到那个令她胆寒的名字徐振东。胡薇薇连忙低声对陈小刀、徐良2人说：刀疤哥、梁哥，徐振东来了。徐良也回头看向身后，一眼就看到了徐振东，真的是那个徐振东。你们看，他腰间还别了一把枪。徐良回头问身边2人：怎么办？咱们要不要逃？徐良道：可是这只兔子血还好多，咱们这时候逃跑，怕是要被它咬死。陈小刀沉声喝道：那徐振东又不认识我们，怕什么？他们只是回营地罢了。别看了，咱们继续刷怪。哦。胡薇薇、徐良把视线放在小白兔上，但是他们2人的心思都情不自禁地放到后面那一行人身上。然而怕处必有鬼，就在3人战战兢兢盼着徐振东快点回营地的时候，徐振东几人偏偏停在了他们身边不走了。3人心里顿时一突，私下在好友频道商议怎么办。徐振东几人就这么静静看着他们，也不说话。在陈小刀砍出1刀之后，他们终于解决了战斗。巧合的是，地上居然还掉了一把帐篷密钥。胡薇薇连忙将地上的钥匙捡起来，同时将队伍成员的名字公布在聊天频道。丁、胡薇薇、陈小刀、徐良击杀暴虐小白兔，获得帐篷密钥1把。此时离护照消失只有1个来小时，这种关键时候居然在1级普通的小白兔身上爆出帐篷密钥，自然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不少人都在聊天频道找胡薇薇3人要帐篷密钥。胡薇薇一边在聊天频道发消息，一边往营地方向走去。然而他们没走几步就被一个和尚挡住了去路。阿弥陀佛，3位施主请留步。3人此时哪里还会听一个和尚念经，直接就想硬闯过去。哪知那和尚身手异常敏捷，3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感觉身体一轻，扑通扑通扑通，3个声响过后，他们跌坐在地上。那和尚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施主有话好好说，何必动粗？老子动你妹的粗！陈小刀大喝一声，举起手中钢刀就砍向那和尚。哪知那和尚不避不让，站在原地看着陈小刀的钢刀砍来。就在陈小刀的钢刀即将砍中和尚的秃脑袋之际，却见那和尚伸出右手，砰的一下稳稳抓住了刀身，任凭陈小刀如何使力都无法砍下去。就在这个时候，胡薇薇突然大喊：来人啊！救命啊！
有人要杀人越货了，快来人啊！伴随胡薇薇的喊叫，周围练级的人都往这边看来，那些不在战斗中的人则直接向这里围了过来。胡薇薇看着周围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叫得更加欢了。我们刚打到一把帐篷密钥，这群人就要来抢，我们不给，他们就要杀了我们，大家快来给我们评评理啊！大家刚才确实在系统消息里看到3人打到帐篷密钥，此时见到这个情景，自然一下就相信了胡薇薇所言。我靠，杀人抢钥匙，这么夸张吗？关键是还当做这么多人去做这种事，是不是太嚣张了？就算是背地里也不能做啊！他们干嘛围在那里不动手？本来想动手的，他们也没想到那小姑娘喊来这么多人。哎，你们看，那不是徐振东吗？徐振东，这名字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就是在打鼠王的时候喷那些放弃的人啊。哦，我想起来了，他不是很有正气吗？怎么做出这种事来了？呸，什么正气不正气，跟帐篷密钥比屁都不是。对啊，我听说他是 F 级天赋，十有八九也没有钥匙。嘿嘿，知人知面不知心，又一个衣冠禽兽。我呸！伴随周围议论的同时，胡薇薇并没有歇着，她打开阵营频道，添油加醋的把自己3人被围之事发了上去，同时附带了自己的坐标。不一会，周围来了越来越多的人。起先周围都是1级的人，他们担心受到牵连，大都远远的看着，不敢近身。而后一些人从2级的野狗区域过来，他们并不怕徐振东等人，于是将徐振东他们都围了起来。陈星原本还想远远观察，但此时他的视线被人挡住，不得不也往中间挤。不过他心里十分好奇，方才徐振东有许多的机会击杀胡薇薇3人，但为何迟迟不动手？而且徐振东身旁的那几人也早就蠢蠢欲动，却全都被他拦了下来。这徐振东到底想干什么？他心里早就有了对策吗？亦或者他对胡薇薇的言行根本无计可施，所以不知所措？陈星看着徐振东，发现他的表情一直很淡然，他既没有因胡薇薇大张声势而紧张，也没有被周围人指责而胆怯。徐振东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似乎觉得周围还不够乱似的。陈星看向四周，发现周围的人情绪越来越激动，有为了钥匙而谩骂的，有为了美女而斥责的，他们的对象都是徐振东。胡薇薇的表情也由之前的慌乱变成现在的得意，她很清楚自己此时已经转守为攻，成功的让这么多人成为自己的挡箭牌。她不相信对方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自己。而就在这个时候，徐振东开口了。第34章，牙尖嘴利的胡薇薇。面对越来越多人的责骂，徐振东终于没再沉默。他摸出腰间的配枪，问胡薇薇：“胡薇薇，这把枪你可还认识？”胡薇薇大声说：“我当然认识，这是我哥哥的枪。你之前杀了我哥哥，把他的装备抢走了，现在你又想来杀我，抢我的装备和密钥。”而后胡薇薇看向围观人群，大家看啊，他手里的就是他杀人的证据。这个徐振东表面假仁假义，实则杀人抢宝，大家一定要小心这种人啊！周围的人见徐振东这个举动，顿时怒了。我靠，这徐振东居然还有这样的面目，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之前还被他骗了，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杀了人家哥哥，还拿着哥哥的遗物给妹妹看，简直是禽兽！畜生！陈星默默地站在人群之中，期待徐振东如何扭转局势。砰！徐振东对着天空开了一枪，大家顿时止住了声音。徐振东没有回应大家，而是盯着胡薇薇。胡薇薇，你说的没错，这把枪确实是你哥哥的。那你告诉我，你哥哥叫什么名字？他叫……胡薇薇突然顿住了，他警惕地看着四周，心想这里不会有从哥哥手里逃脱的幸存者吧？他哪里知道，眼前这个徐振东就是幸存者之一。怎么，你不敢说了？徐振东盯着胡薇薇的眼睛，露出狠厉之色。既然你不说，那我就来替你说。徐振东看向四周，这个胡薇薇的哥哥叫胡薇山。众人听到这个名字，窃窃私语起来。胡薇山？没怎么听说过。胡薇山很出名吗？难道是现实世界里的名人？不知道啊，绝大部分人都没和胡薇山接触过，自然不清楚。这时，徐振东身旁的一个女子站了出来。胡薇山是一个流氓团伙的头子，专门猎杀野外掉落装备、掉落密钥的人。说话之人名为秦晴，是一个盗贼。他是方才跟着徐振东来的另外5个人中的一个。我的弟弟秦海就是胡薇山被害死的，我弟弟的帐篷密钥也是被这人抢走的。众人听到这，立刻改变了先前的态度。卧槽，原来还有这样的反转！胡薇山是流氓头子啊，那徐振东岂不是为民除害？我觉得还不能这么早下结论。胡薇薇观察周围，发现知道哥哥的人并不多，底气一下就上来了。他指着秦晴呵斥道：“你瞎说！我哥哥是胡薇山没有错，
但并不是流氓，他就是一个勤勤恳恳练级的普通人。你是徐振东的同党，故意被他派来污蔑我？你以为人多就可以胡说了吗？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会那么容易被你骗的。听到胡薇薇的话，不少人表示赞同。大团队就喜欢以示欺人。对，这种套路我见得太多了。先对别人做缺德事，然后污名化对方，自己就能站在道德制高点。呵呵，人多，他人有我们多吗？说不定那个秦秦的弟弟是被他自己害死的呢。啧。秦秦看着那些胡扯的人，满脸怒意。他可没有徐振东那么强大的内心，自己的弟弟死了，还要被人借此来诬赖自己，他怎么可能忍受的了？然后秦秦把弟弟的聊天记录截图发出来，你们够了，这是我弟弟死之前发给我的，看谁说谎。而后一段对话截图出现在大家面前。秦海姐姐，我们队抱了一把钥匙，我们有帐篷了。秦秦，太好了，有没有我的床位啊？秦海，自然是有了，我就算没床位都要让给我亲爱的姐姐了。秦海啊，有人偷袭我们。秦秦，怎么了？你们在哪？我去支援你。秦海，对面有一把好厉害的手枪。秦海，那人叫胡威山。秦海，他身边还有陈颖、梁大头。秦秦把这段对话发出来的时候，周围质疑秦秦的人顿时闭嘴了，而胡薇薇却还在试图狡辩。你以为做一张图出来就能骗得了大家了？这种图不是想做多少就做多少。这一次没等秦秦说话，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也响了起来，我也可以证明胡威山是强盗。那人更加直接，发来了一个系统消息截图，丁，你的队友何涛涛被胡威山击杀。我也可以证明。还有我。一连5个人站出来给出有力证明。周围的舆论也终于转向了。说起来，我好像也见过胡威山这个人，他们队伍跟踪过我们。我靠，你这么一说，我似乎也见到一个叫陈颖的刺客，那个什么大头我也好像见过。尼玛，原来我在鬼门关已经滚过一次了。曹胡薇薇见大家口风急转直下，心知再狡辩已然没有用，但是他还没有投降，还没有认命。胡薇薇突然脸色一拉，嘴巴一咧，当着众人的面嚎啕大哭起来。啊，原来我亲爱的哥哥竟然是这种人，我一直都不知道。如果他真的做了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那他确实罪该万死。说着，胡薇薇扑通一下跪在秦秦等人面前，对不起姐姐，对不起各位哥哥，对不起大家，我哥哥的所作所为简直是人神共愤，我在这里替我哥哥给大家道歉了。而后胡薇薇看着徐振东，徐振东哥哥，你已经把我哥哥杀了，那你肯定捡到了我哥哥从那些人手里抢来的东西，你就把那些东西都还给大家吧。胡薇薇话音刚落，众人唰的一下把目光集中在徐振东面前，一旁的陈星却是一惊。说实话，他真的小看这个胡薇薇小蹄子了，这家伙嘴巴属实厉害，只说了几句话就把哥哥杀人、哥哥承担的意思表达出来，并且还将他这个不知情的可怜妹妹衬托起来。最后一句话居然将众人的矛头对准了徐振东。徐振东应该如何接招？第35章，胡薇薇被轮。对于大家来说，去追究一个已死之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如果能追回胡薇山的掉落的道具，却是实打实的利益和好处。在胡薇薇说完方才的话后，不仅其他人看向徐振东，就连方才跟着徐振东过来的那几个人都把目光放到他身上。不过徐振东的表情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其实他有一个很简单的处理办法，直接把杀死胡薇山的真凶说出，他就能从泥潭中脱离出来了。但是这个办法相当愚笨，因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转移问题，把问题转到自己老板陈星身上去了。不会处理问题，只会甩锅的人可成为不了一个优秀的领导。徐振东看着被自己拉来当证人的5人，又环视了看着自己的众人，缓缓地说，我杀死胡薇山的时候，他身上并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身上那一身装备。其中原因很简单，胡薇山身上没有储物格子，不会背着那么多东西出门。周围的这些人一大半都没有背包、储物格，自然理解徐振东的话确实很在理。普通人都不带杂物在身，那土匪胡薇山自然不会把没用的东西带着。不过还是有人不相信，那帐篷密钥呢？那东西又不占位置，放进口袋就好了。这时候的装备又不值什么钱，密钥才是最宝贵的。徐振东沉声道，你说到关键，密钥去哪了？而后他用诚恳的眼神看着众人，我并没有见到胡薇山的帐篷密钥。按照我的推测，他们的钥匙并不会放在身上，而是第一时间开启帐篷，不然太不安全了。我知道，光凭我这么说，大家肯定不相信。这样，你们谁去营地里看一看，看有没有胡薇山、胡薇薇的帐篷？大家听到徐振东的话，纷纷点头。对，
去营地里看一看，看有没有他们的帐篷。而就在这个时候，胡薇薇也插话了：“我和大家一起去营地，看看帐篷密钥到底在谁身上。”有人附和胡薇薇的话：“对，带上关键人更好判断。”但徐振东当即拆穿了胡薇薇的小把戏：“不行，谁都可以去，就胡薇薇队伍的人不能过去。营地是安全区，他进去的话，我们就拿他没办法了。”又有不少人认可徐振东的话：“也对，我去营地里看看，你们等我消息。”我也去。过了没多久，营地的人在系统发来消息：“没错，营地的20号是胡薇山的，21号帐篷是胡薇薇的。”看来他们的密钥真的已经开了帐篷。20号帐篷的5个人名字全红，原来的钥匙已经废弃，需要新钥匙才能开。21号帐篷目前占了3个床位，还有2个空床。胡薇薇眼见自己的阴招再次被徐振东破解，于是又变换了姿态。突然，她跪在地上，对着晴晴咚咚咚地磕起头来：“姐姐，我真不知道那是我哥哥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赃物，我把帐篷还给你，算是替我哥哥偿还你弟弟的。”晴晴看着胡薇薇真诚的态度，叹了一口气。而后，胡薇薇与晴晴发动转让，将帐篷的归属让给晴晴。晴晴看着系统的转让消息，想起了自己的弟弟，顿感神伤。她叹了口气，退到了一边。胡薇薇见晴晴都不追究自己了，心里顿时一喜。然后她站起身，向大家不停地鞠躬：“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以后会为我哥哥赎罪的。”一边说，一边往外面走。外围的人也都情不自禁地让开了通道。胡薇薇偷偷看了一眼徐振东，心里发出一声冷笑：“下一次，老娘一定要亲手宰了你！”就在胡薇薇以为自己已经脱离这次危机之时，徐振东又一次堵在了她的面前。“且慢！”胡薇薇怒道，“你还想干什么？我哥哥都已经死了，你难道想要我赔命不成？”旁边的一些人圣母心又涌了上来：“徐振东，人家只是一个小姑娘而已，你不用逼得太狠吧？”“对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能这么赶尽杀绝啊！所谓杀人不过头点地，胡薇山已经死了，你为何要为难他的妹妹呢？”“徐振东，别太过分了。”徐振东冷冷地看着周围的人：“你们是不是真的以为他和胡薇山杀人没有关系？现在这么多人都升到了2级，但这3人却还是1级，你们没想过其中原因吗？他们之所以等级低，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做胡薇山的探子，他们没有练级，而是到处逛，一旦发现有合适的目标，就通知胡薇山过来杀人越货。你们好好想想，之前是不是在练级区看过他们？大家再看看他们3个的装备，是1级人能佩戴的装备吗？那都是胡薇山杀完人之后给他们的呀。这个胡薇薇做的恶，不比他哥哥胡薇山做的少啊！”徐振东说完，周围顿时安静下来，即便是那些圣母心爆棚的人也无话可说。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杀了他！”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也跟着喊：“杀了胡薇薇！杀了他们3个！这些为虎作伥、作恶多端的人，不配在这个神选之地里。”一众人都声讨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不过到此还没有人动手。哈哈！胡薇薇突然放荡地笑了起来，她举起刚刚打到的帐篷密钥，对大家说：“你们谁杀了徐振东，我就把这把钥匙给谁。”唰！大家又一次把注意力放到徐振东身上，尤其是那些没有钥匙的人，眼中更加炙热。徐振东一脸淡定，这种小招数可对付不了他。他抬起头，高声说：“钥匙就在胡薇薇手里，谁杀了他，谁就能得到那把钥匙。”众人恍然大悟，再次把目光放到胡薇薇身上。轰！不知是谁向胡薇薇甩了一记雷击，而后火球、水球、弓箭、飞刀接二连三的攻击往胡薇薇3人身上丢去。眨眼间，3人就死得透透的。最后，大家一拥而上，去抢胡薇薇掉落的帐篷密钥。第36章，老板是不是那个3级大佬？看着面前激烈的场面，徐振东等人没有参与，在这种哄闹的情况下抢钥匙，可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果不其然，人群中很快爆发了争执。众人，钥匙呢？怎么一眨眼钥匙就不见了？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句：“我看到了，是张奔拿到的。”于是有人接话了：“张奔，你把钥匙放下，这把钥匙是我看到的。”张奔怒道：“什么叫你看到的？这把钥匙本来就是谁抢到归谁。”众人，既然你这么说，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众人再次动手，张奔也惨死当场，手中的钥匙、身上的装备全都掉落在地。大家才不管那张奔的死活，再次轰然而上，又来了一轮新的抢钥匙风波。上一秒，这些人还扮演着法官角色，审判胡薇薇、徐振东，一个个对杀人犯深恶痛绝；下一秒，却直接化身屠夫，残害抢钥匙的人。争夺一直持续了3分钟，众人才逐渐停下手来。他们停止行动，并不是因为良心大发，而是因为不知道那帐篷密钥被谁拿走了。
没有了共同对付目标，大家自然无法齐聚一心。他们看着地上7具倒霉者的尸体，没有人说什么，也没有人觉得自己的行为和这些人的死有什么关系。不过那些没有参与的人都对这些抢夺钥匙的人发出鄙夷，纷纷在营地频道斥责起来：一群流氓，一把钥匙就暴露了你们的流氓本性！呸！就是前面装着道貌岸然，斥责别人抢钥匙，结果钥匙到自己面前却也都变成杀人犯，恶心！大多数参与者都知道自己行为不对，没有吭声。不过那些脾气暴躁的可不管那么多，直接和上面的人对喷起来。你们别在这里假惺惺的，你要是没有钥匙，说不定也参与进来了。就是没有钥匙就是死，我们干嘛不搏一下？都是生存，谁比谁高大？众人见这些人行恶居然还如此嚣张，顿时更加愤慨。想要钥匙就走正规途径，我的钥匙是自己刷怪刷出来的。对，我的钥匙也是开宝箱开出来的。搞这种邪魔歪道算什么本事？但抢钥匙的人依然不服气，你们只是运气好，爆了钥匙而已。对，我也是费尽千辛万苦打怪，但就是不出钥匙，我能怎么办？别在这里假惺惺的，恶心！声讨他们的人也都怒了。你们是说抢钥匙杀人理所应当是吧？好，你们这些人的名字我记下了，下次见到直接灭杀。对，跟强盗不要讲道理，用强盗的逻辑就行。直到这个时候，那些抢钥匙的人才不敢再发话。他们虽然嘴硬，但并非脑残，真的引起众怒，被群起而攻之，那可是真的会死的。陈星看着聊天频道激烈的争吵，没有参与其中，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善恶来评判的了。他见过道貌岸然的人在赌桌上把房子、车子卖掉，也见过烂赌鬼为救一个小孩被车撞死。这种行为被统称为人性。如果和自己利益无关，人性可以发挥出灿烂的光芒；如果与自己生死利益相干，那每一个人都可能变成恶魔。厌恶人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只有真正认识人性，利用人性，掌握人性，才能在这个世界生存，现实世界也是如此。所谓愤世嫉俗，看淡世间，只是在知道人性的冰山一角之后，选择了一种消极的对待方式罢了。如果说陈星手里没有帐篷密钥，那以他的赌徒性格，极有可能成为面前人群之中争夺钥匙的一员。如果那些吃瓜群众没有钥匙，也谈不上谁比谁高尚。总的来说，问题的关键只有一个：资源。而要获得资源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身变得强大。结束了这场闹剧之后，徐振东带着队员来到陈星身边。此时他的队伍里一共有4个人，其中3个人陈星已经认识，徐振东、觉明、冷霜。还有一个成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是一个14、15岁的小姑娘，一条长长的马尾辫绑在脑后。没等徐振东介绍，那小姑娘就来到陈星面前，大方地伸出手：你就是老板吧？我叫刘豆豆， C 级天赋，在队伍里担任治疗角色。陈星和刘豆豆握了握手。刘豆豆你好。刘豆豆看了看陈星身旁，然后问道：老板，你怎么是一个人？你的队伍呢？陈星说：我是单练的，没有队伍。没有队伍？刘豆豆上下打量着陈星，眼里逐渐露出好奇。老板，你这些装备都是什么品质啊？看起来好高端的样子。这个刘豆豆的问题虽然很普通，但陈星暂时还没想要不要把自己的事和他们说。毕竟徐振东这支队伍才刚拼凑不久，也不知道值不值得信赖。豆豆别多嘴。徐振东把刘豆豆拉到一旁。刘豆豆对着徐振东身后吐了吐舌头，没再多说。陈星看着面前的这支属于自己的队伍。装备方面，4人身上的黑铁装、青铜装参半。最好的装备就是陈星给的那把白银54式手枪。这些装备在整个营地之中属于中等偏上。天赋方面，觉明 B 级，冷霜 C 级，刘豆豆 C 级，徐振东 F 级。一个队伍有一个 B， 2个 C， 属于很不错的配置。可惜的是，队长徐振东天赋太拉胯了。好在他手上有54式手枪，临时充当一个远程输出，比一个弓箭手要强。总体来看，他们这支队伍在整个营地之中还算是非常不错的。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搭建出这么一支队伍，比陈星预料的要强。不知道到了明天，他们能不能承担起刷副本的重任。这时徐振东问陈星：老板，接下来怎么办？你要和我们一起组队吗？陈星摇摇头：你们自己练级吧，我独处一会。好，那我们练级去了。徐振东虽然对陈星的行为充满好奇，但并没有多说。陈星回过头，准备去营地的帐篷内等天赋 CD。 刘豆豆看着陈星的背影，低声问徐振东：东老大，老板会不会就是那个3级的呀？第37章护照消失前。面对刘豆豆的猜疑，徐振东当即打断：豆豆，老板的事别乱打听。
刘豆豆吐了吐舌头，东老大，难道你不好奇吗？徐振东沉声道，好奇归好奇，但不能乱说话。刘豆豆向徐振东行了一礼，遵令，老大。而后刘豆豆来到觉明身边，秃头哥哥，你怎么看？觉明口念佛号，阿弥陀佛，贫僧不是秃头，这是剃度而成。刘豆豆踮起脚，摸了下觉明的后脑勺，还不是都一样，光秃秃的。觉明一本正经地说，秃头是长不出头发，但剃度之人头发原本是能长，只不过是主动刮掉而已，两者可是大大的不同。刘豆豆嘻嘻一笑，总之都是秃头。一直没有吭声的冷霜也淡淡的说道，我看也差不多。觉明双手合十，两位女菩萨既然都这么说，那贫僧就不妨当一回秃子。刘豆豆不依不饶，什么叫当一回秃子？本来就是秃子吗？觉明道，豆豆施主说的对。陈星走入营地，正在他准备进入帐篷之时，就看见前方有一堆人在吵闹。那些人所处的位置正好是第20号帐篷，也就是胡薇薇占领的那个。方才胡薇薇为了自保，把帐篷归属转给了秦晴。现在胡薇薇3人已死，所以这个帐篷一共有4个空位。原以为这些床位或卖或送都由秦晴说的算，但是实际上哪里有那么简单？有一些人说自己的队员、自己的亲友也被胡薇山杀害，自己理应获得一张床铺，而床位只有4张，这些出来争夺的却有10多个，怎么也不可能掰扯清楚。于是这些人就在这20号帐篷处与秦晴争执起来。你说你妹妹被胡薇山杀了，有什么证据？胡薇薇身上那件衣服就是我妹妹的，这算个屁证据？胡薇薇已经死了，找谁去对证去？你还说你队友死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凭什么你来领帐篷？怎么没关系？那个帐篷本来就我的一个位置。瞎扯，你们调的那一把和这一把有什么关系？怎么没有关系？你们这些人都是想找借口骗帐篷的，这里只有我是真的和这把钥匙有关。放你娘的屁！陈星听了一会，觉得头疼。这一摊烂账，谁碰谁倒霉。如果他是秦晴，早就躲进帐篷内了，他们的死活自己才懒得管。但这秦晴偏偏坚持站在外面和那些人掰扯，试图理清谁是真正受害者，谁是浑水摸鱼的。说好听一点，秦晴的行为叫善良；说难听一点，他就是个看不懂局势的傻瓜。要是不施展雷霆手段，不论是谁都解决不了当下的问题。陈星不再理会他们，低头进入了自己的99号帐篷。帐篷内有3种模式可以调节。第一种是互通模式，这个互通是指声音，帐篷内外可以互相说话沟通。第二种是单通模式，这种模式是指帐篷内的人可以听到外面，外面听不到里面。第三种是隔绝模式，帐篷内外彼此都听不到声音。原本陈星的帐篷不一般是用单通模式，这样在里面挂机的同时还能了解外面沟通的信息。但此时20号帐篷处的吵闹声实在太大，陈星听得头疼，于是把帐篷调节成隔绝模式。进入隔绝模式之后，帐篷内部顿时安静下来。陈星躺在床上，想着今天发生的这一切。虽然进入神选之地半天的时间，但是经历的事情比他过去18年遇到的都多。他也从最初的迷茫变得更加自信。对于自己的这个神秘天赋，他越来越看不懂了。一个异禀是单体输出，2个异禀是区域输出，那3个异禀是什么呢？一个1万是5000生命护盾，那2个1万是什么呢？2张发财会怎么样？其他的麻将又是什么效果？陈星越来越期待。在这些畅想之中，他就这样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陈星猛然睁开眼睛。糟糕，我睡了多久？外面的护照不会没了吧？老子还有2把帐篷密钥没有出手呢。他连忙查看时间，顿时舒了一口气。现在是下午5点，离营地护照消失还有半小时。陈星看了下营地的重要统计数据，99号新手村1号营地，剩余人数587，帐篷密钥91，等级统计3级2人，2级585人。看到这些数据，陈星轻叹一声。虽然剩余人数有587，但帐篷密钥只有91把，只能有455人进入帐篷。也就是说，至少有132个人今晚无床可睡。不知道待会营地护照消失后，他们如何面对。等级方面，居然还有一个人升到3级，这令陈星有些意外。略作思考，他便知道另一个人十有八九就是宇轩了。理论来说，宇轩也是可以单刷野狗的。看完数据后，陈星站起身离开了帐篷。走出帐篷回到营地，陈星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菜市场一般，周围喧闹一片。那些有帐篷的都在闲聊或者进行买卖。白银级加20法伤，换铜等级治疗，只换不卖。加12物理攻击的青铜武器，200陈卖了呀。求购加3亿速的灰兔鞋，价格好说。
1级的雷电术、幻瞳等级牧师技能书，而那些没帐篷的则十分焦急。理论来说，帐篷密钥有91把，那应该455人找到了床位，但实际上只有401人有床位。有不少人的手里有多余的帐篷密钥和床位没有拿出来卖，剩下186个没床位的都在哭爹喊娘。全队跪求1把钥匙，900陈，我只要1个床位就好了，我身上有200陈。大哥大姐，我被人坑了，队友打出了密钥，把我给提出来了，谁行行好，收留一下我吧。妈妈，我要死了！捏着2把钥匙以及4张空床的陈星开始挑选起幸运者来。第38章兄妹情深。钥匙、床位不同于装备、技能书等物品交易，物品交易可以讨价还价，买家如果觉得贵，可以留着陈不买，但钥匙和床位关系到性命，是必须要有的。所以不论个人买家还是队伍买家，都是口袋有多少陈就拿多少陈出来。尽管有100多人在求购钥匙、床位，却没有几个人理会他们，因为这个时候是绝对的卖方市场，卖家只要想出手，就一定会有买家，那他们干嘛着急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卖家在挑逗大家：雷震子，还有这么多人没有钥匙啊？我打了2把了，剩下1把不知道怎么处理呢。刘护花雷震子，大哥，求购1个床位，232陈，我身上就这么多了。雷震子，我倒是谁呢？原来是护花小王子啊！你不去找你的佳佳妹妹，来找我干嘛？刘护花，大哥，我错了，床位让1个给我吧。雷震子，500陈，500陈1张床，拿得出来就给你。刘护花，我全身家当就272陈了，明天我打出来再还给你行吗？雷震子，明天你死了，我找谁去？没有500陈就别找我。刘护花，你把我卖了也弄不到500陈啊。雷震子，你身上的装备值钱吗？卖了呀。刘护花，我装备卖了，明天怎么办？雷震子，我管你。雷震子这么一闹，顿时把那些求购钥匙、床位的人给干懵逼了。要知道，正常通过打怪掉落粉尘的，顶破天也就300陈，普通人无论如何都拿不出500陈来。就在陈星关注钥匙的价格之际，身边有一男一女正在说话。女，哥哥，怎么办？我们的陈买不到床位。男，欢欢你别急，哥哥会帮你找到床位的。女，真的呀？难道哥哥你朋友有床位吗？男，你在这里等一等，我马上过来。而后一个17、18岁男孩离开，留下一个15、16岁的女孩在原地等待。陈星回头一看，这2人他有印象，正是之前在篝火旁见过的2兄妹，哥哥叫王喜，妹妹叫王欢。看着不远处焦急等待哥哥归来的王欢，陈星想起了自己的妹妹，也不知妹妹现在在哪里，她是不是也进入了神选之地？王欢目送哥哥离去不久，发现有一个人正盯着自己，心里有些害怕，想要转过身去，但当他看清对方的位置之时，眼睛突然一亮。王欢怯懦地来到陈星面前，轻声说：“这位哥哥，是不是这个帐篷的主人啊？”陈星回过神，看着面前的王欢：“啊，你说什么？”王欢指着99号帐篷问：“这个帐篷是不是你的啊？”陈星点头：“没错。”王欢喜道：“我看你这帐篷还有4个空位子，你能不能让2个位子，不让1个位子给我呀？”陈星指了指王喜离去的方向，然后问：“为什么只要1个？难道你不打算给你哥哥找床位吗？”王欢连忙摇头：“床位是给我哥哥的，不是给我的。我和我哥哥的尘不多，买不起2个位置。我想用我们2个人的粉尘一起买1个床位给他用，这样他就能在神选之地生存下来了。”陈星听到这，心里略微一酸。王欢接着说：“我哥哥很厉害的，他既是运动健将，又是游戏高手，而我只会死读书，在这里只会拖哥哥的后腿。如果没有我，我相信他早就打到钥匙了。”说到最后，王欢声音越来越小。陈星又一次想到了妹妹，如果自己和妹妹也遇到这种情况，或许妹妹也会义无反顾地做出同样的选择吧。王欢一脸祈求地看着陈星：“陈星哥哥，我这里有187陈，我哥哥那里有220陈，一共407陈，你就407陈把床位卖给我哥哥好吗？”陈星没有说话。王欢接着说：“我把我的187陈给你，然后你就收我哥哥220陈，最好不要让他知道我给陈的事，行吗？”还没等陈星开口，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你离我妹妹远点！”王喜咚咚咚地跑了过来，一把将王欢拽开。王欢看着哥哥，一脸惊讶：“哥哥，你身上的装备呢？”此时王喜双手空空，上衣也没了。“没事，我拿去修了。”王喜说着与王欢发起交易：“这是330陈，你拿着去找那个叫雷震子的买床位。”王欢愣愣地接过粉尘，他自然明白这是哥哥卖装备换来的粉尘。突然他哇的一下哭了起来：“不要，哥，粉尘你拿着，
我不要床位。王喜沉声道：“你拿着床位活下去。”王欢拼命摇头，情绪十分激动：“不要，我不要一个人活下去。”王喜抓着妹妹的双肩，盯着她的眼睛：“从小到大，你就是爸爸妈妈的骄傲，你听话、懂事、会读书，我一直很羡慕你。你一个人寄托了我们一家的希望。答应哥哥，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你要相信自己，以你的聪明才智，一定能重新回到蓝星的。到时候，你一定要替我向爸妈说声对不起。我这个没出息的儿子，没能成为他们的骄傲。”王欢冲上前，一把抱着王喜，抽泣道：“不是那样的，哥，爸妈只是嘴巴里说说，但从来没有对你失望过。他们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夸奖你，说你勇敢，说你有担当，要我多向你学习。他们还说会不会读书不要紧，只要为人正直就行。”听到妹妹的话，王喜眼泪也流了下来。真的吗？爸爸妈妈真的是这么看我的吗？王欢不住的点头，真的。哥哥，你一定要活下去，活着去见爸爸妈妈，当面证实我说的话。王喜也紧紧抱着妹妹，眼泪犹如雨珠一般落下。王欢抬起头看着王喜：“哥，你拿着粉尘去换床位，以你的游戏天赋，一定能活着出去的。”王喜一把推开妹妹：“不行，床位的事你不要再说了，你一定要住。”王欢道：“要是这样的话，床位我也不要了，我和哥哥一起在外面。”就在两兄妹互相推辞之际，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你们两个有完没完？一起住不就得了？”第39章赚钱。你是说可以让给我们两个床位吗？太好了！王欢听到陈星的话，顿时兴奋地跳起来。然而王喜却一把将妹妹拉到身后，警惕地看着陈星：“你是什么意思？想对我妹妹做什么？”陈星淡淡一笑：“那你想我对你妹妹做什么？”王喜，你别想趁机占我妹妹的便宜，我们没有多余的粉尘，只够买一张床。陈星有些无语，这个护妹狂魔是不是有点神经质了？他双眸盯着王喜，厉声呵斥道：“你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妹妹，心里为何藏着那种阴险的想法？”王喜，我……陈星接着说：“难道你早就打算通过牺牲妹妹的身体来换一个床位了？”王喜脸色大变：“我没有。”陈星哼了一声：“那为什么我只是开口说了一句话，你就要往那方面想？”王喜早已变得结结巴巴：“我……”陈星懒得理那个王喜，通过刚才两兄妹给床位的事，他就看出来了，这个王喜就是个有勇无谋家伙。他如果稍微有点脑子，就不会当面把粉尘给妹妹，让她去买床位。而王欢明显就聪明多了，背地里偷偷商议床位的事，不让哥哥有心理负担。这时，王欢从王喜身后走出来，来到陈星面前：“对不起，我哥哥不会说话。你刚才是说可以卖我们2张床位吗？”原本陈星想低价卖2个床位给两兄妹，但方才被王喜那么一闹，他的脾气又上来了。床位是有，不过要500陈一个。后面的王喜道：“果然还是一个奸商，就知道。”王欢转过头：“哥，你能不能不要说话？”而后王欢又看向陈星：“陈星哥哥，你也知道我们的情况，加1块才有500陈，还是我哥哥把装备卖了才凑齐的。”陈星摸了摸下巴，饶有兴致地看着王欢：“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说话间，声音已经透露出几分戏弄。他自然不是真想对王欢怎么样，只是想看看对方会怎么应对。后面王喜的声音又传了过来：“畜生，你还说不是打我妹妹主意？闭嘴！”王欢呵斥完哥哥，再次面对陈星：“你看这样如何？我们以500陈租你的2个床位，明天再以同样的价格租在你这里。”陈星看了看王欢，又看了看后面没有衣服、没有武器的王喜，嘴里露出不屑神情：“就你们这个样子，你确定明天还能再掏出500陈出来？说不定已经死在野狗嘴里了吧？”王欢脸色微微一变，他知道陈星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他咬了咬嘴唇，接着说：“这个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们会想办法的。”陈星哼了一声：“没有钱，没有装备，还有个屁办法？”最后陈星一拍手：“这样吧，我今天就收你们300陈，2张床位先给你们住。如果你们以后能活下来，就补齐1000陈；如果你们死了，那就当我倒霉，做了赔本的买卖。”王欢脸上一喜：“真的吗？那太感谢您了。”而后他回头看向王喜：“哥，快过来感谢陈星哥哥。”王喜也是一脸的诧异：“300陈，2个床铺，现在的行情下，怎么可能遇到这种价格？”至于何时补齐1000陈，陈星都没给时间限制，明显是不想给自己兄妹压力。王喜磨磨唧唧的来到陈星面前，含含糊糊的说。王欢一拍王喜肩膀：“哥，大声点！”王喜这才放大了一些声音：“谢谢你。”说完，他又补了一句：“你不要打我妹妹注意，我会盯着你的。”啪！王喜的胳膊又被王欢拍了一下。陈星对这个王喜很无语，
这货虽然缺心眼，但对妹妹是真的好。而后陈星带着两人走进99号帐篷，开了2个床位给他们。看着多出来的300陈，陈星暗暗叹了口气。他原本只想做个奸商，没想到还是心软了。之后他没再做这种傻事，将手里的2把秘药以及2个床位全都卖了，共获得5500陈，平均一个床位450多陈。按理来说，个人是拿不出这么多陈来的，掏出这么多陈来买床位的，应该都是集合了2个人甚至3个人的粉陈。对此，陈星虽然很同情，但是并没有心软。造成目前这个原因的可不是自己，他就算降价出售，免费赠与，也只能提供12个床位，而整个营地一定会有143人无处可睡。要怪就怪这神选之地的规则吧。出售完钥匙后，陈星又把腰包里、箱子里的装备掏出来卖了。这些装备有些是鼠王任务开宝箱开出来的，有些是刷野狗掉出来的，还有一些是 BOSS 掉出来的。卖这些装备，陈星能要多高的价就要多高的价，心里没有任何一点负担。毕竟这个时候能掏钱买装备的人都是有帐篷密钥的，他们口袋的钱本就是来做这事的。其他装备都顺利出售，黑铁装个位数价格出售，青铜装几十上百的价格出售。而陈星手里最贵重的装备自然是白银级别的犬王法杖和鼠王法杖了。这2件装备太惹眼，他可不想自己去卖，不然再蠢的人都知道秒杀鼠王、犬王手杀的都是自己了。那怎么办呢？难道这2件物品就这样积压着吗？等明天大家等级都起来，自己打到好装备，那可就不值钱了。这时陈星想到了徐振东，对啊，自己不能出面，叫小弟出面嘛。点开好友页面给徐振东发消息，他也不拐弯抹角，直入主题，有件事情拜托你。徐振东，老板请吩咐。陈星，我有2件装备，你替我卖一下。徐振东愣了一下，卖装备这种事情哪里需要代替，直接喊2嗓子就行了呀。难道是装备太差，老板不好意思出面？徐振东回道，好，老板在哪？我去取。陈星，篝火处吧。陈星原本是想约到99号帐篷的，但想一想还是找一个人多的地方碰头，不会被人注意到。随后陈星来到篝火处，不一会徐振东也过来了。陈星没有多说，直接发起交易，把2件物品放了进去。但当徐振东看到鼠王法杖以及犬王法杖的时候，顿时一愣。他刚开口说了一句话就闭嘴了。这一刻他什么都明白了。徐振东表面显得十分平静，但是他内心早已炸开了锅。真的是他，老板真的是他。豆豆猜对了，老板就是那个击杀鼠王的人，第一个3级的人，第一个杀雷电犬王的人。老板就是那个使用超强 AOE 技能的人，难怪他一直单练，不和我们组队。就在此时，陈星给他发来了消息。陈星，我的身份暂时不要暴露。徐振东、豆豆他们也不能说吗？陈星，下副本之前不要提。徐振东，好的，老板。不一会，一个惊天的消息出现在聊天频道，出售犬王法杖，有诚意的带价格来。犬王法杖的属性也被贴了出来。犬王法杖，品阶白银，魔法攻击加25，雷系增强，雷系伤害额外加10。当其他人看到犬王法杖属性的时候，全都惊呆了。操，25魔攻加10雷系伤害，好强啊！简直是逆天！我看过一把白银武器，就是加20点攻击，还不带效果。这件装备应该要1000陈吧？1000陈，我看合成都不止这个价格了。这装备个人肯定买不起，只能团队买了。全团队筹钱买1件装备，疯了吧？对于普通团队来说肯定买不起，但是对于那些靠钥匙发财的奸商来讲还是没问题的。雷震子，你的专属装备啊，你能看着他被别人买走？雷震子，嘿嘿，这件装备必然是我雷震子的，你们都别想要了。陈俊杰，滚！你这个吃人血馒头的家伙，别和我抢！雷震子，老子吃人血馒头，搞得你好像没有卖钥匙似的。我以一己之力抬高了钥匙的卖价，你还得感谢我呢。陈俊杰，感谢你妹！你不要抢老子装备，我就感谢你8倍祖宗。雷震子，去你妹的，比比看，看谁有钱。看着聊天频道的争抢声，陈星窃喜。第40章，营地护照消失。雷震子只是个地级的雷系天赋，增加15%雷系伤害，而他所在的队伍也很一般，2个 C 级，3个 D 级的而已。但这人运气特别好，杀小白兔出了一个密钥，开宝箱又出了一个密钥。第1把密钥归小队使用，第2把密钥他就据为己有了。方才大家在卖密钥的时候，一个床位的价格原本是300陈左右，这是普通神选者拥有粉陈的极限。
哪知这雷震子不按套路出牌，直接把价格拉到了500。他的逻辑很简单，一个人没有这么多，那就2个人凑，反正总是有人要死的。其他有床位的神选者也都纷纷效仿，将价位抬高到500左右。所以说，雷震子说自己以一己之力抬高密钥价格，这句话并不是他自吹。不过他运气再好，队伍实力摆在那里，练级时全程都是和普通怪打交道。兔子精英、兔子头领、头犬精英碰都没碰过，所以他的粉尘来源基本就是这个钥匙。但是陈俊杰不一样，陈俊杰队伍成员天赋是1B 加 4C， 具体是3法师加1召唤加1牧师，其中3个法师包含雷加火加冰3系，要输出有输出，要减速有减速。如此强劲的队伍配置，连头犬精英都杀了好几只，掉落的青铜装也卖了好多件，他们队伍的粉尘自然比雷震子要多多了。最后犬王法杖被陈俊杰以2800陈买下，而后徐振东又发布了鼠王法杖。鼠王法杖品阶白银，魔法攻击加20，贪婪击杀目标额外获得1陈。虽然同是白银级别的，但是鼠王法杖与犬王法杖的功能完全不一样。犬王法杖是极致的输出，但鼠王法杖却是打钱神器。鼠王法杖的贪婪技能极其实用，一支队伍一天起码可以杀300-400只怪，那就比别的队伍多了300-400陈，相当于打1天就能回收300-400的成本。最后鼠王法杖被追风队以2200陈拿下，2件白银装备卖了5000陈。当徐振东把这5000陈交易给陈星的时候，陈星身上的粉尘数量已经破万，总数为12371陈，是本营地绝对的首富。陈星收到徐振东给的5000粉尘后，又对他发起交易，放了500陈在其中。这500陈你拿着，当做这次交易的手续费。徐振东连忙回绝，老板，我给你做事怎么能收钱？不行。陈星依然坚持，以后我肯定有很多装备要拿出来卖，我不一定有时间去处理，所以要你帮我代劳。我们先定下规矩，我交给你卖的东西，你就拿10%的手续费。徐振东听到陈星的话，最后点头同意了。好，那以后的交易就按你说的办，这一次就当首单免费了。陈星也不再坚持，好，那我回去了。徐振东告退。而此时的聊天频道也如陈星原先预料那样，开始讨论起装备背后的主人来。鼠王法杖，这玩意是不是鼠王掉落的？我记得击杀鼠王会奖励白银装备，会不会就是这一件？还有那个犬王法杖会不会就是雷电犬王掉落的？绝对是，难不成会是开宝箱开出来的吗？我操，岂不是说这个徐振东就是击杀鼠王的人？放屁，徐振东的天赋技能是 F 级，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你们傻啊，肯定是大佬拜托徐振东售卖的呀。我靠，这2件东西交给别人卖，他不怕那徐振东携款潜逃啊？你以为像你呢？那么没节操。徐振东是我们营地口碑最好的人了，所以大佬才会放心把东西交给他。狗屁，大佬的实力摆在那徐振东敢贪污？要是我就直接贪污了，反正死了也不会掉粉尘，大佬肯定不舍得杀我。哈哈，如果大佬不在意那5000粉尘呢？那你觉得他还会不会杀你？那可是5000粉尘啊，他怎么可能不在乎？对你来说很多，但对大佬来说或许只是洒洒水。你们说那个大佬会是什么天赋？我也奇怪，我们营地最好天赋不是 A 吗？那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宇轩，难道宇轩就是那个大佬？你是不是傻？宇轩又没隐藏自己的信息，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他是第2个升级到3级的，明显不是那个隐藏大佬。那隐藏大佬的天赋会是什么？我记得我们营地里有一个 X 级天赋吧？会不会是遇到什么变态的 X 级天赋？不是说 X 级天赋不如狗吗？ X 级天赋是神秘天赋，可能比 F 差，也可能比 SSS 强。卧槽，这么说这个隐藏大佬就是超级 SSS 级的天赋了。别这么早下判断，其他营地 S 级的大佬还没出来，你不知道 S 级到底能有多强。徐振东，隐藏大佬究竟是谁啊？徐振东，私信告诉我，我绝对不说出去。徐振东，是不是发达了就忘了兄弟？真不够意思。徐振东对营地频道的这些消息自然视而不见，当然他也没有时间应付这些人，因为他身边也被人轰炸了。刘豆豆嘻嘻一笑，东哥，你是不是偷偷的见老板了？那2件装备是不是就是他给的？徐振东摇摇头，没有，别瞎说。觉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说谎可是要下拔舌地狱的，徐施主请三思。徐振东瞪了他一眼，我看你平日说谎最多，怎么没见你下地狱？觉明自然不肯认，阿弥陀佛，贫僧从未说过谎，只是偶尔进行夸张描述而已。
一旁的冷霜哼了一声：“那你就该下夸张地狱。”阿弥陀佛，冷施主有所不知，18层地狱没有夸张地狱，那就建第19层地狱，取名夸张地狱，把你丢进去。阿弥陀佛，冷施主要不要贫僧给你捏捏肩放松一下？秃驴，休要占老娘便宜！一通嬉闹之后，众人没有提那2件白银武器的来源之事。不过刘豆豆却一直看着徐振东，捂嘴直乐。在他心里早就确定那人是陈星了。徐振东也没多解释，毕竟明天就要一起下洞穴副本，到时候老板的身份肯定瞒不住，至少在这几人之间是无法隐瞒的。伴随大家的交谈，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与他们这些有帐篷的人相比，那些没有帐篷的人却一直坐立难安。他们不知道待会迎接他们的到底是什么。下午5点27，系统终于发布了那个消息：丁，营地能量短缺，护罩即将失去作用，周围的野兽即将进攻营地。伴随系统的提示音，营地的蓝色护罩开始闪烁起来。每一次闪烁，护罩的颜色便会暗淡几分。在护罩闪烁了3次之后，便噗的一声彻底消失。第41章，怪物入侵营地。护罩消失前，那些没有帐篷的人面前有3条路。第一条路，抱团守在篝火旁，好歹还有100多人，大家共同对付怪物，或许能撑过去。第二条路，进营地洞穴避难。虽说那是一个3级副本，但如果躲在副本里不出来，那些进攻营地的怪物是不是就攻击不到自己？第3条路，待在野外。既然营地会被攻击，那野外反倒变成了安全地带。只要找一个野外怪少的地方，那就能安全度过这一夜。其中走第一条路的人最多，这类人大多抱着这样的想法：如果打不过，就进洞穴副本避难。至于选择第3条路的人，一共有20人。这些人都具备一个能力，有照明手段。如果没有照明手段，就这么进入黑不溜秋的野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伴随系统的倒计时，营地护罩终于消失了。与之对应的是，营地内被钥匙开启的91个帐篷开始被淡蓝色的光圈包裹着。帐篷内的人虽然都看不到外面，但是他们都将帐篷开启了互通模式或者单通模式，能让自己听到外界的声音。同时，大家也都集中关注聊天频道，想看那些帐篷外坚守者的言论。首先，大家关注的是进入营地洞穴的那一批人。毕竟，帐篷内的人未来1、2天就要升到3级，到时候都要进入那个副本。进入营地洞穴的各位，里面情况怎么样？洞穴里要照明吗？怪物强度怎么样？怪物密集吗？怎么没人说话？然而，不管大家如何提问，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对此，大家有不同的猜测。难道他们刚进门就团灭了？卧槽，3级副本这么强吗？我看不是，怪物再厉害，也不能同时秒杀一队人。我认为副本的信息是闭塞的，无法和我们交流。我同意这个观点，按照神选系统的尿性，它不会那么轻易让我们知道副本的强度。我日，这么搞的，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升到3级后，去试一试野外3级怪的强度就知道了。副本怪和野怪不一样吧？按理来说，副本怪的强度会比野怪高一些。也不一定吧，许多游戏的世界 BOSS 都在野外，可是要几万、几十万人才能消灭呢。但是可从没有听说什么万人副本。我说的是普通怪，你去扯什么超级 BOSS 干嘛？吵个屁，现在是吵这个的时候吗？总之，大家对于营地洞穴这个副本的消息一无所获。很快，众人又关心起野外的那群人来。去野外的兄弟们，你们那里怎么样？你们是抱团的还是分散的？怪物多吗？密集吗？怪物强度有没有变化？你们都躲在哪里啊？这一次他们得到了回应，不过并不友好。能不能闭嘴？烦死了！你们这群王八蛋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不就是想听到我们的惨痛，来凸显自己的安逸吗？老子宁愿死在外面，都不会给你们透露一丁点信息。别理这群人，咱们趁现在怪还不多，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原本帐篷里的人还想问一问篝火旁人的情况，但他们被野外的人喷了一顿之后，都觉得这个时候发问确实是有些杀人诛心的样子，所以渐渐的没有人在说话，而是默默听着外面的动静。营地的篝火旁，近100个神选者全都握紧武器，他们全神贯注看着外面，等待怪物的到来。很快，他们看到营地里进来一群暴虐小白兔，这些兔子绕开有护罩的帐篷，往篝火方向行来。当他们看到小白兔的数量之时，顿时舒了一口气，只有50只，他们这些人完全可以应付。现在所有的人都是2级，对付1级暴虐小白兔基本没什么难度。有些装备好、技术好的神选者，甚至能和暴虐小白兔单挑。不到2分钟，大家就将这些暴虐小白兔消灭了，而神选者无一伤亡。大家守完这一波之后，舒了一口气。还好，这些怪的密度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是啊，
应付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大家别放松，这才第一波，后面难度肯定会越来越大。对，我们一起加油，加油！距离第一波开始的10分钟后，第二波怪物又来了，数量依然是50只，只不过有5只灰兔精英混在其中。一只灰兔精英会召唤4头小白兔，也就是说，实际战斗时的怪物数量是65只小白兔加5只灰兔精英。这一次，篝火旁神选者们的压力徒增，他们开始分配任务，让那些实力强的队伍去面对灰兔精英，其他人将灰兔精英召唤的小白兔引走。战斗的过程中，有3个血烧的神选者因为走位不慎，同时被数只小白兔攻击，导致命丧当场。这一场战斗，他们打了2分多钟才结束。战斗结束后，众人看着那3个阵亡的神选者尸体，默不作声。他们在心中祈祷，祈祷这些人能保护剩下的人度过今晚。10分钟后，又出现第3波，这一次依然是50只兔子，不过除了5只灰兔精英外，还有1只啮齿兔王。啮齿兔王与灰兔精英完全不同，灰兔精英本身的战力并不强，召唤了4只小白兔之后，本体并不难对付。但啮齿兔王不一样，他不会召唤帮手，但是他的自身极其强悍。啮齿兔王的基本属性如下：生命值1500，物理攻击80，物理防御5，移动速度25。单纯看表面数据，2级的神选者们还是可以应对的。但啮齿兔王有2个非常厉害的技能：啮齿啃食，对面前的单位连续攻击2次；野蛮冲撞，对前方8米的直线所有敌方造成100点伤害。啮齿兔王的啮齿啃食会造成2段80点伤害，累计160点伤害。如果装备不好，血量不高的，极有可能被这一招直接秒了。因此，顶在前排吃啮齿兔王伤害的，必须是顶级高手才能胜任。至于啮齿兔王的另一个技能野蛮冲撞，看上去威胁不大，但实际上这个技能有一个隐藏的机制，施展完野蛮冲撞之后，会自动刷新啮齿啃食技能。换句话来说，他野蛮冲撞之后，会立刻接一招啮齿啃食，一套连招，高达260点的伤害。2级的神选者无论如何都无法同时承担这2连招伤害，必须依靠别的方法才能活下来，比如队友的治疗技能、自身的回血物品，或者凭借走位闪躲掉。而这样必然需要好几个神选者对付啮齿兔王，这让本就人手紧张的众人更加不堪重负。这一波过后，又有4个神选者身亡，而后不少人对坚守篝火失去信心，选择进入营地洞穴，这就导致篝火旁的神选者越来越少。当第4波怪来临的时候，篝火旁的神选者数量已经低于80了，而帐篷内的陈星并没有太关注外面的情况。此时的他正在看着自己可兑换的天赋道具，陷入了纠结，到底是兑换1万，还是一饼，或者是发财呢？第42章1万一对。此时陈星正打开合成系统，进入到专属合成页面。目前他可合成的专属物品有3种：一饼木质5000陈，1万木质5000陈，发木质1万陈。一饼是输出技能，1万是生命护盾，发是减天赋 CD 以及增加掉落概率。看着这3个专属物品，陈星首先排除的是发。这并不是说发没有用，只是现在粉尘有限，花1万陈去和他的优先级并不高，目前考虑的还是生存问题。发这种节约时间、增加掉落概率的功能，还是留到后面提升比较好。一饼和1万究竟考虑哪一个？这个问题陈星没有纠结，他有1万多陈，可以合成2张牌。先合成1张1万，看一看效果。陈星在专属合成页面里选取1万，然后点击合成按钮。紧接着，合成矿的4面8方飘来大量银色粉尘。随着时间增长，合成矿内的粉尘积少成多。一开始这些粉尘只是散落，堆积在合成矿内，但当5000粉尘都进入其中后，原本散落的灰尘开始向中间挤压，最终汇聚到一起。突然，银色的粉尘猛然发出一道亮光，令陈星无法直视。当亮光消散后，一张麻将出现在合成矿之中。丁，你已合成专属物品1万，木质粉尘5000。陈星手里多出一张1万的麻将，这张麻将和之前他获得的第1张1万一模一样。第1张麻将被他绑定在兔王皮裤上，第2张自然也是如此。他将手中的1万靠近裤子。丁，是否将1万绑定至兔王皮裤？是。丁，绑定成功。而后他的裤脚处又多出一张1万图案，这个图案与之前那张紧紧靠在一起。陈星连忙查看属性：1万一对，消耗100点魔法值，使自己以及一个友方单位产生1万点生命护盾，
持续3小时，冷却时间2.5小时。使用条件：消耗50点天赋能量，魔法消耗、技能效果都翻倍了，冷却时间从3小时减少到2.5小时。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技能增加了一个友方单位，多一个人享受技能效果，这样就大大提升了队伍的容错率。队伍里有2个万血大佬是什么体验？那还不是嘎嘎乱杀。对于1万1队的效果，陈星十分满意。现在身上还有7000多陈，还能合成一张1万或者1饼，应该选哪一个呢？单纯从输出角度来说，1饼1队是足够的，但从技能范围来说，1饼1队还有待提升。方才他在对阵25米施法距离的雷电犬王的时候，差点就翘辫子了。他相信3张1饼肯定会影响施法范围，问题是3张1饼会提升施法长度还是施法宽度呢？亦或者干脆再合成一个1万，进一步提升队伍的生存能力？具体怎么选，陈星还没想明白。最后他选择放下这个问题，暂时不去想，明天进入副本再看。1队1万加1队1饼应该是足够面对现在的状况了。做好决定，陈星把合成页面关了，而后他查看营地聊天频道。此时神选者们在聊天频道发言的并不多，帐篷内的神选者提的问题没人回，帐篷外的神选者疲于对付怪物，哪里有空聊天？营地聊天频道出现最多的消息就是阵亡通报了。丁，神选者刘护花身亡。丁，神选者核心身亡。伴随营地的统计人数逐渐减少，篝火处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大家看着这一个个阵亡的名单，全都说不出话来。帐篷外的神选者就不用说，每倒下一个队友，都会给他们带来无比巨大的防守压力和精神压力。而帐篷内的众人也好不到哪去。起先他们还有逃过一劫的感觉，但看到越来越多的阵亡人员后，开始展开联想，明天又会有什么新规则呢？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呢？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没有底，许多人承受不了这个心理压力，纷纷把帐篷切换成隔绝模式，并且把聊天频道给隐藏了。99号帐篷内，陈星自然是最没有压力的一个。原本他开着单通模式听着外面的动静，但是同一个帐篷的王欢却有些于心不忍。那个陈星哥哥，帐篷能不能换成隔绝模式啊？我睡不着。陈星还没说话，一个叫何琼丹的女子却哼了一声：王欢妹妹，你求这种冷血奸商干什么？他会在乎你的感受吗？另一个叫清明的人躺在床上，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陈星，露出厌恶表情。何琼丹和清明都是每人花500陈买来的这个床位，他们自身自然没有这么多陈，都是好友馈赠才能凑齐。虽然两人在陈星这里获得了床位，但是他们却对陈星抱有极大的恶意。王欢对何琼丹对陈星的评价很不理解：何姐姐，你为什么那么说陈星哥哥啊？他人很好的。呵呵，他人好。何琼丹冷笑一声，他人好的话，干嘛把床位价格抬得那么高？躺在床上的清明也坐起了身，指着陈星骂道：这种王八蛋最可恶，如果是按照300陈一张床位的话，我和我女朋友今晚都可以过夜，而他却把床位抬高到500陈。结果就在这时，外面又传来一阵惨叫声，看来又有神选者死于怪物之手。这种情形似乎验证了两人的说法，陈星这个奸商害死了很多人。陈星刚刚获得了1万多陈，心情大好，他并不想和这两人计较，但一旁的王欢却在帮他争辩：你们错了，陈星哥哥并不是只会看钱，比如我们两兄妹，他就只收了300陈，2张床300陈。陈星听到这，暗叹一句：这个王欢虽然很聪明，但是不懂人心，他这般说辞怎么可能说服对方？果然，何琼丹、清明再次把矛头对准陈星。何琼丹说：王欢妹妹，你以为你占了便宜，实际上他是对你心怀不轨。清明也附和：对，他看上去少收了你的钱，但是拿下了你这个人，他这种人最可恶了。陈星听到这，再也忍受不住，于是冷冷地说：就算降价了，你们觉得你们朋友能得到床位吗？何琼丹、清明两人激动地说：怎么就不行了？陈星哼了一声：床位就5张，你朋友进来，这里就有人要出去，你们两个说谁出去？那就……何琼丹、清明互相看向对方，突然变得语塞。陈星看着何琼丹：何琼丹，你把床位让出来给清明的女朋友，怎么样？何琼丹愣住了，然后他又看着清明：清明，或者你把床位让出来给何琼丹的队友，如何？清明也不敢吱声。陈星哼了一声：你们不要在这里说这些没用的屁话，你们真正要做的是对送你们进帐篷的朋友心存感激，然后好好活下去。你们朋友真是瞎了眼了，把2个傻逼送进来。何琼丹、清明低下了头。
就在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王喜开口了。虽然我很不喜欢这家伙，但是他说的没有错。第43章，天赋重置丹。99号帐篷内突然陷入了寂静，何琼丹、清明没再吱声，他们默默地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打斗声、哭喊声。王欢也不再提醒陈星切换帐篷的模式，他明白外面的那些声音可能就掺杂着何琼丹、清明朋友的叫喊声，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了。2个小时后，篝火旁的厮杀声渐渐平息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兔子、野狗在营地里四处走动的声音。那些神选者或是战死，或是躲进营地洞穴。营地内已然看不到任何一个神选者。陈星看着营地的统计面板，剩余人数503，帐篷密钥91把密钥，也就是455人在帐篷内，外面还有48人存活。这些人要么在野外，要么在营地洞穴的副本之中，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到明天6点。最后，陈星将帐篷的模式切换到隔绝模式，外面的所有声音全都消失不见。帐篷内的5人都没再说话，躺在床上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渐渐的，5人都进入了沉睡。99号新手村1号营地只是所有营地的一个缩影，绝大部分营地都和这个情况差不多。有些营地运气好的，100把钥匙全打出来，让500人进入帐篷；有些营地实力差的，在蜀王那一波没有发育好，导致后面的钥匙产出慢。最少的一个营地钥匙只出来43把，还有一些特别的营地采取了极端行动，导致出现令人啧舌的结果。第二天早上6点，所有人都被一个系统提示音吵醒，叮，营地护照重新启动，营地内怪物已被驱逐。这一晚终于过去了。陈星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营地人数，剩余人数461。对于这个数据，不少人也留意到，于是纷纷在营地聊天频道探讨起来。卧槽，存活了461人，帐篷一共是455人，也就是说还有6人活着。牛逼啊，这6个人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会不会是在野外某个犄角旮旯的地方躲着，没有被怪发现？只能这么解释了。哎，你们看系统消息，有一个通告。众人连忙查看。叮，神选者徐强在野外存活，奖励天赋重置丹1颗。天赋重置丹可以重置自己的天赋，保持自己天赋类型不变的情况下，随机获得 FSSS 级天赋。相应天赋概率如下： SSS 级天赋 0.001， SS 级天赋 0.01， S 级天赋 0.1， A 级天赋 0.889， B 级天赋 5%， C 级天赋 10%， D 级天赋 20%， E 级天赋 25%， F 级天赋 34%。 众人看到这条消息顿时惊呆了。雷震子，卧槽，这个徐强居然在野外活了下来，真的屌。侯涛，天赋重置丹是不是有些坑爹啊？ D、E、F 级的概率接近 80%。 徐佳佳，是啊，好不容易活下来，却得到这样一个东西，真的没劲。雷震子，神选系统就是个坑爹系统。青云，楼上的，你们是不是数学概率没学好？参加过中考吗？雷震子，老子中考数学18分，怎么了？难道数学差就不让说话了？青云，你们看一下这个重置丹的概率分布，E 加 F 是 59%， 还记得我们营地的1000人的天赋统计吗？雷震子，不记得。青云，我们降临的时候 E 有282人， F 即有459人，也就是说 E 加 F 的比例是 74.1%， 而这个天赋重置丹的 E、F 是 59%。 雷震子，所以呢？你说那么一大堆，意思是什么？青云，卧槽，你果然没脑子。简单来说，这个天赋重置丹随机到 E、F 天赋的概率比我们入选时分布的要低。雷震子，你意思是用那个天赋重置丹获得垃圾天赋的可能性小？青云，以你的智商，这么理解也没错。雷震子，卧槽，说话就好好说话，干嘛侮辱人？青云，我再说一个更直观的吧，我们这一批100万人一共有10个 S 级及以上的人。雷震子，这个数字我记得10个。青云，如果咱们这批人是按照这个天赋重置丹的概率来分布的话，100万人会出现1110个 S 级及以上的人。雷震子，卧槽，相差这么大。青云，知道这天赋重置丹的厉害了吧？雷震子，我靠，老子服了，我不是服这个天赋重置丹，我是服你。数学学得好就是牛逼，简单的数字能看出这么多道理。青云，但考虑实际概率，它并非适合所有人。这东西是 E、F 级天赋者的福音，必须服用，而 D 级天赋的可以搏一搏，但是 C 级以及以上的就不建议用了，风险太大。雷震子，
老子是地级的，可以试一试。青云，那你先要有才行。天赋重置丹绝对是稀缺物品，肯定不是常规手段能得到的。雷震子，老子是天选之子，运气爆棚，打出这玩意对我来说就跟玩似的。徐佳佳徐强哥哥，你的天赋重置丹用了吗？现在是什么天赋？徐强有留意大家在聊天频道的消息，但是没有理会。他原本的天赋并不高，1级的变身天赋技能是变身土狼。由于天赋等级太低，这个技能对自身的加强并不多。不过这个变身有一个好处，变身后与普通野怪没有仇恨，而这个技能效果对精英怪和头领怪无效。昨天那一夜，徐强没有合眼，一直在躲避精英怪和头领怪，直到天亮。刚刚在收到系统消息之后，他第一时间把天赋重置丹拿了出来，查看过它的功效之后，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服用了下去。叮，你服用天赋重置丹，天赋重置中，请稍后。叮，你的天赋已重置。徐强看到系统提醒后，心里顿时咚咚咚的跳了起来。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打开个人属性面板，查看天赋一栏，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 A 级技能，老子的天赋从1级变成 A 级了。哈哈哈哈！与此同时，有人留意到营地的天赋统计数据发生了改变 ，A 级2人 ，B 级4人 ，X 级1人。雷震子，卧槽 ，A 级多了一个，徐强变成 A 级天赋了。第44章3级豪猪。不等大家询问，徐强便在聊天频道里哈哈大笑起来，哈哈，老子天赋变成 A 级了，总算熬出头了。果然，风险和机遇并存。雷震子徐强，你天赋技能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不？我很好奇 A 级技能效果是什么。徐佳佳，徐强哥哥，你原来的天赋是什么呀？增强了多少啊？侯涛，徐强，我记得你的天赋是1级变身吧？变成 A 级后效果变化了多少？徐强，我之前是1级的变身土狼，现在是 A 级的变身金刚熊。变身金刚熊之后，盔甲、裤子防御力提升 30%， 武器攻击力提升 20%， 生命值提升 50%。雷震子，卧槽，这么屌 ！A 级怎么增强这么多？侯涛，我 C 级仅仅是提升 20% 火系伤害，但跟你比起来好像屁都不是。徐佳佳，徐强哥哥，你变身后装备会变成什么样子啊？还是原来的样貌吗？雷震子，小屁孩，关注点就是奇奇怪怪的。徐强徐佳佳，我变身后装备会跟随身体有一些变化，总体是差不多的。徐佳佳徐强，佳佳和你一起升级好吗？我还没到3级呢。雷震子，这小妮子心眼子果真多，前面腻歪几句，为的就是这个。陈星翻看着聊天频道，皱着眉头。他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个徐强。根据系统显示，有6个非帐篷人员存活，但是只有徐强得到了野外生存的奖励。也就是说，另外5人并不在野外，而是在营地洞穴。从人数来判断，这5人极有可能是在一支队伍之中。昨天到现在过去了12个小时，他们都没有身亡，说明他们这队人在那个副本里找到了生存的诀窍。在副本待12个小时，这真的能办到吗？但事实摆在眼前，令陈星不得不相信。不过他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然为什么其他队伍都没了呢？算了，不细想了，等过一会我带队进去就知道了。而后陈星离开帐篷，来到营地内。营地里神选者们彼此打着招呼，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仿佛如火新生。陈星观察着营地内的状况，今天的营地与昨天开局时已经大不一样。其一，营地原本是有一些木栅栏的，如今全都不知所踪，应该是昨晚被那些野兽给冲垮了。其二，营地里原本有100顶帐篷，但现在却只有91顶，另外9顶变得稀烂。那9顶正是没有被帐篷密钥开启的，现今即便有钥匙也没法开了。其三，篝火仪的位置多了一个洞穴，原来的篝火变成营地洞穴，而新的篝火在洞穴旁边。这个和昨晚的怪物入侵无关，主要是蜀王搞的鬼。除了营地的不一样，神选者们的精神面貌也有大大的不同。昨天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迷惘和害怕，但现在每一个人都洋溢着自信。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走，练级去，冲3级下副本，大家也都纷纷叫嚷冲3级下副本。然而还没等大家正式出发，系统发来消息，恭喜各位神选者成功度过首日，此时的你们已经迈出成神的第一步。今日任务，正常通关营地洞穴副本者额外获得200陈，首通队伍每人获得精致白银宝箱1个。精致白银宝箱
30%几率获得青铜装备一件，50%几率获得白银装备一件，20%几率获得黄金装备一件。相对于普通的白银宝箱，60%青铜，30%白银，10%几率黄金。精致白银宝箱开出好东西的概率大很多。卧槽，我白银宝箱都没开过，这里居然还有精致白银宝箱！我开过精致青铜宝箱，直接开出了一件白银手套，好爽！20%黄金装，也就是说5个人会有1个人开出黄金装。赶紧练级，去下营地洞穴副本，不浪费时间了，副本首通属于我。营地里的人都哗哗啦啦的往营地外窜，争先恐后的去2级练级区。徐振东知道了陈星的身份，没有要邀请他练级，而是在好友消息里打了个招呼后，就带着队友去野外了。就在陈星准备独自离开之际，一个人拍了下陈星的肩膀：“陈星哥哥，要不要一起去练级啊？”陈星回过头，看见王欢正站在自己身后，不远处还有王喜、何琼丹、清明在往这边看。看来他们4个人是凑成一支队伍了。想来也是，他们各自的队友昨天都已丧命，今日原本就需要重新找队伍。不过陈星可不想和他们在一起，他对王欢淡淡说：“不了，我有自己的队伍。”哦，王欢虽然有些失望，但是并没有再坚持。最后王欢一本正经地对陈星说：“你放心，我们会快点赚钱，把粉尘还给你的。”陈星笑了笑，没有说话。而后他独自走出营地，往营地南面行去。根据昨天大家的探索，周围的地形大家大致有了了解。营地西面3公里是一条小河，从营地到小河中间只有1级小白兔，2级野狗，据说河里也有怪，但是没人敢下去探知。营地南面5、6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山，但路上怪物等级偏高，还没人能走到山脚下，因此大家都不知道山上是什么。营地东面和北面就是荒蛮草地，陈星之前主要就是在这片区域练级。今天陈星没有去荒蛮草地，而是往营地南面走。此时他身上的生命护盾已经激活，而且天赋能量也满了，不论是遇到普通怪还是 BOSS， 他都能应对。花了10几分钟时间，陈星穿过小白兔区、野狗区，来到3级怪的区域内。映入眼帘的是一头野猪，豪猪3级普通，生命值1000，物理攻击80，远程物理攻击70，近战攻击距离15米，移动速度25，技能扫射冲撞。不愧是3级怪，强度与2级头犬精英相当了。当陈星靠近对方20米的时候，豪猪也发现了他，嗷的一嗓子冲了过来。第45章獠牙豪猪和戒指。在豪猪与陈星相距15米的时候停下脚步，他低下头，后背拱起，背上的硬刺齐刷刷地对准陈星，而后身体一抖，一根硬刺犹如利剑一般飞向陈星。唰，一道寒光一闪即至，陈星没有分心，手持犬王牙刃向前挥砍。当，犬王牙刃拨开豪猪发射的硬刺。负7护盾吸收，他的全身物防是63，格挡时是计算全身防御的，照理来说是受到17点伤害，但实际上是受到7点伤害，少的那10点伤害去哪了？陈星看着自己的40点力量，最大的可能性是和这个属性有关。之后陈星做过多次实验，最终确认格挡的计算公式，格挡效果等于全身防御加力量 x 0.25。而后陈星一边格挡豪猪的攻击，一边往前进。当他快接近豪猪的时候，豪猪全身突然发生剧烈抖动，与此同时，密密麻麻的硬刺从空中飞了过来。如此密集的硬刺，陈星哪里还格挡得过来？当即吃下这一招的伤害。负57护盾吸收，这是豪猪的技能扫射，伤害是120点。由于这个技能涵盖面积太大，除了盾牌战士，没人能成功格挡住。豪猪在使用了扫射技能后，背上的硬刺少了一大半。陈星见状，内心一动，难道豪猪这一招是一次性的？不过很快，陈星知道自己预料错了。豪猪施展完扫射之后，背上的那些硬刺正在快速恢复，估计过个10几20秒又能施展这一招。陈星一边格挡豪猪的攻击，一边前进。在损失100多生命护盾之后，他终于来到了豪猪面前。消耗这么多护盾能量才有了攻击机会，陈星自然不会浪费时间，举起手中犬王牙刃当即砍了下去。豪猪头上顿时出现一个数字60，与此同时，豪猪的头上出现一道伤口，这是触发了犬王牙刃的特效撕裂伤口，下一次攻击如果触碰到伤口位置，伤害加5。陈星挥舞手中牙刃，准备再次攻击，却见面前的豪猪用脑袋撞了过来。豪猪在攻击的时候，脑袋变得油光铮亮，好像被一层金属包裹似的。陈星连忙举起手中的钢刀，刀刃朝前，刀背朝后，
右手紧握刀柄，左手手心紧抓刀背。他用刀刃对着豪猪的脑袋，看是否能够格挡的同时对对方造成伤害。当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豪猪的脑袋正撞在刀刃上。然而豪猪头上并没有出现任何伤害，看来他发动攻击的时候，脑袋的防御变得非常高，陈星的刀刃居然无法破防。这一次格挡没有对豪猪造成伤害，反倒是让陈星自己抓着刀背的左手感觉生疼。与此同时，陈星头上冒出一个伤害31，豪猪的近战攻击力是70，陈星的这次格挡减少了39点伤害，好像格挡了，但又好像没完全格挡。陈星略作思考，便已明白用这种取巧的格挡方式会让自己格挡效率下降。之后陈星不再试图刷这种小花样，老老实实的用刀面去格挡伤害。这一次效果十分明显，近战只有70点攻击的豪猪，面对最高格挡伤害有74的陈星没有任何办法，他的每一次攻击都被无伤格挡。而陈星也开始了自己的反击，每一次他都瞄准犬牙利刃造成的伤口攻击，对其造成65点伤害。大刀的攻击效率比较慢，大概3秒一刀，同时他还要花一些时间格挡对方的攻击，所以他4至5秒才能砍出一刀。1分多钟之后，陈星终于将这头豪猪砍翻在地。叮，你已击杀豪猪，获得20点经验，2级升级经验1000到3级升级经验5000，翻了5倍。而2级的野狗获取经验是15，到3级的豪猪这里却只是20，仅仅增加了1/3，升级的效率陡然下降。按照陈星这个速度，1个小时只能击杀40只左右豪猪，也就是800左右经验，需要连续不断刷6至7个小时才能升级，这个效率太慢了，必须提高升级速度。而后陈星一边击杀豪猪，一边观察周围，他的目光不停地扫射，看有没有精英怪、头领怪。20分钟后，陈星终于看到了一头与众不同的豪猪。那豪猪比普通豪猪大了2圈，全身红色毛发，除了全身的硬刺之外，他的嘴里还有2颗极其锋利的獠牙。獠牙豪猪3级精英，生命值2200，物理攻击100，远程物理攻击120，近战物理防御15，攻击距离18米，移动速度28，技能獠牙突刺，满天毒刺，伤害反弹。獠牙突刺对前方10米的所有敌人造成150点伤害，满天毒刺对前方8乘以8米范围的敌人造成100点伤害，同时让其受到20点每秒的毒伤，持续3秒。伤害反弹，每当遭受近战物理攻击的时候，反弹对方10点真实伤害。近战比远程还猛，不愧是獠牙豪猪，而且这家伙附带近战反弹，这简直是近战神选者的克星。别看反弹的10点伤害不高，但它是真实伤害，无视防御，实打实的掉血。如果陈星像对付先前的普通豪猪那样，那起码需要40多次攻击，光反弹就要消耗400多血，更别提獠牙豪猪自身的120点攻击伤害了。好在陈星是带着天赋技能过来的，并不需要去吃那种苦头。陈星见到獠牙豪猪后，缓缓向其走去。在他进入獠牙豪猪25米范围的时候，已经被对方发现。獠牙豪猪当即冲了过来，不过这一次陈星没有直接对付獠牙豪猪，而是调转头往另一头普通豪猪那边奔去。獠牙豪猪也没有管着陈星，在对方进入自己攻击范围后，立马甩出一根粗壮的钢刺。负100，护盾吸收。陈星毫不在意，他有10000点的生命护盾，就是在这个时候用的。在汇聚了5头普通豪猪后，陈星终于对这些豪猪发动了冲锋。而此时他的护盾已经掉了1200加的数值了。冲到豪猪群面前，他施展了自己的天赋技能，一柄一对，一道光柱闪过，6头野猪死在陈星面前。而獠牙豪猪的尸体上掉了一个圆环形装备。陈星看到这件装备，顿时喜出望外，是戒指，终于出戒指了。第46章击杀绿毒豪猪王。陈星系统同时出现多道消息。叮，你已击杀豪猪，获得20点经验 X5。叮，你已击杀獠牙豪猪，获得150点经验。这一波250点经验相当于杀了 12.5 头普通豪猪，实属不错。并且陈星面前出现6堆粉尘和1枚戒指，弯下腰将其一一捡起。叮，你获得豪猪毒戒，獠牙豪猪尸体。叮，你获得15粉尘，獠牙豪猪尸体。叮，你获得5粉尘，普通豪猪尸体 X5。戒指。到目前为止，整个新手营地没有一人佩戴了戒指。陈星第一时间把豪猪毒戒戴上，查看属性。豪猪毒戒，品阶白银，体质加20，毒素伤害加10，又是一件白银道具。
20点体质帮陈星提升了200生命值。佩戴好戒指后，他生命值从400提升到600，但他对这个毒素伤害有些不解，自己没有毒素类技能，能触发它的效果吗？而后，陈星找到一头普通豪猪，展示了戒指的效果。当他对豪猪砍出一刀后，发现豪猪头上除了跳出红色的伤害数字之外，还会跳出绿色的10数字，这说明近战攻击是可以触发这10点毒素伤害的，就是不知道远程攻击和法术攻击能不能触发。对于这个，陈星没有纠结。有了豪猪毒戒的帮助，陈星的伤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原本他击杀一头野猪需要1分多钟，现在只需1分钟不到，效率提升了不少。算上找怪的时间，一头豪猪平均需要花掉陈星1分半钟的时间，同时会消耗100加生命护盾。由于发的影响，陈星击杀一头普通豪猪会缩短1分钟的天赋能量 CD， 他的天赋实际恢复时间并不需要1个小时。过40分钟后，陈星的天赋能量再次被注满，而他身上的护盾能量只剩下4000不到。此时离护盾 CD 还有1个多小时，照这样下去，他很难撑到下一次 CD。而在这40分钟里，陈星早瞄准了一头獠牙豪猪，在天赋技能回复了之后，当即牵着5头普通豪猪过去，然后使用天赋技能收割它们。只是这一次他运气并不好，只收获了6堆粉尘，共计70。从进入这里到现在过去了1个多小时，陈星一共收获280尘、1300经验、1件白银戒指、1件青铜装备、2件黑铁装备。此时他腰包的空间已经鼓鼓的，再也塞不下大件装备了。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个已经是收获满满，但如果是一支5人队伍的话，可能就很一般了。毕竟5人队伍可打不了獠牙野猪，无法打到这枚白银戒指。由于护盾能量还有小4000，陈星此时自然不舍得这样回去，所以他继续在此地刷豪猪，顺便看能不能遇到豪猪头领。30分钟后，陈星砍翻面前的豪猪，正在他准备寻找下一头时，突然停下了脚步。前方数百米外有一个火堆，火堆旁坐着一头绿毛豪猪，火堆的两边伫立着2个架子，2个架子中间横着一根棍子，棍子下挂了一个铁锅。那铁锅此时已经沸腾，正咕咕的冒泡，伴随气泡的破裂，一滴滴绿色的汁液从锅内溅出，溅出来的汁液落地后，顿时发出吱的一声，同时在地上留下一个窟窿。看来那汁液的毒性不小。而在火堆周围，类似这样的窟窿遍地都是，而周遭的花草却不见一株。那绿皮豪猪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时不时地搅拌锅里的毒液。陈星看到面前的情形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冲上去，而是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状态。他的天赋能量还有13分钟注满，生命护盾还有380点能量。这种状态，他可不敢去对付招惹那绿皮豪猪。而且生命护盾这点能量，他也没法去别的地方练级。好在周围也没有其他豪猪存在，所以他干脆就在原地坐着，等待天赋技能的回复。过了没多久，那绿毛豪猪停止了搅拌，而后他站起身来，伸手把挂着铁锅的木棍抬出火堆，将其放到地上。又过了一会，等那铁锅的温度降了下来后，绿毛豪猪掏出一扎小瓶子，将那绿色汁液一点点灌了进去，足足灌了10多瓶，他才满意的点点头。就在这个时候，陈星突然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叮咚，天赋能量满了。陈星唰的一下站起身，他早已经迫不及待，立马就要解决面前这头绿毛豪猪。当他靠近那绿毛豪猪20多米的时候，终于能够看清对方的属性。绿毒豪猪王3级头领，生命值3500，物理攻击70，毒素攻击100，移动速度25，技能毒液喷射、毒液腐蚀、毒气环绕。表面看，这头豪猪 BOSS 的攻击数据似乎还不如獠牙豪猪，但如果了解他技能的话，就知道这绿毒豪猪王的恐怖了。毒液喷射，对目标区域敌人造成100点毒素伤害，持续3秒。毒液腐蚀，腐蚀对方盔甲，使其物理防御下降20点。毒气环绕，对周围10米范围的敌人每秒造成10点伤害。普通的队伍如果没有毒抗装备的话，看到这个 BOSS 只能绕道而行。可惜他遇到了陈星。陈星有了雷电犬王那次经历，面对 BOSS 不敢有任何留手。在他离豪猪王只有20米的时候，立刻启动了跳跃，想要快速靠近对方。而就是他这个技能惹恼了 BOSS。 还没等陈星落地，绿毒豪猪王突然大嘴一张，向前方喷出一团绿色的毒液，是毒液喷射。这个技能涵盖豪猪王前方30度扇形区域，半径长达15米。陈星还没落地，就迎面碰上这样一大团毒液，完全无法躲闪。噗呲，陈星全身上下被毒液射中。叮，你遭受到绿毒豪猪王的毒液喷射。叮，你的盔甲受到毒液腐蚀，物理防御降低20。与此同时，
陈星的生命护盾出现一个绿色数字100。陈星落地后，立马发动冲撞，来到豪猪王跟前。豪猪王举起手中的木棒，对着陈星头上就砸来。陈星不想和 BOSS 纠缠，顶着对方的伤害就施展了天赋技能，两个一柄光球在空中合二为一，化作一道光柱冲向对方。负3500，豪猪王被秒杀，而他的棍子也落在了陈星身上。陈星头上出现多个伤害。负100，毒液喷射第2秒，护盾吸收。负58，普通攻击，护盾吸收。负100，普通攻击附带毒素伤害，护盾吸收。负10，毒气环绕伤害，护盾吸收。负5，毒液喷射第3秒，护盾吸收，护盾破碎。负95，毒液喷射第3秒，生命值消耗。只是一个照面，陈星承受掉了500多伤害。他要是没有生命护盾，早就翘辫子了。不过富贵险中求，风险往往伴随着巨额回报。豪猪王死了之后，地上来了一个大爆，足足有10几件物品掉落出来。第47章超级大爆，哎，出现！丁，你已击杀绿毒豪猪王，获得300点经验。丁，恭喜你完成绿毒豪猪王首杀，本次爆率提升1000%。BOSS 首杀奖励依然有。而在豪猪王倒下的一刹那，他的身体里往外喷出10几件道具，最多的是绿色玻璃管，一共有8只。丁，你获得初级毒药 X8。初级毒药为武器淬毒，使其获得30点毒素伤害，淬毒持续时间2小时。淬毒武器，近战物理攻击时使目标中毒，效果持续3秒，淬毒效果不可叠加。然后还有3件装备。丁，你获得绿毒拳套。丁，你获得绿毒法杖。丁，你获得豪猪王之靴。2件武器，1双鞋子。绿毒拳套，武器，品阶白银，物理攻击加20，毒素伤害加10。绿毒法杖，品阶白银，精神加10，毒素伤害加20。豪猪王之靴，品阶白银，移动速度加5。3件装备之中，豪猪王之靴是陈星需要的，绿毒拳套勉强可以更换，绿毒法杖用不了，可以考虑卖了。不过这3件装备给陈星带来了苦恼，自己的腰带空间已经满了，无法再装下更多的装备。陈星无奈，只能将之前捡到的青铜、黑铁级装备都分解掉，获得1/10的陈。最后还有一张麻将。丁，你获得白，全是新的麻将，中发白的白板。对比上面所有的东西，陈星对这麻将更加感兴趣。白，材质木头，功能基础属性加5，绑定部位戒指，全是提升基础属性的，而且对天赋能量并没有要求，也就是说绑定就可以实现效果。基础属性的重要程度不用多说，自身属性就是按照基础属性和等级来翻倍的，2级是基础属性的2倍，3级是基础属性的3倍。总之等级越高，基础属性的影响就越大。不过陈星对这个白的功能有一点不是很了解，基础属性加5是指什么呢？是所有基础属性加5，还是单项基础属性加5，或者是总共5点基础属性可以自由分配？直接用上就明白了。而后陈星迫不及待地把它绑定到戒指上。叮，绑定成功。陈星手指上的豪猪毒戒的戒圈多了一个梅花图案，他连忙查看自己的基础属性变化。基础属性体质、力量、精神、敏捷4项都是15，也就是说这基础属性加5是指每一项基础属性都加5，太夸张了。而后陈星查看当前属性和战斗属性。等级3，体质65，力量55，精神45，敏捷45，生命值750，魔法值550，物理攻击67，毒素攻击10，物理防御63，魔法防御15，移动速度25。属性暴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陈星攻击力看上去只有67点，但实际上他的伤害已经上百，因为他还有30点毒伤的初级毒药没有用。看着自己翻天覆地的属性变化，陈星并没有大意。他现在正只身深入豪猪的地盘，而且身上还没有生命护盾，不能太得意忘形，不然被豪猪围攻可就凉凉了。而后陈星沿着原路返回，他小心翼翼避开豪猪的仇恨范围，一路有惊无险地来到豪猪区域的边缘。而后他停下脚步，回头看向远处的豪猪。此时他的属性完全可以不依靠护盾安全单挑豪猪，但他此时还有别的安排，所以放弃了继续练级的打算。此时他的经验已经有了2100点，还差一大半才能升级，也不差这一时半会。而后陈星继续前行，
奔向营地。十几分钟后，陈星进入了自己的99号帐篷，他把身上的装备一股脑地塞了进去，然后他点开好友列表，选中了徐振东，回营地，有好东西给你们。徐振东，老板等等，我们在打头犬精英。陈星 OK。 而后陈星闲来无聊，在营地内逛了起来。营地里人不多，大多数都集中在篝火处，有使用篝火的，有在那里攀谈交易的。营地洞穴外也围了一圈人，不知在议论着什么。陈星觉得好奇，于是踱步走了过去。洞穴门口的人声音特别大，情绪也显得十分激动。卧槽，你们居然活着从里面出来了，你们怎么还是2级啊？通关副本没有升级吗？副本里有什么啊？和大家说一说吧。你们通关副本为什么没有系统提醒？对啊，副本首通不是有奖励吗？有队伍从副本出来了。陈星听到后顿时一激灵，立刻加快了脚步。很快陈星来到人群外，他踮起脚尖往里一看，发现里面有一支5人队伍，每个人都身心俱疲。听到别人的追问，为首一个名叫刘焕的人向大家解释，我们不是通关副本，是找到一个秘密通道出来的，里面怪物很强，我们可以提供副本的地图，你们可以拿帐篷密钥或者帐篷床位来换。陈星听到这，总算知道这5个人是谁了。今天早上有6个无帐篷人员幸存，其中1个是在野外的徐强，还有5个躲在副本里一直没有出来，看来就是这5个人了。而后陈星打量了一下他们5人，这5人都是2级。陈星和3级怪战斗过，知道他们的强度，而3级副本里的怪比外面只会高不会低，所以说这5个人绝对不是通关副本出来的。不过他们身上的装备都很新奇，并非野外的掉落的装备，看来这些人在副本里有一些奇遇，而他们说的那个秘密通道肯定很隐秘，或者需要特殊方式才能发现，不然不会那么多人进入了副本，只有这一队出来。陈星心里琢磨，要不要花些尘或者拿一件白银装备来换一换那人口里说的地图。没等他做好决定，好友消息就开始闪动，老板，我们来了，99号帐篷外等我。陈星发完消息就离开了营地洞穴。第48章全队加强。99号帐篷外，徐振东4人正在等着陈星。此时他们正在交头接耳，讨论陈星叫他们来的目的。刘豆豆眼尖，一眼就看到陈星的手里的豪猪毒戒。哇，老板，你打到戒指了呀？陈星笑了笑，打开帐篷进去聊。而后5人一起走进了帐篷。陈星把帐篷的模式调整好后，开始询问他们，你们还要多久到3级？徐振东说，按目前进度大概要2个小时。陈星不置可否。而后他看向觉明，大和尚，你的武器是全套吗？觉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是的，老板施主。陈星从箱子里掏出绿毒全套和一瓶初级毒药交给他，你拿着这个可以帮你们队伍提升一些输出。阿弥陀佛，这个不太好吧？觉明刚想推辞一番，但看到那2样物品的属性后顿时改口了，这个也太强了吧。刘豆豆连忙问道，兔子哥哥，什么属性？给我们也看看。徐振东也一脸期待地看着觉明，唯独冷霜没有当回事。觉明回过神后，把这2样东西属性展示出来。刘豆豆看到后顿时张大了嘴巴，哇，是白银全套，20悟功加10毒功，这个毒药居然是30毒功，太夸张了吧。看到这个属性，徐振东也是一脸震惊，就连冷漠的冷霜神情都为之一变，这么夸张的效果简直难以置信。刘豆豆眨着眼睛看着陈星，老板，别装了，你就是那个使用激光炮第一个升到3级的神秘强者吧？陈星嘿嘿一笑，算是默认了。老板，果然是你。刘豆豆虽然预感陈星就是那个人，但之前毕竟只是推测，现在得到了陈星的默认，自然是极度兴奋。徐振东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并没有太大反应，但觉明、冷霜却震惊到说不出话来。尤其是冷霜，昨天他以为陈星是富2代之类的，内心还有些排斥对方。如今知道陈星的真实实力，对他的态度顿时大为改观，看他的眼神也发生了绝大的改变。说正事。陈星摆了摆手，然后看向冷霜，你是骷髅召唤师，会下毒吗？听到陈星的询问，冷霜身体不自觉挺直了几分，会，老板，我学了1级的施毒术。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称呼陈星老板，而且他还把施毒术的技能贴了出来。施毒术魔法消耗25点，使目标中毒，每秒造成毒伤加精神 X 0.2，持续8秒 ，CD 1秒。他精神有20点，毒素伤害3点，所以这个技能的秒伤是7点。毒和普通法术不一样，毒是持续伤害，而且同类型的毒素无法叠加，不需要法师那样不停的施展。
下毒的 CD 很短，可以对多个单位先后下毒。唯一的缺点是魔耗比普通攻击性法术要高。这时，陈星从箱子里又拿出一件装备，交给冷霜。那这个你应该有用。冷霜接过陈星递过来的装备，绿毒法杖，白银，精神加10，毒伤加20。冷霜见状，嘴唇激动地抽动起来。10点精神，20点毒伤，相当于多了22点毒伤害。冷霜啪的一下站起身，向陈星鞠了个躬，谢谢老板。此时，觉明、冷霜包括徐振东3人手里的武器都是陈星提供的白银武器。一旁的刘豆豆顿时觉得受到了冷落，于是抗议了：老板，不公平，我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呀？哎，先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陈星说着，脸上突然露出一副奸商模样。刚才那2件都是白银装备，白银装备我昨天卖了2件，一件2900陈，一件2100陈。这2件武器我们就取个中间值，2500陈一件。他是赌徒，不是慈善家。虽然组队下副本是他的目的，但账还是要算的。啊！觉明张大了嘴巴，还要钱啊？刘豆豆也觉得意外。这一次冷霜反倒答应得很痛快，行，但是我现在没有钱，有钱后立刻还你。陈星点点头，还是这个冷冰冰的姑娘懂礼数。还有，待会我们下副本的时候，我有装备优先选取权，包括我们的手通宝箱，一旦出了黄金装备，也让我优先选取。但是有一点我向大家保证，如果黄金装不是我需要的，我会直接放弃，你们自己讨论归属。对于优先选取问题，4人都没有意见，这个自然。最后，陈星扫视众人，虽然说我是老板，但是规则我们提前说好，省得你们说我横加干预。要是有人不服从这个规则也没问题，现在退出还来得及。4人再次点头，我同意老板安排。陈星也点点头，虽然面前这4人一个个脾气古怪，但总体还是值得信赖的。好吧，你们快去练级吧，到了3级我们就下副本。好，4人起身，开开心心地离开了帐篷。觉明、冷霜得到了如此大的提升，这令他们的输出比之前翻了2倍都不止。或许用不到1个小时，他们就能升到3级。除此之外，老板是神秘强者这件事也给了他们内心无限的底气。原本他们只是营地里中上的队伍，但有了老板的加入，他们绝对会成为全营地第1的队伍，拿下副本首通，垂手可得。就在他们兴高采烈地赶到练级区之时，立马收到一个坏消息，陈俊杰小队全队升到了3级。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很快他们又收到另一个消息， A 级大佬宇轩和陈俊杰队伍拼成一队，共同下副本。这个消息立马传遍了整个营地。按理来说，此时大家都在争取副本首通，陈俊杰和宇轩联手绝对是一个不利的消息。但是营地内绝大部分人都没想过自己能够首通，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情况后，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哈哈，宇轩和陈俊杰队伍联手了，太棒了，早就应该如此嘛，强强联合，多好的一件事。宇轩大佬，陈俊杰大佬，你们通关了，一定要制作出攻略啊。对啊，我愿意花钱买攻略。我也是，花钱买攻略+1，买攻略+2，买攻略+10086。话说宇轩进入了陈俊杰的队伍，岂不是说他们队伍有1个人会被踢出来？那肯定的啊，毕竟是5人副本嘛。心疼那个被踢出来的队友1秒钟。起初陈星对大家的讨论声并不太在意，野外3级怪的强度都那么高，副本的3级怪肯定更难搞，不用担心。但是他的心里也不是那么有底。不过话又说回来，陈俊杰毕竟是全营地第1队，个人能力和装备肯定不俗。还有那个宇轩，会不会又在尸体上摸到什么古怪技能？不行，我得去帮徐振东他们练级。陈星想到这，连忙走出了营地。第49章营地洞穴，买地图。很快陈星也赶到了野狗练级区，与徐振东他们一同组上了队伍。徐振东等人见到陈星加入，自然很是高兴。为了让陈星快点融入队伍配合，徐振东和陈星介绍起队伍的配置来。老板，队伍的主要肉盾是冷霜的骷髅兵，然后是绝明。待会不等徐振东说完，陈星直接打断了他们。绝明，你一个人去单练，专门找野狗。徐振东、冷霜、豆豆，你们3个一起对付野狗。我找野狗精英。啊！3人一愣，但很快他们明白过来，野狗的血量只有500，以他们3人目前的输出，差不多6-7秒就能解决一个。绝明就更不用说，20物理加40毒伤的全套，外加他自身的硬功夫，解决野狗也是轻而易举，哪里需要搞那么多花样，莽就对了。至于陈星说要去单挑野狗头领，他们更加觉得很正常，眼前这位可是能够直接秒杀 BOSS 的存在，对付精英岂不是轻而易举？随即4人大声回应：好的，
老板。而后5个人分成3队，各自行动。陈星离开他们后，掏出了初级毒药。丁，你正在为犬王牙刃淬毒。5、4、3、2、1。丁，淬毒成功。犬王牙刃下面多了一个技能效果，毒素伤害加30，攻击时使目标中毒，持续3秒，淬毒效果剩余179分钟。此时的陈星750点生命值，67点误伤加40点毒伤，伤害简直逆天。看到远处的头犬精英，他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头犬也扑向自己的敌人，同时施展技能獠牙撕咬。陈星成功格挡掉头犬精英的技能，然后一刀砍了下去。负67，红字，物理伤害；负40，绿字，毒素伤害。而后头犬精英攻击陈星，陈星继续格挡。在头犬精英攻击期间，他的头上又跳出2个伤害，40毒伤，40毒伤。陈星格挡完之后，又砍出一刀。负72，红字，物理伤害；负40，绿字，毒素伤害。陈星的攻速和之前对付豪猪差不多，4秒砍一刀，4秒的总伤害有180加。而头犬精英只有1200血，在陈星面前坚持不了半分钟。丁，你的队伍击杀头犬精英，你获得14点经验。虽然陈星是单独击杀，但他已经和其他人组队，所以其他人可以分得1/5经验。而陈星本人因为比怪等级高，获得的经验可以忽略不计，而队员击杀普通野狗的经验则要低不少。丁，你的队伍击杀野狗，你获得3点经验。由于3队同时击杀野狗、头犬精英，他们获得经验的速度是之前的3、4倍。他们如此疯狂的练级方式，自然被其他队伍留意到。我操，那几个人是谁啊？好强！那不是徐振东吗？他只是 F 级的，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他手上有一把白银级别的手枪，伤害好高。我靠，那个带着骷髅的妹子我认识，他手上绿油油的那根法杖是什么鬼？毒伤这么恐怖，比我们队的法师都牛了。你们看那个绝冥和尚，手上的拳套也换了。对啊，他功夫很高，能顶得住野狗攻击，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他也在用毒啊？和尚下毒总感觉怪怪的，这应该是破戒了吧？不怕佛主惩戒吗？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戒条？这秃驴大开杀戒都不怕，还在乎下毒？哎，你们看，那里有一个人单挑野狗精英。单挑野狗精英？真的假的？哦，我也看到了。我靠，伤害好高啊！物理伤害有60、70点，毒伤还有40点，这都怎么了？怎么一个个全都下起毒来？很流行下毒吗？问题是，他们的装备从哪里来的？会不会是从副本里流出来的？不知道，要问一问从副本出来的那5人。别吵了，快练级，快到3级。陈星5人不在意别人的议论，闷头练级。打了25分钟之后，陈星收到徐振东消息，老大，我们都升到了3级，走，回营地。此时陈星的天赋能量已经超过50点，1万，一队 CD 也已恢复，随时可以下副本。5人回到营地后，徐振东对陈星说，老板，我们回帐篷里整理一下东西。好，我在洞穴门口等你们。陈星说完，独自前往洞穴。此时洞穴口有一个叫刘焕的正在吆喝，周围有几个人在与他攀谈。陈星记得这个刘焕正是昨晚在副本躲在秘密通道逃过一劫的那支队伍的队长。刘焕吆喝道，出售营地洞穴副本地图了，里面有副本的详细信息，包括怪物分布、洞穴路线等等，500陈一张。旁人问，你这地图是真的假的？不会是骗人的吧？刘焕说，如假包换，假一赔10。大家还是不放心，我要是买到一份假地图，都不一定能活着出来。刘焕道，地图是真的，能不能活着出来就靠你的本事了。还是有很多人不信。你不是说自己是躲进密道里吗？为什么会有全地图？对啊，自己都没走，怎么可能有真地图？骗子！刘焕向大家解释，我们在密道找到了宝箱，获得了制作营地洞穴地图的图纸。说着，他举起自己的武器。你们见过这把武器吗？这也是我在秘密通道里获得的，包括我队友的很多装备也都是里面的。大家听到这，总算相信了他。你这个地图便宜一些呗，500陈也太贵了。对啊，我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攒到500陈呢。便宜一些嘛，反正大家都是一个营地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便宜一些啊？哪知刘焕丝毫不退让，如果你的队伍连500陈都拿不出来，那就不要去洞穴了，去了也是送死。你众人无语，但却又无法反驳。给我来一张。说话之人正是营地第一土豪。第50章营地洞穴进入。陈星与李焕发起交易，将500陈放了进去。很快他从交易框看到了一张地图。丁，
你与李焕交易，失去500份万合之尘，获得营地洞穴地图1张。李焕拿到粉尘，大声对陈星说：“谢谢老板，祝您顺利通关。”陈星挥手告别，他退到一个较为空旷的地方，打开了那张营地地图。丁，发现新地图，是否载入？是。丁，你已更新新地图，营地洞穴。紧接着，一张平面地图出现在陈星面前。地图并不复杂，主要分了3条路。入口的路往前走，然后有一个3岔口，分为左右2条道。2条道的尽头各有一个传送阵。怪物方面，地图上有2种颜色的标识：蓝色精英怪，红色头领怪。地图没有详细标识有多少精英怪，有多少头领怪，只是在它们出现的位置有蓝色网格、红色网格覆盖。而岔道的尽头，传送阵的附近就是红色网格覆盖。这说明要使用传送阵，必须杀了 BOSS。至于李焕他们躲藏的隐藏通道在哪，上面并没有标识。也就是说，这张地图并不代表全部信息。陈星看着地图，摇了摇头。500陈就买了这么个玩意，可真是个冤大头。好在不差钱，就当花钱买了一个安心。而就在陈星买完地图后不久，前面就开始吵起架来。一个人大声道：“你他娘的，就这么个破玩意，敢卖500陈？退钱！”陈星听着话有些耳熟，于是抬眼看去，雷震子正抓着李焕的脖领呵斥对方。李焕虽然被雷震子抓着，但脸色却没有变化。你地图都用掉了，我怎么能退钱？雷震子怒骂道：“你说上面有怪的显示，我还以为会把每一个怪都标注出来，结果只是划分了精英怪、头领怪所在区域，而且你躲避的通道也没有显示，怪物的属性、攻击、血量全都没有，就一张光秃秃的地图，你卖我500陈！”李焕一把推开雷震子，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系统出产的地图就是这样，你要怪就怪系统去。雷震子道：“可是你收了老子钱，还钱！”李焕嘿嘿一笑：“那你把地图还给我。”你，雷震子语塞，而后他恶狠狠地对李焕放下话：“你小子以后别出安全区，要是让我在野外看到你，我一定会将你粉身碎骨。”李焕不屑地看着雷震子：“就凭你，还不够格？”雷震子见这李焕居然还敢顶嘴，更加暴怒。他不和李焕打嘴炮，而是直接在阵营频道发声：“我雷震子在这里宣布，我和李焕势不两立，不是他死，就是我活。”徐佳佳嘻嘻：“雷震子哥哥，谁又惹你生气了呀？”丁震：“雷震子，你他娘的又发什么神经病？你不是说去营地买药吗？怎么又和人结仇了？”米西：“赶紧滚回来，我们没有回魔药水了。”留一手，把这货踢了得了，一天天就知道搞事。秦俊雷震子，怎么回事？雷震子，李焕在营地里卖营地洞穴的地图，收了老子500陈。丁震：“你钱被骗了？他没有给你地图吗？”雷震子：“地图是给了，但是这他妈是什么地图？你们看，这地图值500陈吗？”说着，他把营地洞穴地图截图发到聊天频道。其他人看到营地地图后，第一时间将其保存下来。虽说雷震子这个人嘴臭，很令人讨厌，但这一次大家都在声援他。就这玩意卖500陈，疯了吧？雷震子，这次我支持你。是啊，这地图太简陋了，50陈我都嫌贵。哈哈，买这地图的就是大傻子。雷震子，你他娘的骂谁呢？哈哈，不好意思，误伤。陈星感觉自己又一次被内涵到了。这时，徐振东等人来到陈星身旁：“老板，我们来了。”陈星对着他们点点头：“我们走吧。”而后，一行5人来到洞穴门口。洞穴门口的人很多，但都是因为李焕卖地图的事而来的。经雷震子这么一闹，李焕是没有办法卖图了，于是2人面对面对喷起来。由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导致洞穴门口都被堵住了。陈星无奈，只能用手拨开人群，让一让，麻烦让一让。之前有人见过陈星买地图，于是笑道：“又来了，又有一个冤大头来找李焕的麻烦了。怎么，这个陈星之前买了地图了？”“对，他是第一个买李焕地图的。”“哈哈，缺心眼的人真多。”陈星拨开人群后，与李焕打了个照面，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而是径直往洞穴方向行去。旁边的人不解：“怎么，他不是找李焕的吗？难不成是进洞穴的？开玩笑吧，现阶段咱们整个营地只有陈俊杰那队人才敢进去吧？”“对啊，升到3级的队伍不少，但是其他队都不敢去呢。陈俊杰那一队可是吸纳了 A 级天赋大佬宇轩啊，这个人可能只是去看看情况，并不一定真要进去。”在大家的议论声中，陈星、徐振东、觉明、冷霜、刘豆豆5人来到了洞穴门口。除了陈星，
其他4人一脸严肃。他们虽然对陈星的实力没有任何怀疑，但是每个人都对自己没有信心。那可是3级副本，自己真的能行吗？他们把目光放到陈星身上，当他们看到陈星那淡然的表情时，心情顿时好了许多。有老板在，一定可以。就在这时，冷霜开口了：“老板，要不要我的骷髅先进去探个路？他死了就死了，3分钟后我可以重新召唤。”陈星摇了摇头，而后他看向觉明：“大和尚，我给你加一个护盾，待会我们先进去。”觉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没有问题。”而后陈星看向身后几人：“我们进去5秒后，你们再进入。”其他3人点头：“好的，老板。”而后陈星对着觉明施展了自己的天赋技能1万1对。觉明立刻收到一个消息：“叮，陈星对你施加生命护盾，护盾能量1万点。”卧槽！觉明眼睛顿时瞪得老大，连佛号都忘了喊。陈星没工夫和他解释，连忙提醒他：“别分心，我们一起进去，3、2、1，进！”刷刷，陈星、觉明双双进入洞穴。5秒后，徐振东、冷霜、刘豆豆也跟了进去，留下外面一群张大嘴巴的吃瓜群众。第51章，营地洞穴，双鼠堵门。陈星进入洞穴后，突然发现眼前的光线暗淡了许多，还没等他适应下来，就感觉自己的大腿传来一阵疼痛，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低头一看，面前有一只硕大的老鼠，约莫有羊羔那么大，正用巨大的啮齿啃咬自己。陈星连忙抽出犬王牙刃，挥刀砍去。还没等陈星击中面前的老鼠，他又感觉右手火辣辣的疼，好像被抽了一鞭子。原来陈星面前不止一只老鼠，数米外还有一只，而那一只老鼠和面前这只还不一样，它嘴里并没有大啮齿，而是有一条极长的尾巴。一旁的觉明见状，连忙冲向了前方的那只长尾老鼠，帮陈星减轻负担。不久后，徐振东、冷霜、刘豆豆3人也进入洞穴。冷霜操控他的骷髅兵顶上前去，徐振东举着54式手枪对准了啮齿鼠，而刘豆豆的第一反应是给陈星、觉明回血，不过2人都是满血状态，并不需要治疗。直到这个时候，众人才看清面前2只老鼠的属性。啮齿鼠3级普通，生命值1500，物理攻击75，移动速度26，技能连环啃咬。长尾鼠3级普通，生命值1200，物理攻击85，远程，物理攻击70，近身，攻击距离10米，移动速度28，技能长尾扫击。不愧是副本怪，生命值、攻击力比野怪强了不少。如果只是一只的话倒还好，关键是2只同时出现，并且攻击同一个目标。幸亏陈星身上有生命护盾，这要是换一个普通神选者过来，估计已经死在当场了。这个还真不是危言耸听。以目前神选者的属性来说，2级神选者血量大多在200左右，3级神选者血量也就300-400。2只老鼠同时攻击，可以造成160点伤害。面对这个伤害数字，脆皮直接就趴下了。即便是血厚的，也只能多撑1、2轮。昨天晚上那么多人死在洞穴内，估计绝大多数都是倒在这2只老鼠手上。这还仅仅是门前的2只最普通的老鼠而已。不过这2只老鼠对其他队伍来说是杀手，但对陈星等人来说就是小菜一碟。陈星、觉明顶着万血护盾，根本不用担心血量问题，而且2人的身手都极为了得，实际战斗也基本上不会受到什么伤害。陈星格挡加回击，1轮攻击花4秒时间；觉明则更加有效率，格挡、闪避、加回击只需要2-3秒。关键是他们攻击力也极其恐怖。陈星这边手持淬毒犬王牙刃，佩戴豪猪毒戒，1轮攻击造成的物理加毒伤有180加。唯一可惜的是中毒时间只有3秒，中间会有1秒无毒伤时间。而觉明的物理攻击虽然弱一些，但是他的攻击频率更快，可以让毒素不间断的对对方造成伤害。除了2个主力，徐振东的输出也极为不俗。他手中的54式手枪的固定伤害是60，而且还有10至30点的额外伤害。经过徐振东的多次摸索，也掌握到了造成额外伤害的规律。如果击中对手伤口、眼睛等脆弱部位，必然会出现额外伤害效果。而手枪的攻击速度是 1.5 秒一发子弹，平均秒伤也有40-50。单论输出，徐振东并不比陈星、觉明差。美中不足的是，手枪的子弹太贵，8颗子弹需要2成，并不是长久之计。除了徐振东，冷霜的输出也非常可观。他手中有绿毒法杖，他的施毒术每秒可以对敌方造成27点毒伤。这个毒伤看上去不多，但是别忘了这个技能的特性，持续时间长8秒，而且 CD 短1秒。
这就意味着它可以让2只老鼠都进入中毒状态，每只老鼠都保持每秒27点生命值的损伤。而它的尸毒术和绝明，陈星手里的淬毒是不同的毒素词条，互不影响。为了了解毒素的机制，这里拿法术机制来做个对比。法术机制对一个目标同时施加多个法术，那这些法术不论是否同系，都会对其造成伤害。毒素机制： 1. 同种同级毒素无法叠加； 2. 同种不同级毒素最高级毒素有效； 3. 不同种毒素相互作用，互不干扰。举几个例子： 1. 在老鼠身上的尸毒术效果结束前，冷霜再次施毒，那只老鼠只有一个尸毒术的效果，后面施展的那个尸毒术重新计8秒毒素时间。 2. 冷霜对一个目标施展尸毒术，而这时有一个人又对同一个目标施展了高级尸毒术，那尸毒术会被高级尸毒术覆盖，最终只出现高级尸毒术的伤害。 3. 尸毒术和淬毒就是不同系的毒素，同时计算伤害，各自计算持续时间，互不干扰。冷霜除了尸毒术之外，还有一个召唤强力的骷髅兵技能。召唤骷髅兵消耗30点法力值，召唤一个骷髅兵500生命值，30点物理攻击，25点移动速度，召唤 CD 3分钟。骷髅兵相当于3级神选者的属性，原本是队伍中极其重要的肉盾加输出的角色，但是现在的他只能退居2线，除了偶尔吃1-2下伤害，最大的作用就是 2.5 秒砍1刀了。5人之中最无聊最没存在感的莫过于刘豆豆了。牧师本应该是队伍的核心，和前排的肉盾一样不可或缺，但因为前排2个万血生命护盾的存在，使得刘豆豆的回血技能没有了用武之地。目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偶尔给骷髅兵回一回血，十分清闲。陈星、徐振东、冷霜、刘豆豆共同对付啮齿兽，10几秒后，这只大老鼠终于倒在了地上。丁，你的队伍已经击杀啮齿鼠，你获得5点经验，也就是说啮齿鼠一共25点经验，比野外的豪猪20点经验高一些。解决完这只啮齿鼠之后，众人连忙赶去前方支援绝明。此时绝明面前的长尾鼠血量已经损失过半，要是再给绝明20多秒时间，估计长尾鼠要被他单挑死了。然而就在众人靠近长尾鼠之际，却见长尾鼠猛然转过身，它的尾巴突然变得又粗又长，朝众人方向甩来。第52章营地洞穴长尾鼠项链。长尾鼠施展了它的技能长尾扫击，这个技能涵盖范围极大，是一个近90度的扇形，而且这个技能范围比它攻击范围要长。长尾鼠的攻击范围是10米，但当它施展长尾扫击的时候，尾巴会变长，覆盖距离最长有12米。面对长尾鼠突如其来的攻击，跑在前面的陈星、骷髅兵双双被扫到。陈星下意识挥刀阻挡，负58护盾吸收，骷髅兵则是硬生生吃了这个伤害，负130。好在徐振东、冷霜、刘豆豆3人走在后面，不然也会被这尾巴给扫到。看到这个伤害数字，刘豆豆吓得一身冷汗。他的基础体质是5点，3级的他生命值一共也才150，这一击的伤害近乎可以将他秒杀了。冷霜握住法杖的手也不由得紧了几分。他是一个骷髅法师，基础体质是6点，此时生命值不过180，比刘豆豆好不到哪去。也是这一击让大家回归了清醒，不能大意。冷霜的施法距离是10米，他补了一个尸毒术之后就退到12米外，然后专心操控骷髅兵。刘豆豆施法距离也是10米，给骷髅兵丢了2个治疗后也远离了长尾鼠。徐振东的手枪攻击距离是20米，不过他的敏捷很低，如果站在20米处射击的话命中不高，所以通常他都是在10米之内开枪的。但考虑到长尾鼠的技能，他也只能在距离长尾鼠12米外才敢放心输出。最终只有陈星、绝明2个万血护盾的怪物以及不怕死的骷髅兵与长尾鼠近身搏击。不久，长尾鼠终于发出一声惨叫，趴在地上。丁，你的队伍击杀长尾鼠，你获得5点经验。2只看门老鼠被5人有惊无险的击杀。这时刘豆豆在远处大声喊道：哇，掉项链了！普通怪就掉项链了，项链、手镯、戒指等首饰爆率极低。陈星弯下腰捡起长尾鼠身旁的粉尘和那根项链。丁，你获得5粉尘。丁，你获得长尾鼠项链。而后陈星把长尾鼠项链的属性发了出来。长尾鼠项链，品阶青铜，体质+5。体质+5对大家来说就是生命值上限+50，但对某些有特殊天赋的人来说，加体质比加生命值更强。比如 B 级大佬龙傲天，他的体质成长就是翻倍。也就是说，别人是1点体质加10血上限，
它是1点体质加20血上限。如果他来装备这根项链，就能加100生命值上限。当初他要不是强行装逼，导致第一个葬身小白兔爪下，此时应该活得很滋润。而陈星队伍中的5人体质成长都是常规的，佩戴效果都一样。这个加5体质的属性对徐振东、冷霜、刘豆豆都是极其实用的，但真正能佩戴的人却只能有1个。最后，众人决定将其给刘豆豆佩戴，原因有2：一，他生命值最低，更加需要；二，他需要频繁的在前方给骷髅兵加血。分配完这条项链后，大家开始议论起方才的战斗来。刘豆豆看着陈星，老板，你和秃头哥哥怎么不掉血啊？觉明单手立掌，阿弥陀佛，老板施主给贫僧加了一个1万能量的生命护盾，相当于多了1万生命值。刘豆豆惊道：1万点生命护盾，这么夸张？徐振东、冷霜也吃惊不已。他们虽然已经知道陈星是那个神秘强者，但以为他仅仅是有一招超高爆发的伤害而已，哪知道居然还有这么强悍的护盾。刘豆豆不禁询问：老板，这是你的天赋技能吗？你的天赋到底是什么？陈星笑而不语。那刘豆豆还想刨根问底，徐振东连忙岔开了话题：好了，咱们抓紧时间，赶紧通关。陈俊杰那支队伍比我们快了半个小时，我们必须把这半个小时抢回来。众人齐声道：好。而后大家把注意力放到前方，洞穴的墙壁顶部有非常密集的荧光苔藓，让大家可以将周围看得清清楚楚。洞穴通道的宽度比大家预想的要宽许多，它在地图上只是一条细小的线，但实际上有近20米，5个车道那么宽。如果用相同比例放大的话，那通道的长度应该也很惊人。前方30米处，3只老鼠在通道内来回走动，2只啮齿鼠，1只长尾鼠。那3只老鼠行动并不统一，有时会交汇在一起，有时分散在不同角落。见此情形，众人把目光放到陈星身上。老板，怎么安排？如果以安全角度来说，他们应该耐心等待，等到落单的老鼠，然后将其一一引来，逐个击杀。不过陈星并不这般打算，他们赶时间，如果浪费时间在等待老鼠的走位上，那很难追上陈俊杰那支队伍。一起上，我去单独对付那只长尾鼠，你们对付另外2只啮齿鼠。收到。而后陈星、觉明一同奔上前。3只老鼠察觉到2人的存在，吱吱吱地冲了上来。陈星没有理会啮齿鼠，直接来到长尾鼠身边，一刀砍下。负67，红字误伤；负40，绿字毒伤。砍中长尾鼠之后，陈星身形并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前行数米，将长尾鼠带离。而觉明则是来到2只啮齿鼠旁，一拳一个将他们的仇恨抢了过来。仇恨得高低会影响怪物选取攻击对象，其他3人则与觉明一起对付啮齿鼠。一旁的陈星轻松应对长尾鼠，闲暇之余把目光放在觉明他们一边。当他看到那里的实际战斗之后，心里微微有些惊讶。虽说那边是4人对付2只啮齿鼠，但实际上这2只老鼠都在攻击觉明。如果是陈星面对这种情况，那只能挡住1只老鼠的攻击，然后依靠生命护盾硬吃另一只老鼠的攻击。然而觉明的手段却非同寻常，他双手在做格挡，反击的同时，脚下还在不停地走位，躲避啮齿鼠的攻击。面对2只啮齿鼠的夹击，他居然没有被正面攻击到1次。这般神奇的身法令陈星羡慕不已。看来光学基础刀法远远不够，基础轻功也十分有必要。明天的时候，基础功法 CD 就好了，到时候自己也能拥有觉明这种高超的步伐了。不知不觉，众人将3只老鼠击杀。不远处，1只手持钢刺的大老鼠正往他们这里缓缓走来。第53章营地洞穴一柄碰，秒杀精英巡逻队。2次战斗结束后，陈星生命护盾只剩下9400多，这还是因为有5人队伍。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估计护盾已经掉了2-3千点，1万点生命护盾根本坚持不了多久。而后陈星把目光放在3只老鼠的尸体上，这一次他们没有方才那么好的运气，这3只老鼠除了粉尘之外什么都没有掉落。刘豆豆不禁吐槽，这3只老鼠真小气，什么都没有。徐振东道，别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如果2-3只怪就掉落1件装备的话，掉率也太高了。刘豆豆吐了吐舌头。陈星没有在意这些，而是看向前方，准备继续前行。前方50-60米是一个拐角，不知拐角背后是什么，怪物多不多？就在这时，一团影子从拐角方向过来。待那影子现身后，陈星顿时大吃一惊。1只1.5米6高、手持钢刺的老鼠走了过来，他的身后还跟了10几只普通老鼠。陈星连忙提醒众人，快退后。众人虽然不知何故，但见陈星这般严肃，也跟着他退去。后退的过程中，
大家也发现了那只老鼠队伍。徐振东低声道：“那手持钢刺的老鼠应该是精英怪。”觉明也感觉头皮发麻。阿弥陀佛，居然还有12只普通老鼠，贫僧怕是抵挡不住。刘豆豆语气有些惊慌，这还怎么打？陈星目视前方的老鼠小队，默默留意着他们的队形和间距。老鼠队伍分了2队，钢刺老鼠打头，后面有2队6只老鼠的队伍，每一只老鼠间隔约莫 1.5 米，从钢刺老鼠到队尾有近10米，而且2只老鼠队伍之间靠得并不紧密，彼此相隔4、5米。见此情形，陈星顿时沉下心来。他的天赋技能一丙一队范围是2米乘5米，别说消灭2支队伍，就连1支队伍都覆盖不了。这怎么办？要不自己去吸引仇恨，看能不能将他们聚集到一起，然后一举秒杀。万一他们不聚集到一起，而是利用自身的速度优势将自己包围起来呢？身上这9400多的生命护盾未必经得起这么多老鼠的围攻，怎么办？所谓急中生智，就在陈星想着如何应对面前这对老鼠之际，脑海突然出现一个方案。他连忙打开合成系统，跳到专属合成页面，选中一丙合成。丁，你已合成专属物品一丙木质粉尘5000。而后他把一丙与自己的犬王牙刃绑定。丁，绑定成功。他再次查看手中的犬王牙刃。犬王牙刃品阶白银。一丙碰，消耗80点魔法值，下一击对前方6米乘10米范围造成10000点物理伤害，宽度、长度、伤害都大大增长。陈星见状，内心大喜，可以了。此时前方的老鼠队伍已经来到之前那3只身亡老鼠的区域。突然，老鼠队中有3只老鼠离队，补充那3只老鼠的空缺。就在这时，徐振东突然开口：“老板，我……”陈星打断了他的话：“你们在这里等着我，我去就来。”他说着，独自迎头走向那群老鼠。哎，徐振东还想说什么，硬生生憋了回去。刘豆豆轻声询问：“老大，你刚刚想说什么？”徐振东说：“我找到了应对那群老鼠的方法。”刘豆豆声音不禁大了几分：“那你不早说，老板都出去了。”嘘，别惊扰老鼠队。徐振东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老板可能有他的办法，咱们被打扰他。老板自己的办法，那是什么呢？”刘豆豆喃喃自语，看向前方。其他人也将目光看向陈星背影。陈星独自一人面对钢刺老鼠精英和他身后的9只普通老鼠。当陈星进入钢刺老鼠20米范围之时，钢刺老鼠突然大叫一声，带着身后的老鼠队奔向陈星。面对鼠群冲锋，陈星不紧不慢，甚至查看起钢刺老鼠的属性来。钢刺硕鼠3级精英，生命值3000，物理攻击130，物理防御15，移动速度28，技能钢刺投掷尖叫半月斩。几个呼吸间，钢刺老鼠就来到了陈星5米外。他抡起手中的钢刺向前方猛然一挥，唰，一个月牙的形状的刀气冲向陈星。这是钢刺硕鼠的技能半月斩。陈星举刀格挡，负122，护盾吸收。格挡之后的伤害居然还有这么高，属实厉害。此时钢刺硕鼠已经来到陈星近前，他举起手中钢刺，想要对陈星进行第2次攻击。这一次陈星没有再给他机会，他激活自己的天赋，然后挥动手中的犬王牙刃，奋力向前一砍。3个一柄状的光球顿时浮现在空中，紧接着一道光芒亮起，3个光球合而为一，变成一个巨大的一柄。而后一柄猛然前冲，化作一道光柱。那光柱亮度之高，气势之盛，远非一柄一队能比。嗡！待光柱散尽，陈星面前所有的老鼠都已经倒下。紧接着队伍里出现10个提示音：丁，你的队伍击杀钢刺硕鼠，你获得36点经验。丁，你的队伍击杀长尾鼠，你获得5点经验。丁，你的队伍击杀啮齿鼠，你获得5点经验。后面的徐振东等人嘴巴张得老大，这太夸张了吧？这个比鼠王活动的激光柱夸张好多，是近距离观察的原因吗？不，确实比鼠王活动里的更宽更长。难道老板的技能还可以升级？太变态了！阿弥陀佛，贫僧为什么内心有一股膜拜的冲动？我也是。哎，掉装备了，咱们过去看看。陈星看着脚下的战利品，除了每只老鼠都会掉落的粉尘之外，地上还有2件装备，1颗丹药。其中1件整备是普通老鼠掉落的，另1件装备和那丹药则是硕鼠精英掉落的。陈星无视了其他的东西，直接把硕鼠的2件掉落物品捡了起来。当他看到那颗丹药的时候，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这种东西可真是多多益善。第54章，营地洞穴冷霜的项链。
陈星手里的丹药是一颗体质丹，它的介绍很简单：初级基础体质丹，基础体质+1，竟然是加基础体质。由于等级和基础体质成倍数关系，所以基础属性的加成是最深远的，等级越高，影响越大。陈星的基础体质是15点，3级的裸装体质就是45点。他手上还佩戴了体质+20的豪猪毒戒，以及生命值+100的犬王项链。目前他的总生命值是750点，如果加上这一点初始体质，生命值就变成780点，有提升，但是不明显。如果这是陈星一个人获得的，自然直接就服用了。但此时毕竟是组队，掉落的丹药装备需要考虑队友的需求。想到队伍的3个脆皮，他们比自己更需要这个。把初级体质丹暂放一边，陈星查看老鼠精英掉落的装备：硕鼠胸针，品阶白银，小队成员的物理防御+5。胸针，新的装备位置，这可是好东西啊！陈星连忙将其佩戴在胸口上。队伍频道顿时出现一个消息：丁，队员陈星佩戴硕鼠胸针，所有成员物理防御+5。觉明看到后，口念佛号：阿弥陀佛，老板施主竭尽全力为团队付出，这般无私奉献，甘愿与队友同舟共济，实乃神人也。冷霜不屑道：切，臭和尚就喜欢拍马屁。而徐振东的脸色却不怎么好看。刘豆豆留意到了徐振东的表情，东老大，老板给我们加了5点防御，你怎么还不高兴了？而后刘豆豆恍然大悟：哦，我知道了，你的天赋才是团队+1防御，所以心里不平衡，对吧？徐振东端起手枪就要瞄准刘豆豆，刘豆豆连忙躲到陈星背后。啊，老板，东老大要射我！陈星摆了摆手，别闹了，把地上收拾一下。这个时候，觉明已经捡起了地上另一件装备，嘴里发出惊讶声：咦！刘豆豆连忙跑过去：秃头哥哥，是什么呀？而后觉明把那件装备展示出来：长尾鼠项链。刘豆豆大失所望：呀，又是一根项链，可惜我已经有了。你们谁要啊？说着，他看向冷霜和徐振东。冷霜摸了摸脖子上的那个吊着骷髅头的项链：给东队吧，我有一根专属项链，不需要项链。陈星点头：徐振东你拿着吧。好。徐振东接过项链戴在脖子上。这时刘豆豆对冷霜脖子上的那根骷髅头项链产生了好奇：冷姐姐，你的项链是怎么来的呀？看起来很酷呢。冷霜略作犹豫，然后把项链的属性展示了出来：里奥项链专属绑定，里面蕴含骷髅领主里奥的无尽魔力，可用它召唤出亡灵战士，解封灵层。同时冷霜与大家介绍项链来历：我在觉醒天赋的时候自动带了这样一条项链。陈星看到项链的描述，眉头微微一皱，看起来这根项链似乎能施展召唤术。冷霜点头：没错，我的召唤骷髅兵的技能其实是来自这条项链。徐振东说：你能不能在召唤了骷髅兵之后再换其他项链？冷霜摇头：不行，项链摘下来骷髅兵就散架。觉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冷施主，你进来之前是什么职业？为何会和这么阴气森森的东西相伴？冷霜淡淡的说：美容师。刘豆豆突然很兴奋：哇，冷姐姐原来是做美容的呀，下次你帮我化妆吧。冷霜补充了一句：遗体美容师。刘豆豆顿时吐了吐舌头：还是算了，我可不想死。这时陈星又提起项链的问题：你项链后面说的解封是什么意思？冷霜摇头：不知道，没有头绪。对此4人都无能为力。他这个骷髅看上去很强力，但也就是现阶段有用。到了4级后，如果他的项链还不能解封的话，那就变成累赘了，毕竟他占了一个装备的位置。陈星拿出方才那颗初级基础体质丹交给冷霜：你吃这个吧，刚才老鼠精英掉的。他觉得冷霜这种性格的人不一定会接受，于是又补了一句：就当作是借给你的。冷霜略微一愣，然后接过体质丹：谢谢，我一定会还给你。能让冷霜从嘴里能说出谢字，陈星应该是唯一一个了。服下体质丹后，冷霜的基础体质从6上升到7，生命值从180上升到210。哦，对了。陈星侧身看向徐振东：我刚才过来之前，你想说什么？徐振东笑了笑：我刚才说我找到应付这群老鼠的方法，但是现在看来是用不着了。哦，什么方法？你说说看。陈星很感兴趣，他的天赋技能可不是说用就用，下一次要是又遇到一堆这样的老鼠，那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时徐振东先卖了一个关子：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一群老鼠是来干嘛的吗？刘豆豆举手道：我知道，他们是来巡逻的。徐振东点头：没错，但不够完善。还有别的吗？冷霜冷冷地说：别兜圈子了，你不是说赶时间吗？老板，
你先看那边。徐振东不再让大家猜谜，用手指着方才众人杀3只老鼠的地方。众人沿着徐振东指向看去，那里又有3只老鼠在来回走动。徐振东说，那3只老鼠是从方才那群老鼠中走出来的，也就是说，那群老鼠还有一个功能，补充路途老鼠的损失。如果我没猜错，他们下一步要走的就是入口处了，把入口的2只老鼠也补充了。几人点头。陈星问，那你说对付他的方法是什么？徐振东伸出2根手指，第一躲，第二磨。刚才那一队老鼠是1精英加12普通，普通的5人队伍是绝对不可能与之对抗的。说到这，徐振东顿了顿，他看了一眼陈星，有一句话没说出来，变态除外。所以我们绝对是可以躲开那一队老鼠。你们看我们入口的2侧。众人回头看向自己入口的2侧，那里有几块破烂的板子放在那。我敢打赌，我们如果躲到板子后面，那一堆老鼠是发现不了我们的。大家点头同意。我们可以在这里杀2次老鼠，过不了多久，老鼠精英又会带队过来补充前线的老鼠。走个2、3趟，老鼠精英身边的普通老鼠就被清空了，然后我们再一举击杀落单的老鼠精英。大家听到这，觉得十分有道理。要不然，那个1加12的老鼠群岂不是无敌的存在？突然，陈星指着旁边的墙壁说：“哎，地图怎么显示那里有一个黄点？啊，什么都没有啊！”众人看向陈星的指向，又看了看自己的地图，纷纷摇头。陈星往旁边走去，明明有，地图上都标识了，去看看。其他4人互相对视，又摇了摇头，怎么搞得自己的地图和老板的地图不一样似的？第55章营地洞穴密室。4人好奇地跟着陈星来到旁边的墙角处，他们仔细观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蹊跷。陈星指着墙上的一块青苔说：“你们地图上是怎么显示这里的？”4人摇摇头，很正常的显示，没有特别标识。徐振东走到陈星所指位置，推了推，敲了敲，没有任何反应。陈星也纳闷了，他的地图在这里有一个小黄点，他们都没有，就我有，难道和我买了地图有关？陈星想到这，对着那个青苔的地方用力一摁，没有反应。陈星弄不懂了，难道是我多心了？就在陈星准备放弃之际，墙上突然出现一阵阵声音，咔咔咔嚓咔嚓，墙上的石头往上升，一道石门出现在5人面前。刘豆豆惊道：“呀，真的有机关！那一队活下来的人是不是就躲在这里的？”陈星点头，有可能。觉明，我们先进去。阿弥陀佛。觉明第一个走了进去，而后觉明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好多的箱子，好多的尘。”众人连忙跟了进去。在5人进去之后，石门轰的一声又落下了。进去之后，里面有一大堆粉尘以及5个宝箱，宝箱上还分别写着5个名字：陈星、徐振东、觉明、冷霜、刘豆豆。陈星来到那堆粉尘前，叮，你获得150尘，不错，已经回本150尘了。而后他来到标了自己名字的宝箱前，蹲下身，轻轻将其打开，唰，一道白光从宝箱里射出，映照在他脸上。待光芒淡去，陈星看到箱子里躺着一枚戒指，一伸手将那戒指抓在手中，然后查看起来。粗糙地力量戒，品阶青铜，力量加10。看到这枚戒指，陈星心里微微有些失望，只是加10点力量而已，相当于5点攻击力，聊胜于无吧。陈星戴上戒指，站起身，看向身旁4个人，脸上的神色各有不同。徐振东脸上神情和陈星类似，有些失望，合上绝名口念佛号，看不出他的情绪。而刘豆豆和冷霜与众不同，刘豆豆举起一根法杖，哈哈大笑起来：“我终于有白银武器了！”哈哈哈哈！说着，他把武器的属性共享出来：精致的治疗法杖，品阶白银，治疗量加15，施法范围加3米。治疗量增加的还可以，提升施法范围属性也很不错。对于牧师、法师等职业来说，施法距离越远，生命安全越有保障。与刘豆豆的满心欢喜不同，冷霜却是看着手里的东西发呆。陈星来到他的身旁：“冷霜，你开出什么了？”冷霜没有说话，但是陈星看到了他手中的东西，一根骨头，那骨头周遭还散发着淡淡的黑气。陈星心念一动，于是问道：“这是你的专属道具？”冷霜点点头，而后他取下自己的项链，哗啦，旁边传来一阵倒塌的声音，是冷霜的骷髅兵，在他拿下项链的一瞬间就散落成了骨堆。冷霜没有理会自己的骷髅兵，而是将刚刚捡到的骨头往里奥项链方向靠。当两者触碰之时，里奥项链突然震动了一下，紧接着项链上的骷髅头吐出一股黑气，将那根骨头包裹起来。
那骨头在黑气里缓缓分解，最后变成了粉尘。而后，黑气带着骨头的粉尘钻回项链的骷髅头的嘴里。此时，骷髅项链的外形发生了些许变化，原本粗糙暗淡的项链现在变得有了一些光泽。里奥项链解封1层之后，冷霜把升级好的里奥项链重新戴到脖子上。他的召唤骷髅兵技能升级到了召唤盔甲骷髅兵。召唤骷髅兵消耗30点魔法值，召唤一个骷髅兵召唤 CD 3分钟。召唤盔甲骷髅兵消耗100点魔法值，召唤一个盔甲骷髅兵召唤 CD 2.5分钟。魔法值从30变成100，属实惊人。冷霜默念口诀，施展技能召唤盔甲骷髅兵。咯吱咯吱，冷霜身旁出现一阵响动。不一会，一具新的骷髅兵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一个骷髅兵比之前那一个有了很大的不同。先前的骷髅兵全身上下都是白骨架，包括手里的刀也是白骨刀。而这一个骷髅兵上半身有了盔甲，头上还戴了一顶帽子，包括手上的刀也有了一些造型，比之前霸气一些。最关键的，这具骷髅兵的骨头不是纯白色，而是带了一丝黄色，看起来更加牢固。盔甲骷髅兵，生命值2000，物理攻击100，物理防御20，物理伤害减免10%，移动速度25。骷髅体质，免疫毒素，精神系魔法效果降低50%，受到火系伤害额外增加30%。相对于之前的属性，500生命，30武功，25移速，有了质的飞跃。除了移速没有变，生命值、物理攻击提升了不止2倍，而且还多了防御属性。大家看到这个骷髅盔甲兵的属性后，不禁啧舌起来。召唤系果然强势，和召唤师战斗一定要去找召唤师本体，千万不能与其的召唤单位战斗，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个秘密通道居然让2个人找到满意的装备道具，确实很不错。大家开完宝箱之后，又打量了这个密室。原先入口已经堵死，无法回去。不过在墙角处有一个圆形八卦图案。陈星跨步走上了那个八卦图案，立马收到系统提醒：丁，请选择小队的传送地点：1. 营地内，2. 副本起点。提醒：如果传入营地内，将离开这次副本，副本进入3小时重置 CD， 密室只能进1次。到这里，陈星终于明白刘焕那一队人昨晚的大部分经历，但是有2点他还想不通：一，他们队伍5人怎么逃过门口那2只老鼠的追杀；2，他们怎么发现这个密室的？但大致的陈星能够猜出来，刘焕队伍里有一些特殊天赋的人。至于自己为什么能看到这个密室入口，其他人却看不到，这个肯定和自己买了刘焕地图有关了。500粉尘没有白花。第56章，营地洞穴踢凳子。5人重回副本起点。刚才的密室行让冷霜、刘豆豆增强不少，尤其是冷霜召唤的盔甲骷髅兵成为全队又一个强力助力。而后陈星、觉明、盔甲骷髅兵打头继续前进。当他们再次路过那3只老鼠所在的时候，发现老鼠的组合变成了2长尾鼠加1啮齿鼠。这一次陈星、觉明各领1只长尾鼠去旁边，冷霜、刘豆豆、徐振东3人与盔甲骷髅兵共同对付啮齿鼠。陈星、觉明那边不用多说，全程只消耗了200的生命护盾，而3人加盔甲骷髅兵的战斗却是另一番景象。盔甲骷髅兵有20点物理防御，同时有10%物理伤害减免。面对啮齿鼠75点的攻击力，盔甲骷髅兵每次损失49点血量，他的血量损失自然是依靠刘豆豆来恢复。刘豆豆治疗术是1级，治疗术消耗5点魔法值，治疗30加精神 X 0.5 CD 2秒。刘豆豆基础精神是10点，3级精神是30点，再加上他手上治疗法杖的加15治疗量，他施展1次治疗术可以恢复60点生命值。而他治疗的 CD 和啮齿鼠的攻击频率相当，所以他可以轻松确保盔甲骷髅兵满血。而且治疗术消耗的魔法值极低，战斗结束他只消耗了35点魔法。牧师的技能果真是实惠高效。说起魔法值消耗，冷霜就是另一番景象。面对3只老鼠，冷霜要施展3次施毒术。施毒术魔耗惊人，足足有25点，光3次施毒术就消耗了75点魔法。冷霜和刘豆豆一样，初始精神也是10点，现在的总魔法值是300，精神 X10。他们身上的回魔药剂战斗回复50魔法，只有35支，根本不舍得使用，所以在战斗结束的时候，他们会立刻打坐，加速魔法的回复。解决完这3只老鼠后，陈星带着众人继续前行。前面不远处是一个拐角，由于不知道拐角后有多少怪，所以安全起见，大家没有鲁莽的冲过去，而是缓步来到拐角处停了下来。陈星将头探了出去，
发现前方30-40米有一个小火堆，火堆旁有10几个小凳子，除此之外空空如也，没有见到老鼠。怪呢？想到方才那支巡逻小队，陈星当即明白过来，自己方才秒杀的那些怪原本待在这里。确认了安全后，陈星对众人挥挥手，走吧，前方没怪。众人这才起身向前行去。路过小火堆的时候，觉明脚步缓了下来，眼睛在四处不停地瞟着。刘豆豆注意到他的动作，于是来到他身边，秃头哥哥，你在找什么？觉明脸上略显失望，阿弥陀佛，这些老鼠属实有些小气，聚集之地居然什么都没有留下。刘豆豆嘻嘻一笑，我还以为你在看有没有怪力，原来是看有没有宝。觉明一本正经地说，阿弥陀佛，贫僧一向节俭，见不得浪费。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只有这些小凳子。刘豆豆说着，一脚踢向旁边的小凳子。要这凳子有何用？觉明话音刚落，眼睛就瞪直了。那凳子被刘豆豆踢飞后，在原地留下一小堆粉尘。刘豆豆也傻眼了，哎呀，还真有东西。他弯下腰将那粉尘捡起，叮，你获得8粉尘。哈哈，竟然有8尘，真的不错。就在刘豆豆继续踢小凳子之际，觉明也已经动身。他施展了少林12路弹腿，搭配精妙的步伐，一脚一个凳子，整个过程流畅无比。刘豆豆踢完3个凳子的时候，觉明已经将10个凳子都踢完了。叮，你获得6尘。叮，你获得破烂的铁剑，黑铁。叮，13个凳子一共找到72尘，还有一件黑铁装备。那黑铁装备是在一个较大的凳子下找到的，看来是那硕鼠精英做的。确认此地再无遗漏，觉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他对着火堆鞠了个躬，然后跟上了陈星几人。秃头哥哥，等等我。刘豆豆也跟了上去。很快2人赶上了队伍。刘豆豆来到陈星身边，一脸兴奋，老板，刚才我们找到宝了。什么宝？3人看向他。刚才路过的火堆旁不是有凳子吗？里面居然藏着粉尘呢。而且秃头哥哥还找到了一把破剑。这也行？众人惊讶地看着2人。刘豆豆指着觉明，这还是因为秃头哥哥坚持寻宝，我才无意发现的呢。觉明双手合十，一脸淡然模样，阿弥陀佛，有没有宝倒是其次，正所谓俭以养德，这只是贫僧的修行方式而已。哈哈，陈星、徐振东、刘豆豆捧腹大笑，冷霜则是直接吐槽，呸，贪财和尚硬要装模作样。面对众人的嬉笑，觉明不以为意。几人有说有笑，继续往前探索。虽说方才觉明、刘豆豆没有找到什么好东西，但这个发现却令大家多了一个心眼。下次有类似场景的时候，不要再错过了。之后几人又遇到2次老鼠拦路的情形。第一次是3只老鼠直接冲上去杀了，第二次是5只老鼠趁老鼠相距较远，引来3只先杀，然后又杀剩下的2只。不过这些老鼠周遭都是空荡荡的，没有箱子、凳子之类的东西让大家翻找。不久后，众人又遇到了一支巡逻队，与之前一样，也是一只老鼠精英加12只普通老鼠。只不过这次陈星的天赋技能没有回复，于是众人立刻后撤躲避老鼠巡逻队。果不其然，老鼠巡逻队补充了那2个点位的老鼠之后，掉头就回去了。这也验证了先前徐振东的推测。消灭了这2个点，共计8只老鼠之后，他们没有前进，而是在原地等待。过了没多久，老鼠精英又来巡逻，只不过这一次他身后只有4只老鼠。大家继续避其锋芒，等老鼠精英回去后，把那4只老鼠消灭。而后大家没有再等待，而是径直往前走。这一次他们要正面挑战那只老鼠精英。第57章营地洞穴，恐怖的钢刺硕鼠。消灭完钢刺硕鼠的12个小弟后，众人大摇大摆地往前走。没过多久，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小火堆。火堆旁边坐着一只手持钢刺的大老鼠，正是方才带队巡逻的钢刺硕鼠。可能是没有小弟的原因，这一次钢刺硕鼠没有出去巡逻的迹象，而是在火堆旁边打着瞌睡。距离钢刺硕鼠30米外时，陈星挥手叫停了队伍。他回过头，低声对众人说，钢刺硕鼠有3个技能：钢刺投掷、尖叫、半月斩。上一战见过他的技能半月斩，5米时发动，我格挡之后受到伤害是122点，预估满伤害在200点左右。徐振东、冷霜、豆豆，你们3个和他务必保持距离，不然就有可能被这个技能秒杀。3人齐声回应，知道。陈星接着说，半月斩还好，攻击距离近，但钢刺投掷这个技能对你们的威胁应该是最大的。这应该是个远程技能，伤害未知，有没有特别效果也未知，你们3人务必注意躲避。3人点头，好。尖叫这个技能效果暂时不清楚，待会战斗的时候留意。最后我们来做个简单安排，我和觉明以及盔甲骷髅正面应战。徐振东、冷霜、豆豆，
你们3个注意站位，尽量站在钢刺硕鼠的侧面或后面。再次叮嘱，你们3个时刻准备躲避硕鼠的技能。众人齐声回应，收到。好，出发。而后，陈星、觉明以及盔甲骷髅径直奔向钢刺硕鼠。徐振东3人远远看着，骷髅盔甲兵打头阵，陈星、觉明微微靠后半米。当3人距离钢刺硕鼠20米的时候，方才还在打盹的钢刺硕鼠突然站了起来，转身看到陈星等人后，脸上顿时露出杀意，举起钢刺迎面冲了过来。在双方相距5米之时，钢刺硕鼠挥舞手中的钢刺，唰的一声，一道月牙刀气冲上了盔甲骷髅兵。盔甲骷髅兵不会格挡，硬生生吃了这个伤害。-162。从盔甲骷髅兵的防御反推，可以确认半月斩的伤害是200，而且是物理伤害。眨眼间，盔甲骷髅兵已经接近钢刺硕鼠，他举起手中的骨刀，用力挥砍下去。盔甲骷髅兵100攻，而硕鼠有15点物理防御，所以对其造成85点伤害。而陈星、觉明此时也已经来到硕鼠身旁。先出手的是觉明，他见面来了一招通臂拳，普通攻击附加10点伤害，老鼠头上顿时跳出2个数字：-32，红字，误伤；-40，绿字，毒伤。几乎是同一时刻，陈星的刀也落了下来。-50，误伤；-40，毒伤。需要说明的是，陈星刀上的淬毒和觉明手套上的淬毒是同种毒素，所以2人武器附带的40点伤害只能计算1个。而在陈星的犬王牙刃砍出之后，钢刺硕鼠身上多出一道伤口，陈星当即提醒觉明，攻击硕鼠刀伤位置，伤害会额外加5。好！觉明喊完之后，又一拳送出，稳稳命中刀伤位置。-37，伤害果然提升5点。他们吸引到硕鼠的仇恨后，并没有在原地和对方战斗，而是绕了个半圈，将硕鼠掉了个头。这样就让徐振东等人站在硕鼠的背后。而后，徐振东3人分散开来，冷霜来到硕鼠身后10米位置，对其施加了施毒术27毒伤。徐振东则双手持枪，来到硕鼠背后15米左右的位置，射击对方。砰！45。由于徐振东在硕鼠身后很难命中伤口、脆弱位置，所以基本都是稳定造成45点输出。而刘豆豆则相对辛苦一些，他不仅要看硕鼠，还要看盔甲骷髅兵，所以他只能站在硕鼠侧面施展治疗术。好在他手中的法杖有加3米的施法距离，不会离硕鼠太近。考虑到实际每人的攻击速度，他们5人小队平均1秒对 BOSS 有140点左右的伤害。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众人只需要20多秒就能解决掉这头3000生命值的硕鼠。但实际的战斗可不是做数学题，刚开始的时候战斗还很正常。硕鼠的普通攻击大约 1.8秒一次，除了偶尔释放一下半月斩之外，只会用手中的钢刺进行普通攻击。钢刺硕鼠的普通攻击是130，有时它会攻击骷髅兵，对其造成109点伤害。而骷髅兵有2000生命值，并且还有刘豆豆在一旁治疗，顶住 BOSS 基本没有大碍。有时他会攻击觉明，而觉明则大多选择闪躲开，偶尔躲不开也会格挡掉，造成70-80点伤害。这段时间大家都能轻松应对，没有任何风波。但当钢刺硕鼠生命值低于1500的时候，战局陡然发生改变。只见硕鼠突然转过身，面对侧面的刘豆豆，然后将手中的钢刺奋力甩出，唰！一道寒光划过空气，风驰电掣一般飞向刘豆豆。刘豆豆吓得花容失色，连忙往一旁躲去。而那钢刺却好像是跟踪导弹似的，在空中调转了个头，再次追着刘豆豆。刘豆豆原以为躲过钢刺就已经逃过一劫了，哪知这东西还会跟上来，慌忙中大叫一声，又向外奔出好几米。那钢刺的速度显然不是刘豆豆的双腿能比的，寒芒一闪，很快就来到刘豆豆脑后。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刘豆豆身后。噗呲一声沉闷的声响，钢刺停了下来，是陈星。在看到刘豆豆被钢刺追逐之际，他第一时间跑了过来，然后施展跳跃技能，在关键时刻挡住了钢刺攻击。如果这是电视连续剧，这种情形下挡刀之人十有八九就辞领饭盒下线了。但这是神选之地，伤害是有限度的。-205护盾吸收，这是钢刺这个技能给出的回馈。陈星如此高的防御下都会有205点伤害，如果是刘豆豆挨了这一下，肯定已经命丧当场了。看到这么高的伤害，刘豆豆吓得瘫软在地，而那钢刺硕鼠似乎还没放过他的打算，当即飞奔过来。第58章营地洞穴2本书。面对疾驰而来的硕鼠，刘豆豆顿时花容失色，爬起来就往后跑。啊，大老鼠又来了！不过这一次硕鼠没有去追刘豆豆，而是来到陈星身旁，弯腰捡自己的钢刺。
远处的刘豆豆当即舒了一口气，虚惊一场。而后，众人在新的位置重新与钢刺硕鼠战斗。有了刚才的经历，大家开始讨论应对办法。陈星的建议很干脆，你们三个干脆别近身了，省得被 BOSS 瞄准。但觉明却提醒他，阿弥陀佛，老板施主，那样的话输出就会降低不少，我们护盾的消耗也随之增大，这样下去恐怕撑不到关底 BOSS 了。陈星看着自己8000多的护盾，又想到前方还有那么长的路，没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时刘豆豆说出了自己方才的感受，钢刺的速度到后来越来越慢，想来是有追踪距离的，如果能多跑点距离，那钢刺应该会力竭。不过冷霜却给了刘豆豆泼了一盆冷水，怎么才能跑远？我们又没有位移技呢。这时徐振东开口了，刚才老板能用身体挡住钢刺的攻击，也就是说这个技能只能攻击第一个单位。陈星一下就明白徐振东的意思，我知道了，让豆豆他们站在我们身后，当 BOSS 丢出钢刺的时候，我们三个去挡住钢刺的攻击就好了。觉明道，阿弥陀佛，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之后徐振东、冷霜、刘豆豆三人调整站位，站到了陈星和觉明的身后。不久，硕鼠又丢了一次钢刺，这一次居然被觉明用双手给抓住了。当然，他的生命护盾也损失了200多点，但至少成功为后排抵挡了这一次攻击。在众人的攻击下，硕鼠的血量越来越少。当硕鼠生命值到达600点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600血，按照众人的伤害，只需要4-5秒就能解决，咬一咬牙，或许就能砍死他。但陈星心里一直惦记着他的最后一个技能——尖叫。从始至终，硕鼠就没用过这个技能。于是，在见到硕鼠的异常后，他连忙大喊：“后排退后！”徐振东、冷霜、刘豆豆停止攻击，扭头就跑。硕鼠停下攻击后，深吸一口气，随即爆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陈星被这一声震得当即头脑发晕，全身上下失去了知觉。叮！你遭受钢刺硕鼠的技能尖叫冲击，全身陷入麻痹，持续2秒。除了陈星，他身旁的觉明也受到这个技能影响，待在当场。2个主力2秒无法动弹。不过硕鼠并没有攻击两人，他举起手中的钢刺，猛然向前挥去，是钢刺投掷，瞄准对象冷霜。2个主力都无法动弹，没人给他抵挡这个伤害。怎么办？他能逃掉吗？此时的冷霜正奋力往后跑。方才他收到陈星提醒后，立刻转身逃跑，但是很显然，他的移动速度不够，还是被钢刺硕鼠瞄准。空中的钢刺犹如一道闪电一般扑向冷霜身后。正如之前刘豆豆所言，随着距离的增加，钢刺的速度在下降，势头也逐渐变弱。看情况，只要再飞10几米，他就会掉落在地。但冷霜没有能力再跑10米了。唰！钢刺的寒芒来到冷霜身后，离他后背只有1米不到的距离。就在此时，空气中突然传出一阵古怪的声响，咯吱咯吱，这声音很像骨架碰撞的声音。刹那间，盔甲骷髅兵出现在冷霜身后，噗呲，钢盔骷髅兵挡下这致命一击。咯吱咯吱，盔甲骷髅兵上下颚开合了几次，好像在发出嘲笑声。此时，钢刺硕鼠再次向前奔，准备捡起自己的武器。冷霜方才用骷髅兵帮自己挡了一击之后，并没有慌乱，他本人后退的同时，冷静地操控骷髅兵，准备再次应战。钢刺硕鼠身上有毒素，一边跑一边不停地掉血。-40淬毒毒伤，-27施毒术毒伤。2秒后，钢刺硕鼠生命值还剩460点，他也捡起了自己的武器。盔甲骷髅兵举起手中的大刀砍了下去，-85。钢刺硕鼠当即与骷髅兵缠斗起来。稳妥起见，徐振东几人不敢再靠近硕鼠，而陈星、觉明也很快从麻痹中清醒，再次赶来和钢刺硕鼠战斗。这一次，硕鼠再也没有施展任何伎俩，坚持数秒后，他便一声惨叫，摔倒在地。5人总算收到系统消息：丁，你的队伍击杀钢刺硕鼠，你获得36点经验。终于结束了，众人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硕鼠死后，除了留下粉尘之外，还掉落了2本书。陈星弯腰捡起，丁，你获得地级技能书灵魂链接。丁，你获得地级技能书武器投掷，灵魂链接，品阶地级，效果将受到伤害的 25% 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单位上。学习要求：召唤系职业，召唤系天赋。陈星将这本书交给冷霜，你的。冷霜接过这本技能书，虽然他的脸色依然冰冷，但呼吸却不知不觉加快了几分。有了这本书，就意味着他生存能力更加有保障了。而后，陈星查看另一本书，武器投掷，品阶地级，功能
瞄准一个30米内的目标，将手中武器丢出，对其造成150%伤害，命中后武器自动返回。武器带自动追踪效果，最长追击40米。学习要求：近战武器类职业。这个武器投掷和硕鼠的钢刺投掷有些像，而且更强一些，至少不需要自己去捡武器。陈星直接将这个技能学了，有了这个技能，他就有了一定的远程攻击能力。30米的主动引怪，比一般怪物仇恨要远，简直是开怪利器。待大家把血魔回复满之后，小队继续往洞穴深处行去，又消灭了一队老鼠。他们来到了分岔路口，按照地图所示，左右两边都有传送阵，传送阵所在被红色网格覆盖。原以为两边都差不多，哪知道左边那条路一片漆黑，墙上没有任何荧光苔藓。虽然觉明准备了蜡烛，但是大家都不想在这种漆黑的地方战斗。而后陈星拍板：我们先去右边吧，左边那一路先放一放。好，5人往右路行去。第59章营地洞穴，蜀后和蜀王冠制作书。进入右边的岔路后，战斗与之前有了一些变化。老鼠巡逻队没有了，所有的老鼠都是散落在地图的各个地方。老鼠们在通道内闲逛，偶尔会有几只老鼠在一起交头接耳，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各逛各的。此时陈星学习了武器投掷技能，可以在老鼠仇恨范围外将怪引来，这样既增加了队伍的输出，又让队伍处于更加安全的战斗区域。不过对他们来说，最困难的并不是如何解决老鼠，而是如何携带战利品。全队就2个人有储物空间，陈星的腰包和冷霜的物品栏10个，他们2人相对轻松一些，可以把物品放进去，但其他人就必须自己想办法。小的东西直接揣进口袋，大件装备就只能拖着。如果遇到战斗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边，战斗结束后重新拖起来。这些装备未必值钱，但是真让他们丢掉又十分不舍得。众人就这么拖拖拉拉往前行，又杀了30几只老鼠，一只老鼠精英之后，他们终于拖着大件小件的装备来到了通道的尽头。通道的尽头是一个半球形洞穴，直径约摸50-60米。洞穴的亮度比通道要亮很多，从外面一眼就能看清里面的情况。洞穴周围装饰的非常豪华，好似一个宫殿一般。洞穴最深处的地面上有一个八卦图的圆圈，和他们在密室的传送阵很像，想来那里可以回到村子中。洞穴中央放着2张高大的椅子，一张是空的，另一张坐着一头巨大的老鼠。那大老鼠是蜀后。至于另一张椅子为什么是空的，那很容易理解，那是蜀王的，而蜀王昨天在营地被陈星杀了。蜀后3级头领，生命值5000，物理攻击120，魔法攻击140，物理防御20，魔法防御10，移动速度28，技能未知，高达140点的魔法伤害。看到这个数值，让陈星想起自己遇到的2级雷电犬王，魔法伤害有120，当时自己差点被那犬王给电死。直到现在，他拿魔法伤害的怪都没有太大办法。这时徐振东的声音在陈星身旁响起：老板，这蜀后咱们怎么打？陈星微微一笑：我的杀招好了，你们在这里等着就行。众人欣喜：真的啊？那太棒了。但很快他们又担心起来：老板，你那一招伤害够不够啊？这 BOSS 可是有5000血啊，要不我们先去磨一磨血，前期 BOSS 应该挺好打的。陈星摆了摆手：没事，你们就在这里看着。而后他站起身走向蜀后。此时陈星心里还惦记着副本首通的事情，前面有一队人比自己早半个小时进入了副本，不过系统现在还没有消息，想来对方还没有通关，或许那队人正在和蜀后战斗也说不定。当陈星进入 BOSS 20米范围后，蜀后站起了身，他左手轻轻一招，一根法杖顿时出现在手中，对着陈星，他居然还说了一句台词：入侵者，你是不是斯内克派来的？休想抢走我的钥匙！什么斯内克？什么钥匙？陈星不知道，但蜀后并没有给陈星询问的机会，立刻吟唱起法术来。很快，蜀后左手法杖凝聚出一个水球，当那水球变成篮球那么大的时候，蜀后挥舞手中的法杖，好，一条水龙从那水球中窜出，直扑陈星。陈星提起手中的大刀，挡住水龙的进攻，那水龙轻而易举地穿过了陈星的大刀，负195，陈星的格挡几乎无效。而那水龙打中陈星之后并没有停留，而是继续向陈星身后窜去。看来这一招是线性群体伤害，并不会因为击中了前排目标而停留。不愧是副本大 BOSS， 技能效果比钢刺硕鼠的钢刺投掷效果强多了。而且人家只是开场的技能而已，后面指不定还有什么厉害的招数呢。不过陈星已经靠近蜀后，
不会给他机会展示其他技能。陈星激活天赋技能一柄碰，面前当即凝聚出巨大的一柄光球，冲向蜀后。负5000，定，你的队伍已经击杀蜀后，你获得100点经验，一击秒杀。陈星身后4人虽然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真当看到陈星秒杀蜀后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赞叹：刘豆豆，老板好帅啊！真的一招秒杀了大 boss， 这可是3级副本 boss 啊！徐振东，我简直敬佩的五体投地。觉明，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老板出手未免狠辣了一些。冷霜，别在这假慈悲了，有本事你自己去和蜀后单挑。觉明，我去给他超度灵魂。觉明说着，便往蜀后尸体方向行去。冷霜也站起了身，你个秃和尚，明明想选装备，还要说的这么冠冕堂皇。徐振东、刘豆豆也跟了过去。不过，当他们4人来到蜀后身边时，却愣住了，并没有想象中的装备爆一地的情景。地上非常干净，只有1个珠子、1把钥匙、1个宝箱，并没有1件装备。不过，那个宝箱很特别，它的个头非常大。它不是以往大家遇到的那种黑铁宝箱、青铜宝箱一类的，而是和密室的那种宝箱有些相像。他们见陈星在箱子面前发呆，于是询问：老板，里面有什么呀？陈星说：你们自己摸一摸宝箱就知道了。而后大家都蹲下身去碰那个宝箱，每个人都收到一样的系统提醒：丁，是否获取你的战利品？这时大家才明白，这个宝箱的意义系统已经分配好了各自的战利品，根本不需要到地上去捡。这样做显然有一个好处，免去了大家分装备的麻烦事。陈星方才发呆，倒不是因为箱子的分配方式，而是因为他捡到了一样特殊的道具。丁，你获得蜀王冠制作书，是装备制作书。陈星现在可以制作的装备非常多，从黑铁到青铜到白银，有不少装备是他在野外首次打出来的。这些装备属于普通装备，可以直接用粉尘合成。不过，如果是黄金、紫金、暗金等更高级的装备，就必须要合成卷轴之类的才可以。而陈星手里的这张蜀王冠制作书就是一张合成卷轴。没错，所谓蜀王冠是黄金装备。陈星连忙查看蜀王冠的属性。蜀王冠品阶黄金，物理防御加50，魔法防御加30，生命值加500。卧槽，这么屌！第60章营地洞穴，暂回营地。陈星连忙查看蜀王冠的合成要求，2000陈，光合成就要2000陈，实际价值绝对在4、5千以上。当然，现在说它的实际价值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别人口袋没那么多陈的话，说什么都没用。陈星昨天卖钥匙、卖装备换了12371陈，今天野外单独刷豪猪获得了700多陈，进副本到现在获得了200多陈，5人平均。所以从昨天开局到现在，他一共获得了13300多陈。不过大部分他都用了积分兑换了2张麻将，花掉1万陈。进来之前买地图花掉500陈，所以陈星身上有2800多陈，可以合成蜀王冠。陈星看着蜀王冠制作书，点击使用。丁，你已掌握蜀王冠合成秘诀。然后陈星打开合成页面，黄金装备一栏赫然多出了蜀王冠的选项，点击合成。丁，你已合成黄金装备蜀王冠，粉尘2000。陈星手里立马多出了一个王冠。没等陈星将其戴上，一旁的刘豆豆已经瞧见陈星手里的王冠。老板，你手里的帽子看起来好好啊，是宝箱开出来的吗？陈星嘿嘿一笑，直接把蜀王冠属性共享出来。刘豆豆顿时惊呼：哇，是黄金装备！觉明原本沉浸在自己开宝箱的喜悦，但听到刘豆豆的惊呼声后，顿时不淡定了。什么？黄金装备？觉明一个踏步来到陈星身边，伸手去抚摸陈星手上的蜀王冠。刘振东、冷霜也都把目光聚集在陈星手上。50物防，30魔防，这2个防御属性已经非常逆天了，全身装备都不一定有这一件装备强。关键是他还加500的生命值，刘豆豆加冷霜2个人的生命值都没有500啊。而后陈星给出他们更加震惊的消息：我得到的是制作书，这个是合成出来的。制作书？众人脸上惊喜万分。陈星又补了一句：2000陈合成出来的。我去，2000陈！他们犹如受到了当头棒喝。他们口袋里最有钱的是觉明，粉尘数量有700家，然后是刘豆豆和冷霜，有500家，最穷的莫过于队长徐振东，只有300家。没办法，子弹太贵了。刘豆豆惊呼：我们4个人凑在一块才能合成出一件。觉明却说：那咱们就凑一块合成一件吧。然而冷霜却给了2人沉重一击：我没钱，我还欠老板2500陈没还。觉明，
冷霜手里的武器是陈星给的，还没付账呢。而徐振东又来了个雪上加霜，2000知识成本，老板还要赚钱的啊！刘豆豆，觉明顿时哑火了。陈星打断了大家的对话，蜀王关的事咱们晚点再说。而后他弯腰捡起地上的2样东西，叮，你获得夜明珠1颗，叮，你获得钥匙1把。夜明珠，品阶白银，佩戴位置胸口，功能照明，强度30。提醒：本洞穴通道照明强度为20，晴天照明强度为100。钥匙，1把钥匙，用途未知。看到这2件物品，陈星立刻想起方才那个岔道。不用说，这肯定是去那条通道的必备道具。这时，刘豆豆的声音在前方响起：“老板，你快来看！”陈星抬头一看，发现刘豆豆正站在那个八卦传送阵旁。于是他和其他3人也走了过去。老板，这个传送阵和密室里的那个很像呢。陈星踏上传送阵，系统给出提醒：叮，请选择离开方式：1. 保存进度，暂时离开；2. 结束副本，直接回营地。提醒：本选项只由队长选择。选项1，该副本进度可以保存最长24小时，下次进入副本时回到当前位置。选项2，通关副本，结算奖励，无法再次进入。当前副本结算奖励300陈，1000经验。陈星看到系统提示后，没有丝毫犹豫，选项1。哪知系统不给面子，叮，你不是队长，请由队长决定。陈星老脸一红，这个队伍的队长是徐振东，自己也只是普通队员而已。他看向徐振东，你来操作吧。选项1，我们回营地整理一下，然后再战。好的，老板。刘豆豆连忙大喊，等等，我去拿我丢下的装备。觉明也快步过去，阿弥陀佛，减以养德，减以养德。而后大家拖着大包小包的装备回到了营地。他们刚走出洞穴，就被几十双眼睛注视着。你们看，有一队人出来了。什么？是陈俊杰那支队伍吗？不对，不是陈俊杰，是徐振东他们。我靠，徐振东那一队，他们不是晚了半个小时进去吗？怎么提前出来了？难道他们通关副本了？不是说第一个通关会有额外奖励吗？没有系统提示，他们应该不是通关。但是他们拖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肯定是从副本出来的呀。会不会是中途遇到大 boss， 觉得打不过，所以跑出来的？看来只能是这样了。问一问他们手里的装备属性怎么样，还有里面的怪物强度到底怎么样。徐振东，你等一等，你的东西卖不卖？一群人涌了上来。徐振东几人正愁没有钱呢，看到这么多人来询问装备，顿时笑开了花。虽然他们手里的装备只是黑铁、青铜级别的，但副本装备比野外装备属性要好一些，所以很受大家欢迎。不一会，他们就把手里的装备给处理掉了，每人都赚了100-200陈。而后陈星回到自己的99号帐篷，另外4人也回到自己的帐篷。他们相约5分钟之后会面。陈星回到帐篷的第一件事就是佩戴夜明珠，但系统却给出一个令他意外的提醒：叮，你胸口已经有硕鼠胸针，无法触发夜明珠效果。擦，胸前的装备居然只有1件有用。不过这个对陈星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把那硕鼠胸针给徐振东他们佩戴就好了，反正是团队效果。而就在陈星准备和大家集合之际，营地频道突然传来消息，陈俊杰他们出来了。不仅如此，系统还带来一个噩耗。第61章营地洞穴首通没了。系统消息：丁，陈俊杰、宇轩、侯涛完成营地洞穴副本首通，每人额外获得200陈精致白银宝箱1个。看到这，陈星唰的一下站起来了。他们完成了副本首通，这么快就打过了那个秘密岔道吗？他连忙离开帐篷，去往洞穴方向。路上，陈星遇到徐振东几人，他们脸上同样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不仅是他们，还有很多人从帐篷内、营地外赶来。陈俊杰他们通关副本了，为什么系统只显示3个名字？废话，另外2人肯定殒命副本了。我靠，副本怪那么强吗？连陈俊杰队伍加 A 级大佬宇轩都过得这么艰难，快去问问怎么回事。不一会，洞穴门口就被堵得严严实实。人群之中，陈俊杰、宇轩、侯涛3人一脸深沉，完全没有通关副本该展露的喜悦。陈俊杰大大，里面的怪强吗？宇轩大大，关底 BOSS 的血量，技能是什么呀？系统的精致白银宝箱开了没？有没有黄金装备？你们另外2个队友呢？3人摆了摆手，没有回应大家。他们刚刚经过了一场恶战，费尽千辛万苦才把 BOSS 杀了，而且2个战友还葬身于洞内。此时的他们哪里还有心情理会这些人的问题？现在他们只想回到帐篷内睡一觉。就在这时，
外面响起一个小姑娘的嘟囔声：“老板，他们是不是打完鼠后就直接结束副本了？”什么？三人一惊，猛然抬起头，看向女孩说话的方向。其他人也都顺着声音看去。人群外，一个头扎马尾、手持棒棒糖的小萝莉正在和旁边的人说话。陈俊杰迅速掰开人群，跨步来到那个女孩面前，双眼紧紧地瞪着她：“你怎么知道鼠后？你是从哪里知道鼠后的？”那马尾辫女孩舔了舔棒棒糖：“因为我们刚打完鼠后啊。”陈俊杰满脸震惊：“你们打完了鼠后？你们是谁？”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豆豆走了。”好。刘豆豆蹦跶着往前行去，没走几步，他又停下脚步，看向陈俊杰他们：“便宜你们了，被你们抢了手通。”他吐了吐舌头，然后回身走向洞穴门口。一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那萝莉的背影，鸦雀无声。那个叫刘豆豆的小萝莉什么意思？他们队伍也打了鼠后？应该不会假，不然他的消息从哪里来？这女孩我怎么看着眼熟？这个刘豆豆不是刚才从副本出来的一个吗？我估计他们看到鼠后之后，心知打不过就逃出来的。那他们又回去是几个意思？副本重置不需要时间吗？直接就能进去？面对周围人的议论，陈俊杰脸色铁青。那些人没下过副本，不明白里面的情况，所以胡乱猜测。但是陈俊杰可是非常清楚，副本里可没有中途退出的方法。要想出来，只能杀了鼠后。那个小萝莉如果真的如周围人所言是从副本退出来的，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杀了鼠后。这怎么可能？自己是第一支进入副本的队伍啊！而且队伍实力在整个营地都是数一数二的，唯一的解释就是那个神秘强者在他们队伍。正在陈俊杰准备看清小萝莉所在的队伍到底有哪些人的时候，他们已经重新进入了副本。而后他把目光与宇轩、侯涛两人对视，他们眼中同样露出了疑惑。最后陈俊杰叹了口气：“算了，回帐篷吧，休息完了再说。”好。而后三人离开人群。他们出来之时虽然身心俱疲，但面对周围的人还是感到十分骄傲的。他们可是副本首通，现在却被那小萝莉的两句话搞得有些丧气。原以为自己是首通，没想到人家早就过了，而且人家还敢回头继续进副本。原先获得的那点成就感顿时消散全无。副本内，陈星他们重新回到鼠后的洞穴，心情也略微有些不爽。刘豆豆连舔棒棒糖的心都没了，哼，打了鼠后就结束副本，系统居然还算他们首通。觉明则更加直接：“阿弥陀佛，佛主保佑，他们宝箱开不出好东西。”冷霜一脸冷淡，没有说话。徐振东更在乎团队士气，他没有抱怨首通的事，而是激励大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另一个通道的奖励未必比首通差。陈星也赞同徐振东看法，徐振东说的对，我们去刷另一个通道。好，众人齐声回应。不过陈星没有立刻行动，而是掏出了那个硕鼠胸针递给徐振东：“这个你们佩戴吧，我要用这个。”说着，陈星把夜明珠展示给大家。大家知道左边那个岔路是漆黑的，也都明白夜明珠的用途。徐振东接过硕鼠胸针，佩戴上。咱们走吧。陈星说完，准备带队前行。等等，老板！徐振东喊住了他。陈星停下脚步，回身看向他：“怎么了？”这时，徐振东眼光落在身旁的三人身上，那三人向徐振东点点头。而后，徐振东向陈星提了一个意见：“老板，我们四人打算凑2000陈，在你这里兑换一个鼠王冠。”而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觉明、冷霜那2件装备的5000陈，我们晚点再想办法。”陈星看着徐振东，然后又看了看冷霜、觉明、刘豆豆，他们四人眼里都露出期盼的眼神。然而陈星却摇头：“不行。”四人心里顿时一寒，老板果然不答应。陈星接着说：“我成本2000陈，你们起码给我2500陈，我在外面至少要卖4000陈，算是便宜你们了。”众人听到这个，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方才他们卖了装备后，加一起还真有2500陈。这个老板果然是算准了自己这群人的口袋压榨的。对此，陈星一脸淡然，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做队伍老大，而要做队伍老板的原因。队伍老大要竭心尽力为全队伍成员考虑，比如徐振东就是如此，费钱又费精力。而队伍老板却只考虑能不能赚钱，少赚点也是赚，总不能做亏本买卖。关键是自己口袋也没钱做亏本买卖。第62章，营地洞穴4级蛇。陈星收了4人凑来的2500陈，合成了一件鼠王冠，交给徐振东。他觉得这件装备徐振东用最合适，毕竟他需要长期在前方开枪输出，危险程度很高。然而徐振东接过鼠王冠后，并没有直接戴上，
他转过身看向觉明，觉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贫僧武艺高强，而且有老板施主的护盾，暂时不太需要。徐振东点点头，看向冷霜。冷霜淡淡的说：“我现在有灵魂链接，可以分摊25%的伤害，不是很需要。”徐振东看向刘豆豆，刘豆豆也道：“东哥，你就带上吧，你最需要它。”不过这一次徐振东却没有同意，他将蜀王冠递到刘豆豆面前：“豆豆，我和冷霜、觉明都收过老板给的装备，唯独你没有，这件装备轮也该轮到你了。”刘豆豆连忙摆手：“我不要，我就是在远处放一放治疗术而已，根本遇不到危险。”徐振东将蜀王冠强行交给他：“你难道就忘了，方才差点被硕鼠的钢刺给插到？你作为一个治疗，极容易引来 BOSS 仇恨，非常需要它。”刘豆豆想到之前命悬一线的情节，下意识接住了蜀王冠。最后徐振东笑着说：“我现在穷的子弹钱都没有了，后面的战斗我可就多摸摸鱼了呀。”三人道：“老大，那你就放心摸鱼吧。”陈星在一旁看着，暗暗点头。徐振东不愧是一个当过创业老板的人，很注重团队凝聚力。方才那种情况，他完全可以自己戴上蜀王帽，队员绝对不会说什么。但是他选择让给刘豆豆，在这种危险的洞穴中，把最好的装备让给队友，这怎么能不让队友感动？这种队伍怎么会没有凝聚力？反观陈星自己，合出第一顶蜀王冠的时候，心里没有一丁点给别人用的念头。当然，他现在要是把帽子拿出来给别人用也不晚，但如果那样做，他就不是赌徒陈星了。他这个黑心老板的人设可不能塌。最后陈星不去想这个问题，直接甩头向来时的方向行去。徐振东等人解决完蜀王冠的分配，也跟着陈星走了过去。一路上没有遇到怪，副本和野外不一样，怪物死了就死了，不会刷新。不久后，五人来到先前的那个三岔路口。之前他们过来的时候，因为左边一片漆黑，所以走了右路。这一次陈星胸口佩戴了蜀后掉落的夜明珠，解决了照明问题。陈星看着面前漆黑的通道，激活了夜明珠，刷，一道白光射向四周。夜明珠的光线强度是30，洞穴的强度是20，所以他身旁的光芒比洞穴的荧光苔藓还要亮。而后陈星将视线看向前方，在20米内视线都非常清晰，20至30米的位置相对暗淡，但是还能看见这个区域的东西。30米之外基本上就是漆黑一片，也就是说在这漆黑的地方，众人只有30米的视线。了解了视线之后，陈星开始缓步向前走。和之前一样，觉明、盔甲骷髅与他同行，徐振东、冷霜、刘豆豆则与他们保持了一段距离。往里没走多久，突然被一扇石门挡住。石门的中间有一个孔洞，陈星掏出蜀后掉落的钥匙插了进去，轻轻一拧，咔吧，门内响起一声清脆的声音。不待陈星抽出钥匙，石门就开始往上抬起，轰轰轰隆。石门开启后，一股腥臭的味道从里面传出，熏得两女咳嗽连连。刘豆豆捏着鼻子嘟囔着：“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臭？”陈星再度提醒他们注意保持距离。觉明，我们走。阿弥陀佛。陈星提着犬王牙刃缓步走向前。突然地上出现2团软趴趴的东西，不停地扭动。是蛇，难怪洞穴内没有光。蛇是热感动物，凭借舌头感受热源，不需要依靠光。问题是老鼠怎么会和蛇在一个洞穴？他们不是天敌吗？不待陈星想明白，面前那2条蛇感应到陈星，嘶嘶嘶地冲了上来。冷霜通过骷髅兵的视线看到了前方的情形，连忙操控骷髅兵迎上前去。然而那2条蛇却无视了盔甲骷髅兵，径直朝陈星、觉明2人游来。骷髅兵没有体温，吸引不到蛇的仇恨，居然还有这种事。此时陈星已经查看了那2条蛇的属性：竹叶青4级普通，生命值1500，物理攻击80，毒素攻击40，移动速度28，技能麻痹之咬，毒液喷射。玉米棉蛇4级普通，生命值1600，物理攻击100，移动速度29，技能蛇身缠绕，头锤。竟然是4级的怪，3级副本居然有4级怪。觉明一马当先，老板，竹叶青交给我，你对付另一头。好。陈星提刀迎上玉米棉蛇，同时下达指令：你们几个和我先解决玉米棉蛇。收到，老板。竹叶青虽然物理攻击不强，但是毒性很强，脆皮们要是沾惹到毒液的话，指不定就危险了。而觉明身手好，身法强，可以躲避竹叶青大部分的攻击。至于玉米棉蛇，虽然它物理攻击高达100，但是大家对于物理攻击的怪还是有些经验，心里有一些底。当陈星与玉米棉蛇相距10米的时候，
那玉米棉蛇尾巴突然一拍地面，整个身体犹如弓箭一般冲向陈星。刚一见面，玉米棉蛇就施展了他的技能头锤。陈星的注意力一直放在玉米棉蛇身上，此时他要是躲开的话，还是有机会的。不过他的身后是3个脆皮，这要是躲开那3人就危险了。他提起手中大刀，奋力一挡，负77护盾吸收。陈星可是佩戴了50点物理防御的蜀王冠，格挡之后的伤害还有这么高，看来这个头锤伤害至少有200点。而那玉米棉蛇落地后，并没有直接攻击陈星，而是身体一扭，直接缠上了陈星的右腿。叮，你被玉米棉蛇缠绕，移动速度下降时最高持续5秒。而那玉米棉蛇绕住陈星后，当即就是一口负59护盾吸收。陈星裤子有20点物防，加上犬王套装提供的全身15点物防，以及徐振东的6左元括号5加1右元括号点物理防御光环，玉米棉蛇对陈星直接造成59点伤害。关键是蛇在陈星腿上缠着，他无法格挡对方的攻击，白白浪费了蜀王冠那么高的物理防御，在此时发挥不了作用。陈星气得骂起娘来，他娘的，这是什么鬼攻击套路？第63章营地洞穴，斯内克出现。陈星虽然胆大，不怕蛇虫鼠蚁，但是被一条蛇缠在右腿上总是十分不舒服的，而且那条蛇攻击的部位还十分巧妙，有意无意的往陈星裆部瞄准。陈星这哪里忍得了，多被他咬几下，恐怕小弟都不保了。陈星也不管格挡不格挡，挥舞手中的大刀拼命挥砍。还别说，陈星现在45点的敏捷，用大刀这么笨拙的武器，居然还能发挥出不俗的攻击速度，2秒就能攻击出一下。同时盔甲骷髅兵、冷霜的毒也都纷纷跟上，只是徐振东的枪法似乎不怎么合格。砰！一颗子弹射到陈星左腿上，陈星疼得嗷嗷直叫。我日，徐振东，你他娘的打谁呢？哦，对不起，我瞄准一些。徐振东说着，再次开枪。砰！子弹再次射出，这一次倒是没有打中左腿，略微往中间偏了一点。陈星的惨叫声更大了，你他妈想要我当太监吗？虽然有神选系统保护，陈星不会被队友的攻击伤害到，但是那痛感却是真实存在的。哈哈，不是有意的。徐振东向前走近了几步，不过没有等他开第3枪，玉米棉蛇已经脱离陈星的右腿，回到了地面。玉米棉蛇理论上可以缠绕5秒，但实际上只缠绕了4秒就下来了。想来他缠绕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大家对他的攻击强度，虽然有些波折，但是大家顺利将这条玉米棉蛇解决。叮，你的队伍击杀玉米棉蛇，获得6点经验，总经验有30点，十分不错。除了经验，他还掉落了6粉尘。解决完玉米棉蛇后，大家又去对付竹叶青。竹叶青的2个技能也十分厉害。麻痹之咬是被动效果，如果触发会让攻击目标陷入2秒麻痹，无法动弹。毒液喷射是向前方喷出一道毒液，只要是有人沾染到的，就会遭受40点毒伤，同时盔甲的防御效果20，持续5秒。觉明虽然身手好，但是对付蛇这种动物的经验还是有些不足。他成功躲避了竹叶青的大部分攻击，但还是被竹叶青的毒液喷射给击中一次，白白掉了200多血。最后在众人合计下，竹叶青也倒下了。叮，你的队伍击杀竹叶青，你获得6点经验。竹叶青除了掉落6粉尘之外，还掉落了一颗毒牙。竹叶青毒牙制作材料，5人都没有锻造、制药、制毒之类的技能天赋，所以这玩意只能卖给别人。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众人继续前行，路上遇到形形色色的蛇，他们都是4级普通怪，一条精英怪都没有。没有精英怪，也就意味着掉落好装备的几率大大降低。不过这也令大家对通道尽头的 BOSS 更加感兴趣了。就在大家即将抵达通道尽头的时候，陈星突然收到一个系统提醒：叮，你的生命护盾能量耗尽，1万点能量的生命护盾竟然就这么没了。下一刻，竹叶青突然向陈星射出道毒液，负40毒伤，负40毒伤。陈星头上的生命值哗哗的往下掉，刘豆豆眼尖，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不对劲。老板，你怎么掉血了？我给你回血。陈星自己反倒很冷静，没关系，你多留意觉明。陈星自身有45点体质，豪猪毒戒提供20点体质，还有犬王项链加100生命值，以及蜀王冠的加500生命值，他的总生命值高达1250，这点伤害无法对他造成致命伤害。而觉明总生命值才400，一个毒液喷射可能就要他半条命。好在觉明之前在战斗的时候闪躲次数比较多，吃的伤害比陈星少，因此护盾暂时还没有破。有惊无险中，众人把面前的2条蛇杀了。这一次他们没有向前直接突进，而是在原地恢复状态。
这也是陈星第一次在副本中打坐回血。根据场景不同，神选者有3种恢复生命值、魔法值的方式。1、战斗状态。战斗状态下，神选者不会自动恢复，有特别技能另算，需要依靠技能、道具才能恢复。2、普通非战斗状态。站立、走路、跑步等状态下会自动回血、回魔，但是比较慢。3、非战斗状态，打坐。打坐的时候是第2种情况的双倍回复效率。另外，关于回复品也有战斗和非战斗的区别。比如回血，食用生肉、熟肉都可以回血，但是生肉是非战斗回复品，而熟肉是战斗回复品。战斗回复品可以在非战斗使用，非战斗回复品不能在战斗中使用，所以战斗回复品更贵，比非战斗回复道具贵2、3倍。而之前陈星仗着有生命护盾，完全没有携带回复的想法，所以他现在回血只能依靠打坐。刘豆豆、冷霜也在原地打坐恢复魔法。打坐恢复期间，陈星问觉明：“大和尚，你护盾还有多少能量？”觉明核实：“阿弥陀佛，1007点。”陈星有些惊讶：“我擦，竟然还有这么多！”觉明一本正经地说：“老板施主，你要是平日多练习一下身法、轻功的话，也能有此效果。”陈星想到那本基础功法，明天就能再次使用，到时一定要学身法。这时刘豆豆插话了，言语中有些担忧：“老板，你没有了护盾，我们接下来怎么办？”陈星看了下地图，自己身处之地离里面的洞穴并不远，大概打1、2波怪就可以了。于是他拍板决定继续。我总血量有1250，对付这些小怪是没有问题的。刘豆豆还是不放心：“那 BOSS 怎么办？那可是4级 BOSS 啊。”陈星说：“没关系，我天赋技能快好了。”休息1分多钟后，陈星站起身：“走吧，我们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BOSS。”其他人也都站了起来，继续推进。陈星没有护盾，只能小心翼翼应对。好在刘豆豆有蜀王冠，血量高达800，所以胆子也大了许多。中途被毒液喷中了也不当回事，全身心给陈星回血。10分钟后，5人清除最后的障碍，来到最深处的洞穴口。还没等他们观察里面的情况，洞穴内突然传出一个阴森声音：“是谁唤醒了斯内克？”第64章营地洞穴，斯内克和斯塔克。不等5人反应过来，洞穴内突然传来一阵强大的吸力，嗖嗖嗖嗖嗖，陈星等人身体不受控制的被吸入洞穴。在他们进入洞穴后，吸力突然消失，5人全都摔倒在地。刘豆豆起身拍着身上的泥土，嘟囔着：“这 BOSS 不讲武德，这么远就动手。”冷霜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洞口被封住了。”刘豆豆回头一看，发现入口出现一个黑色护罩，挡住了退路。完了，这架必须要打了。现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阿弥陀佛，小豆豆施主，你的语文学的似乎不太好。哼，要你管。陈星进入洞穴后，注意力一直在前方。这个洞穴和之前的蜀王洞穴完全不同。蜀王洞穴灯壁辉煌，好像一个宫殿，而这里却阴冷潮湿，令人浑身不舒服。而且那个自称斯内克的家伙并没有现身，这令想要施展天赋技能的陈星无计可施。一旦他技能打空了，那5人可全都完了。除了寻找斯内克的身影，陈星的脑子也在飞速旋转。斯内克这个名字蜀后也说过，当时蜀后出场的台词就是问陈星等人是不是斯内克派来抢钥匙的。想来这个斯内克是被蜀王蜀后囚禁起来的。陈星一边观察四周，一边缓缓向里面走去。伴随他的走动，夜明珠的照射的光圈也慢慢向前移。光圈照耀之处没有 BOSS， 也没有其他怪。直到他走到洞穴的尽头，依然没有任何发现。奇怪，里面没有 BOSS 的吗？或者是在洞穴的其他角落？就在陈星准备转身去洞穴另一个方向时，徐振东突然提醒陈星：“老板，你看墙上。”陈星重新看向墙壁，他这才留意到前方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影被嵌在墙上。呀！刘豆豆惊呼出声。陈星仔细一看，发现那黑影是一条巨蛇，蛇的长度足有30-40米，但是它从头到尾都被一根根铁锁给锁住，完全无法动弹。斯内克，除了名字什么都看不到，等级、生命值都没有显示，这还怎么打？就在众人不知如何是好之际，斯内克突然开口了：“哈哈哈，小家伙们能来到这里，说明你们实力不俗。”陈星才没心情和一条蛇胡扯，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斯内克道：“小子，你很符合老夫的脾性，今日给你们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把老夫放下来，你们将得到老夫的宝藏。”刘豆豆听到宝藏2字，顿时没有先前那般害怕。大蛇，你有什么宝藏啊？斯内克说：“
我的宝藏够你们受益终生，有神级装备，有顶级功法，还有潜力无穷的血脉传承。刘豆豆眼睛都放光了，哇，这么好啊！应该怎么放了你？这些铁链看起来好粗啊！此时，斯内克声音有些颤抖：“你只需……”陈星这个老油条自然不会那么容易上当，直接啐了一口：“呸！你骗3岁小孩呢？有什么招数放马过来？放了你是不可能的。”你……斯内克声音突然变得愤怒起来，他的身体拼命扭动着，但是却无法挣脱那些铁链的束缚。眼见挣脱不开，斯内克声音阴沉下来：“好，好，好，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们能进入洞中，那肯定有一些修为，吃了你们，或许能帮老夫补充几分实力。拿命来吧！”斯内克说着，嘴里突然吐出一丝黑气。陈星等人连忙后撤，准备离开那黑气的袭击。然而，那黑气并不是冲他们来的，而是钻到了墙角。紧接着，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咔吧！”众人望去，发现墙角有一颗巨大的蛇蛋。那蛇蛋吸收了黑气之后，顿时破裂，不一会就钻出一条蛇来。“孩子，你叫斯塔克，杀了那5个人，给我补充营养。”斯内克的声音变得极为虚弱，看来释放方才那一缕黑气耗费了他不少精气。斯塔克吐着信子回应斯内克的话，而后斯塔克缓缓地离开蛇蛋，游向陈星等人。斯塔克身子粗约有1米，体长接近10米，一条刚出生的蛇就有这么夸张的身形，找谁说理去？斯塔克4级头领，生命值8000，物理攻击200，毒素攻击100，物理防御30，移动速度30，技能，这么变态的数据，这哪里是3级队伍能应付的？就算是4级队伍过来，也大概率是送死。话又说回来，斯内克在如此虚弱的状态下都能召唤出这么厉害的儿子，那斯内克本尊到底有多强？不过此时的陈星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在看到斯塔克出现的一刹那，心里就开始兴奋，总算出现了对手，要不然心里总是没有底。斯塔克在和陈星相距20米的时候猛然加速，他那粗壮的身影犹如一辆火车一般冲了过来。徐振东、觉明、冷霜、刘豆豆看到 BOSS 这般声势，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可是8000血量的 BOSS， 老板真的能搞定吗？与这4人相比，陈星反倒淡定许多。他暗暗激活天赋技能，手中犬王牙刃上的3个异柄图案也被点亮。当斯塔克进入10米范围之后，陈星双手挥刀猛然向前砍去，异柄砰，3个异柄出现在空中，瞬间合而为一，然后化作一道6米粗的激光射向斯塔克。负8000，4级头领斯塔克被秒杀。轰隆隆，斯塔克巨大的身体摔倒在地，但尸体却还是冲了过来。陈星没想到这 BOSS 死了还有这般声势，躲闪不及，当即被这尸体撞上。负280，尸体都能撞出这么高伤害来，真是见了鬼了。陈星头上跳出的这个数字也让其他人吓了一跳，这个伤害足可以秒杀徐振东和冷霜。不过很快他们就把注意力放在地上的宝箱上。第65章营地洞穴完整手通。定，你的队伍击杀斯塔克，你获得130点经验，4级 BOSS 经验一共是650点，看上去也就是那么回事。但这个时候谁会关心经验啊？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斯塔克掉落品上。斯塔克的尸体上掉出2样东西，一个蛇胆，一个大宝箱。大家看着宝箱，自然而然联想到方才蜀后掉落的那个宝箱。不过斯塔克掉落的宝箱比蜀后的那个更加精致。于是徐振东等4人全都往宝箱走去。陈星来到斯塔克尸体身边，弯腰捡起了那颗蛇胆。丁，你获得斯塔克蛇胆唯一。而这斯塔克蛇胆就光秃秃的一个名字，没有说明，没有功能介绍。不过从它唯一的标签来看，应该有特殊用处。而后陈星也来到宝箱处，开启宝箱。丁，你获得专属物品春。春夏秋冬梅兰竹菊的春，居然还有花牌。一副麻将中丙、万、条、字都是4张，而唯独花牌只有1张。那这个春到底是什么用处呢？春，材质木头，功能将一个单位的幸运值翻倍，持续10秒。春为消耗品，使用即消失。陈星揉了揉眼睛，这什么玩意？提升一个单位的幸运值，而且只有10秒，还是一次性的，这有屁用啊！刚开始看到春的时候，陈星还满怀希望，但了解到它的功能后，顿时大失所望。啥也不是。陈星一甩手，将其放入腰带空间里，而后他看向周围4人表情，发现他们脸上都浮现出喜色。
尤其是绝明，佛号也不喊，手里也不行了，脸上的肥肉嘟嘟乱颤。陈星拍了下绝明的肩膀：“喂，秃和尚，开到什么东西？这么开心？”绝明一激灵，这才想起念佛号：“阿弥陀佛，老板施主你看。”绝明一伸手，把一串佛珠递给陈星：“流云佛珠，品阶黄金，四维属性加25，功法修行速度提升20%，四维加25，还有一个技能确实对得起黄金品质，只不过那个技能看起来有些怪怪的。”陈星把佛珠还给绝明：“这是你的专属吗？”绝明接过佛珠，核实道：“不是专属，胜似专属，应该是那个技能与他天赋很搭配。”徐振东、冷霜、刘豆豆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斯塔克没有掉落粉尘，这令一众穷鬼大呼 BOSS 小气。收拾完战利品后，大家发现不远处的八卦图案亮了起来，这预示着他们可以离开副本。几人来到八卦图案前，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抬头看着墙上的斯内克。此时的斯内克犹如死蛇一般挂在墙上的铁链上，不过他鼻子上吐出的呼吸依然提示着大家他还存活。刘豆豆说：“咱们要不要去杀了这条大蛇？”冷霜却不同意：“我们的攻击未必破得了他的防。”一向胆大的绝明也有些不敢过去，方才他只是吐一口黑气就孵化出4级 BOSS， 指不定还有什么厉害手段。刘豆豆嘟了嘟嘴，没再说话。陈星说：“现阶段我们对付不了这条蛇，之后等级高了再说吧。”好。而后徐振东跨上传送阵，叮，是否传送至营地内？提醒：离开后该副本对你以及小队成员不再刷新。是。唰的一声，5人回到营地，他们随即收到系统消息：叮，你和队友完整通关营地副本，获得通关奖励500陈，2500经验。绝明等人一愣，副本奖励居然这么高，原来怪物掉落的粉尘和经验都是小头，通关副本的奖励才是大头啊！3级升4级是5000经验，这个副本就有了2500经验，简直不要太夸张。而且那500陈对大家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别忘了他们可还欠着老板5000陈呢。没等他们高兴完，系统又来了一个全营地通告：叮，徐振东、陈星、绝明、冷霜、刘豆豆完成营地洞穴副本完整首通，每人额外奖励1000陈，黄金装备1件。这个系统消息直接炸开了全营地的人。什么鬼？怎么又来一个首通？陈俊杰他们不是已经首通过了吗？这是完整首通，和陈俊杰那个首通不一样。你们对比一下奖励，简直是扎心。首通奖励200陈，精致白银宝箱；完整首通奖励1000陈，黄金装备，简直是天壤之别啊！而且陈俊杰5人出来3人，而徐振东他们5人全齐，哈哈，这就叫杀人诛心。我知道了，是陈星。陈星就是那个神秘强者，我记起来了，他昨天卖了2个钥匙，4张床位，这么说并不是运气好。废话，除了那个神秘强者之外，谁还能有那么多帐篷密钥？徐振东，你们都是什么黄金装备啊？给我们看一下嘛。陈星大大，你是不是那个秒杀蜀王的神秘强者呀？一瞬间，陈星5人在系统频道收到狂轰乱炸的消息，尤其是陈星，从开局躲到现在，结果彻底被系统消息出卖了。他知道就算自己否认也无济于事，能够完整通关营地洞穴并且全身而退，谁还会相信自己是普通人？不待他们查看自己的黄金装备，系统又来了消息：叮，神选者陈星升至4级。叮，营地首个4级神选者出现，开启等级排行榜。1. 陈星 X 级4级。2. 徐强 A 级3级。3. 绝明 B 级3级。4. 冷霜 C 级3级。5. 刘豆豆 C 级3级。6. 徐振东 F 级3级。7. 宇轩 A 级3级。8. 陈俊杰 B 级3级。9. 侯涛 C 级3级。10. 云浪 B 级3级。居然就升到了4级，营地的人都快疯了。第66章，春的用途是什么？连续的系统轰炸让营地的人感觉精神错乱了。我尼玛，直接到4级了！我 TM 才刚刚到3级，我2小时前就到3级了，但是根本不敢进副本。4级，那可是4倍基础属性啊！你傻不傻？还在惦记基础属性？人家可是有黄金装备的人，黄金装备的属性应该有50点了吧？我觉得起码有60点。你们讨论这个有什么用？就算看得到也摸不到，还不如咨询一下副本的状况。陈星大大，
徐振东大大，能告诉我副本怪的强度吗？求求你们了！这一次，大家的话终于有人回应。阿弥陀佛，大家要想知道副本的整个流程，每人交100陈，贫僧与你们细说。快点来，贫僧只选取20个有缘人。听到要钱，有人开始不爽了。卧槽，这秃驴绝明又来骗钱！昨天到处都售秘籍没人要，现在又卖副本流程骗钱。呸！贼和尚掉钱眼里了。不过有人却并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100陈又不贵。对啊，他们可是完整通关的，知道所有的细节。一共也就告诉20个人，后面的人想听都不一定听得到。绝明，我报名。绝明高僧，还有我。不一会的功夫，绝明怒赚2000陈。当然，这个钱不是归他一人，其他4人也要瓜分。算上副本加手通奖励，此次他们总共获得的粉尘有近万陈。当然，这些陈绝大部分都被陈星拿走了。谁让他们欠陈星5000陈呢？直到此时，徐振东、绝明、冷霜、刘豆豆4人的外债总算结清，而且还有600-700陈。而陈星口袋的粉尘再次来到9000多。由于刚出副本，大家暂时都不太想活动，于是提议各自回帐篷内休息。陈星也回到了99号帐篷，帐篷内空无一人，王欢、王喜4人还在外面练级。陈星把杂七杂八的东西丢进帐篷里的储物箱，然后拿出手通奖励的那件黄金装备。这是一件武器，而且是刀。系统奖励果然是贴心，金丝大环刀，品质黄金，物理攻击加80，命中时有一定几率造成1.5倍伤害。简单粗暴，高达80点的攻击，比犬王牙刃25物攻高了整整55点。不过犬王牙刃拿下来之后，犬王套装效果15物攻15物防就失效了。总的来说，更换金丝大环刀提升了40物攻，减少15物防。但对于现在1400生命值的陈星来说，提升攻击力更加有意义。此时陈星的装备称号如下：头蜀王冠黄金，物防50，魔防30，生命加500；脖子犬王项链白银，血魔加100；上衣头犬皮衣青铜，物防加12；戒指1豪猪毒戒白银，体质加20，毒伤加10；戒指2粗糙的力量戒青铜，力量加10；手套犬王手套白银，物防魔防加15；武器金丝大环刀黄金，物攻加80， 1.5倍伤害；裤子兔王皮裤白银，物防加20；鞋子豪猪王之靴白银，移速加5；胸口夜明珠光亮强度30；称号荒蛮草地勇者，力量加10。除了衣服以及一枚戒指是青铜，其他都至少是白银级。当然，最令人羡慕的是那2件黄金级的蜀王冠和金丝大环刀。穿戴完之后，陈星主要属性如下：姓名陈星，等级4 1023 10000，体质80，力量80，精神60，敏捷60。他4项基础属性都是15点，所以4级就是60点。体质方面，豪猪毒戒提供了20点体质。力量方面，有荒蛮勇士称号加10点，以及粗糙的力量戒加10点。最后是战斗数据汇总：生命值1400，魔法值700，物理攻击120，毒素攻击10，物理防御97，魔法防御45，移动速度25。与进副本前简直判若两人。此时的他，哪怕没有生命护盾，也敢去野外独自练级。副本已经结束了，下一步去哪里呢？陈星看了看副本 BOSS 报的那个史塔克蛇胆，找不到头绪，放入腰包。他又看了看那张春，想不到它的用途，也塞入腰包。而后，陈星瞄到自己的粉尘数量9371，顺手点开合成页面。合成蜀王冠拿出去卖。陈星摇头，这玩意成本就要2000陈，不卖个3-4千陈的话就太掉价了。问题是，现在哪个队伍能掏出3-4千陈？而后他打开专属合成，15000陈，一饼5000陈，发10000陈，白10000陈，合1万，一饼，还是攒钱合发白。没等他做好决定，他突然感觉专属合成页面少了点什么。为什么没有春？其他麻将在获得了之后都可以直接合成，为什么春偏偏不行？想了许久，陈星能得到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东西太变态，系统不给自己合成的机会。问题是这玩意只加双倍幸运值，而且只持续10秒，关键还是消耗品，有毛用啊？他能想到的最大用处
就是杀 BOSS 前使用掉春，然后增加爆率，那这不就的功能重复了吗？而且爆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比这个春更稀有吗？就在这个时候，系统突然给出消息，叮，神选者徐强第2个升到4级。徐强居然升到了4级，看来他从早上6点到现在一直在单独练级，没有停歇。而系统消息不仅于此，下面还有一个更劲爆的，叮，等级竞赛已开启，全营地前3名升级到5级得神选者将获取额外奖励。等级竞赛，这个消息出来自然引起了营地的人热议。不过陈星却因为这系统消息得到了别的启示，我知道的用途了。第67章等级竞赛。陈星看到徐强这个名字后，突然想起他崛起的关键道具天赋重置丹。天赋重置丹不就是依靠运气的东西吗？如果能随机到高级天赋，那可是受益终身的。毋庸置疑，春搭配天赋重置丹使用简直是绝配。问题来了，怎么去弄天赋重置丹呢？从昨天到今天，整个营地的人只有死里逃生的徐强通过系统奖励得到了天赋重置丹，陈星根本摸不清获得他的方法。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他肯定不是杀怪爆出来那么简单，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以后遇到了再说。把春和天赋重置丹的事情放下后，陈星这才认真查看等级竞赛的奖励。等级竞赛，本营地前3个升到5级的神选者获得奖励。第1名紫金装备1件，第2名黄金装备1件，第3名白银装备1件。原本陈星还想在帐篷里休息一会，结果突然来了这么一个等级竞赛，立刻将他的计划打断。还是先升到5级吧。而后陈星离开营地，他并没有直接去练级的地点，而是先去了篝火处。篝火周围已经发展成营地最热闹的地方，有买卖装备的，有买卖药水的，也有打屁聊天的。陈星看了眼大家叫卖的装备，都是以青铜为主，偶尔有白银装，这些装备对他都没有太大用处。而后他来到叫卖药水、回血品的区域，他走到一个人比较多的摊贩旁边，查看对方售卖的物品。初级回血药剂，瞬间恢复100生命值，1成。初级补血丹，每秒恢复50生命值，持续3秒，1成。初级回魔药剂，瞬间恢复100魔法值，1成。初级回魔草，每秒恢复50魔法值，持续3秒，1成。陈星皱了皱眉，恢复量太少了。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在旁边叫卖，瞧一瞧，看一看了，出售高效恢复食物，刷 BOSS 的必备品啊。陈星抬头一看，发现叫卖的这个人自己还挺耳熟，胡三勺。当初在对抗窃鼠的时候，胡三勺制作的香肉帮大家消灭了不少窃鼠，也算是为营地立了大功。当然他自己也赚了不少粉尘。不过此时胡三勺周围的人却不多，极少有人去买他的东西。胡三勺倒也不气馁，一如既往的叫卖。陈星走过去一看，发现胡三勺的东西还挺多，除了肉类之外，还有包子、牛奶、面包、果汁之类的。简单来说，固体类的是回血品，液体类的是回魔品。不过这个分类方式仅限食物。药剂的话就按颜色区分，红色是回血，蓝色是回魔。陈星对回魔的几乎没有需求，只关注回血的。牛肉包瞬回300生命值，然后每秒恢复50生命值，持续5秒。CD 5秒。熟牛肉瞬回500生命值，然后每秒恢复100生命值，持续5秒。CD 5秒。陈星突然明白为什么胡三勺的生意不好了。现在玩家生命值普遍在200-300，根本用不了这么高效的回血品。不过这些对陈星来说却很适合。陈星指着摊前的肉说：“老板，你这牛肉包和熟牛肉怎么卖？”胡三勺道：“牛肉包5成一个，熟牛肉10成一份。”陈星略作思考：“给我来20份熟牛肉吧。”胡三勺惊道：“客官，这可是瞬回500血，总回1000血的，你真的需要这么多吗？”陈星微微一笑，指了指自己头顶的名字：“你觉得呢？”胡三勺抬头看向陈星，脸上有些疑惑。陈星听起来有些耳熟。陈星没有自我介绍战绩的习惯，于是催促胡三勺：“老板，你到底有没有20份熟牛肉？”有。胡三勺没再多嘴，直接和陈星发起了交易。陈星将酒肉放入腰包，然后转身离开。他刚一转身，身后就传来一个声音：“老板，来20个包子。”胡三勺道：“徐强大佬，你又来了呀？”徐强说：“老胡啊，你这包子能不能便宜点？我都到你这做多少生意了？”陈星从篝火处离开，往营地外走去。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人，那人一边走一边看着陈星。陈星感觉自己在被人盯着，于是回过头，是宇轩。宇轩的身边并没有队友，
而是独自一人往营外航去。估计他也和陈星一样，收到了等级竞赛的消息，于是决定独自练级。不过宇轩此时的表情十分难看，正用一双饱含怒意的眼神盯着陈星。在宇轩看来，自己作为营地洞穴副本首通的重要成员，应该受到众人的追捧，哪知仅仅是睡了一觉，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自己的所谓首通只是阉割版，营地洞穴竟然还有一个完整首通。现在全营地的人都在讨论陈星，徐振东早就把他这个 A 级大佬副本首通的宇轩望到天边了，而且这个陈星还趁机升到了4级。就一个陈星就算了，那个徐强居然也爬到了自己头上。乞丐出身的宇轩多么渴望得到大家的关注和崇拜，如今居然这几个小瘪三一下就将自己风头给盖住了。宇轩心里那个恨，他发誓自己一定要重新站在巅峰。陈星自然留意到了宇轩的神情，不过他的注意力在对方身上的装备上，尤其是对方身上的那件衣服，自己从没有见过，它的品质肯定极高，至少是白银，甚至可能是黄金。想到宇轩的天赋，陈星基本上确定宇轩的那件衣服是从蜀后的尸体摸来的，对此他只能表示羡慕。在尸体上废物利用，寻找宝贝，这可真是好技能。自己杀了那么多精英、头领怪，全都浪费了。两人各怀心思，离开了营地。宇轩去的方向东北，那里是荒蛮草原，玩家最熟悉的领域；而陈星去的是南方，那里有一座小山，之前没有机会去探索。于是这两个营地内顶级的神选者经过短暂的并行后，各自去往了自己的练级地点。第68章，奇怪的人。陈星距离升级还有9000经验，现在是中午12点，6点护照消失前他必须赶回营地，也就是说他还有5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练级。5个多小时，不知道能不能升到5级。陈星一路走，一路清理路边的小怪。由于等级压制的原因，他打这些小怪基本上没有什么经验。穿过豪猪区，陈星终于见到了4级的野怪羚羊。独角羚羊4级普通，生命值1300，物理攻击100，移动速度28，技能毒龙钻死亡呼唤。花斑羚羊4级普通，生命值1400，物理攻击90，移动速度26，技能虚弱重影。从强度来说，羚羊比不过副本中4级蛇，但这并不代表这些羚羊好欺负。独角羚羊，他的技能毒龙钻是一个远程攻击技能，他会将自己头上的独角甩出，让其攻击敌人。独角羚羊另一个厉害的招式是死亡呼唤，死了之后会呼叫周围60米的1至2只羚羊过来。如果过来的也是独角羚羊，那独角羚羊死了又会叫羚羊过来。也就是说，招惹到一头独角羚羊，那基本要连续把周围60米的所有羚羊全部消灭才能结束战斗。不过陈星有武器投掷，30米外就可以把羚羊引过来，可以选一个周围没有羚羊的区域战斗，避免了他死亡呼唤带来的连锁反应。花斑羚羊2个技能都非常烦人，因为这2个技能都是精神类的，陈星无法抵挡，只能中招。虚弱，减少敌方20点物理攻击。虚影，使敌人看花斑羚羊会眼花。虚弱这个技能对陈星来说还算好，只是打得慢点，但这个虚影就让陈星很讨厌了。看花斑羚羊有重影，经常会出现砍空的情况。陈星攻击速度本来就很低，每砍空一次就会浪费3-4秒的时间，所以他宁愿对付独角羚羊，也不愿意对付花斑羚羊。一只羚羊的经验是30，粉尘6点，算上找怪的时间，以陈星现在的攻击力，解决一只羚羊平均需要30秒，也就是说他1小时可以打到3600经验。理论来说2个半小时就能升到5级，实际情况也差不多。陈星能一直不间断的杀怪，不需要休息，自然是以为他拥有1万的生命护盾。不过如此高效率练级的代价就是他生命护盾消耗的非常快。面对一只羚羊倒还好，他很少会被攻击到，大部分都被格挡。以他现在的全身防御以及80点的力量，他可以格挡掉130点以下的伤害，所以说单挑的时候不掉血。但有时候他需要面对2头羚羊，这个时候他的护盾就会急速下降。当陈星面对2头羚羊的时候，他只能格挡其中一只，另一只羚羊的攻击全额落在他身上。由于他身上衣服的物理防御仅有12点，所以每次羚羊对他造成的伤害有70-80点。2.5秒攻击一次，半分钟可以对陈星造成900伤害。如此夸张的伤害，自然是陈星不能容忍的。后来陈星想了一个办法，他全身最高防御的地方是头上的鼠王冠，所以让攻击落在这个部位是最划算的。因此每当遇到陈星无法格挡、无法躲避的攻击时，他就把头去顶对方。虽然脑袋每次都顶得嗡嗡响，但受到的伤害却降了不少。
每次受到的伤害下降到40至50点，也就是说半分钟只受到540点伤害。所以如果有人在旁边看到陈星练级的话，肯定会觉得忍俊不禁，这个家伙动不动就拿自己的脑袋去和羚羊对顶，场面十分的滑稽。即便陈星采取这种方式降低了护盾的消耗，但他的护盾依然等不到 2.5 小时的 CD。 当他在羚羊区刷了1个小时的时候，护盾终于坚持不住破灭了。好在他生命值上限高，再加上熟牛肉的支援，不至于遇到危险，但练级效率确实立马降了下来。原本他遇到2只怪的时候，刷完了就继续刷下一波，现在他遇到2只怪，杀完之后就要原地打坐休息1-2分钟。陈星在这羚羊区练的1个小时也不是白练，他早就瞧准了不远处的一头精英怪，强壮的藏羚羊4级精英，生命值3500，物理攻击130。藏羚羊周围还跟着3头普通羚羊，陈星自然不会硬着头皮去对付他们，直接用天赋技能。叮，你击杀强壮的藏羚羊，获得200点经验。叮，你击杀花斑羚羊，获得30点经验。藏羚羊掉的东西很一般，只有一把白银级别的羊角法杖加25点精神力。解决完藏羚羊后，陈星继续小心练级。第1个小时他刷了3800经验，而后来的1个半小时他却只涨了2100经验。算上之前的经验，他此时已经有了7000的总经验值，只需要3000经验就能升到5级了。这个时候他护盾的 CD 已好，重新开启护盾，准备再次进入快速刷羚羊的阶段。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来到了那座小山脚下。原本他以为到了山脚下会遇到更高等级的怪，哪知道这里不仅没见到高等级的怪，就连羚羊都少了许多。他抬头看向山上，发现山上树木郁郁葱葱，从下面根本看不清山里有什么。就在他准备回头之际，突然在山脚下看到一个人。怎么回事？这里怎么会来人？雨轩？还是徐强？他怎么跑到我前面去了？那个地方有没有怪？他在那里干什么呢？陈星想不明白。由于心里实在是好奇，他决定上前查看一番。走近几分之后，陈星逐渐能看清面前那人的装束。而这个时候，陈星内心的好奇心越来越甚。那人头戴草帽，身穿布衣，背上背着一个篓子，腰间还挎着一把斧头，怎么看都不像神选者的打扮。又走近了几分，陈星终于肯定面前那人不是神选者。突然陈星内心冒出一个想法，内心不禁砰砰跳了起来。神选之地有原住民吗？第69章原住民阿秋。走到跟前，陈星终于确定那人不是神选者，而是一个普通的樵夫。从进入神选之地到现在，陈星只见过2类人，神选者、怪物，但现在他终于看到第3类原住民。原来神选之地是有土著的。陈星连忙来到那个樵夫身旁。你好，需要帮助吗？那个樵夫打量了一下陈星，眼里露出一丝疑惑。你是神选者？陈星点头，是的，我叫陈星。你一个人在这里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吗？那樵夫听到陈星的回复后，脸上顿时露出欣喜之情。我叫阿秋，住在这座莫冈山上。你是从哪里来的？陈星指了指北方，我从北面的1号营地过来。北面，阿秋顺着陈星的手指方向看去。突然阿秋脸色一变，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那里出现了一条恐怖的蟒蛇，自称斯内克，周遭的一切生灵都被它吞噬。后来村子出现一个强者，将那条巨蟒给封印住了。陈星听到阿秋的话，顿时一喜。他没想到远在营地洞穴的斯内克居然在这里找到了消息。阿秋，你说的那个斯内克我见过，就在营地下的洞穴里。你还知道他的其他消息吗？阿秋摇了摇头，不清楚。这些都是我听村长说的，你得问一问村长才行。陈星忙道，村长在哪？我有很多关于那条蟒蛇的问题却要问他。面对心急火燎的陈星，阿秋却有些为难。我下来是寻找真茅草，但在这里寻了许久，却不见踪迹。前方的怪物又比较多。此时陈星收到系统消息，丁，是否帮助阿秋寻找真茅草？陈星自然没有犹豫，阿秋，我帮你一起吧。阿秋喜道，那太好了。与此同时，陈星再次收到系统消息，阿秋成为你的队友，居然还入组了。陈星连忙通过队伍查看阿秋的信息。阿秋，等级4，生命值1800，物理攻击100，物理防御40，移动速度30。陈星看到后顿时吐槽起来，这家伙移速比羚羊都快，遇到危险的话，这货不会独自逃跑吧？而后他带着阿秋重新往羚羊区域行去。由于身旁有阿秋，陈星担心这货乱走被羚羊拱死，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前行。不一会，他们遇到一头独角羚羊。陈星没再往前走，
而是站在相距30米之处，举起手中的武器向前投掷。金丝大环刀在空中飞转，快速来到羚羊面前。噗！羚羊头上冒出一个红字240，紧接着独角羚羊头上又连续冒出几个绿字40、40、40。不过独角羚羊也不是吃素的，奔向陈星的路途中也见过头上的独角丢了出来。正在陈星准备抵挡之际，却见一把斧头先与他出手。当！负80。阿秋帮陈星挡了这一击。眨眼间，独角羚羊来到面前，阿秋一马当先，与羚羊战斗到了一起。这反倒让陈星觉得有些意外，原以为自己是来帮阿秋的，没想到阿秋居然先一步帮了自己。有了阿秋抵挡羚羊的伤害，陈星可以更加称心如意地开展攻击。两人合力，仅仅花了11秒钟就把羚羊砍翻在地。丁，你已击杀独角羚羊，获得30点经验。丁，你获得6粉尘。陈星看到这个收获，更加出乎意料，这个阿秋居然不分经验不分尘。很快，陈星又发现了一个更加惊喜的事情，阿秋方才和羚羊战斗的时候损失了500多血，但在战斗结束后，他居然以100点每秒的速度自动回复，这个回血速度简直逆天。陈星这时终于发现自己捡到了宝，早知如此，一开始就应该过来找这个阿秋，那样自己早就升到了5级。而后陈星带着阿秋在附近闲逛，走了10多分钟，一直没有找到所谓的真茅草。不过陈星也不着急，有这么一个免费打手，不用白不用。又找了一会，阿秋突然停下身形，指着前方说：“那里，那就是真茅草。”陈星举头望去，发现200-300米外有一簇非常密、非常细的绿草，绿草的旁边趴着一头巨大的羚羊，那个头比藏羚羊还高了20-30厘米，很明显，那是一头羚羊 BOSS。直到这个时候，陈星才明白阿秋跟过来的意义，原来是帮自己对付 BOSS 的。他看了看自己的天赋能量，已经达到满值，又瞄了眼自己的经验槽，只有400多点就升级，刚好灭了那一只 BOSS 就升级了。这个时候，阿秋的行为变得谨慎了许多。他看向陈星，轻声询问：“陈星，我们如何对付他？”如果真的以2人真实水平去对付那 BOSS， 陈星真的要和他好好谋划一番。但激活了天赋技能的他，哪里需要搞那些花里胡哨？陈星一挥手：“我们靠近一些，待会我独自去对付他，你在后方看着就行。”阿秋吃了一惊，连忙提醒陈星：“你独自对付他？那可是羚羊群的头领，比我们先前对付的普通羚羊厉害多了。”陈星道：“没关系，我自有办法。待会我处理了他之后，你就去取那真茅草。”阿秋见陈星决意如此，于是没再多说。而后2人缓缓往羚羊头领那里靠近。当他们与头领相距50米的时候，陈星叫停了阿秋：“你在这里等我，不要乱动。”而后陈星独自动身走向了羚羊头领。阿秋趴在后面，双眼紧紧盯着陈星，他很想知道这个神选者到底有什么手段对付这头凶兽。然而当那神选者与羚羊头领相接触时，猛然一道白光闪过，唰，那羚羊头领就这么倒下了。刚才发生了什么？阿秋揉了揉眼睛，想确认一下自己是否有发生幻觉。羚羊头领确实死了。这个时候，前方的那个神选者对着自己招手：“阿秋，去采草啊！”“哦，这就来。”阿秋连忙爬起身，奔向真茅草。第70章紫金装备鲁皮盔甲。杀完羚羊首领后，陈星的身上冒出一道金光。丁，你已击杀羚羊头领，获得450点经验。丁，你已升至5级。而后系统发出营地通告：丁，神选者陈星第一个升到5级，成为本次等级竞赛第1名，获得紫金装备1件。突如其来的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适。卧槽，5级了！麻批，老子才3级，这货居然已经5级了！这家伙是不是有外挂？怎么这么变态？神选之地哪里来的外挂？你当这是网游呢？紫金装备，他竟然拿到了紫金装备！我要疯了！我黄金装备都没见过，陈星居然获得了紫金装备，还黄金装备，我身上1件白银装备都没有。陈星大大，你的紫金装备晒一晒呗，让我开开狗眼。陈星，我也要开狗眼。陈星哪里有心情理会那些人？他此时正在进行系统选择。丁，你获得本次等级竞赛第1，请选择奖品：1. 武器， 2. 帽子， 3. 上衣。竟然还能进行选择，不是简单的随机给予。这个活动简直太贴心了。陈星上衣还是青铜，自然是选择上衣。丁，请选择上衣类型：铠甲、皮甲、布甲。铠甲，物理防御高，魔法防御低，且自身沉重，适合力量、体质等近战神选者。
皮甲，物理防御、魔法防御适中，且重量适中，适合盗贼、弓箭手等灵活性神选者。布甲，物理防御低，魔法防御高，且材质很轻，适合法师、召唤师等精神神选者。陈星自然选择了铠甲。丁，你获得紫金铠甲鲁皮盔甲。鲁皮盔甲，品质紫金，物理防御加200，魔法防御加50，移动速度2。无私奉献，将本铠甲的属性转移给一个队友，持续5秒。200点物防，这个数据令陈星感到震惊。这就是紫金装备吗？这么夸张的数字？他的黄金帽子物防才加50点而已啊，只是相差一个品阶就相差这么多吗？而且他还带了一个技能无私奉献，可以把铠甲的属性给一个队友，这简直是保护队友的利器啊！回想先前在洞穴内刘豆豆、冷霜的遭遇，如果自己当时有这个技能，完全可以轻松应对。美中不足的是，他有一个2移速的负面属性，但这对一个近战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穿上鲁皮盔甲，陈星把目光放到地上的战利品上。由于是首次击杀羚羊 BOSS， 所以这次也有1000%爆率。地上掉了7件物品，其中3件是装备，都是白银级别的，对陈星来说没有特别用处，到时候交给徐振东他们帮自己卖了。此时阿秋已经取了真茅草，来到陈星身边。陈星，谢谢你的帮助，没有你的话，我今天可能无法完成村长交给我的任务。陈星回道，没关系，举手之劳而已。说完，陈星看着阿秋，他可是领了系统任务的，现在阿秋已经取了真茅草，应该是给自己奖励的时候。哪知阿秋只是向陈星敬了个礼，然后说了一句，我回去了，再见。说完，阿秋转身就往莫冈山方向走了。阿秋的行为搞得陈星一脸懵逼，奖励呢？一句谢谢就没了，这太坑了吧！陈星连忙喊住了对方，喂，阿秋。阿秋回过身看向陈星，还有什么事吗？陈星可不是脸皮薄的家伙，直接要起奖励来。我帮了你，你是不是应该回馈我？阿秋挠了挠头，这个我确实应该回馈你的帮助，但是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突然阿秋一拍巴掌，对了，你随我去莫冈山吧，你不是说有事要问村长吗？现在吗？陈星看了看时间，此时已经快到下午5点，去一趟莫冈山恐怕就没时间回来了。他可不确定不在自己帐篷过夜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事。好在阿秋倒也没有强制要求，你今天没空的话，明天过来也行。到时候你沿着前面那条山路上去，我会和沿路的警卫打招呼的。陈星顺着阿秋的指向看去，隐隐约约能看到一条上山的路。此时系统给出任务提醒，丁，帮助阿秋，任务已经完成，请去莫冈山领取奖品。看到系统消息，陈星总算舒了一口气，那个阿秋没有骗自己。于是他对阿秋说，好吧，明天我去莫冈山找你。好的，再见。阿秋向陈星挥手，往莫冈山方向去了。陈星记下周围的坐标，然后回头往营地方向行去。来时的路上已经刷新怪物，不过此时陈星有了200物防的鲁皮盔甲，完全不怕沿路的怪，一路清理过去。这一来一回，路上掉落的装备还是不少。不过陈星背包空间有限，所以只留下3件白银装，其他的都分解了。在陈星回到营地时，已经是5点20，还有40分钟护照就会消失。营地剩余人数428人，又少了33人，估计这些人大多是死在副本之中的。至于第2个升到5级的人还没有出来，但从等级列表上来看，徐强排第2，宇轩排第3。此时营地内的一众人正在讨论等级排行榜。你们说陈星这家伙的天赋到底是什么？那还用说，肯定是我们营地唯一的那个 X 级天赋啊！废话， X 级天赋是肯定的，我是说具体是什么不知道。当时在蜀王的时候就看见几个光球在晃悠，那家伙太狗了，要不是副本和等级排行，我们都没注意到他的存在。等级第1已经奠定，没什么好说的。你们说谁会是第2个升到5级的？肯定是徐强啊，那小子好猛，昨晚在野外待了一夜，今天还在外面练了一天，连觉都没睡。对，听说他只回过1次营地，还是因为床位的事。我觉得宇轩也有可能，我听说他身上有一件黄金装备，是从蜀后尸体上摸到的。真的假的？摸尸体能摸到黄金装备？宇轩只是有些大意，以为获得洞穴手通就高枕无忧，于是回帐篷里睡觉了。谁知道突然来一个5级等级竞赛，哈哈，确实宇轩吃了一个暗亏。呵呵，你们太高看那宇轩了，他只是一个乞丐而已，你指望他能勤奋到哪里去？趁着大家激烈讨论，陈星偷偷摸摸进入了帐篷。第71章，麦蜀王冠卷轴合成的限制。你回来了呀！陈星刚进入帐篷，
就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而后一个靓丽身影来到了他身边，含情脉脉地看着他。陈星定眼一看，发现面前之人是何琼丹。此时何琼丹身上的装备全都脱掉，只留下一身贴身衣物。他摇晃着身子，胸前一对大白兔蹦蹦跳跳，呼之欲出。突然何琼丹一把搂着陈星的胳膊，用自己的大白兔蹭着对方。陈星哥哥，我早就看你气度不凡，没想到你居然是那个神秘人。面对何琼丹突如其来的热情，陈星顿时气血翻涌，两头都支棱起来。他年方18，正值热血，面对这样的香艳场景，没有反应是不可能的。这要是在2天前有人如此勾引他，他肯定二话不说就和对方真人对战了。但在神选之地2天的经历，让他思想觉悟有了不少的提升。只要自己变强，还怕没有女人？为什么要这种贴上来的便宜货？陈星闭上了眼，进行几次深呼吸。渐渐的，他的头脑重回冷静。当他再次睁开眼，看着贴在自己跟前搔首弄姿的何琼丹，心中产生了厌烦。他一把将其推开，冷冷地说：何琼丹，难道你忘了昨天给你粉尘而身亡的男友了吗？何琼丹连忙解释，昨天那人就是一个舔狗而已，怎么可能是我的男友？说着，他又往陈星身上靠了上来。我的男友只能是像陈星哥哥这样的盖世英雄了。陈星看着何琼丹，想到昨天他痛哭流涕的样子，也终于明白，他的难过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少了一个为他付出的舔狗。此时陈星真为那个不知名的男人感到不值。就在这时，帐篷的帘子掀了起来，又有2个人走进帐篷，正是王欢、清明。王欢的哥哥王喜不在，不知道去哪了。他们看到帐篷里的陈星时，脸上全都露出喜色。王欢径直走了过来，陈星哥哥，没想到你竟然是……王欢话还没说完，脸上就换作错愕之情。此时他已经看到了衣冠不整的何琼丹。何琼丹见到来人，佯装羞涩，低下头轻声说：陈星哥哥，下次吧。而后他回到自己的床位，把衣服装备都穿了起来。清明张大了嘴巴看着2人，王欢更是呀的一声，捂着脸跑了出去。你……陈星正要解释，好友突然来了消息：徐振东，老大，我们回来了。陈星回到篝火的东南角等我。此时离护照消失还有半个小时，他有好几件装备要交给徐振东去卖，没有时间处理面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陈星来到帐篷里的箱子旁，拿出之前留在这里的装备，然后离开了帐篷。由于背包容量有限，根本放不下这么多，所以多出来的装备他都直接提在手上。来到篝火比较偏僻的东南角，陈星见到了徐振东4人。由于他们在完整手通中获得了高经验以及黄金装备，升级速度急速飙升。此时4人已经是4级，1000多经验。全营地除了陈星、徐强、雨辰3人外，就他们4人等级最高。陈星把装备交给徐振东后，正准备离开，却被徐振东叫住了：老板，请稍等。陈星停下脚步，怎么了？徐振东压低声音问道：蜀王冠怎么定价？陈星知道徐振东这么问，自然是有客户了。他没有立刻回答徐振东，而是在心里盘算起价格来。对于蜀王冠的定价，他只考虑一件事：别人口袋有多少陈。一支好的队伍，平均一人打400-500陈是没有问题的，一支队伍就是2000-3000，算上掉落装备买卖的话。最后陈星给出定价4000陈。徐振东回道：老板，你稍等。过了30秒，徐振东说4000陈的报价有一支队伍可以接受，3500陈的话有3支队伍能够购买。陈星略作思考，然后给出决定：就3500陈。而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但是你要向他们强调，这只是今天的价格。好的，老板。而后陈星打开合成面板，他身上有近万陈，直接合成3顶蜀王冠出来。叮，你已合成蜀王冠 X3。不过当他合出这3个蜀王冠之后，系统突然给出一个令他意外的提示：叮，今日蜀王冠合成数量已达上限，请明日再操作。居然还有上限！今天他一共合成5顶蜀王冠，看来上限就是5顶了。所有黄金装备的合成都有这样的限定吗？更高级的装备呢？会不会更少？看来想靠一个合成卷轴发财还是有点困难啊，必须多弄几个才行。徐振东见陈星把蜀王冠合成出来后，就站在那里发呆，连忙询问：老板，遇到什么事了吗？陈星回过神来：哦，没事。蜀王冠你拿着，我去旁边溜达一下。徐振东接过蜀王冠：好的。而后陈星开始在篝火旁溜达起来。由于此时临近护照消失，大家都陆陆续续回到了营地，一大堆的人挤在这里交谈，聊天的话题要么是吹嘘自己装备宝物如何厉害，要么讨论等级竞赛的事。这些陈星自然没兴趣，于是他调转头
逛向装备买卖区域。此时进行装备交易的，基本以青铜装备为主，黑铁已经没有人要了，也有一些白银装在卖，价格大多在1000-2000陈之间。逛了一圈，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就在他准备离开之际，听到一个熟悉的叫卖声，瞧一瞧，看一看了。空间道具，少有的空间道具了啊！陈星回头一看，原来是王喜。这家伙居然打到了空间道具！陈星踱步来到王喜面前，王喜，那是什么空间道具？怎么卖？客官，这是你？王喜看到陈星后，神情一怔。昨天，王喜和妹妹王欢被陈星所救，住进了帐篷里。当时他以为陈星对妹妹心怀不轨，所以一直心存芥蒂。今天得知陈星居然是那个神秘强者之后，顿时打消了心里的疑虑。此时他看陈星的眼神也没有了昨日的仇视。愣了一会之后，他指着手里的一根腰带说：“这是空间腰带，可以提供 0.5 米乘 0.5 米乘 0.5 米的容量。”哦，我已经有了，这个对我没有用。陈星有空间腰带，和这个空间一样大。他站起身准备离开，但王喜却叫住了他：“等等。”陈星停下脚步，怎么了？王喜指着陈星的腰带说：“同类型空间道具是可以扩容的。”第72章重回营地。陈星略感惊讶：“哦，还有这种功能？”王喜道：“没错，已经有好几个人确认了，包括空间背包、空间腰带，只要是同类型的都能融合。”陈星重新把目光放到王喜的腰带上：“你这个怎么卖？”王喜狮子大开口：“3000陈。”3000陈？陈星哭笑不得：“你小子穷疯了吧？”王喜一本正经地说：“空间道具很稀缺，比白银还少见，绝对值这个价。”陈星一摆手：“你少在我面前胡扯，现阶段谁会花3000陈在这里？买装备提升战斗力不香吗？”王喜摇摇头：“靠买装备提升战斗力那是普通人才做的事，真正的高手的装备都是自己打出来的。比如你。”陈星举了一个反例：“昨天陈俊杰找我买装备了，难道他都不是高手了？”王喜说：“他是高手，但是在你面前不够格。”哈哈哈，你小子！陈星哈哈大笑，没想到王喜这小子还挺会拍马屁，有奸商的潜质。而后他伸出2根手指：“2000陈，卖就卖，不卖就拉倒。”王喜这次答应的很爽快，2000也行，但昨天的账你要给我抹掉。所谓昨天的账，是指昨天过夜，他们兄妹欠了陈星700陈。陈星白了他一眼：“昨天你对我阴阳怪气，我还没找你算账，你还敢抹账？”王喜脸上突然露出一丝狡黠：“嘿嘿，其实现在想想，你人还不错，我妹妹要是交给你的话，我还是挺放心的。”陈星哼了一下：“怎么一转眼就把妹妹给卖了？”王喜一脸正色道：“你是营地第一，妹妹跟着你总比跟着我强。”陈星摆了摆手，不想和他谈这种话题。2000陈，卖不卖？王喜这次没有搞花样，卖。而后陈星将2000陈交易给王喜。丁，你与王喜交易，获得储物腰带粉尘2000。不待陈星融合腰带，他又收到系统提醒：丁，王喜与你发起交易。陈星正待询问，却见对方将700陈放了进去，于是他点击确认，收回2兄妹的床铺费用。交易完成后，陈星询问王喜：“对了，你这储物腰带是怎么来的？”王喜故作神秘：“这可不能说，是秘密。”陈星耸耸肩，没再追问。神选之地的秘密万万千，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陈星自己不也遇到了住在莫冈山的阿秋吗？而后他把原来的储物腰带和买来的储物腰带放到一起。丁，发现同类型空间道具，是否将其融合？提醒：一旦融合将无法拆解。意思就是2件装备彻底变成1件。是。丁，融合成功。而后陈星查看自己新的储物腰带，原本2个 0.5 乘以 0.5 乘以 0.5 立方米的空间，变成了1米乘 0.5 米乘 0.5 米。谢谢老板支持，我先回帐篷了，再见。再见。陈星看着王喜离去的背影，王喜的步伐相当轻快，近乎是小跑着回帐篷。谁能想到昨天这个时候他还在和妹妹生离死别。之后陈星又逛了一圈摊贩，没有看到什么值得自己出手的。不久，陈星绕回到方才和徐振东碰头的地方。此时觉明、刘豆豆正在摆摊，冷霜站在他们身旁。虽然他们的摊位比较偏僻，但是由于几人名气很大，所以来参观的人非常多。刘豆豆负责吆喝，觉明负责叫价，而冷霜则是一言不发站在那。有几个胆大的神选者前去与冷霜攀谈，都被冷霜给藐视了。而在另一边，徐振东在和一男一女2人攀谈。陈星看向那2人，发现自己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男的名为云浪，等级排行榜第10，据说是 B 级天赋。云浪约莫30多岁，
一身肌肉，脸上还有一块长长的伤疤，不知是现实世界就有，还是在神选之地弄伤的。另一个女孩名为徐佳佳 ，C 级天赋，等级排行第23位。此时的她换下了游戏装备，恢复现实中的可爱装扮。相对于云浪，陈星对那个徐佳佳更熟悉一些。这个小姑娘是个小学生，经常在聊天频道卖萌，但是陈星对她印象不好，总感觉她年纪不大，心机不小。不一会，云浪买了装备，向徐振东点了点头，直接离开。而徐佳佳却还向徐振东撒娇卖萌，嘴里不断说着什么。不过徐振东一脸严肃的摇头，没有同意对方。最后徐佳佳嘴一嘟，脚一跺，和徐振东发起了交易，然后拿着蜀王冠离开了。徐振东舒了口气，他正想联系陈星，却发现对方正在不远处看着自己，于是便向其挥了挥手。老板。陈星走了过去，怎么，帽子都卖完了？徐振东点头，是的，这是10500陈。陈星反手交易1050陈给徐振东，诺，这是你的10%手续费。哪知徐振东拒绝了，老板，应该是450陈才对。陈星有些惊讶，你这个是怎么算的？徐振东说，我只能拿利润的10%，不能拿售价的10%，不然你就亏了。而后他又举了具体例子，一顶蜀王冠成本2000陈，你卖3500陈，利润是每顶1500陈，所以我应该拿那1500的10%，即一顶150陈，3顶共计450陈。陈星挠了挠头，这么复杂的吗？如果要陈星算麻将桌上翻数，他闭着眼睛就能给出答案，但要和他说什么成本、利润、售价什么的，他 CPU 就有些转不过来了。徐振东最终给出一个答案，你给我450陈就好了。好吧。陈星把450陈交易给徐振东。在两人相谈之际，觉明他们也收了摊子。觉明双手合十走了过来，阿弥陀佛，老板施主，幸不辱命，我们赶在护照消失前把货卖完了。陈星刚才给了他们4件白银，3件青铜。刘豆豆把钱交给陈星，老板，一共4770陈。4770陈比3件黄金的蜀王冠赚的还多。主要原因有2，其一，白银装都是打出来的，没有成本，售价就是利润。其二，现阶段神选者都穷，白银级别的装备已经是普通人最奢侈的消费了。陈星接过粉尘后，向众人告别，往帐篷那行去。现在口袋里有近17000陈，又可以和麻将了。一柄会是什么效果呢？陈星十分期待。第73章心机婊何琼丹。不久，陈星回到99号帐篷。刚进入帐篷，他就发现里面气氛有些不对。方才还欣喜无比的王喜，此时正气呼呼地坐在位置上，他的妹妹王欢耷拉着脑袋，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另一边，何琼丹笔直地端坐在位置上，清明垂手站在他的身旁。何琼丹见到陈星后，脸上立马浮现出一副暧昧的笑容。陈星哥哥，你回来了呀。他站起身就往陈星这边走来。伴随何琼丹的话语，王喜的眼神唰的一下落在陈星身上，他的眼中充满了怒火，好似要将陈星生吞活剥似的。王欢则用眼角偷偷看了一眼陈星，然后又低下了头。清明脸上没有什么情绪，只是后退了半步。此时何琼丹又一次贴近陈星，一副娇柔模样。陈星哥哥，我帮你收租了，你可得夸夸我。陈星眉头一皱，收租？对啊。何琼丹说着指了指身后3人，这3个贱民只支付了昨天的过夜费而已，所以我把今天的租金也收了上来。陈星听到这，终于明白王喜为什么那么愤怒了。这些床位是出售，并不是出租，不存在租金一说。结果这何琼丹却硬生生又收了他们1夜租金，自然令他们愤怒。何琼丹挽住陈星的胳膊，又一次祭出大白兔摩擦之术。不过这3个家伙不太听话，尤其是那个小浪蹄子，自以为和你关系好，甚至搞起1哭2闹3上吊。不过最后还是被我收拾得服服帖帖。何琼丹的嘴角不自觉上扬起来，暗自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感到得意。今天中午，在他得知陈星是神秘强者的时候，就开始谋划如何成为他的女人了。于是就有了之前陈星进入帐篷时遇到的香艳场景。只不过何琼丹刚才没有顺利得手，但他并没有因为被陈星拒绝而放弃。他对自己的长相、身材很有自信，陈星拒绝自己肯定不是这方面原因。很快何琼丹就做出了总结，像陈星这样的强者，不是不需要女人，而是需要既聪明又漂亮的女人。怎么展现聪明？答案是拿出陈星最想要的东西。陈星最想要什么？自然是粉尘了。于是何琼丹看着帐篷内的几人，立刻想到昨天的事情。帐篷内所有人对陈星都有恶意。清明因为战友身死，昨天和陈星互对。王喜因为保护妹妹对陈星满怀恶意。王欢小屁孩一个，毛都没长齐，
不足为虑。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拿着3人开刀赚取粉尘，展示自己的能力。而后他便向清明、王欢以及后来的王喜讨要租金，要收他们1人500陈的过夜费。何琼丹自然知道几人的床位是出售，不是出租，他自己的床位就是买来的。他这么做就是认为陈星这种强者自然将利看得很重，能理解他的做法。清明虽然有些不舍，但是直接交钱，没有多说。但王喜、王欢2兄妹却一直嘴硬。何琼丹当即给了王欢1巴掌，并且以陈星女友的身份和2兄妹施压。方才自己在帐篷内和陈星暧昧的场景，王欢可是看到的。王喜从妹妹那了解情况后，咬着牙交出了1000陈。这些事陈星虽然不知道细节，但从方才几人的对话中已经猜出七七八八。想到身前这个恶毒女人的所作所为，陈星心里感到一阵厌恶。他下意识想推开何琼丹，当场呵斥这个贱人。但他在电光火石间浮现一个念头，于是改变了主意。陈星嘴角微微一扬，露出邪魅的笑容：“琼丹，你真有一手，我还正愁怎么弄粉尘呢，没想到你想到我的前头去了。”他右手用力一拍对方臀部，手中顿时传来一阵软糯的手感。何琼丹见陈星这么说，心中狂喜不已，我真的做对了。果然，不论是蓝星还是这神选之地，男人眼里永远是钱、地位和女人。男人可以征服世界，但是女人可以征服男人。陈星，你就去外面开疆拓土吧，你的后花园由我何琼丹来照料。想到这，何琼丹搂的陈星更紧了。星哥，不仅是这帐篷，过几天整个营地的人我都要收上租金，他们只要敢不给，咱们就灭了他。陈星听到这，差点没气笑了。这个傻女人是吃大便长大的吗？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真以为等级第一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要是真的按他说的那么做，明天出门自己就要被全营地的人给埋了。蓝星上有多少有钱？有权的人自己在外面辛辛苦苦打江山，结果就因为遇到这种作死的女人，一下就将数十年的基业给毁掉了。不过陈星并没有反对何琼丹，反而是点头赞同：“你这个主意好，你又想到了我的前头，果真是聪明。”何琼丹一脸骄傲：“那是，我要不聪明，怎么能配得上你？”说话间，他搂着陈星胳膊的手又加大了几分力道，胸口还不自觉地磨蹭。此时，陈星话音一转：“那你把他们交上来的粉尘给我吧。”啊，给我保管行吗？何琼丹对陈星的直白感到有些错愕。1500粉尘而已，至于吗？陈星一脸正经地说：“我正在打造黄金装备，非常需要粉尘。你看。”说着，他把自己的属王冠属性展示出来：“我有合成属王冠的技能，有了粉尘，我就能大量制造出属王冠，然后卖出去发大财。”何琼丹看着属王冠的属性，眼睛都直了：50物防，30魔防，还有500生命上限，这么厉害！一件装备抵得上全身的装备。陈星看了何琼丹一眼，嘴角偷偷露出一丝奸诈的笑容：“我为了这张属王冠图纸花掉了全身的粉尘，仅剩的一点粉尘都用在制作我头上的这顶属王冠上了。”而后他叹了口气：“可惜我身上没有更多的粉尘了，不然可以为你制作一顶。”何琼丹听到这，顿时欣喜若狂。第74章一柄杠和象牙一柄。何琼丹忙道：“我有323陈，加上他们给的1500租金，一共有1832陈，够吗？”陈星说：“你先把陈给我吧。”好。何琼丹与陈星发起交易，把自己身上所有的1832陈给了他。而后他又一次询问：“星哥，粉尘够了吗？”陈星没有回何琼丹，而是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何琼丹身上的装备破破烂烂，除了裙子是白银级别的，其他都是青铜、黑铁。你把衣服脱了吧。何琼丹以为陈星心里在想那些邪祟的事情，脸上不禁一红：“星哥，帐篷内人多，咱们等到没人的时候再做吧。”陈星说：“我只差一点粉尘，你把装备脱了，然后分解掉，这样应该就差不多。”啊！何琼丹方才被陈星挑得欲火焚烧，结果对方却来了这一句。陈星继续劝道：“那些垃圾装备本就配不上你，明天我带你练级，换一身白银、黄金装。”何琼丹内心早已松动，不过他还是有一些顾忌。可是这里这么多人，还有2个男的看着。陈星看着何琼丹，嘴角露出一丝淫邪：“又没要你全脱，贴身衣物还是留着吗？”何琼丹耳根通红，而后他把所有的装备都脱了下来，并且进行分解。这是我身上装备分解后的粉尘，一共173陈，够了吗，星哥？陈星接过何琼丹装备分解出来的173陈，然后又皱起了眉头：“还差一点，你等等我啊，我去问问他们有没有。”哦，在陈星离开后，何琼丹顿时感觉凉飕飕的，仿佛自己露在众人面前似的。他一手挡着自己的胸前，一手挡着自己的下面，迅速走到床前，然后钻进被窝。陈星来到王喜、
王欢两姐弟面前。王喜瞪着陈星，一脸厌恶：“你这个大淫魔，亏我刚才还相信你是个好人，真是瞎了眼了。”陈星看了一眼王喜，没有理会，然后他将目光放到王欢身上。此时王欢正低着头，没有看陈星。王喜怒道：“滚开，离我妹妹远点！”陈星对着王欢打开交易面板，然后他将王喜、王欢被何琼丹收的1000陈租金放了进去。王欢看到这个交易面板，猛然抬起头：“你……”陈星看着他的眼睛，微微摇头。王欢何等聪慧，立马闭上了嘴巴。他心里琢磨了一下方才的事情，很快就理解了陈星的意图。他把那1000陈收下，然后佯装对陈星恶狠狠说：“休想！我们有陈也不给你！”钻进被窝的何琼丹疼的一下就坐起身：“小婊子，你怎么跟星哥说话的呢？”而后他想起身上没有什么衣物，于是又躺了下去。陈星哼了一声：“你们明天的租金翻倍！你个王八蛋，老子和你拼了！”王喜不知道陈星和妹妹的交易，气得当场就站起身。王欢立马喝止王喜：“哥，坐下！”王喜大声道：“欢欢，这个家伙既贪财又好色，而且还贪得无厌，我们总有一天被他给榨干。”王欢脸色一沉：“坐下。”王喜乖乖坐回床上。陈星暗叹一口气，还好自己没有把陈给王喜，不然以这个家伙的直脑筋，肯定拐不过弯来，说不定还要当场询问为什么要给他陈。而后陈星来到清明面前，故技重施，把500粉尘还给他。清明头脑一直很冷静，在收到陈星退还的粉尘后，已明白了他的意思，暗暗对陈星点了下头，但他嘴里却说：“我没有粉尘了，明天我打到粉尘再给你。”陈星点点头：“识物为俊杰，明天你的租金照旧，不加了。”佯装问了一圈后，陈星坐到何琼丹床前，轻声说：“只差100多陈，我明天去刷一下怪就有了。”星哥辛苦了。何琼丹说完，掀开了被子的一角：“星哥，晚上我们一起睡吧，被窝我暖好了。”陈星捏了捏他的脸蛋：“等到明天没人的时候，我来帮你泄泄火。”“我等你。”何琼丹双颊突然变得通红，然后将头埋进了被窝。王喜啐了一口：“呸，流氓！”而后陈星走到了自己的床边，躺了下来。一时间帐篷内变得无比安静。陈星顺势将帐篷的模式改成单通模式，让大家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此时营地的护罩早已消失，营地内响起一阵野狗的汪汪声。第一波就是2级怪，看来每一晚入侵营地的怪物都会变强。这种怪物侵占营地情况要持续多久呢？以后每一晚都是这样吗？难道晚上就不能练级了吗？整个营地都没人能回答这些问题。此时的陈星躺在床上，并没有睡觉，而是打开了合成系统。此时的他有17000加的粉尘，可以激情的合成了。第一件合成的自然是一柄，他现在有3个一柄，伤害是10000，范围是6米乘10米。而在副本刷的4级 BOSS 斯塔克却已经有了8000生命值，他严重怀疑一柄碰还能不能秒杀5级 BOSS 了。打开专属合成页面，选中一柄，叮，你已合成专属物品一柄，木质，粉尘5000。陈星拿起手中的金丝大环刀，将第4张一柄绑定上去，叮，绑定成功。陈星连忙通过金丝大环刀查看4张一柄的威力。金丝大环刀，品质黄金，一柄杠，消耗150点魔法值，下一击对前方6米乘10米造成2万的伤害，并持续1个来回，伤害从1万上升到2万，在预期范围内。不过一柄杠的范围没有变，还是6米乘10米。它最大的提升是多了1个来回，理论伤害又翻倍了1次。看着一柄的效果，陈星没有太高兴，他心里有一个担忧：随着等级提升，2万伤害总有不够用的时候，那时候这个一柄不就废了吗？就在这时，系统给出了一个特别的提示：叮，你已集齐4张木质一柄，获得象牙一柄合成权限。象牙一柄，这是什么玩意？第75章统计第2天战果。象牙一柄的介绍很简单，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效果等同于木质一柄杠。看到这，陈星顿时明白自己先前的担心是多虑了。木质一柄伤害确实到了上限，但是象牙一柄还可以进行提升。象牙材质上面还有其他材质吗？不知道，但象牙一柄的出现一下就打开了陈星的格局，暂时不用担心输出不够的情况。不过当他看到象牙一柄合成的时候，顿时蔫掉了。一柄象牙2万陈或4张木质一柄，我去，这么吓人！陈星连忙关掉了合成页面。这一柄杠还没用过，先过过瘾，再合成象牙一柄也来得及。还有12000多陈，接下来怎么办？合2张1万，还是合1张发，或者合1张白？论实用，
自然当属白或者10000。10000增强生命护盾，白提升5点基础属性。晨星基础属性是15，目前5级，所以4维、力量、体质、敏捷、精神都是75点。如果再用1张白，那基础属性就变成了20，4维就变成了100。思来想去，晨星决定还是合成10000。很显然，等级低的时候，护盾比基础属性效果更好；等级高了之后，基础属性的效果才会发挥出来。而后，晨星又合成了2张10000，10000一对升级到10000碰，再到10000杠，效果也是节节攀升。10000一对消耗100魔法值，使自己以及一个有方单位产生10000点能量的生命护盾，持续3小时，冷却2.5小时，消耗50点天赋能量。10000碰消耗150魔法值，使自己以及2个有方单位产生20000点能量的生命护盾，持续3小时，冷却2小时。10000杠消耗200魔法值，使自己以及3个有方单位产生40000点能量的生命护盾，持续3小时，冷却1.5小时。同时，10000象牙的合成页面也跳了出来，效果和合成方式与一柄、象牙类似。合成完之后，晨星还剩2000多尘。他关掉页面，回想这一天的经历。等级方面，从3级升到5级，并遥遥领先阵营其他人。任务方面，带队伍完整守通了营地副本，获得了史塔克蛇胆，等级竞赛第1，帮助阿秋，并约好明天去莫冈山。装备方面，主要更新了1件紫金装、2件黄金装，并且获得蜀王冠的合成卷轴。专有道具总计一柄杠10000杠1张白1张发1张春。至于属性方面就不用说了，晨星从一个打不过小白兔的小弱鸡，到能轻松单挑4级怪的强者，就算不依靠天赋技能，他在全营地也是自能打的。唯一令他不爽的就是同帐篷的那个贱人何琼丹，一想到他那搔首弄姿、事事凌人的样子，晨星心里就十分不舒服。不过那骚娘们的身材属实不赖，一想到这，晨星又一次气血翻涌，2头充血。他连忙把注意力放在帐篷外的声音上，这才缓缓冷静下来。第2天一大早，系统就发来消息提醒：丁，营地护照重新启动，营地内怪物已被驱逐。哈，又活了一天，生活真是美好。进神选之地之前，我整天荒废度日，消磨时间，现在才知道时间有多么的宝贵。对啊，我要是能回到现实世界，一定不能再堕落了。今天系统怎么还没给指示啊？咱们应该做些什么？还能做什么？升级更换装备呗。说起换装备，听说徐振东能够合成黄金装备蜀王冠，3500尘就能买到。卧槽，真的假的？合成黄金装备不是需要卷轴吗？人家昨天可是完整通关的副本，得个黄金装备卷轴怎么了？说的也是。不过我真是羡慕徐振东，一个 F 级的垃圾天赋能够混得风生水起。谁叫人家得到晨星大大的器重？晨星大大还需要小弟吗？我任劳任怨，供你随便指使。兰蔻晨星哥哥，伦家前凸后翘身材好，上得厅堂下的厨房，带我一个呗。周依婷晨星哥哥，想不想一龙二凤啊？何琼丹，你们这群妖艳贱货，不要打扰我新哥，新哥怎么可能看得上你们这样的骚货？周依婷何琼丹，你是个什么东西？何琼丹，我已经和新哥睡了2晚了，你连新哥的毛都摸不到。兰蔻，你不就是花钱买了床位吗？有什么嘚瑟的？何琼丹兰蔻，我记得你这个小婊子前天用身体勾引雷震子要床位，你不是已经和雷震子滚床单了吗？怎么还有脸出来说话？兰蔻，别和老娘提那雷震子，那小子穿上裤子就不认人。何琼丹，哈哈，活该。一大早，几个女人就为了晨星在阵营频道撕逼，晨星顿时大倒胃口。他站起身，正准备离开帐篷，却听见何琼丹喊住了他：星哥，你要去哪？晨星看着何琼丹，用柔和的声音对他说：琼丹，你今天跟着王欢、王喜、清明去外面练级，我要去搞钱合成蜀王冠。何琼丹指着自己贴身的衣物，但是我这样怎么出去啊？晨星脸色一沉，语气也带了一些威严：你身上有内衣，又不是光着，磨磨唧唧的，你还怎么跟着我成大事？何琼丹低下头看着自己紧紧挡住3点的内衣，最后他咬了咬牙，点头答应：好，今天我跟着他们出去。他表面应付，实际想等晨星出去之后就躲在帐篷里，待晨星回来后，自己就和他大战几个回合，将其收拾得服服帖帖，到时候还不是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过晨星似乎看通了何琼丹的想法，于是加了一句：今天我要做一个特殊任务，这个帐篷内不能留人，不然我任务失败了，
唯你是问。何琼丹一激灵，连忙掐断了方才的想法。陈星打开王欢的好友列表，发了一条不咸不淡的消息，交给你们了。王欢秒回，收到。王欢回完陈星的消息，心中热血沸腾。昨天那个女人打了自己一巴掌，今天一定要10倍、100倍的还回来。第76章，斯内克解封警告。陈星从帐篷出来，打开徐振东的好友页面，起来了吗？徐振东几乎是秒回，起来了，老板，来篝火处，你们都来。好。陈星关掉消息面板，往篝火处走。此时帐篷内陆陆续续有人出来，大家见到陈星后，纷纷把目光落在他身上，有羡慕，有嫉妒，有憎恨，也有不断抛媚眼的。就在陈星即将到达篝火处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响起：陈星，站住！陈星停下脚步，回头一看，发现宇轩正快速往自己身边走来。宇轩手上拿着一根法杖，身上穿着一件皮衣，身后还跟着一只豪猪。陈星眉头微微一扬，什么事？宇轩用手中的法杖指着陈星，你不要以为拿到等级竞赛的第一就很得意，我会超过你的。宇轩第一天好不容易的到了大家的关注，结果大家讨论的却都是陈星。今天当着全营地神选者的面，他要夺回荣光。哪知陈星只是不咸不淡的说了句：哦，加油。而后陈星转身离开。陈星的态度令宇轩更加火冒三丈，我宇轩才是全营地第一，我能从尸体上无限加强，而你只会一招高伤害技能而已。你很厉害。陈星往篝火方向走去，一帮的吃瓜群众看着宇轩和陈星，全都痴痴的笑了起来，对着宇轩指指点点。宇轩快速来到陈星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我跟你说话呢，你什么态度？陈星这次停下脚步，看着宇轩，你要是有病就去吃药，别来找我，我不是医生。哈哈，吃瓜群众再也忍受不住，全都笑出了声。你，宇轩正想发飙，却见陈星指向了营地出口，那个徐强已经去练级了，你再磨叽的话，连第2都拿不到。什么？宇轩看向陈星的指向，发现徐强已经走到了营地口。宇轩连忙向外奔去，一边跑还一边对陈星放话：你给我等着，营地第一的宝座一定是我。神经病！陈星没把宇轩当回事。陈星不在乎名，只在乎利。地不第一无所谓，别人怎么看自己也不在乎，只要有钱有装备就行。不一会，他来到了篝火旁，徐振东4人早已在这里等待。4人齐声打招呼：老板好。大家好。陈星没有废话，直入主题：我的护盾技能升级了，可以给你们3个人都加上。我们3个？徐振东几人瞪大了眼睛，他们见识过陈星护盾的强度，可以吸收1万点伤害。昨天要不是护盾的存在，他们通关副本肯定没有那么容易。刘豆豆忙问：老板，3个都有1万能量的护盾吗？还是把1万能量平摊分给我们3个？陈星摇摇头，不是1万能量，是4万能量，每人4万能量。每人4万能量护盾。4人再次深吸一口气。陈星说：你们商量一下，哪3个人获得护盾？4人互视了一眼，最后他们把决定权交给徐振东。东老大，你说吧。徐振东略作思考，然后说：豆豆有属王冠，不会有生命危险，这3个护盾就给我、绝明、冷霜3人吧。众人一致同意。好。陈星见他们做好了决定，于是做最后提醒：这个护盾持续3小时，你们到时候注意一下时间，并且留意护盾的剩余能量，千万别大意。知道了。徐振东、冷霜、绝明3人突然感觉身体一暖，紧接着收到系统消息：丁，陈星对你施加生命护盾，护盾能量4万。3人体外顿时出现一个只有自己能够看到的蓝色护膜。好了，你们加油练级，我要走了。陈星说完准备离开。老板施主，等一等。绝明叫住了陈星。陈星看向绝明，怎么了？绝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请问初级毒药还有没有？昨天绝明失去了淬毒效果后，输出立马下降1半，所以他一直惦记这个毒药的事情。陈星听到绝明的话，脸上突然露出奸诈的笑容：毒药我倒是有，不过吗？与众人告别后，陈星口袋多了300陈，少了2瓶初级毒药。昨天他打绿毒豪猪王掉落了8瓶初级毒药，他当场用了1瓶，后来进副本又用了2瓶，出副本后又用了1瓶，刚刚给妈了2瓶给绝明，自己还剩下2瓶。此时系统发出公告：丁，营地洞穴内传来斯内克的声响，斯内克的封印松动了，请还未通关营地洞穴的神选者速速前去消耗斯内克的魔力。提醒：副本内的经验不受等级因素影响。警告：斯内克一旦解封，整个营地都会陷入危机，镇压斯内克次数1/10。突如其来的消息搞得大家莫名其妙。斯内克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斯内克，昨天觉明和尚有讲过。他怎么说的？老子昨天花了100陈才听到的，干嘛要说给你听？哎呀，别那么小气嘛，这可是关整个营地安危。你们不是都说觉明是骗子吗？现在怎么都想听骗子的话？他是骗子，你又不是骗子，快讲讲斯内克是怎么回事？营地洞穴有2个 BOSS， 右路的是3级 BOSS 属后，左路的是4级 BOSS 斯内克。斯内克是一条蟒蛇，会召唤8000生命值、200蜈蚣、100毒弓的小弟。我靠，这么夸张的属性，谁他妈打得过？200蜈蚣倒还好，护甲高的人可以顶一顶，但是100毒弓就要命了，根本扛不住啊！去通关那个 BOSS 的队伍，起码要有一顶鼠王冠加500生命值上限，不然一般人的血量肯定不够毒。又是鼠王冠，买不起啊！别吵了，快点赞成。副本是3级的，我要是升到4级再去，岂不是没经验？你是不是瞎？系统提醒了，副本里的经验与等级无关。每一个副本都是这样吗？没你妹！你问我，我问谁？就他妈一个副本，你问那么多干嘛？别吵了，赞成，买鼠王冠。第77章，莫冈山上莫岗村。陈星当然也看到了系统关于斯内克的通告，不过他关注的重点不是斯内克，而是那个警告事项：斯内克一旦解封，整个营地将会陷入危机。这是什么意思啊？是指斯内克从洞穴里出来攻击营地吗？难不成他还会攻击帐篷？从系统的警告来看，斯内克说不定真的会攻击帐篷。问题来了，斯内克到底是多少级的？营地的这么多人，能不能打得过他？陈星心里没有底。算了，先不管这些，忙自己的事情先。去篝火旁买了20块熟牛肉后，陈星又一次往南方的莫冈山出发了。荒蛮草地练级区，一个身穿3点式的女神玄者叉着腰，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你们3个练级的速度快一点，要不然今天晚上我加你们的租。小浪蹄子，你磨叽什么呢？快给老娘砍怪！王喜，看什么看？信不信我让星哥把你眼睛挖出来？说话之人正是自诩为陈星女友的何琼丹。刚才在陈星离开帐篷后，他就收起了害羞模样，指挥起王喜、王欢、清明3人来，然后4人一起出行，去往了练级区。别人见到一身内衣出行的何琼丹，纷纷侧目，但何琼丹却完全不在乎。穿3点式怎么了？展现自己的身材那是骄傲的事情，有什么丢人的？而后他赶着王欢、王喜、清明3人来到练级区，驱使他们练级。在他看来，这3人就是3个奴工，随便蹂躏。他们敢反抗？不想活了吗？自己可是陈星的女人，全营地第一的女人。今天只是针对这3个贱民而已，过些天就让全营地的人跪拜自己。那个时候，他们应该叫自己什么呢？总不能让那些贱民直接喊自己名字吧？女王、女皇，不行，太干巴巴了，要在前面加个称号才好听。什么称号呢？就在何琼丹想着自己将来如何母仪天下之时，突然感觉后心一凉，一把长剑穿过他的身体。陈星跨过4级羚羊区，来到莫冈山脚下。从山下往上看，只看到葱郁的树木，并看不到什么村庄，也不知道山上怪的等级高不高，密不密集。找到上山之路后，陈星便开始往山上攀爬。上山之路比想象中的要陡峭，不少地方都需要手脚并行才行，有些台阶跨度太大，需要极其灵敏的身手才能跨上去。好在陈星5级，敏捷有75点，攀爬起来不太费劲。如果敏捷低一些的话，估计都上不来。爬了约莫700-800米的距离，陈星终于上了一块岩石。陈星抬起头，发现面前的山路坡度瞬间平了不少，心里舒了一口气。就在他准备继续前行之际，前方突然传来一个怒喝声：什么人敢强闯莫岗村？这一嗓子极其洪亮，差点没把陈星给吓掉下去。紧接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来到陈星身边，那人身高足足有2米多，手持一杆红缨长枪，对着陈星：站住，不然我不客气了。陈星连忙向那人解释：我叫陈星，是你们村的阿秋邀请我上来的。那巨汉眉头一皱：阿秋邀请你？怎么没听他说过？陈星心里暗骂：阿秋，你不是说会打招呼吗？怎么这人不知道这回事？陈星心里虽然在骂娘，但嘴里还是没有闲着。阿秋是昨天下午5点左右上来的，你问一下当时的值班人员。巨汉喝道：你休要唬我，昨天也是我值班，亲眼看到阿秋上山，他并没有向我提起过你。听到巨汉这么说，陈星心里骂得更狠了。昨天我就应该把那阿秋丢进羚羊群，看着他被踩死。这货不会是不想让村长知道有人帮他，所以故意这么搞我吧？巨汉见陈星无话可说，抖了一下手中的长枪，准备对陈星发起进攻。陈星心里焦急，难道要将这个巨汉杀了吗？那样的话，自己肯定就变成这个村子仇敌了。
算了，仇敌就仇敌，总比自己死在这里强。就在陈星准备与这壮汉开战之际，一个声音突然从远处传来：“住手！大彪哥！”那巨汉闻言，手中长枪顿时止住了。紧接着，一个身影从远处跑了过来，正是阿秋。阿秋来到陈星面前，连连道歉：“陈星，对不起，昨天急着向村长交任务，忘了交代大彪哥你要来了。”陈星虽然在心里把阿秋祖宗3代都问候了，但表面上还是装作不在乎。幸亏你来得及时，不然我伤到这个大汉可就不好了。你说什么？那个叫大彪这巨汉原本都已把手中的长枪放下，听到陈星的话，立刻又端了起来。阿秋连忙劝道：“大彪哥，他是开玩笑的，你别当真。”而后阿秋连忙拉着陈星往山上走去。陈星留意到那个壮汉头上此时显现出了名字大彪，不过大彪的等级依然没有显示。看来原住民的信息并不是直接开放，只有知道了之后才能展现出来。陈星跟着阿秋上了几段山路，路途又遇到几个守卫，如果没有人携带，估计只能一路杀上来。不知不觉，陈星跟着阿秋来到了山顶，他的眼前也豁然开朗起来。举目望去，一个小村庄映入眼帘。阿秋说：“这就是莫岗村。”而后他带着陈星往村中走去。一个11、12岁女孩路过，向阿秋打招呼：“阿秋哥好。”阿秋点头回应：“兰兰好。”又一个13、14岁的小男孩奔了过来：“臭阿秋，你还我的玻璃珠子！”阿秋连忙哄着他：“小虎，等我接待完客人就帮你找。”村子虽然不大，但是非常融洽。沿路阿秋和不少村民打了招呼。在陈星眼里，那些村民的头上慢慢浮现出名字。不一会，两人来到村子中央的一个广场，广场上立着一个石像。阿秋指着那个石像说：“这是拯救我们村子的英雄，你所在营地下的那条大蟒蛇就是他抓住的。”哦，陈星立马把目光看向了那座石像。第78章村长和鲁斯。从样貌来看，石像上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他左手持盾，右手举剑，右腿弓步向前，一副冲锋的模样。阿秋在旁边讲解，他叫鲁斯，也是我们莫岗村的。很多年前，就是他击败了大蟒蛇斯内克，保护了周遭居民的安危。陈星眼睛依旧停留在石像上，那他现在在哪？阿秋说到鲁斯，眼中露出崇拜目光。村长说，鲁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强，击败斯内克后不久就离开了村子，去外面闯荡了。阿秋的话在陈星听来，感觉这个鲁斯像是一个游戏主角，击败了新手村的 BOSS， 然后去外面打怪升级。过了这么多年，鲁斯肯定更加强大，将来自己能不能遇上他呢？阿秋介绍完鲁斯后，就带着陈星继续往前行。走，我带你去见村长。好。陈星又瞄了一眼鲁斯石像，跟着阿秋离开了。离开村中广场后，两人来到一个小院前。阿秋指着院内的房子说：“这里就是村长家了。”陈星举头望去，小院里堆满了各种花木草药，其中包括昨天阿秋带来的真茅草。陈星看到这些事物，心中有些好奇，难不成这村长是炼药师？下一刻，屋内飘来一股浓浓的药味，似乎印证了陈星猜测。阿秋对屋内的药味没有太大反应，应该是已经习惯了里面的味道。而后，陈星跟着阿秋进了院子。院内有一个生火的小炉子，炉子上有一个罐子，一个中年女子正在给炉子扇风，应该是在熬制药材。阿秋高声喊道：“庆婶，今天是你来给村长熬药啊？”那个熬药的女子抬头见到阿秋，脸上浮现出笑容：“是啊，这几天都是我来。”庆婶看了一眼陈星，没有多问，低头继续扇风。陈星听到两人对话，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似乎误会了，村长不是炼药师，反倒像是一个病人。而后他跟着阿秋进了屋，屋内一个老者正端着一个碗，咕噜咕噜地喝了下去。等那人喝完之后，阿秋带着陈星来到那人面前：“村长，这就是昨天帮我取真茅草的陈星。”村长放下手里的碗，笑着看向陈星：“你就是那个神选者啊？”“你好。”陈星也向村长回应：“村长好。”但当他看到村长的样貌时，顿时大吃一惊。村长左脸看起来很年轻，约莫40岁左右，但右脸却相当苍老，说是70、80岁也不过分。这是什么怪病？这般恐怖？陈星的表情自然落入了村长眼中。不过村长没有解释，反倒提起昨天的事来。陈星，感谢你昨日对阿秋的帮助，我这里也没有别的东西答谢你，只有一些药水。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选2样吧。村长说着，指了指身后的药架子。陈星在看到村长这般模样的时候，哪里还有心思讨要奖励的事？他原本想要拒绝，但当他看到药架上的东西时，立马就改变了主意。零食，初级体质丹，提升20点体质，持续2小时。零食，初级力量丹，提升20点力量，持续2小时。零食，初级精神丹，提升20点精神，持续2小时。零食，
初级敏捷丹提升20点敏捷，持续2小时。0时，初级速度丹提升5点移动速度，持续2小时。初级秘法粉为武器涂抹秘法粉，施法时增加15点魔法伤害，持续2小时。初级毒药为武器淬毒，使其获得30点毒素伤害，持续2小时。初级麻药为武器涂抹麻药，攻击时有几率使对方陷入2秒麻痹，持续2小时。该效果只对不超过10级的普通怪有效。初级致盲药为武器涂抹致盲药，攻击时有几率使对方2秒失去视觉，持续2小时。该效果只对不超过10级的普通怪、精英怪有效。都是好东西啊，为什么只能选2样？不能全要吗？陈星看着面前的这些东西，瞬间把方才对村长的怜悯之心抛在脑后，开始琢磨拿什么奖品。属性丹方面，如果是一般神选者，体质丹毋庸置疑是首选，增加200点生命值可是能够保命的。但对陈星来说提升并不大，可以不考虑。药膏方面，麻药、致盲药如果能触发，自然是逆天的，但这些玩意对陈星2-3秒一刀的攻击速度来说并不实用。最后陈星选择了2样东西，0时初级速度丹和初级毒药。前者给陈星提供了某些战术的可能，后者稳定为陈星提供输出。做好决定后，陈星对村长说：村长，我要0时初级速度丹和初级毒药。村长点头，好。阿秋，把那2样东西拿来。是，村长。阿秋说完，把东西交给陈星。陈星接过之后，系统给出提醒：叮，你获得5颗0时初级速度丹，5瓶初级毒药。不错，竟然各有5份，出乎陈星意料。到了这里，昨天帮助阿秋寻找真茅草的任务才算结束。而后陈星再次看向村长那怪异的脸庞，村长，你的脸为何变成这副模样？听到陈星的疑问，村长的表情顿时变得沉重了几分。我的脸就是斯内克所为。什么？不仅是陈星，就连阿秋都大吃一惊。阿秋问村长，你不是说你的脸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食物中毒了吗？怎么和那大蟒蛇有关？村长看着阿秋，露出一丝柔和的目光。我这样说，只是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成长不被那条恐怖的蟒蛇给影响。陈星更关心斯内克的事情。村长，为什么你会被斯内克毒到？外面那个鲁斯的石像又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啊，就要从18年前说起了。村长说着，抬起头看向门外，他的目光落到广场的那一尊石像上。这一刻，他的目光似乎变得年轻了许多，重新回到18年前对付斯内克的时候。第79章，斯内克、鲁斯和村长的怪病。18年前，斯内克横空出世，周遭村落、动物都惨遭其吞噬，周围几十公里的居民死的死，逃的逃，没人敢面对斯内克。而当时的莫岗村却陷入了纷争，村民们分为了2派。一部分人认为莫岗村离斯内克很近，迟早要遭到斯内克的袭击，所以建议所有村民都离开莫岗村，搬到别的地方。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莫岗村在莫冈山上，易守难攻，根本不用怕斯内克突袭。2派的人起了极大的争执，谁都说服不了谁。逃离者决定独自行动离开莫岗村，但坚守者却不同意。坚守者认为村子人手本就不足，如果让这些逃离者离开，会让村子防守力量大大降低，使得村子失守。于是村子很快就陷入了内乱。就在这个时候，鲁斯站了起来。他和前面2派人的观点都不一样，与其逃避斯内克，不如主动出击，将其击败。起初他的这个观点是没有人支持的，斯内克吞噬周遭村落，大家都看在眼里，没人认为自己能击败斯内克。不过鲁斯并没有口头劝解这些人，而是独自离开。第2天，当村民又陷入争执之际，鲁斯拖着3条大蛇回到了莫岗村。昨夜他独自一人独闯斯内克的老巢，并杀死了许多斯内克的爪牙。鲁斯的行为给了村民极大的震撼，许多热血青年都被他给触动。一个名叫张阿宝的青年第一个站起来支持鲁斯，而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鲁斯，誓死对付斯内克。于是鲁斯率领了村子88个青年一起出发讨伐斯内克。之后他们经过艰辛努力，终于顺利剿灭了沿路的斯内克爪牙。不过当他们见到斯内克的时候，才发现对方实在太强大，他们的攻击根本无法对斯内克造成有效伤害。很快跟随鲁斯一同过来的这些勇者们死伤过半，大家心中顿时感到绝望，认为那斯内克是不可战胜的。不过鲁斯在关键时候稳住了大家的心神。而后他们改变策略，不再强行攻打斯内克，而是设计一个圈套，准备将其封印起来。最后那一战，勇者们不畏死亡，一个个以自身性命为饵，勾引斯内克。终于在最后一刻，鲁斯成功封印斯内克，将其牢牢地套在锁链上。陈星、
阿秋听到村长缓缓将18年前的那段往事，心中顿感热血沸腾。阿秋说：“村长，当时你去了吗？”嗨嗨，村长说了太多话，声音有些沙哑。平复之后，他对阿秋说：“我就是第一个支持鲁斯大哥的张阿宝，我脸上的伤也是那一战留下的。”阿秋问：“拉鲁斯去哪里了？”村长看向前方的石像，鲁斯大哥说：“斯内克体内魔力太强，总有一天会摆脱我们的禁制，所以要去外面寻找彻底杀死斯内克的方法。”听到这，陈星心念一动，早上系统发的消息不就是暗示斯内克会出来吗？他虽然很关心鲁斯，但是更在意那个斯内克。于是他向村长询问：“村长，你在18年前对付过斯内克，那他的实力究竟如何？”村长打量了一下陈星，然后摇了摇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劝你还是放弃那个想法。斯内克足足有10级，根本不是你能抗衡的。”10级？陈星听到这个等级也属实吓了一跳。他一路开挂，到现在才升到5级，升到10级要到什么时候？5天？10天？那个时候营地恐怕已经被斯内克捅翻了。村长接着说：“而且斯内克有魔气护体，根本不是普通人能伤害的了的。我劝你还是放弃冒险的想法，带着其他神选者离开营地吧。”听到村长的话，陈星想到斯内克吐出的黑雾，估计那个东西就是所谓魔气了。不过他来找村长是为了找到对付斯内克办法，可不是为了被村长劝退的。陈星向村长拱了拱手，谢谢村长提醒。不过营地是我们的大本营，不能说放弃就放弃。而后他话头一转，指指村长：“当初你不是也以悬殊的实力将他封印了吗？”村长盯着陈星的眼睛看了许久，最后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正所谓无知者无畏，我当年敢和斯内克搏杀，是因为不知道他的强大。现在如果让我回到当初重新做决定，说不定根本不敢出发。”陈星看着村长这个神情，知道找他探讨如何对付斯内克是不可能了。对此，陈星只能暗叹一声，他自然不会怪村长胆小。这么多年，村长一直保持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正常人的精神都会被压垮。就在这时，外面熬药的庆婶端了一碗药过来：“村长，再来喝下这碗药，你今天的药量就够了。”村长向庆婶点头致谢：“谢谢阿庆，你放到桌上吧，我待会就喝。”喝药？陈星内心一动，他完整手通营地洞穴时获得了史塔克蛇胆，还是唯一的任务品，那玩意能不能用来给村长治病？想到这，陈星从腰包把史塔克蛇胆拿出来，递到村长面前：“村长，这颗蛇胆是从斯内克的儿子身上取下来的，你看对你的病是不是有用？”村长身躯一震：“什么？从史内克儿子身上取下来的？”他双眼冒光，盯着陈星手里的蛇胆。他伸出手想要去接那蛇胆，却发现双手不住的颤抖。陈星连忙往前几步，将蛇胆送到村长面前。村长没有接蛇胆，而是将头靠近蛇胆，鼻子用力一吸。嘶！村长闭上眼，感受蛇胆腥味带给他的刺激。而后，村长眼睛猛然睁开，脸上露出喜色。有用，这蛇胆内蕴含一丝魔力，或许他真的能把斯内克在我体内留下的魔毒清除。陈星听到后也顿时欣喜不已，唯一的任务品找到了用处，那肯定会给自己带来不少好处。第80章，村长康复鲁斯的装备。这一次，村长的手没有哆嗦，接过蛇胆直接吞了下去。咕噜，蛇胆顺着村长的喉咙进入了胃部。陈星看着村长的行为，嘴巴都咧了起来。这玩意这么腥，真的能吞吗？陈星不知道，对于村长这些年喝的药来说，这点腥味根本不算什么。村长吞入史塔克蛇胆之后，一脸的平静，没有什么异常。陈星心里嘀咕，不会没有用吧？这可是唯一道具，用错地方的话可就弄不到了。就在陈星腹诽之际，村长脸上突然露出痛苦神色，他双手掐着自己喉咙，似乎有什么东西堵着他呼吸。阿秋吓一大跳，连忙上前搀扶：“村长，你怎么了？村长！”突然，村长的腹中发出一阵咕咕咕的响声，同时他的脸上急速充血，从红色变成紫色。阿秋还在大喊：“村长！”村长一把甩开阿秋，然后张开大嘴。哦！村长嘴里喷出一团黑色汁液，那黑色汁液沾染到地上的砖块后，顿时发出滋滋滋的声响，同时冒出一团团黑烟。一旁的陈星也吓了一大跳，连忙闪到一旁，同时用手捂着鼻子。此时屋内已经被一股恶臭气味掩盖，令人窒息。陈星对阿秋说：“阿秋，咱们把村长抬出去。”说着，他弯腰就要架起村长，哪知阿秋却对陈星大喊：“你别碰村长！”而后他独自架着村长往外走去。在阿秋看来，陈星是对村长下毒的凶手。陈星跟着阿秋、村长来到屋外，
此时村长已经平静下来，没有再呕吐，充血的脸部也慢慢恢复了正常。一直关注着村长状态的阿秋脸上突然露出惊讶神色。村长，你的脸……我的脸怎么了？村长伸手抚摸自己的脸庞。村长的脸庞恢复到40岁中年人的模样，没有什么特别，但就是这种平常的事情，对村长来说却是喜不胜收。原本他右脸犹如70、80岁老者一般苍老，此时却回到普通样貌，这怎么能不让他欣喜？此时村长抚摸自己右脸的手有些哆嗦。好了吗？阿秋连连点头。是的，村长，你好了，你恢复原来样貌了。村长喊道。镜子，快拿镜子来。好。阿秋呲溜一下往外奔去。他知道村长家没有镜子，于是去自己家里去取。他一边跑一边大喊：村长病好了！村长病好了！真的吗？村长的病好了！村民们听到这，纷纷涌了过来，不一会就把村长的院子围得满满当当。不过他们都没有走入院内，而是在外面议论着：你们看村长的脸，似乎康复了。村长这个怪病快20年了，怎么说好就好了？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也该好了。这个年轻人是谁？怎么没见过？好像是刚才和阿秋一起来的。这人的装束好奇怪，难不成是神选者？神选者啊，有点像。我们村好久没有来神选者了。村长的病会不会就是他治好的？真有可能。看看村长怎么说。村长还沉浸在康复的喜悦中。18年，这个怪病折磨了他整整18年。要不是有村民们照料，估计他早就撑不下去了。如今折磨自己18年的病痛突然消失了，怎么能不令他欣喜？这时阿秋的声音从外面响起：让一让，我给村长带镜子来了。不一会，阿秋挤了进来，飞奔到村长身边。村长，你看。村长接过镜子，看向镜中的自己，右脸的皮肤变得无比圆润，没有留下怪病的一丝痕迹。他闭上眼，深深地呼吸了几次，这是他这18年第一次有这般美妙的感觉。曾经他看着村内的年轻人劳作，看着村内小孩奔跑，都会感到无比羡慕。他不想追求什么荣华富贵，只想变成一个健康的普通人。健康对一般人来说只是再简单不过的东西，但对村长来说却是极其奢侈的存在。健康是最宝贵的东西。现在他终于康复，可以和平常人一样劳作奔跑了。村长缓缓睁开眼，此时他的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村长看向四周的村民，高声说：各位乡亲，多谢这些年你们对我的照料，接下来我会好好报答大家的。而后他指了指身边的陈星，我的病是被这位神选者陈星治好的，以后他就是我们莫岗村的一份子了。他要是有什么事情找到各位，你们一定要像对待乡亲一样对待他。众人齐声回应：放心吧，村长，以后陈星就是我们莫岗村的人。我家刚好有一间空房，就让陈星过去住吧。我家也行。村长双手压了压，房子的事不用大家操心，村子东面那间空屋就给陈星住，如何？众村民齐声回复：听村长的。此时陈星收到系统消息：丁，你得到莫岗村民的认可，你与莫岗村村民的亲密度为100。丁，你获取村东空屋的居住权。居然在这里获得了屋子的居住权，那岂不是说完全可以不用回营地了？而后村长又与村民说了一些村子的事情。此时阿秋来到陈星身边，一脸歉意地说：对不起，刚才我看村长的样子，以为他，所以对你说话的语气有些不太好。陈星自然没有把那事放在心上，方才连他都以为村长要翘辫子了。过了不久，村民们都散开，各自回去。在村民走后，村长转身看向陈星：陈星，刚才的话也都听到了，如果你想要躲避斯内克的威胁，可以到我们村内来居住。陈星笑着摇了摇头：多谢村长好意，我可以在这里偶尔居住，但不能不理会营地的事情。村长盯着陈星的眼睛看了许久，最后他叹了一口气：好吧，你随我来。说着他往屋内走去。陈星、阿秋跟了进去。不久后，村长从里屋拿出一个盒子交给陈星：这是鲁斯大哥离开前留下的装备，你最适合使用它了。陈星心中一喜，竟然是鲁斯的装备。第81章，消失的五级怪，消失的徐振东。村长手里的盒子不大，约莫10厘米见方。陈星接过盒子后，将其缓缓打开，唰，一道柔和的紫金光芒从里面散发出来。那紫金光芒并不刺眼，陈星可以直接看到盒子里的东西。那是一根吊坠，吊坠上有一块不知名的紫色宝石，方才的光芒就是从这宝石上散发出来的。鲁斯吊坠，品阶紫金，魔法防御加100，毒素防御加100，魔法驱散，消耗50点魔法，驱散一个目标，不超过12级，身上的法术效果 CD 30秒。
魔防、毒防各100点，而且还有一个驱散技能。陈星之前最怕的就是魔法伤害和毒伤，曾经被雷电犬王电击的场景历历在目。如今有了这件吊坠，他在这2个方面的防御得到巨大提升。陈星立马换下犬王项链，加100血魔，将鲁斯吊坠佩戴上。之后，陈星和村长阿秋又聊了一会，发现他们没有再透露什么重要消息。至于斯内克的消息也没有进展。村长好不容易摆脱了斯内克留在自己体内的魔气，更加不想谈斯内克的话题。无奈，陈星只能结束和村长的聊天，村子里和其他村民聊天。方才村长特别交代过村民，陈星就是莫岗村的一份子，要大家像乡亲一样对待他。于是陈星想要利用自己这个新进莫岗村村民的身份，和大家了解一下情况。结果一圈下来，村民都是说你吃了吗？去我家吃吧之类没营养的话。村长说的没错，这些人果然是把陈星当乡亲一样对待，没有搞特殊。最后陈星来到那间村东空屋，屋子前面挂了一个牌子，陈星居。陈星进屋一看，发现里面虽然空间不大，但房间还不少，包括客厅在内，一共有3间。房屋对人数的限制也相当宽裕，可以留20人在里面住。20人挤在这小屋里，也不怕熏死。在屋子里逛了一圈，发现里面除了有一个较大的储物柜之外，没有什么特别。而后陈星决定下山，在莫岗村待了半天，共获得5粒临时初级速度丹、5瓶初级毒药、1串紫金级项链。同时他还获得莫岗村的1间屋子，以及莫岗村村民100点好感度。虽然没有练级，但是这一趟收获确实不错。与村长告别后，阿秋陪着陈星下山。中途2人又遇到那个大高个大彪。大彪此时也已经知道陈星救村长的事，于是对着陈星敬了一个礼，然后目送他们离开。来到山下，陈星邀请阿秋一起去练级，结果被他拒绝了。无奈他只能继续独自出行。此时他已经是5级，但山脚下都是4级的羚羊。由于高等级打低等级会有经验折损，所以他并没有在这里耽误时间。然而等他逛了一圈，才发现这里最高等级的怪只有4级，真是倒霉。没想到莫冈山附近怪物等级就这么点高，不知荒蛮草原那里是不是有高等级的。陈星没有立刻动身，而是点开徐振东的好友消息，你在荒蛮草原有遇到5级怪吗？然而当他发送消息的时候，系统却传来一个提示，叮，对方所在区域无法接收消息，请稍后发送。什么鬼？消息都发不出去？难不成他们在副本里不成？野外有副本吗？而后他又点开觉明的好友消息，你和徐振东在一起吗？这一次消息顺利发送。不久，觉明回了陈星消息，老板施主，队长被一个怪人带走了。怪人带走了？陈星有些莫名其妙，什么人？带他去哪了？觉明回道，不知道，一眨眼就消失了，走了已经快1个小时。陈星看了下时间，此时是上午8点40，而陈星给他们加护盾大概是在6点20，也就是说到了9点20，护盾的持续时间消失。如果徐振东是做任务的话，一定要在9点20之前出来，不然就危险了。对于徐振东的消失，陈星是非常担心的。表面来看，冷霜、觉明、刘豆豆任何一个人都比徐振东强，但对陈星来说，徐振东是最重要的一员。徐振东是组织队伍的核心，如果没有他，那队伍就散架了。陈星有自知之明，光靠自己这种只会惦记钱的人，肯定搞不来组织团队这种又费精力又费脑子的事。但现在他也无能为力，只能暗中祈祷，祈祷徐振东自己能够渡过难关。关掉觉明的对话后，陈星愣了一会，我不是问5级怪的事吗？怎么一下就忘了？他又重新点开好友消息，不过这一次没有等他编辑文字，却看到一个欣喜的场景，一群4级的羚羊受到了惊吓，四处狂奔，而羚羊的背后有一头半米长的虫子在地上孤勇。尸虫5级普通，生命值1600，物理攻击140，毒素攻击140，移动速度22，技能尸毒之咬，施暴。终于看到5级怪了，陈星当即冲上前与之搏斗。此时陈星的总物理防御已经有近300点，要是格挡成功，这种小怪根本伤害不到他。奈何地上那只尸虫太小，专门攻击他的小腿部位，他每次格挡都格外别扭。想到身上的护盾还有半个来小时就消失，他干脆不再费劲，直接和尸虫对攻起来。在和尸虫搏斗的过程中，陈星发现了一个惊喜的事情，毒素防御是全身有效。虽然鲁斯吊坠是戴在脖子上，但对尸虫在他腿部造成的毒伤依然有防御效果。看来物理防御与毒伤防御机制不一样，不知道法伤的防御机制是怎样的。10几秒后，陈星砍翻面前的尸虫，不过尸虫生命值清零后并不是直接倒下，
而是全身膨胀，迅速的变成一个鼓包。陈星想起尸虫另一个没有施展的技能，立刻想要远离，但为时已晚。砰！尸虫的尸体炸裂开来，陈星身上被绿色的毒液给喷中，然后他头上冒出3组数字：-40毒伤，护盾吸收；-40毒伤，护盾吸收；-40毒伤，护盾吸收。这玩意死了还爆炸，这么恶心。不过这玩意到底从哪里出来的？自己刚才转了一圈，为什么没有遇到5级怪？就在陈星准备在附近寻找之际，系统突然发出一个消息：丁，神选者徐振东完成神秘任务，获得天赋重置丹1枚。第82章徐振东的机缘。对于这个系统消息，大家自然十分重视。卧槽，神秘任务是什么东西？第一次见到，只有徐振东一个人的名字，估计是单人隐藏任务。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徐振东凭什么能完成啊？他不是 F 级天赋吗？你怎么老惦记人家天赋？徐振东昨天完成副本的完整手通，至少有1件黄金装备，你能比得过？这小子运气真好，昨天有陈星捧他，今天又完成隐藏任务，他的奖品也很有说头啊！天赋重置丹，徐强就是靠他翻身成为 A 级大佬呢。呵呵，我看未必。别忘了，天赋重置丹的 D、E 的概率是 59%， 也就是说他大概率还是垃圾天赋。怕什么？他本来就是 F 级天赋，就算还是 F 级天赋而已，不吃亏。亏肯定不吃，就是有些丢人。哈哈。陈星看到系统消息后，立马给徐振东发消息：你的天赋重置丹不要吃，回营店。徐振东那头没有询问原因，直接回道：好的，老板。陈星关了消息，抬头往尸虫来时的方向看去，依然没有看到其他5级怪。算了，待会再来找。于是陈星没再逗留，径直往回跑去。由于身上有3万多的护盾，他一路上没有理会怪物的追击，径直向前行。回去的路上，他发现了一些之前没有留意的事情：一、怪物并非一直追击，差不多跟个100-200米就会放弃；二、等级相差越大，仇恨范围越小。比如他之前和同等级怪接触，基本上是在20米左右的距离就会发现。当身为5级的他路过4级羚羊的时候，仇恨范围减少到了15米；3级豪猪的仇恨范围减少到10米以内；2级怪小于5米；1级怪甚至已经不主动攻击他。不久后，陈星回到了营地里。他回到营地时，徐振东还没到，于是走到99号帐篷处。此时99号帐篷上方显示入住人数的5盏灯，有4盏是绿色，1盏是红色。陈星嘴角微微一笑，那个骚娘们终于被干掉了。进入帐篷，把沿路打的东西、更换的犬王项链都放进箱子，然后回到营地里。营地洞穴处有3支队伍在讨论，但始终没有鼓起勇气进去。就在此时，他们看到了陈星，那3队人连忙跑了过来。为首的一支队伍，陈星很熟悉，队长还是他的好友追风小队的刘晓峰。刘晓峰喊道：陈星兄弟。陈星闲来无事，也与就他闲聊。你好。刘晓峰问陈星兄弟，你看我们的装备能过副本吗？说着，他让队员都把装备属性展示了出来。陈星打量了一下，追风小队成员都是4级，他们队伍的配置是法师加弓箭手加牧师加防战加攻战，每个人的血量都在400以上，尤其是他们那个迟钝的肉盾还带着蜀王冠，生命值更是1000加，输出大多在60-70%。陈星说输出略微低了点，其他都还好，打 BOSS 恐怕要很长时间。陈星的话一下就刺痛了刘晓峰的软肋。是啊，我们不敢进去，就是担心这个。听说2个 BOSS 都有很高的物防，我们就是担心时间拖太久，续航跟不上。陈星心念一动，掏出了初级毒药。我这里有初级毒药，增加30点毒伤，里面的 BOSS 毒抗不高，可以帮你们过关。刘晓峰顿时眼睛一亮，真的吗？给我来5瓶。陈星虽然想赚钱，但并不想赚昧良心的钱，连忙向他解释，毒药可以给近战武器淬毒，但是多个人淬毒武器无法叠加，淬毒效果可以持续2小时，你们在打鼠后之前涂上，可以坚持到4级 BOSS 那里。刘晓峰听到这，当即明白陈星的意思，那给我来1瓶吧。多少钱？陈星略作思考，然后开出一个合理的价格，1000陈。陈星话音刚落，刘晓峰身后的队员就忍不住吐槽：卧槽，这么贵！1000陈可以买1件白银装备了。其他人也都附和：2个小时1000陈，这不是抢钱吗？队长，算了，我们咬咬牙，肯定也能过去的。这货就是个奸商，和那贪财和尚绝名是一丘之貉。陈星懒得和那些小弟说话，那群人又不能拍板，跟他们解释没有任何意义。刘晓峰初听到陈星的报价时，也是感到吃惊，
但想到副本的奖励和今早的系统提醒，他一咬牙，还是点头：“行，给我来一瓶。”陈星立马喜笑颜开：“这就对了吗？跟人命比起来，这1000陈算什么？”另外2支队伍也私自商议了一下，最终决定购买毒药。一转眼，陈星入账3000陈。此时他身上还有4瓶毒药，心里琢磨给自己留几瓶比较合适。就在此时，徐振东的声音响起：“老板，我来了。”这一次只有徐振东一人过来，主要是徐振东不知道老板叫自己来的意图，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叫觉明他们过来。陈星向徐振东一招手，走去帐篷里谈。而后2人进入99号帐篷。陈星开门见山：“你那个任务是怎么回事？”徐振东说：“在野外的时候遇到一只金色的猴子，那猴子说来也奇怪，也不攻击人，就是四处蹦跶。觉明他们追了一阵，一直追不上，我趁乱打出一枪，击中了那只金色猴子。金色猴子中枪后就倒地不起，我们看着奇怪，就去查看那猴子。那猴子突然幻化出一个白须老者，说我帮他解除了封印，要赐我机缘，于是就把我传送到一个奇怪的小山，那里没有别的，到处都是猴子。那些猴子攻击不低，会远程丢石头。幸亏我身上有你的护盾，所以一路走到了山顶，然后莫名其妙就出来了。再然后我的手里就多出了这个天赋重置丹。”徐振东说着，把手里的天赋重置丹展现给陈星看。陈星听到徐振东的描述，感觉有些云里雾里，这么古怪的机缘，真是第一次听到。这时徐振东终于询问陈星缘由：“老板，你叫我来干嘛？”陈星神秘一笑。突然徐振东收到一个系统提醒：“叮，你的幸运值翻倍。”第83章徐振东重置天赋。徐振东张大了嘴巴：“老板，这是？”陈星说：“别浪费时间，你只有10秒钟。”是。徐振东连忙使用了天赋重置丹。叮，你已使用天赋重置丹，天赋重置中。徐振东眼前浮现一个轮盘，轮盘分了2部分，指针和转盘。转盘有一个桌面那么大，上面划分了 F、E、D、C、B、A、S、SS、SSS 7个扇形区域，其中 E、F 的扇形区域占了一大半，后面的区域随着区域越来越小。SSS 扇形区域甚至只有1根针的粗细。叮，你获得赐福，本次操作幸运翻倍。出现这个提示的时候，7个扇形区域的分布进行了调整。F 缩小了一半， SSS 区域增大了1倍。即便如此， SSS 区域也只有2根针粗细。紧接着转盘开始转动，不同的区域迅速地划过指针所指的位置。徐振东屏气凝神，双眼紧紧盯着指针。由于转盘速度太快，好像一个疾驰的轮胎，现在根本看不清哪个字母转到哪个区域。过了2分钟，转盘终于有了减缓的趋势，隐隐约约能看到字母。不过距离停下还有一段时间。又过了1分钟，转盘速度又慢了不少。此时从 F 到 SSS 的各个区域都能直接看清。又过了30秒，转盘速度已经变得非常慢。唰，指针划过 SSS 区域进入 F 区域。徐振东内心揪了一下，难道又是 F 级吗？不过转盘没有停下，还在缓缓往前滚。唰，指针划过 F 区域进入 E 区域。此时转盘已经相当慢，感觉已经没有力道跨过这个区域。不过转盘没有停歇，还在转动。唰，指针好不容易跨过一区进入 D 区。徐振东舒了一口气，D 级就 D 级吧，总比 F 级好。然而转盘虽然此时速度慢如乌龟，但是并没有停下。唰，指针居然跨过了 D 区进入了 C 区。徐振东惊喜万分， C 级已经超过 90% 的人了，足够了。但转盘还没有停下，继续向前滚动。唰，指针跨过 C 区进入 B 区。 B 级，全营地只剩4个 B 级，难道自己要成为第5个了吗？轮盘的速度此时已经像是蜗牛一般，如果不注意都不知道它还在滚动。唰，居然过了 B 区进入了 A 区，全营地就2个 A 级的。不过此时徐振东却没有先前的激动，反倒是感到十分恐慌。后面的 S、SS、SSS 3个区域加一起也没有 A 的区域大，指针不能再走了，再走就进入 F 区了。如果再次进入 F 区，指针绝对不可能越过 F 区了。徐振东内心不住的大喊：停下，快停下！然而指针依然在向前滚动。唰，越过 A 区进入 S 区。 S、SS、SSS 3个区域极其细小，只有1指宽，略微滚动一下就要越过。完了，空欢喜一场。双倍幸运也只是幸运略微高一点而已，并不代表真的如何。唉，白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或许是徐振东的呼叫起了效应，转盘最终在即将抵达 SS 区域的时候停了下来。紧接着，一个系统提醒在徐振东耳边响起：叮，你使用天赋重置单，天赋等级从 F 级重置为 S 级。什么？徐振东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去查看系统文字记录。与此同时，系统对全营地发来公告：叮，神选者徐振东使用天赋重置单，天赋等级重置为 S 级。这个消息犹如一记闷雷，将大家震醒。卧槽，什么玩意？徐振东的天赋变成 S 级了？我没看错吧？我靠，他刚才一直没吭声，我以为天赋重置单废了呢。这货怎么这么好的运气？为什么这种好事偏偏让他碰到？怎么我就遇不到啊？啊！我不服啊！明明开局是个 F 级的垃圾，现在怎么就咸鱼翻身了呢？不公平啊！老天真的不公平！我好想死啊！除了这些羡慕嫉妒恨的，还有许多人开始拍徐振东的马屁来。我早就说过，东哥与众不同。是啊，当初在对付蜀王的时候，就是东哥激励了大家，要不然那一次蜀王就要逃脱了。这叫什么？这叫自助者天助之。东哥并没有因为开局困难而放弃，最终靠着自己努力，鲤鱼跃龙门。对，东哥是我们的楷模，我们都要向东哥学习。我早就开始向东哥学习了，我已经准备了一本本子，把东哥的语录写下来。除了拍马屁，还有趁机捞好处的。东哥，你队伍还缺人吗？算上我一个。东哥，第一天你买过我装备，还记得吗？队伍扩招算我一个呗。你们都让开，就知道套近乎。东哥，我雷系伤害80加，申请一个队伍名额。东哥，我肉厚，手动格挡率85%，绝对能站得住。东哥，我奶量十足。东哥，我床上功夫好。原本徐振东是比较喜欢和大家在频道里交流的，但1秒10几条的信息他根本回不过来，只是一愣神的功夫，频道已经被刷屏了。最后他也只能关掉聊天页面。直到这时，徐振东才注意到面前的陈星。回想方才的双倍幸运，他知道自己的这个 S 级天赋有一大半是陈星的功劳。徐振东想要说出感谢的话，但嘴巴动了动，却不知如何开口。此时不论他说什么感谢的话语，都表达不了他激动的内心。这一刻，他深深体会了那一句话：大恩不言谢。最后，徐振东站起身，向陈星深深的鞠了一躬：老板，我一定会帮你打造出一支忠诚于你的队伍出来。陈星点点头，没有多说。帐篷内一时竟然陷入了安静，让气氛变得有些尴尬。而后，陈星问出最关心的那个问题：你天赋技能变成什么样了？ S 级天赋究竟如何？第84章 S 级统御的技能。徐振东的天赋技能是统御，使用天赋重置单并不会改变天赋属性，只是改变天赋等级。S 级统御技能是为队友提供各类光环。从描述来看，目前可以选择的光环有属性光环类、战斗光环类。属性光环：强体光环加体质，强力光环加力量，强筋光环加精神，强敏光环加敏捷。战斗光环：圣甲光环加物防，圣盾光环加魔防，攻速光环加攻速，回血光环、回魔光环等等。陈星听到这，顿时一愣，这么多光环都能同时使用吗？徐振东摇头，我现在只能同时使用一个属性光环，一个战斗光环。目前可激活的属性光环只有强体光环1级，战斗光环只有圣甲光环1级。目前我的天赋是觉醒0层，未来应该可以领悟更多光环。天赋确实可以升级。陈星点头表示明白。他的天赋就是雀魂初心，达到某种条件也可以升级。那你的强体光环、圣甲光环是加多少？徐振东说，强体光环体质加100，圣甲光环物理防御加100，体质、物防都加100，这么变态？陈星虽然有心理准备，但依然有些吃惊。100体质相当于1000生命值，100护甲也十分恐怖。整个营地除了陈星，就没几个人攻击力破100的。有这100护甲，别人根本破不了防御。更何况除了光环外，徐振东还有自己的装备。这只是1级技能，就这么夸张？如果技能升级上去，那还得了？而且这是光环，可以给整个队伍提升。回想当初，徐振东的天赋只是给队伍加1护甲，现在却加了这么多。F 级和 S 级天赋相差真的是天壤之别。你这个技能效果覆盖多少人？覆盖范围多少？徐振东说，光环对象可以指定，默认是队友，人数上限10人，覆盖范围是100米。现在防御方面已经足够，就欠缺攻击了。陈星说着，
看了看徐振东腰间的那把54式手枪，这玩意在前期虽然很好用，但是现在差不多到极限了。于是他说：“你最好也找觉明弄一本基础功法，加强一下身手，到时候换一把趁手的武器。”徐振东回道：“好的，老板。”陈星想起一事，对了，你们在荒蛮草原看到5级怪吗？徐振东摇头，没有，最高只见到4级怪。荒蛮草原远处有一片毒雾，根本过不去。知道了，你们现在多刷4级 BOSS， 同时留意一下5级怪的位置。好。徐振东说完就离开了。过了没多久，系统又发来消息：丁，神选者徐强第2个升到5级，成为本次等级竞赛第2名，获得黄金装备1件。对于这个消息，评论区的画风相对正常许多。哈哈，我说对了吧？徐强拿到第2了。那个宇轩真没用，烂泥扶不上墙。呸！徐强这货真是神经病，练级狂魔。他好像连副本都没有下，就这么单刷上来的。这个家伙简直是练级不要命的。对，我在野外看到过他变成一头金刚熊，极其霸气。我见到他都绕道走，生怕他一巴掌拍到我头上来。哈哈。徐强大大，组队下副本不？外面好像没有5级怪。徐强大大，营地洞穴副本的经验不受等级限制，你现在过来肯定碾压。对啊，副本现在只有3队完整通关，我们营地要有10队完整通关呢。徐强，想刷副本的去洞穴口等我。哇，徐强大大好亲民，爱死你了。还没等徐强回营地，系统又来了消息：丁，神选者宇轩第3个升到5级，成为本次等级竞赛第3名，获得白银装备1件。活动的第3名也是全营地的第3名，理应受到大家的欢呼和掌声。但此时此刻却没有人赞扬宇轩。切，才升到5级，你还真是慢啊。对啊，今天早上口口声声说要超越陈星，结果连徐强都没有超过，就会吹牛。一个乞丐而已，真以为得到了好天赋就飞天了，到头来还只是一个乞丐。就是，没有本事就低调点，别总咋呼呼的。呵呵。突然，聊天频道画风突变。卧槽，宇轩你干嘛？操，宇轩疯了，进攻我们队伍了！妈的，这小子攻击好高！靠，我们队伍的奶妈被他杀了，快跑！原先嘲弄宇轩的人顿时住嘴了，他们没想到宇轩真的是个疯子，逼急了他，真会动手杀人。有一些支持宇轩的粉丝也出来应援了，活该，一群嘴臭的家伙。就是，人家宇轩第3个到达5级怎么了？不比你强？全营地第3，没得到你们夸奖就算了，还这样损人家，那些人确实该死。宇轩，我支持你，把那些嘴巴臭的人都杀掉。我也支持你。陈星看着宇轩发飙杀人这件事，也觉得有些意外，那货果然是个狠人。此时，陈星想到宇轩这家伙早上对自己发起的挑衅，突然感觉有些毛毛的。那家伙对于名誉看得这么重，指不定哪天就对自己动手了。陈星虽然不怕那个宇轩，但被那种疯子盯着总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正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自己应该怎么办？难不成要主动出击，先下手为强？问题是人家现在没有对自己怎么样，总不能有人对自己说几句狠话就去灭了他吧。算了，这事先放一放，先忙自己的正事。现在最重要的是寻找5级怪。刚才徐振东说荒蛮草原也看不到5级怪，这说明5级怪并不在大地图之中，说不定周围有什么洞穴、暗道、副本之类的地方，那里才是下一个练级地点。第85章钓尸虫。陈星没有立刻出发，而是在营地内逛。洞穴口，一圈人围在那里争执着什么。走近一看，发现徐强正站在人群中央，其他人正在拼命自我介绍。选我，选我，我攻击高，我防高血后，很顶的。我治疗量50加，并且有2个治疗技能。方才徐强升到5级后，就在频道里邀请队友一起下副本，所以才来了这么多人。陈星在人群外看了一眼徐强的装备，发现他手上的爪形手套特别显眼，品质不俗，应该是等级竞赛系统奖励的那件黄金装备。很快，徐强就选好了队友，一共选了2个奶妈，一个法师，一个弓箭手，没有选前排。徐强自己本身就是肉盾加输出，与其选一个肉盾，不如加一个奶妈。确定好队员后，徐强带队进入副本，其他人也都失望离去。唉，真羡慕那4个人。对啊，这次能和徐强下副本，以后说不定就成为队友了。徐强变身金刚熊可真是霸气十足，可以硬刚野外 BOSS。他现在5级，说不定能够单通副本呢。或许他组队只是在挑选队友吧，真是便宜那些人了。
陈星与他们擦肩而过，来到篝火区胡三勺的摊位。原本他只是想买几块熟牛肉备用，然后就离开的，但却在摊位上看到一件奇怪的物品。腐肉，这块肉已经臭了，人吃下去肯定会拉肚子，但却受到食腐者的喜爱。陈星指着腐肉问胡三勺：“老胡，你这腐肉是怎么回事？”胡三勺说：“这是第一天收购的生肉，没有来得及加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陈星笑道：“这玩意你也拿出来卖？太黑心了吧？”胡三勺一本正经地说：“腐肉也有人要的，有些时候就用得着它呢。”陈星哈哈大笑：“老胡，你可越来越像奸商了。”这时，一个叫驴得水的神选者来到摊位前，对胡三勺说：“老胡，来10块腐肉。”陈星略微有些惊讶，还真有人要腐肉，方才胡三勺倒不是瞎说。胡三勺拿起10块腐肉递了过去：“好嘞，2陈1块，一共20陈。”驴得水没有讲价，直接把陈递给胡三勺：“给。”驴得水拿到腐肉后，转身就要走。陈星连忙喊住了他：“兄弟，你要这腐肉做什么用？”驴得水看了一眼陈星，一脸警惕：“关你什么事？”说完，他就加快脚步离开。驴得水还时不时回头看向陈星，确认对方没有跟过来。陈星有些无语。这时，胡三勺向陈星解释了，驴得水找到了一个小窟窿，用腐肉可以把里面的蛆虫勾引出来，杀死蛆虫有几率获得粉尘。陈星恍然：“哦，原来是这样，难怪那驴得水跑得那么快，应该是怕自己过去和他抢位置。”不过这件事让陈星长了见识，没想到神选之地居然有种隐藏的设计，不只是打怪升级那么简单。这时，陈星想到自己遇到的那只5级的尸虫，自己先前在附近转了一圈都没有遇到，说明它肯定是藏在某处。不知道腐肉对他有没有吸引力？于是他说：“老胡，给我也来10块腐肉。”没有10块，只有6块了。行，全要了，给你陈。陈星将腐肉放入腰带空间，然后离开了营地，往南面的莫冈山方向行去。前几次陈星过来的时候，遍地都是野怪，极少看到其他人，而这一次却有一些神选者在这里练级。3级的豪猪区有3队人，4级的羚羊区有2队人，其中1队人还和陈星打招呼：“陈星大大，你去哪呢？”陈星装作没有听见，继续前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5级的练级地。不久后，他来到先前击杀5级尸虫的地方，而后他沿着尸虫来时的方向寻去，不一会就走到了莫冈山山脚下。难道这里隐藏了洞穴？陈星摸着山体，沿路敲敲打打，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折腾了10几分钟，陈星终于放弃这种原始的寻找方式，而后他掏出1块腐肉丢到地上，自己则在旁边静静等待。1分钟、2分钟、3分钟，足足等了5分钟，一直没有动静。陈星换了一个地方，又丢出1块腐肉，依然没有反应。之后，陈星干脆把所有的腐肉都掏出来，沿着山脚每隔10米就丢1块，直到把身上的6块腐肉都丢完，还是没有动静。陈星内心不免琢磨起来：难道腐肉没有用？没道理啊！那玩意既然叫尸虫，那肯定对尸体、腐肉很感兴趣啊。估计是位置没找对，换个地方试试。于是陈星决定回头，把前面丢的腐肉都捡起来。当他把前面4块腐肉都捡起来，正准备捡第5块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窸窣声，腐肉旁的山脚的地面出现了蠕动，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往外拱。陈星连忙后撤数十米，趴在地上静静等待。噗！地上突然被拱出了一个30厘米粗的洞口，紧接着一只5级尸虫从里面钻了出来。那尸虫出来后，直接朝腐肉方向爬去。陈星内心窃喜，真的可行。正在他准备提起金丝大环刀上前砍杀这头尸虫时，里面又钻出一条尸虫，又有一只。陈星这次没有急着上前，而是略微等了等。果不其然，又来了第3条尸虫。这一下陈星彻底不着急，决心继续等待。过了一会，来了第4条尸虫，只不过这个时候地上的腐肉已经被啃食干净。那4条尸虫在附近转悠了一会，发现没有吃的，准备重新回洞。陈星连忙又丢出1块腐肉，他想多吸引几条尸虫出来，然后用一柄杠将它们一举消灭。啪嗒，腐肉掉到尸虫身边，那些尸虫见状，连忙回头继续啃食腐肉。陈星留意到尸虫洞穴又一次发生了蠕动，看来又有尸虫出来了。只不过这一次洞穴蠕动的幅度有些大，比第1只尸虫出来的时候要剧烈许多。突然，洞口发生一阵猛烈的声响，轰隆隆，一条1米长的尸虫从里面钻了出来。第86章5级副本进入。普通尸虫约莫半米，全身白色，而最后出来的这条尸虫有1米长，身上长着5彩的斑点。5彩尸虫，5级精英，生命值6000，物理攻击150，毒素攻击
180，物理防御20，毒素防御20，移动速度24。五彩尸虫出来后，其他尸虫连忙离开那块腐肉，缩在一旁。陈星再也没有等待，直接冲上前施展了他升级不久的天赋异柄杠。4个异柄出现在空中，然后开始绕着中间急速旋转。不一会，4张异柄就光化成为一个巨大的异柄。那个异柄好似一颗太阳一般冲向前方，将沿路的尸虫、五彩尸虫掩盖。-1600 x4 -6000，异柄行进之处，足足覆盖了前方6米宽、10米长的距离。而且，当这个异柄到达最远处的时候，并没有消失，而是缓缓地掉过头，然后急速冲了回来。这是升级到异柄才产生的特殊效果——回路。直到异柄回到出发的位置，这才消散于空中。此时，陈星身上出现多个系统消息：丁，你已击杀尸虫，获得32点经验。x4，丁，你已击杀五彩尸虫，获得150点经验。5级升到6级的经验是15000，需要击杀460多条尸虫。如果是5人组队，需要2300多条。假设一支队伍1分钟刷3条，那也需要足足12小时才能升级。很显然，依靠刷怪升级的手段太慢了。此时，陈星回想起昨天通关副本的大量经验奖励，看来刷副本才是最佳的升级方式。可惜的是，营地洞穴副本被通关后就不再刷新，陈星只能找新的副本。而后，陈星把地上的粉尘和装备捡了起来。五彩尸虫掉落了1件白银、1件青铜，都不能更换，于是顺手放进了腰包。腰包空间扩容后比之前大了1倍，宽裕了许多，放6、7件铠甲、武器都没有问题。收拾完地面之后，陈星的目光落在五彩尸虫出来的那个深坑。此时，陈星立刻想到营地洞穴，心中不免一动，这个洞穴是新的副本吗？于是他跨步走向那个深坑。坑洞不高，约莫1.5米，陈星需要弯着腰才能进入。如果里面都是这么一点大的话，连武器都挥不开，更别说杀怪了。略微犹豫了一下，陈星决定进去看一看，实在不行就退出。然而，当他刚触碰到洞口的时候，系统突然发来消息：丁，发现莫港洞穴，是否进入？提醒：该洞穴是5级5人副本，建议神选者到达条件再进入。真的是副本？陈星大喜，但很快他就愣住了。5级5人副本，现在一共才3个5级的，从哪里去凑5个5级的？难道要找那个宇轩一起组队？不行，那是个神经病，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突然，他一拍大腿，又没有说一定要5级，找4级的凑数不就行了？于是他点开徐振东的好友，带队来营地南莫冈山脚下，坐标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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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速度。徐振东立马回复：收到。陈星通知完徐振东，便坐在洞旁等待。过了4、5分钟，陈星突然感觉有些怪怪的，面前的洞穴似乎在变小。他揉了揉眼睛，再次看向那个洞口，果然在缩小，而且缩小的速度越来越快。原先有1米多的洞穴，很快就变得只有半米不到了。这样下去，不用等徐振东他们过来，这洞穴就要不见了。陈星连忙又丢了一块腐肉过去，很快里面又有尸虫爬出来。此时洞穴口也停止往里回缩的迹象，看来这个洞口并不是一直都在，只有当尸虫从里面出来才会显露。陈星看着出来的这只尸虫，站起了身，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刷几只尸虫。当徐振东他们过来的时候，陈星背包里的腐肉只剩2块了。此时陈星刚好解决面前的尸虫，回身看向几人，眼前4人精神奕奕，容光焕发，尤其是徐振东与之前判若2人。他原先的54式手枪已经淘汰，换了一杆红缨枪，十分霸气。4人来到陈星跟前，齐声喊道：老板！陈星指着面前那个洞口说：这是5级副本，我们一起进去。5级副本？虽然4人都是4级，但是听到5级副本也仅仅是略微诧异了一下。很快，陈星收到了入队邀请，丁，徐振东邀请你入队，是否同意？是。而后几人相继来到那个洞口，洞穴内吹出一股阴风，带来一阵腐臭的气息。刘豆豆捂住了鼻子，冷霜皱了皱眉头。不过大家都没有多说，跨步走进了洞穴内。刷刷刷，几道光亮出现，5人进入洞穴。陈星没有留意到，在他等待徐振东的时候，远处就有一队羚羊区练级的人在关注着他。陈星在哪干嘛呢？一个人对着山脚面壁。哈，他到了5级，发现周围没有5级怪，所以懵逼了。哎，里面怎么钻出一只虫子出来？那里不会是5级怪吧？要不要走进去看看？你不要命了？5级怪这么难找，这种隐秘的事他肯定不喜欢被人知道。哎，徐振东他们来了。我靠，
徐振东那小子咸鱼翻身了，走路的姿势都和以前不一样。S 级天赋，你闹着玩呢？他们怎么不见了？怎么回事？那里有什么秘密通道吗？难道那里有宝藏？走，过去看看。走。然而，当那一队人来到跟前时，却没有看到什么通道，只有一个手臂粗细的洞口。怎么回事？什么也没有啊！不会他们是从那个洞钻进去的吧？哈哈，你莫不是开玩笑？这个洞会是……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我靠！刚才系统提示说那是一个5级副本。5级副本？真的假的？哎呀，洞呢？怎么不见了？陈星他们会不会被封在里面出不来了？那不是太可惜了？可惜？要是出不来就太好了。有这种人在，怎么轮得到我们打到好东西？那也是。诅咒他们困死在洞里。第87章莫港洞穴进副本。陈星给大家开启了生命护盾后，进入了副本。刷，陈星只感觉眼前一黑，洞穴内并没有荧光苔藓之类的照明之物。好在陈星身上带了夜明珠，周围30米大家都能看清。不待大家看清四周，突然收到系统提醒：叮，你受到尸毒虫的攻击。负140，徐振东护盾吸收。负140，觉明护盾吸收。负40，陈星护盾吸收。负115，冷霜护盾吸收。负140，刘豆豆。除了陈星有毒抗和冷霜有灵魂链接，转移25%伤害到骷髅之外，其他3人都受到全额140点的毒素伤害。不过其他人掉的是生命护盾的能量，只有刘豆豆直接掉血。不过此时的刘豆豆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他现在4级，自身属性提供的生命值有200，头上戴着加500生命值的鼠王头冠，脚下还踩着加100体质的光环。他现在的总生命值足足有1700，外面那些肉盾神选者都没有他一半的生命值多。众人稳住身形后，这才发现自己正在被3条尸虫攻击，其中2条是普通的尸虫，1条是尸毒虫。尸虫倒还好，只会攻击面前的单位，但尸毒虫却是向前方喷一片，所有人都遭殃。陈星一马当先，冲向了尸毒虫。这条虫交给我，你们对付那2条。他的毒抗最高，损耗最小。虽说身上有护盾，但大家都不清楚前方有多少路径要走，能节约一点是一点。陈星拉住尸毒虫的仇恨后，立刻换了一个位置，来到尸毒虫的侧面。他身上有夜明珠，不能离大家太远。尸毒虫转身面对陈星，他的攻击无法再溅射到大家。至于那2条尸虫，4人是轻松应对。冷霜先让盔甲骷髅兵拉住1条尸虫的仇恨，带到一旁，刘豆豆去给骷髅兵回血。由于骷髅体质免疫毒素，所以骷髅兵应对尸虫简直是游刃有余。而觉明、徐振东、冷霜则共同对付另一个尸虫。觉明正面应对尸虫，徐振东拿着红缨枪在侧面输出，冷霜则用他新学的暗影剑给对方造成伤害。暗影剑消耗15点魔法值，对目标造成40加魔法攻击 x 0.6 的魔法伤害 ，CD 2.5秒。冷霜基础精神是时4级是40点，手上的武器、身上的装备又加了30点精神，所以他总精神有70点，魔法攻击是35，因此他一发暗影剑的伤害总值是61点。如果类比法师的伤害，暗影剑虽然起始伤害有40点，但只有 0.6 倍成长，属实有些不合格。但冷霜作为一个骷髅召唤师，真正的主体是骷髅兵，暗影剑只是补充伤害的手段，所以不能和法师技能简单对比。在3人的合击下，尸虫生命值迅速下降。觉明甚至还有精力点评，阿弥陀佛，5级怪也不过如此。徐振东说，不知道我们越级杀怪会不会有额外的经验奖励。冷霜则是提醒他们小心施暴技能。冷霜话音刚落，还有200血的尸虫突然急速膨胀，紧接着一个沉闷的响声响起，砰！尸虫的身体向外喷射出绿色粘稠之液，觉明、徐振东当即被溅了一身，2人的护盾的能量又损耗了420点。觉明被这粘稠的毒液搞得有些不爽。阿弥陀佛，这尸虫简直不可理喻，生前吃尸体，死后喷毒液，贫僧不给你超度了。徐振东没有管尸虫的尸体，而是在看着周围的地面，然后得出结论，施暴的距离大约是5米，下一次注意躲到5米外。而后他们转过身去对付另一只尸虫，那个尸虫正在和盔甲骷髅兵单挑，已经损失近一半的血，反观骷髅兵几乎是满血状态。尸虫是140蜈蚣，140毒攻，由于骷髅免疫毒素，所以他面对尸虫的绝招没有任何压力。骷髅兵自身物防是20，圣甲光环提供了100物防，他自己还有15%里免伤，所以每次被尸虫攻击只会受到18点伤害。旁边的刘豆豆只需要5-6秒使用一个治疗术就行。在徐振东、觉明、
冷霜加入后，尸虫生命值急速下降。他们三人有了刚才的经历，尸虫生命值来到500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回避。当尸虫生命值到达250点的时候，尸虫身体突然膨胀。徐振东、觉明连忙回撤。徐振东手持红缨长枪，距离尸虫比较远，顺利跑到尸虫5米外。而当觉明距离尸虫4米的时候，尸虫发生了爆炸。砰！觉明又一次中招，他心中不爽，嘴里嘟囔道：“方才是200血自爆，这次是250血自爆，这尸虫好不讲道理。”看来尸虫自爆这个技能真不好防范。解决完这2只尸虫后，几人又去帮助陈星。此时尸毒虫生命值已经不足500，众人从尸毒虫侧面切入，3下5除2就将尸毒虫解决。陈星收到的系统消息是：丁，你的队伍击杀尸虫，你获得6点经验。丁，你的队伍击杀尸毒虫，你获得7点经验。而徐振东等人收到的系统消息是：丁，你的队伍击杀尸虫，你获得7点经验，越级杀怪额外奖励1点。丁，你的队伍击杀尸毒虫，你获得8点经验，越级杀怪额外奖励1点。果然，低级杀高级有经验奖励。粉尘方面，尸虫掉落7粉尘，尸毒虫掉落8粉尘。装备方面，暂时还没有掉落。解决完这3只尸虫，陈星、觉明、徐振东都掉了1000左右的生命护盾。这般下去，4万护盾支撑不了多少。略作休整后，5人继续出发。这个副本的怪明显比营地洞穴的要密集很多，少则2、3只，多则5、6只。好在陈星有武器投掷这个技能，可以远程引怪，帮他们节省了不少麻烦。杀了4波尸虫之后，他们终于见到了精英怪五彩尸虫。而这一次，陈星身上的天赋技能没有好，他们只能选择硬刚。第88章莫港洞穴战五彩尸虫1。五彩尸虫5000血，150物攻，180毒攻，20物防，20毒防，身边跟着3条尸虫，3条尸毒虫，直接杀过去显然不理智，必须想办法把他们分开才行。问题是那6条尸虫尸毒虫离五彩尸虫很近，如果贸然攻击一个，极有可能把剩下的也招惹过来。怎么办呢？陈星想到了背包里的腐肉，他记得洞穴门口的那一次，五彩尸虫吃腐肉的时候，其他尸虫只敢在旁边看着。如果把腐肉丢到合适的位置，吸引你五彩尸虫独自出来，然后自己再用武器投掷将其引过来，那应该可以将其单独击杀了。想到这，陈星觉得计划可行，于是准备和大家商议。而就在这时，冷霜提了一个建议，方才在战斗的时候，这些尸虫好像对骷髅的仇恨很低，可以尝试用骷髅把怪一个个引过来。而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就算失败了，也不过损失了一具骷髅，对我们没有什么风险。众人听到这，纷纷点头同意。陈星也觉得冷霜的方法可以试一试，毕竟自己口袋的腐肉只有2块了。好，你让骷髅过去吧。而后冷霜操控着盔甲骷髅兵缓缓向前行去，咯吱咯吱，骷髅兵每走动一步都会带来骨头摩擦的声音。当骷髅兵与尸虫们相距20米的时候，那些尸虫回头看了一眼他，但是都没有动。于是骷髅兵继续向前走动。当骷髅兵与尸虫相距10米的时候，尸毒虫张开嘴对他喷起毒液。滋！毒液喷到骷髅兵身上，骷髅兵头上只冒出2个字：免疫。可能是觉得受到了冒犯，那3条尸毒虫扭动着身子，嘶嘶嘶地冲向了骷髅兵。见前方的尸毒虫爬过来，骷髅兵立刻停下脚步。而后那3只尸毒虫来到骷髅兵身边，对着他咬了一口。呜呜呜！尸毒虫物理攻击比较低，只有125，面对120物防的骷髅兵，只能造成个位数伤害。而骷髅兵也没有闲着，举起手中的大刀砍向尸毒虫。他的攻击目标并不相同，每一只尸毒虫只砍一下。100、100、100。在骷髅兵正式和尸毒虫建立仇恨后，便开始往后退，将这3条尸毒虫带到众人身边。而后陈星带走1条尸毒虫，觉明等人共同对付1条尸毒虫，骷髅兵单挑1条尸毒虫，不到1分钟就将其解决。这一次尸毒虫倒很大方，居然掉落了1瓶初级毒药。上午在营地的时候，陈星以1000一瓶的价格卖给了3支队伍。之后那3支队伍都通关了，其中刘晓峰那一支队伍更是保持了5人全活的状态。他们出来后纷纷表示，通关的关键就是初级毒药，因此这玩意在营地里极其抢手。可惜外面的初级毒药只有绿毒豪猪王才有可能会爆，而绿毒豪猪王的毒性太大，全营地能对付他的队伍不超过3支，所以初级毒药出产极低。而尸毒虫居然可以直接爆出来，属实是意外之喜。解决完尸毒虫之后，骷髅兵继续前行，准备将那另外3只尸虫也勾引出来。然而当骷髅兵相距尸虫7、8米的时候，
五彩尸虫突然对着他喷出一口口水。负27物理伤害，免疫毒伤。五彩尸虫这一招居然是混合物理加毒素攻击。骷髅兵被五彩尸虫攻击后，想要和方才那样等待对方冲过来，然而那五彩尸虫却没有动，继续在原地吐着口水。负27物理伤害，免疫毒伤。看来这就是他的普通攻击。于是冷霜操控骷髅兵准备将五彩尸虫拉出来，然而当骷髅兵离开五彩尸虫攻击范围后，却发现对方并没有追上来。这货不上当。陈星见状当即改变思路，冷霜，你让骷髅兵直接单挑 BOSS， 他建立仇恨之后，我去把旁边的尸虫引过来。行。骷髅兵单挑 BOSS， 这话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圣甲光环加骷髅体质下却是那么的合理。很快骷髅兵来到五彩尸虫身边，而五彩尸虫旁边的尸虫也围上了骷髅兵。骷髅兵没有管小尸虫，而是直接举起手中的骨刀砍向了五彩尸虫。陈星见状连忙将自己手中的金丝大环刀丢出，武器投掷。金丝大环刀在空中旋转，刀背上的大环与刀身碰撞，一路叮当作响。负190技能伤害，物理攻击。负40毒伤。陈星目前攻击力有127，武器投掷有 1.5 倍伤害，而刀上淬毒过，所以附带了毒伤。被金丝大环刀投中的那只尸虫当即向陈星爬了过来，另外2只尸虫也掉过头，跟着那条尸虫一起过来了。虽然那2只尸虫没有人攻击，但是相对于骷髅兵，他们更愿意攻击其他单位。而五彩尸虫因为已经和骷髅兵建立仇恨，在其他人攻击他之前，他唯一的仇恨目标就是骷髅兵，所以没有挪动身子。面对过来的3只尸虫，陈星、觉明、徐振东各自领了1只进行单挑。冷霜在给3只尸虫施毒之后，开始与陈星一起对付尸虫。刘豆豆没有和他们一起，而是跑到前线给骷髅兵加血去了。不过他并不敢太过频繁施展技能，因为治疗本身也是会产生仇恨的。骷髅一时半会死不了，但他如果把五彩尸虫的仇恨抢过来，那就要命了。大约花了1分钟时间，众人终于把尸虫解决，然后立马奔赴五彩尸虫。而这个时候，骷髅兵与五彩尸虫的战斗发生了变化。五彩尸虫的攻击间隔是 1.5 秒，每次给骷髅造成27点伤害。到现在他一共打了骷髅1000的生命值。而骷髅兵攻击间隔是 2.5， 每次给对方造成80点伤害，到现在对其造成接近2000伤害，并且骷髅兵还有刘豆豆给他回血，骷髅兵的血量一直保持很高的状态。这么看，骷髅兵似乎可以单挑他。然而当刘豆豆给骷髅兵进行了第10次回复的时候，那五彩尸虫身体猛然扭动了一下，飞也似的扑向了刘豆豆。第89章莫港洞穴战五彩尸虫2。刘豆豆虽然已经极其克制施展自己的治疗技能，但最终还是将 BOSS 的仇恨吸引了过来。此时的五彩尸虫飞在空中，化作一支彩色利剑飞向刘豆豆。负187物理伤害，负180毒素伤害。从物理伤害来看， BOSS 方才那一击应该是出现暴击了，毒伤伤害则是正常触发，只是一击就打掉了刘豆豆367血，而且后续还有2段180点伤害的毒伤。如果是昨天的刘豆豆，此时早已经翘辫子了，但现在的刘豆豆1700生命值，不至于被这一击击倒。在五彩尸虫飞过来后，陈星、觉明、徐振东也扑了过来，合击五彩尸虫。在他们看来，自己应该很容易将 BOSS 的仇恨抢过来，但是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很大的错误。方才刘豆豆累计给骷髅兵治疗了近1000的生命值，造成了相当多的仇恨。3人此时虽然在拼命攻击五彩尸虫，但短时间居然无法把 BOSS 的仇恨给抢过来。BOSS 无视了周围几人的攻击，拼命的攻击刘豆豆。刘豆豆血量是很高，但是 BOSS 每秒可以对他造成200加的伤害，这般下去他只能支撑6、7秒而已。在此期间他还不敢给自己治疗，越治疗越会拉 BOSS 的仇恨。只有6、7秒的时间，大家能把仇恨抢过来吗？谁都没有信心。这个时候刘豆豆脸上终于露出了恐惧神情。就在这时，陈星的攻击停顿了一下，他对着刘豆豆施展了自己的2件装备的技能。叮，你对刘豆豆使用鲁斯吊坠的魔法驱散。叮，你对刘豆豆使用鲁皮盔甲的无私奉献，你身上的鲁皮盔甲效果消失。与此同时，刘豆豆收到系统提醒。叮，陈星对你施展魔法驱散，你身上的负面魔法被驱散，该效果持续5秒。叮，陈星对你施加无私奉献，你的物防加200，魔防加50，移速2，该效果持续5秒。与此同时，刘豆豆身上的毒素消失，同时 BOSS 对他造成的攻击也无法破防。5秒内，
面对五彩尸虫的刘豆豆几乎无敌。第7秒的时候，陈星终于把 BOSS 仇恨抢了过来。刘豆豆不敢再站在 BOSS 周围，连忙退到一旁。陈星把五彩尸虫的仇恨抢过来之后，终于开始和 BOSS 的正面较量。由于 BOSS 仇恨在陈星身上，所以这一次他当主坦克。他身上有200物防的铠甲， BOSS 对他几乎无法造成物理攻击。他要做的就是尽量躲避对方的毒素攻击。在交手的过程中，他发现了 BOSS 的攻击分为3种形态。绿色口水是纯毒素攻击，毒伤250；红色口水是纯物理攻击，物理伤害220；黄色口水是混合攻击，物伤150，毒伤180。而陈星的格挡对 BOSS 的红色口水、黄色口水有效，对绿色口水无效。绿色口水只能躲避，不过陈星躲避的几率并不怎么高，基本上会在绿色口水上中招。好在他有100毒抗，即便中毒也只会损耗450的护盾。前期的战斗一切很顺利， BOSS 生命值迅速下降，众人的心态也渐渐缓和下来。刘豆豆也躲到远方，将自己生命值缓缓回了上来。不过大家并没有松懈， BOSS 只要没有倒下，就有可能发生变故。果然，当 BOSS 生命值到达500的时候，身体突然产生剧烈的战斗。与此同时， BOSS 的身体开始分泌出大量的粘液，那些粘液不是绿色毒液，而是透明的不知名粘液。被那些粘液包裹的 BOSS 防御力非常高，不论是物理攻击还是毒素攻击，对他都没有任何效果。众人见自己的攻击没有效果，于是停下手里的攻击动作，等待 BOSS 的技能效果消失。唰！被透明粘液包裹的五彩尸虫突然一分为2，分成一白一绿2条虫子。紧接着，他们把体外的透明粘液吸收进体内，而后生命值开始急速回升，一直升到2000点才停下。这 BOSS 居然还有这一招，属实令人有些惊讶。按理来说， BOSS 数量增长会对队伍造成更大的压力，不过这对陈星他们来说难度确实大大的下降，因为2条虫子的攻击模式固定了：白色尸虫物理攻击，绿色尸虫毒素攻击。陈星仗着自己300多的物理防御，直接顶住白色尸虫，几乎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而其他的人则集火攻击绿色尸虫，绝明的闪避能力可比陈星高多了，绿色尸虫很难击中他。有时候绝明觉得很难躲避，于是顺手拿骷髅兵当挡箭牌。骷髅兵可不怕这些邪门歪道，顶着毒液挥砍对方。不一会，他们就将绿色尸虫击杀。而这个时候，大家收到系统提醒，陈星的提示是：丁，你的队伍击杀五彩尸虫，绿，你获得20点经验。其他人的提示是：丁，你的队伍击杀五彩尸虫，绿，获得24点经验，越级杀怪，额外奖励4点。解决完绿尸虫后，他们又一起把白尸虫解决了，获得相同的经验。绿尸虫死的时候没有掉落东西，而白尸虫死亡的时候才有粉尘、装备等掉落。通过对比之前陈星直接秒杀五彩尸虫，按正常流程击杀白、绿尸虫，经验值会高1/3，粉尘也会多1/3。而且通过这一次经验值的对比，可以直到跨等级杀怪，经验有20%的加成。越级杀怪就是爽。这一次五彩尸虫居然掉落了一个空间腰带，而这个腰带与陈星身上的1米乘0.5米乘0.5米即250立方分米一样大。陈星立马与现有的空间腰带融合，如今他空间腰带变为1米乘1米乘0.5米，500立方分米，是最初的4倍大。这是他第一次通过打怪掉落腰带空间。难道低等级击杀掉落品质也会提升吗？这一点没人能回答。有了方才那一战，大家对于五彩尸虫攻击已经了然于胸。之后的战斗再也没有遇到这么危险的情景，依靠盔甲骷髅兵的帮助，大家顺利走向洞穴深处。第90章莫岗洞穴尸虫母。通道中并非只有尸虫，还有许多腐烂的尸体、裸露的骨架。按照上次进副本的经验来说，这些尸体下面说不定藏着粉尘之类的。不过之前在营地洞穴热衷于踢箱子的刘豆豆，这一次却选择绕道，不敢动手。就连一向俭以养德的觉明也没有狠下心去翻找这些恶臭的尸体，反倒是冷霜对这些尸体很有兴趣。他在蓝星上是遗体美容师，整天跟尸体打交道。说是美容师，其实与美容2字没有太大关系，主要工作是把尸体缝合拼接。如果遇到那种重大车祸、火灾的尸体，那工作量就要大上许多。这些尸体要么是有零有整，要么是模糊不清，要让亲属们能从这些尸体上看到此人生前容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棘手的就是那种死了好几天的尸体，这类尸体基本上被蛆虫啃食的全身溃烂，很难下手。眼前的这种尸体，冷霜就见过不少。面对眼前的这些尸体，他的神情并没有什么特别变化。路过每一具尸体，他都会去翻找，要么自己动手，
要么叫骷髅兵代劳。这些尸体下果然能找到齑粉尘，不过冷霜面对这些粉尘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神色，只是顺手放进口袋继续翻找，似乎在这些尸体下有他寻找的目标。不过除了粉尘以及黑铁、青铜装之外，冷霜并没有其他收获。就这样，大家一路清怪，冷霜一路翻找尸体，持续了1个多小时，众人终于来到了一个大洞穴前。洞穴内黑漆漆的，除了夜明珠30米的照射范围，其他地方都看不清。看来这个洞穴相当大，需要去里面探索才行。陈星回过身，对身后几人说：“我和觉明打头，冷霜、刘豆豆站中间，徐振东、骷髅兵负责压后。暂时不知道 BOSS 在哪里，他有可能在任何的地方出现。每人间隔5米，免得被 BOSS 的 AOE 技能打到太多人。”众人齐声回应：“收到。”而后众人先后进入洞穴，走在最前面的是觉明，他的反应速度、格挡、闪避能力都很强，遇到未知危险能够第一时间保护自己。而后是陈星，他是光圈的中央，他走到哪，光圈就移动到哪。临近陈星身后的是刘豆豆，他身上没有护盾，最为脆弱。队伍最后是徐振东和冷霜的骷髅兵，他们以后退的方式行走，观察身后的事物。30米的光圈在这空旷漆黑的洞穴内显得无比渺小。黑暗总能让人感到恐惧，大家害怕的不是黑暗本身，而是不知何时黑暗会冒出什么事物来。恐惧的本质源于未知。行进没有多久，众人突然听到一阵窸窣声，陈星连忙喊停队伍。不一会，2只尸虫出现在众人面前。看到这些尸虫，大家反倒安心了不少。有明确的敌人，也就有应对方案。然后众人迅速调整站位，将这2条尸虫解决掉。又走了数十米，再次迎来2条尸虫，大家依然毫无压力的解决。对此，众人不免心中狐疑：难道这里没有 BOSS， 只是一个普通的洞穴吗？停！觉明突然叫停了队伍。怎么了？众人朝前方望去，发现光圈远端隐隐约约有一个巨大的影子。觉明低声说：“小心，前方有古怪。”他一边说一边往后退。他倒不是害怕，而是担心站位太靠前会引到对方仇恨。而后陈星缓缓往前移动，众人也把目光落在前方。之前大家往前走的时候，光圈在地上平移，但这一次光圈却开始往上爬。光圈自然是不会攀爬的。光圈之所以往上走，是因为光圈边缘照射到了高大的事物。那似乎是一堵墙，一堵蓝色的墙，墙面很光滑，软乎乎的，上面还有一个白色小斑点。只不过那墙体看起来不怎么牢靠，正在轻微的来回震动。队伍继续缓慢前行，随着距离的靠近，光圈也逐渐将那堵墙的全貌给照耀出来。这哪里是墙，分明是一头4、5米高的巨大虫子，是 BOSS！ 大家注意！陈星一边喊，一边暗暗捏着天赋技能，准备将其一举秒杀。然而还没等陈星动手，觉明突然提醒他：“老板，等一等，这 BOSS 有些不太对劲。”陈星连忙放下天赋技能，查看 BOSS 状态。尸虫母5级头领，生命值未知，繁衍05。看到这属性，陈星有些蒙圈。生命值未知是什么鬼？上一次遇到的斯内克就是这样显示，难道他也和斯内克一样，都是不能击败的？这还怎么打？不过他很快留意到尸虫母的技能繁衍，这显然是一个召唤类技能，只是不知道召唤怪物的数量和强度究竟如何。就在此时，尸虫母的身体突然发生了抖动，紧接着2只尸虫、1只尸毒虫从尸虫母体内排除，而尸虫母的繁衍技能描述变成了1/5。刘豆豆说：“只召唤3只尸虫，这 BOSS 看起来不太给力啊。”徐振东沉声道：“别大意，这才刚开战。”不待3只尸虫走到跟前，众人迅速将其进行分离。骷髅兵带走1只尸毒虫，陈星带走1只尸虫，其他人对付1只尸虫。不一会，3只尸虫消灭干净，而后尸虫母的身体再次蠕动。这一次出现了3只尸虫，1只尸毒虫。BOSS 的技能变成了2/5。如果是普通队伍，同时面对4只尸虫，肯定会有些手忙脚乱。但对有盔甲骷髅兵的他们来说，3只、4只没有区别。让骷髅兵暂时多顶1只尸虫就是。拥有120物防以及毒素免疫的骷髅兵，在这里简直是无敌的存在。4只尸虫再次解决，然后 BOSS 进行第3次召唤，3只尸虫，2只尸毒虫。这一次，盔甲骷髅兵顶住1头尸虫，2头尸毒虫，其他人解决尸虫。陈星、觉明、徐振东努力输出，冷霜主要精力放在操控骷髅兵身上，刘豆豆则在小心翼翼地给骷髅兵回血。第4波也顺利解决。第5波，尸虫母的召唤数量没有变，依然是5只。
但是组合变成了2只五彩尸虫精英加3只尸毒虫，难度陡增。而进行了5次产卵的尸虫母的身体也渐渐发生了变化。第91章莫港洞穴 BOSS 逃跑。没门！如果以普通神选者5人队伍来说，是不可能同时面对2只五彩尸虫精英、3只尸毒虫的。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分开，然后一一解决。当然，陈星有另一个选择，开启一股脑将他们全秒杀。但陈星并没有这样，毕竟 BOSS 的真身还没有加入战场，谁也不知道后面战斗难度如何。此时，众人的护盾能量也不是很多。冷霜一直远离怪，只是偶尔被毒液喷中，所以他的护盾能量最高，有40000加。而后是陈星10000加，觉明9000加，徐振东2000加。陈星护盾剩余能量高，主要是因为他毒抗强，觉明身手好，躲了不少攻击，所以剩余能量也不少。最惨的是徐振东，每一场战斗都要被毒掉不少伤害。不过，他们剩余的护盾能量来对付第5波怪是绰绰有余的。在2只五彩尸虫以及3只尸毒虫出现后，他们5人开始各自分工。骷髅兵引走2只五彩尸虫，众人优先把3只尸毒虫消灭，而后剩下的五彩尸虫一只只勾引出来解决。不过这一次，刘豆豆不敢给骷髅兵加血，而是站在徐振东的身边。在和3只尸毒虫战斗的过程中，徐振东的护盾破碎，生命值开始往下狂降。刘豆豆身上有2个治疗技能，专心给徐振东回血，基本上保持徐振东血量在健康状态。只不过刘豆豆自己的魔法值消耗的比较厉害，需要依靠回魔药水才能续航。此时陈星的护盾 CD 已经好了，不过他并没有施展，一旦施展1万杠，就会消耗50点天赋能量，就没有天赋能量施展1万一饼了。1分钟后，众人解决完3只尸毒虫，正在他们准备去对付旁边的2条五彩尸虫之时，突然听见前方传来一阵清脆的声音，咯吱咯吱。循声望去，发现那骷髅兵在2条五彩尸虫的夹击下居然散架了。而那2条五彩尸虫解决完骷髅兵后，并没有朝众人这边走来，而是去往了尸虫母的身边。果然，这2只五彩尸虫的仇恨是单独计算的，也就是说，一般的队伍如果想办法把这2条五彩尸虫引走，是可以晚些时间再对付他们的。就在这时，众人身边响起一阵骨头的碰撞声，咯吱咯吱。是冷霜又召唤了一具盔甲骷髅兵。骷髅兵出现后，冷霜说：“我去把那2只五彩尸虫引来。”陈星点头，好。然而，骷髅兵刚前进没有多远，就停下了脚步。陈星忙问：“怎么了？”冷霜指向前方：“老板，你看那 BOSS。”众人抬头望去，也是一愣。方才4-5米粗的尸虫母突然变小了许多，只有2米粗，而且它的属性也显露了出来。尸虫母5级头领，生命值15000，物理防御50，魔法防御50，毒素防御100，移动速度10。这是什么属性？攻击力呢？技能呢？怎么只有生命值、防御和一素？而且那尸虫母 BOSS 此时并没有朝众人走来，反倒是往另一边蠕动。只不过他的移动速度只有10点，蠕动起来有些费劲。看到面前的情形，陈星灵光一闪，不好，这 BOSS 要逃跑。众人恍然大悟。徐振东说：“我们快去攻击 BOSS 吧，15000血可有的打。”慢着！陈星喊住了徐振东：“这种事还是交给我吧。”众人看向陈星，一脸惊讶：“老板，15000的血量你也能秒？”陈星耸耸肩，往前奔去。尸虫母速度很慢，只有10点。2条五彩尸虫也以相同的速度跟在尸虫母身旁，护送他往洞穴深处走去。当他们看到靠近尸虫母的陈星后，顿时回过头向陈星吐着口水，红色、黄色、绿色的口水满天飞。当陈星与尸虫母 BOSS 相距5米左右的时候，终于激活了捏了许久的天赋技能，然后挥舞手中的金丝大环刀向前挥砍，一道巨大的光柱出现，冲向尸虫母，连带尸虫母身旁的五彩尸虫也都被光柱吞没。-15000，-6000，-6000，3个血量损耗数字出现，3条尸虫被陈星一举秒杀。丁，你的队伍击杀五彩尸虫，你获得36点经验。X2，丁，你的队伍击杀尸虫母，你获得146点经验。五彩尸虫掉落了2件白银装备，尸虫母死后掉落了一把钥匙和一个大宝箱。陈星看到那把钥匙，眼睛顿时一亮，这是不是意味着副本后还有其他通道？他连忙把那把钥匙捡了起来。骷髅洞的钥匙可以开启6级副本骷髅洞，每支队伍只能获得1把。果然可以刷6级副本，但很快陈星遇到一个问题：骷髅洞在哪？在这个洞穴里，还是在外面？
钥匙上没有介绍。算了，先搜寻洞穴一番，实在不行去莫冈山上问一问。而后，陈星把目光落在面前的宝箱上。此时，徐振东4人已经齐聚宝箱旁，不过他们都没有去开启宝箱，在等待陈星第一个开。虽然副本宝箱的奖品对神选者是独立的，但是他们这个行为令陈星很满意。徐振东果然是一把管理的好手，懂得照顾老板那微妙的心思。陈星开启地上的大宝箱，第一个把手伸了进去。叮，你获得尸虫母之靴。叮，你获得初级速度丹。看到2样物品，陈星有些哭笑不得。尸虫母自己跑得那么慢，怎么给自己2样和速度有关的道具？尸虫母之靴，品阶黄金，毒素防御加20，移动速度加6。尸虫粘液，行走的地方会留下一滩粘液，使敌方移动速度2，地上的粘液持续15秒，居然能给后面的人减速。陈星看着这双鞋子，居然觉得这玩意挺实用。而后他吃下初级速度丹，起始速度从20上升到21，换下豪猪王之靴，白银加5移速，穿上尸虫母之靴，算上鲁皮盔甲的2移速，陈星现在的移速是25点。此时冷霜来到陈星面前，递给他一样东西，老板，这个还给你。陈星接过一看，是初级基础属性丹。初级基础属性丹，基础4为力量、体质、敏捷、精神加1。第92章寻找骷髅洞，基础4为属性加1，可以说比黄金级、紫金级装备都贵重了。陈星惊讶地看着冷霜，冷霜，你这是？冷霜说，营地洞穴拿了你的属性丹，这是还给你的。陈星说，可是我当时只是给了你初级基础体质丹啊。冷霜淡淡地说，就当是利息好了。而后他又补了一句，我不喜欢欠人东西。说完他不再理会陈星，扭头去翻找旁边的尸体了。冷霜没有雨轩的探龙手那种技能，他只能寻找场景里的尸体。他一早就有留意到尸虫母最开始所在的位置也有一具骷髅尸体，只是方才没有机会去搜寻。此时他走到那具骷髅尸体旁，一脚将那骷髅骨架踹开，哗啦一声，骷髅骨架散落在地。不过有一根骨头却闪着淡淡的紫光，异常显眼。冷霜冷漠的脸上微微一变，然后弯腰捡起那根骨头，随后他取下脖子上的里奥项链，里奥项链立马钻出一团黑气，将那骨头吞噬了。叮，你的铠甲骷髅兵得到了提升。冷霜连忙查看铠甲骷髅兵属性。铠甲骷髅兵，生命值3000，物理攻击150，物理防御40，物理免伤15%，移动速度25。对比之前的属性，生命值提升了1000，物理攻击提升了50，物理防御提升了20，物理免伤提升了5%，提升幅度有50%。除了战斗属性增强之外，铠甲骷髅兵的黄色骨骼也变得更深了。找到这根骨头后，冷霜没有停歇，继续在附近搜寻。不过除了找到几小堆粉尘之外，再无所获。不久后，徐振东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冷霜，我们去探索洞穴了。好。冷霜回过身，跟上了队伍。陈星打头，带着众人在洞穴内逛了一圈。他已经把骷髅洞的钥匙知识和大家说了，所以大家也都在洞穴内寻找通道。但是逛了一圈之后，没有见到任何通道，只是见到了一个八卦图案的传送阵。而后众人分头寻找，除了陈星，其他4人各自点燃一个火把，照明强度时查看可能遗漏的地方，但是依然一无所获。不久，众人又聚到一起。刘豆豆嘟囔着，奇怪，如果没有通道的话，那尸虫母是打算往哪里跑？觉明核实道，阿弥陀佛，或许他想传送到外面去。徐振东说，也许 BOSS 有自己的传送技能。冷霜说出自己的猜测，会不会我们不击杀 BOSS， 他可以打开通道？刘豆豆一拍手，对呀，可能 BOSS 逃跑才是正常现象呢。如果不是老板在，我们真没有能力阻止他离开。陈星却不太同意，如果那样的话，那这把钥匙有什么意义呢？众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最后陈星做了决定，我们先出去找人问一问情况。刘豆豆说，全营地就我们进了这个副本，别人哪里会知道？陈星神秘一笑，这里可不仅有神选者啊！众人不知陈星是何意思。而后他们来到传送阵旁，陈星第一个踏了上去。丁，你已通关副本，是否离开？本副本通关结算奖励400陈3000经验。离开后副本重置，该副本每天最多重置2次，没有之前营地洞穴那样的多种选择。是。刷，陈星被传送到入口处，而后其他人也接二连三离开了副本，出现在陈星身旁。不等陈星与队友沟通，
周围突然喧闹起来。出来了，他们真的出来了！你们看，我没骗你们吧？真的是副本啊！但是入口在哪里呢？喂，陈星大大，你们刚才是进副本了吗？那是几级副本？怪物强不强？陈星环视四周，发现旁边有3队人正在围着自己，那些人眼中一个个流露着热切的眼神。这些人清一色4级，他们或许已经发现了附近根本没有5级怪的炼级地点，所以都在为5级炼级地点发愁。然而还没等陈星开口，系统突然发来公告：丁，神选者陈星、徐振东，绝名冷霜、刘豆豆完成莫港洞穴副本首通，额外奖励400陈3000经验。这一次不仅将周围的人镇住，连全营地的人都炸开了。我尼玛，什么意思啊？怎么又有副本首通？神选系统是不是对首通2字有误解？楼上的，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莫港洞穴，不是营地洞穴，根本不是同一个地方。我靠，这个洞穴是几级的？从奖励来看，起码是4级的吧？4级？你看不起谁呢？陈星大大加 S 级的徐振东大大，怎么可能去刷那种低端副本？至少是5级的。你们看等级排行榜，徐振东他们都升到5级了，而且他们5个5级的把宇轩、徐强这2个5级的远远甩开。自然会甩开，宇轩在外面逛了半天，一直没有打到5级怪，经验一直没有涨。陈星大大，莫港洞穴在哪里呢？我知道，莫冈洞穴在营地南方的莫冈山脚下，陈星大大就站在我的面前。对，我也在，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进那个洞穴。什么意思啊？你们在洞穴门口进不去吗？不，根本看不到入口。徐振东几人面对周围人的询问都没有说话，他们都在等到陈星做决定。老板没有同意，他们不会透露任何信息。陈星见这么多人留意到了自己，心知莫港洞穴的秘密肯定藏不住了。好在自己已经拿下了首通奖励，也不在乎别人是否知晓。问题是，要不要和他们说如何开启副本入口呢？就在此时，众人一阵惊呼：卧槽，那是什么？是5级的虫子！他身后还有一个洞穴，那肯定是副本入口了。走，下副本去。下你妹啊，那可是5级副本，要下你下。陈星耸耸肩，得了，自己也不用操心说不说副本之事，反正大家都发现了。第93章3刷副本之后，陈星干脆也不再扭捏，直接带队进入了副本之中。副本一天只能重置2次，也就是说一天只能刷3次。外面找不到5级炼级地，5级副本作为目前唯一的炼级渠道，次数可不能浪费。重进副本后，他们比第一次更加熟练，一路砍瓜切菜来到最里面的洞穴。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没有击杀尸虫母，而是看着他离开，看能不能跟着他进入6级的骷髅洞。尸虫母来到洞穴的墙壁后，墙壁出现一个洞口，尸虫母顺溜爬了进去。正在陈星等人准备跟随进入的时候，却发现那个洞穴直接闭合了，完全不给众人进去的机会。好在尸虫母逃脱后，在原地留下一个宝箱，不至于让大家空手而归。而后大家开启宝箱，很快他们发现里面的战利品比杀死 BOSS 时掉落的宝箱差了一个档次。陈星甚至只开出一件毒抗加15的白银项链，与先前的黄金鞋加速度单的奖励可谓是天壤之别。而在这一次副本奖励结算的时候，每人只获得了300陈2000经验，比杀了 BOSS 通关时获得的400陈3000经验少了许多。这一次陈星有留意 BOSS 逃跑的一些细节，尸虫母从洞身到墙壁约莫花了2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一支队伍必须在1分钟给 BOSS 造成15000点伤害，平均每秒125点伤害。这个伤害看上去不多，但是别忘了 BOSS 可是有50物防、50魔防、100毒防的。一支队伍想要越过这个防御达到秒伤125可不是容易的事。即便是手持黄金武器基础15点力量的陈星，折算攻击力和攻击速度后，1秒只能对 BOSS 造成70-80点伤害而已。普通队伍一般2至3个输出，极难达到秒伤125的数字，所以绝大部分情况尸虫母是会顺利逃脱的。第二次从洞穴里出来的时候，陈星他们在洞口看到了更多的人，除了先前的那几支队伍外，他们还遇到了老熟人宇轩、徐强，这2个5级的人居然站在了一起。看来2人是打算联手通关5级副本了。但尴尬的是，只有他们2人是5级的，而其他4级的人也不敢贸然下副本，所以只能在这里干瞪眼。陈星出来后，正准备第3次进入副本，却见徐强来到了他的身边。陈星兄弟，且慢。陈星停下脚步，什么事？徐强对着陈星一抱拳，露出善意的微笑。里面怪物强度如何？麻烦你告知一下，这样我们进去的时候心里也有些底。陈星看了看徐强，然后指着一旁的宇轩，我不喜欢那个家伙，如果你和他组队的话，就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信息。徐强有些为难，
这个……哪知徐强还没说话，旁边的宇轩就破口大骂起来：“陈星，别给脸不要脸，问你话就好好答。我们现在都是5级，你真以为自己比我强多少？”陈星看着宇轩，蔑视的笑道：“那你干嘛站在这里？进去啊！”你宇轩被陈星顶得无话可说。陈星不再理会宇轩，然后看向徐强：“你看，这么一条疯狗，我会说吗？”徐强沉默了一会，然后道：“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向他透露的。”陈星嘿嘿一笑，光嘴上说说就够了。陈星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徐强很上道，直接说：“你说吧，信息费多少？”陈星伸出3根手指：“3000陈。”旁边的人听到这个价格，顿时瞪大了眼睛。3000陈，这个陈星真是不要脸啊！仅仅是说几句话，就要人家3000陈？要不去问他身旁的那个小姑娘，我感觉她挺好说话的。你以为陈星允许他这么做吗？不过徐强却很干脆：“行，就3000陈。”然而陈星的话却还没结束：“你再压2000陈，我确认你没有和宇轩组队后，就还给你。”旁边的人听到这，都开始骂街了。这个陈星真是得寸进尺啊！是不是觉得徐强好欺负啊？人家徐强可是第一碗独自在野怪堆里熬过来的，根本不是简单的人物，这简直是羞辱！当着大家的脸扇徐强的耳光，这个条件一定不能答应。不过徐强也仅仅是多思考了3秒钟，就点头同意了：“行，5000陈给你，但你要把里面怪的详细资料都告诉我。”面对徐强的果决，陈星略感意外，他这么做主要是想羞辱一旁的宇轩，只是无意伤害了徐强。没想到这个徐强居然这么有格局。这时陈星收到徐强的好友申请，顺手通过了。而后徐强对陈星发起邀请，交易了5000陈给他。陈星当即把莫港洞穴怪物的数据发给了徐强，包括5彩尸虫的白绿分身、尸虫母的5次召唤、尸虫母的逃跑。徐强收到这么详细的资料后非常满意，冲陈星一抱拳：“陈星兄弟，我这个陈花的值，原本我以为已经可以进去了，现在看来还有些不足，这些陈算是救了我一命，谢谢你了。”陈星见着徐强这么爽快，也冲他一抱拳：“客气。”而后他又和徐强发起交易，放了2000陈进去。徐强不解：“这是何意？”陈星说：“这2000押金用不着，我信得过你的人品。”徐强收下粉尘，没有多说，只是他看陈星的眼神多了一股敬佩。徐强向陈星抱了一拳，然后转身离开。宇轩见徐强走了，更是对陈星恨得不得了。方才他自降身份拉拢徐强，想让他和自己一起来对付陈星，结果陈星3两句话就把他弄走了。陈星，你这个混蛋！宇轩牙齿咬得咯吱响。不过陈星懒得理会宇轩这个神经质，扭头带着队伍第3次杀进了副本。这一次进入副本，没有再给 BOSS 留机会，在他进入逃跑阶段的时候，直接将其秒杀。3次副本，1次手通奖励，以及副本里的怪物掉落，陈星一共获得了1800加粉尘，12000加经验，离升级还差1000多经验。不过今天的副本次数用完了，此时才下午2点，难道这一天就这么过完了吗？第94章，重上莫冈山。队伍里有3个人有储物空间：陈星、冷霜、觉明。陈星的空间是1米乘1米乘0.5米的立体空间，和现实世界那样把物品放进去。而冷霜、觉明的是格子型物品栏，物品不管大小，只按键放入格子里。冷霜有12格，觉明是15格，两种空间各有优劣。陈星的立体空间适合放小件物品，比如戒指，放上几百个都行，但一旦遇到铠甲、武器、帽子之类的大件物品就很尴尬。而冷霜、觉明的物品栏不论体积大小，只要是一件就只占1格。方才在副本之中的战利品就是他们3人互相掺杂存放，项链、戒指、手套、手镯之类的都放在陈星这里，其他的大型装备都交给冷霜、觉明。当他们刷完3次副本之后，3人的储物空间都被塞得满满当当。而后一行人凯旋而归，回到营地。路上，陈星查看等级排行榜，发现5级的队伍已经不少，包括陈俊杰小队、追风小队在内，一共18个人升到了5级。当陈星刚到营地的时候，立马就收到了徐强的消息：“你出来了呀？抗毒装怎么卖？”陈星略微犹豫了一下，然后回复他：“买装备别找我，联系徐振东，他没有空，骷髅洞的事还没着落呢。”徐强回了一个 OK。 陈星回到营地后，把腰包遗落的东西交给徐振东。他们从副本打出来的装备有不少是抗毒白银装，普通白银装价格已经趋于稳定，基本是1000-1300陈，但陈星把这些抗毒白银装定价在1500-2000。原因很简单，没有抗毒装备就别想下5级副本。而后他又制作了无顶鼠王冠交给徐振东。
价格定在3500到4000陈，具体情况让徐振东自己决定。把装备的事情安排好后，陈星和他们做最后的交代：你们有空就去外面多逛一逛，还有很多的秘密需要发掘，荒蛮迷雾的破解方法，斯内克的信息等等。众人回应：好的，老板。陈星正要离开，刘豆豆却喊住了他：老板，你现在去哪？没等陈星回答，冷霜就瞪了刘豆豆一眼：不该问的别问，做好老板交代的事。哦。刘豆豆嘟起了嘴巴。陈星告别众人，重新往南方行去。刚走到门口，就遇到匆匆赶来的徐强。徐强赶回来，自然是要第一时间买抗毒装备。他有陈星给的信息，抗毒装对于5级副本的重要性，他比谁都清楚。陈星与他点头打了个招呼后，继续往莫冈山方向行去。还没等陈星到达莫冈山脚下，徐振东几人在营地里卖装备的消息不胫而走。徐振东他们从副本出来了，正在营地摆摊呢。这才2点多，这么早他们就离开副本了？他们队伍去了3次副本，然后就回来了。这么说，5级副本可以刷3次了？你们关心这个干嘛？他们卖的装备才稀奇呢，80%都是和毒有关的，要么是加毒素伤害，要么是加抗毒属性。意思是5级副本要抗毒装了？抗毒装？我操，要命了！3级绿毒野猪王我都杀不了，怎么去5级副本啊？我说呢，刚才徐强怎么去找绿毒野猪王单挑？原来是为了抗毒的装备。哎呀，徐强过来抢购了，一下买走了4件抗毒装。徐强真有钱，刚被陈星敲诈了5000陈，还掏出钱来买装备。废话，徐强在野外单刷卖了不少装备，自然有钱了。卧槽，蜀王冠也拿出来卖了，一共有5顶，不对，只有4顶了。真的假的？我就等着蜀王冠呢，等你来早没了。徐振东他们的摊位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靠，我的蜀王冠！陈星看着聊天频道，心中一阵舒坦，暗暗数着今天会有多少陈？25000陈，3万陈。待会回去又要琢磨合成什么麻将的事了。不知不觉，陈星来到了莫冈山脚下，准备上山去莫岗村。令陈星意外的是，去莫岗村的山路下正有几个神选者在聊天。走近一看，他发现居然是雷震子那一队人：防战丁震、刺客米西、剑客刘一手、牧师秦俊以及法师雷震子。陈星看了他们一眼，就没再理会。那个雷震子嘴巴臭得很，他不想和那人打交道。此时他们也发现了陈星，立马停下了讨论。丁震走到陈星身旁，笑着冲他拱手：陈星兄弟，请留步。陈星看向丁震，一脸淡然。丁震问道：你可有上过这座莫冈山？陈星心里琢磨要不要和他说话，旁边的雷震子却不耐烦了：喂，我老大和你说话呢，别以为自己等级高就了不起，老子才不！丁震喝道：雷震子，你他娘的闭嘴！雷震子一脸不爽的模样。陈星摆了摆手，不想和他们说话，他直接踏上山路往山上爬去。雷震子见陈星不理人，当即恼了：卧槽，那小子这么拽，老子去电死他！丁震大声喝止他：雷震子，你有完没完？刘一手说：老大，踢了他吧，我们早晚要被他害死。米西也说：老大，这小子屁本事没有，惹祸天下第一。只有秦俊在劝和：不要吵了，陈星都上去了。刘一手问：老大，我们怎么办？丁震略作沉思，然后对米西下达指令：米西，你敏捷高，跟上去看看。好，如果能混进去就混，混不进去就下来，千万别和那个大汉起冲突。是。陈星独自爬着山路。雷震子这一队人的出现，说明这个莫冈山被人发现是迟早的事。自己是因为昨天做了阿秋的任务而被允许进入，别人也可能因为做了其他任务获得通行资格。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莫岗村，是不是营地就会被大家遗忘？那斯内克怎么办？丢着不管吗？第95章狮王任务。很快，陈星就爬到了山腰的那个巨石上。此时，大彪手杵红缨枪，正端坐在旁。见到下面有人上来，大彪当即端起长枪喝道：什么人？但在看到陈星后，他又即刻放下长枪，原来是陈星啊！大彪好！陈星和大彪打了个招呼，准备往山上行去。突然，他停下脚步，看向大彪：大彪，你知道骷髅洞在哪吗？听到陈星的话，大彪脸色微微一变：骷髅洞？你去那干嘛？陈星见到大彪的反应，顿时喜上眉梢，看来自己上来这一趟没有白来。陈星没有隐瞒大彪，直接说出目的：我无意得到一把骷髅洞钥匙，想去里面探索一番。你能告诉我骷髅洞在哪吗？大彪看着陈星，沉默了一会，然后他摇了摇头：我知道去骷髅洞的方法，但是我不能随意透露，需要征得村长的许可。陈星冲大彪一拱手：好的，我这就去找村长。而后他往山上行去。在陈星刚走不久，
一个隐身的刺客悄悄地爬上了巨石。然而他正想浑水摸鱼进去，却见大彪当即拿着长枪对准了他，站住！莫岗村不招待外人。那刺客正是方才陈星在山下见过的雷震子队友米西。米西现出原形，然后指了指陈星的背影：“你好，我是和陈星一起来的。”然而大彪丝毫不给他面子：“休要胡言，你再不下去，我动手了。”米西立刻认怂：“别动手，我走，我走。”陈星沿着山路绕了几个弯，很快来到山顶。当他看向村内的时候，突然愣住了，他的眼前赫然出现一队神选者。那一队人还是老相识，是刘晓峰的追风小队。原来早就有人上来了。此时刘晓峰也发现了陈星，笑着迎上来：“陈星兄弟，你也上来了呀？”而后刘晓峰看向陈星身旁，露出一丝疑惑：“哎，带你上来的人呢？”看来刘晓峰以为陈星是第一次上山。陈星笑道：“我……”他刚开口，阿秋从旁边走了过来：“陈星，你来了呀，村长正找你呢。”说着他拉着陈星就往前走。陈星与刘晓峰挥手告别，跟着阿秋往村长家行去。行经之处，不少村民与他打招呼，显然陈星与他们关系非常好。刘晓峰看着面前的情形，张大了嘴巴。方才他队伍在下面遇到一个丢垃圾的村民，所以顺势搭腔，于是跟着那个村民上来。原以为自己队伍是第一个到达的，没想到陈星居然已经提前来了，而且那些对自己爱答不理的村民居然和他那么熟，到底发生了什么？愣了一会，刘晓峰立马跟上了陈星，想要看个究竟。路上，陈星问阿秋：“阿秋，村长找我什么事啊？”阿秋说：“我也不知道，好像和外面的毒物有关。”毒物？陈星心跳猛然加速。整个营地外围都被毒物笼罩，以至于大家无法去远处探索。之前在营地的时候，陈星还交代徐振东他们有空去外面寻找相关任务，不曾想毒物的相关任务居然就在莫岗村。不一会，阿秋带着陈星来到村长屋前。陈星看着村长的院子，略感惊讶。短短半天时间，这个院子大为改观。之前村长因为生病，所以院子里堆满了各种药材，整个院子被浓浓的药味所笼罩。现在村长病也好了，院子里的药材也都清理掉了，整个院子看起来极其清爽。陈星不知道的是，清理药材一事就是刘晓峰成员做的，他们方才山上山下爬了好几趟，才把院子的杂物清理干净。此时院子门口站着2个守卫，村长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村长，陈星来了！阿秋一边大喊，一边进入了院内。陈星跟着阿秋经过院前的2个守卫，守卫向陈星行了一礼，也一同放行。不过当刘晓峰的小队想要进入时，却被守卫拦住了：“站住，闲杂人等不能进入。”刘晓峰当即和守卫讲起道理来：“守卫兄弟，我们5人是方才帮村长收拾院子的，已经进去好多回了。”然而守卫却一脸严肃：“方才是方才，现在是现在，村长要和陈星聊重要事情，你们不能打扰他们。”刘晓峰看着陈星与村长攀谈，自己居然无法接近，心中很是焦急。他感觉村长找陈星聊的事情肯定很重要，但是急也没有用，进不去就是进不去。不过刘晓峰没有放弃，村长院子是篱笆墙，并不是砖墙，所以可以在外面听到声音。于是他来到院子围栏离村长较近的一端，伸长耳朵，试图听清他们的谈话。院内，村长上下打量着陈星，赞叹道：“很不错，你的成长惊人，看来假以时日，很快就能升到6级。真不愧是神选者。”赞叹的同时，村长也是一脸的羡慕。原住民大多实力进步缓慢，成年后实力就基本固定，像鲁斯那种可以大幅成长的原住民极少，但神选者却可以轻松打破实力的瓶颈，无止境的变强，这怎么不令他羡慕？陈星不知道村长在想什么，但是他更关心任务之事。村长找我什么事？村长咳嗽了一声，收回了心神，然后沉声道：“近些时日，周围突然弥漫起毒物，使得大家出入不便。”陈星没有说话，但是脸上已经露出喜色。来了，终于来了！这个任务事关整个营地，绝对奖励非凡，肯定不是普通任务能比的。经过这些天的观察和调查，基本确定这件事和狮王复苏有关。狮王复苏，这名字听着就霸气，实力肯定不差。18年前，由于斯内克的杀虐导致尸横遍野，斯内克被封印后，那些堆积成山的尸体经过异变，出现了一个狮王。狮王实力虽然比不上斯内克，但也不是普通人能对付的。好在后来来了神选者，将狮王封印起来。之后每过5年，狮王都会复苏一次。现在算来，差不多是狮王复苏的日子了。你能帮我们重新封印狮王吗？待村长说完，陈星收到系统消息：丁，收到村长任务，封印狮王，是否接受？第96章，狮王任务第1阶段。
面对村长送上门的任务，陈星自然没有犹豫，他对着村长一拍胸脯：“村长，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会把狮王封印的。”按理来说，陈星当场答应村长，此时应该收到系统的任务提醒才对。但是陈星的任务日志并没有更新。陈星，我果然没有看错人。村长听到陈星的答复，虽然露出赞赏的表情，但是脸上很快就沉了下来。不过狮王极其强大，不是常人所能对付。陈星听到这，明白领取狮王任务可能还需要什么前提条件，于是向村长询问：“村长，还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村长伸出一根手指：“你需要取一件东西，证明你的实力。”陈星忙问：“取什么？”村长说：“一把钥匙，一把能开启骷髅洞的钥匙。”陈星一听，心里顿时乐开了花。骷髅洞钥匙，我有啊！他连忙点头：“好的，村长，我一定帮你取来。”直到这个时候，陈星终于收到系统提醒：“丁，你已领取封印狮王任务第1阶段，获取骷髅洞钥匙。”陈星很想当即把钥匙掏出来，但是他并没有那么着急。他想知道村长会怎么安排这个任务。村长说，莫冈山地下有一个莫冈洞穴，那里有许多的尸虫，而骷髅洞钥匙就被尸虫母保管着。莫冈洞穴的具体位置在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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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洞口平时是关闭状态，需要等尸虫出来的时候才会开启。你在那里耐心等待，约莫1个小时就会有尸虫出来透气。如果附近有腐肉、尸体的话，会让他们更快的出洞。陈星此时任务日志更新了莫冈洞穴的位置和进洞方法，不过他还是没有吭声，因为莫冈洞穴是5人副本，他想知道队友有没有奖励。果然，村长下一句就讲到了这个，里面的尸虫极其难缠，你最好带4个队友过去。完成任务后，你的队友可以获取比你低一个等级的奖励。为了帮助你，我这里可以提供初级抗毒药水。村长说到这就没再开口，看来这个任务的前期介绍已经结束了。陈星注意到村长最后那句话，连忙询问：“村长，你这里的初级抗毒药水是怎么提供的？”这一次回应陈星的是一个页面，上面有4种物品：初级秘法粉、初级利刃粉、初级抗毒药水、初级抗魔药剂。初级秘法粉为武器附魔，增加15点魔法攻击，持续2小时，售价100陈，每天限售300瓶。初级利刃粉为武器开刃，增加15点物理攻击，持续2小时，售价100陈，每天限售300瓶。初级抗毒药水为队伍，不超过5人，增加30点毒素防御，持续2小时，售价500陈，每天限售3瓶。初级抗魔药剂为队伍，不超过5人，增加30点魔法防御，持续2小时，售价500陈，每天限售3瓶。陈星见状，二话不说，当即把初级抗毒药水和初级抗魔药剂买了下来。这2个玩意限量，绝对是抢手货。明天就是大家集体下5级副本的时候，初级抗毒药水肯定可以卖出高价。至于初级抗魔药剂，现在还没有用处，但他相信过不久一定能用到。初级秘法粉和初级利刃粉也不错，不过几乎不限售，多买也没有意义。话说这些东西可真贵啊，2个小时100陈，普通人2小时能不能赚到100陈都不好说。这也就试下副本，不然谁舍得用它？买完了东西后，陈星没有急着交任务，而是通过好友消息把徐振东他们叫来。方才村长说了，队友也是有奖励的，只是比自己低一个级别而已。等他们来了再一起提交任务吧。而后陈星暂时告别村长，往院外走去。刚走出院子，就碰到在外面等待的刘晓峰等人。刘晓峰方才在旁边偷听，只断断续续听到什么狮王、骷髅洞的词语，现在见陈星出来，连忙与他询问：“陈星兄弟，村长好像安排了任务给你啊，能透露一下吗？”陈星指了指院子里的村长：“村长就在那，你自己去问吧。”刘晓峰看了看村长，又看了看院门口的2个守卫，那2个守卫只是目视前方，似乎没有阻拦他的意思。刘晓峰大喜，连忙带着队友去往村长身边。陈星没有和刘晓峰多说，直接往山下行去。他不确定徐振东4人能不能直接上来，还是下去接他们为妙。刚走没几步，突然听到刘晓峰的嚎叫声：“啊！为什么抗毒药水没有库存了？”陈星连忙加快离去的步伐。来到山下后，雷震子一行人已经离开，徐振东他们还没有到来。陈星闲来无事，翻看自己的腰带空间。这时他看到了一本书，顿时一拍大腿，怎么把这事给忘了？那本书是绝明的初级功法，这本书的 CD 是48小时，他是第1天的中午时间段学的，现在是下午3点， CD 已经好了。于是他再次点开初级功法，这一次他选择了基础步伐。一瞬间，脑海突然涌现一大堆关于步伐的要领，闪、转、腾、挪等一些基础动作全都熟记于胸。之前他只学习了刀法，1对1非常有用，大部分攻击都能有效格挡掉。但是
当他1对多的时候，就显得极其笨拙，除了格挡当前的怪物攻击之外，其他的怪物伤害基本上全额吃下来。现在有了基础步伐，他脑海有很多1对2、1对3的应对方案，以后单刷就变得更加容易了。没一会，徐振东4人来到山脚下，而后陈星带着他们去往莫岗山顶。中途路过大彪守护的那块石头的地方时，大彪只是与他点了点头，就直接放行了。最后5人一起来到莫岗村村长身旁提交任务。丁，你已完成封印狮王第1阶段任务，获取骷髅洞钥匙，请选择您的奖品。居然是可选择的。陈星点开一看，发现是2个手镯，而且都是黄金品质翠绿手镯、玛瑙手镯。第97章骷髅洞进入。翠绿手镯，品质黄金，体质加30，毒素防御加50。玛瑙手镯，品质黄金，体质加30，魔法防御加50。都是好东西啊，这怎么选？明面来看，毒防是目前最紧要的属性，包括即将对付的狮王肯定也需要毒抗。但是魔防这个属性已经不止1次出现在陈星面前了，包括乳丝项链、村长售卖的初级魔抗药水以及这个玛瑙手镯，系统已反复暗示魔防的重要性。不用说，后面肯定需要魔防装备。陈星想了想，感觉现阶段依靠生命护盾和徐振东的光环，完全可以应对面前的事情。于是他决定还是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丁，你获得玛瑙手镯。此时徐振东几人也都选好了装备，不过他们拿到的都是白银级别。徐振东问陈星，老板，下一步怎么办？陈星摆了摆手，先别急，我问一问村长。而后他和村长再次对话，村长，骷髅洞的钥匙我们已经找到了，请问骷髅洞怎么进？村长看着陈星，满意的点点头，不错，你们果然做到了。也罢，就让你们试一试吧。待会我让阿秋带你们去骷髅洞，你们先去探索一番，切记只能探索骷髅洞外围，不要进入狮王殿。狮王是7级，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你们不能冒险进入，切记。伴随村长的交代，陈星的系统任务也刷新了。丁，你领取封印狮王任务第2阶段，探索骷髅洞。陈星听到村长的话，心里暗自窃喜。对村长来说，狮王殿极其危险，需要7级之后才能进。但陈星只听到一个重点，7级炼级地点有着落了。很显然，3个副本对应着3个等级。莫岗洞穴5级，骷髅洞6级，狮王殿7级。7级以后呢？消灭了狮王，毒物就消散了，到时还怕没地方升级吗？徐振东几人在旁边听到村长的话语，也都十分兴奋。绝名阿弥陀佛，老板施主，我们现在就下骷髅洞吧。徐振东看了一下属性面板，我还有2000经验升到6级，应该刷一次骷髅洞就可以了。冷霜说了2个字，同意。一向活泼的刘豆豆反倒没有吭声，只是嗯了一下。前几次他总是问一些不该问的话，被徐振东、冷霜训斥了，所以这一次忍住没有开口。看了下时间，3点20，时间足够了。于是他大手一挥，走，去骷髅洞。而后他对着村长旁边的阿秋说，阿秋，麻烦你带我们去骷髅洞吧。阿秋点头，好，随我来。而后阿秋带着众人往东走去。上山口在村子北面，村长屋在村子西面。当众人路过上山口时，阿秋并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往东行。众人顿时觉得有些好奇，难道骷髅洞口在山顶不成？走了没一会，一直没有说话的刘豆豆突然开口了，陈星巨呀，老板，这个陈星说的是你吗？众人连忙随刘豆豆指向看去，果然旁边有一个小屋，写了陈星居3个字。陈星笑着点头，没错，那是我房子，村长赠送的。而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我用史塔克蛇胆治了村长的病，于是他送了这间屋子给我。说起来这件事大家都有功劳。徐振东喜道，那么我们晚上岂不是可以不用回营地，直接在这里居住？陈星点头，没错。但觉明却想到另一件事，阿弥陀佛，晚上最好还是回营地过夜，不然掉落的装备没法处理。那也是。就在此时，阿秋停下脚步，到了。众人回过头看向阿秋所指之地，这是山顶的最东边，旁边就是村子的护栏。阿秋所站之地是一个八卦阵图案，这个图案大家很熟悉，之前的传送阵都是这个样式。先前陈星逛村子的时候也来过这里，不过他没能触发传送阵，于是便以为那只是一个装饰而已。阿秋说，这个传送阵直接传送到骷髅洞，开启法阵需要骷髅洞钥匙。说完，他随手一挥，地上的八卦图案散发出微弱的光芒。陈星忙问，以后每一次进来都需要钥匙吗？
阿秋说：“不用，之后你们直接进入即可。”陈星点头，他给大家加好生命护盾，再向众人点点头，跨上了传送阵。丁，检测到你身上有骷髅洞钥匙，是否前往骷髅洞？提醒：骷髅洞为连环副本，起始为6级，限定5人。连环副本是什么鬼？陈星没有细想，直接确定传送。刷刷，5道白光闪起，众人出现在一个洞穴内。令人意外的是，洞穴并非漆黑一片，地上、墙壁上、洞顶处都是绿油油的光点，时不时还有一些绿色的光点从顶上掉落，飘荡在空中，甚至多个光点聚集在一起飘荡，很像是鬼火。不愧是骷髅洞，果然阴森恐怖。陈星、徐振东、觉明看着这些场景并没有太大的感觉，而年纪最小的刘豆豆有些瑟瑟发抖。与刘豆豆相反，冷霜看到这里却是双眼放光，眼睛不住地瞄着四周，看有没有合适的骨头可以吸收。别看了，咱们出发吧。陈星扛着金丝大环刀向前行去，觉明紧随其后。徐振东没有急着往前走，而是护在刘豆豆、冷霜身边。陈星走了没多远，就听到前方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那声音和冷霜的骷髅兵几乎一模一样。很快，陈星看到了面前的怪，坚韧骷髅，6级普通，生命值2200，物理攻击250，物理防御50，物理伤害减免20%，移动速度29，技能连环刀，烈焰骷髅，6级普通，生命值1800，魔法攻击240，物理防御10，魔法防御50，施法距离15米，移动速度27，技能小火球、大火球。正在他查看对方属性时，一个火球飞了过来。叮，恭喜各位领取特殊活动，活动内容3更，活动时间截止到本周末8月13号。活动规则：当天送礼数量大于50，第二天3更。规则说明：不计金额大小，只计数量，包括免费的用爱发电，看一段广告即可，每人每天可以送3次。第98章，骷髅洞会复活的骷髅。原以为骷髅洞也会是一个毒伤副本，没想到一转眼就变成了法伤副本。对一般人来说，这个跳跃属实有些大，或许需要特别更换法系防御装备过来，但对陈星来说却不用那么麻烦。他身上的魔防属性总值高达245，其中鼠王冠黄金魔防加30，鲁斯吊坠紫金魔防加100，鹿皮盔甲紫金魔防加50，犬王手套白银魔防加15，玛瑙手镯黄金魔防加50。所以当那个火球砸向陈星的时候，他没有任何闪躲的意思。噗呲，火球直接命中陈星。陈星头上出现2个字：抵抗。240的魔法攻击打在他身上毫无知觉，可能是那烈焰骷髅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当即挥舞手中的法杖，花了更长的时间进行吟唱。他要施展自己的第2个技能大火球。大火球的凝聚速度明显比方才小火球更慢，小火球是瞬发的，而大火球却需要 1.5 秒的施法时间。不久后，一个篮球大小的火球被凝聚出来。烈焰骷髅一挥手中的法杖，那大火球便冲向陈星。呼！大火球气势果然比小火球强了许多，声音都比之前大了不少。轰隆！陈星被大火球砸中，头上终于冒出了伤害115，护盾吸收。从这个数字倒推，大火球是360点伤害，是烈焰骷髅法术伤害的 1.5 倍。在陈星被烈焰骷髅轰炸的同时，坚韧骷髅也冲了上来。觉明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提起拳头就迎上了坚韧骷髅。陈星魔抗高，直接去找烈焰骷髅。依照众人现在的属性，对付这些骷髅自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击杀速度比对付尸虫要下降许多。由于骷髅的体质原因，他们对毒素免疫，所以陈星和冷霜的输出下降不少。而坚韧骷髅的物理防御高达50%，还有 25% 物理免伤。觉明、徐振东每次攻击对其造成的伤害只有可怜的30点。烈焰骷髅的物理防御倒还好，只有10点，但是他有一个令陈星很讨厌的行为，只要攻击目标离自己很近，他就会后退几步，然后再施法，这让陈星不得不一边跟着烈焰骷髅一边砍杀。但跟了几次之后，陈星发现了不对劲，那家伙越退越远，恐怕过不了多久就会引来其他的骷髅。无奈陈星只能绕到烈焰骷髅的后面，然后撵着他往徐振东他们战斗的地方走。足足花了2分钟，他们总算搞定这2只骷髅。叮，你的队伍击杀坚韧骷髅，你获得8点经验，越级杀怪额外奖励1点。叮，你的队伍击杀火焰骷髅，你获得8点经验，越级杀怪额外奖励1点。2只骷髅死后，
冷霜第一时间冲上去翻找骷髅堆，结果除了各自掉落了9粉尘之外，一无所获。战斗虽然很顺利，但是这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一、太注重防御装备，缺少攻击道具。以陈星为例，除了手里的那把金丝大环刀，其他的装备全都是加体质、加物、防毒、防魔防之类的属性。二、队伍没有法系职业，陈星、觉明、徐振东、铠甲骷髅兵都是近战物理输出，唯一的法系技能还是冷霜的暗影剑。可惜作为骷髅召唤师，冷霜的法系伤害比起正儿八经的法爷差了一大截。问题暂时表现还不明显，但等到怪物等级越来越高的时候，这些缺点就会越来越显著。这些想法在陈星脑海一晃而过，但他并不操心。现在只是5人副本而已，未来说不定需要10人甚至20人副本，到时候再考虑法系的事情。之后，陈星率领众人往前行去。很快，他发现这个骷髅洞的地形与之前进的2个副本有极大的不同。前2个洞穴只需沿着长长的通道往前行，而他们所在的这个骷髅洞却是一个特别大的空间，足足有上万平米。里面的骷髅非常散漫，极少有成群结队的，大多都是1、2只骷髅在里面里闲逛。为了不腹背受敌，他们非常小心地沿着墙壁往前，清理着前方的骷髅。然而，直到他们走了一圈，回到起点之处，都没有找到 BOSS。看来 BOSS 就在中间了。于是，众人调转方向，往房间中央行去。起先，陈星等人往前推进的还比较顺利，每次依靠陈星的武器投掷引来1、2只骷髅，然后合力解决。40多分钟后，他们杀到了房间中央，解决眼前的2只坚韧骷髅后，陈星正准备继续前行，却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半米高的石台。那台子不大，约莫20-30平米，台上站着一个头戴金冠、手持碧绿法杖的骷髅。众人看到那个骷髅后，顿时露出喜色，看来他就是自己要寻找的 BOSS 了。正待他们想要靠近石台查看 BOSS 属性时，却发现突然有2只坚韧骷髅出现在他们身边。其中一只骷髅离刘豆豆非常近，吓了他了一跳。呀，这2只骷髅怎么冒出来的？难道这里的骷髅还会刷新不成？一边说，他一边躲到陈星身后。陈星、觉明很快各自拉了一只骷髅的仇恨，然后众人开始有条不紊的攻击。不一会，2只骷髅被众人消灭。然而，正在他们准备继续前行，却发现又有2只坚韧骷髅爬了起来。冷霜第一个察觉到不对劲，这2只骷髅爬起来的位置就是前2只倒下的位置，他们不是刷新出来的，是复活的。众人大吃一惊，复活的？这些骷髅居然能复活，而且是连续复活2次。为什么之前杀了那么多骷髅都不会复活？很快，大家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台上的那个骷髅 BOSS， 这些骷髅肯定是他复活的。问题来了，这家伙复活 CD 这么短，自己还怎么消灭这里的骷髅？难道要等他把魔法用光不成？谁知道那个骷髅魔法能复活多少次？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陈星和徐振东几乎同时喊了出来：“我知道怎么办了。”第99章骷髅洞，击杀骷髅巫师。面对不断复活的骷髅，陈星和徐振东都想到了办法。以往陈星有想法，大家都是直接照做，这一次他决定先听徐振东的意见。徐振东，你先说。徐振东指着石台上的骷髅 BOSS 说：“那只骷髅 BOSS 的复活距离有限，我们只要把石台附近的骷髅怪一只只拉到远处击杀，这样他就不能施展复活了。”对于徐振东的提议，大家纷纷点头，有理。而后大家看向陈星，老板，你的主意是什么？陈星也指向石台上的骷髅 BOSS， 我的想法很简单，直接冲过去灭了他，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对于陈星这么惊骇的提议，大家早已习惯。从这里到 BOSS 的距离约莫有20-30米，中间游荡的骷髅怪至少有7-8只，而且这么跑过去可能还会引起附近其他的骷髅怪，所以对于正常队伍来说，直接去灭杀 BOSS 是不可能的。没有队伍敢顶着那么多骷髅怪去杀骷髅 BOSS， 但对于陈星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好方案。陈星见大家都没有意见，于是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去开个火车。”众人一愣，开火车？很快大家明白陈星嘴里的开火车是什么意思。只见陈星飞速冲上前，进入了3只骷髅怪的视野，那3只骷髅怪立马咯吱咯吱地冲了过来。然而陈星却没有直接冲向石台方向，而是侧身转了一个方向，绕着石台转了起来。旁边的骷髅怪立马被陈星吸引到，纷纷跟上前。他们或是提着大刀，或是搓着火球，对着陈星一顿狂殴。陈星头上也冒出一串串的文字、数字：-50护盾吸收抵抗，200护盾吸收格挡，115护盾吸收闪避。虽然有不少伤害被躲避格挡掉了，但是陈星的生命护盾还是在急速往下掉。拉的怪越多，
护盾消耗的速度越快。而且陈星还不是只绕一圈，而是螺旋式的靠近石台。他的目的是打算把周围的这些怪一举击杀。石台上的骷髅 BOSS 早就发现了陈星，不过他并没有下石台，而是在石台上对着陈星释放火球。陈星绕了2圈半后，终于把石台周围30-40只骷髅怪都拉到了后面。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抽空看了一下石台上骷髅 BOSS 的属性。骷髅巫师6级精英，生命值8000，魔法值15000，魔法攻击260，物理防御30，魔法防御60，移动速度28，技能骷髅复生，火球术，火焰护盾。看到骷髅巫师的属性，陈星略微惊讶，竟然是精英怪，不是头领怪。也就是说，他并不是骷髅洞的 BOSS。那么骷髅洞的 BOSS 在哪？狮王殿又在哪？这些问题在陈星脑海一闪而过。先不管，灭了他们再说。此时陈星已经调整了站位，让身后的那些骷髅都聚集在自己的技能范围之内。而后他猛然回过头，对着石台方向施展天赋技能一柄杠，一道左圆括号6乘以10右圆括号平方米的光柱冲向石台，将数十具骷髅怪全都笼罩其中。光柱一来一回，将途径所有的骷髅怪全都剿灭。紧接着陈星的系统消息被刷屏了。丁，你的队伍击杀坚韧骷髅，你获得8点经验，越级杀怪额外获得1点经验 x25。 丁，你的队伍击杀火焰骷髅，你获得8点经验，越级杀怪额外获得1点经验 x13。 丁，你的队伍击杀骷髅巫师，你获得60点经验，越级杀怪额外奖励10点经验。丁，骷髅巫师死亡，下层通道已经开启，一举击杀38只普通骷髅怪以及骷髅精英，获得364点经验。这是陈星使用天赋技能以来最为痛快的一次，代价是消耗了他2万多点的护盾能量。要是没有护盾保护，刚才那种作死的行为都够他见7、8次阎王了。伴随这些骷髅怪的死亡，地上爆了一大堆的东西。陈星瞄了一眼台下的掉落品，都是各种材料和白银级别的装备。他没有管这些装备，直接跳上了石台。沉沦的骷髅巫师掉落了2件装备，4件其他道具。陈星先用目光扫视那些道具，企图找到自己的专属道具，但是并没有麻将身影。而后他看向地上的那2件装备，那2件装备都冒着黄光，这是黄金装备特有的色彩。陈星连忙将其捡了起来。火影法杖，品阶黄金，魔法攻击加50，火系暗影伤害额外加50，小火球消耗25点魔法值，对目标造成魔法攻击 x 0.8 的伤害 ，CD 5秒，魔攻高达50，还额外增强火系暗影系伤害。他自己还自带小火球，冷霜自身有暗影剑，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而后陈星捡起另一件装备，烈焰戒指，品阶黄金，魔法攻击加30，物理攻击加30，灼烧使武器被火焰包裹，近战攻击时对目标造成魔法攻击 x1 灼烧伤害。这枚戒指挺有意思，看上去是法系装备，实际上是物理系装备。陈星现在是75点精神，魔法伤害是37点，算上装备附加，也能额外增加60多的灼烧伤害。对于魔抗低的怪还是有一些作用的。当然，这枚戒指法系职业也可以直接使用，无视物理加30以及灼烧技能的话，光增加30点魔法伤害也极为不俗。陈星把这烈焰戒指收下，然后将火影法杖的属性展示出来。刘豆豆看到后，第一个惊叹出声：哇，黄金法杖还附带双系法术增强，好厉害！冷霜姐姐，你刚好有暗影剑，可以用得上。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觉明插了一句：阿弥陀佛，豆豆小施主，这根法杖其实你也是可以用的。刘豆豆一愣，好像确实如此。表面看他是法师，术士专属，但实际上任何精神系职业都能用。刘豆豆拿着它也可以丢小火球。现在刘豆豆在队伍里基本上只能奶一奶骷髅，魔法经常是保持满值。有它的话，确实可以增加输出。那这根法杖怎么分配呢？第100章骷髅洞回村休整。刘豆豆自然不能拿这根法杖，他身上没有护盾，如果真把怪的仇恨引过来，可又要一通鸡飞狗跳。之后冷霜更换了这根黄金品质的火影法杖，有了这根法杖，冷霜的输出顿时翻了2-3倍，暗影剑的伤害得到50点增强的同时，还多了一个小火球。现在他即便不依靠骷髅兵，单纯用这2个技能和一个法师拼输出，也丝毫不落下风。硬要说缺点的话，就是太费魔法值。冷霜暂时还没有回魔技能，只有靠道具以及战斗结束后的打坐回魔，如果进入持久战，就会出现魔法短缺的情况。收拾完地面的战利品后，
众人把目光放在石台中央，石台中央有一个长方形的地洞，地洞下面有楼梯。通过方才的系统提醒，大家知道这里是去往下一层的通道。这是大家进的第3个副本，但却是第1个多层副本。与平面地图不同，这种跨越式的地图的不确定性非常多，谁都不知道下面怪物分布是什么样子。每当遇到切换地图的情况，必须让肉盾召唤单位打头阵。当陈星踏入下层入口的时候，系统给出提示：丁，请选择你行进的方向。1. 去地下2层，继续副本。2. 回到莫岗村，保存副本。3. 回到莫岗村，结束副本，警队长可选。陈星回头问大家：要回村子里吗？觉明说：阿弥陀佛，贫僧储物格快满了，最好清空一下。但是这里离营地太远，来去怕是不方便。冷霜也说：我也是。陈星笑道：这个简单，我那间屋子里有储物箱，我们先把东西放一放。大家齐声道：好。先回村。而后5人齐刷刷地从副本中出来，回到莫岗村东的八卦阵上。刚一出来，就看到4个人围在八卦阵旁。陈星等人的出现吓了那些人一跳。我靠，怎么冒出几个人来？等他们看到陈星5人的名字后，顿时变得极为兴奋。哇，陈星、徐振东，原来是你们啊！陈星笑着与他们点点头，然后往外走去。那几人跟着陈星继续追问：你们从哪里传送过来的？你们是不是领了什么任务啊？领取条件是什么？旁边那个阿秋怎么不理睬我们？一连串的问题搞得陈星有些烦心。他停下脚步，对众人说：那是去6级副本骷髅洞的传送口，通关莫岗洞穴后可获得骷髅洞钥匙，然后就可以进去了。哪知陈星解答了他们后，他们问题更多了。6级副本这么吓人？副本怪物强度大不大？里面攻击多高？血量多少？ BOSS 猛不猛？你们出来怎么没有系统通报啊？是不是还没有通关？陈星几人好不容易走到陈星居，赶紧钻了进去，这下终于清静了。门口那几人还在碎碎念：卧槽，这个陈星居真的是陈星的房子？我说方才怎么不让我进去呢？他们有这个屋子，岂不是可以不用回营地里了？卧槽，那可太方便了。山下是5级副本，山上是6级副本，他能在这里弄到房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道理，村子里肯定有相关任务。我之前做了一个任务，使得我和莫岗村居民的亲密度加1，亲密度高了，是不是有机会获得居住权？肯定有关系。走，咱们去做任务去。走。陈星几人把东西放好后，偷偷往外查看，看到方才跟着自己的4人离开后，顿时舒了一口气。而后陈星环视村子，发现里面已经有了不少的神选者，除了自己5人，还有20-30人在里面转悠，有的在和村民攀谈，有的在周围开垦山田，有点在浇水种植。这些人之中不乏5级的神选者，他们没有抗毒装，不敢去莫岗洞穴，而在这里做任务，既安全又有经验，还能提升村民好感度，属实是一举多得。而营地频道讨论最热门的2个话题，就是什么条件能下莫岗副本，以及如何进莫岗村。陈星特意翻找了一下，发现徐强队伍还没有下副本。徐强本人毒素防御已经有100家了，但是其他人却连50家的毒防都没有。副本可是一条不归路，下去就不能回头的，所以他们还是十分谨慎的选择观望。就在陈星观看阵营消息之际，他的私信接二连三的响了。点开一看，发现徐强、陈俊杰、刘晓峰都在给他发消息，3人的信息内容大致差不多。你从副本出来了呀？有没有毒防装备？我高价购买。陈星方才进的是骷髅洞，没有掉落毒防装，倒是获得了不少魔抗、火抗装。不过虽然没有毒防装，但是他有毒防道具。于是陈星把初级抗毒药水为队伍增加30点毒防，持续2小时的效果发给了3人。然后他给这3人发去一句话：这个药水只有3瓶，一支队伍限购1瓶。你想好价格，等我出副本回你。陈星这一次没有开价，而是让他们自己决定。这玩意每天限购3瓶，在现阶段可谓是价值连城。再过些日子，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副本，就会刷出越来越多的毒防装。到时候卖毒防装的人多了，价格就不受陈星控制了。趁现在陈星掌握了毒防道具的源头，能多赚一点是一点。发完后，陈星与队友们重新进入了骷髅洞穴。陈星进入副本后，消息与外面隔绝。实际上村长那里可以购买初级秘法粉、初级利刃粉、初级抗毒药水、初级抗魔药水，这事早就被大家知晓。甚至刘晓峰小队还运了一批初级秘法粉和初级利刃粉去营地里售卖。只不过初级抗毒药水、初级抗魔药水库存一直不足，大家不知道这2种药水的刷新条件，有人还傻傻的在村长身旁等待刷新。徐强、
陈俊杰、刘晓峰现在才知道，初级抗毒药水是被陈星给抢购光了。现在他们三人面前出现一个头疼的问题：原价500粉尘的初级抗毒药水，自己到底要出价多少比较好呢？第101章骷髅洞第2层。陈星等人回到骷髅洞的时候，还是出现在1层的石台上。由于方才陈星消耗了太多的护盾，所以这一次让觉明、徐振东、骷髅兵先下去探路。过了几秒钟，陈星、冷霜、刘豆豆跟了下去。刚来到第2层，陈星看到雷光、火光在旁边闪动，环视四周后，陈星发现自己依然身处于一个石台内，只不过这个石台上没有骷髅巫师，而是3只6级普通骷髅。2只骷髅他们之前见过，坚韧骷髅、烈焰骷髅，而第3只骷髅是第1层没有过的雷霆骷髅。雷霆骷髅6级普通，生命值1800，魔法攻击240，物理防御10，魔法防御50，施法距离15米，移动速度27，技能雷电术、跳跃闪电。雷电术对目标造成288点法术伤害，跳跃闪电对目标造成240点法术伤害，并对其周围5米内的一个单位进行跳跃，最多跳跃2次，每次伤害降低 20%。 光看属性，雷霆骷髅和烈焰骷髅没有区别，但实际上雷霆骷髅比烈焰骷髅要狠。作为普通攻击手段，雷霆骷髅的雷电术比小火球要高 20%， 并且跳跃闪电是一个群体伤害，如果在开阔的地方，大家彼此可以保持一定距离来躲避闪电跳跃，但此时他们在一个狭小的台子上，基本上无法避免跳跃闪电带来的伤害。其他人有护盾倒还无所谓，但刘豆豆却经常被这个技能牵连到，于是大家优先把雷霆骷髅解决，然后再将烈焰骷髅、坚韧骷髅击杀。清理完石台上的3只骷髅后，大家这才将目光放到下面。这一层的布局与上一层大致差不多，只不过上次他们是从地图边缘往里走，而这次他们是从地图中央往外走。不过这一层的光线比之前差了许多，放眼望去并没有见到这一层的 BOSS， 看来又需要慢慢搜寻。4人把目光放到陈星身上，老板怎么走？走的线路很讲究，如果要练级，那就螺旋往外清理过去；如果要找 BOSS， 那最好是一路杀到靠墙的位置，然后沿着墙搜寻。陈星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4点半，如果全部清理这张地图的怪，恐怕没有2个小时下不来。那时候已经过了6点，铁定回不了营地，今天打的装备还要拿去营地出售呢。先杀到墙边，然后找 BOSS。 好。而后一行人找了一个怪少的方向下了石台，石台下有一只坚韧骷髅和一只雷霆骷髅。此时的陈星5人对付骷髅已经驾轻就熟，不到1分钟就将他们解决。这一次雷霆骷髅还大方了一回，掉落了一双雷系伤害加15的白银手套。然而就在陈星捡起装备准备继续前行之际，方才击杀的2只骷髅居然又爬了起来。这说明了一件事，附近有骷髅巫师，这可令人头疼了。现在陈星天赋技能还没有好，总不能就这样被这2只骷髅给绊住吧。徐振东指向身后说，方才我们在石台上击杀的骷髅没有复活，这说明骷髅巫师的施法距离到达不了那里，我们把这2只骷髅引到台上去击杀。众人齐声回应，有道理。而后他们把这2只骷髅引到台上，再度击杀。果然骷髅倒下之后没有再爬起来，之后他们依葫芦画瓢，每次遇到骷髅都带到石台上击杀。在引了5次骷髅之后，觉明终于发现了骷髅巫师的所在。骷髅巫师混迹在普通的骷髅之间，身旁总会有1-2只骷髅相伴，这种情况下要击杀骷髅巫师就非常讲究了。如果是对付普通的精英怪加普通怪的组合，通常是先击杀普通怪，然后再对付精英怪，但这个骷髅巫师会复活，那以前的套路就不能使用了，只能优先击杀骷髅巫师，再对付小喽啰。对于一般队伍，这可能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但对于陈星他们来说却没有什么大碍。等到台上骷髅尸骸被刷新后，陈星用武器投掷技能将骷髅巫师引了过来。这一次伴随骷髅巫师来的还有一只坚韧骷髅，为了避免旁边走来骷髅，他把这2只骷髅也引到了石台上。而后5人各就各位，开始攻击。坚韧骷髅那边，冷霜派出自己的骷髅兵与之单挑，刘豆豆给骷髅兵回血。骷髅兵经过2次加强，完全可以独自应对坚韧骷髅，他的输出非常高，完全不用担心被刘豆豆的治疗抢了仇恨。而其他几人则专心对付骷髅巫师。骷髅巫师基本属性如下：8000血、15000魔、260魔攻、30物防、60魔防。看上去他的属性很一般，不过他的3个技能都非常恶心。骷髅复生，消耗200点魔法值，复活周围50米范围的所有骷髅 ，CD 3秒。200点魔法的群体复活，恶心至极。
他的魔法值高达15000点魔法，可以复活75次，十分夸张。火球术消耗50点魔法值，对一个目标造成260点魔法伤害 ，CD 1.5秒。BOSS 主要攻击手段：火焰护盾消耗100点魔法值，为自己增加30点物理防御，并对周围5米范围的所有敌方单位每秒造成80点魔法伤害，持续3分钟 ，CD 1分钟。这个技能简直是近战职业的克星。骷髅巫师虽然是6级精英，但是由于他是法系职业，所以生命值、物理防御并不是很高。又因为火焰护盾技能的存在，他其实并不太害怕近战物理攻击。而陈星这一队的3个主力全是近战，照理来说会被这个技能给恶心到，但陈星魔抗高达240，不会被火焰火盾给伤害到。而觉明、徐振东则仗着有高额护盾，根本不把这点伤害当回事。至于冷霜，则是不停地释放暗影剑、小火球。虽然 BOSS 有60点魔抗，但法伤破百的冷霜依然在前期打出第1 DPS， 每秒输出。作为一个骷髅召唤师，冷霜难得享受了法爷的待遇。不过伴随魔法值的枯竭，冷霜瞬间萎靡了。好在其他人的输出也很给力，直到战斗结束的时候，陈星的输出才勉强与冷霜齐平。第102章，骷髅洞一柄杠无效。没一会，骷髅巫师就栽倒在地。这只骷髅巫师没有像第1层的那只那样爆出黄金装备，仅仅出了2件白银装。虽然2只骷髅巫师属性相同，但是地位完全不一样。解决完这一波骷髅巫师后，陈星他们继续沿着方才的线路往前行。不久又遇到2只骷髅怪，为了检验周围有没有骷髅巫师，他们直接当场将其解决。而这2只骷髅没有被复活，就这样一路杀到墙壁处，也没有遇到骷髅被复活的情况。好消息是，附近的区域没有骷髅巫师。坏消息是没有找到出口和 BOSS， 看来还要继续搜寻。要往哪个方向走呢？就在大家等待陈星指定方向之际，徐振东突然说出一个数字：100米。众人忙问：什么100米？徐振东说：从方才的石台到这里有100米。假使石台在房间的中央的话，也就意味着这个房间的边长是200米。我记得第1层的房间边长是100米。刘豆豆说：那么第2层的是第1层的2倍大。徐振东摇头：不是4倍大。啊！刘豆豆挠了挠脑袋。徐振东没有心思给他科普小学数学题，于是接着说：现在可以肯定6点之前不可能完整探索整个地图，我们只能碰运气，看能不能早点遇到 BOSS。 这一次陈星把决定权交给徐振东，那你来带路吧。好，我感觉 BOSS 不是在房间中央，为了减少遇到骷髅巫师的概率，我们还是贴墙走。而后5人贴着墙顺时针行去，直到他们到达墙角的时候，一共消灭了10只骷髅。路上没有遇到骷髅巫师，也没有遇到其他 BOSS。 而后他们拐了个弯，沿着另一面墙行走。这一次他们运气不错，在他们走到中央时，突然发现左边墙壁出现一个10米的缺口，里面似乎是一个小房间。众人看到这个缺口，顿时心中一喜。毫无疑问，里面要么是通往下一层的入口，要么是骷髅洞的关底 BOSS。 陈星看了下自己的天赋，已经准备就绪，于是对4个队友说：我和觉明打头，冷霜、豆豆走中间，徐振东压后。我天赋技能已经好了，如果 BOSS 出来，我直接秒杀他。众人点头：好的，老板。而后陈星和觉明双双走了进去。刚走入房间，众人突然感觉眼前一亮，屋内的光线十分明亮，强度起码有50，比得上阴天的亮度。里面的事物一览无余。房间不大，约莫50米乘50米。最里面那堵墙的正中摆放着一把高背椅，一个身穿红袍的骷髅正在椅子上打盹。骷髅的扶手旁靠着一把近2米长的大剑。骷髅的脚下是一张3米宽的红地毯，一直延伸到陈星等人脚下。房间内没有别的怪，但是在红地毯的2侧散落了2堆骷髅骨头。2堆骷髅的颜色并不一样，一堆是红色，一堆是黄色。陈星反复查看屋子的各个角落，确认并没有其他的怪。当5人全都走进屋子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声响。众人连忙回头，发现入口已经被一个魔法阵给堵住了。不用说，又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战斗。而后陈星低声对众人说：你们就在这里等着，我上去秒杀 BOSS。 正在陈星准备上前，冷霜突然喊住了他：老板，小心旁边那2堆骷髅可能会出现状况。好，知道了。陈星虽然这般答复，但实际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就算那2堆骷髅钻出怪来，大不了一起秒杀就是。他提着金丝大环刀缓步往前方靠近。那个骷髅怪一直坐在位置上没有动弹。不一会，陈星终于可以查看 BOSS 的状态。沉沦的鲁皮6级头领，生命值15000，物理攻击350，物理防御60，
移动速度30，技能纯物理系的 BOSS， 并且没有魔防，看来法师职业更容易对付他。陈星看了 BOSS 的属性后，很快就被他的名字吸引了，总感觉有些眼熟。鲁皮，好像在哪见过这个名字。此时，陈星进入了 BOSS 的仇恨范围。鲁皮握起旁边的长剑，站了起来，而后他举起手中的长剑，指着陈星，缓缓地说了一句台词：结。狮王大人新的养料来了。陈星不管他说什么鬼台词，在他与对方相距5、6米的时候，释放了自己的天赋技能10000杠，一道光柱出现，瞬间将这沉沦的鲁皮吞没。鲁皮头上顿时出现一个高额伤害15000，直接秒杀。就在陈星准备翻找通关奖品的时候，系统突然给出一个特别的提示：叮，触发鲁皮复苏技能，5分钟后鲁皮将复活。卧槽，这 BOSS 竟然有复活技能，这么赖皮！但是为什么是5分钟后复活？有什么讲究吗？就在陈星一头雾水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咯吱声。他回头一看，发现红地毯两旁的骷髅堆突然自动组合，眨眼间，一红一黄两只骷髅站了起来。红色的那只和烈焰骷髅有些像，黄色的那只和坚韧骷髅有些像。之所以说像，是因为它们并不是普通骷髅，而是2只骷髅精英。强化烈焰骷髅6级精英，生命值8000，魔法攻击300，物理防御10，魔法防御50，施法距离15米，移动速度27，技能小火球、大火球，双重施法。强化坚韧骷髅6级精英，生命值10000，物理攻击300，物理防御50，物理免伤20%，移动速度29，技能连环3刀跳劈。看到这2只骷髅，陈星突然知道为什么 BOSS 是5分钟后复活了。5分钟之内一定要解决这2个精英怪，不然就要面对3个 BOSS。这是陈星第一次施展了一柄技能却没能结束战斗的 BOSS， 或许未来会遇到越来越多不怕被秒杀的 BOSS。第103章骷髅洞击杀双精英。由于附近没有其他单位，所以2个骷髅精英站起身后，第一时间把目光瞄准了陈星。强化坚韧骷髅双腿一蹬，凌空跃起，然后手举大刀砍向陈星。这是他的伤害加位移技跳劈。跳劈跳到15米内的一个目标跟前，并对其造成物理攻击 X180%的伤害。陈星连忙举刀格挡，负228护盾吸收。陈星高达285的物防，外带100加的力量，居然还是吃了这么高的伤害。落地后，强化坚韧骷髅的大刀立刻上下翻飞，刷刷刷，大刀分别从上、中、下3路砍来。这是他的另一个技能连环3刀。连环3刀对目标连续挥砍3刀，分别造成100%、80%、60%伤害。陈星连忙用手中大刀格挡，当当当，全部格挡成功。从表面来看，这一招的伤害比跳劈要高，但它是分段计算伤害的，每一次都需要折扣装备、格挡等数据，所以这3刀反倒没有对陈星造成伤害。在强化坚韧骷髅进攻陈星的同时，强化烈焰骷髅也对陈星发动了进攻。他先是对着陈星瞬发，瞬间释放了一颗小火球，小火球对目标造成等魔法攻击 X1 的伤害。此时的陈星正在应付强化坚韧骷髅，小火球稳稳命中，负55护盾吸收。紧接着强化烈焰骷髅继续施展火球，而这一次他开始了施法吟唱，这是施展大火球的前奏。大火球对目标造成魔法攻击 X150% 伤害。1.5秒后吟唱结束，强化骷髅头上突然冒出一个红色文字提醒：双重施法。双重施法，施展法术时有 10% 几率出现双重施法。紧接着强化烈焰骷髅挥舞手中的法杖，2颗巨大的火球冲向陈星。双重施法加大火球，负205护盾吸收，负205护盾吸收。仅仅一眨眼的功夫，2只骷髅造成了总计2460点的伤害。即便陈星防御很高，285物防，近245魔防，但还是受到近700伤害。就在2只骷髅精英准备对陈星围殴之际，徐振东等人跟了上来。由于强化烈焰骷髅有双重施法这个技能的存在，所以优先对付，而陈星一人则单挑强化坚韧骷髅，输出是其次，少受到伤害才是关键。此时他身上的生命护盾不足3000点，待会还要对抗复活的大 BOSS， 必须省着点用。2头精英看似凶狠，但在这些顶着高额护盾的人面前，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全队受到伤害最多的莫过于冷霜的盔甲骷髅。冷霜的骷髅天生害怕火系法术，
被火系法术击中会有 30% 的额外伤害。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强化烈焰骷髅特别喜欢对铠甲骷髅丢火球。300伤害的小火球，铠甲骷髅会损失390血；450伤害的大火球，它会损失585血。虽然有刘豆豆在旁边给他回血，但铠甲骷髅还是撑不住多久，倒塌了。冷霜又一次召唤铠甲骷髅，但还是没有站住。这一次，冷霜的召唤技能进入了 CD， 无法立刻召唤。不过，没有等到冷霜召唤第3只铠甲骷髅，强化烈焰骷髅自己承受不住众人的围殴，轰然倒塌。叮！你的队伍击杀强化烈焰骷髅，你获得60点经验，越级杀怪，额外获得10点经验。这个烈焰骷髅十分大方，居然掉落了一件黄金级的项链。强化烈焰项链，品阶黄金，精神加80，火系法术伤害加20，高温火焰激活时火系法术伤害额外加10，火系法术魔法消耗加2，80点精神相当于提升40点法系伤害，而且还有额外的左圆括号20+10右圆括号火系伤害效果。搭配冷霜手里的火影法杖简直是绝配。美中不足的是，这是一根项链，冷霜要是戴上它就不能用骷髅项链了。不过冷霜很快就释然，反正骷髅项链进入了 CD， 先用这根项链打 BOSS 先。于是冷霜把脖子上的骷髅项链换成这根强化烈焰项链，他的法伤又提升了一大截，但也同时更加缺魔了。解决完强化烈焰骷髅后，众人转手去帮陈星对付强化坚韧骷髅。强化坚韧骷髅有50点物防， 25%里免伤，所以众人打得比方才的强化烈焰骷髅耗时长了许多。烈焰骷髅花了他们80秒的时间，而强化坚韧骷髅花了他们150秒的时间。最终大家一共花了近4分钟的时间消灭这2只骷髅精英。强化坚韧骷髅死后也掉落了一件黄金装备，坚韧铠甲，品质黄金，物理防御加120，魔法防御加30，强化防御激活时全身物理防御加50，同时攻击速度下降 20%， 持续8秒 ，CD 30秒。陈星看了一眼后，对比了一下自己身上的铠甲，然后让给觉明和徐振东了。他身上有紫金级的鲁皮铠甲，比这个要高一个品阶。鲁皮铠甲，陈星一愣，而后他把目光放在即将复活的 BOSS 身上，沉沦的鲁皮。陈星的脑海突然急速转了起来。卧槽，我说这 BOSS 名字怎么这么熟呢？原来和我身上的铠甲同名。我这个铠甲和这 BOSS 有什么关系？堕落的鲁皮，难道他以前是莫岗村村民不成？待会回去问一问村长，说不定会遇到什么任务。1分钟后，鲁皮死亡的地方突然出现一道紫色光芒，紧接着空气中响起一阵骨头碰撞带来的咯吱咯吱声，地上的骨架很快就重组成功， BOSS 重新又站了起来。复活的 BOSS 没有立刻展开攻击，而是用阴森的嗓音对众人说：凡人，你们没想到吧，我又活过来了。游戏已经结束，我将会施展我真正的实力，感受我的怒火吧。地冲剑 BOSS 话音刚落，手中巨剑猛然往地上一插，大家没有感到任何异样。就在众人以为 BOSS 是在故弄玄虚之际，突然感觉脚底下传来一阵炙热，轰轰，5道光柱从地底出现，冲向5人。第104章骷髅洞，鲁皮的掉落品，一条现身。觉明、陈星同时大喊：快闪！2人喊话的同时，双双跳到一旁。在他们离开的一瞬间，2道古剑冲天而出。不过这2道光柱并没有对他们2人造成伤害，而徐振东、冷霜、刘豆豆就没有那么好的身手，直接被古剑命中。这一招是 BOSS 的 AOE 技能地冲剑。地冲剑对区域内的所有单位脚下召唤一把古剑，对其造成物理攻击 X 120%的伤害。由于攻击来自脚下，所以无法格挡，只能躲避。一旦击中，只会计算鞋子的防御数据，而鞋子多是提供移速，极少提供防御。即便是陈星黄金级的狮虫母之靴，也没有增加1点物防，所以这一招一旦命中，几乎就是全额伤害。负420，徐振东护盾吸收；负420，冷霜护盾吸收；负420，刘豆豆。徐振东、冷霜有护盾，没有太大感觉，唯独刘豆豆实打实的损失生命值。好在有鼠王冠和强体光环的保护，刘豆豆生命值只损失了不到1/4。之后众人将 BOSS 围住，对其开展攻击。战斗过程中 BOSS 又施展了几次地冲剑，很快大家摸清了地冲剑的范围。这一招并不是全凭无死角攻击，它只会对 BOSS 正面180度的敌人脚底下召唤古剑，而且这一招施法前摇很明显，需要 BOSS 将古剑插入地下。大家算准时机躲开它并不是很困难，不过 BOSS 并不是只会这一招，
当 BOSS 生命值下降了 30% 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技能舵击。舵击对周围造成150点魔法伤害，且使其移速下降10点。这一招伤害虽然不是很高，但是降低移速非常恶心，尤其是配合地冲剑施展的时候，更加让人难以躲避。不过此时大家摸清了地冲剑的范围， BOSS 正面只站了陈星和觉明两人，其他人都躲到了 BOSS 身后，这样即便因舵击降低了移速，也不会被地冲剑伤害到。大家有条不紊地继续围攻 BOSS。 这一次的战斗中，冷霜的输出遥遥领先，打到中途的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停下攻击，以免吸引到 BOSS 仇恨。停下攻击的时候，他顺势服用回魔药剂恢复魔法。面对关底 BOSS， 他自然不会再节约这些药，只要服药 CD 一到就立马灌下一瓶。当 BOSS 生命值还有3000的时候，他的魔法值已经见底，回魔药剂也都挥霍一空。之后他将刘豆豆的回魔药剂也要了过来，这才勉强坚持住。沉沦的鲁皮在后期并没有增加奇怪的技能，只是攻击速度、攻击力比之前上升了 20%。 陈星的生命护盾也在这段时间被 BOSS 给消耗了，于是觉明代替陈星去抗 BOSS 伤害。战斗了约莫6-7分钟，在冷霜丢下一记小火球之后，沉沦的鲁皮终于倒下了。陈星收到系统消息，丁，你的队伍击杀沉沦的鲁皮，你获得192点经验，越级击杀，额外获得32点经验。丁，你已升至6级，打了这么久，终于升级了。其他4人还是5级，但也快了。与其他的副本关底 BOSS 一样，沉沦的鲁皮没有大爆，而是掉落了2件物品和一个大宝箱。陈星没有去管宝箱，而是把地上的物品捡了起来。丁，你获得鲁皮的心脏为1。丁，你获得鲁皮的信件为1。鲁皮的心脏，恶臭的心脏。鲁皮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心脏依然在跳动。鲁皮的信件上面写着哥哥亲戚。鲁皮好像很在乎自己的隐私，并不喜欢别人偷看自己的信件。陈星看着鲁皮信件的介绍，心里有些疑惑。哥哥亲戚，他的哥哥是谁？鲁皮、鲁斯？难道想通其中关联？陈星变得兴奋起来。不用说，这个任务 99% 是关联鲁斯的。正想着怎么去找鲁斯呢，这就来了任务品。收好这2件物品后，陈星来到宝箱旁，将其打开。丁，你获得骷髅手套黄金。骷髅手套品阶黄金，物理防御加30，魔法防御加30，力量加30，黄金级手套非常不错。陈星立马将犬王手套白银、物防、魔防加15换下，换上骷髅手套。物防、魔防、力量都上升了。属于陈星的物品不止这一件，还有一个小方块。丁，你获得专属物品1条，终于出专属了，而且是从没见过的1条。它会是什么属性呢？1条，材质木头，功能学习技能雷霆之击，1条为消耗品，使用即消失。1条竟然是技能，这大大出乎了陈星的意外，而且它居然是消耗品，和春倒是很相似。陈星当即使用这张1条，系统立刻发来提醒：丁，你掌握雷霆之击。雷霆之击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雷霆一击，对目标额外造成魔法攻击 X2 的伤害，物理攻击附带魔法伤害，还是触发式的，这是不是太弱了点？不过仔细一想，陈星明白了这个技能的优势。现阶段来说，雷霆之击的伤害肯定比不上一柄，但雷霆之击是成长性的，而且它的伤害系数是魔攻的2倍。这个伤害系数让那些法师看到恐怕要惊掉下巴。法师的法术技能的系数大多在 0.8 至 1.5，2倍伤害系数的法术估计整个营地都没有出现。这仅仅是一张1条而已，如果合成对碰嘎，甚至升级到象牙材质，那它的威力恐怕会更加的夸张。唯一与现阶段陈星不太搭的是手中的武器，触发式技能需要依靠高攻速，而他2-3秒才能砍一刀的金丝大环刀显然不属于此类。高攻速的应该是匕首、短剑、拳套之类的，将来如果遇到趁手的武器再说吧。在陈星开启宝箱之后，其他人也先后从宝箱拿到自己的装备，每个人都喜形于色。刘豆豆表现得尤为强烈。第105章夜宿莫岗村，刘豆豆得到了一件专属道具钩芒胸针。据钩芒胸针死亡时可以在原地或据点复活 CD 120小时，专属物品，不可交易，不能掉落。竟然是复活！见到这个道具，不仅是刘豆豆，就连大家都异常兴奋。从进入神选之地到现在，所有人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大家知道这里和现实世界一样，死了就真的死了。虽然有人幻想过复活技能，
但从没有听谁说成功获得这类技能。没想到刘豆豆居然在这里获得了自带复活的专属道具。虽然目前只能复活自己，但结合冷霜的项链可以知道，专属物品是可以升级的，说不定将来就能复活队友了呢。这个道具的出现，给了众人一个信心：神选之地是可以复活的。除了刘豆豆，冷霜的骷髅兵也再次加强，觉明、徐振东也有大幅提升。收拾完战利品后，众人把目光放到房间的其他地方。鲁皮死后，他的桌椅旁亮了一个传送阵。陈星踏上去后，立刻收到系统消息：丁，请选择行进的方向。1. 去狮王殿，暂时不满足村长条件，不建议进入。2. 回到莫岗村，保存副本。3. 回到莫岗村，结束副本。本副本通关结算奖励500陈，3500经验。结束副本后，副本重置，该副本每天可重置2次。果然，这里可以直接去狮王殿。先前进骷髅洞时，系统提示这是一个连环副本，应该是指狮王殿是一个副本中的副本。为什么提示说不满足村长的条件？去狮王殿要什么条件？等级？特殊道具？陈星略微思考，决定还是听从系统的建议。副本反正每天可以重置2次，今天要是不结束，明天就少了一次重置副本的次数。徐振东，我们结束副本，明天再来。好的，老板。而后，徐振东带着队伍结束了这次骷髅洞之行。离开骷髅洞的时候，5人都收到了系统提醒：丁，你已通关6级副本骷髅洞，获得通关奖励500陈，3500经验。徐振东、觉明、冷霜、刘豆豆4人身上金光一闪，也升到了6级。而陈星比他们多收到一个任务：丁，你已完成任务，探索骷髅洞，快去村长那里领取奖励吧。紧接着，系统发出全营地通告：丁，神选者陈星、徐振东、觉明、冷霜、刘豆豆完成骷髅洞副本首通，额外奖励500陈，3500经验。面对这个系统通告，众人与之前的反应有些不太一样。出来了，终于出来了！他们真的是去了骷髅洞副本。先前的几个家伙没有瞎说。我靠，好牛啊！6级副本都通关了。妈的，老子现在连5级的莫岗洞穴副本都不敢进，他们居然把6级骷髅洞副本都通关了。环莫岗洞穴副本，营地洞穴都有很多人没有完整通关。我有个朋友全队升到了4级，以为能够通关营地洞穴，结果全死在斯塔克手里了。等级虽然很重要，但是装备更重要。只有等级，没有装备，那也是白给。陈星大大，快回营地啊！我在等着你的装备呢。陈星大大，我攒了1天的陈，就是为了等你们。徐振东大大，鼠王帽还有吗？众人自然没有功夫理会频道里的人。徐振东对陈星说：老板，我要回营地，你怎么安排？现在是5点半，如果一路赶回去，不理会路上的怪的话，还是能够回到营地的。陈星惦记明天村长刷新的初级抗毒药水和初级抗魔药剂，不想回去。但是如果自己不回去，这些人也没办法把今天的战利品运回去。陈星灵光一闪，然后对众人说：走，我们先回房子里取东西。5人离开传送阵，前往陈星居。当他们路过阿秋的时候，阿秋突然开口说起话来：6点之后，如果有外人在村内游荡，将遭到驱逐。这话自然是说给徐振东他们4人听的。这时众人才发现，村子里的神选者已经寥寥无几，想来都被村民警示过了。而后5人来到陈星居，陈星把之前大家放在里面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然后他从腰带空间拿出自己的必需品，放入箱子中，再将腰带交给徐振东。这腰带里有500立方分米的空间，可以装不少东西，你今天带去营地吧。好。徐振东略微迟疑，然后接过腰包。陈星特别叮嘱徐振东，初级抗毒药水被人预定了，待会我把价格发给你，你代替我和他们交易。明白。徐振东等人迅速把东西收拾好，然后离开了莫岗村。就在这时，陈星先后收到了徐强、陈俊杰、刘晓峰发来的消息：徐强、陈星兄弟出来了啊！初级抗毒药水3000陈，卖不？陈俊杰，初级抗毒药水3200陈，怎么样？刘晓峰，陈星兄弟3100陈，让给我1瓶初级抗毒药水，行吗？一次性的药水要花3000多陈，属实不低。但这些人早就算好了，第一次用抗毒药水通关，之后通过打怪、杀 BOSS 之后，就可以给队友更新抗毒装，然后就能够自给自足了。再刷几次，还能把抗毒装拿出来卖给其他人回本。看上去花3000多陈买1瓶药水，实际上是给自己队伍买了一张通关通行证。陈星自然也明白他们的意图，所以略微抬了一下价格，3500一瓶。3人没有讲价，直接答应陈星 OK。 陈星说待会徐振东会去营地找他交易就行。好的。而后
陈星把3人的报价发给徐振东。处理完这件事之后，陈星便在村子里溜达起来。此时的莫岗村里除了陈星，已经没有其他神选者，就连村民们大多都进了屋子。白天还热热闹闹的村子，一下就变得冷清下来。第106章鲁皮的过往。不一会，陈星来到村长家。此时村长没在院内，而是在屋内大厅坐着。陈星身上有封印狮王任务的第2阶段探索骷髅洞，而且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不过陈星并不是为了这个任务而来。第1阶段的获取骷髅洞钥匙任务，徐振东等人也获得了低自己1级的奖励，相信第2阶段任务也可以给他们带来收益。所以探索骷髅洞任务他打算明天再提交。他现在找村长是为了鲁皮而来，为此他还特意带来了鲁皮的心脏以及鲁皮的信件。这2件物品都有唯一标识，肯定会有隐藏任务在里面。走进屋内后，陈星直接与村长打招呼：村长。村长笑呵呵地看着陈星，原来是陈星啊，今晚在村里过夜吗？是的。而后陈星不再绕弯，直入主题：村长，你知道鲁皮这个人吗？鲁皮。村长听到陈星提起此人，脸色顿时僵住了。陈星见村长这副模样，知道自己没有问错人。我在骷髅洞穴发现一个名叫陈伦的鲁皮守在狮王殿前，打败他之后，我从尸体上找到这2样东西。陈星说着，将在洞穴内获得的鲁皮的心脏以及鲁皮的信件拿了出来。村长听到陈星的话后，脸色突然一变：什么？鲁皮竟然沦为了狮王的走狗？村长的反应让陈星略感意外，怎么村长都不知道这件事？于是他接着询问：村长，到底是怎么回事？鲁皮的信件是写给他哥哥的，他哥哥又是谁？村长没有理会鲁皮的心脏，而是接过鲁皮的信件，看起封面来。看了一会，村长把信件交还给陈星。没错，这是鲁皮的字，字迹很工整，说明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还很清醒。陈星接过信件，没有再催促村长，而是等他讲述过往。村长没有急着与陈星讲述鲁皮的事，他不知从哪摸出一根旱烟，将烟丝放了进去，将其点燃。在深深吸了一口烟之后，村长开始讲述鲁皮的故事来。鲁皮是鲁斯的弟弟，当年也是对抗斯内克的一员。如果单论勇敢和坚毅，他并不比鲁斯差多少。不幸的是，他和我一样，也在那场战斗中中了斯内克的魔毒。但与我不同的是，魔毒侵蚀了鲁皮的大脑。起初，鲁皮的表现很平常，只是偶尔头疼。之后几年，他的症状越来越重，头疼的程度也越来越厉害，有时甚至会痛得直接晕厥过去。再然后，他的神智开始变得不清，整日说着释放狮王、拯救斯内克之类的胡话。眼见他越来越疯癫，于是我们一致决定将他关在村东的屋子里。陈星心想，村东的屋子，莫不就是我住的那间？原本我们只是把他关在里面，然后村民们轮流去送菜送饭。但当他把一个送饭的村民打伤之后，我们就决定把他锁起来。哪知过了不到半年，鲁皮突然消失。我原以为是哪个村民忍受不了鲁皮的行为，于是把他给……直到今天听你说，我才知道他去了骷髅洞内。或许在他看来，与其当一个骷髅，也比忍受斯内克的魔毒要强吧。唉，村长深深叹了口气。之后村长没再说鲁皮的事，看来相关任务不在他这里领取。而后陈星告别了村长，缓缓走向自己的屋子。他的步伐非常缓慢，心情也十分沉重。听完鲁皮的故事后，他心里总感觉被什么东西堵着，十分难受。鲁皮明明和鲁斯村长一样是拯救村子的大英雄，但却因为种种事情成为了狮王的爪牙。村长虽然也遭受魔毒，但是毕竟意识清醒，还可以给村子做决断，所以他成为受人爱戴的人物。而鲁皮却因为魔毒入侵大脑，导致思想行为变得怪异。方才从村长闪烁的话语里可以听到，后期村民们对鲁皮已经达到了相当不满的程度，甚至村长都一度认为是村民偷偷害死了鲁皮。至于鲁皮是怎么去的骷髅洞，暂时还不知，或许是鲁皮自己过去的，也或许是村民送过去的。信里面可能有答案。要拆开这封信吗？陈星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如果因为满足自己好奇心而破坏了这件唯一的道具，那可就得不偿失了。进入到屋子后，陈星脑海还在想着鲁皮、鲁斯的事情。鲁斯离开村子，会不会和弟弟的病有关呢？鲁斯自己有没有被魔毒侵染？这么多年，鲁斯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村子？一个又一个问题出现在陈星脑海，使得他头昏脑胀。最后他干脆不再理会，把鲁皮的心脏、鲁皮的信件一起丢进了储物箱。而后他躺到床上，看着营地频道的聊天。神选者的聊天内容没有什么营养，只是有一条系统消息他有留意到：丁，营地任务镇压斯内克已完成。
能顺利完成这个任务，蜀王冠发挥了相当不俗的作用。大家在营地频道里都没太把这个任务当回事，以为它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但陈星知道斯内克迟早会复苏，然后对营地发难。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就是营地内的最终 BOSS。10级营地 BOSS 还自带魔器，陈星想一想就头疼。现在只希望他慢一点复苏，给大家多一些成长的时间。关掉聊天频道，陈星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合成页面上。今天多了一个新麻将一条，现在是时候把它进行升级了。陈星今天卖了5顶蜀王冠，薅了徐强3000陈信息费，卖了抗毒装备，又刷了3次莫港洞穴副本，1次骷髅洞副本，其中还有2次手通的额外奖励，再加上中途刷怪的掉落，陈星现在身上的粉尘又有33000加，这还不包括4瓶初级抗毒药水的钱。这些尘用来干什么呢？看了下可合成的各个麻将，陈星把目光放到一条和白上面，到底是优先合成一条，还是优先和白？第107章遭贼。白，基础属性加5 10000陈，一条学习升级雷霆之击技能5000陈。最终陈星决定先把白合了，一方面身上的33000陈可以将白合成杠，另一方面是手中的大刀攻速太慢，不适合触发雷霆之击，等换了攻速类武器再升级雷霆之击也不迟。合成3个白之后，陈星还剩3000多陈。白杠木质，基础4维属性加20，同时象牙材质的白也出现在合成页面了。果不其然，合成需要4万粉尘。陈星自身的基础4维都是10点，白天冷霜还了一颗初级基础属性丹给他，基础4维加1，再加上这个白杠基础4维加20，所以陈星目前的基础4维都是31。目前他是6级，自身属性是186点，结合装备加成，他的4维属性如下：体质236，力量236，精神186，敏捷186。算上蜀王冠的500生命值，他的总生命值高达2860，加上金丝大环刀的80点物攻，烈焰戒指30物攻，他的总物理攻击有228。这样的属性才令人感到踏实吗？即便没有一柄1万，也可以独当一面。今天打鲁皮的时候，一柄这个技能几乎没有发挥什么太大效果。当时陈星心里已经有了预感，将来的 BOSS 或许也会有各种手段防止被秒杀。鲁皮的复活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属性提上去才是最实在的。别人要是知道他现在的属性，肯定会跳起脚骂娘。普通玩家的基础属性最高也就10点左右，最多不过15点。营地最高等级也就5级，不过70多点，与陈星186点自身属性简直是相差天壤之别。而且别人基础属性不可能每一样都这么高，大多是某1、2样到达10或者超过10，其他都低于10甚至低于5。陈星却每一样都齐头并进。说句不夸张的，他如果学一个小火球技能，可以吊打营地内所有的法师。把合成的事情搞定后，陈星舒了一口气。今天的收获真不少。任务品斯塔克的蛇胆已完成，领了封印狮王任务，完成了2个阶段的任务，获得鲁皮的心脏、鲁皮的信件，任务未领取。营地的镇压斯内克已完成，营地任务。装备紫金1件，鲁斯吊坠，黄金4件，烈焰戒指，骷髅手套，玛瑙手镯，狮虫母之靴。专属道具新增1条。副本5级莫港洞穴已通关，6级骷髅洞已通关，7级僵尸殿未进入。除此之外，还有莫港村亲密、莫港村房子以及鲁斯、鲁皮的相关信息等等。第3天收获满满。但是这就完了吗？陈星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当他想到方才村长话语的时候，猛然坐起了身。方才村长说鲁皮以前就关在村东的屋子里，会不会就是自己住的这一间？陈星连忙打开夜明珠，查看其屋内来。这间房虽然陈旧，但是墙壁被粉刷过，根本看不出以前的痕迹。不过陈星并没有放弃，而是仔细搜索起来。终于他在卧室的2面墙上摸到了2个突出之物，将墙上的粉刷扣掉之后，终于看到了不属于寻常房间的东西——铁扣，而且2面各有一个。看到这一对铁扣，陈星可以确认，这就是曾经关押鲁皮的房间。问题是，这个发现有什么用呢？这个和鲁皮、鲁班的任务有关联吗？陈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如果自己放任不管，肯定睡不着觉。于是他开始在屋内翻箱倒柜的寻找起来。他也不知道要找什么，只知道要把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搜索一遍。床搬开，桌子挪开，箱子移开。忙活了3、4个小时，陈星除了看到之前的铁扣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最后陈星还是放弃了。
他将东西都物归原位，关掉夜明珠，再次躺在床上。此时已经接近晚上10点，营地的不少神选者已经睡着，为了明天的生存养精蓄锐，但陈星却迟迟睡不着觉。有一个问题一直悬在他的脑海：鲁皮是怎么去骷髅洞的？他被铁链锁着，不可能出得去，肯定是有人放他出去的。到底是谁呢？就在这个时候，陈星突然感觉周围温度大降，好像一瞬间就进入了寒冬一般。陈星缩了缩身子，第一次在神选之地感到冷，难不成以后还要买棉衣棉被吗？就找这时，窗户突然出现咯咯声。陈星抬头看向窗外，有一个影子映照在窗户上，一闪即逝。什么人？陈星差点喊出了声，但最后他还是忍住了。喵！外面响起一声猫叫，但是陈星听得出，那是一个人拙劣模仿出来的。过了几分钟，外面没有任何动静，陈星心中不免有了疑惑，奇怪，难道只是一个人恰巧路过吗？就在这时，一根棍子从大厅的门缝中伸进，然后往上一拨，门栓当即被那棍子抬了上去，紧接着门吱呀一声被打开，而后一个人影从门外鬼鬼祟祟地走了进来。此时的陈星心中既震惊又兴奋。震惊的是，屋子竟然不安全，外人能够进来；兴奋的是，贼人找上门来，自己肯定能遇到新的任务。他悄悄捏着金丝大环刀，准备对那贼人发起突袭。那贼人进屋后，直接来到陈星所在的房间。他瞄了一眼陈星，然后缓步来到屋内的储物箱旁。正在他准备开启箱子之际，陈星突然发难，对着那贼人就是一刀。叮当！金丝大环刀的声音刚响起，大刀已经砍向了那人背后。那人连忙放弃打开宝箱的动作，侧身往旁边一闪，唰，没砍中。那贼人没和陈星在屋内硬拼，直接回过头往外奔去。陈星连忙追出去，却见那人一闪身，眨眼就消失在漆黑的夜里。他很想追上前，但还是忍住了。他不能离开屋子，怕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回到屋中后，陈星打开夜明珠，把门关好，并且在门栓上钉了2个钉子。而后他缓步卧室。说实话，他有些后悔没有施展出一柄技能。他当时担心的是，自己如果在屋内施展一柄，会不会把屋子给拆了。现在想来，与其把屋子拆了，不如把那贼人留下。就在这时，陈星在地上看到一块玉佩。第108章第4天，找村长寻贼人。地上有一块玉佩，一块碎布以及一滴鲜血，显然这都是贼人留下的。陈星心中一喜，连忙将地上的玉佩和粗布捡起。碎布、麻布衣服的一角，翡翠玉佩归属不详，没有功能属性，也不知道是谁的。陈星反复查看，始终看不出名堂。最后他将其揣入了口袋。经过此事，陈星睡意全无。他坐在床上琢磨着方才的小偷。小偷会是谁呢？首先排除神选者。以神选者角度来说，这间屋子是有权限的，没有自己同意，外人无法进入。而且神选者不会因为被砍一刀就掉落装备下来，所以只能是原住民了。这里在莫岗山顶，还有人看守上山之路，外人几乎不可能进来，所以那小偷必然是莫岗村民。那他过来干什么的呢？谋害自己？不对，小偷并没有对床上的自己动手，而是翻找宝箱。宝箱里有什么值得他偷的呢？陈星心念一动，顿时想明白了对方的来历，偷鲁皮的心脏和鲁皮的信件。傍晚的时候，陈星手里拿着这2样东西去找村长，路上肯定被村民们看到了。于是那村民动了歹念，要窃取这2样东西。究竟是哪个村民？对于这个问题，陈星就不劳神了。他才来村子1天，人都分不清楚，哪里猜得到是谁？明天天亮的时候去找村长问问吧。理清其中关系，陈星心中顿时一阵舒坦。方才还在想鲁皮的任务没有线索，这小偷居然主动送上门，看来明天又有的忙了。而后陈星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有了方才小偷的事件，让他对屋子彻底失去了安全感，几乎每隔半个小时就要醒一次。这一晚，陈星自己都不知道醒了多少回。直到天亮的时候，他还是感觉自己迷迷糊糊的。早上6点，系统发来消息：叮，恭喜各位成功度过第3日，你们离成神之日又近了一步。今日营地任务：搜寻营地护照能量0100。营地护照能源之所以短缺，是因为受到斯内克爪牙的窃取，请在周围找到斯内克的爪牙，从其身上回护照地能量。斯内克爪牙所在之地：莫岗洞穴5级副本，骷髅洞6级副本，狮王殿7级副本。提醒：如果集齐能量，营地将不会遭受怪物入侵。陈星看到这个营地任务，挠了挠头，护照能量，自己昨天通关副本怎么就没有遇到呢？可能今天才刷新吧。对于这个任务，
营地的众人自然免不了热议。哈哈，以后晚上不用躲进帐篷里了。对啊，5个人住一个帐篷，简直太挤了。那我之前花钱买的帐篷床位岂不是白买了？什么叫白买了？没有帐篷床位的话，你前3天怎么活过来？喂，你们是不是太乐观了？搞得好像今天的营地任务能完成似的。哼，护盾能量都在5级副本，我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升到了5级。我看了一下等级排行榜，抛开陈星、徐振东那5个变态升到了6级，还有28人升到5级。这些人还不是说进就能进的，没有抗毒装去副本就是死。通关一次副本有多少点能量？到底需要多少队伍通关副本？这些都不知道。所以说，今天的营地任务不可能完成。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你们说的数据只是代表现在，但今天可还没有过去，大家还有时间。对，今天会有更多的人升到5级，而且会出更多的抗毒装备。大家努力，把营地护照能量集齐，加油！在大家讨论营地任务的时候，陈星已经离开了屋子，往村民家走去。此时天刚蒙蒙亮，许多村民已经早早起床劳作。莫岗山顶有不少田地，村民主要就是靠这些田地为口粮。至于肉食方面，直接去山下捕猎就行。村民们见到陈星后，纷纷向他打招呼。陈星也和他们一一回应，不过他的眼里却始终保持着警惕。他总感觉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昨天的小偷。他甚至时不时地将目光看向村民的腰间，看那人的腰上是不是受了刀伤。不过陈星失望了，那些村民不仅目光淳朴，而且身形矫健，并不像是腰部受了伤的模样。不一会，陈星来到村长家。村长一大早就在院子里炼药。陈星走进院内，村长抬起头，停下了扇炉子的动作。陈星，这么早啊？陈星找到村长的第一时间，并不是询问任务，而是购买初级抗毒药水、初级抗魔药剂。任务跑不了，但是这2样东西被人抢了，那就可惜了。500陈1瓶，一共花了3000陈。此时陈星口袋里的粉尘已经见底，而后他将昨天的遭贼之事说与村长听。村长听完后，脸上顿感惊讶。什么？晚上有人去你屋里偷东西？陈星点头，没错，应该是冲着鲁皮的心脏和鲁皮的信件去的。这是昨晚我与贼人搏斗时他留下的。陈星一伸手，把碎布和翡翠玉佩递给村长。村长反复观看，也说不出名堂来。这碎布材料应该是村里的麻布衣，这玉佩我看着有些眼熟，只是一下想不起来了。陈星见村长也说不出凶手，于是又补充了一个信息，当时他的右边的腰上受了我一刀，现在应该还没有好。村长点头，这个好办。6点15我们村会有一个集会，所有的成年村民都会参加，待会你一起来。好的，村长。陈星表面虽然平静，但内心暗暗有些激动，终于要和那小偷见面了。鲁皮的任务终于要解开。想到这，他摸了摸身上的鲁皮盔甲。这件盔甲是他完成等级竞赛的时候系统奖励的。既然鲁皮的这件盔甲是紫金的，那其他装备应该也不差吧。不知不觉间，村民们已经集合了。第109章突变，村民变僵尸。村民聚集后，村长开始了他的讲话。各位莫岗山村民们，承蒙大家这么多年的照顾，现在我的身体终于康复，我张阿宝在此感谢各位。村长说着，和大家深深鞠了一躬。下面的村民们都说，村长你不用客气了，是你先拯救了我们村，拯救了附近的所有居民，我们才有机会报答你。对啊，我们莫岗山的人都是知恩图报的。村长环视四周的村民，眼中涌现感激神色。病重中的时候，他的主要精力都在与魔气抗衡，现在病魔已经驱除，更能够感受到村民们的一片赤诚。而后村长又对村民们说了一下村子里将来的规划，包括打造武器、缝制衣服、开拓山下据点等等。村民们的反应如何，陈星并未留意，因为他的内心已经抑制不住兴奋之情。村长那一番话说明莫岗村会出现大量的任务，这样的话，营地的神选者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都可以通过做任务来升级赚粉尘。营地的人口袋鼓起来了，自己的钱是不是就更好赚了？想到这，陈星嘴巴不自觉地扬了起来。村长安排好村子里的事情后，神情突然一变，他指向站在自己面前的陈星，对大家说，昨夜陈星在我们村内过夜，遇到一个小偷，初步确认那人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昨天我就说过，陈星已经是我们莫岗村的人，他的事就是我们莫岗村的事。我还不知道具体是谁做的，但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什么目的，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主动站起来。如果让我主动查到，将对你加倍责罚。村长说到这，停下话语，用目光扫视众村民。陈星也趁机观察那些村民的脸色。大部分村民听到村长的话，都感到很诧异，然后交头接耳起来。是谁？
敢在莫岗村行窃！我们村一直团结一致，怎么能出这种人？如果抓到他，一定要严惩。也有许多沉默寡言的村民没有说话，他们看向身旁的人，想着谁会是贼人，但是没人站出来主动承认。村长暗叹一口气，既然给了机会，那人不重视，那就只能自己亲自来查处了。随后举起手中的翡翠玉佩，这块玉佩就是那人掉落的，你们可认识是谁的？众村民齐齐把目光看向玉佩。突然，人群中的一个大婶喊了出来：“那不是二柱的玉佩吗？”紧接着，众人回过神，齐刷刷的把目光落在一个精壮小伙身上。那人正是村子的居民张二柱。张二柱被众人注视，突然神色慌张起来，但是却依然矢口否认：“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村长盯着张二柱，沉声道：“昨天陈星砍伤了贼人的右后腰，你把腰部露出来给我们看一看。”张二柱下意识捂住自己的右后腰：“我的腰很好，没有刀伤。”村长喝道：“我有说是刀伤吗？你还敢狡辩？”村民们也察觉到了张二柱的不对劲。今天早上二柱没有劳作，说是身体不舒服。早上路过他家的时候，屋里还有一股血腥味。他说昨天杀鸡，现在看来那些血腥就是他自己的。张二柱，你为什么要做小偷？你明明很热心，前些年照顾鲁皮的时候也属你最卖力，你现在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你要是有什么苦衷就说出来，我们会帮你的。张二柱在众村民的逼问下步步后退，他一边退一边捂着自己的脑袋：“你们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不想，我真的不想，是被鲁皮害的，一切都是被鲁皮害得。”啊！突然，张二柱突然一声惨叫，紧接着他心口开始往外面渗出黑气。陈星看到这个黑气的时候，脸色顿时一变。这个东西他太熟悉了，斯内克体内的魔气。但是这个张二柱才20多岁，18年前只是个小屁孩，根本没有参加斯内克的战斗。他的体内为什么会有魔气？很快，陈星从先前村民的话语中想明白了，张二柱以前照顾了鲁皮，不用说，这黑气是鲁皮传给他的。紧接着，陈星脑海浮现了一个更可怕的想法：当初照顾鲁皮的其他人怎么样？他们都被影响到了吗？很快，人群中又传来几个惨叫声。啊！又有2个人出现张二柱一样的情形，他们全都被黑气包裹。众村民连忙逃离这3个人的范围。陈星早已握紧大刀，蓄势待发，但是那3个人头上都没有出现血量提示，现在还不能攻击他们。陈星看向村长：“村长，那2个人之前也照顾了鲁皮吗？”村长点点头。陈星再次把目光放到那3人身上，黑气之中，3人的皮肤迅速干瘪，指甲往外疯长。不一会，3具僵尸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僵尸二柱，7级精英，生命值2万，物理攻击400，魔法攻击300，物理防御100，魔法防御50，毒素防御100，移动速度27。僵尸铁头7级普通，生命值8000，物理攻击350，魔法攻击250，物理防御80，魔法防御40，毒素防御80，移动速度25。僵尸肥肥，属性同上，3头7级僵尸，而且还有1头精英。3头僵尸出现后，人群顿时吓得四处逃窜。僵尸二柱扑向了陈星，而那2头普通僵尸则是分头去追普通村民。陈星捏着天赋技能，心里琢磨应该怎么用。用一柄将他们秒了？很难。3头僵尸位置不同，而且一柄杠会不会对村民造成损伤是个未知之数。开启1万，将他们一一击杀。如果是一个个单挑，这4万护盾肯定是够用的，但那样会花很长的时间。等陈星把3个僵尸都宰了，估计村民已经死伤过半。就在陈星左右为难的时候，大彪带着护卫队冲了过来。第110章杀僵尸。经过18年前对付斯内克那一战，莫岗村的战力几乎损失殆尽。如今莫岗村的力量远不及当年，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和阿秋一样，是3、4级的水平，勉强可以和山下的那些羚羊一战。而当年参与斯内克战斗的村长，也因为常年患病，导致自身实力只是比普通人强一点而已。过来支援的大彪以及他身旁5个护卫队，也不过5级而已。大彪是5级精英，1万血量；护卫队成员是5级普通，4000血量。这种战力根本解决不了这3头僵尸。陈星当下决定速战速决，他一马当先，顶住了僵尸精英二柱的攻击，然后冲大彪大喊：“我来对付他，你们对付另外2只僵尸，别让他们伤害到其他村民。”好。而后大彪带着1个护卫对付僵尸肥肥，
另外4个护卫则去对付另一头僵尸铁头。陈星来到僵尸精英面前，没有直接下杀手，他的一柄杠范围是6米乘10米，要是直接施展，绝对会伤及很多村民。他之前从没想过技能范围大也会变成缺点。他一边打一边后退，将僵尸精英往旁边广场中央去。广场的位置足够开阔，而且此时并没有村民，只要选好角度就不会伤及无辜。僵尸精英二柱对陈星的仇恨似乎尤为强烈，在见到陈星之后就对他发起猛烈的攻击。僵尸精英物攻400，魔攻300，这个攻击数据对普通神选者来说极其恐怖，但在陈星面前并不算什么。陈星物防300，力量236，所以最高格挡伤害是359，再加上他魔防有260，实际僵尸二柱对他的攻击效果并不理想。-51格挡，-40雷击，而且陈星生命值高达2860，同时还掌握了基础步伐，对僵尸精英的物理攻击有非常的高闪避。当他将二柱引到广场的时候，生命值还有2300加。在确认周围没有人后，陈星终于祭出了他的杀手锏，一柄杠，一道光柱冲过，二柱直接躺在地上。叮，你已击杀僵尸二柱，获得1200点经验，越级击杀，额外奖励200经验。单独击杀 BOSS 经验就是给力，这要是5个人一起，只能获得240经验了。与此同时，僵尸二柱身上爆出了一顶头盔，那头盔掉在地上，散发着一丝丝紫光。陈星心中一喜，连忙将头盔捡起。乳皮头盔，品阶紫金，物理防御加150，魔法防御加30，移动速度1，竟然直接爆了紫金装备，而且是乳皮的。难怪这二柱被魔气伤得这么深，原来是身上藏了乳皮的东西。单纯对比乳皮盔甲，这顶乳皮头盔防御数据差了一些，但头盔的物理防御本就比不过盔甲，这也正常。陈星把蜀王冠黄金物防50，魔防30，生命值500换下，换上乳皮头盔。生命值虽然少了500，但是物防多了100，绝对划算。而系统突然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叮，乳皮套装效果触发，竟然还有套装效果。陈星连忙查看，乳皮套装2/2，力量加30，体质加30，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就是简单的加强属性。穿戴好乳皮头盔后，陈星把目光放到另外2个僵尸身上。如果说二柱的魔气入体是因为偷了乳皮头盔，那个铁头肥肥身上是不是也有乳皮的东西？难道还有2件紫金装备等着自己吗？想到这，他浑身血液顿时沸腾起来。他把目光放到旁边2只僵尸身上，这2只7级僵尸都极其凶悍，爪击、电击、电环各类攻击手段施展开来，打的那些5级的护卫痛苦不已。大彪那边，他带着一个护卫对付僵尸肥肥。大彪1万的血量，现在还有7000不到的生命值。而对付僵尸铁头的4个护卫就不是那么好了，其中1个护卫生命值已经岌岌可危，另外3个护卫正在护着那个残血护卫对付僵尸铁头。不过僵尸会有范围攻击电环，估计过不了多久那个护卫就会身亡。陈星见状，连忙冲去僵尸铁头那边，先把这4人救下。至于僵尸肥肥那里，他就管不了了。以他的输出，估计击杀了僵尸铁头之后，大彪可能已经命丧黄泉。但是这也没有办法，他能做的就是力所能及的把僵尸解决掉。至于大彪，护卫队会不会死，已经不是他考虑的事情。而就在这个时候，山下爬上几个人来。当那些人看到面前的情形后，喊出一个尖锐的声音：“老板，我们来了！”说话的是刘豆豆，来人正是徐振东4人。陈星听到刘豆豆的声音，心里顿时宽裕了不少。他连忙对他们大喊：“你们对付大彪身旁的僵尸，豆豆到我这里来，给残血护卫回血。”好！徐振东、刘豆豆几人齐声回应。有了4个生力军的加入，僵尸的杀伤力迅速得到控制。而刘豆豆经过这几天的提升，奶量极其惊人。他有2个治疗技能，每一个技能的治疗效果都有100-200点，有时候还会出现治疗暴击，一下回复200-300血。不一会，僵尸铁头身旁的残血护卫很快就脱离了险境，而陈星则专心致志地对付面前的7级僵尸。如今陈星的攻击243点，每次对80物防的僵尸造成163点伤害。除了物理攻击外，陈星还有烈焰戒指加30物攻加30魔攻的效果。这个戒指可以让武器被火焰包裹，对目标造成魔法攻击 X1 的伤害。现在陈星有186点精神，所以烈焰灼烧伤害是123点，扣除僵尸的40魔防，实际伤害是83点。物理伤害163加火焰伤害83，算上格挡、闪避影响的攻速，实际秒伤在110点左右。就在陈星与僵尸相互砍杀之际，
他的双手突然涌现出一股蓝色光芒，伴随他的挥砍，一股强大的蓝色电流钻入僵尸身体。僵尸头上顿时冒出一个数字-206。雷霆之击触发。第111章真隐藏任务。陈星虽然没有特意更新魔功装备，但是他的魔功数据已经可以令所有法师汗颜了。31点基础精神，6级的精神高达186点，186点精神就是93点魔功，外加黄金级烈焰戒指的30点魔功，他的总魔功是123点。以全营地第一法师陈俊杰为例，他的基础精神是15点，目前5级，自身精神有75。同时他还有手中的法杖、戒指、项链等都是加精神加魔功的属性。算上装备数据，他有120点精神加60点魔功，总魔功是120点，勉强与陈星旗鼓相当。至于其他法师，更加无法与陈星匹敌。而他的雷霆之击虽然只受1张1条的影响，但已经有2倍的法伤，伤害数据实在夸张。唯一可惜的是，触发概率只有1/10，也就是10刀触发一次，折算他的攻速，差不多要20-30秒才能遇到一次。这个频率属实有些对不住这么强的效果。就在陈星与这僵尸铁头搏斗时，突然听到刘豆豆惊呼声：“呀，老板，你看，那只僵尸掉装备了！”紧接着，那边传来绝名口念佛号：“阿弥陀佛，让贫僧来给这件装备开个光。”刘豆豆冲那边喊道：“秃头哥哥，什么属性啊？”徐振东却道：“装备的事待会再说，我们快去帮老板解决另一只僵尸。”而后3人一骷髅来到陈星身边，对付这只7级僵尸。很快，僵尸被众人解决。丁，你的队伍击杀僵尸铁头，你获得9点经验，越级杀怪额外奖励1点经验。僵尸铁头死后掉落了一件衣服，雷霆法袍，品质黄金，物理防御加30，魔法防御加80，毒素防御加50，雷系防御加20。这时绝明把另一件装备的属性也展示出来，雷霆法库，品质黄金，物理防御加20，魔法防御加50，毒素防御加30，雷系防御加50。显然这是法系职业的装备，2件装备防御合在一起，居然有55防加130魔防加70雷系防御加80毒防。队伍中刘豆豆和冷霜都可以用，怎么分？2人1人1件吗？陈星想到自己身上的卤皮装备，于是对他们说：“你们先让一个人穿上试一试，看有没有套装效果。”好。而后冷霜把这2件装备都换上，冷霜脸色微微一变，然后对众人说：“有效果。”随后他把2件装备的套装效果发了出来。雷霆套装2/2，消耗200点魔法值，对一个单位施加雷霆法球，雷霆法球会对周围所有敌方单位造成150点伤害，持续2分钟 ，CD 2分钟。而后冷霜对陈星施展了雷霆套装的技能，嗡的一声，陈星身边突然出现一颗雷球，那颗雷球距离陈星约莫1米，并且绕着他的身体不停地转动，2秒转一圈。这个转动速度如果用来对付神选者的话，可能用处不大，毕竟转动速度不快，而且轨迹可以预判，但用来练级的话就很合适。雷球每2秒造成150点魔法伤害，还是相当不错的。试好装备效果后，大家开始讨论装备归属问题。考虑到刘豆豆享受不到护盾，最后众人决定把这2件装备给他。解决了3具僵尸，莫岗村村民的安全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村长第一时间叫人过来处理这3具僵尸的遗骸，免得更多人受到感染。由于村长没有空，陈星他们就在一旁耐心等待。等待期间，徐振东把腰带空间卖初级抗毒药水、卖副本装备的钱交给陈星，共计15000陈。陈星也把昨天晚上的遭遇、今天遇到的事情和他们说了一遍。就在这个时候，其他神选者也陆陆续续走上山来。他们见村民们这么忙，于是连忙过去询问，还真有些人直接领到了清理尸体的任务。约莫过了20多分钟，村长见交代的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于是回到了屋前的院子里。陈星5人连忙跟了过去，首当其冲当然是谈论方才的僵尸事件。村长，僵尸的事情处理完了，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村长先是叹了一口气，然后一脸哀伤地说：“不用了，谢谢诸位帮我们发现隐藏在村子里的僵尸，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然后就没然后了。陈星顿时急了：“村长，你是不是忘了什么？找僵尸、杀僵尸，保护村民不受到伤害，这是多大的功劳啊！总得给点奖励吧。对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忘了？”村长听到陈星的话后，当即一拍手：“我早上还没吃饭，你们等一等啊！”说着，村长一头钻进了屋子里。我靠！陈星顿时恼了，立刻就要冲进屋子里去和村长理论理论，但徐振东却拦住了他：“老板，等一等。”陈星停下脚步，看向徐振东：“怎么了？”徐振东说：“老板，你想想，
我们的奖励不是已经拿到了吗？陈星一愣，你是说那3件装备？徐振东点头，老板想一想，杀3只僵尸就掉落1件紫金装备，2件黄金装备，哪里有这么高的爆率？陈星略作思考，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徐振东进一步解释，老板，你把这几个信息串联一下，村民的生死，护卫队的生死，装备的品质。一旁的刘豆豆一拍手，我知道了。如果老板出手慢了，导致村民、护卫队有阵亡，那装备的品质就会下降。徐振东微微额手，这个任务看上去没有记录任务面板，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最终奖励。我敢打赌，如果昨天老板卤皮的心脏如果被偷了，那难度会更大。说不定，刘豆豆接话道，说不定那个二柱不是7级精英，有可能计划成7级头领。徐振东说，完全是有可能的。刘豆豆嘟囔道，这神选之地的任务也太坑了吧。一旁的冷霜说，或许这就是隐藏任务的一种。刘豆豆吐了吐舌头，这是真隐藏任务啊，连任务介绍、任务奖励都不写的。就在他们讨论方才任务的时候，村长打了个饱嗝，从屋内走了出来。第112章，骷髅洞前卖药水，真香。等村长出来后，陈星又尝试和他提了僵尸的事，结果村长还是一笔带过。看来徐振东的观点是对的，奖励体现在掉落品上。而后陈星正式把昨天通关骷髅洞的任务提交，村长，我们昨天探索了骷髅洞，发现狮王殿就在骷髅洞的最深处。村长这一次也终于回应了陈星，做得很不错，你们的成长十分惊人。紧接着陈星受到系统提醒，丁，你已完成封印狮王第2阶段，探索骷髅洞。丁，请选择你的奖励，蛮力刀、疾风刃。蛮力刀，品质紫金，物理攻击加150，力量加50，蓄力一击，延迟1秒攻击，下一击提升100%伤害，魔法值消耗30 CD 10秒。疾风刃，双匕首，品质紫金，物理攻击加80，攻击速度提升20%。疾风突刺，连续攻击3次，每次伤害降低20%物理伤害，魔法值消耗30 CD 10秒。紫金装备，一把大刀，一双匕首。如果是昨天，陈星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蛮力刀，但是现在陈星有了烈焰戒指以及一条，这2样都是依靠攻速打输出的。如果用匕首的话，显然可以发挥他们的最大功效。只不过陈星没有用过匕首，而且没有学过相关的技能，使用起来肯定不习惯。考虑了一番之后，陈星还是决定选疾风刃。如果实在用不习惯，大不了接着用金丝大环刀。从方才和7级僵尸的对战来看，他的金丝大环刀并不落伍。这把紫金匕首如果错过了，下次不一定遇得到。丁，你获得疾风刃。而后陈星将金丝大环刀换下，装备上疾风刃。攻击力没有变，但是攻击速度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他凭空挥舞了几下，感觉现在的攻速应该不到1秒钟。选好装备后，他看向其他4人，徐振东等人也都获得了奖励，他们的奖品低了陈星1级，每人1件黄金装。此时他们4个每人身上的黄金装至少有4件，而陈星更变态，4紫金4黄金。当大家还在为鼠王冠抢破头的时候，他居然把鼠王冠给换了，这要是被别人知道，肯定要气死。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领取完奖励之后，陈星开始向村长询问封印狮王的第3阶段任务。然而这一次村长却没有答复他，而是让他变得更加强大再过来。这个所谓更加强大，应该是说等级不够。之后陈星带着大家去下副本，他们现在都是6级，6级升7级的经验是22000点，现在能下的副本只有5级的莫港洞穴以及6级的骷髅洞。先下哪个呢？陈星略作思考，决定还是先下莫港副本。原因很简单，抗毒装备越早刷越值钱，所以5人直接往莫冈山下行去。下山的途中，他们遇到零星上山的人。此时莫港村里出现了许多的建设任务，前面的人奔走相告，营地的人基本都知道了这件事。而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如果等级达到5级，是可以直接上莫港村的，不用去寻找任务。对于这个通行条件，陈星倒是能猜出1、2，莫港村的守卫也就5级，如果强行拦下5级的玩家，说不定会引起冲突。上山的路极其狭窄，勉强可以让一队上下的人并行通过。好在此时时间尚早，人流不多，不然的话怕是要造成拥堵。等陈星等人到达莫港洞穴门口后，看到一大堆的人在门口等待，等待里面的尸虫开启洞口。其中有不少是陈星的熟人，徐强、陈俊杰、刘晓峰，他们3人各自组了一组队伍在这里等。他们见到陈星后，纷纷和他打招呼：陈星兄弟，你也来刷副本啊？陈星笑着点头，
是的，他口袋里还有2块腐肉，倒是可以直接开动，但他并没有这般说。他从腰包里掏出初级抗毒药水出来，当着众人的面直接吆喝起来：出售初级抗毒药水，团队毒素抗性加30%，持续2小时，售价4000陈。徐强、陈俊杰、刘晓峰3人听到陈鑫的叫卖声，暗自笑了起来。昨天他们3人各自买了1瓶抗毒药水，但是只花了3500陈。今天陈鑫开口就叫价4000陈，让他们感觉自己赚了不少。旁边有几支队伍听到陈鑫叫卖初级抗毒药水，原本很感兴趣，但听到4000陈之后，顿时愣住了。有些脾气不好的人甚至直接开骂：陈鑫，你他娘的是不是抢钱啊？4000陈的消耗品，谁买啊？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这玩意在村长那里只卖500陈，你转手就卖4000陈，真他妈的黑！我大不了忍一忍，等抗毒装备出来，穿戴上抗毒装。就是，你不要喊了，我们不会买的。一旁的刘豆豆见这些人胆敢顶撞自己老大，顿时不乐意了。500陈买的怎么了？有本事你去买啊！你们抢得过我老板吗？我老板在山顶有房子，等你们过来，屁都没得吃。4000陈多吗？4000陈只能买2件抗毒装，1件抗毒装也就10几20抗性。这药水可是能让5个人都有30毒抗，相当于150点毒抗。你要是花钱买150点毒抗，起码要2万陈。你们要是想等抗毒装价格降下来，那起码要等个2、3天。那时候你们等级早被别人甩得老远了。爱买不买，哼！那些人被刘豆豆对得说不出话来。一旁的觉明也在煽风点火。阿弥陀佛，里面的毒物属实厉害，毒素有100-200点，只要沾上一下就是3秒毒伤。钱财乃身外之物，切不可为了这点小钱葬送了自己性命。如果各位施主决心送死的话，那贫僧可以免费为你们超度灵魂。那些人顿时怒了：臭和尚，你什么意思？秃驴，诅咒我们是吧？老子把话放到这，我就算死也不买那破药水。就在这个时候，徐振东来到了徐强、陈俊杰、刘晓峰身边。3位，昨天买的抗毒药水还满意吗？徐强向徐振东致谢：很满意，我还想再买1瓶，只是现在没有陈了。刘晓峰冲陈鑫喊道：陈鑫，你的药水别卖了，等我们队伍出来拿到通关奖励再卖1瓶给我们。陈俊杰也说：对，别卖了，留给我们。其他队伍听到这3个大佬都买了药水，而且准备再次订购，顿时有些慌了。于是他们纷纷和队员商议，最终决定买下药水，包括方才说死也不会买的人。真香定理，永不过时。第113章，难以收集的营地护照能量。转眼间，陈鑫入账12000陈，净赚10500陈。陈鑫笑着看向徐强、刘晓峰、陈俊杰3人，感谢他们方才的协助。3人只是点点头，没当回事。旁边买了抗毒药水的队伍心中抑制不住兴奋。原本他们还想等徐强他们出来后更新几件抗毒装再进去的，现在可以直接进去了。他们看着面前迟迟没有出来的尸虫洞，嘴里嘟囔着：这莫港洞穴怎么还不开啊？对啊，咱们是不是太早了？尸虫也会睡懒觉吗？没听说过呀。尸虫迟迟没有出来。此时的陈鑫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于是直接掏出了1块腐肉丢到前面。对于陈鑫的行为，陈俊杰等人感到不解：陈鑫兄弟，你这是……没等他们说完，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洞，尸虫已经从里面出来了。那尸虫见到腐肉后，第一时间扑上来啃咬，周围的人顿时张大了嘴巴。这也行？陈鑫对着徐振东等人说：走吧。而后5人来到洞口，洞口虽然不大，但是没有影响，它的作用是传送，并不是让大家真的钻进去。刷刷刷，5人消失在洞口。其他人见状也都纷纷进了莫港洞穴，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之旅。陈鑫等人进入莫港洞穴后，驾轻就熟地对付起这些尸虫来。这次是他们第4次进入尸虫，对周遭怪物分布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他们装备比昨天提升了相当多，输出提升了1倍。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副本没有首个副本营地洞穴那样经验不受等级限制的待遇。他们是6级，副本里的怪是5级，每个人都有 20% 经验的折损。原本每个人6点经验，折扣 20% 应该是 4.8 经验，但因为经验只保留整数，而且是往下取整，所以实际到手只有4点经验，十分坑爹。包括最后的通关奖励，原本是400陈3000经验，结果他们只获得了320陈2400经验。不仅是经验，连掉落物品的概率也低了很多。昨天下副本的时候，第1次获得了10多件抗毒装，第2、第3次也有8、9件，但这一次从刷怪到杀完 BOSS， 全队一共就出了3件抗毒装，收益简直是跳水式减少。对于这种现象，和尚觉明第一个表示了不满。阿弥陀佛，
这神选系统好不讲道理。经验粉尘少就算了，为什么掉落概率也大大的降低？刘豆豆也搭腔，对啊，还有那什么营地护照能量呢？为什么我们一点都没有看到？徐振东也皱起眉头，我们中间会不会漏了什么？为什么一点营地护照能量都没有？对于营地护照能量的事，大家都是首次接触，没人知道怎么回事。但当5人正式从副本出来后，系统突然在全营地通报了一个消息：丁、陈星、徐振东、冷霜、刘豆豆、决明回收1点营地护照能量，今日贡献+1。看到这个消息，刘豆豆喜上眉梢呀，原来是通关后才会有能量提示，1人1点，那咱们岂不是回收了5点？冷霜却说不是1人1点，是5人一共1点能量。刘豆豆啧舌，真的假的？这么小气吗？徐振东道，确实是5人一共1点，看排行榜。在系统通报了那个消息后，每个人的消息面板多了一个修复护照贡献排行榜。目前排行榜上只有陈星这一支队伍贡献度是1，除外还显示了供给能量1%，确确实实是一支队伍提供了1点能量。陈星看了下护照能量，没有太当回事，于是带着队伍又一次进入了副本。他们虽然进副本了，但外面的人却对这事十分在意。陈星他们怎么给护照充能了？他们干了什么？还能干什么？刷副本呗。我之前见到陈星他们在莫港洞穴副本门口，现在应该是通关了。5人通关只给1点护盾能量，是不是太少了点？营地护盾能量可是要足足100点啊！这么说，岂不是要100支队伍通关副本？100支队伍倒不至于，每支队伍可以刷3次，应该是34支队伍就可以了。什么叫34支就可以了？现在有几支队伍能过5级副本啊？目前全营地不超过10支吧？我可以明确的说，不超过7支。为什么这么肯定？除了陈星、徐振东那支变态队伍，其他队伍想要进去必须依靠初级抗毒药水，要不然毒抗完全不达标。从昨天到现在一共才6瓶抗毒药水，所以肯定不超过7支能进副本。有道理，但这几支队伍出来后就会有抗毒装流出来吧？别的队伍也可以更新装备进去了呀。呵呵，哪里有那么简单？自己队伍的5个人不要更新装备啊？这么说，今天是完成不了这个营地能量护盾任务了，100%完成不了。除了在聊天频道讨论的，洞穴门口也围了很多的人，他们第一时间涌上来求购抗毒装备。陈星也顺势把鼠王冠制作出来，以4000陈一顶的价格卖掉。卖完装备后，背包也清空不少。5人继续下副本。当陈星第2次从副本出来的时候，刚好遇到徐强的队伍也从里面出来。此时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徐强他们还有半个来小时的毒抗装。时间紧迫，徐强与陈星他们打了个招呼之后，再次进入了副本。陈星留意了一下，徐强的整支队伍也只提供了1点能量护盾。他基本判断今天的营地任务无法完成，不知道这个任务明天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今天收集的能量能不能留给明天？这2个问题同样无人能回答，只能等到明天。刷完3次莫港洞穴副本后，陈星他们马不停蹄地往山上赶，准备去刷6级的骷髅洞。上山的路上再次遇到不少神选者，使得爬山之路有些拥堵。但当他们来到山顶的时候，突然被村内的景象给惊住了。莫港村内成群结队的神选者在忙碌，完成各种村民们交代的任务。村子的样子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先一户又一户的普通居民，居然翻建成一个又一个店铺，有个别店铺甚至已经开始营业了。第114章，忙碌的莫港村。看着面前这些忙忙碌碌的众人，陈星有些恍惚，有一种自己回到营地的感觉。刘豆豆拉了拉陈星，老板你看，那个裁缝铺营业了。陈星循着指向望去，发现广场旁边有一间裁缝铺，虽然店面非常简陋，但确实在营业。而且那裁缝铺门前有许多的玩家进进出出，看来都是来提交任务的。陈星对大家说，先解散，大家在周围逛逛，看看有没有适合咱们的任务。好的，老板。而后5人分散开，去往村子的各个地方。陈星先去那些店铺转了转，店铺老板自然都是莫港村的各个居民。他们见到陈星都十分热情，不过对他并没有特别对待，交给他的任务都是一些建设、收集、猎杀等任务。比如武器店还没有装修好，这里颁布的是建设任务，每提供10单位木材，奖励50陈。猎户老张倒是不需要装修，不过店内猎物大大的不足，于是他发布的是每带来1具豪猪尸体，奖励15陈40经验，每带来1具羚羊尸体，奖励20陈50经验。这些奖励比同等级击杀他们时得到的经验粉尘还高，许多神选者喜欢做猎杀任务。不过这类任务有2个很大的缺点。其一，并非每次击杀动物都会出现完整的尸体，经常要杀3、5只才会有尸体出现。
其二，尸体太占空间，一般人很难运输太多尸体过来，而人最多的地方莫过于裁缝店。除了这个店铺是正式运营的原因之外，裁缝店老板还会发布收集加缝制任务。最受欢迎的是收集豪猪皮任务。除了任务本身的粉尘经验之外，神选者每提交50张豪猪皮，裁缝铺老板会免费赠送1件豪猪皮衣、豪猪皮裤、豪猪皮帽中的1件。这3件如果凑齐，可以提供50点毒防属性。毒防是现阶段玩家必然要过的坎，没有毒防就无法过末岗洞穴，过不了末岗洞穴就拿不到骷髅洞钥匙。所以几乎每个神选者都会到裁缝铺老板这里来领取任务。不过这些对陈星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处。3件装备50毒防，全加起来也没有他脖子上的乳丝吊坠强。1件紫金装，毒防加100，魔防加100，这玩意在现阶段简直是逆天的存在。逛了一圈后，陈星实在没有遇到看得上眼的任务，最后他还是溜达到了村长这里。此时的村长站在院子里，看着面前热闹的场景，一脸的欣慰。他的旁边围了6、7个神选者，试图和他领取任务。有常规咨询的，村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村长没有理会。有拍马屁的，村长你看起来好年轻啊，怎么保养的？村长怎么没有见到村长夫人？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村长，村南的刘寡妇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我给你捎个信？听到刘寡妇，村长咳嗽了几声，还是没有说话。还有威胁村长的，喂，老家伙，快给老子任务，不然老子拆了你的村子。外面这些都是我兄弟，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撤离。你识相点，给我任务。面对这种人，村长自然不客气，直接呵斥道：我们莫岗村不欢迎你。紧接着，那些人立马收到系统提醒，丁，你的言行引起了村长的反感，你与莫岗村村民的亲密度10。收到惩罚后，那些人立马变乖了，不敢再搞事。就在这个时候，陈星走了过来。村长见到陈星后，立马喜笑颜开，主动和他打招呼：陈星，你来了呀。陈星来到村长身边，村子好热闹啊，真不愧是村长，一出马就给村子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长笑道：这还得感谢你啊，不仅治好了我的病，还把村子里的隐患扫除了。两人相互吹捧了一阵后，陈星顺势询问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村长点头，有一件事还非得你出马才行。陈星忙道：村长请说，我自当全力以赴。村长指着上山之路说：现在进出的神选者很多，光靠之前那条山路的话实在太不方便，所以我打算开通传送阵，方便大家进出。陈星问：开通传送阵需要什么材料？我去收集。村长说：其实这里以前是有传送阵的，后来被狮王给破坏了。陈星听到这，顿时心里一动，难不成要颁布击杀狮王的任务？我没有那个能力重新建立传送阵，只能在现有的传送阵基础上修复。目前传送阵上沾染了狮王留下来的毒气，你去骷髅洞里帮我寻找一下，看有没有驱除这些毒气的东西。此时陈星终于收到了系统提醒，丁，触发修复传送阵任务，村长希望你去骷髅洞寻找驱除狮王毒气的东西，是否接受？是。丁，你已领取任务，修复传送阵。陈星看到这个任务十分满意，不错不错，既然要做任务，就要做这种独特的任务，难度高，奖励高。昨天下骷髅洞还是有些赶，很多地方都没有去，并没有遇到什么特殊东西。今天一定要好好搜寻一番。骷髅洞有2层，今天一定要将其翻个底朝天。反正骷髅洞目前只有自己这支队伍能进，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告别村长后，陈星直接来到村东的骷髅洞传送阵，他也没有催促其他4人，只是在这里静静等待。等了10多分钟，其他几人陆陆续续回来。最后一个到的是觉明。刘豆豆问道：秃头哥哥，你怎么这么慢啊？觉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方才贫僧在村子逛了整整一圈，发现这里居然没有庙堂，于是去找村长商议建设庙堂的事。陈星也提起了兴趣：哦，事情成功了吗？觉明一脸肃然：阿弥陀佛，贫僧出马，自然是马到成功。刘豆豆忙问：那完成这个任务奖励什么呀？觉明道：3万陈。大家一惊：什么？这么高的奖励？是贫僧花3万陈。听到觉明的话，众人面面相觑，然后大家爆发出哄堂大笑：哈哈哈，大和尚，你被坑了吧？第115章再战骷髅洞，骷髅巫王现身。一向视财如命的觉明居然舍得拿出3万陈来修庙堂，这实在令人想不通。难道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众人不是很懂。而后大家回过心神，把注意力放到骷髅洞上。踏入传送阵，5人进入了骷髅洞1层。此时陈星已经把自己领到的修复传送阵任务和大家说了。
这一次，他们的目的不是通关，而是寻找驱除留在传送阵的狮王毒素道具。所以进入骷髅洞一层之后，他们没有急着去中间杀骷髅巫师，而是绕着骷髅洞四处探寻，看有没有特殊地形、特殊道具没有发现。这种没有具体目的的搜寻十分缓慢，不论是墙上、地上、尸体里、场景掩盖的地方，他们都要去翻找。走了一圈后，感觉好像漏了什么，于是又找一圈，从外圈到内圈，一层层寻找，花了足足近2个小时都没有发现，不能说完全没收获。大家翻找的过程中碰到几块特殊骨头，给冷霜骷髅项链吸收了不少能量。消灭完骷髅巫师后，众人在石台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特殊道具，于是众人去了骷髅洞第2层。骷髅洞第2次的入口在正中央。昨天他们进骷髅洞2层的时候，直接杀到墙的方向，然后沿着墙寻找到了沉沦的鲁皮所在房间。今天他们没有直接去找鲁皮，而是由内而外绕着往外面搜寻。第2层的搜寻比第1层更加的缓慢，除了面积更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附近有骷髅巫师，不是1只，是4只。这4只骷髅巫师分别在石台的四周，不停地给周围的骷髅复活。如果单纯为了练级的话，利用骷髅巫师的复活术倒是可以刷不少经验，但是几人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刷经验，只想第一时间把任务品找到。于是他们把附近的骷髅一只只勾引出骷髅巫师的复活范围，将其击杀，然后趁着骷髅巫师落单，又把骷髅巫师一个个消灭。1只、2只、3只，1个半小时后，他们终于把第4只骷髅巫师击杀。刘豆豆舒了一口气，终于搞定了。这些骷髅巫师真是烦人，周围50米不能有任何一具尸体。冷霜说，我怀疑骷髅巫师是不是能把骷髅巫师复活出来。刘豆豆惊道，那样的话岂不是无限套娃了？觉明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阿弥陀佛，贫僧倒是觉得可以尝试。无限击杀骷髅巫师的话，经验肯定升得很快。徐振东也点头，下次可以试一试，但是必须等普通骷髅的尸体被刷新了才行，不然腹背受敌，再多的护盾也顶不住。刘豆豆突然惊呼，老板，东老大，你们看地上的骷髅尸体。众人低头看去，发现方才击杀的那只骷髅巫师的尸体上突然冒出一团绿色火苗。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场景中照亮的鬼火，但很快就知道这团绿色火苗和场景的鬼火有很大的不同，它像是一个有意识的幽灵一样，绕开众人往中间飞去。陈星看着那绿色火苗，脑海闪出一个名字，魂火。紧接着他对众人说，走，跟上去看看。于是5人跟着那团魂火往前走去。魂火行去的方向不是别的地方，正是中央的石台。而且不仅是这一团魂火，旁边还有3团魂火飞了过来。显然那些魂火来自另外3只骷髅巫师。当4团魂火汇聚到一起的时候，猛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光芒，噗！鬼火变得比先前亮了几10倍，令人无法直视。待亮度消散，众人重新把目光放到石台上，发现鬼火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只2米多高的骷髅。骷髅巫王6级头领，生命值14000，魔法值3万，魔法攻击350，物理防御30，魔法防御60，移动速度30。技能，4只骷髅巫师死后居然会召唤一只6级头领，这个大家之前真的没有想到。不用说，陈星需要的任务品肯定在他身上。见到这个 BOSS 后，众人看向陈星，老板，这个 BOSS 怎么办？方才陈星给大家补了一次生命护盾，此时的天赋能量没有满，大约等个20分钟就可以恢复。不过陈星并没有耐心去等，他现在只想要这个 BOSS 身上掉落的道具。上！是。觉明、徐振东打头，其他人先后跟上，来到了 BOSS 身边。骷髅巫王见到这么多人，第一时间释放了一个技能，闪电护盾。刷！3个电球在周围环绕，离他1米以内的人都会受到电球伤害。每一颗电球的伤害是175，每秒会受到3颗电球的攻击，理论秒伤高达525点。这技能是雷霆套装的雷霆法球升级版。显然这个技能是近战的克星，毕竟近战很少能有高魔防装备，比如觉明、徐振东魔防装备就刚刚过100，每秒会受到200左右的伤害。不过陈星却并不怕这个技能，他自身魔防有260，完全可以顶着敌方的闪电护盾输出。最关键的是他脖子上的鲁斯吊坠还有一个针对这类魔法的技能，魔法驱散，消耗50点魔法，驱散一个目标不超过12级，身上的魔法 CD 30秒。这个魔法驱散不仅仅能驱散友方，还能驱散敌方。这是在对阵骷髅巫师的时候，经冷霜提醒后才发现的。当时陈星就驱散了骷髅巫师身上的火焰护盾，而面前这个骷髅巫王虽然是 BOSS， 但等级并没有超过12级，
所以魔法驱散很顺利的就把闪电护盾给驱散掉。骷髅巫王虽然没有闪电护盾，但并不是待宰羔羊。他举起手中的法杖，对着徐振东抬手就丢了一记闪电。轰！负204，护盾吸收。这是骷髅巫王的普通攻击，闪电剑。闪电剑消耗50点魔法，对目标造成350点魔法伤害 ，CD 1.5秒。它是骷髅巫王的主要输出技能。相对于骷髅巫王1.5秒一发的闪电剑，陈星的攻击更加的犀利。此时他正装备着早上获得的那对紫金级的疾风刃，疯狂的对 BOSS 输出。第116章，再战骷髅洞，获得巫王头颅。紫金级的疾风刃的物理攻击加80，和黄金级的金丝大环刀加的攻击一样多。看上去好像紫金级的武器不过如此，实际上疾风刃的输出比金丝大环刀高了2倍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攻速。疾风刃攻击2次的时间与金丝大环刀攻击1次时间差不多。刚开始陈星将手中的金丝大环刀换成疾风刃的时候还有些不习惯。前几天他的攻击模式是手持大刀，保持攻击、格挡、攻击这样的循环模式，攻击频率一般是3秒左右。但装备了疾风刃之后，他发现如果沿着之前的套路，攻击速度并不能有多大提升，也需要2秒多的攻击间隔。明明装备疾风刃的攻速会提升很多，为什么实际战斗却没能发挥出来呢？根本原因是格挡这个行为实在太耗费时间。于是他更换了思路，从格挡为主变成闪躲为主。之前拿大刀的时候身形比较笨拙，不太好闪躲，但现在手持2把短刃，身轻如燕，闪躲起来十分轻松。经过先前3次莫岗洞穴以及骷髅洞4个小时的练习，他逐渐习惯疾风刃的节奏。陈星来到 BOSS 身后，第一时间施展了匕首的附带技能疾风突刺，连续攻击3次，每次降低 20% 伤害。负213，第一击物理伤害。负63，烈焰戒指魔法伤害。负164，第二击物理伤害。负63，烈焰戒指魔法伤害。负125，第三击物理伤害。负63，烈焰戒指魔法伤害。负186，触发雷霆之击魔法伤害。1秒攻击3次，给 BOSS 造成了877点伤害。高攻速加速对烈焰戒指的效果以及雷霆之击的触发，伤害果然有非常大的提升。只是一击就把 BOSS 仇恨给抢了过来。骷髅巫王当即回过头，开始攻击陈星。BOSS 只会魔法攻击，陈星而已，不指望能躲过 BOSS 的攻击。反正他的护盾刚加不久，完全不怕 BOSS 的输出。于是他不管 BOSS 如何攻击，只顾闷头对 BOSS 造成输出，每1秒都对 BOSS 造成276点伤害。如果陈星能保持这样的攻击节奏，不用1分钟就能凭一己之力把 BOSS 砍死。不过 BOSS 显然不是只会傻傻的硬拼。在生命值低于1万的时候，骷髅巫师身上突然冒出一团火光，紧接着一个火环从他体内往外喷涌，强大的气浪将陈星、徐振东、觉明以及盔甲骷髅推得远离 BOSS 5米外。与此同时，他们头上还冒出了最高350的魔法伤害。这是 BOSS 的第3个技能抗拒火环。抗拒火环有一个隐藏功能，刷新闪电护盾。此时鲁斯吊坠的驱散技能还没有恢复，他们只能顶着闪电护盾近身输出。陈星魔抗高没有太大感觉，但觉明、徐振东身上的护盾能量刷刷的往下掉。最惨的莫过于冷霜的骷髅，坚持不到5秒就散架了。好在30秒钟的时候，陈星鲁斯吊装技能 CD 好了，再次闪电护盾精华掉。此后骷髅巫王没有施展其他技能，就是以闪电剑加闪电护盾加抗拒火环的组合应对众人。随着他生命值的降低，抗拒火环的施展频率更加的高了，每隔3-4秒就会用一次。最终在骷髅巫师消耗了觉明、徐振东上万点护盾之后，才轰然倒下。定，你的队伍击杀骷髅巫王，你获得160点经验。与关底 BOSS 不同，骷髅巫王没有出现大宝箱，而是来了一个超级大爆，足足铺满了5×5平方米的空间，有25件掉落品，其中有一个闪着彩光的骷髅头尤为耀眼。陈星直接跨步来到那个骷髅头旁边，将其捡起。巫王头颅，唯一邪恶的巫王头颅，邪祟不战，百毒不侵。是他了，这绝对就是自己要寻找的那件物品。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副本里兜兜转转了4个小时，终于把这个任务品找到。陈星将巫王头颅放入腰带空间后，这才看向四周的装备，其他的材料、白银装备都被4人捡起，地上还剩下3件装备，2件黄金，1件紫金。陈星将这3件装备捡起，发现他们都是法系的，而刘豆豆则一直盯着陈星手里的那根紫金法杖。巫王法杖，品阶紫金，精神加300，抗拒火环，将周围所有等级不高于自己的敌人推到5米外，
并对其造成魔法攻击 X0.5 的伤害 CD 10秒，精神加300。虽然只有一个属性，但这也太夸张了。对法师来说增加了150法伤，对牧师来说相当于提升了100多治疗量。除了高属性，还附带抗拒火环。显然，这是法系职业的保命神技。队伍之中，冷霜和刘豆豆都可以用这根法杖，但冷霜放弃了，因为刘豆豆更加需要它。另外2件黄金装备是加法术伤害的，佩戴位置与冷霜自身的装备冲突，所以一致决定拿出去卖掉。解决完骷髅巫王后，众人前去对付关底 BOSS 鲁皮。这一次，陈星没有把天赋技能用在鲁皮身上，而是在打了鲁皮第1条命之后，直接秒杀了爬起来的那2只骷髅精英。那2只骷髅精英的输出比鲁皮本身要高多了。而后等鲁皮第2次爬起来，大家一拥而上，再次将鲁皮击杀。这一次他们通关副本获得了500陈3500经验。同时系统还发出公告，丁、陈星、徐振东、冷霜、刘豆豆、觉明回收2点营地护照能量，今日贡献+2。骷髅洞副本居然加2点能量，这倒是令让他们感到意外。不过现在已经到了中午12点，营地护照能量也才23点，今天肯定无法收集满，只能期待明天还有这个任务了。陈星出来后没有继续下副本，而是带着巫王头颅去往村长那里。他很期待修复传送阵的奖励到底是什么。第117章卡 bug 刷经验。由于搜寻骷髅洞的原因，这一次副本他们下了足足4个多小时。重新回到村子后，陈星等人发现村子比方才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仅村子许多店铺都开了起来，就连神选者也越来越多。不过最热闹的地方不是各个店铺，也不是村中广场，而是村北的上山通道。由于太多的神选者上山下山跑任务，而上山的路径极其狭小，导致通道处于极其拥堵的状态。看着面前的情形，陈星知道修复传送阵之事已经迫在眉睫。5人来到村长处，与之前一样，普通人到村长这里领不到任务，找村长的神选者都是向他买初级利刃粉、初级秘法粉的。不过村长对待这些人都是爱答不理的样子。但当陈星来到村长身边后，他立马浮现出和蔼的笑容。他无视周围与他攀谈的神选者，直接与陈星打招呼：“陈星，方才拜托你的事情有头绪了吗？”陈星把巫王头颅拿出来交给村长：“村长，你看这个是不是要找的东西？”村长接过巫王头颅，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没错，没错，这个东西绝对可以驱除狮王留下来的那些毒气。”村长的话让陈星深深舒了一口气。这4个小时没有白忙活。从寻找巫王的复杂程度以及击杀巫王的难度来说，这个任务比通关6级副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很期待这个任务的奖品。就在这个时候，村长说：“陈星，我很感谢你为村子付出的一切，你的奖品我还没有准备好，你的队友先领取奖励吧。”村长的话令陈星一怔：“啥玩意？奖品还没准备好？没有奖品你布置什么任务吗？”就在陈星心中吐槽之际，徐振东4人脸上露出喜色，刘豆豆更是第一时间爆出喜讯：“老板，这个任务给了我紫金装备。”“什么？你得到了紫金装备？”陈星感到不可置信，而后他看向其他人：“你们装备品阶是什么？”觉明、徐振东、冷霜纷纷回应：“我也是紫金装备。”听到这，陈星脸上顿时笑开了花。按照之前任务的惯性，自己的任务品阶比队友要高一阶，岂不是说自己能获得暗金装备？暗金装备会是什么属性和效果呢？陈星心中不免产生遐想。村长给4人发好奖品后，便对陈星说：“我去把传送阵修复好，你待会再来找我。”“好，村长你先忙。”村长走后，那些来院子里买利刃粉、秘法粉的人顿时傻眼了。村长怎么走了？我还有药没买呢，难道有隐藏任务？肯定是，快跟上！卧槽，你们怎么说走就走了？给我留个位置！徐振东等人看向陈星：“老板，我们怎么办？”陈星才懒得去凑那个热闹，下副本。觉明说：“阿弥陀佛，我们可以去尝试刷一刷骷髅巫师，看他们能不能相互复活。”刘豆豆对此也很感兴趣。走，一个骷髅巫师有50经验，要是能刷100次的话，就有5000经验。刷100次，那岂不是要刷到晚上？总比在这里跑无聊的任务强。阿弥陀佛，豆豆小施主所言极是。走，刷副本去。之后，众人再次去往骷髅洞。到达第1层的时候，他们直接杀到中央的石台，把骷髅巫师灭了。然后来到第2层，这一次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周边的普通骷髅全引到石台上杀了。等到骷髅尸体被刷新，仅剩4只骷髅巫师的时候，他们开始整活。5人先将其中一个骷髅巫师击杀，然后将另一个骷髅巫师引来。他们惊喜地发现，
骷髅巫师果真可以复活骷髅巫师。虽然击杀复活的骷髅巫师不会掉落粉尘和装备，但是经验是照旧，简直是个 bug。于是他们5人分成2队，同时对付两边的骷髅巫师。以他们的输出，平均30-40左右秒就能解决一个骷髅巫师。于是他们全程不停地收到系统消息：叮，你的队伍击杀骷髅巫师，你获得50点经验。叮，你的队伍击杀骷髅巫师，你获得50点经验。平均每分钟8-90点经验往上涨。代价是他们的生命护盾能量急速消耗。陈星魔抗高，体现还不明显，但觉明、徐振东2人的护盾能量却哗哗地往下掉。仅仅坚持了20多分钟，他们2人的护盾就消耗殆尽。陈星立马又补了一个护盾，还没等到第2个护盾消失，2只骷髅巫师却突然不施展复活术。不仅不施展复活术，连小火球、大火球都不会丢。众人一看，才发现这2只骷髅巫师的魔法已经耗尽。原来他们虽然能够彼此复活，令对方生命值回到满状态，但复活后的魔法值却无法恢复。火球术、复活术等技能消耗的魔法值少了就不再补充。榨干这2只骷髅巫师后，众人又去找另外2只骷髅巫师刷经验。大约过了1个小时，众人的护盾再次消失。此时陈星的护盾 CD 还没好，无奈只能将这4只骷髅巫师杀了。杀了4只骷髅巫师后，陈星等人把目光放到中间的石台。然而这一回骷髅巫王没有出现，看来那是隐藏 BOSS， 只会刷新一次，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再次出现，其他队伍会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只能过些时日才能知道。之后5人没有去清扫外围的普通骷髅，而是直接奔赴鲁皮所在的房间。虽然此时他们没有护盾，但是凭借自身强悍的装备，轻轻松松的就将鲁皮击杀，又一次获得500陈、3500经验以及2点营地护盾能量。由于方才刷骷髅巫师的原因，他们这一趟获得了一共8000加经验。离开骷髅洞，陈星再次带队奔赴村长那里。方才刷副本花了2个小时，传送阵应该修复好了吧？当他们路过村北的上山通道时，发现原本拥挤的人群已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村中广场上一个个凭空消失、凭空出现的神选者。传送阵果然修好了。不一会，陈星来到村长身边，他看上去很镇定，实际上早已心跳加速。暗金装备，我来了。第118章，暗金装备以及狮王任务。村长见到陈星到来，脸上当即浮现出喜色。陈星，你来了呀？陈星此时反倒不急地询问奖励之事，他指着村中广场的传送阵说：村长，传送阵已经修复好了吗？村长道：是的，我将巫王头颅碾成粉末，仅仅用了3/4就把传送阵修好了。陈星心念一动，用了巫王头颅的3/4。为什么强调这个？而后村长接着说：剩下的巫王头颅刚好可以打造一件装备，你想要什么装备？此时陈星突然收到系统选项，叮，请选择奖励的类型：帽子、项链、上衣。原来如此，自己的奖励品居然是用那巫王头颅的粉末打造出来的。陈星看了看自己全身上下的装备，发现裤子还是白银级别的兔王皮裤，物防加20。于是他对村长说：村长，麻烦你给我制作一条裤子吧。村长点头，行，我这就帮你去安排。说完，村长又一次离开了院子。陈星等人整理了一下背包、药水之后，进行了今天第3次骷髅洞副本之行。与上次一样，他们在骷髅巫师那里反复刷着经验，众人经验急速上涨。而且这一次他们更加合理的利用护盾的能量，直到把4只骷髅巫师的魔法值都耗尽才出来。在此期间，他们先后收到了升级提醒：叮，你已升至7级。5个人都升到了7级，一天从6级升到7级，简直是逆天。别说其他神选者，就连陈星他们自己事先都不敢想象。不过他们这个操作其他队伍可学不了，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能顶那么久骷髅巫师输出的。不过一般的队伍应该还是可以通过骷髅巫师复活普通骷髅来刷经验，只不过那样刷经验的效率比陈星他们相差了4-5倍。之后5人顺利通关骷髅洞，此时已经接近下午5点。几人又一次来到村长面前，这一次村长没有墨迹，直接对陈星说：陈星，这是你修复传送阵的奖励。陈星看着村长递过来的裤子，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伸手接了过来。徐振东几人的眼睛也盯着陈星，他们方才在这个任务上拿到紫金奖品，那老板的奖品肯定不比他们的差。但陈星拿到装备后迟迟没有说话，这让一旁的4人心中瘙痒难耐。刘豆豆好几次张嘴想要询问，都憋住了，最后还是觉明问了出来：阿弥陀佛，老板施主，你的奖品是什么呀？陈星没有说话，把装备属性共享了出来：巫王皮裤，品阶暗金，物理防御加150，
魔法防御加150，毒素防御加150，没有附属技能，突出一个简单实用。众人看到这个属性，顿时瞪大了眼睛。刘豆豆终于没有忍住，赞叹起来：“这太强了吧！”觉明也一脸羡慕。阿弥陀佛，光这一件装备就顶得上3件黄金装备了。冷霜说：“不止。”徐振东则关心总体数据：“老板，你现在防御属性怎么样了？”陈星换下兔王皮裤，穿上巫王皮裤，然后把自身的防御数据发给他们：物防530，魔防410，毒防270。觉明530点物防，只要做好防御，基本无敌。刘豆豆魔防410，在骷髅洞可以横着走了。冷霜毒防也很优秀。徐振东，老板这个属性现在应该可以去狮王殿。陈星道：“我问问情况。”而后他再次与村长对话：“村长，我们都已经升到7级，请问可以去狮王殿了吗？”村长上下打量着陈星，满意的点点头：“不错，不错，短短几天时间，你居然成长到这个地步，不愧是神选者。好吧，我这就和你们说对付狮王的方法。狮王的诞生来源于尸气，只要有尸体，它就能吸收尸气。如果你们采用常规手段对付它，狮王会一次又一次复生，因此你们只能封印它，无法击杀它。狮王会无限复活。”众人心中暗暗啧舌，幸亏之前没有私自去狮王殿，不然真要被狮王活活给耗死。在狮王殿的正中央有一个狮王棺，那个狮王棺是多年前的一个神秘强者布置下来的，它可以抑制狮王的力量。不过狮王棺的阵法伴随时间的增长，威力会逐渐消散。你们去了狮王殿后，需要重新激活阵法，然后把狮王棺进狮王棺。村长说到这就停下了讲述。不过陈星还没有收到任务提醒，知道中间肯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做，于是他向村长询问：“村长，你前面说需要激活狮王棺的阵法，那具体要怎么激活？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吗？”村长点点头：“不错，你一下就问到问题的关键。激活阵法很简单，只需要用大量的鲜血将狮王棺浸泡起来即可。当然，这个鲜血不是什么鲜血都行，它必须是60小时内头领级野兽的新鲜血液，需要100份，100份头领级新鲜血液，这数量未免有些多吧？”陈星之前在野外打 BOSS 也获得过血液，但是因为当时不知道用处，又嫌弃他们占空间，于是直接分解掉了。不过就算留到现在也没有用，他在野外打 BOSS 已经是2-3天前的事，等到明天狮王殿的时候，那些血液都已经过期了。当然，陈星现在组织人去杀100个头领 BOSS 显然不现实，还是找人收购比较好。于是陈星对徐振东等人说：“我留在村子里收购头领血液，他们这么多人做任务，应该有人击杀了 BOSS。你们4个回营地收购 BOSS 血液，记住，一定是2天之内的。”徐振东、刘豆豆、冷霜齐声道：“好的，老板。”不过觉明却有些支支吾吾。陈星忙问：“觉明，有什么事？”觉明说：“我想留在这里过夜，我资助的庙堂快建好了，要看一看。”庙堂？众人这才想起上午觉明说花了3万陈建立庙堂的事情。虽然陈星不理解，但是表示尊重。好，你今晚在这里过夜吧。其他3人回营地。好，老板再见。第119章绝明的庙堂。徐振东、冷霜、刘豆豆来到村中广场，然后踏上了传送阵。唰的一声，3人消失在原地。有传送阵就是方便，省得爬上爬下。绝明双手合十，对陈星说：“老板施主，我先去庙堂看一看。”陈星点头：“你去忙吧，我一个人在这里就可以。”而后绝明告辞，往村南方向走去。陈星抬头一看，隐隐能够看到一座小庙堂。庙堂非常小，只是一个矮瓦房，也不知里面供着哪个神仙。而后陈星收回目光。此时是下午5点，村子里还有不少神选者在忙碌，有的在跑任务，有的在和 NPC 聊天，甚至还有5人在村中广场上摆摊卖东西。陈星来到摊位旁，查看他们售卖的东西。这些东西大多是他们做任务时顺便打出的材料。陈星在他们的摊位上还真看到了 BOSS 血液。豪猪王血液25陈7小时，羚羊首领血液25陈8小时，犬王血液20陈28小时，兔王血液15陈50小时。虽然价格有些浮动，不过都是在20-30陈。抛开那些40小时之前掉落的，陈星把售卖的 BOSS 血液一并买了，一共获得了5份，离100份还差得太远。于是陈星也顺势支起了摊子，同时在摊子上挂了一个名字：收购头领血液。那些做任务的人路过时，偶尔瞄一眼陈星的摊贩。大多数人看到摊贩名称都是匆匆路过，偶尔有几个人走过来询问血液收购价格。
极少有人身上有血液售卖。主要原因是任务里没有那个 NPC 收这玩意，所以绝大部分人为了腾格子都是当场分解的。闲得无聊，陈星翻看起营地频道的聊天记录。由于陈星这一天几乎都在副本中，而副本内外信息隔绝，所以一整天他都没有看大家砍大山。现在都5点20了，护照能量才30多点，今天护照任务是完不成了。你们说明天还有没有护照任务？应该有吧？今天有几支队伍进了莫港副本啊？这还不简单，去看护照任务的排行榜就知道。卧槽，为什么陈星、徐振东他们有9点贡献？难道他们下了9次副本？哪里有那么多副本给他下？肯定是6级副本有2点能量。卧槽，你们看等级排行榜，这5个家伙居然7级了，真的假的？我看看，靠，他们真的7级了。第2阶梯才是5级，实力断层啊！陈星、徐振东他们5人遥遥领先。陈星、徐振东牛我就认了，毕竟一个 X 级大佬，一个 S 级大佬，但凭什么觉明、冷霜、刘豆豆3个也能跟上去啊？楼上的，你其实是想说为什么自己不是这3人中的一个吧？对啊，我绝对不比这3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差，凭什么和他们组队，不和我组队？凭什么？呵呵，当初徐振东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在哪里？我记得你当时在营地外埋伏他吧？这是我记得。当时蜀王太难对付，有些人选择躺平投降，而徐振东却在这个时候组织大家打蜀王。蜀王被杀了之后，那些投降派感觉脸面被徐振东打了，于是在营地外蹲他。就这种人还想进徐振东队伍，怎么不去吃屎呢？别理那种鸟人。话说你们见到陈星吗？昨天他好像就没回过营地。陈星在莫岗村有一间屋子，我见他进去过。卧槽，真的假的？那间陈星居就是指这个陈星，我以为是莫岗村有个村民叫陈星呢。这鸟人运气可真好，什么好东西都会被他遇到。什么运气不运气，都是靠实力。狗屁的实力，就是狗运好。呵呵，告诉你，我今天也能在莫岗村过夜。我在铁匠铺打工，老板临时给了我房子住。我也是，我晚上要帮村长熬药，也可以在莫岗村住。还有我。陈星看到这，抬头环视周围的神选者，难怪这些人还在村子里忙活，原来他们获得了过夜的权利。剩下的人数并不多，只有10个左右。看到他们的身影，陈星突然想到村长每天限购3瓶的初级抗毒药水、初级抗魔药剂来。明天早上，这些家伙不会要和我抢药水吧？刚巧，此时有2个人也用略带敌视的眼神看着陈星。陈星心中100%确定，这群家伙一定会来抢购。10多个人一起抢，真不一定轮得到自己，得想个办法才行啊！就在陈星头疼之际，徐振东开始在营地频道里喊起话来，出售副本装备，白银、黄金级都有，高价收购头领血液，有40小时以内的头领血液的来营地篝火处。营地众玩家看到徐振东的消息，纷纷涌了过去。不管买不买装备，问一问副本信息也是好事。徐振东不是奸商陈星，并非什么都要钱，他偶尔还是会分享一些有用信息的。相对于陈星这边的冷冷清清，徐振东身边立马被围得水泄不通。抢购的、问话的、卖头领血液的，全都挤到了一起。旁边的觉明、刘豆豆开始忙碌起来，就连一向做冰冷雕像的冷霜，偶尔也应对一下众人的疑问。陈星看村子里实在没人搭理自己，于是干脆收起了摊子。之后他在村子里溜达了一会，很快就来到觉明出资盖的那个村南庙堂前。短短1天功夫，庙堂已经出具模型。庙堂很小，占地仅有7、8平米，高度不到1.5米，而且庙堂极浅，外人根本无法进人。要想拜佛的话，只能在外面烧香跪拜。此时觉明正弯着腰给里面的石像清扫。陈星见庙堂这么小，原本想嘲弄几句，但见觉明一本正经的样子，所以忍住了。过了10多分钟，觉明弯着腰从里面退了回来。陈星瞄了一眼那石像，原本并没有在意，但很快他又把目光移回到石像上。那石像的长相他太熟悉了，正是觉明本人。陈星再也忍不住吐槽：卧槽，你个大和尚，怎么把自己当神佛拱了起来？第120章发杠的特殊功能。陈星指着觉明的石像问道：大和尚，你弄这玩意有什么用？觉明双手合十，一本正经地说：阿弥陀佛。佛曰：不可说，不可说。过几日，老板施主自然会知晓。你个家伙，还卖关子！陈星知道觉明的尿性，这秃驴虽然天天把佛祖挂在嘴边，其实内心比谁都小气。他舍得花3万陈去修这么一个小庙堂，绝对是为了捞好处，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到底有什么用处。再说这么小一个庙，真的会有人来拜吗？此时天色已渐渐转黑，村民们也大都进了屋子。
只有那几个被允许在村子里过夜的神选者还在屋内屋外干活。这些人等级也到了5级，只是因为毒房不够，无法下副本，只能依靠这种辛苦的任务慢慢累积经验。好在做这些任务没有生命危险，不用刀口上舔血，也算是有得有失。而后陈星回到了屋子里，刚躺下没多久，觉明也敲门进来了。陈星担心昨天晚上的事情再次发生，于是让觉明直接睡在客厅。谁要是还想偷偷摸摸进来，那就跟大和尚打一架先。而后陈星准备和前几日一样，盘算合成麻将的事情。还没等他做好准备，就收到了徐振东发来的消息：老板，初级抗毒药水已经有人预定了，价格怎么定？陈星回道：3500陈。好的。蜀王关也有人定，价格还是3500-4000陈吗？4000陈，不讲价。还有很多人打听6级副本骷髅洞的事情，我按照你的指示，将怪物属性合技能透露了出去。很好，等他们到了6级，我们准备的抗魔装以及抗魔药剂就有市场了。对了，今天营地里突然震动了一下，但是没有后续。什么时候的事情？大概下午6点半左右。会不会是斯内克出来的征兆？有可能。看来营地迟早要迎来大战。怎么办？其他神选者等级这么低，怕是对付不了10级的大 boss。先不用管他，作为营地大 boss， 斯内克出来之前肯定有预告。好，不过这件事倒是给了我们警告，营地的神选者要抓紧时间升级才行。老板有什么计划吗？先封印尸王，破除毒物，那样练级点就会增多。对了，你那边收了多少头领血液？39份，我这里有5份，还相差56份。我已经联系了其他做任务的队伍，有首领血液第一时间卖给我们。我预估明天中午就能集齐。好的，辛苦了。老板客气，这是我的职责。而后陈星关掉了和徐振东的对话，顺势点开营地聊天频道，发现大家讨论的都是方才的地震、抗毒装备、莫岗村各类任务等内容。将聊天频道关闭后，陈星点开合成页面，6抗毒药水的前加5顶蜀王冠加售卖副本装备。陈星口袋的粉尘有39000加成，如今他的1饼1万，4张麻将都合成了杠，只有1条和发是单张。考虑到现在战力已经稳定，是时候合成发。材质木质，功能每击杀一个普通、精英、头领、怪，减少1、3、5分钟天赋 CD， 增加 5% 的掉落，开启宝箱等几率。合成1万陈。陈星使用合成系统，合成发一对，每击杀一个普通、精英、头领、怪，减少1、3、5分钟天赋 CD， 增加 6% 的掉落，开启宝箱等几率。陈星看到这，感觉有些不能接受，花了1万陈，只是增加了 1% 掉落几率，太坑了吧。继续合成，看看后续。发碰，每击杀一个普通、精英、头领、怪，减少1、3、5分钟天赋 CD， 增加 7% 的掉落，开启宝箱等几率。你妹啊，还是用1万陈换 1% 掉落概率。有这2万陈，我还不如去合成一个象牙白呢。加20点属性不香吗？不行，再合一张。陈星一边骂一边合，这一刻他仿佛又变成了麻将桌上的赌徒。发杠，每击杀一个普通、精英、头领、怪，减少1、3、5分钟天赋 CD， 增加 8% 掉落，开启宝箱几率， 1% 概率触发幸运奖励。幸运奖励物品属性词条加1。幸运奖励，这是个什么玩意？只有 1% 概率。这一次陈星没有吐槽系统，而是研究起幸运奖励的解释来。属性词条加1是什么意思呢？陈星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暗金裤子，物防加150，魔防加150，毒防加150。这物防、魔防、毒防应该就是所谓词条。如果多了一个词条的话，是不是可能出现体质加150、力量加150之类的？如果这个推测是对的，那绝对是逆天的存在。虽然只有 1% 概率，但只要出现一次就赚了。况且发还是可以继续升级的嘛。有了这个幸运奖励，陈星顿时变得期待起来。而后他关了合成页面，躺在床上畅想，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这一晚他睡得很香。第二天也是神选之地的第5天，早上5点半，陈星已经起来。之所以起得这么早，是因为他惦记村长的初级抗毒药水、初级抗魔药剂的事情。如果起晚，说不定就被别人抢走了。此时虽然天都没有亮，但是不少村民们已经出现在村内。有店铺的村民准备开店事宜，有田地的村民趁着凉快扛着锄头、铲子出去劳作。陈星与他们打过招呼后，
来到了村长院子。他刚到院外，就大喊不妙。那些在莫岗村过夜的神选者们早就来到了村长院子里。村长房门虽然没有开，但是他们已经把门口堵得严严实实的。陈星心中不禁吐槽：这群人太他妈卷了，老子5点半过来都没位置，他们是不是昨晚就睡在这里的？那些人见陈星这时才来，不禁内心窃喜。陈星那家伙前2天靠倒卖药水赚了不少钱，这次总算轮到自己了。他们互相看了眼，然后暗暗点了点头，同时身体挤得更紧凑了。他们下定决心，宁愿被身边的人抢购，也不能让陈星把药水买去。陈星试图往前面挤，发现那些人有意识地挡着自己，最终只能暗叹一声，站在最后。过了没多久，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村长伸着懒腰从屋内走了出来。那些神选者见状，连忙一拥而上。村长，我要买抗毒药水。村长，我要买抗魔药剂。村长，没等村长回话，一个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村长，我要和你商量一下狮王的事情。村长脸色微微一变，然后冲前方说：陈星，你进屋来，我们单独聊。卧槽！这群通宵排队的人顿时咒骂起来。第121章狮王殿，准备就绪。那些堵在门口的神选者只能眼睁睁看着陈星大大咧咧地走进了村长屋中。门外的他们当即咆哮起来：陈星，你他妈耍赖！老子昨天在村长院子睡了一夜，你只是来这么一嗓子就跑前面去了？卧槽你妈！畜生！禽兽！啊！我好不服啊！陈星进入村长房间，还没等他开口，村长先询问起来：100份野兽头领的血液准备的怎么样了？陈星说：头领级血液只准备了40多份，今天肯定能收集完。村长点点头：你们要尽快，时间拖得越久，狮王的力量越强。而且，村长说到这，眉头突然皱了起来。陈星忙问：而且什么？村长说：我总感觉斯内克快要从封印出来了，但是从时间来算，应该没有这么快才对。陈星突然心念一动，顺势提出一个问题：村长，当年封印斯内克的方法是谁教给你们的？这个问题陈星一直想不通。上次村长讲起18年前那一战，鲁斯带着他们封印斯内克，陈星的内心当时就有个疑问：是谁教了他们封印之法？那斯内克体内有魔气护体，不应该是普通的锁链能锁起来的，所以肯定是有高人指点了他们。村长听到陈星的问题后，脸色突然变得有些深沉。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说：这件事情我暂时不能告诉你，你先封印狮王，驱散掉毒物吧。好的。话题又一次绕到了狮王身上。陈星没再多问，他向村长购买了初级抗毒药水和初级抗魔药剂之后，离开了村长屋子。屋外的那些人看到陈星出来，全都停止问候的话语，不过他们眼中流露的目光全带着怨愤。陈星无视这些人的注视，走了出去。他的内心毫无波澜。资源不够的时候，就需要用尽手段抢夺。不过方才的招数肯定不能一直用，以后莫岗村的神选者会越来越多，到了明天，陈星未必还能抢得到。能哪一天是一天。回到屋子后，陈星发现觉明不在屋内，估计又去忙活他的庙堂去了。此时已经6点10分，营地里的神选者也已经出来。陈星点开聊天频道，查看信息。首先查看的是系统信息。丁，恭喜各位成功度过第4日，你们离成神之日又近了一步。昨日营地任务营地护照能量未完成，任务已重启。今日已收集营地护照能量0100。营地洞穴受到神秘力量影响，无法进入。营地南面的莫岗村全面开放，各位神选者可以前去探索。今天营地没有特别的任务，只是公布了莫岗村的全面开放。所谓全面开放，应该是不管等级有没有5级，有没有做莫岗村通关任务，都可以上莫冈山。此时营地里大部分人都已经到达5级，但还是有一些偏生活系职业天赋的人处于4级。全面开放应该是照顾这群人的。看完系统消息，陈星把注意力放到大家的聊天信息上。莫岗村全面开放，这是不是在暗示什么？系统是不是让我们抛弃营地，移居莫岗村啊？听你这么说，好像有这个意思。我觉得你们想多了。营地任务就是收集护照能量，说明营地目前还是我们的根据地。我同意楼上观点。据我所知，莫岗村是不欢迎外人留宿的。呵呵，老子就要住在莫岗村。莫岗村那群村民的战力挡得住我们吗？惹恼了我带人直接屠村。哈哈，楼上的莫岗村村长比你聪明多了。昨天村长已经开始召集神选者当护卫队了。对的，我昨天一晚没睡，就是在莫岗村做夜巡任务，今天已经正式成为莫岗村护卫队的一员了。我靠，莫岗村村长这么鸡贼，你做护卫队要一直待在村子里吗？不用，
练级照常，我只是多了一个执法权而已。哈哈，这么爽！收入怎么样？粉尘、经验都有，每天还能选出一个优秀队员，奖励一件黄金装备。卧槽，真的假的？每天奖励一件黄金装备？靠，老子也要去当护卫队！黄金装备基本是普通神选者的顶配。别看陈星全身黄金、紫金、暗金装，但普通人想要获得一件黄金装可是十分的难得。目前营地里起码有1/3的人没有黄金装，所以听到这个获得黄金装的机会时，纷纷激动不已。一大帮的人连忙从营地里出来，赶向莫岗村。就连平时在莫岗村摆摊的那些人也跟着大队伍过来了。很快，营地变得空荡荡的。陈星昨晚和出发，十分想测试他的那个幸运奖励，所以在徐振东等人过来的第一时间就拉着他们去往副本。与昨天一样，5人先去往莫岗洞穴刷尸虫。如今他们已经7级，杀5级的尸虫经验只有 60%， 掉落物品概率也大幅下降。虽然陈星的发得到了升级，掉落概率有 3% 提升，但那点概率的提升显然无法覆盖因等级差而下降的部分。通关3次莫岗洞穴，他们一共才获得5件白银装备，平均一趟2件白银装都不到。这哪里是刷副本，去野外打 BOSS 掉落的概率都比这个强。而后他们上山去刷骷髅洞，与昨天一样，他们在骷髅洞第2层的骷髅巫师那里刷经验。前2次他们杀完鲁皮后选择回到莫岗村结束副本，但在第3次杀完鲁皮的时候，他们选择回到莫岗村保存副本。由于等级压制，5人在骷髅洞的经验掉落品比昨天下降一大截。坏消息是，陈星心心念的幸运奖励迟迟没有出现。好消息是，100份野兽头领血液已经凑齐，终于可以进入狮王殿。第122章，狮王殿进入。从副本出来后，已经接近下午1点。徐振东对陈星说：“老板，我去取野兽头领的血液。”陈星点头：“好，多少钱一份？”徐振东道：“昨天商定的价格是50陈一份。”陈星眉头微微一皱：“你最好多带一点陈。”徐振东笑道：“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你快去快回。陈星对他办事很放心。徐振东转头对觉明、冷霜说：“你们2个和我一起过来，我格子不够。”好。而后3人前往村中广场，陈星和刘豆豆则留在村东的传送阵旁。刘豆豆闲着无聊，于是问陈星：“老板，你怎么不过去看看啊？”陈星自嘲道：“你老板我的名声不太好，去了肯定会被人宰。”刘豆豆嘻嘻一笑：“早上6点的时候就有人骂你哩，说你插队找村长抢了他们的药水。”陈星脸上露出一丝尴尬，营地的人怎么评价？刘豆豆捂着嘴直乐，大家对你的评价很统一。陈星一扬眉：“帅哥。”刘豆豆指缝中蹦出2个字：“奸商。”陈星有些无语：“你信吗？”刘豆豆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奸商有什么不好的？他们倒是想当奸商，可惜没有机会。陈星摇头：“不，他们有机会了。”刘豆豆想到徐振东此时的去向，而后2人双双把目光看向村中广场。正常交易几10份物品的话，交钱交货最多2-3分钟搞定，但徐振东被一群人围着，谈了10分钟都没有谈成。看来陈星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卖家坐地起价。刘豆豆看着前方的人群，露出一脸的不悦：“哼，那群家伙肯定贪得无厌，要卖更高的价格。”陈星反倒不太在意，所谓奇货可居，这时候他们趁机捞一把倒也正常。刘豆豆嘟嘴道：“明明昨天说好的价格，今天却还临时加价，不讲信用。”陈星淡淡的说：“有人遵守信用，就自然有人违背信用。如果违信能获得巨大利益的话，那自然没人会守信。”刘豆豆一脸的不爽：“难道咱们就看着他们狮子大开口吗？”陈星嘿嘿一笑：“风水轮流转，先让他们尝点甜头，将来那些尘总归要回到我们手里的。”过了近半个小时，徐振东3人终于回来了。3个人表情不一，徐振东和往常一样，表情平和。冷霜则是一脸阴沉，觉明更是直接咒骂起来：“阿弥陀佛，祈祷佛主让那群贪心之辈受到严惩。”刘豆豆忙问：“东老大，那群人是不是抬价了？”徐振东点头：“觉明补充道：“刚一见面，那些家伙就反悔，然后坐地起价。明明说好了50陈一份，他们却直接翻了1倍，说要100陈。”冷霜也一脸不爽：“100陈也就罢了，最后他们再次改口，要200陈。”刘豆豆愤懑道：“200陈一份血液，怎么不去抢？那东西平时都没人要的好不？”觉明说：“还有昨天卖给我们的那些人，说是昨天卖便宜了，要我们今天补差价，真是可恶。”陈星对于这些并不太在意，他最关心的是结果，100分血液都准备好了吗？
徐振东脸色依然平静。好了，我身上一共有105份，算上老板的5份，一共110份，保留10份做预备。很好，今天收购的钱都算我头上。徐振东一惊，老板，这怎么行？明明是我们5个人一起的，我们应该平摊这些钱才对。陈星与他们解释，其一，封印狮王这个任务是我领取的，奖励我也是拿大头。严格意义来说，你们其实是帮我的忙。其二，那些人之所以抬价抬得这么狠，最主要原因是对我的报复。没有我的因素，我相信即便抬价也不会这么夸张。所以说，这个钱本应该就是我来出。刘豆豆说，可是我们也有奖励的呀。陈星摇头，你们的奖励算是酬劳，与收购血液这件事并不相干。众人没再多说。这次收购这些血液一共花去12000多陈，这个金额确实出乎所有人预料。见准备工作已经到位，陈星大手一挥，好了，咱们进去吧。好的，老板。5人纷纷回头，踏上传送阵。刷刷刷，5道白光闪过，他们进入了洞内。他们出现之地正是鲁皮所在的房间，更准确来说是鲁皮座椅旁边的那个传送阵。由于前方是未知的地图，所以陈星郑重地叮嘱众人，我和徐振东先下去，你们过5秒钟再下。好。而后陈星和徐振东踏上传送阵。陈星倒计时3、2、1，进。刷刷，陈星、徐振东出现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房间不大，陈星胸前的夜明珠可以直接照射到墙壁，四周都是浓烈的腥臭味，十分难闻。不待2人打量完房间，周围突然出现一阵呵呵的声音。这时徐振东提醒陈星，老板，小心后面。陈星回过头，发现身后有3具僵尸正朝自己奔来。利爪僵尸7级普通，生命值3000，物理攻击320，毒素攻击250，魔法防御50，毒素防御100，移动速度25。闪电僵尸7级普通，生命值2500，魔法攻击350，魔法防御60，毒素防御80，移动速度24。带毒僵尸7级精英，生命值12000，物理攻击380，魔法攻击380，毒素攻击380，物理防御80，魔法防御80，毒素防御80，移动速度27。一只精英，2只普通。他们的血量比昨天在村子里遇到的二主铁头、肥肥要低不少，但是攻击数据丝毫不差，并且那个大肚僵尸居然具备雾、魔、毒3系的输出，看得出那家伙绝对不简单。就在此时，大肚僵尸精英停在距离陈星15米的位置。突然，他圆鼓鼓的肚子出现一阵咕咕声，好像要拉肚子一般。紧接着，那大肚僵尸大嘴一张，哦，他的嘴里猛然喷出一道绿色毒液。陈星躲闪不及，当即被这些绿色毒液喷中。第123章狮王殿突发，幸运奖励，一团黏糊糊的毒液喷中了陈星。负90毒伤，护盾吸收。负90毒伤，护盾吸收。负90毒伤，护盾吸收。算上徐振东的光环，陈星现在的雾、魔、毒3防御数据分别是630、410、270。380点的毒伤对他造成90点伤害，而陈星旁边的徐振东也不能幸免。不过他身上的毒防只有50点，受到的伤害更是夸张。负330毒伤，护盾吸收，一眨眼掉了近1000点护盾。同时2人身上还有一个负面状态，腐蚀。腐蚀，物理防御、魔法防御降低50。大肚僵尸吐出那团毒液后，他的大肚腩竟然神奇的消失了。紧接着他又开始在原地搓起火球来。不一会，一个火球朝陈星轰来。负20护盾吸收。陈星身上有410点魔防，原本是可以免疫大肚僵尸380点魔法伤害的，但方才陈星被降低了50点魔防，所以还是掉了20点护盾能量。除了大肚僵尸，旁边的2个僵尸也没有歇着。伴随大肚僵尸攻击的同时，闪电僵尸对陈星丢出了一个闪电剑。陈星头上冒出2个文字：抵抗。而那利爪僵尸在靠近陈星10米之后加速冲了上来，陈星顺势一荡格挡，2个普通僵尸对陈星造不成威胁。过了没多久，觉明、冷霜、刘豆豆也传送进来。他们看清3个僵尸位置后，瞬间调整站位，对3头僵尸开展攻击。陈星由于2头普通僵尸对陈星不破防，所以他们对陈星的攻击意愿很低。当身边出现其他单位的时候，立马改变了攻击对象。
觉明、徐振东一人带着一个僵尸拉到了旁边。刘豆豆、冷霜以及骷髅跟着觉明去对付那头闪电僵尸，而陈星则独自去面对大肚僵尸。根据这一天施展疾风刃的经验，陈星基本上已经对他的性能非常了解。疾风刃的格挡效率非常低，面对于精英头领的攻击，经常会出现格挡失败的结果。所以陈星对这个大肚僵尸基本上不格挡，能闪避就闪避，不能闪避就硬吃伤害。这样对战的好处就是陈星的攻击速度极其迅捷，基本上1至 1.2 秒就能攻击一次，每次挥砍都会给对方带来200多的物理伤害。除了武器的伤害之外，烈焰戒指的攻击特效、雷霆之击的触发效果也会对 BOSS 带来相当高的魔法伤害。当然，大肚僵尸作为雾、魔、毒3系具备的精英怪，并不是只会站着挨打不会还手的木桩，刚好相反，他的攻击非常有特色。大肚僵尸出场时肚子挺得很大，好似一个孕妇一般，但在吐出肚子里的毒液之后，身形顿时变得轻巧起来。在陈星近身后，他伸出自己的利爪对着陈星狂挠。起先，大肚僵尸的攻击速度奇快， 0.8 秒就能攻击一次，他每攻击一次，肚子就会胀大几分。随着肚子越来越大，他的攻击速度也越来越慢，到最后他甚至2-3秒才能挥动一下爪子。然而当他肚子变成起初那么大的时候，肚子又开始一阵翻滚，有了前车之鉴。陈星知道这大肚僵尸又要吐出大面积的毒液，于是他绕着大肚僵尸跑了半圈，试图让大肚僵尸喷出的毒液远离人群。然而陈星虽然绕到了大肚僵尸身后，但大肚僵尸本尊却没有动弹，他对着前方战斗的冷霜等人喷出一大团毒液。哦！冷霜、刘豆豆、觉明3人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毒液喷中，头上的护盾狂掉不止。一旁的陈星连忙对刘豆豆使用鲁斯吊坠的驱散技能，帮他驱除掉身上的毒液，免得他受到后续伤害。战斗到这里，陈星基本上摸清了大肚僵尸的攻击路数。大肚僵尸对付近战是采用物理攻击，对付远程是使用火系魔法，每一次攻击都会让他的肚子变大几分。当他将大肚子蓄满的时候，就会对人多的地方喷出毒液。虽然恶心了点，但是这大肚僵尸的攻击套路还是很有意思的。某种程度来说，大肚僵尸非常有杀伤力。如果他面对的是普通队伍，极有可能一口毒液就能喷死一群人。只可惜他遇到了陈星几人。且不说5人身上有4万护盾，就算没有护盾，他们每人都有2-3千生命值，强吃那一波毒伤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一会，徐振东4人把那2头僵尸收拾完，然后过来支援陈星。而大肚僵尸最后在众人围殴下也很快扑街。丁，你的队伍击杀利爪僵尸，你获得8点经验。丁，你的队伍击杀闪电僵尸，你获得8点经验。丁，你的队伍击杀大肚僵尸精英，你获得60点经验。除了5人都收到的经验提示外，陈星还额外收到了一条提示：丁，触发幸运奖励。陈星看到这条提示，心里猛然一跳，他连忙用目光扫视地上掉落的物品。地上掉落了一件黄金、2件白银装备。陈星连忙把那件黄金装备捡了起来。僵尸精英法杖，品阶黄金，物理攻击加60，魔法攻击加60，毒素攻击加60。除了这些常规属性介绍之外，下面还有一个带有霓虹边框的一行字：魔法攻击加60，新增词条。果真，所谓词条和陈星昨晚推测一样，新增词条就是新增一样属性，而且这词条还能叠加，这一点陈星倒是没有想到。法杖原本有魔法攻击词条，新增词条居然也能出现魔法攻击。理论来说，新增相同属性的词条会更加强大。比如这个僵尸精英法杖拥有120魔攻，这已经堪比紫金级别的了。虽然这根法杖对陈星来说没有用，但却给了陈星极大的信心，将来一定会遇到自己需要的装备，自己需要的词条的。其他人见陈星看着手里的法杖发呆，连忙询问原因。陈星把法杖属性共享给大家，他们也全都惊呆了。尤其是冷霜拿着手中黄金级的火影法杖，50法伤外加50火系暗影法伤，附带小火球技能，瞬间觉得不怎么香了。第124章狮王殿狮王关。僵尸精英法杖上新增词条的出现，令陈星感到十分满意，也令其徐振东等人大为震撼。虽然他们天天和老板在一起练级，但是却依然看不透对方。在他们眼里，老板身上有无穷的秘密。要是过去，好奇心爆棚的刘豆豆肯定会逮着陈星问个究竟，但现在他也知道分寸，只能强压心中的好奇心，没有开口询问。而后，众人把地上物品收拾完，这个时候，大家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到周围环境上。他们所处之地是一个长宽20米左右的小房间，
除了地上的3具僵尸尸体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敌人，只有一扇门通向外面。外面一片漆黑，令人无法看清那里有什么。正在几人准备探寻之际，门外吹来一阵阴风，阴风中带着一股浓烈的腥臭味道，令人作呕。陈星有叶明珠走在最前面，觉明紧随其后，二女跟在他们2人身后，徐振东压尾。刚走出房间，陈星就感觉脚底黏糊糊的。与此同时，他收到一个系统提醒：丁，你进入狮王殿，移动速度3，还没开打，移速就下降了。不过此时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系统提醒上，因为陈星都被眼前情形给震惊了。映入眼前的是一片血红之地，包括脚下全都被粘稠的血液覆盖，血地上站着各式各样的僵尸，有闪电僵尸、利爪僵尸、毒气僵尸、猩红僵尸、弹跳僵尸。这些僵尸不仅类型极多，数量更是惊人，其密集程度堪比高峰时期的地铁。最近的一头僵尸离陈星只有3-4米远。陈星见状连忙停下脚步，退后，快退回去。于是众人又退回了房间。后面几人没有看清外面的情况，便询问陈星：老板，怎么了？陈星把方才的所见说了出来。当大家听到如此密集的僵尸之后，也是感觉头皮发麻。他们确实有高额护盾，但护盾也是有上限的，在这么多僵尸的围攻下，他们不可能顶得住。不过徐振东却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老板，你说那些僵尸就在3-4米外，但他们为什么没有追进来？陈星一愣，刘豆豆一拍手：难道是因为这些僵尸不主动攻击？陈星摸了摸下巴，至少说明他们仇恨范围很小。徐振东给出进一步的推测：他们仇恨应该不联动，要不然这么多僵尸如果一起上，没人能过得去。众人点头，有道理。陈星道：我先去引一只僵尸来。老板小心。陈星再次走出门，对着近前的一只猩红僵尸，他直接使用技能武器投掷。那只被攻击的猩红僵尸当即给了陈星一发火球，而其他的僵尸则站在原地无动于衷。果然，这些僵尸仇恨不联动，只有被攻击的僵尸才会被唤醒。陈星连忙走进屋内，那猩红僵尸也呵呵呵地跟了过来。当猩红僵尸进入屋内后，众人不再客气，一拥而上将其消灭。猩红僵尸死后，掉落了一个体质加15的白银手套，加体质的装备极其抢手，但此时对陈星5人来说却犹如累赘一般。虽说5人现在都有空间储物格，但他们现在正揣着100份野兽头领血液，这些血液占了他们一大半的空间，所以对于这种白银级别的装备，他们没法存储，直接分解了事。解决完这只猩红僵尸，陈星继续出门勾引僵尸。这一次他没有使用武器投掷技能，而是近身勾引。他需要了解僵尸的实际仇恨范围。当陈星与僵尸相距 1.5 米的时候，终于触动了僵尸，当即有2只僵尸扑向陈星。陈星再次将其引入小房间，大家一拥而上将其解决。杀完这2只僵尸后，陈星再也忍耐不住，太慢了，外面成百上千只僵尸，这么杀要猴年马月。阿弥陀佛，老板施主的意思是，你们等一等，我出去打一炮。陈星说完，扭头走了出去。紧接着，外面出现一道强光，大家立刻收到海量的消息：丁，你的队伍击杀利爪僵尸，你获得8点经验。丁，你的队伍击杀毒气僵尸，你获得8点经验。丁，你的队伍击杀弹跳僵尸，你获得8点经验。丁，你的队伍击杀大肚僵尸精英，你获得60点经验。足足有70-80条击杀信息。刘豆豆惊呼起来：好爽啊，一眨眼就有近1000点经验。陈星对觉明说：觉明，我们出去捡装备，银色的直接分解，只保留黄金的。好的，老板。僵尸仇恨范围是 1.5 米，离周围僵尸太近的装备就不要了。明白。而后陈星、觉明离开房间去收拾战场上的装备。这一波一共掉了20多件装备，其中黄金装备有3件。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装备没有出现新增词条。就这样，5人继续清理周围的僵尸。又过了半个小时，陈星的天赋能量满了，他再次施展一次一柄杠。而这一次，他们终于在房间中央看到一副棺材。那副棺材位于一个2米高的石台上，棺材是血红色，也不知这是棺木本身的颜色，还是因鲜血浸染所致。血红色的棺木上写了各种不知名咒文，那些咒文并不是死物，而是试图闪烁出光芒。但每当这些咒文闪烁一次，就会被不知名的力量抑制住，使其光芒被约束在极小的范围内。来到台阶下后，众人终于看清那棺木的信息：狮王棺。果然，这就是封印狮王的狮王棺。大家扭头看向陈星：老板，接下来怎么办？陈星则把目光放到周围的僵尸群上，他们只是杀出了一条路而已，周围还有很多的僵尸没有消灭。
他不确定和狮王的战斗会不会有大范围的走动。略作沉思后，陈星做了决定，暂时不要招惹狮王。我们把周围的僵尸先消灭了，以防万一。好。而后众人扭头对付旁边的僵尸来。在他们战斗的过程中，狮王冠上的皱纹越来越暗淡，好似随时都要熄灭。第125章狮王殿4大护卫。陈星5人输出很高，按照正常战斗输出，平均每分钟他们能消灭2-3只僵尸，算上一柄杠的效果，他们1小时能消灭400多只僵尸。不过狮王殿很大，如果要将所有僵尸消灭，估计要10多个小时。徐振东等人不知陈星是怎么计划的，只能闷着头和他一起消灭僵尸。好在消灭僵尸也有很多乐趣。对于冷霜来说，僵尸会掉落升级里奥项链的材料，项链的颜色已经越来越深，他能感觉到里奥项链不久就会有突破。而刘豆豆则发现一个神奇的事情，他的治疗术可以对这些僵尸造成等额的伤害。换句话来说，他在这张地图完全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法师，这一下就让他找到了存在感。绝明、徐振东则是默默地挑选地上的装备。至于陈星，最关心的则是幸运奖励。这段时间又触发了3次幸运奖励，不过这3次新增的词条都是在白银装备上，令他不禁心疼不已。就在他们杀僵尸杀得正爽的时候，狮王殿中央突然传来一阵沉闷的声音，轰隆隆，轰隆隆。众人连忙回头看向狮王关。此时狮王关的棺盖已经被挪开，一头巨大的僵尸坐了起来。5人心中一惊，难道狮王要参战了？在狮王出现的一刹那，其他僵尸全都退到一边，包括与陈星他们交手的僵尸也强行离开战斗。紧接着狮王关的台阶下出现4具高大的僵尸，而当他们看清那4具僵尸的时候，全都大吃一惊。这些僵尸都是头领级别的。大肚僵尸亲卫7级头领，生命值22000，雾魔毒攻400。利爪僵尸亲卫7级头领，生命值25000，雾攻420。猩红僵尸亲卫7级头领，生命值2万，魔攻420。弹跳僵尸亲卫7级头领，生命值24000，雾攻420。真不愧是狮王啊，连亲卫都是头领级别的。召唤出4个亲卫后，狮王轻轻地挥了挥手，利爪僵尸亲卫向狮王行了一礼，然后朝陈星众人走来。见此情形，众人舒了一口气，原来是一个个上，这就放心了。如果4个过来，那压力真的会很大。面对走过来的利爪僵尸亲卫，陈星没有施展一柄杠，而是用1万给大家补了一个护盾。这是一场持久战，秒杀技能在这里没有太大用处。当利爪僵尸亲卫距离陈星20米的时候，猛然一个加速，唰的一声，利爪僵尸亲卫化作一道残影冲了过来。由于速度太快，陈星没有自信能躲开对方，于是伸出双刃向前一挡，当，格挡失败，-293，护盾吸收。面对 BOSS， 双手剑格挡的成功率大大下降。而利爪僵尸亲卫近身后又接了一招连环攻击，陈星这一次努力闪躲，闪避，-173，护盾吸收，-213，护盾吸收，闪避。面对 BOSS 的4次攻击，陈星躲了2次，算是不错。而利爪僵尸进行连环攻击之后，双手突然持平，然后原地转起圈圈来。眨眼间，利爪僵尸亲卫化作一道人形龙卷风，对周围3米范围的敌人造成伤害。陈星一个后跳，试图躲开利爪僵尸的旋转范围，然而他在地上粘稠血的影响之下，他的移速远远不及利爪僵尸亲卫。无奈他只能尽量用手中双剑格挡，尽量少的让自己受到伤害。在利爪僵尸亲卫停下后，大家终于找到攻击的机会，于是将其围了起来。利爪僵尸除了先前那2个技能外，自身还有闪躲的能力，这令大家要花更多的时间对付他。大约过了3-4分钟，利爪僵尸亲卫倒下。定，你的队伍击杀利爪僵尸亲卫，你获得200点经验。利爪僵尸亲卫倒下，掉落一双黄金爪子，2件白银装备。众人趁着战斗结束的间隙，连忙打坐回魔。大约过了1分钟，石台上的狮王又挥了挥手，于是大肚僵尸亲卫出动了。众人连忙起身对付第2头僵尸亲卫。大肚僵尸亲卫和大肚僵尸精英技能一样，开战吐出腹中毒液，然后对远程施展魔法，对近战进行误攻。进行魔攻、误攻的同时会给肚子积攒毒液，只不过大肚僵尸亲卫的技能伤害更高，负重毒液积攒速度更快。由于大家没有特别准备毒防装，所以面对大肚僵尸的毒素攻击，只能强吃对方造成的伤害。众人足足消耗了5-6千点护盾才将其消灭。丁，你的队伍击杀大肚僵尸护卫，
你获得200点经验。毒气僵尸护卫也掉落了1黄金，2白银装备。战斗结束，众人又有1分钟的休息时间。1分钟之后，狮王再度挥手，而这一次，弹跳僵尸亲卫和猩红僵尸亲卫双双出动，5人同时对付2头僵尸头领，难度陡然增加。弹跳僵尸亲卫是误攻，而且弹跳距离非常远，面对10米之内的仇恨目标都是一跳即至，并且他跳起来时攻击伤害提升 30%。猩红僵尸亲卫是魔攻，绝招是火球连弹，能够3连发火球，一招就能造成1300多魔法伤害。面对气势汹汹的2头僵尸头领，5人迅速分成2组，陈星、觉明对付弹跳僵尸，2人都能抗能躲，很容易应对，其他人则对付猩红僵尸。由于输出分散，大家击杀效率低了不少。大约过了6、7分钟，2只僵尸亲卫先后倒下。此时，大家的护盾仅剩2万点。在大家坐在地上休息之际，陈星走进狮王关，查看狮王动向。此时，狮王已经站起身，他的属性也终于显露出来。狮王7级统领，生命值35000，物理攻击450，魔法攻击450，物理防御80，魔法防御80，移动速度30，技能无限复生，无限复生60秒之后原地复活。无限复生，这货真的杀不死。第126章狮王殿，封印狮王。狮王爬出狮王关后，立马就发现了台阶下的陈星。只见狮王轻轻一跳，唰的一声跳到空中，3米多高的狮王犹如猛虎一般扑向陈星。狮王身体还未落地，双爪便抓了下去，刷刷2道寒光往陈星头上而来。陈星往左边一闪，躲过其中一爪，但是另一爪却抓中了他的肩膀。陈星只感觉右肩一阵生疼，一个伤害数字从他头上冒出，负250，护盾吸收。狮王回过身，再度攻击陈星，而陈星想要再次躲避，却发现身体不听使唤，他的头上多了一个负面状态，麻痹。麻痹，身体无法动弹，3秒后缓缓恢复。方才狮王的攻击居然触发了麻痹效果。就在狮王第2击即将击中陈星之际，一个身影从旁边出现，猛然撞向狮王。负170，是绝明，他施展了自己的技能罗汉下山，这一招加强击飞效果。3米多高的狮王居然一下被他撞飞好几米。方才击杀4个头领 BOSS， 令陈星的天赋能量已经蓄满。此时他不再和狮王废话，直接启动了自己的天赋技能一柄杠，一个巨大的一柄光球化作激光冲向狮王。狮王头上冒出一个伤害，负19920。狮王没有死，这是陈星第一次遇到强吃一柄但还没有倒下的 BOSS。不过那一柄光球到达终点时并没有消失，而是回过身又飞了回来。回来的光球再度击中狮王，负14910。这一次狮王再也没能承受得住，轰然倒下。叮，狮王被击败，60秒后将重新复活。没有经验，没有奖品。众人知道这不是战斗的终点。陈星连忙冲大家喊道：快把野兽头领血液放入狮王关。好，几人冲向狮王关，把自己背包里的血液迅速倒进去。叮，你向狮王关放入血液，狮王关部分阵法已激活 1%。叮，你向狮王关放入血液，狮王关部分阵法已激活2100。伴随倒入狮王关的血液越来越多，狮王关棺木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明亮。当倒入第100份野兽头领血液的时候，狮王关突然照耀了整个狮王殿。这个时候，系统终于给出了那个提示：叮，狮王关阵法已激活。刘豆豆顿时欢喜不已，哈哈，终于搞定了。觉明双手合十，对着狮王关中的血液行了一礼：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诸位能够用自身血液封印狮王，也算是功德无量，来生肯定能够转世成人。徐振东却紧皱眉头，为什么没有通关副本提示 ？BOSS 奖励也没有。冷霜一脸冷峻，他回过头指着台下的狮王尸体说：莫不是要把狮王尸体丢进去才能封印？陈星一拍手：对啊，既然是封印狮王，肯定要把他丢进去。快，咱们下去搬狮王的尸体。而后3个大汉飞扑下去抬狮王的尸体。然而还没等他们把狮王抬上台阶，却听到一个提示音：叮，狮王已复活。紧接着，陈星、徐振东、觉明浑身抽筋，滋滋滋，3人被一阵强电流电得七荤八素。他们一松手，扑通一声，狮王跌落在地。狮王爬起身后，第一时间不是攻击他们，而是往台阶下奔去。他对已经激活的狮王关十分恐惧，不想靠得太近。5人见状，连忙追下台阶，再度与狮王战斗起来。由于狮王关的影响，
狮王头上多了一个负面状态。狮王冠的照耀，狮王全属性下降 20%， 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伤害全都是原先的 80%， 唯独他的复活技能没有变，依然是60秒后复活。当然，即便狮王只有 80% 属性，实力依然强大，普通队伍想要对付他还是得小心翼翼。不过这对于陈星几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威胁，最令他们头疼的并不是狮王的攻击，而是狮王的行动。这狮王非常鸡贼，血量越少便离狮王关越远，打到最后他已经距离狮王关所在的台阶20多米远了。在狮王倒下的一刹那，5人连忙把狮王尸体扛起，一同运往狮王关。从狮王倒下的地方到狮王关所在，直线距离不过40-50米，60秒钟跑这点距离原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抬着一具沉重的狮王到达狮王关的台阶下面，还要往上爬，这60秒未必够用。果然，当5人把这具3米多长的狮王抬到狮王关旁的时候，狮王又一次复活。和先前一样，他复活的第一时间是释放电流，如果大家被他电中，那就只能重蹈覆辙，再度击杀狮王。如此往复，恐怕这辈子都无法把狮王搬进狮王关。不过此时觉明却发怒了，只见他大喝一声，全身猛然散发出金光，这是他天赋开发出来的技能金身罗汉。这个技能可以让他保持相当高的抗性，免疫许多的技能和效果。当狮王复活发出电流的时候，其他4人纷纷松手，唯独觉明依然紧紧抓着狮王。呵！觉明脸上青筋暴起，双手拉着狮王猛然往狮王关一甩，口中大喊佛 Zam 号哇去你妈的！扑通！狮王被觉明强行甩入狮王关之中。在狮王进入狮王关之后，狮王关的关盖自动合了起来。轰隆！咔嚓！直到这个时候，大家终于收到那个期待已久的系统消息：叮，恭喜你们成功封印狮王，你获得300点经验。紧接着，一个传送阵以及一个巨大的宝箱出现在狮王关旁。众人瘫坐在地，深深舒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想到方才觉明的英勇表现，陈星对觉明大加称赞：觉明，刚才你可算是立了大功。觉明一脸得意，嘴里却很是谦虚：阿弥陀佛，都是大家的功劳，贫僧只是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刘豆豆却嘻嘻一笑：秃头哥哥，你方才说脏话了。觉明毫不在意：我佛慈悲，不会在意这些细节的。就连一向对觉明冷言冷语的冷霜都难得夸了一次觉明，大和尚还是有点用。休息片刻之后，陈星站起身：好了，开宝箱吧。而后他第一个打开宝箱。就在这时，系统传来一个消息：叮，触发幸运奖励。陈星大喜。第127章暗金戒指、神圣之水和避毒珠。陈星没想到开箱子居然也能触发幸运奖励，关键是这还是开 BOSS 的箱子。作为一个统领级别的副本 BOSS， 狮王的奖品绝对在黄金以上。略微调整了心神之后，陈星将手伸入宝箱之中。叮，你获得狮王戒指。叮，你获得神圣之水。陈星第一时间查看那枚狮王戒指。狮王戒指，品阶暗金，护驾消耗200点魔法值，随机召唤一个7级狮王亲卫 ，CD 12小时，亲卫等级+1，新增词条。这个戒指没有属性，但是附带了一个逆天技能召唤亲卫。方才在台下的时候，陈星已经和亲卫交过手了，分别是大肚僵尸亲卫、利爪僵尸亲卫、猩红僵尸亲卫、弹跳僵尸亲卫。这些亲卫可是头领级别的，而且原本召唤一个7级的已经够变态了，这个戒指居然还出现一个新增词条，亲卫等级+1，也就是说现在是召唤一个8级头领。也不知冷霜看到这枚戒指会作何感想。而后陈星戴上狮王戒指，接着查看另一件道具，神圣之水可以洗涤灵魂。什么玩意？洗涤灵魂是什么意思？就在这个时候，徐振东突然对陈星说：老板，地上掉落了一颗避毒珠。陈星把圣水放到腰带空间，抬头看向徐振东。徐振东伸手把一颗黑色珠子递了过来。陈星接过一看，顿时明白了它的用处。避毒珠使周围100米范围的友方单位不受毒气、瘴气影响，该道具仅在15级之内的领地生效。外围有毒物，这避毒珠自然是用来避免毒物伤害的。但很快，陈星又感觉不对，不是说杀完狮王毒物就会消散吗？这时候出避毒珠是几个意思？思来想去，陈星没有头绪，最后他还是放弃猜想，待会找村长问问，应该可以知道它的用途。这个时候，其他4人也去开宝箱。刘豆豆第一个惊呼出声：啊，暗金装！我也有暗金装了。另外3人也都面露喜色，看来每人都获得了暗金装。对于这个奖励，
陈星反倒感觉有些不对劲。通关一个7级副本而已，怎么全体得到了暗金装？暗金装什么时候这么不值钱了？不仅是暗金装，他们4人也都获得了神圣之水。不过，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这圣水的用途。收拾完战利品后，众人踏上了传送阵。丁，是否离开狮王殿？本次通关奖励550陈，4000经验。提示：离开狮王殿后，所有通道将关闭，无法再次进入。根据文字提示，陈星他们出去后，不仅自己不能再进来，就连其他神选者也无法进入狮王殿。当5人离开副本后，系统立马给出提示：丁、陈星、徐振东、觉明、冷霜、刘豆豆成功封印狮王，狮王殿关闭。狮王殿居然彻底关闭了，看来它不是常规副本，而是一次性的，先通关的先得。而且这个副本没有所谓首通奖励，只能通关一次的狮王殿，何来首通不首通之说？方才宝箱里的暗金装和神圣之水就是他们的独特奖励，伴随4000经验的通关奖励，他们也全都升到了8级。5人从狮王殿出来，便立马往村长那边行去。这个时候，聊天频道也再度炸裂。卧槽，封印狮王了！狮王殿好像是7级副本吧？他在哪？你们看陈星他们的等级已经8级了。草啊，他们都8级了，我还在5级呢。奶奶的，我第一次听到狮王殿的确切消息，但它却已经关闭了。今天凌晨的时候，陈星找村长说狮王什么的，估计聊的就是这个狮王殿。那个老逼村长真他娘的恶心，老子拍了他一天马屁了，毛任务都不给我。对啊，那个老批见到陈星好像见到爸爸一样，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照顾他。啧，不敢骂陈星，改骂村长了是吧？有本事当着村长的面发牢骚啊！去就去，你当老子怕你啊？卧槽，我亲密度降了5点，狗日的，阴老子！哈哈，就这脑子还想在村长那里领任务呢？你这人去狮王殿也是送脑子给狮王吃，狮王不一定吃弱智的脑子。哈哈！陈星等人在大家的注视下来到了村长身边。此时，村长身边已经有了不少的人。这些人原本在附近做任务，看到系统消息之后，赶过来尝试和村长对话领任务的，自然他们都一无所获。在陈星来到村长院子后，村长立马甩开旁边的一众人，热情招呼：“陈星，你来了呀！”陈星直入主题：“村长，我们方才已经成功封印了狮王。”村长一脸的欣慰：“不错，不愧是陈星，你果然做到了，这是给你们的奖励。”陈星收到系统消息：“丁，你完成封印狮王任务，请选择你的奖品。储物格100格，腰带空间1立方米。”这次居然不是装备，而是储物道具。陈星下意识想要选取腰带空间，但略作思考之后，他决定还是选择了储物格。原因很简单，互补。这样以后小件物品可以放腰带空间，大件物品就直接放到储物格子里。100个格子加500立方分米的储物空间，基本上满足日常所需了。其他的人也都收到了类似空间奖品，以后下副本，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装不下东西。虽然完成狮王的任务没有装备奖励，但是方才众人在狮王宝箱中开到了暗金装备，那些应该也是奖励的一部分。想到狮王宝箱，陈星拿出神圣之水向村长询问：“村长，你认识这个吗？”村长看到神圣之水后，脸色突然露出激动神色：“你居然得到了神圣之水！”陈星看到村长这个反应，心里顿时提高了期待，连忙接着询问：“村长，神圣之水的用途是什么？”村长看了看神圣之水，又看了看陈星，然后一字一句地说：“神圣之水，洗涤灵魂，提升天赋。”提升天赋？我操！不仅是陈星，周围的人全都惊呆了。第128章，天赋提升？什么？神圣之水可以提升天赋？不知是谁突然喊了这么一句，旁边路过的人听到后也都凑了上来。什么神圣之水？什么提升天赋？诺，就是陈星手上的那个小瓶子。村长说这玩意可以提升天赋。提升天赋？怎么提升？从 S 级提升到 SS 级吗？应该不是吧。 F 到 SSS 级那叫品级，但是各天赋还是分阶段的。天赋还分阶段吗？对啊，我的天赋就提升过。嘘，别说话，好好看着。陈星听到村长的话后，第一时间点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他的天赋一栏写着 X 级雀魂初心，不知道提升天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能有什么效果。当着众人的面，他把神圣之水喝了下去。丁，你已服用神圣之水，你的天赋得到提升。陈星再次查看天赋，上面赫然写着 X 级雀魂雀视。
果然提升了天赋，从初心提升到确视。然后他连忙查看麻将效果，发现几乎所有的麻将效果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一柄杠25000伤害单次伤害，原本是2万；1万杠5万能量生命护盾，原本是4万；一条10%几率触发魔法伤害 X2.5 伤害，原本法伤系数是2；白杠基础属性加25点，原20点；发杠增加10%掉落几率，1.25%几率触发幸运奖励，原8%、1%；春幸运临时变成2.5倍，原2倍，提升幅度高达25%。除了陈星，其他4人也得到了提升。徐振东光环效果提升100%，并解锁强筋光环和回魔光环。绝明领悟铁布衫和白骨爪技能。刘豆豆强化治疗30%治疗，并提升勾芒胸针的效果。冷霜提升50%召唤物属性，并且将盔甲骷髅兵转职成盔甲骷髅战士。每一个人都有质的飞跃，提升天赋果然非同凡响。众人见陈星5人脸上都露出满意的笑容，很是好奇。陈星大大，你天赋提升效果是什么啊？徐振东大大，你现在的光环提升了吗？秃和尚露两手看看。一向不爱搭理人的冷霜这次一反常态，把自己的骷髅召唤了出来。咯吱咯吱，伴随一阵骨头声响，一个神情威武的骷髅战士出现在大家面前。众人连忙查看骷髅战士的属性。盔甲骷髅战士，生命值15000，物理攻击500，物理防御125，物理免伤25%，移动速度28。技能，卧槽，这他娘的是召唤物，好恐怖啊，简直是一头大 boss。一个骷髅可以挑战我们全队了，这还打个屁啊，他仅仅是 B 级天赋而已。徐强大大，你变身成金刚熊打得过这具骷髅吗？盔甲骷髅战士，别了，徐强生命值不可能上万的，光凭 A 的话徐强肯定拼不过。不过人家徐强可是有技能的，你说的好像这盔甲骷髅战士没技能似的。冷霜美女，你骷髅的技能能展示一下吗？面对周围人的询问，冷霜自然不会回答。盔甲骷髅战士确实有技能，不过他把技能给了陈星等人看。重击，攻击时有20%几率触发重击，攻击力提升100%，属于一个小爆发技能。由于是被动效果，所以不需要冷霜去手动操控，倒也省事。周围的小脆皮如果面对骷髅战士，估计遇到一个重击就会被带走。服用完神圣之水后，陈星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他想到狮王掉落的那颗避毒珠，于是问村长：村长，狮王已经封印，周围的毒物是否就会消散？村长点头，没错，明天早上毒物就会消散。陈星更加不解了，狮王可是副本关底 BOSS 啊，如果是普通物品，应该在宝箱里开出来才对，但为什么避毒珠是单独掉落的？对于陈星的不解，周围其他人却全都沸腾了。卧槽，你听到了吗？毒物要消散了。听到了，明天我们就可以去野外练级了。野外练级没有副本经验多吧？副本通关的时候有额外奖励啊。野外练级确实没有副本经验多，但是安全啊。咱们可以组7人队、10人队去刷怪，不用强制5人啊。副本毒伤那么高，对我们这种抢不到抗毒装的人很不友好。多了一个练级的渠道不好吗？那也是，这2天我在村子里做任务都快做吐了。这个陈星总算做了一回好事。其实陈星一直在做好事好不，副本都是他开荒开出来的，但是他心黑啊。你要想从他手上买点东西，肯定要被扒一层皮。这个确实，我们队伍买了一瓶抗毒药水，花了4000陈，真黑。陈星和村长聊完毒物的事情后，村长没有再对他们发布特别任务，于是5人离开村长院落，来到村中广场。此时已经接近下午5点，但村子里还有许多的神选者，看来又有不少人获得了村内过夜的权限。5人干脆在这里摆起地摊，把今天刷到的东西都卖了。他们刚摆摊没多久，系统突然发来通告：叮，恭喜诸位完成修复营地护照任务。营地任务完成了。陈星连忙查看任务排行榜，陈星队伍共贡献12点，荣登第1；徐强队伍共贡献7点，位于第2；陈俊杰队伍共贡献5点，位于第3。从贡献来看，徐强队伍刷了3次5级副本，2次6级副本；陈俊杰队伍刷了3次5级副本，1次6级副本。他们2队人能通关6级副本，关键因素在陈星这里问了副本信息，并且购买了抗魔药剂。陈星这个黑心商贩自然不会白白提供帮助，狠狠宰了他们一刀。不过这种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多少人想被陈星宰还没这个机会呢？
系统再次发来消息：丁，营地护照全面开启，正在为贡献前3的队伍发放奖品。第129章高级基础属性单盒1条。丁，奖品已发放。陈星等人获得高级基础属性单，基础4维+3；徐强等人获得中级基础属性单，基础4维+2；陈俊杰等人获得初级基础属性单，基础4维+1。众人看着这些奖品，顿时发出惊叹。全营地400多人，获得属性单的人并不少，但是获得基础属性单的却屈指可数。即便是遇到基础类属性单，也大多是基础力量单、基础体质单之类加单独属性的，很少遇到基础属性单这样加4维的单药。比如说陈星小队，从开服到现在，他们队就出现过2颗基础类属性单，一颗是陈星获得的初级基础体质单，他给冷霜服用了；另一颗是冷霜获得的初级基础属性单，他还给陈星了。由此可见基础类的属性单的稀缺性。毕竟再好的装备也会淘汰，但是基础属性可是会影响终身，而且等级越高影响越大。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个营地护照任务的奖品居然是基础属性单的时候，顿时在聊天频道热议起来。但大家对于这3队人拿到奖品，没有人表现得不服气。这些人获得这些奖品，这可不是运气，全凭实力。陈星把高级基础属性单服用后，属性又一次暴增，他的自身基础4维是14点，白杠是25点，所以他总的基础4维是39点。如今他是8级，4维是312点，也就是说裸装3120点生命值，156点蜈蚣，156点魔功，别人一身的黄金装都未必赶得上他这属性。在陈星几人服用完属性单后，周围的人把注意力放到摆摊上。由于大家都在莫岗村做任务，每个人的口袋都比之前要富裕，而陈星等人的装备都是精挑细选下来的，所以很受大家青睐。尤其是那几件有新增词条的，格外受到大家关注。普通白银装大概是1000陈，有新增词条的卖1500-2000陈，而最受关注的就是那根僵尸精英法杖。这根法杖是60魔功、60毒功，原本平平无奇，但是它新增词条又加了60魔功，令它的价格倍增。普通黄金装大概3000陈，而这根有新增词条的僵尸精英法杖居然卖到了5000陈的高价。买下这根法杖的是徐强队伍里的一个巫师。在陈星几人摆摊的时候，觉明并没有和他们一起，而是去村子南面的那个庙堂。陈星等人不知道觉明花那么多钱弄那个庙堂到底有什么意义，索性也懒得问。不久，天渐渐黑了下来，留在莫岗村过夜的神选者比昨天多了许多，接近100人。而村子里的村民也没有像之前那样早早的关门，有一些店铺甚至在晚上还继续营业。除了莫岗村，营地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营地护照真的没有消失，太好了！哈哈，终于不用挤帐篷了，老子今晚要睡外面。有没有人去篝火旁吹逼的？你现在才来，篝火旁都挤不下了，我都被挤到营地洞穴口了。说起营地洞穴，为什么这里不让进来啊？等级太高了，去那里也没有意义了呀。里面不是有条叫斯内克的大蟒蛇吗？不用管了，你去管它干嘛？现在营地安全了，你们要不要去野外练级？不去，黑不隆冬的，火把根本照不了多远，而且也没几个经验。嘿嘿，我们队伍有一颗照明球，待会就去刷 BOSS。我今天不去，明天等毒雾散了再去。毒雾明天真的能散吗？不是说陈星他们队伍已经完成任务了吗？听说而已，谁知道准不准？睡觉，明天就知道了。今夜是大家进入神选之地度过的第5个夜晚，陈星全队的人都没有回营地，而是在莫冈山过夜，这也是他们5人第一次聚在一起过夜。陈星一个人住卧室，觉明、徐振东睡大厅，刘豆豆、冷霜住另一个卧室。陈星躺在床上查看自己的控制面板，先前买血液的时候用掉了他1万多陈，现在他身上有28000加的粉尘，1万、一饼、发、白都已经升到了杠，只有1条是单张，1条是消耗品，功能是学习升级雷霆之击。陈星直接合成了3张1条，花了15000陈，将雷霆之击从1级升到了4级。雷霆之击1级，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雷霆一击，对目标额外造成魔法攻击 X2.5 的伤害。雷霆之击2级，攻击时有 13% 几率触发雷霆一击，对目标额外造成魔法攻击 X2.5 的伤害。雷霆之击3级，攻击时有 16% 几率触发雷霆一击，对目标额外造成魔法攻击 X2.5 的伤害。雷霆之击4级，攻击时有 19% 几率触发雷霆一击，对目标额外造成魔法攻击 X2.5 的伤害。仅仅提升了概率，并没有提升伤害，看上去提升并不明显。
但这毕竟是成长型的伤害技能，越到后期效果越厉害，所以现今表现不突出很正常。还剩下13000加的陈，可以合成1至2张麻将，1万1饼1条可以再合2张，发白可以合1张，1万提高护盾，1饼提高秒杀上限，1条提升雷霆一击几率，发提升掉落几率和幸运奖励几率，白提升基础属性，每一样都有它的用处。下一张合成什么呢？陈星一下变得很难抉择，最后他还是决定合成发，主要原因是因为幸运奖励太上头了。然而当他合成了一个木质发之后，发现他不能和发一起触发效果，木质发凑成了杠，想要继续升级必须是象牙发拼凑在一起才能升级效果，也就是说陈星必须再合成3张木质发才能凑成象牙发一对。陈星还差27000陈，早知雷霆一击升级效果那么差，刚才就应该攒钱和4张木质发的。不过这个念头只是一闪即逝，对于陈星来说27000陈并不是什么难事，也就是1天的事情。确定好下一步合成的计划后，陈星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第5天终于过去了。第130章第6天绝明庙的功能。第6天早上5点多，陈星看着村长院子前挤满的人群，苦笑着摇了摇头。那群人实在太拼了，看来自己今天是抢不到丹药了。6点刚到，村长就打开了房门。陈星连忙在外面大喊：村长，我想请教毒物的事。他想和昨天那样引起村长注意，但却失败了。村长只是自顾自地走了出来，根本没有搭理他。在村长进入院中后，一群人一拥而上，不到1秒钟就把村长身上的3瓶初级抗毒药水、初级抗魔药剂给抢够了。哈哈，我抢到抗毒药水了，我买到了2瓶抗魔药剂。操，你们动作太快了，老子什么都没买到。你们看陈星，他在外面发愣呢，傻眼了吧？哈哈。陈星笑着摇了摇头，离开了村长院子。对他来说，这些药剂只是增收的一个手段，但对其他人来说却是发财的方法。那些人辛辛苦苦一天都很难赚到1瓶药水的钱，所以抢起来简直不要命。以这种方式抢购，陈星根本不是那些人的对手。就在这时，系统发来消息：叮，恭喜各位成功度过第5日，你们离成神之日又近了一步。叮，营地周围的毒物已经消散，欢迎大家前去探险。叮，今日营地任务：寻找百年樟木灵石，置于篝火旁。大家看到系统消息，不禁喜笑颜开。哈哈，是真的，毒物真的消散了，可以去野外练级了。去他妈的抗毒庄，老子宁愿升级慢一点也不去那狗日的副本里。就是，那群王八蛋把抗毒庄的价格抬得太高了。你们留意到营地任务了吗？百年樟木在哪里啊？去外面探索一下不就知道了。给篝火烧这么好的木头干嘛？难道营地里会变香吗？让你做就好好做，问这么多干嘛？你不知道，难道别人就知道了？我倒不关心营地任务，我更关心想寻找其他的村子，周围不可能只有一个莫岗村的。对，我也想探索其他村子。陈星在莫岗村获得了好多好处，咱们要弯道超车。有道理，好处不能光让陈星他们队伍拿走了。走，咱们探险去。陈星此时来到了陈星居，不过此时屋中居然空无一人。就在陈星纳闷之际，系统再次发来一个消息：叮，莫岗村的绝明庙已经落成，欢迎大家前去祭拜。什么鬼？绝明庙？陈星一边吐槽，一边往绝明庙方向行去。绝明庙旁边不知何时多了摊位，一个村民正在售卖长香，而徐振东、绝明、冷霜、刘豆豆正站在绝明庙前。当陈星走进绝明庙的时候，正看到绝明举着3炷香在跪拜。这个场景不禁令陈星哭笑不得。大和尚，庙里供不是你自己吗？你跪拜自己算什么说法？其他3人抿着嘴，没有回答陈星。过了一会，绝明祭拜完，站起身看向陈星：阿弥陀佛，我心向佛，祭拜哪尊佛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善之心。陈星才不信那一套，别胡扯，没有好处你绝对不会修这座庙。说吧，这玩意到底有什么用？绝明双手合十，然后发了一个状态给大家看。绝明庙的庇护，檀香，体质加30，持续4小时，该状态不可驱散。陈星一惊，卧槽，烧个香居然可以得到 buff。 刘豆豆也瞪大了眼睛，秃头哥哥，你是怎么办到的？冷霜则是来到售卖长香的村民身边，大和尚，这里的每一种香功能都不一样吗？绝明款步来到卖香的村民身旁，向大家介绍，目前一共有3款香售卖：檀香、沉香、增财香。檀香
提升30点体质，持续4小时，售价50陈。沉香提升每秒5点的魔法恢复速度，持续4小时，售价50陈。增财香提升2%装备粉尘掉落几率，持续4小时，售价100陈。同队伍不能叠加。觉明说，目前只有这3款，后续会增加更多的长香品种。陈星看了看这3种香，可以3种香同时生效吗？觉明核实，阿弥陀佛，目前只能生效1种，等后续庙堂升级的话，或许允许叠加更多状态。刘豆豆惊叹：哇，还能升级啊！陈星抬头打量了一下这个小庙堂，没有多言。冷霜沉默了一会，然后买了一根沉香，走到觉明庙前。他没有跪拜，只是把沉香往香炉里一插。很快他就收到了系统提醒：丁，你获得觉明庙的庇护，沉香。不用跪拜，直接插香就可以。这倒让冷霜省去了麻烦。刘豆豆连忙也去买了一根沉香，不过他没有像冷霜那样直接插香了事，而是学着觉明那样装模作样跪拜起来。再然后陈星、徐振东也买了一根香。徐振东买的是檀香，陈星买的是增财香。等他们插好香之后，周围已经围满了人。那些神选者眼中露出疑惑神色。大和尚，点香真的有用吗？你们几个是不是合伙来骗我们钱的？50陈买30点体质 buff，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你们这群奸商觉得我们不好骗，现在开始演群戏了是吧？觉明庙，我呸，好不要脸，我去跪一个石头堆都比这玩意有用，大家不要上当受骗。觉明面对众人的质疑也不恼怒，他双手合十，对众人行礼：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众施主试一试便知，反正也不贵。但众人还是不信。呵呵，休想骗我们，我们已经被你坑了太多钱，现在你们说的一个标点符号我都不信。贼和尚！觉明没再解释，陈星等人也懒得理会他们，直接钻出了人群。那些人见觉明等人就这么走了，顿时失去了集火的对象。他们你看他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把目光放到了卖香的村民身上。第131章，奇怪的村子。很快大家确认了焚香的功能，大家开始争着抢着去给购买长香。一时间觉明庙前乱作一团。喂，全面烧香的快点，插完香就起来。不用拜了，不拜也有效果。尼玛，你让老子不要拜，你自己怎么拜了起来？我这是向佛主表诚心，说不定拜了之后有隐藏效果。佛主你妹啊，这哪里是佛主，明明是觉明那个秃和尚。我不管里面放的是谁，只要能给我好处我就拜。别他妈废话了，快起来，轮到我了。不一会，觉明庙烧香有 buff 仪式传到了聊天频道。营地里的人原本想直接奔赴野外进行探索的，现在全都赶了过来。陈星等人没有在村子里停留，直接去往了野外。路上，陈星看着觉明：觉明，你修那个庙堂到底有什么用？一旁的刘豆豆没懂陈星的意思：老板，我们不是已经知道庙堂可以加 buff 吗？不过冷霜却明白陈星话中的意思，大和尚花钱修庙堂肯定不是慈善，自身一定有额外的好处。觉明核实：阿弥陀佛，老板果然聪慧过人，瞒不了你。而后他正色道：没错，大家参拜觉明庙的话，我的属性可以提升。陈星眉头一扬：属性提升？觉明点头：是的，1000次祭拜后会给我随机提升1点基础属性。众人惊道：基础属性？觉明说：是的，不过1000次这个数量并不是固定的，后面还会增加，增加幅度暂且还不清楚。营地400多人， buff 持续4小时，最早今天晚上，最晚明天上午就能有1000次祭拜，到时候就知道下一次需要祭拜多少次了。徐振东先前一直没有提问，此时突然开口：那些卖香的钱呢？你有没有分？觉明脸上露出一丝得意：阿弥陀佛，贫僧确实能分得一些粉尘，不过并不多，只有10%。一根香50陈，觉明拿5陈，看上去是不多，但全营地的人都来祭拜一次的话，他就有2000多陈，平均一人1天2次，他可获得4000陈。觉明花了3万陈盖庙堂，差不多7、8天就能回本。原来盖庙这么挣钱啊！不知不觉，众人走到了荒蛮草原，前方不远处就是之前迷雾笼盖的地方。陈星停下了脚步，对众人说：我们分开探索吧，先寻找百年樟树所在的位置。好，我负责探索东面，你们负责北面。收到。而后陈星开启1万杠，给觉明、徐振东、冷霜套了护盾，然后往东行去。往前走了100余米，陈星看到了5级的野怪。绿毒蜈蚣5级普通，生命值1500，物理攻击120，毒素攻击140，魔法防御40，毒素防御50，移动速度26，
红毒蜈蚣5级普通，生命值1500，物理攻击100，毒素攻击150，魔法防御30，毒素防御60，移动速度26。绿毒蜈蚣的绝招是区域喷毒，红毒蜈蚣是毒伤叠加，两种蜈蚣如果站在一起，还是挺有战斗力的。但是这种怪在陈星面前已经完全不足为惧。陈星为了提高探索效率，使用了昨天刚获得狮王戒指的护驾技能。护驾消耗200点魔法值，随机召唤一个8级狮王亲卫 ，CD 12小时。原本是召唤7级的亲卫，但因为新增词条增加了1级，所以是召唤8级的。猩红僵尸亲卫8级头领，生命值26000，魔法值3万，物理攻击250，魔法攻击500，物理防御20，魔法防御150，移动速度27。技能火球术，火球连弹。火球术消耗100点魔法值，对目标造成500点伤害 ，CD 1.5秒。火球连弹消耗200点魔法值，对目标释放3发火球术 ，CD 12秒。这输出简直是爆表！面对蜈蚣，猩红僵尸亲卫的一个火球连弹就能打空血，再补一个火球就解决战斗。唯一的缺陷就是他的技能太耗魔了。陈星没有回魔手段，只能让猩红僵尸亲卫自动恢复。战斗时，猩红僵尸亲卫不会回魔。战斗后，赶路状态每秒回复20点，休息状态每秒回复100点。理论来说，如果耗尽了3万点魔法值，他需要在原地休息5分钟才能回满。总之，猩红僵尸亲卫的魔法不能乱丢，需要省着点用。有了僵尸亲卫的帮助，陈星扫图能力提升了一大截。如果为了赶路的话，陈星只需要10分钟就能跨过蜈蚣区。但他现在主要是为了寻找百年樟树，所以以 S 型的路线行走。这里除了绿毒蜈蚣、红毒蜈蚣外，还有精英级的大刀蜈蚣以及头领级蜈蚣长老。大约走了1个小时，陈星几乎踏遍了东面的蜈蚣区。除了遇到这些蜈蚣外，陈星只看到满地的尸骸，有人类的，有动物的。这些尸骸全都散发着绿色的毒气。很显然，这些人和动物都是死在之前的毒气之中，但并没有找到百年樟树。樟树可以在毒气中存活吗？陈星不知道，但他在蜈蚣区没有看到一棵存活的树木，反倒是见到不少毒草。而后陈星穿过蜈蚣区，往下一个区域进发。刚离开蜈蚣区没多久，陈星脸上突然露出喜色。前方1-2千米有一个村庄，去向当地人询问一下，看附近有没有樟树。想到这，陈星连忙加快脚步往那村庄奔去。然而当他来到村庄门口的时候，心里又沉了下来。村子里一片空荡，举目望去看不到任何村民。难道这里之前也被毒气笼罩了吗？陈星一边想一边往里走去。陈星观察着四周的情况，街道、屋子墙壁很干净，不像是荒废的。当他路过一个院落的时候，突然停下了脚步。院子里有一棵树，一棵桑树。既然桑树能够存活，说明之前毒气并没有笼盖这里。但问题是，村民呢？怀着疑惑，陈星往前行去。突然，陈星头上出现一片黑影，他连忙抬起头，发现上方突然盖下一个大网。噗呲，陈星被那大网给罩得严严实实。第132章，樟树村。陈星和他的僵尸亲卫双双落网。与此同时，周围传来几个人的声音：“抓住了，不能放过他，快来！”不知从哪钻出10几个青年，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大刀、长枪冲上前来，对准网中的陈星和僵尸亲卫。然而，当他们看清网中之人的时候，顿时愣住了。怎么还有一个人类？要不要把那人放出来？不能放，那个人可能是被毒狼王奴役的。对，那人和僵尸是一起的，说不定这人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杀了他们！陈星连忙大喊：“慢！我是神选者，从外面过来的神选者。”那些人停下了手，狐疑地看着陈星，神选者。而后他们一同回头看向后方。这时，众人身后走来一个白胡子老者。那老者弓着腰，手拄拐棍，缓步走上前来。众年轻人对那老者行礼：“村长。”村长来到近前，仔细打量着陈星：“年轻人，你从哪里来？”陈星说：“我从西面的1号营地过来的。”没等老村长说话，周围年轻村民顿时呵斥了起来：“放屁！西面全是毒物，你怎么可能过得来？”陈星道：“毒物今天早上已经消散了。”年轻村民再次喝道：“瞎说！以往毒物出现的时候，起码要半个多月才会散去，这次仅出现10天不到，怎么可能消散？”陈星白了他们一眼：“不信的话，你自己看去。”这一次，老村长开口了：“小明，
你且去看一看村西的毒物是否消散。一个消瘦青年回道：是，村长。而后那个叫小明的村民往西奔去。陈星在网中查看周围村民的状态，这些人的等级大都是5、6级，其中等级最高的是一个1米9的壮汉，7级精英。那个壮汉双手紧紧握着手中长矛，双目盯着猩红僵尸亲卫。虽然他等级最高，但是神情却最为紧张。这些人之中，只有壮汉明白眼前这个骷髅的强大。陈星观察完周围这些人的等级后，顿时放下心来。一群小卡拉米而已，自己随便灭了他们。当然，陈星不会随意动手，他还指望这些人给一些任务呢。虽然原住民实力不如神选者，但是更加熟悉神选之地，可以提供各种信息，也能颁布各种任务。不到万不得已的话，陈星并不打算和他们闹翻。过了一会，方才那个叫小明的瘦小青年跑了回来。村长，西面的毒物真的消散了。村长点点头，而后他对周围的村民说：把他放了吧。旁边的村民还是有些不放心。村长，西面毒物消散也不代表这个人没有嫌疑啊。对啊，村长，这人不能放，他可是和僵尸一起来的，肯定不是好人。村长一出手中的拐杖，喝道：我说的话你们就不听了吗？还是有人在犹豫。可是村长指着陈星说：这位神选者极为强大，他如果想要从网中出来，我们根本拦不住。直到这个时候，才有几个青年走过来，把地上的网揭开。陈星恢复自由后，冲村长一拱手：谢谢村长。而后他看向周围的村民，这个僵尸是我驱使的，是我战胜狮王的战利品。众人吸了一口气，战胜狮王。陈星伸出手，将自己狮王戒指展示出来，这就是从狮王身上获取的戒指，这具僵尸也是由这枚戒指召唤出来的。众人看向陈星手上那枚戒指，又看了看他旁边的僵尸，原先的猜疑已然消散。陈星见他们疑虑已经解除，于是开始询问方才的事来。村长，你们村子遇到什么事情了？为何会布置如此机关？村长看着陈星，叹了口气：本村名为樟树村，全村439人。樟树村？陈星心中大喜，找了半天，终于找到樟树的信息了。村长接着说：村庄旁边有一个樟树林，我们平日里的采摘、砍伐、猎兽都是在那个樟树林中。但是在最近半年，樟树林突然来了一头毒狼王，那毒狼王盘踞樟树林后，开始释放瘴气，使得我们再也没办法进入。不仅如此，他还会时常派爪牙过来洗劫我们的村子。方才我们发现村外有僵尸过来，以为那毒狼王又派了人过来，于是陈星点点头。相对于毒狼王，他更在意樟树林。于是他问村长：村长，你说的樟树林在哪？我且去看一看。村长脸上有些犹豫：我知道你实力非凡，但是那樟树林里的瘴气十分了得，并不是轻易能够进入的。瘴气？呵呵。陈星并不在意。昨天击杀狮王的时候，获得了一颗避毒珠。避毒珠的功能就是免疫15级以下场景的毒气、瘴气。昨天陈星还纳闷，明明周围的毒气都要消散了，为什么还出这么一个道具？原来用处在这里呢。正待陈星准备和村长解释之际，周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铃声：叮铃铃，叮铃铃。村长和众村民听到这个声音后，脸色顿时一变。陈星忙问：怎么了？村长说：这是我们村口传来的警报声，毒狼王的爪牙来了。其他村民连忙对村长说：村长，你快躲起来吧，我们要重新布置陷阱。不行，来不及布置陷阱了，快躲起来。然后一众人带着村长往屋子后面奔去，不一会就留下陈星和他的僵尸孤零零地站在村子里。方才还热闹的场景顿时变得空荡无比。陈星笑道：逃跑的效率这么高吗？他没有躲避，而是抬头看向前方。村东方向缓缓走来3个身影，他们一边走一边踢着地上的石子，石子弹射到屋墙、屋瓦上，传来一阵阵的乒乓声响。当那3个身影察觉到陈星的存在时，突然变得兴奋起来，他们狂嚎一声，朝陈星方向奔赴而来。第133章新称号和新任务。扑过来的是3个狼人，狼人枪兵8级普通，生命值4000；狼人巫师8级普通，生命值3500；狼人队长8级精英，生命值16000。物理攻击450，物理防御120，魔法防御80，移动速度30。一个8级精英加2个8级普通的组合，这要是被其他神选者遇上，至少要10个人一同上来才有可能解决。而陈星现在虽然独自一人，但却一脸淡定。当这些狼人离他只有10多米的时候，他身旁的猩红僵尸亲卫开始搓起魔法来。呼呼呼，3个火球直扑狼人枪兵，狼人枪兵头上
顿时冒出3组450的伤害数字出来。3个狼人立马将仇恨目标放到猩红僵尸身上。与此同时，陈星本人也冲了上去，他选择的攻击目标是狼人队长。狼人队长以速度见长，不论是攻击速度还是移动速度，都比陈星以前遇过的怪物要强，这令陈星的闪躲成功率下降不少。不过狼人队长450点的攻击力对陈星构不成威胁，反而是陈星手中的双刃攻击极其迅捷。陈星物理攻击是376，扣除狼人队长120点物防，每次会对其造成276点物理伤害，看上去很一般，但实际上陈星的输出远不止如此。昨夜他升级了雷霆一击，使得触发几率从 10% 上升到 19%， 算上增财箱的效果，实际是 21%， 平均5次攻击触发1次。而由于天赋得到提升，他的雷霆一击伤害系数从魔法伤害 X2 上升到魔法攻击 X2.5。 陈星有312点精神，折算156点魔法攻击，加上30点魔攻的烈焰戒指，陈星总魔攻是186点，所以只要触发1次雷霆一击就是465点魔法伤害。扣除狼人队长80点魔防，雷霆一击会对其造成385点伤害。如果折算触发几率，差不多雷霆一击每次造成70多点伤害。除了5-6次攻击出现1次的雷霆一击，烈焰戒指附带的灼烧则相对稳定很多，只要攻击命中，烈焰戒指就会造成魔法攻击 X1 的魔法伤害。折算狼人队长魔抗后，每次造成106点伤害。理论来说，陈星平均每次会对狼人队长造成450左右的伤害。如果狼人队长站着不动，陈星只需要30-40秒就能将其解决。当然，狼人队长不是木桩，不会任由陈星无脑输出。实际战斗中，狼人队长的技能令陈星十分头疼。第一个让陈星难受的就是他的挑金技能。挑金攻击时有几率使目标移动速度、转身速度下降 50%， 持续5秒。由于狼人队长攻速快，导致陈星长期处于挑金的状态下，这让陈星的攻击很难跟得上狼人队长的移速，攻击经常落空。陈星足足花了1分多钟才逐渐习惯挑金状态下的攻速和转身速度。然而当他把狼人队长的生命值慢慢消耗下去的时候，却感觉有些不太对劲。普通怪包括 BOSS 进入战斗状态之后，生命值、魔法值是不会自动恢复的，消耗多少就是多少。但这个狼人队长却会回血，而且血量越低，回血越快。到最后，狼人队长的回血速度竟然高达100点每秒。这是因为狼人队长有一个被动技能狼族血统。狼族血统生命值越低，生命恢复速度、攻击速度、移动速度越快。好在陈星攻击力高，还有猩红僵尸轻微的协助，伤害远远高于对方的回血速度，不然真要被对方活活耗死。然而就在陈星把狼人队长击杀的时候，狼人队长临死前居然还嚎了一嗓子。不一会，村外又跑来4个狼人，这是狼人队长的第3个技能狼嚎。狼嚎死前呼唤4头狼兵，4个狼兵也和之前的狼人枪兵、狼人巫师一样是8级普通怪。当然他们对陈星造不成威胁，只是延长了一下战斗时间而已。很快陈星将这些狼人全都解决。丁，你已击杀狼人枪兵，获得40点经验。丁，你已击杀狼人巫师，获得40点经验。丁，你已击杀狼人队长，获得300点经验。这一战一共杀了1个头领，6个普通怪，共获得540经验。8级升9级的经验是4万，需要刷1000只普通狼人才能升级。掉落品方面，除了狼人队长掉落了1个黄金装备之外，其他的普通狼人只掉落了粉尘和一些材料。战斗结束后，那些躲在旁边的村长和村民全都走了出来。此时他们看陈星的目光充满了敬佩，没人再敢质疑陈星。老村长来到陈星面前，一脸的感激。他在一个年轻人的搀扶下向陈星行了一礼。神选者陈星，谢谢你出手相助，帮我们村子解决了狼人隐患，你简直是我们村的守护者。旁边的村民们也向陈星弯腰行礼，你是我们村的守护者。就在此时，陈星收到系统消息，丁，你获得称号樟树村守护者。樟树村守护者，基础4为+1，这也行。陈星之前第一次击杀兔王的时候就获得了荒蛮草地勇者的称号，效果是力量+10。而这个樟树村守护者却是基础4为+1，比荒蛮草地勇者的称号强多了。这种任务真是多多益善。获得奖励后，陈星早把先前对方网捕自己的事情给丢到九霄云外了。他挺直身板看向村长，村长，还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去帮你解决。原本我还有一些犹豫，但看到你的勇猛之后便放下心来。村长看着陈星露出祈求神色，请求你帮我们赶走樟树林中的独狼王，还我们樟树村一片安宁。随即陈星的系统响起声音，丁，
樟树村村长拜托你去樟树林击败独狼王，是否接受？是。丁，你已领取任务击败独狼王。提醒：樟树林中有瘴气。陈星无视了系统提示，按照村长的指示去往了樟树林。第134章，樟树林伐木类。陈星问村长要了一把伐木斧，然后从樟树村东面离开，进入野怪区域。这个区域的怪群密度不高，掺杂了6级的狐狸怪和7级的野狼怪。陈星对这种低级怪没有兴趣，直接绕着他们往前行。由于陈星等级比怪物高，所以仇恨范围并不大，中途省去了许多战斗的时间。赶路途中，陈星想到了今日营地任务，为营地篝火添置10根百年樟木。这个任务看上去要求不多，但实际难度却极高。从条件来看，樟树林里有瘴气，肯定需要有特别道具才能进入。从等级来看，路上怪物的等级有6、7级，而方才进攻村子的狼人等级有8级。可以推测，樟树林的怪物等级最少是7、8级。总之，从整个营地来说，真正能做这个任务的队伍并不多。而就在陈星离开樟树村没多久，又有5个人进入村子，他们正是雷震子所在的队伍。雷震子仰天长啸，哈哈，老子说对了吧？这里肯定有新村子。刘一手一脸惊讶，雷震子这家伙真是能走狗屎运，这么大的地图居然能碰到村子。米西看了看四周，这个村子很破呀，村民等级也只有5、6级。秦俊满是欣喜，管他呢，咱们去领任务。队长丁震沉声道，这个消息一定要隐藏，不能发出去。4人回应，好。而后他们找到了村长，在与村长聊天之后，他们这才知道这个村子的名字，樟树村。雷震子狂喜，卧槽，樟树村，咱们的营地任务有戏了。秦俊询问了任务，村长要我们去消灭独狼王呢。米西则关心任务条件，树林里面有瘴气，咱们怕是进不去。丁震紧皱眉头，不仅是瘴气，就怕里面怪的等级太高，咱们搞不定。这时刘一手在远处向他们招手，老大，这里有任务可以获得臂杖丸，咱们先做这个任务吧。丁震点头，好，相当于是前置任务，我们先去领臂杖丸任务。刘一手惊呼，卧槽，收集50根狐狸尾巴，这么多。丁震说，我们出去看看情况，应该没有问题。众人回应，好。此时陈星已经来到樟树林外，还没等他进入，樟树林里突然吹来一股绿风。丁，你受到瘴气影响，瘴气每秒损失总生命值 x0.5% 生命值。与此同时，陈星头上出现一个20的数字。然而让陈星意外的是，这个20不是扣除护盾能量，而是直接扣除生命值。这个瘴气竟然是直接扣血，非常霸道。由于伤害是按照生命值的百分比扣除，所以不论生命值有多少，如果没有回血手段，在这瘴气的影响下只能待200秒，逛一圈血就没了。尝试到瘴气的厉害之后，陈星不敢再大意，他先将胸口的夜明珠摘下，然后戴上昨天狮王爆出来的避毒珠。避毒珠使周围100米范围内的友方单位不受毒气、瘴气影响。本道具在15级以内的领地生效。戴上避毒珠的同时，陈星受到系统提醒，丁，你已获得避毒珠的庇护。没有了瘴气干扰，陈星跨步进入樟树林中。刚进入树林，他就感觉脚下一疼，低头一看，发现旁边有一条1米长的蜥蜴正在攻击自己。长尾蜥7级普通，生命值2600，物理攻击350，毒素攻击300。不远处还有一条蜥蜴扑过来，当那蜥蜴距离陈星3米远的时候，吐出一条长长的舌头攻击陈星。绿皮蜥7级普通，生命值2400，物理攻击300，毒素攻击350。2只7级普通怪 easy。 陈星和猩红僵尸亲卫各自对付一只蜥蜴。猩红僵尸只是施展火球术加火球连弹加火球术加火球术4次攻击，一共花6秒钟就把绿皮蜥搞定了。陈星运气也不错，连续触发了2次雷霆一击，也在第6秒把长尾蜥搞定。解决完2只蜥蜴后，陈星开始打量树林。樟树林名副其实，里面全是樟树，樟树之间会有一些矮小的灌木。当他走到樟树旁边时，可以清楚地查看树林。樟树58年，樟树39年。外围的樟树树林都不高，陈星连续看了10几棵都没有达到100年。于是他开始往里面走，大约走了数百米，陈星看到前面有一只近2米长的蜥蜴。鬼面蜥7级精英，生命值13000。鬼面蜥的旁边有一棵较为粗壮的樟树。从方才陈星查看樟树的经历来看，这个樟树树林肯定不小。鬼面蜥的旁边有4头普通蜥蜴。陈星倒也不急，
用武器投掷技能将普通蜥蜴引来，一一击杀。然后他和猩红僵尸一起对付鬼面蜥。鬼面蜥的攻击对陈星造不成威胁，但是他有一个技能令陈星极其恶心，鬼面混乱。鬼面蜥会向陈星飞出一张鬼脸，使得陈星失去控制，随机攻击友方单位。每当陈星被鬼面混乱击中时，就会扭头去砍猩红僵尸。好在这个技能持续时间只有3秒，而且猩红僵尸血量够厚，不然僵尸真的有可能被陈星给砍死。消灭鬼面蜥之后，陈星连忙去往鬼面蜥旁边的那棵樟树。樟树102年，果然超过100年。这么看来，找100年樟树也很简单，找蜥蜴精英或者蜥蜴头领就能寻找到了。而后，陈星拿出从村长那里问来的伐木斧，对着这棵樟树砍了起来。咔咔咔！此时陈星的力量非凡，要是按照现实世界的评价，他的力道已经超过5000公斤。照理来说，砍这种树木应该很轻松才对，但这是神选之地，樟树的耐力程度比现实世界也强了许多。陈星足足砍了5-6分钟，这才把这棵100年樟树给砍倒。当樟树倒下之后，一段2米粗、10米长的100年樟木出现在陈星面前。陈星连忙将其收入空间，而这时他却收到了一个意外的系统提醒：丁，该物品为特殊任务品，无法收入空间道具之中。看到这个提醒，陈星顿时傻眼了。什么鬼？这么大一根树干，难道要我扛着不成？第135章樟树林，杀还是放？先前陈星建这个营地任务只需要10根100年樟木，感觉非常简单。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个任务的难点：运输。如果不能装入空间，这就意味着必须一趟一趟回营地。陈星现在400的力量，勉强可以扛起一根樟树木，换做其他人可能需要2-3个人才能扛一根。从这里到营地光跑就需要大半个小时，一个来回绝对超过1个小时。中途遇到怪的话更花时间。如果陈星一个人做这个任务，10个小时是绝对完不成的。想到这，陈星突然苦笑起来，看来想吃独食是不行了。于是他打开好友列表，把樟树村和樟树林的事发给了徐振东。关掉消息面板后，他看着面前的樟树木，略微思考了一下，然后陈星弯腰扛起了这根10米长的100年樟木，往前走去。他前去的方向并不是树林外，而是树林深处。来都来了，自然要把独狼王解决掉，免得夜长梦多。行进的路上，陈星看到了不少鬼面蜥以及蜥蜴头领，他们的身旁都有100年樟树，但陈星没有去招惹他们，就连普通蜥蜴他也是绕着走。走了10分钟，陈星走进了8级狼人所在的区域。由于陈星和狼人等级齐平，所以他没法再像之前那样绕道前行，每走数十米就会遇到狼人杀过来。而这个时候，陈星不得不把手中的木头放下，进入战斗之中。中途，陈星甚至尝试使用手中的大木头进行攻击，发现居然真的能对敌方造成伤害。虽然伤害不少，但是攻击速度奇慢无比，5-6秒钟才能挥动一次。而且他的烈焰戒指、雷霆一击都无法触发。看来这种道具虽然能发挥作用，但并不是常规武器，不能享受武器特效。不过他有猩红僵尸亲卫的帮忙，可以帮他快速解决战斗。好消息是，他行进得很顺利。坏消息是，猩红僵尸亲卫的魔法值已经干涸，短期无法再战斗。而就在这个时候，陈星看到前方有一头极其高大的狼人正坐在一棵树桩上，他的身旁还站着2头狼人精英。独狼王8级头领，生命值32000；狼人队长8级精英，生命值16000；狼人亲卫8级精英，生命值2万。陈星扛着100年樟木走了这么久，早就不耐烦了。他见到独狼王后，把肩膀上的樟木放下，然后直接一个跳跃来到独狼王的近前。狼人队长、狼人亲卫立马被陈星惊动，冲了上来。陈星计算好距离，直接释放了一柄杠，唰的一声，巨大的一柄光球冲向前，压过狼人队长、狼人亲卫。-18000、2万，2个伤害数字分别从他们头上飘出。陈星立马收到系统提醒：丁，你已击杀狼人队长，获得300经验。丁，你已击杀狼人亲卫，获得350经验。而光球击杀了两个狼人精英后，并没有停留，再次向独狼王方向飞去。-24850，独狼王血量少了一大半。独狼王原本是人形形态，但在受到这个伤害之后，立马嚎叫了一声，然后变身为狼身形态。变身后的独狼王生命值提升了15000点，攻防移速等数据也都有了提升。然而，还没等变身后的独狼王发挥作用，方才冲过去的一柄光球又一次飞了回来。-22149，独狼王直接趴下了。可怜的独狼王遇到神选者第一战，居然连一招都没有攻击就被击败。丁，
你已击败独狼王，获得1500经验。看到这个系统消息，陈星眉头一皱。前面2只狼人精英是击杀，而这一只独狼王是击败。他抬头望去，发现独狼王并没有死亡，而是保留了一滴血，正趴在地上喘着粗气。陈星联想到先前领取任务时的描述，也是击败独狼王，看来这里会有剧情。想到这，陈星连忙来到独狼王跟前。当陈星离独狼王仅有3米距离的时候，独狼王开口了：“嗨嗨，神选者，你为何要来侵犯我的领地？”陈星说：“这片樟树林是樟树村村民的，你来了之后释放瘴气，并且驱赶、击杀樟树村村民，我就是代表他们来打败你的。”独狼王听到陈星的话后，突然仰天笑了起来：“哈哈哈！樟树林是樟树村村民的，可笑！”陈星一怔，樟树林自然是樟树村的，不然樟树村的名字从何而来呢？独狼王接着说：“我狼人一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樟树林之中，我们才是这片树林的主人。8年前，人类发现了这片樟树林，于是进来砍伐。我的父亲就是被保护这片树林的时候被人杀害的。当时我很年幼，为了重返家园，于是在外面学到了一身毒功，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森林夺回来。如今我们狼人一族重返家园不到半年，你们人类又要抢夺，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是别想夺取这片樟树林。即便我死了，这里的瘴气也不会消散。”在独狼王说完后，陈星收到了2个系统选项。丁，请做出你的选择。唯一任务：1. 击杀独狼王，保留林中瘴气。人狼殊途，这世间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你既然是人类，自然要站在人类角度考虑，杀了他。2. 放了独狼王，与之商讨对策。你决心放独狼王一马，与他商讨一个2全的解决方案。看到这2个选项，陈星有些犹豫。从人类角度来说，自然是杀了他比较好，但如果这么选，就太普通了。绝大部分任务都是杀怪夺宝。陈星觉得这个任务之所以安排第2个选择，就表明背后肯定有更多可挖掘的部分。最后，陈星选择了选项2。于是他对独狼王说：“独狼王，我很同情你家族的遭遇，你看这样行不行？樟树林你保留一部分，让出一部分给樟树村村民，以后你们井水不犯河水，如何？”没过多久，系统出现一个消息：丁，触发幸运奖励。陈星一愣，这也能有幸运奖励？第136章，樟树林回村。独狼王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没想到居然峰回路转。他不可思议地看着陈星：“你真的打算放过我？”陈星点头：“我说话算话，只要你答应我，留出一部分樟树林，并且保证不再骚扰樟树村村民，我就放过你。”独狼王此时已经依靠自愈恢复了一些体力，他爬起身，跪在陈星面前，砰砰砰地磕起头来：“谢谢恩人不杀之恩，您说的话我一定照做。以后我们狼人一族就在东樟树林活动，绝不离开。”陈星站在原地，低头看着独狼王，等待后续的剧情。独狼王磕完头后，从怀里掏出一个蓝色珠子，递到陈星面前：“恩人，这是我的本命宝珠，如果我违背承诺，您可以将本命宝珠捏碎，我就会殒命当场。”在独狼王递出本命宝珠的同时，陈星收到筒提醒：“丁，你获得幸运奖励。”陈星一怔，做任务也有幸运奖励。他接过本命宝珠，细细查看。本命宝珠：独狼王，移动速度+2，获得100点每秒的生命回复，不论是否处于战斗。新增词条，效果提升100%。佩戴位置：胸口。摧毁本宝珠将抹除独狼王。新增词条，效果果真牛 X， 居然可以让效果提升100%。也就是说，独狼王的这个本命宝珠是移速+4，且每秒获得200点生命回复。自从升级了发之后，陈星从不同渠道获得了不同的新增词条类型。触发幸运奖励的渠道有掉落、开宝箱、任务品。新增词条的类型有新增属性、提升技能等级、提升装备效果。或许还有别的获取渠道和词条类型，他没有发现。总的来说，新增词条的效果大大超出他的期望。陈星看着这枚本命宝珠的佩戴位置，心中暗暗叹了口气。他现在有3件胸口位置的道具：夜明珠、必读珠、本命宝珠，但胸口能起效果的装备只有1件，也不知胸口的装备位置能不能拓展一下。将本命宝珠放入口袋后，陈星继续和独狼王沟通。他尝试和独狼王切入各类话题，诸如独狼王父亲如何身死，独狼王在哪里成长，樟树村村民从哪里搬来的等等。但不论他怎么聊，都触发不了其他剧情。这令陈星开始纳闷了，难道自己猜错了？先前杀或不杀独狼王并不影响剧情，只是奖品不同。尝试了好几次之后，陈星终于放弃探索了。而后
他和独狼王告别，扛着百年樟树离开了樟树林。在陈星离开没多久，独狼王的状态迅速恢复，再度成为了一个平平无奇的野外 BOSS。如果他被没有携带任务的玩家杀死，是会自动刷新的。陈星回去的路上遇到不少狼人，但是他们都没有对陈星主动攻击，这应该和先前陈星放了独狼王有关。不一会，他离开了8级的狼人区，进入7级的蜥蜴区。蜥蜴区处于樟树林的西面，原本也被浓郁的瘴气密布，但此时这片区域的瘴气已经消失，这自然是因为独狼王收回了毒气。没有瘴气的影响，陈星当即拿下避毒珠，换上独狼王的本命宝珠。他的移速加4，生命恢复速度提升200每秒，扛着这个木头的赶路速度又快了几分。当他走了10几分钟的时候，远远看见树林边缘有一支队伍，正是丁震、雷震子5人。此时这5人正对周围发生的变化感到好奇。米西，奇怪，瘴气怎么消失了？留一手，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做避毒丹任务，岂不是白做了？秦俊，没有瘴气总是好的，避毒丹毕竟只能持续2个小时。雷震子，哈哈哈，老子果真是天选之子，连瘴气都怕老子。丁震，嘘，别吵，你们看前面是什么东西？雷震子，我靠，怎么一棵树横着过来了？他妈的，樟树也会成精吗？秦俊，不对，是一个人，有一个人扛着树走过来了。米西，是陈星，扛着树的那个人是陈星。雷震子，卧槽他大爷，这货怎么又跑我们前面去了？老子去电死他！丁震，雷震子，你他妈的闭嘴，好好站在这里，不要吭声。丁震呵斥住雷震子后走向陈星，他对陈星一拱手，陈星兄弟，你这是从哪里过来呢？此时陈星也看到了丁震5人，他除了对那个雷震子感到厌烦之外，对这丁震印象还不错。我刚刚去砍伐了一棵百年樟树，正准备运回去，他没有提独狼王，免得麻烦。丁震道，陈星兄弟，我们在附近转了半天，并没有遇到百年樟树，烦请你透露一下百年樟树的位置好吗？丁震知道陈星的脾性，自然不是白白询问，他当即向陈星发起了交易，放上2000陈。陈星见对方这么上道，于是把这2000陈收下了。而后他指了指后方，只有蜥蜴精英、蜥蜴头领盘踞的樟树才有百年树林，如果他们身旁有小怪，可以把小怪引出来，不会有仇恨联动。丁震冲陈星一拱手，谢谢陈星兄弟。陈星点点头，然后扛着树往树林外走去。离开树林后，往樟树村方向行去。刚进入村子，刚好遇到徐振东正在村子里奔波。徐振东瞧见陈星，连忙跑了过来，老板。陈星问，你在忙什么呢？徐振东说，我们正在给徐医师跑任务，可以获得避毒丹，这个任务有些浪费时间，所以一直没能去樟树林。陈星说，不用跑了，樟树林的瘴气被我驱散了。徐振东喜道，那可太好了。而后他指着陈星肩膀上的这棵大树问，老板扛的就是百年樟树吗？难道他不能放进背包？陈星点头，是的，百年樟木必须扛回去，这也是任务的一个难点。此时觉明、冷霜、刘豆豆3人也被徐振东唤了过来。3人看到陈星肩膀上的大树，也是啧啧称奇。阿弥陀佛，老板施主，这棵树能否让贫僧试一试？好，给。陈星把肩膀上的大树递给觉明，觉明接过大树，阿弥，卧槽！扑通，觉明当即被大树压在地上，无法动弹。第137章，扛着木头回营地。觉明躺在树干下大喊，老板，救我！众人见觉明这个模样，当即忍俊不禁。刘豆豆更是直接笑出了声，哈哈，秃头哥哥，你快被压成豆腐皮了。徐振东弯下腰，把觉明救了出来。觉明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尘土，阿弥陀佛，这树干属实有些重。陈星心念一动，当即问道，大和尚，你多少力量？觉明看了下自己的控制面板，经过这些天的历练，他基础力量有长足进步，足足有20点。他现在8级，裸装力量有160点，再加上装备属性，他目前的总力量已经达到203点。觉明回道203点。而后陈星问冷霜、刘豆豆，你们力量多少？刘豆豆，我有40点。冷霜64。于是陈星对刘豆豆、觉明说，你们2个扛一下这根树干。好。2人弯腰去抬百年树干，结果树干只抬到一半就掉了下去。2人摇头，不行，抬不起来。而后陈星对冷霜、觉明说，你们2个试一下。这一次2人能把树干抬起来，但是只能慢慢行走。陈星点头，好了，放下吧。一旁的徐振东看出了陈星的用意，根据前面几人的力量数值，他做出了推测，扛起这根木头总力量需要250点以上。陈星点头，没错，
如果总力量有250，那可以扛走这根木头；如果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应该可以跑。为了向众人示范，他弯腰扛起了那根木头，健步如飞。现在他们才知道，完成这个营地任务还有一个隐藏条件：全队力量大于250。徐振东的力量弱于觉明，他家刘豆豆的力量不足250点，也就是说，他们4人只能扛一根木头。随后，徐振东4人向陈星告别，前去樟树林。陈星则扛着百年樟木去往樟树村村长那里。来到村长身边后，陈星向他提交任务：村长，我已经击败独狼王。村长听到后，脸上露出兴奋神色：那你把独狼王杀了吗？陈星摇头：没有，我只是击败了独狼王。他把西樟树林的瘴气驱散了，并且只保证在东樟树林区域活动。村长听到陈星的话，微微露出一丝失望，不过这种神情只是一闪即逝。随后村长露出笑脸，对陈星说：陈星，谢谢你帮我们争取到樟树林，这是你的奖品。陈星收到系统消息：丁，你完成任务，击败独狼王，获得樟木铠甲。樟木铠甲，品质黄金，物理防御加90%，魔法防御加90%，樟香环绕，怪物仇恨范围降低10%，剧情怪除外。看着这个樟木铠甲，陈星感到有些可惜。这件装备的技能其实挺有用的，就是品阶太低了。相对于前面樟树村守护者称号奖励来说，这个黄金级的奖品确实不怎么样。但陈星转念一想，独狼王的本命宝珠应该也是任务奖励的一环，这么算的话，这个任务其实很不错。而后陈星与村长告别，扛着百年樟木往营地方向行去。村长看着陈星离去的背影，方才还充满笑容的脸色顿时拉了下来。一个叫阿当的村民来到村长身旁，对着陈星方向啐了一口：我呸，什么神选者，喊他一声守护者就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居然不把独狼王杀了。村长语气平淡地说：新一批神选者来了，我们有的是机会杀了那头畜生。阿当看向村长：村长，我怕到时候那头畜生找此人帮忙。村长脸色一沉，露出阴狠的笑容：那就让他们狗咬狗。阿当道：我看这个陈星气度不凡，就怕其他神选者不想与他为敌。村长嘴角微微一扬，他摸了摸手中的拐棍，自信地说：那些神选者必须帮我们，不然的话谁都出不去。陈星扛着樟木往营地方向行去。为了提升速度，他特意把鲁皮铠甲、移速2、鲁皮头盔、移速1取了下来。虽然移速加了3点，但在这头沉重木头的影响下表现不太明显。为了降低怪物仇恨，他还特意换上了方才获得的樟木铠甲。回去耗费的时间比他想象要长，即便路途不发生战斗，单趟也需要1个多小时。起先他一个人走，没有遇到外人，但当他即将离开5级蜈蚣区域的时候，碰到了2队神选者。那不是陈星吗？他扛着的是什么玩意？百年樟树，是百年樟树！卧槽，营地任务，这货这么快就找到了，不愧是陈星啊！问题是，他干嘛扛着这根大木头？放进背包不好吗？作秀呗，让别人知道他有多厉害。秀你妹啊！有没有脑子？肯定是因为这东西无法收入背包啊！还有，他旁边刷新了一只蜈蚣，我看他扛着木头怎么打架。他战斗的时候是不是要把木头放到地上？那咱们趁机把那木头抢过来怎么样？你胆子可真大，那么大一根木头你扛得起吗？我靠，什么玩意？3个火球就把那蜈蚣打空血了。妈的，有一只8级僵尸亲卫跟着他，靠，好狠！嘘，我们跟上去，待会他肯定要回来的。对，跟上去。那些人也不练级了，跟着陈星往营地方向行去。陈星自然没有理会后面这些跟屁虫，闷头往营地方向走。路上他遇到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开始在聊天频道里讨论此事。一时间，陈星扛着百年樟木回营地的消息不胫而走。除了那些刷副本的，大家都知道了此事。有些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抢不到营地任务这种高端任务，但是还有不少人心怀着侥幸，想看看自己能不能也弄到一根樟木。一时间，跟随陈星的人数高达60-70人。这些人当中，不乏把主意打到陈星本人身上的。不过，当他们发觉对方身后跟着一个8级 BOSS 的时候，顿时打住了念头。从樟树林开始算，陈星扛着木头走了69分钟，终于来到了篝火处，即将成为第一个提交今日营地任务的神选者。第138章，带队去往樟树村。陈星扛着百年樟木来到篝火旁，立马收到系统提醒：丁，检测到你携带百年樟木，是否提交？是。系统频道立马发出通告：丁，神选者陈星添置一根百年樟木，营地任务完成度1/10。同时，陈星个人收到消息：丁，你提交一根百年樟木，获得1000陈、5000经验。居然还有粉尘和经验，
这倒是令陈星感到些许意外，但想到这一路上浪费的时间，他又能理解了。陈星提交完任务之后，就把那根樟木放在篝火旁。周围的人看了看陈星，又看了看地上的樟木，都想知道系统会对这樟木做什么事情。结果那樟木就那么静静躺在那里，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在大家准备询问陈星之际，系统突然发来公告：丁，营地内招募木工，要求木工技能等级大于2，招募数量5名。原来这个木头需要木工来分解，这些人基本是战斗人员，具备2级木工技能的只有2个。这2人当即报名领取任务。随后这2人来到樟木面前，相对于这根2米粗10米长的木头，他们显得有些渺小。很显然，只凭这2个人一时半会肯定处理不了。陈星没有耐心看他们处理木头，于是扭头往村外行去。围观的那些人当即呼啦啦地跟了上去。这种情形下，陈星知道要甩开他们是不太可能了，所以只能对身后的人视而不见，带着猩红僵尸往前奔去。那些神选者一边跟着陈星，一边议论起来：你们说这陈星身后的那头僵尸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杀狮王的奖励了。除了狮王殿，哪里还会有这么刁的僵尸？可惜狮王殿已经关了，不然我要去弄一个来玩玩。你不是开玩笑吧？狮王殿就算不关闭，你敢进？别的不说，那头猩红僵尸亲卫你打得过？我刚才看了那僵尸攻击，一手火球连弹发出3个火球，每个火球有500伤害。卧槽，一招就能让我躺下？没那么夸张。火球连弹不是火球术，这类技能没有瞄准功能，可以躲的。说得轻巧，火球的弹道虽然不如雷系法术，但也不是平常人能躲开的。弹道、远程、法术攻击的运行轨迹，我不是说全躲，至少能躲开1-2发。就算吃1发也受不了啊！1发可是500伤害。这个僵尸应该不是技能召唤的吧？我觉得应该是道具召唤的。他身上的道具，你们谁能看出来吗？我有窥视技能，但是陈星等级太高，我窥视了10多次都没有成功。我看出来了一件，他脖子上是一根紫金项链，魔防加100，毒防加100。我靠！我一个法师全身装备的魔防才加190，这货一个项链就有100魔防，真是畜生！咱们这么多人，要不要把他杀了，抢了他的装备？你他妈要死就死远点，别拉上我！滚！嗨嗨，我就开玩笑啊！你们看，前面来了一队人，是徐振东他们。难怪陈星没有和他们组队，原来是分开了。徐振东4人一起扛着木头，行走的速度比陈星略微快了几分。陈星和徐振东4人点了点头，然后擦肩而过。过了没多久，陈星来到了樟树村，他身后的人顿时欢呼起来。碰到村子了，是新的村子，哈哈，这里肯定有任务，走，找任务去。进入樟树村后，不少人散开了。陈星直接去往了村长那，看能不能领到新任务，结果并没有得到特别信息。而后他没有停留，继续去往樟树林。这一次跟着陈星的人少了许多，路上的怪物等级都是6级、7级，而那些神选者等级大都是5级，只有少数机队是6级。陈星是8级，在这里有高等级压制，而且还有樟木盔甲的影响，所以那些怪物基本上不太理陈星。但其他人进入这片区域却很容易引起其他怪的仇恨，刚走几步就会开战。渐渐的，他们和陈星的距离拉开了。不过令陈星奇怪的是，怎么没有遇到丁震几人？后去的徐振东4人都扛着100年樟木回去了，先一步进树林的丁震小队反倒没有消息。当他走到樟树林门口的时候，终于看到丁震5人。此时他们正把100年樟木放在地上，和旁边的野狼怪战斗。陈星立马明白这支队伍进度慢原因，丁震等人也是6级，基本上走个30-50米就要战斗一场，路上的时间大多被怪物耽搁了。保守估计，他们回去一趟的时间要大于3个小时。此时正在战斗的秦俊第一时间发现了陈星，于是低声说：老大，陈星过来了。雷震子看了一眼陈星，当即骂了起来：那小子盯着咱们的木头干嘛？他莫不是想抢我们的木头吧？米西说：陈星虽然黑了点，但从没听过他会抢别人的东西。刘一手也认同米西，这里就在樟木森林门口，他没必要抢咱们的。雷震子道：怎么不会抢？咱们方才和蜥蜴精英战斗了那么久，他现在直接就可以节约那些麻烦事了。丁震喝止雷震子：你当人人都是你啊？米西也说：对我们来说，杀一头蜥蜴精英需要费尽全力，但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举手之劳。雷震子可4人齐声喝道：闭嘴！雷震子没再说话，但是他却一脸的不爽。此时陈星来到丁震几人身边，他看了一眼地上的木头，又看了一眼丁震几人。丁震5人当作陈星不存在，闷头砍怪。不一会，陈星和他们擦肩而过。丁震等人深深舒了一口气，
虚惊一场。突然，陈星停下了脚步。与此同时，他身旁的僵尸开始搓起火球来。第139章燃烧木屑。原来陈星身旁刷了一只野狼，所以他和猩红僵尸双双出手将其击杀。在他解决完野狼后，丁震几人也刚好把自己的野狼消灭。而后陈星与丁震点了点头，扭头进入了樟树林中。之后陈星花了15分钟的时间寻找百年樟树，击杀蜥蜴头领，砍伐樟树。等他出来的时候，很快又遇到丁震几人。丁震等人看着健步如飞的陈星，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这才发现，全队5人的力量加一块都比不过陈星1人。接下来半天，陈星没有做别的，就是搬运百年樟木。他的搬运速度与徐振东4人队伍相差无几，但由于陈星先于他们，所以进度比他们快一根。而伴随丁震队伍路过樟树村，激励了更多的人往樟树林方向行去。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队伍都有能力去面对7级的精英。最后陈星一个人搬运了4根，徐振东4人搬运了3根。丁震队伍虽然运输很慢，但也搬了1根。而后知后觉，从副本缓缓赶来的陈俊杰、徐强队伍也抢运了1根百年樟木回营地。最惨的是刘晓峰队伍，樟木都运到营地门口了，突然收到系统消息：丁，营地任务寻找百年樟木任务已完成。丁，所有参与者都将获得奖励。伴随系统提醒，陈星收到了奖品提示：丁，你在本次活动中排行第1，获得天赋道具2饼。2饼，终于获得2字头的麻将了。1饼的效果是巨大的1饼对前方滚动产生冲击波，造成伤害。那2饼会是什么呢？2饼，材料木质，功能召唤一个龙卷风，将一个单位吹向高空，持续30秒。如果是敌方单位，则对其造成150点每秒的魔法伤害，该技能效果可主动中断。施法距离50米，消耗100点天赋能量，合成5000尘。什么玩意？陈星揉了揉眼睛，把一个人吹到空中就要100点能量，而且只有150点伤害，这太垃圾了吧。但陈星很快发现这个技能有一个特点，持续时间长，施法距离远。而它不仅对敌方有用，对己方也有用。如果关键时候把遇到危险的队友吹起来，可以保其一命。别的先不管，把2饼合成杠先。2饼一对，对一个单位释放，每秒造成450点魔法伤害，持续35秒，消耗90点能量，秒伤变高，持续时间增长，而且天赋能量减少了。2饼碰，对一个单位释放，每秒造成700点魔法伤害，持续40秒，消耗80点能量。2饼杠，对2个单位释放，每秒造成1050点魔法伤害，持续45秒，消耗70点能量。升级到2饼杠的时候，陈星突然发现这个技能挺好用的，每秒1050点伤害，持续45秒，一共有47250点伤害，并不比1饼杠差。当然，要比伤害效率的话，1饼杠比2饼杠高。但从控制2个单位45秒这一点来看，2饼杠比1饼杠更加有发挥空间。毕竟固定伤害型技能总有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但控制类技能却是越到后期越厉害。2饼的出现纠正了陈星之前的一些想法。他原以为2饼一定比1饼厉害，毕竟2饼比1饼多嘛。现在想来，2饼和1饼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功能不同。同理可以推测，未来的3饼、4饼乃至9饼可能也是如此。他们在功能上有所不同，并不会特别变态。这样的话也符合麻将的概念，每一张麻将都是独特的，他们讲究序列，并不讲究大和小。但胡牌的番数却有大有小，难道自己的天赋也能进行胡牌一类的操作不成？想到这，陈星的内心突然扑通扑通的跳了起来。如果自己攒起一副胡牌麻将，会如何？陈星心中默默细数，自己有1饼、2饼、1万、1条发白的杠，完全可以凑齐一副胡牌。但是为什么系统没有提示？难道胡牌需要自己拼凑？还是说需要特别道具？想到这，陈星将绑定的麻将都取了下去，然后他凑了3张1饼、3张2饼、3张1万、3张发1对白，这样14张麻将就凑成了一副胡牌。然而系统依然没有任何提示，看来胡牌不是自己拼凑就可以，要么需要特殊道具，要么自己的天赋需要升到一定等级。重新把麻将牌放好之后，陈星把目光放在营地内。此时营地内有20几个木匠，杂役正在忙碌。有人负责切割，把木头锯成大小不一的木板；有人负责绘制，在木板上绘制出不同图案；有人负责雕刻，在木板上雕刻上不同的符文；有人负责处理树皮，将其切分浸泡。他们忙碌到现在才刚刚把第1棵树搞好，还有9棵树等着他们加工。陈星在旁边看了半天，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不过旁边扮演杂役的神选者干的活他倒是弄得明白。那些杂役将地上的木屑收集起来，然后分批倒入篝火中。那些百年樟木木屑经过焚烧之后，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香气，让人闻起来格外清爽。营地的人对于这个奇象感到不可思议，纷纷赞叹起来：好香啊！全营地都遍布了樟木的香气。晚上我要睡在营地里，这里的味道实在太好闻了。晚上的木匠会不会很吵啊？没关系，帐篷里也有香气，我试过了。除了营地的神选者，其他地方的神选者也发出了赞叹。卧槽，我在莫岗村都闻到了香味，营地里的香味能飘到这么远吗？我在樟树村也闻到香味了，好神奇啊！百年樟木果然非同凡响。就在大家对于燃烧樟木木屑的香味一同感叹之际，陈星却皱紧了眉头。这些香味真的是好事吗？他把目光放到篝火旁的营地洞穴上，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第140章，合成象牙发一对。营地洞穴依然和往常一样安静，但不知为何，陈星总感觉那漆黑的洞里面正在发生某些事情。也不知这木屑燃烧带来的香气到底对洞中的斯内克是好是坏。陈星想了一会儿，始终理不清头绪，最后放弃了。而后他离开营地去往莫岗村。此时的莫岗村是最为热闹之地，伴随更多的队伍进入了莫岗洞穴，毒防装变得不再稀缺，价格自然而然也就下来了。目前一般的白银装是800-1000陈，毒防白银装也就1000-1200陈的样子。而且莫岗洞穴的打法已经被大家研究得非常透，如何行走会少战斗，如何躲避 BOSS 技能等等细节非常详尽。只要攻防属性到达一定程度的，基本上没有太大风险。大部分人选择死磕副本的原因，自然是副本收益更加惊人。论装备，每次关底 BOSS 都会有宝箱；论经验，每次通关都有额外奖励；论钱，副本掉落的装备更容易变现。而且副本是独立封闭的空间，不用担心别人打扰。平时在野外刷个 BOSS， 还要时刻提防其他队伍的人过来抢夺。除了莫岗洞穴，骷髅洞也有不少人进去。骷髅洞和莫岗洞穴最大的区别是技能属性。骷髅洞内存在大量的火焰骷髅、雷霆骷髅，所以魔防装备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进去。这一关的关底 BOSS 鲁皮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在鲁皮第一条命的复活期间，如何快速解决那2个精英 BOSS。不然等鲁皮起身，一队人同时面对3个 BOSS， 那可吃不消。陈星来莫岗村的主要目的是售卖装备。进入莫岗村后，他直接在村中广场摆起摊位来。他摊位上的东西不多，屋顶鼠王冠、5瓶抗魔药剂以及之前刷副本留下来的剩余魔防装备。虽然大家都明里暗里骂陈星奸商，但当大家看到他摆摊售卖的时候，全都围了过来。有钱的当场买下，没钱的赶紧叫队友过来送钱。不到10分钟，陈星的东西全都售卖干净。收摊后，陈星口袋的粉尘数量超过4万。有了钱之后，陈星第一时间花3万陈合了木质发，与昨晚的那张木质发凑成了杠，这也是他第2副木质发杠。而后他打开合成系统，点击发的合成页面，点开象牙发，是否合成象牙发？是，请选择合成渠道：1 4万陈，2木质发杠，2合成中，请稍后。在系统给出提醒后，合成框内出现一个5星芒阵，4张淡黄色的木质发出现在5星芒阵之中。这4张木质发在5星芒阵的照耀下，渐渐浮现于半空，然后开始绕着中心旋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木质发的旋转速度越来越快，并且缓缓向中心靠拢。它们距离中心越近，5星芒阵的光芒越亮。当它们汇聚在5星芒阵的中央时，5星芒阵猛然爆发出强烈的白光。待光芒散尽，一个乳白色的麻将出现在合成框中。与此同时，陈星收到系统提醒，象牙发合成成功。象牙发每击杀一个普通、精英、头领、怪，减少1、3、5分钟天赋 CD， 增加 10% 掉落、开启宝箱等几率， 1.25% 概率触发幸运奖励。象牙发和木质发杠效果一样。而后陈星和方才一样，把第2张象牙发合成出来。果然，2张象牙发凑在一起，可以组成象牙发一对。象牙发一对，每击杀一个普通、精英、头领、怪，减少1、3、5分钟天赋 CD， 增加 12% 掉落、开启宝箱等几率， 2.25% 概率触发幸运奖励。掉落概率提升了 2%， 幸运奖励提升了 1%。 明面上来看，掉落概率提升幅度高，但实际上幸运奖励的提升幅度是最高的。它从 1.25% 提升到了 2.25%，
提高了接近1倍。换句话来说，平均掉落45件物品就有一个幸运奖励。没想到幸运奖励的变态效果，陈星就心痒难耐，他恨不得自己掉落的每一件物品都有这个功能。当然，现阶段不可能达到，只能寄托于未来天赋升级后的效果了。合成了象牙发一对之后，陈星顺势把1柄、1万、1条、2柄、白全都合成了象牙材质。合成完象牙材质之后，陈星意外发现这些象牙材质的麻将还有一个拆分功能，可以分解成原先的木质材质，这倒是令陈星觉得意外。在他看来，这些麻将完全没有拆分的必要，麻将的材质只会越来越高级，为何还要用低等材质的麻将？他想不明白。忙完这些之后，陈星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多，很尴尬的一个时间点。他决定先在莫岗村内逛一逛，看有没有任务触发。村内经过这几天的建设，已经有好几家店铺运营起来，建设类的任务也随之大大减少，但合成类的任务却大大增加。比如神选者在服装店做一个3连环任务，可以获得抗毒3件套；又比如神选者在武器店做一个采矿任务，可以仅花1500陈打造一把黄金级武器。除了各类任务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性功能，比如特定装备的回收。如果直接将装备分解，只能获得1/10到1/20的粉尘，但如果将其卖给相应店铺，可以回收1/5甚至1/3粉尘。陈星逛了一圈，发现这些店铺里卖的东西品质都很一般，也没有自己看得上眼的任务。最后他又溜达到了村长这里。村长见到陈星进院后，主动和他打招呼：“陈星，你来了呀？”陈星道：“村长，最近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村长这一次没有回答有或没有，而是反问陈星：“你是指什么？”陈星一愣，第一次听到村长这么说，看来对方是在等自己询问某个问题，然后再触发任务。陈星想了想，然后决定询问今天在营地里遇到的事情。村长，樟树有什么用？燃烧樟木木屑有什么功效？第141章，樟木的功能和流浪者。村长听到陈星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答复他。村长冲陈星招了招手，跟我来。而后他往外行去。陈星连忙跟上村长，很快来到村中广场。两人在传送阵前停下。旁边的神选者见到陈星和村长的到来，纷纷停下手边的事情围了上来。村长先是带着陈星来到鲁斯雕像前，而后他指着鲁斯雕像说：“这个并非是真的石像，而是用樟木雕刻而成。”哦，陈星抬头看着这个雕像，他一直以为这是石像。不过，就算这是樟木制成的，也没什么特别啊。村长带自己来看这个干嘛？而后村长说：“你砍一下这座雕像试试。”陈星一怔，但他没有多说，掏出双刃砍向雕像。当他的武器即将击中雕像之际，雕像的表面突然浮现一个淡蓝色的护罩。陈星的武器没能触碰到雕像，而是直接被护罩给挡住了。咦，不仅是陈星，周围的人也都把目光集中在雕像上，他们对那股光芒实在太熟悉了。营地护罩，方才雕像闪过的那个蓝色光芒与营地护罩极其相像。村长这才对陈星解释，樟木能有效的保存、融合铭文、咒法、阵法等技法。而后他又带着陈星来到传送阵旁，他指了指脚底下的传送阵。传送阵的基座就是樟木制成的，而且必须是100年以上的樟木。100年樟木？陈星突然吸了一口气，他隐隐约约猜想到今天营地任务的目的了。村长点头，没错，樟木年份越高，对符文、咒法的效果发挥得越加明显。你还记得狮王殿吗？记得。陈星说完，脑海灵光一闪，顿时想到村长要说的东西。你是说封印狮王的狮王冠也是樟木？是的，封印狮王的樟木是一棵1000年份的樟木，也是樟树林年份最大的一棵樟树。村长说着，抬头看向天空。据当年制造狮王冠的那位神选者说，如果樟木的年份达到5000年的话，制造出来的狮王冠可以将狮王永世封印。旁边的人听到村长的话，纷纷讨论起来。原来樟木的功能这么强大。你们说今天的营地任务要那么多100年樟木干什么？答案显而易见，制造一个大型传送阵。建传送阵干嘛？从营地传送到莫岗村、樟树村吗？传送到外面啊？外面？什么外面？周围的毒物虽然驱散了，但是我们出不去，外面全是空气墙。对的，已经有人跑过图了，每个方向都有镜头。周围怪的最高等级是9级，根本没有10级怪。所以说要离开此地，必须要建立传送阵。原来如此。问题是100年樟木找到了，传送阵谁来建立呢？莫岗村村长会不会建传送阵？须听陈星和村长的对话。陈星脑海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建立传送阵，不过他很快否认了这个想法。
或者说，那些樟木不仅仅是建立传送阵，要是建立传送阵，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百年樟木，那可是10根2米粗、10米长的木头啊，恐怕可以建100个莫岗村这么大的传送阵了。结合村长的话，再回想那些木匠在木头上雕刻的那么多不知名符文，陈星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虽然他还不清楚这些木头如何使用，但已经知道它们的用途，99%的可能性是为了迎战斯内克。现在要寻找一个关键人物，可以建造传送阵、使用激活符文的关键人物。想到这，陈星当即询问村长：“村长，上次在修复村内传送阵的时候，我记得你说你无法建立传送阵，只能修复传送阵。那你知道有谁可以建立传送阵吗？”村长沉思了一会，然后说：“你还记得之前你问我，20年前谁教授了我们封印斯内克的方法吗？”陈星心中一喜，这些信息果真都串到了一起。村长接着说：“我们当初遇到了一个流浪者，是他把技能传给我们的。”陈星忙问：“流浪者？”村长点头：“有时候他像是一个神明，如果满足他的条件，他可以带给人们神迹；有时候他像是一个死神，只要他出现，那就意味着会有灾难。当初我们对付斯内克陷入绝境之际，就是流浪者带给我们击败斯内克的方法。”陈星喜道：“那怎么寻找那流浪者呢？”村长叹了口气：“流浪者神秘莫测，没人知道从何而来，也没人知道他去往何处。不过……”村长说到这，摸了摸自己的鼻子。陈星恍然大悟：“你是说焚烧樟木木屑可以引来流浪者？”村长点头：“我想应该有用。”陈星听到这，对于今天营地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搞明白了。就在这时，村长脸色突然拉了下来：“流浪者的出现未必是好事，你将来如果遇上他，一定要小心谨慎，别丢了性命。”陈星奇道：“难道流浪者会攻击神选者吗？”村长叹了口气：“恐怕比这个更加恐怖。”村长的话让陈星感到莫名其妙，于是他追问道：“他到底会干什么？”村长不再言语，他摇了摇头，然后走回自己的院子。想来该说的已经说了。陈星看着村长离去的背影，暗暗发呆。这一次虽然没有系统任务，但是村长确实给了他不少信息。樟树的功能，流浪者的存在，这都是影响整个营地的因素。而且村长的话也被旁人听到。这一次陈星并没有占到信息差的优势。旁边的人见村长离去了，纷纷讨论起来。有说要去外面寻找流浪者的，有说要去营地等待奇遇的，也有人觉得这些和自己毫无干系，继续忙自己的事情的。陈星想了一会，最后把这事暂放一边，等大家等级升高了再说吧。而后他去往了绝明庙，烧了一根增财香，然后去了骷髅洞副本。他现在8级，下6级的骷髅洞只能获得60%经验，掉落概率也大幅降低。但聊胜于无嘛，就当是打一些魔抗装备，为人民粉尘服务好了。第142章营地外怪物的变化。天很快就黑了下来，陈星也从骷髅洞里出来了。8级升9级的经验是4万，陈星今天提交了4根木头，每根5000经验，一共2万经验，再加上之前的经验，樟树林副本里刷的经验，陈星现在还差8000经验升级。虽然这一天没有升级，但是陈星解锁了2柄，而且对于剧情也了解了许多，总体收获不少。陈星从副本出来不久，徐振东等人也回到了莫岗村。老板，陈星点点头，你们今天有什么收获？徐振东说，我们做完任务后就分开了，我和冷霜去探索地图，觉明和豆豆在莫岗村做任务。陈星先问徐振东，先说说你探索的信息。徐振东回道，我们去了荒原草地的北部方向，也遇到了村子，不过那是一个废弃村落，里面没有一个活人。废弃村落除了满地尸体外，并没有其他线索，于是我们继续探索其他地方，并且遇到了8级、9级的怪区域。但在越过9级怪的区域之后，却发现空气墙挡住了去路。后来我们和其他人沟通后才发现，不仅荒蛮草地北方，甚至整个荒蛮草地都有空气墙。空气墙的事，陈星先前已经听其他神选者说过了，不过他对此还有一些保留想法。营地西面的河流那边呢？你们去探索了吗？徐振东摇头，没有，今天没有时间，明天再去看看。陈星点点头，然后转头看向觉明、刘豆豆，你们2人在樟树村有没有遇到特别的任务？觉明道，阿弥陀佛，起先遇到的任务都很正常，都是帮助各个村民解决困难。但在我的亲密度到达60点之后，村长突然对我发布任务，要我招募队友去击杀独狼王，收复东樟树林。什么？收复东樟树林？对此，陈星有些意外，自己刚和独狼王达成协议，为何那个樟树村村长立马就撕下脸面？这不是摆明和自己作对吗？徐振东察觉到陈星的异样，连忙询问，老板，可是遇到了什么状况？陈星点头，而后他把自己和独狼王的事情说了出来。
徐振东皱起眉头，老板，会不会两个任务并不起冲突？觉明道，阿弥陀佛，老板施主，反正你的奖励也拿到了，应该不会有影响。刘豆豆也说，对啊，老板，收复张树林的任务肯定不止一个人接，你总不能站在独狼王那边和大家作对吧？陈星没有回应众人，他总感觉这事有些怪怪的，好像背后有什么阴谋似的。最后他对觉明说，你的任务先暂且放下，明天我去张树林找独狼王看看情况。好。之后几人又进行了细致的交流，直到临近7点，陈星对众人说，我要回营地过夜，你们怎么安排？刘豆豆、冷霜则看向徐振东。徐振东想了一会，说，我也回营地。刘豆豆、冷霜应和，我也过去。觉明则是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我要看一看庙里的情况，今晚在这里过夜。行。之后陈星、徐振东、刘豆豆、冷霜4人去往营地方向，4人离开莫冈山往北面行去。由于天色已黑，所以陈星胸口切换了夜明珠。他们8级在这片4级的区域基本上没有什么仇恨，只要不去故意撞怪，很难进入战斗。不过徐振东却一直在观察周围。众人行至一半，徐振东嘴里轻声道，奇怪。他身旁的刘豆豆忙问，东老大怎么了？徐振东指着周围的怪群说，精英头领怪的比例比之前密了很多。大家连忙把目光放到怪群身上，果然精英怪头领怪十分多，之前40-50米才可能有一个精英怪，整片练级区域也就2-3个头领怪，现在方圆10几米就有一个精英怪，头领怪也多了许多。刘豆豆说，会不会晚上都是这样？冷霜则是看向营地方向，应该和营地燃烧的樟木木屑有关。徐振东点头，我也这样想。昨天夜里就有人在外面练级，没听他们说精英头领怪密度增多的事。陈星没有插话，他也觉得此事跟樟木木屑有关。就在这时，冷霜突然转换了话题，你们说斯内克会不会也会受到影响？对于冷霜的疑问，3人沉默不言。最后徐振东沉声道，作为周边唯一一个10级的 BOSS， 斯内克迟早要出来，我好奇的是他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登场。刘豆豆突然嘻嘻一笑，出生地点就是决战地点，真的很有趣呢。冷霜淡淡的说，有趣吗？不见得。大家发现陈星一直没有说话，于是把目光放到他身上，老板你怎么看？陈星皱着眉头，我之前一直以为斯内克是营地的终极 BOSS， 但现在我感觉有些不对劲。3人有些惊讶，为什么这么说？陈星道，今天村长说的那个流浪者给我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刘豆豆有些不以为意，流浪者不就是普通的 NPC 吗？我觉得在我们打败斯内克之后，这个流浪者就出来给我们建立传送阵，然后帮我们传送离开营地。陈星摇摇头，他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总觉得没这么简单。不一会，众人回到营地，营地内十分热闹，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除了一直在忙碌的木匠之外，更多的人也参与到木材的制作当中，比如有人负责涂颜料，有人负责刷桐油等等。这些颜料、桐油取自村子西面的和对岸的植物上，当然大家去的时候必须结伴行，不论是河里还是河对岸，都有5、6等级的怪物。不过从难度来说，做这些比去樟树林砍树要简单多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占地方。昨天夜里大家都是躺在篝火旁露天畅谈，今天篝火旁被树木堆得乱七八糟，大家根本没办法落脚。无奈在营地过夜的众人只能回到帐篷。陈星逛了一圈后也进入了久违的99号帐篷内，然而他刚进帐篷就察觉到气氛不对。第143章杀人犯宇轩。帐篷内一共5张床位，对于整个空间来说其实还是比较拥挤的。不过何琼丹死了，而陈星这些天又没来，所以帐篷只有3个人，倒还算宽裕。但现在帐篷内却太过安静。清明坐在床上冥想，王欢躺在被窝里，王喜并不在里面。清明看到陈星进来后点头与他打了个招呼，而后清明对着王欢的方向努了努嘴。陈星察觉到气氛不对劲，于是来到王欢床边。此时的王欢正缩在被窝里抽动，里面还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声音。陈星拍了拍王欢，王欢，你哥呢？王欢听到陈星的声音，当即坐起了身。此时陈星才注意到王欢满脸泪痕，惊道，怎么了？王欢抽泣了半天，好不容易缓过来，然后他满眼通红地对陈星说，我哥，他死了。什么？陈星心中一震。说实话，他本人很不喜欢王喜这个人，那家伙头脑简单，行事冲动，没有一样能让他看得上眼。但是这个王喜对自己的妹妹王欢确实很好，当初陈星收留2人进帐篷，就是看在他们兄妹情深的份上。
如今几天没见，王喜居然就这么死了。陈星忙问：出什么事了？他是被 boss 杀的吗？王欢一边摇头一边抹眼泪：他是被人害死的。什么人？陈星心里突然涌现出一股怒意。他虽然贪财，但从不作恶。对于那种为了一点利益就残害他人性命的行为，他是极为不耻的。直到这个时候，王欢的情绪才平复下来。今天我和哥哥在莫岗村做任务，当我们在莫岗山附近合力对付羚羊 boss 的时候，遇到了雨轩。陈星忙问：就是那个 A 级天赋的雨轩吗？王欢点头：就是他。他找到我们兄妹后，就说他有一个特殊任务，需要人帮忙，问我们愿不愿意跟他去。陈星眉头一皱：什么特殊任务？王欢摇头道：不知道，他当时没有细说，只是说做完那个任务后，我们一个人能分1万陈，而且可以直接升到7级。我哥当场就答应了，但我觉得这么高奖励的任务肯定难度很高，于是劝说我哥放弃。不过那个雨轩打包票说他 A 级天赋很强，完全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危。之后我哥不再听从我的劝说，决心跟着雨轩去做任务。无奈我只能和我哥一起去。路上我和雨轩询问任务细节，他总是以不便透露为由搪塞过去。于是我和他闲聊，发现每当聊起你的时候，他的神色就不对劲，语气中隐约透露着恨意。这时我们到了北方的一个荒废村子，我也把我的发现通过消息和我哥哥说了。我哥哥虽然也觉得不对劲，但还是舍不得雨轩给的高额奖励。最后我哥哥假借让我回营地拿东西，让我摆脱了雨轩的控制。陈星惊讶道：你就这么自己回来了？怎么不联系我？这事毕竟和陈星有牵连，如果王欢联系他，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王欢又一次抽泣起来：我联系你了，但是你在副本里收不到消息，而且我离开不久后，我哥哥的好友头像框就变成了灰色。我操，这个狗日的雨轩！陈星一拍床沿，站起了身。3天前，雨轩对着陈星放下狠话，说要追赶他。而后在莫岗山洞穴口，雨轩和徐强联手想要进去。不过当徐强找陈星讨要攻略的时候，陈星指定不给雨轩，逼迫徐强和雨轩强行拆散。在之后，陈星就没关注雨轩这个人了。没想到这个雨轩眼见得罪不起陈星，于是来杀害陈星的舍友。这家伙果真是个神经病。陈星点开营地的等级信息列表，他惊讶地发现，除了自己队伍的5人之外，那个雨轩竟然也到了8级。他怎么可能升级这么快？唯一能解释的就是他一直单独练级，经验独享。这样的话，确实有可能赶上进度。问题是迷雾今天才驱除，前2天他去了哪里？最后陈星拍了拍王欢的脑袋：王欢，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哥报仇的。王欢咬着嘴唇，没再多言。陈星看着王欢孤零零的样子，心中有一些愧疚。在陈星看来，王喜的死和他是脱不开关系的。王欢看着陈星的神情，好像是看穿了陈星的想法。陈星哥哥，我哥哥的死完全是他自己贪心导致的，和你没有关系。如果没有你，我们兄妹在第1天晚上就死在怪物手上了。陈星深深叹了口气。王欢这丫头太聪明了，聪明的让人心疼。这个时候居然还在照顾别人的情绪。而后陈星站起身离开了帐篷，而后他将徐振东叫了出来。不一会，徐振东出现在陈星面前：老板，什么事？陈星说：你这些天有见到雨轩吗？徐振东摇头：很少，只在营地里见过。不过我一直留意了他的等级。你详细说说。前天晚上他等级是5级，但到了昨天晚上他等级升到了7级。今天傍晚的时候他等级升到了8级。你帮我查一查，这些天雨轩在干什么？尤其是前天和昨天，他有没有下副本？好，我这就找人询问。一有消息立马告诉我。好的，老板。徐振东和陈星告别，回到了帐篷中。陈星没有进入帐篷，而是站在营地中静静地看着篝火。之前他并没有太把雨轩放在心上，他原以为雨轩只是脾气怪了点，毕竟期望受人关注并不是什么坏事，最多只能算是有些偏执。但他万万没想到，这货居然会因为憎恨自己，对自己的舍友下手。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偏执，而是偏执狂，神经病了。这种人不能留。就在这时，徐振东发来一个消息：老板，昨天的时候雨轩组了一支队伍去莫岗洞穴，但是只有他一个人出来。什么？第144章夜探牵牛村。5人进副本，只有1个人出来。这种事如果放在其他队伍可能很正常，但如果放在雨轩身上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徐振东接着说，从那之后雨轩就没有下副本，晚上甚至没有回营地睡觉。没有下副本，没有回营地，而且等级还飙升，那只有一种可能：野外单刷。
问题是昨天外面还有毒物，那他能去哪里单刷呢？答案不言而喻，宇轩获得了免疫毒物伤害的技能或者体质。一个人单刷的话，确实有可能到今天傍晚升到8级。第二个问题来了，宇轩杀王喜王欢只是为了恶心自己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要把他们两人骗到那么远的地方，而且还眼睁睁看着王欢逃回来？这个问题陈星暂时想不通。而后他一扭头离开了营地，他前去的方向是营地北方。据方才王欢所言，宇轩带着他们兄妹去了北方的荒废村子，那个荒废村子自然就是徐振东今天探索过的地方。既然徐振东在白天没有探索到有用信息，说不定晚上会有线索。于是陈星开启夜明珠一路往前行去，赶路的同时他也有留意旁边怪物的分布。与莫冈山方向的怪物一样，这里的怪物精英头领也增多了数倍，看来也是受到了燃烧樟木木屑的影响。起先陈星行进的速度非常快，几乎是全速往前奔，但当他穿过5级蜈蚣区进入6级狐狸区之后，立马放缓了脚步。为了避免被宇轩发现，陈星取下胸口的夜明珠，换上独狼王的本命宝珠，然后他摸着黑往徐振东所指示的废弃村落方向行去。没有照明的状况下，周围一片漆黑，但陈星并非什么都看不见。如今的他即便没有照明设备，也勉强可以看清2-3米范围内的区域。由于怪物仇恨范围的原因，正常情况普通神选者是不可能在这种视野范围下在野外行走的，那样一不小心就可能走入怪物群之中。但陈星技高人胆大，他等级高，仇恨范围小，就算引来几个怪围攻也破不了他的防。为了节约猩红僵尸的魔法值，除非遇到精英头领级的怪，不然他不会让猩红僵尸出手。渐渐的，陈星靠近了徐振东所指示的位置。刚进入村子不久，他就在地上看到了一具尸体，一具人类的尸体。低身查看，发现这个尸体上还有简单信息：牵牛村村民尸体5级。原来这个村子叫牵牛村。看着地上这具尸体，陈星脑海浮现出疑问：难道这个村子是因为被毒物笼罩，所以所有村民都被毒死了？但很快他就否认了，如果是被毒死的，这人应该死了10天，尸体早就腐烂了。不过陈星本人不是医学专业，并不确定毒物中的尸体会不会腐烂，所以他对自己这个判断不是很肯定。而后他摸着黑继续在村子中搜索。进入村中后，他遇到越来越多的尸体，心情渐渐的沉重下来。看的尸体越多，他越发感觉这些人并非死于毒物。这时陈星闻到了一股怪味，他沿着气味摸索，渐渐来到了一间小屋门口。推开屋门，里面顿时涌现出浓烈的血腥味，墙上地上全都是鲜血，墙角处还躺了几具年轻年幼的女尸，这些女尸的身上的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陈星看着面前的情形，胃部突然一阵翻涌，他已经100%确定这些人绝对不是死于毒物，而是被人谋害，整个村子都已被人屠杀。牵牛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联想到宇轩，陈星突然打了一个冷战，难道这些人都是宇轩所杀？陈星摇了摇头，不敢相信这个推断。而后他离开小屋，往村中其他方向摸索，花了近1个小时，他把村子所有的地方都走遍了。全村80多人全都死于非命，无一活口。根据种种迹象推断，这些人就是死在最近1-2天，甚至有可能就是死于昨晚。昨晚宇轩没有回营地，虽然没有明确的线索，但是陈星心中已经隐隐觉得这是和宇轩逃不开干系。现在有2个问题环绕在陈星脑海：一，宇轩为什么这么做？2，宇轩现在在哪？既然在村子里找不到宇轩，那就去外面看看。不过一直抹黑寻找也不是个事，还是点上夜明珠吧。就在陈星准备取下本命宝珠之际，突然看到前方闪过一个光亮，他心头一紧，连忙放弃更换夜明珠的打算。而后陈星让猩红僵尸亲卫在屋子里等待，他本人则悄悄往那光亮方向行去。远处出现一高一矮2个身影，高个那人胸口佩戴了夜明珠，矮个那人跟在高个人的身后，走路的姿势有些僵硬，两人的身形都有些显瘦，在这漆黑的夜里看起来有些单薄。陈星藏在一座房子后面，看着走来的那2人，待他看清那2人的面目后，差点惊呼出声。高个那人正是宇轩，矮个那人却是王喜。王喜怎么跟着宇轩？他不是死了吗？难道是王欢弄错了？此时陈星脑海里满是问号。宇轩、王喜2人来到村内后，径直走向了村子西南角，而后2人停在一个古井前。陈星看着2人的背影，不知他们想要干嘛。突然王喜身子一跃，跳入了井中。陈星差点惊呼出声，连忙用手捂住了嘴巴。宇轩回过头往身后看了看，而后他也跳入了井中。陈星在外面等了一会，发现井内没有动静，于是他缓缓地靠近井口，探头往里面看去。井中
一片漆黑。陈星拿起夜明珠将其激活，结果发现依然看不清里面，看来井底太深，超过夜明珠的照射范围，只能亲自探个究竟了。陈星撸起袖子准备进入井中，但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下去容易，怎么上来呢？如果是现实世界，一个人在井里是极有可能困死在里面的。不过既然雨轩能进去，为何自己不能去？而后陈星做了一番准备，也跳入了井中。第145章阳湖秘境，进入。陈星自然不是莽莽撞撞的直接跳进去，下去之前他和徐振东发了消息，我在你白天经过的废弃村落西南角有一个古井，刚刚发现了雨轩，他跳入了井中，我待会也跳进去，你们白天的时候过来接我，记得带一根长绳。徐振东立马回复，好的，老板。要不要等我们一起进去？陈星，来不及了，我先进去看一看。徐振东，好，如果遇到状况发信息给我。陈星，我感觉这个井里有古怪，里面未必能发出信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的话，你再做定夺。徐振东，明白，老板。陈星做好准备后也一跃跳入了井中，下一刻他感觉两耳灌入阴风，全身发凉，而后他闭上双眼，做好随时进入水中的准备。然而过了许久，他还在往下掉。这个时候陈星发觉有些不对劲，虽然他没有跳过井，也没有跳过楼，但他知道掉落的时间绝对用不了这么长。陈星感觉耳旁的风越来越响，周围的空气也越来越寒冷，渐渐的他的心里开始慌乱起来，这没头没脑的一直掉，何时是一个头？难不成自己就这样活活摔死了？他低头往下看，发现底下依然一片漆黑，不是黑夜的黑，而是混沌的那种黑。他明明已经打开了夜明珠，却看不清周围任何的东西，仿佛整个世界空无一物。而后他点开消息页面，发现除了系统消息外，其他人的消息都已经看不到。点开好友列表，系统立马提示你无法和外界联系。看到这，陈星反倒放下心来，这表示自己进入了特殊地图，并不是简单的高空坠落，或许现在只是进入这个地图的过程而已。就在此时，陈星突然眼前一亮，不待他看清周围情况，就听到扑通一声，整个身体掉入了湖水里。陈星一下没反应过来，当即被湖水灌入嘴中，呛了一大口水。很快他的脚踩到了湖底的泥地，而后他双腿一蹬，整个身体犹如利剑一般往上穿去，不一会就浮出水面。陈星看向周围，发现自己离岸边只有100米距离，于是奋力湖岸游去。眼见离湖岸越来越近，陈星突然感觉右脚刺痛，回头看去，发现一头怪鱼正追着自己咬。锯齿鱼8级普通，生命值3500，物理攻击400。大怪鱼啃咬的部位相当奇怪，专门盯着陈星的脚踝咬，那个部位没有防护，每次都对陈星造成足额伤害。陈星莫名其妙掉入这个空间，还没有上岸就遭受到偷袭，这怎么能忍？他拿起双刃，回身和锯齿鱼战斗起来。原以为对付3500血量的怪只需要6-7秒就可以，但真正开打的时候，陈星才察觉到实际的战斗比自己想象中难多了。首先，水中的阻力非常大，他攻击的力道大部分都被水流给分摊了，不仅影响速度，还影响伤害。其次，锯齿鱼的灵活性远超想象，它的游动速度快，而且能够上下移动，这让平时一直在地面战斗的陈星十分不习惯。此外，锯齿鱼游动时带来的水波还会干扰陈星的行动，一不小心陈星就被锯齿鱼拍出的水浪给推走。原以为只需花几秒钟就能解决的怪，足足花了3分钟才搞定。当陈星挥出最后一击，终于收到了系统提醒，叮，你已击杀锯齿鱼，获得60点经验。锯齿鱼死后，身上有2个部位变得闪闪发光，陈星伸手将其取下，叮，你获得锯齿鱼肉，叮，你获得锯齿鱼鳞。他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于是随手丢入腰带空间之中。处理完锯齿鱼之后，陈星没再耽误，顺利游上了岸。陈星舒了一口气，然后环视四周来，背后的那个湖非常大，一望无际，前方的湖岸线很长，扭扭歪歪。沿着湖岸线眺望远方，陈星突然意识到自己脚下这块地似乎是湖中岛，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陈星将目光看向岛内方向，发现不远处立着一个石碑，连忙往那边上走去。石碑上面写着4个大字：阳湖秘境。这时系统发出提醒，叮，你进入阳湖秘境。真没想到小小的井里居然藏着一个秘境。陈星抬起头看向自己方才掉落的天空，蓝天白云，没有任何异样。看来让徐振东他们准备的绳子是没有用了。问题来了，怎么出去呢？这时陈星想到雨轩，那雨轩是怎么发现这里的？陈星回想方才雨轩进入时的动作，
感觉很是娴熟。看来这不是他第一次进来。陈星收回心神，把目光放到前方。这些秘境的问题自己肯定想不明白，探一探便知。而后陈星没再多想，往前行去。往上爬行了数十米，陈星眼前突然变得开阔起来。前方是一片草地，草地上散落着一簇一簇的灌木，一只只野生动物在草地上、灌木旁悠闲地吃草休憩。整个画面相当和谐。距离陈星不远处，有一头斑马正在打盹。陈星捏着双刃，缓缓向那斑马靠近。斑马8级普通，生命值5000。正在陈星准备丢出手中武器之际，那斑马回头看了他一眼，而后那斑马双眼一眯，又一次打起盹来。陈星一怔，怎么回事？这斑马难道不会主动攻击？他放弃使用技能，慢慢走近那斑马。10米、5米、3米，直到陈星靠近斑马，斑马还是没有攻击陈星的打算。奇怪，陈星收起了双刃。他进入秘境可不是为了练级杀怪的，而是为了寻找雨轩，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而后陈星缓步走入草原，在这片草原上，他见到了许许多多的野生动物，有7级的野驴、8级的犀牛、9级的雄狮，但是他们对陈星路过身边都无动于衷，甚至有几只正在打架的动物见到陈星后都停了手。陈星更加不解了，怎么回事？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前方有一栋房子，一栋不该属于这里的房子，那是一栋2层楼的别墅，豪华别墅。第146章阳湖秘境别墅谈话。看着眼前的别墅，陈星有些恍惚。别墅原本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即便在农村里也有很多自建房按照别墅的规格建立，但它出现在神选之地的话，就让人感到诡异了。难道我离开了神选之地，回到了蓝星？很快陈星摇头否认，随身的系统还在，蓝星可没有这玩意。他看了看手中的双刃，又看了看远处的别墅，最后他还是收起双刃，将其插到腰后的刀鞘之中。之后陈星没再管草地上的怪群，径直往别墅方向行去。别墅外有一个院子，院内地上铺着大理石地面，四周种植着各种花花草草。院子中央伫立着一尊石像，石像雕刻的是一个男子，那男子抱于胸前，一脸轻松地目视远方。陈星站在院外，看着虚掩的院门，有些迟疑。如果这是神选之地，他自然二话不说直接闯入；如果这是蓝星，他需要经过主人的同意才能进入。但这里是阳湖秘境，按照哪个规矩来呢？就在陈星犹豫之际，门旁的一个喇叭响起，进来。声音很淡定，好像早就知道陈星过来似的。陈星推开院门，走了进去。来到别墅大门外，他刚要敲门，就听见门咔吧一声打开了。于是他跨步进入门中。进入屋中之后，陈星顿时被大厅的风格给吸引了。家具、灯饰、格局，所有的布置都给陈星莫名的熟悉感。这哪里是神选之地？明明就是蓝星普通的别墅吗？就在这时，大厅响起一个声音：“陈星，坐。”陈星循着声音望去，发现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中年男子。那男子穿着一身休闲服饰，也与蓝星一致。陈星走向前，仔细观察那人。可惜的是，系统并没有给出那人信息，只有一个头衔：管理者。陈星脑海顿时蹦出一个词来：管理者。GM， 神选之地还会有这种人？你是蓝星人？管理者点燃一根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看向陈星身旁的座位。陈星会意，弯腰坐了下去。管理者3两口将手中香烟吸完后，将烟头弹进桌上的烟灰缸内。直到这时，管理者才回应陈星的问题：我是不是蓝星人很重要吗？陈星一怔，他从对方这句话里隐隐听出了一丝异样的情绪，似乎抱有遗憾，亦或者是羡慕。总之，他听出了对方话里的含义，管理者并不是蓝星人。而后管理者指了指上方：我原本是神选之地的一个普通土著，被神选中，后来当这个管理者的。陈星喃喃道：土著被神选中。管理者点头：没错，我来这里已经有18年，正式被任命为管理者也有13年。这栋房子是神明创造的，屋中的一切，包括香烟，都是神明留下的。说着，他抽出一根烟，丢给了陈星。陈星下意识将其接住。管理者打开火柴盒，发现火柴已经用完，他叹了口气，然后将食指放在香烟下，噗的一声，他的右手出现一团火苗。陈星看着眼前的一切，嘴巴张得老大。前一刻他感觉自己进入了蓝星，后一刻对方又把自己拉入了神选之地。而后管理者用右手指向陈星，呼！管理者手中的火苗暴涨数米，刚好伸到陈星的面前。陈星连忙叼起那根香烟，将其点燃。
管理者收回手中的火焰，又吸了一口烟。陈星看着他那销魂的样子，感觉这货烟瘾不小。管理者一口气抽了1/3根烟，然后将其吐出。他看向陈星，自嘲地笑了笑：“别见怪，我这10几年基本上是一个人独处，而且心里话还不能和外人讲。好不容易得到神明的允许，我这才能和你聊一聊天。”陈星忙问：“之前不是也有神选者来过吗？你应该时常有人聊天才对。”管理者看着陈星，眼神突然变得郑重起来：“你真的不知道？”陈星一怔：“我为什么会知道？”管理者盯着陈星的眼睛，好似想要看穿他一般。“算了，这事我管不了。”管理者身体往后一仰，靠在沙发背上：“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如果是我能说的，我一并告诉你。”陈星整理了一下思绪，他虽然是追寻宇轩而来，但他内心有更重要的问题。而后他向管理员发出第一个问题：“你究竟是谁？我是说管理者以外的身份。”管理者脸上露出一丝欣慰：“你第一个问题居然是这个，看来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是的。”陈星点点头：“昨天我从莫岗村村长那听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流浪者，而周围又没有流浪者的踪迹，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流浪者来自这个阳湖秘境，甚至……”陈星看向管理者：“你就是流浪者本人？”管理者笑道：“没错，流浪者就是我装扮的。这片区域归我管辖，有些事情必须我亲自处理。但流浪者只是你成为管理者之后的身份而已。”那在此之前呢？陈星脸色突然一沉，用一副耐以寻味的眼神看着管理者。管理者脸色有些好奇：“这么说来，你还有更进一步的推测了？”陈星吸了一口烟，然后缓缓说出自己的猜想：18年前，斯内克出事，鲁斯带领莫冈山村民来击杀他。然而，斯内克实在太过强大，以鲁斯等人的能力，完全无法战胜他。于是，鲁斯就四处寻找对付斯内克的方法。终于，鲁斯无意进入了阳湖秘境，找到了当时的管理者，向他祈求对付斯内克的手段。管理者最后答应了鲁斯的请求，不过管理者却提了一个要求。陈星说到这，吸了一口烟。管理者脸色不变，只是顺着陈星的话题问下去：“什么要求？”陈星接着说：“管理者的要求很简单，封印斯内克之后，要求对方代替自己成为新的管理者。”而后，陈星看着管理者，一字一句地说：“我说的对吧，鲁斯？”啪啪啪啪，管理者拍着双手，脸上露出敬佩神色：“精彩，不愧是你。”第147章阳湖秘境、鲁皮信件以及阵营任务，竟然推测到这一步，实在是不容易。管理者对着陈星鼓掌：“没错，我就是鲁斯。”当管理者自认身份之后，他在陈星眼中的称谓更改了：“管理者鲁斯。”陈星说：“有一件事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管理者在这里应该是神明一样的存在？他为什么会让位置给外人？”鲁斯笑了笑，他没有立刻回答陈星，而是右手轻轻一挥，唰的一下，一个水晶球浮现在半空。水晶球中正是营地以及周边地形全貌。鲁斯指着水晶球说：“对于这片区域的人民来说，管理者之位与神明无异，但对于管理者本人来说，这只是一个牢笼。一个人如果生活在里面却不自知，那他可以活得很开心；但如果明知自己活在这狭小的范围里，却无法逃脱，那种滋味可不是谁都能忍受的。我的上一任管理者在这里待了不知多少年，早已厌倦了这里的生活。刚好我符合管理者的条件，于是他便向神明请示，将管理者之位让给了我。”陈星点头，鲁斯的话基本印证了他的猜想。而后鲁斯又点了一根烟：“还有别的问题吗？”这时陈星从腰包里掏出2样东西递给鲁斯：“你可认识这些？”陈星递过去的是鲁皮之心和鲁皮信件，这2样东西是在骷髅洞的官邸 BOSS 沉沦的鲁皮身上获得的，而鲁皮正是鲁斯的弟弟。鲁斯看着陈星手里的东西，略微迟疑了一下，而后他伸手将其接了过来。他先是盯着那颗跳动的鲁皮之心看了许久，而后拆开鲁皮信件细细查看。中途鲁斯没有说一句话，但是脸色却十分沉重。最后他叹了口气，把心脏、信件都放到桌上。陈星没有询问，只是静静地看着鲁斯，等对方开口。鲁斯沉思了许久，然后说：“谢谢你让我看到我弟弟的信件，但我身为管理者，早已与过去的人和事一刀两断。”鲁斯的话令陈星有些意外，他原以为找到鲁斯后就能有后续任务，没想到鲁斯居然这么不咸不淡地带了过去。不过鲁斯说完那通话之后并没有结束，他指着桌上的信件说：“你自己处理吧，我就不参与了。”陈星点头，然后拆开信件查看起来。当他从头到尾把信件内容看完之后，突然感觉有些心塞。他沉默了一会，好好消化心中的内容。信中描写了3件事：
这3件事发生在3个不同的时间段。第一阶段是在17年前，当时刚封印斯内克不久，鲁斯以寻找封印斯内克的方法为借口离开了村子，而鲁皮因为受到魔气侵扰，使得头疼欲裂，于是他离开了莫岗村，去外面游历。很快他就到了樟树村。当时的樟树村并不是人类所占，而是归属狼人所有。鲁皮进入樟树村后，与狼人相处得很愉快。鲁皮和狼人生活的那段时间，头疼的问题居然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于是鲁皮打算一直和狼人生活下去。第二阶段，9年前，这些年鲁皮和狼人一族生活得极为融洽，他甚至快要忘了自己是一个人类的身份。而这个时候，一个神秘男子找到鲁皮，那人自称可以治愈鲁皮的病，彻底将他体内的魔气驱除，但是需要鲁皮配合。那神秘男子提的要求很简单，只是让鲁皮经常在狼人的水源处放一种药剂，并且再三保证那些药剂是为了改善水源。鲁皮稀里糊涂地答应了。而后狼人因为全体食物中毒，狼人头领更是被人击杀。这时鲁皮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在之后，狼人被赶出樟树村，离开樟树林。那个神秘人也没有答应帮鲁皮治病，反倒念了一通咒语，让鲁皮体内的魔气再度复发。于是他迷迷糊糊地回到了莫岗村。第三阶段，4年前，魔气导致的头疼虽然厉害，但以鲁皮的意志是能够承受的。真正令他崩溃的是自己对狼人部落的背叛，但他知道他不可能祈求莫岗村民去剿灭樟树村的人类，为狼人一族复仇。于是这件事情他一直埋在心里，如鲠在喉。最终他做了一个决定，投身狮王。他要借助狮王之手，将占领樟树村的那群人类灭杀，来弥补生前的遗憾。陈星看完信件后，心里憋得十分难受。鲁皮做错了什么吗？从种族的角度来说，人狼相隔，他没有错。但从情义的角度来说，他亲手将收留自己的狼人一族驱逐，确实说不过去。这种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很难接受。此时陈星也理解当时为什么莫岗村村长张阿宝不拆开这封信了。鲁皮的过往，莫岗村村长自然知晓。村长不拆开这封信，就是不想面临这种选择。他也明白鲁斯为何让自己看这封信了，对方是让自己选择是否帮助鲁皮完成心愿。果然，系统给出提醒，获得任务鲁皮的心愿，帮助狼人一族，让他们重回樟树村。本任务为阵营任务，是否完成该任务将决定你的未来走向。离开营地地图后，将对你的抉择加以判定。阵营任务，难道这个任务是区分自己未来是否归属人类阵营吗？系统没有对阵营任务给出详细解释，也没有对阵营做出细节说明。好在这个任务暂时不需要陈星做选择，于是陈星暂且把任务放到一边。鲁斯见陈星看完信件，于是把鲁皮的心脏重新交还给他，这个你拿着吧。陈星看着鲁皮那颗跳动的心脏，仿佛读出为何他不肯停歇了。陈星心中暗暗回应，鲁皮是否帮助狼人重回樟树村，我还有待考虑，但我向你保证，一定会保护狼人一族周全的。这时鲁斯对陈星说，你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陈星一惊，啊，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不早说？鲁斯淡淡一笑，这就是你最后的问题吗？陈星连忙摆手，不，刚才只是祈使句，不是疑问句。第148章，阳湖秘境，与众人为敌的雨轩。陈星还有很多问题，如何对付斯内克，营地内的百年樟木到底做什么用，如何离开营地区域等等。只有一个问题的话，他肯定问不完。不过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陈星并不着急提前知晓。他清楚，随着进度的推动，这些疑惑迟早会找到答案。而后他向鲁斯询问现在最迫切知道的问题，雨轩在哪？我要去找他。鲁斯指着大门，这个简单，你出去就能看到。他就在外面吗？陈星连忙站起身，然后疾步走到门前。突然陈星停了下来，他回头看向鲁斯，向他道别，再见。鲁斯淡淡一笑，恐怕很难再见了。陈星一怔，不过他没再多问，跨步离开了别墅大门。刚走出大门的时候，他突然感觉眼前涌现一团柔和的白光，下一刻他就自己出现在了草地上。回头一看，发现先前还矗立在草地上的别墅居然凭空消失，仿佛那里从来没有什么别墅似的。陈星恍然，自己方才进入的别墅并不是常规地图，只不过是管理者让自己看到，允许自己进去而已。突然他看到前方正有2个身影在战斗，陈星心里一紧，连忙走上前去，正是雨轩和王喜。这时雨轩和王喜刚好将面前的8级斑马消灭，正准备寻找下一只怪。就在这时，雨轩也看见了陈星。陈星，你居然也进来了！他先是有些惊愕，然后闪过一丝阴狠的笑容。
陈星走到宇轩跟前，冷冷地看着对方。方才他可以一举秒杀宇轩，不过就这么杀了这个疯子的话，可解不了自己的心头恨。他盯着宇轩道：“你对王喜做了什么？”宇轩嘿嘿一笑：“这小子说要升级，于是我帮他了呀。你看，他现在已经7级了，我算是遵守承诺吧。”遵守承诺？陈星哼了一声，他指着目光呆滞的王喜道：“人都被你杀了，你管这叫遵守承诺？”宇轩戏谑地说：“杀人？你可别说的那么难听，我只是让他换了一个生存方式而已。你看，他现在要等级有等级，要实力有实力，这不都是他以前想要的吗？我做的只不过是把他的灵魂提取出来而已。不信的话，你听一听他怎么讲。”宇轩说完，他身旁的王喜开口了：“陈星，我现在很好，我比以前强大多了，而且不再害怕死亡，就算死了也能活再生。你也加入宇轩吧，他会让你成为主宰，成为星神的。”呵呵。陈星冷冷一笑，他自然不会被宇轩这么弱智的办法给骗到。王喜的灵魂早就被宇轩吞噬了，方才王喜所说的一切都是按照宇轩的意志表述的。陈星看着行尸走肉的王喜，暗暗叹了口气，而后他沉声问宇轩：“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明明是一个 A 级天赋的神选强者，为什么要走背离大家的道路？为什么？为什么？”陈星这个问题仿佛刺激到了宇轩，他仰天狂笑，脸上青筋暴起，而后他用手指着陈星，歇斯底里的狂吼：“你居然有脸问我为什么？我原本是全营地唯一的 A 级天赋神选者，理应受到大家的爱戴，没想到处处被你抢了风头。杀第一个怪的是你，杀第一个 BOSS 的是你，杀鼠王的是你，等级竞赛第一的是你，开发副本的是你。你是爽了，什么好处都占尽。那你想过我是什么感受吗？你知道别人怎么说我吗？他们说我是乞丐，只会到处翻找尸体的乞丐。我忍辱负重，努力练级，为的就是能把一切的荣耀都抢过来。结果你却培养了一个 S 级天赋的徐振东，彻底毒死我的将来。我是 A 级天赋，明明只比 S 级天赋低1级，但却在别人眼里就变成不值钱的垃圾货。那天我组队下副本，那4个 B 级、C 级的垃圾居然还敢嘲笑我，我当然不能忍，直接将他们杀死在副本之中。也是那一次，我突然发现，原来我的天赋用在杀人的时候更加有效，竟然可以从他们尸体上摸到属性点，还能融合他们的技能。既然杀人可以更快的提升自己，我干嘛还局限自己的击杀目标？我不仅要杀怪，还要杀神选者，杀原住民。只要杀了他们，从他们尸体上获得奖励，我就能快速提升自己，那样我就能超越你，得到别人的崇拜。那些人虽然是被我杀的，但却是因为你而死。我是杀人犯，你也逃不了干系。宇轩越说越激动，最后整张脸都涨得通红。陈星开始听到宇轩承认自己杀人的时候，还是感到相当愤怒，但听到最后，他的情绪反倒更加冷静下来。当宇轩说完后，陈星语气平淡地说：“那我问你，我可有骂你？”宇轩一怔，然后摇摇头。陈星，我可有打你？宇轩还是摇头。陈星，我可有主动挑衅你？宇轩沉默不言。陈星，除了你主动找我，我基本都没有和你见过面，你干嘛觉得我在针对你？宇轩声音又一次大了起来。你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你就是在针对我。我本是全营地唯一 A 级天赋的神选者，应该受到万人敬仰。要不是你针对我，我不会被大家看不起。陈星呵呵一笑，你的逻辑是天赋高就要受到别人尊敬是吗？那我问你，徐振东是 S 级天赋，你尊敬他吗？尊敬他？我呸！提起徐振东，宇轩满脸不屑，他原本是 F 级天赋的垃圾，只是走了狗屎运变成 S 级天赋而已，我怎么可能尊敬他？你喜欢强调出身是吧？陈星嘴角微微一扬，然后轻蔑地看着宇轩，你在蓝星本就是一个乞丐，别人干嘛要尊敬你？你放屁！宇轩被陈星踩到痛处，双眼变得通红。第149章阳湖秘境幽魂毒戒。宇轩怒道：“我又不是天生乞丐，我以前也辉煌过。”陈星呵呵一笑：“重要吗？”宇轩说：“怎么不重要？有人天生就在骡马，有人出生就是牛马，出身怎么不重要？”陈星摇头：“你没懂我的意思。出身这件事我们不能选，你消耗精力纠结这个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你当下如何选择，如何行动。”宇轩冷笑一声：“你获得了强悍的天赋，拥有队友相助，得到极品装备，你自然说得轻巧。”陈星沉声道：“你错了，我天赋好还是坏，确实会决定我的地位，但是不会影响我的底线。”底线？哈哈，你还有底线？宇轩指着陈星的鼻子：“你就是一个奸商，你卖帐篷秘药，卖鼠王冠，卖抗毒装备，卖抗毒药剂，但凡有一点机会，就会榨干别人的钱。你还有底线？”
我自然有底线。陈星一脸平静地说，我的底线就是不作恶。帐篷钥匙、装备、药剂是我升级做任务获得的，我想卖多少就卖多少，别人要是不想买可以不买，我没有强迫。我因此被人喊作奸商，我也没有反驳，欣然接受。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也不去抢夺。不论是东西也好，名声也好，我都是这个态度。但你却不同，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想得到别人的认可，怎么可能？宇轩满脸激动，什么叫我什么都没做？我一直很努力，但是就是没有结果。陈星冷笑道，幼稚，努力怎么了？这只是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已。神选之地的每一个人，谁不努力？你是3岁小孩子吗？觉得哭了闹了就有糖吃？陈星顿了顿，然后说，我来告诉你，我这所谓奸商背后做的事情吧。秒杀蜀王，帮助营地争取了1小时的生存时间，通关营地洞穴给了大家攻略，卖蜀王冠，让当事人甚至他所在的队伍提高生存几率，通关莫冈山洞穴，提供攻略，售卖抗毒装备，击杀狮王，消除迷雾。我做的这些事都让大家受益了。你这个营地 A 级天赋的强者做了什么呢？我宇轩哑然。陈星说，你杀队友，你杀王喜，你杀牵牛村全村的村民。宇轩青筋暴起，你管老子？老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陈星道，我原本是不想管你的，但是你已经开始对我身边的人下手了，我再不管岂不是太看不起你？宇轩冷冷一笑，你就是想要杀我。说了半天，你就是怕自己良心难安，所以试图说服自己是在正义的一方。陈星淡淡的说，良心难安？呵呵，你高估我了。我在神选之地已经杀了不少人，每天睡得依然很香。和你说这么多，只是确认一下我的猜测而已。这时，宇轩脸上露出狰狞，我和你说这么多，可不仅仅是说话。这时，宇轩猛然暴喝一声，幽魂毒戒！嗡！陈星眼前突然变得暗淡起来，周围不知何时出现一个法阵，空中飘荡着鬼魂，地上还有一个巨大的骷髅头。陈星正准备对宇轩下手，却发现对方的身体居然变得像液体一样，融入了阵法之中。此时，宇轩的声音在四周响起，哈哈，刚才和你说话的时候，我已经让王喜把阵法布置好了。陈星，你不是有秒杀技能吗？来打我呀！我现在没有实体，看你如何对付我。就在这个时候，陈星头上突然出现一个数字100，这个数字不是伤害数字，而是扣血数字，直接无视了生命护盾。宇轩说，你的高额护盾在这里没有用，幽魂毒戒是按生命值百分比直接扣血的，每秒扣除 2.5%， 不论你有多高的血量，你只要待上40秒就必死无疑，1秒掉100，啧，看来你总生命只有4000啊，真不愧是你啊，陈星，只可惜你今天就好死在这里了，你的装备要归我了，而且我还能通过你的尸体摸到你的技能，你的属性，哈哈，是不是觉得后悔？后悔为什么一开始不直接秒杀我？你就要死在你的自信上！你明明是来救王喜的，却死在王喜亲自布置的阵法之手，想起来就很滑稽，哈哈哈！陈星没有理会宇轩的嘲弄，他不紧不慢地取下了胸口的夜明珠。他从井里跳下来的时候，胸口一直佩戴着夜明珠，后来忘了更换。取下夜明珠后，他又换上独狼王的本命宝珠。很快，他的头上出现一个数字加200。宇轩见陈星开始回血，于是嘲弄道，开始吃药了是吧？你以为有用吗？吃药可是用 CD 的，每秒回200，持续回血。这丹药挺不错呀。很可惜，它要归我了。虽然我不太用得上回血药，但是我的傀儡可以用。忘了告诉你了，王喜这个人形傀儡和普通神选者一样，也能升级、佩戴装备、吃药。你身上的装备，他都用得上。陈星懒得理会宇轩，他佩戴好本命宝珠后，开始环视四周。这么逆天的阵法，肯定有缺陷，不可能无懈可击。他先是缓步走到阵法边缘，用手碰了一下，呲！陈星顿时被一股电流击中，全身抽搐，过了好一会才缓过来。宇轩的声音再度响起，哈哈，可笑，这个阵法可是包含了牵牛村全村的灵魂之力，哪里是那么容易出去的？别费劲了，乖乖躺在地上等死吧。既然不能离开阵法，那只能从内部攻克。陈星回过头打量着阵法空间，陈星还没有发现破绽，宇轩却感觉了不对劲。你吃的什么回血药？怎么还在回血？这都过了30秒了，有持续30秒的回血药吗？陈星，你快说话！就在这时，陈星脸上浮现出笑容，找到你了。第150章，阳湖秘境击杀宇轩。阵法的上方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红点，每当宇轩开口说话的时候，
那个红点就开始闪烁。很显然，这颗红点就是宇轩的本体，至少是这个阵法的核心。陈星往前行去，缓缓向那红点靠近。宇轩察觉到了陈星的行为，并没有感到慌张。陈星，你这么快就发现了我的存在，很不错。只可惜我在阵法中的速度根本不是你能捕捉的。宇轩说着，那颗红点在空中飞速地移动起来，目测它的移动速度大于100。如此高的移速，陈星的技能很难锁定它。但陈星并不着急，他不相信这个阵法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于是他耐心地盯着那颗红点，观察对方的动作。就这样过了2分钟，陈星不急，宇轩却开始急了起来。不是回血药，回血药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为什么你可以一直回血？你身上是不是有什么道具？到底是什么道具能保持200点每秒的回血量？你说话呀！宇轩说到后面，语气开始变得烦躁起来。陈星没有说话，但嘴角的笑容却是越发明显了。他留意到红点移动速度有了大幅下降，仅仅过了2分钟，移动速度已经下降到60点左右。只要再熬几分钟，那就有机会出手了。不过还没等陈星出手，宇轩突然变换了语气。我知道了，你身上有非战斗状态的回血道具，只要进入战斗就没有用了。这样的话就很简单了。伴随宇轩的话语，王喜也走进了阵法之中。陈星，王喜是你的室友，你舍得下手吗？你如果杀了他的话，以后怎么和他妹妹交代？陈星冷哼一声，无视了宇轩的话。都这个时候了，还搞道德绑架？此时王喜已经来到陈星身边，举起手中巨剑就砍了下来。陈星一闪身躲开了。不过虽然王喜没有攻击到他，但他此时已经属于战斗状态，非战斗类的道具就无法使用。然而令宇轩失望的是，陈星虽然已经处于战斗中，但回血量依然没有变化。宇轩终于受不了了，啊呀！为什么可以这样？你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逆天的道具？而后他开始变得无比狠厉，既然磨不死你，那就直接杀了你。突然空中出现10个鬼魂，他们齐刷刷地冲到王喜跟前，钻入了他的鼻孔。王喜吸入那些鬼魂后，身体突然一怔，原本暗淡的双眼顿时爆射出红光。王喜的生命值以及攻防数据出现大幅提升。与此同时，阵法中的红点变得更加暗淡，移动速度也慢了许多。不过那红点并没有停留，而是升到了高空，足足有20-30米。宇轩道：陈星，别想秒杀我，我知道你那个技能的攻击距离不过数米而已，我在30米高空，你根本打不到我，你就陪王喜好好玩玩吧。王喜猛然一剑砍下，陈星的注意力在红点上面，没有在意王喜的攻击，这一剑直接砍在他的头上。负372护盾吸收，陈星帽子有150点物理防御，依然受到372点伤害。也就是说，王喜这一击有520多点攻击，堪比8级的 BOSS。 不过陈星并没有被王喜分神，他此时正用目光锁定宇轩所在的红点。红点的移动速度只有10几点，极其缓慢。最后陈星嘴角一扬，举起手中的双刃，凭空挥舞了2下，刷刷，双刃没有砍到任何目标，王喜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宇轩哈哈大笑，哈哈，陈星你是不是傻了？你刚才在比划什么呢？难道你施展绝招失败了？你怕不是？不等宇轩说完，他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阵法内狂风大作，紧接着2股飓风凭空出现，其中一股飓风卷起陈星身旁的王喜，呜的一声响，直接将其吹向天空。另一股飓风慢慢向宇轩靠近，飓风的移动速度并不快，只有30多，但是它非常高，甚至高过阵法的顶部，可以轻松抵达宇轩所在的高空。这是什么招数？你怎么又学会了这种技能？宇轩一边惊呼，一边往别处逃离。然而这个阵法布置太久，而且他方才还强行催动鬼魂进入王喜体内。此时的宇轩消耗了太多的魔力，他无法像之前那样随心所欲的移动。此时的他宛若一个空中飘荡的纸片，以他的这个状态，怎么可能躲得过飓风的追击？仅仅过了数秒，飓风就追上了宇轩。飓风卷到宇轩后不再受到控制，直接在原地转了起来。宇轩虽然处于飓风之中，但是他并没有失去意识。陈星，这到底是什么鬼招式？快放我下来！别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我不会那么容易输的。宇轩虽然变身成这个状态有不少的魔抗加成，但是面对每秒高达1050的飓风伤害，他根本坚持不了多久。仅仅过了3秒，宇轩的生命值就到了终点。扑通扑通，2具尸体从空中掉落。伴随宇轩的死亡，围绕在陈星周围的幽魂毒戒也瞬间破碎，法阵内的幽魂也全都消散一空。
陈星走到宇轩身边，低头看着地上这具尸体。宇轩已死，陈星的怨念全都消散。此时他微微感觉有些可惜。宇轩的天赋十分强大，会根据环境改变而提升。比如方才那个阵法，就是远超现阶段神选者能够掌控的存在。他如果能好好提升自己，未来肯定有所作为。只可惜这人心眼太小，没办法沉下心来。就在这个时候，宇轩的尸体突然瘪了下去，好像一个充气的气球被戳了一个洞一般。不一会，宇轩就变成了一具干尸。陈星叹了口气，扭头看向旁边王喜的尸体。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丝黑气从宇轩尸体上钻了出来。不一会，那团黑气就消失在空中。第151章阳湖秘境，探索秘境。王喜的尸体也已经变成干尸。陈星想要不要把王喜的尸体带到王欢面前，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葬身在这个阳湖秘境，总比外面强。陈星低下身，先把王喜、宇轩身上的装备都拿下来，然后挖了一个坑，将王喜的尸体埋了进去。至于宇轩的尸体，他就懒得管了，周围的这些野兽会处理的。埋好王喜后，陈星开始查看从两人身上缴获的装备。王喜身上是战士装，品质是黄金、白银为主；宇轩身上是术士装，品质是黄金为主，还有一件紫金。这些装备对陈星来说都没有用。除了两人身上的装备，还有宇轩的空间袋。空间袋有500平方分米大小，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十分杂乱。大部分是以恢复类的药品为主，还有一些陈星没有见过。其中有2件特殊的物品：幽魂毒戒、卷轴、魔魂宝珠，已破碎。幽魂毒戒为激活，制造一个直径为50米的幽魂毒戒，收集100个幽魂后激活，已收集0100。魔魂宝珠已破碎，一颗来自魔界的宝珠已破碎，效果不明。幽魂毒戒就是方才宇轩施展的那个阵法。至于收集幽魂的方法，上面没有介绍。从宇轩杀害牵牛村村民的举动来看，肯定是为了收集幽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地方有幽魂？这些野怪身上有吗？陈星没有细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一试便知。他现在更在意的是魔魂宝珠是干嘛用的，宇轩是从哪里来的？从这个宝珠的描述来看，它来自魔界。问题来了，这里有魔界吗？魔界入口是哪？宇轩已死，陈星只能慢慢去探索这些问题了。收拾完空间袋，陈星将其和自己的腰带空间融合在一起。现在他的腰带空间有了1立方米，而且还有100个的格子空间，基本上不用再担心空间不够的问题了。处理完战利品后，陈星抬头环视起阳湖秘境来。作为一个秘境，肯定不只是眼前这些没有仇恨的怪，这里肯定有宝藏。宇轩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说不定就是在这里找到的。辨别了方位后，陈星往草地深处走去。草原上的怪种类很多，都是7到9级怪，不过他们都没有仇恨，这也省了不少的时间。越过草地，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传送阵。难道这是传送到宝藏之地的传送阵？陈星连忙踏了上去。叮，是否离开秘境？否。原以为这个传送阵是去宝藏之地的，没想到居然是出去的。趁现在秘境只有自己一个人，赶紧在里面探索一番，可不能就这么把时间浪费了。而后陈星越过传送阵，继续往前行。又往前行近10多分钟，陈星逐渐感觉周围空气变得闷热起来，好像刚刚从一个草原进入了热带地区。当他跨过一个小山丘后，顿时知道其中原因。山丘后面是一片沙漠，沙漠上的空气因为高温而变得滚烫，哪怕陈星还没有进入沙漠中，就已经感觉到口干舌燥。进入神选之地这么久，这是陈星第一次感觉口渴。他连忙掏出背包里的一瓶药剂，也不管它作用是什么，直接扬起脖子吞了下去。原以为进入神选之地已经摆脱了原始的身体需求，没想到还是出现了不适。看来将来除了要带战斗用品外，还得带一些吃喝用品了。解决完口渴的问题后，陈星观望起这个沙漠来。沙漠并不大，在山丘上能够一眼看到头，估计走上个把小时就能穿过。而后陈星走下山丘，进入沙漠里。然而当陈星真正踏入沙漠中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想的太简单了。叮，你进入阳湖秘境沙漠，移动速度时直接扣除了1/3的移速。不仅是移速降低，当陈星走了没多久的时候，突然感觉脚下出现一阵剧痛。他低头一看，发现前方有一只蝎子正在攻击自己。沙蝎8级普通，生命值4000，物理攻击400，毒素攻击450，移动速度30。这里居然有怪，而且还会主动攻击。沙蝎蛰了陈星一下后，没有继续攻击，而是一扭头钻入了沙子里，令陈星无法回击。沙蝎的这通操作让陈星是否难受。虽然这怪对他没有威胁，但是烦人啊。
走在这沙漠上原本就让人烦躁，此时还来这种恶心人的玩意。陈星见沙蝎钻到沙子里，自然不会在原地等待，他不理会沙子底下的沙蝎，往前行去。哪知走了没多久，沙蝎又钻出来蛰了他一下，完了之后再度遁入沙子里。如果是一般人，可能要被蛰沙蝎给弄疯了，但陈星仗着身上有护盾，干脆不理会沙蝎，而是闷头往前行。渐渐的，攻击陈星的沙蝎越来越多，已经达到7、8只之多。而到了这个时候，陈星遇到了一只沙蝎头领。这时陈星不再忍耐，直接施展了象牙，一柄把这些沙蝎全都秒杀了。丁，你已击杀沙蝎，你获得60点经验。丁，你已击杀沙蝎头领，你获得800点经验。丁，触发幸运奖励。从经验来看，这些怪倒是很一般，但令陈星感到高兴的是，出现了幸运奖励，而且这个幸运奖励出现在沙蝎头领掉的掉落品上。沙蝎短靴，品阶黄金，物理防御加30，毒素防御加30，移动速度加4。沙地之行，沙地地形负面影响降低 50%。新增词条，移动速度加4。从沙蝎短靴的原始属性来看，它增加的移速只有4点，根本配不上黄金这个品质。但是它作为沙地专用鞋，还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沙地原本是10移速，但是穿上它就只负5点。不过因为多出了一个新增词条，所以它的移速变成了8点。8点移速堪比紫金甚至暗金装备了。陈星连忙换下狮虫母之靴，黄金，毒防加20，移动速度加6，换上沙蝎短靴。很快陈星就回到在平地上行走的感觉。大约花了1个多小时，陈星终于穿过沙漠。不久，他来到了一个洞口。第152章阳湖秘境，进入魔窟。陈星跨过沙漠之地，发现前方有一个洞穴，他连忙往洞穴方向行去。当他来到洞穴数百米外的时候，看到这里也有一个传送阵。踏上传送阵，系统给出提示：丁，是否离开秘境？否。这个传送阵也可以离开秘境，这倒省事了。既然离开的地方有很多个，那是不是意味着降落秘境的地点也有很多个？陈星抬起头，把视线放到前方的洞穴上。洞穴口居然躺着一具尸体，连忙往洞穴口奔去。当他走到尸体旁的时候，突然顿住了。这玩意到底是什么？之前在神选之地的时候遇到的怪物大多是熟悉的事物，不论是野外的野兽还是蛆虫，甚至僵尸、狼人，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怪物。但面前这具尸体却让陈星感到陌生。这是一具人形的尸体，很高大，约有3、4米，头上有根独角，全身皮肤是红色，手指有4根，脚趾有3根，身后还有一根长长的尾巴。待陈星仔细观察，系统终于显现出眼前尸体的名称：独角红魔。红魔。陈星掏出先前在宇轩尸体上获得的那颗破碎的魔魂宝珠，上面的介绍就是来自魔界的宝珠。难道这是魔界入口？这时陈星突然恍然大悟，许多关于千牛村、宇轩以及秘境的疑问也迎刃而解。前天宇轩在副本中无意获得了免疫毒物的技能体质，于是穿过毒物来到千牛村。在千牛村他做了一些任务，得知了水井中的秘密。当晚他第一次进入了秘境，他当时降临秘境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洞穴附近。不过由于这个区域怪物等级很高，所以他很难炼级。幸运的是，他发现了洞穴口的魔物尸体，于是他启用天赋技能，在尸体上得到了幽魂毒戒、卷轴和魔魂宝珠等道具。再然后他离开秘境，开始在外面练级。歼灭千牛村村民应该是为幽魂毒戒、卷轴充能，把王喜变成傀儡有可能是他获得的某种技能，或者就是这颗魔魂宝珠的功能。想到这，陈星又看了眼手中破碎的魔魂宝珠，然后放入腰带空间之中。虽然这些都是猜测，但肯定8、9不离10。陈星深吸一口气，把目光投向前方黑漆漆的洞内。这时洞内吹来一阵阴风，令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那阴风温度并不算太低，但是却能够直接钻入陈星的骨髓之中，十分诡异。难道这就是魔气吗？他换下胸口的宝珠，装上夜明珠，然后跨入洞内。没等他看清洞内事物，突然感觉头顶出现一股风压，咚的一声，陈星头上被一个棍状物体敲中。与此同时，头上出现一个伤害数字750，护盾吸收。陈星这才留意到洞口有一个身高3米、手持狼牙棒的绿皮怪物。獠牙绿魔，一星下品，中型白星星，生命值10000，物理攻击900，物理防御250，魔法防御50，移动速度25。看到獠牙绿魔的介绍，陈星微微有些吃惊，这魔物等级居然和外面不一样。
一星下品是什么品阶？从属性来看，对照普通怪的话，应该至少有10级了吧？最低级的魔物就有这等实力了吗？不待陈星回击，獠牙绿魔居然开口说话了：结，人类，新鲜的人类，结，不愧是魔物，品阶这么低，居然就能说话。就在陈星感慨之际，獠牙绿魔手中的狼牙棒又砸了过来。陈星微微一侧身，躲过了这一击。他学习了基础步法，对于这种笨拙的攻击还是很容易应付的。陈星举起手中双刃，开始对獠牙绿魔开展反击。獠牙绿魔物防极高，有250点，所以陈星对他的物理伤害并不太明显。不过他的魔法防御很奇怪，居然是-50%，抗性是负数，陈星这倒是第一次见到。因此实际战斗中，陈星的烈焰戒指以及雷霆之击发挥了极大的功效。前面几个回合，陈星都是以灵活的身法躲开了獠牙绿魔的攻击，并且加以反击。但是獠牙绿魔落空几次后，脾气开始变得暴躁起来。突然他双手持棒，然后在面前抡出一个圆圈。这种无死角的攻击方式令陈星无法躲避。噗！陈星一不小心连续吃了3次伤害，瞬间掉落2000多护盾。好在獠牙绿魔施展这个技能持续时间并不长，5秒之后他就停歇下来。陈星趁机又一次跳到跟前，与獠牙绿魔搏斗起来。随着獠牙绿魔生命值降低，他的攻击速度越来越快，到最后他挥舞狼牙棒的速度堪比陈星双刃的攻击速度，十分夸张。陈星如果没有护盾，只凭他4000点的生命值很难拿下对方。就这么一个獠牙绿魔，如果是一支近战的队伍来对付他的话，估计10个人都不够。这货的攻击实在太狠。最终陈星以5000多点的护盾消耗消灭了獠牙绿魔。丁，你已击杀獠牙绿魔，获得100点经验。普通怪就有100经验，确实很不错。但如果为了练级的话，这里绝对不是首选，消耗实在太高了。獠牙绿魔死的时候，竟然把手中的狼牙棒给掉了下来。绿魔狼牙棒，品阶1星下品，物理攻击加400，装备要求150力量，只有一个属性，加400攻击力，简单暴力。不过他的装备要求不低，150力量，这个数值可不是普通人能到达的。一个普通神选者按照标准基础力量10点计算，到达10级才100点。要想装备它，要么基础力量在15点以上，要么有加力量的装备。当然，这点要求对陈星来说没有丝毫影响，他的裸装力量就有00多。陈星换上绿魔狼牙棒，挥舞了几下，他发现这玩意实在笨拙，3-4秒才能舞动一次。最后他决定还是把狼牙棒收起来。收拾完之后，陈星继续往洞穴深处行去。第153章阳湖秘境魔界门。走了没多久，陈星遇到一只红魔，独角红魔，1星下品，中型白猩猩，生命值8000，魔法攻击900，魔法防御250，物理防御50，移动速度25。独角红魔见到陈星后，也是先发出一阵结的怪笑，而后他挥舞手中的法杖，呜的一声，一个骷髅头扑向陈星。陈星侧过身躲开骷髅头的袭击，哪知那骷髅头居然在陈星身后转了一个弯，又扑了过来。陈星此时的注意力在独角红魔身上，根本没留意身后的骷髅头。当骷髅头触碰到陈星的时候，瞬间就钻入了他的体内。这一刻，陈星感觉全身一阵虚脱，自身的属性下降了一大截。与此同时，他身上出现一个负面状态，红魔诅咒。红魔诅咒4为100，持续30秒。4为100，力量、敏捷、精神减少100倒还好说，体质减100可真是吓人，相当于减少了1000点生命值上限。此时陈星心里有个奇怪的想法，如果被诅咒的人没有1000血，会不会直接被这个诅咒给杀死？这个想法一闪而过，然后立刻使用了鲁斯吊坠的技能魔法驱散。魔法驱散，驱散一个目标不超过12级的法术 ，CD 30秒。陈星事先并不确定这个魔法驱散是否有效果，毕竟魔物的品级和外面不太一样，他的诅咒未必能够驱散。不过陈星施展技能之后，全身突然感到一暖。与此同时，他身上的红魔诅咒技能效果消失。陈星心中一喜，看来1星下品的魔物并没有超过12级。就在这时，一支暗影剑冷不丁地射了过来，负490护盾吸收。陈星有410的魔防，这暗影剑对他伤害并不太高。不过这独角红魔的施法速度比獠牙绿魔的攻击速度要快，所以陈星实际受的伤害比对付獠牙绿魔还要多。待陈星近身后，正式开始对独角红魔开展攻击。独角红魔的物理防御是50，所以陈星手中的双刃每一次都能给其带来300加的伤害。美中不足的是，对方魔防太高，
陈星的烈焰戒指的伤害效果几乎为零。陈星在和对方搏斗了10多秒之后，突然感觉身体一沉，原先的那种疲倦感又一次出现。红魔的诅咒技能又好了。陈星脖子上的鲁斯吊坠 CD 还没好，只能顶着诅咒和对方缠斗。大约过了2分钟，陈星终于解决红魔。丁，你已击杀独角红魔，获得100点经验。独角红魔死后，手中的法杖没有爆，反倒是额头上的独角掉了下来。红魔角吊坠制作材料，品阶1星下品，魔法防御加250，装备要求150精神，与前面的绿魔狼牙棒一样，简单实用。不过它没有附带技能，对陈星来说没有鲁斯吊坠好用。之后，陈星继续探索魔窟。魔窟怪物密度极低，走许久才能遇到一只魔物，但是魔物的爆率极高，平均2-3只魔物就会掉落1件装备。来到魔窟最深处，陈星一共杀了10只魔物，共获得4件装备。除了先前得到的绿魔狼牙棒、红魔角之外，他还获得了绿魔之牙、吊坠、制作材料、红魔法杖、魔攻加400。此时，他身上的护盾能量已经不足10000点。来到魔窟最深处，陈星发现面前有一个巨大椭圆形法阵，犹如一颗半开的眼珠。仅仅是瞄了一眼法阵，就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仿佛周围的寒意变得更加刺骨。他抬起头，发现这个法阵居然还有名字——魔界门。魔界门？难道是通往魔界的？略微迟疑了一下，陈星往那魔界门走去。然而，当他靠近魔界门之后，门内突然吹来一股黑气。呜！陈星当即被那黑气吹翻。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陈星站起身，再次往魔界门方向行去。门内又一次吹来黑气，再度将他吹离魔界门。看来神选者是进不去这扇门了。难道魔窟就这样探索完了吗？或许那10只红魔、绿魔就是这个秘境最强的怪了吧？将那4件装备拿到神选之地去，确实是吊打普通装备的存在。至于魔界门的秘密，只能去询问管理者了，也不知道那货愿不愿意再见自己。就在陈星准备打道回府之际，魔界门突然出现一阵阴森的声响，紧接着门内涌出大量黑气。伴随黑气的出现，周围空气出现一股强大的威势。陈星心中一喜，有 BOSS 出来了。他连忙后退数米，抬头看向那团黑雾。门中钻出的黑雾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最后他们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吼！一声狂吼之后，黑雾突然消散，一头身高6米、全身盔甲的巨大魔物出现在陈星面前。熊魔姜1星中品，中型白星星，生命值5万，物理攻击1000，魔法攻击1000，魔气攻击500，物理防御200，魔法防御200，全系伤害减免20%，移动速度30%。这只是一个1星中品，属性太夸张了吧？而且还有一个魔气攻击，这是什么攻击类型？熊魔姜看到陈星后，伸出舌头舔了舔，露出嘴里的獠牙。不过他并没有对陈星展开攻击，而是开口询问：人类为何唤醒我？陈星原以为这只是正常的对话，没想到系统居然给出选项。丁，熊魔姜对你发出疑问，请做出相应回答。1. 询问魔界门的秘密。2. 魔族十分强大，我是来投靠魔族的。3. 人魔不两立，我是来消灭魔族的。注意，不同选择将影响你的阵营。又一个阵营选项。之前在和管理者聊天的时候，鲁皮的那个任务就是影响阵营，没想到这次对话也会影响阵营，而且这个是即时选项，必须现在作答。陈星看了3个选项，决定还是从最保守的开始。这个魔界门有何用处？第154章，阳湖秘境，熊魔将的蛊惑。面对陈星的问题，熊魔将居然十分耐心的解答：魔界门自然是通往魔界之门。20年前，我们降临蓝星，准备将其改造成魔域。不过后来出现一个自称风尘的人将我们击溃，虽然他击杀了绝大部分魔族，但是还是保留了一些魔界门，这就是其中之一。蓝星，风尘。陈星听到这，心中顿时一惊。他原以为对方说的是神选之地的事，没想到居然说到了蓝星。20年前，蓝星受到异界妖魔入侵，整个蓝星的科技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摧毁。紧急关头，一个名为风尘的神秘强者站了出来，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只知道他神威无限。他以一人之力击败异界妖魔，最终风尘赢了那次战斗，但是他自己也身受重伤。不过异界妖魔虽然败退，但是30年后会再次卷土重来，并且比之前还要强大。为了30年后，现在的10年后的那一战，风尘创造了神选之地，将100亿蓝星人先后送入其中，最终目的
就是培养更多的蓝星守护神。所有的蓝星人都知晓神选之地，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陈星根本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熊魔将居然把话题说到了20年前现实世界的那场战斗上。此时他不免有些恍惚，这不是神选之地吗？不应该都是风尘创造出来的吗？为何还保留了现实世界那一战的魔物？陈星突然意识到这个阵营选择的意义了，这不是选择是否加入魔族，这是选择是否归宿蓝星。神选之地不是为了创造蓝星守护神吗？为什么会有加入魔族这种选项？这不是背叛蓝星吗？陈星不理解。原本他还有考虑加入魔族的想法，但听到熊魔将对魔界门的解释后，顿时放弃了那个念头。魔族再强大，自己也不能加入他们。陈星没有忘自己进入神选之地的初衷，成为蓝星守护神。这个时候，陈星突然想到了宇轩，他身上有那么古怪的技能，道具是不是已经变成了魔族？如果那样的话，他已经不是简单的背叛营地神选者，而是背叛了人类，背叛了蓝星。就在陈星沉思之际，面前的熊魔将开始询问陈星：人类，你是否愿意加入我们魔族？将来我们魔族占领蓝星之后，你将成为蓝星的一方领主。陈星再次收到系统提醒：丁，请做出你的选择。1. 同意加入魔族。2. 拒绝邀请，消灭熊魔将。陈星哼了一声，对熊魔将说：小小的魔族侵占我蓝星，我岂会为虎作伥？放马过来吧。陈星说完，摆出了战斗姿态。然而熊魔将却依然没有准备战斗，他先是仰天长啸，然后低头看向陈星：你是不是觉得你们在这神选之地历练就能打败魔族？告诉你，做梦！我承认风尘确实很强，但即便是以他全盛的实力，也仅仅是魔王级别。在魔界，魔王只能算是中等水准，魔王之上还有魔尊，魔尊之上还有魔皇。魔族统御的星球千千万，遇到风尘这种级别的对手不知有多少，到最后不还是被我们魔族给踏平？不过我们魔族虽然喜欢征战，但是并不喜欢屠杀。我们征服每一个星球，我们都会收编一些原住民，协助我们统治整个星球。你如果答应加入魔族，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封疆大吏，统御一方。小子，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加入魔族。熊魔将的话确实让陈星感到震惊。强如风尘，也仅仅是魔族中级水平，那他创造的神选之地真的能抵御魔族入侵吗？这一刻，陈星心底突然涌现出一股恐惧，一股窒息的恐惧，无力的绝望感从他心底涌现，令他全身颤抖，双手冰凉。他的脑海出现无数个声音：放弃吧，加入魔族，加入魔族，成为蓝星霸主。他的眼神也更加迷离起来。就在他准备点头同意之际，丹田突然涌现出一股热流，那股热流从丹田出发，流向他的全身。很快，陈星就清醒过来。怎么回事？刚才发生了什么？陈星摇摇头，回想方才迷迷糊糊的念头，突然全身冒出一身冷汗，差一点就投入魔族了。他猛然抬起头，看向熊魔将，心中暗道：不对劲，这货会扰乱心智。熊魔将见陈星清醒过来，原有的那点耐心顿时消散，他的脸上露出狰狞神色，恶狠狠地看着对方：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不愿加入我魔族，那就成为我的食物。熊魔将大吼一声，伸出手中利爪扑向陈星。别看熊魔将身形高大，但是他的行动十分迅捷，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他的攻击已经落在陈星身上。陈星头上立马出现2个数字：-800，护盾吸收；-500，魔气入体。这个魔气入体无视护甲，无视魔防，无视护盾，直接对陈星本体造成伤害。好霸道的伤害类型，这就是魔族的攻击吗？陈星受到伤害的第一时间不是回击，而是后跳一大步，然后绕着熊魔将跑了起来。他一边跑一边拿下夜明珠。由于魔界门的存在，这里的光线强度还算可以，不需要夜明珠也能看清。而后陈星重新佩戴好独狼王的本命宝珠，心里顿时长舒一口气，每秒200点的回血速度给了他底气。而后他再次投入到对付熊魔将的战斗之中。熊魔将有5万生命值，并且有 20% 全系伤害减免，而陈星的象牙、一柄的2段伤害共计5万，无法直接秒杀他，所以陈星最少要打掉他11000点血才能施展象牙、一柄。而陈星身上仅有1万点不到的护盾，如果硬扛对方的伤害，肯定是坚持下去的。于是陈星改变策略，以游走的方式和熊魔将缠斗，尽量少的受到攻击，以更加安全的方式对熊魔将造成伤害。一开始的时候，熊魔将只会普通攻击，陈星比较容易躲避对方的伤害。但当熊魔将生命值逼近4万的时候，突然狂吼一声，
而后他纵身一跃，跳入空中。第155章阳湖秘境，多谢师兄。熊魔将跳到空中后，并没有即刻降落，而是浮在半空。与此同时，熊魔将张开大嘴，对着陈星所在的区域发出一声狂吼。吼！陈星在熊魔将跳到空中的一刹那，就已经知道对方要施展杀招，于是开始在地上迅速的移动起来。然而，熊魔将的声波无影无形，覆盖面极大，陈星的移动并没能躲开熊魔将的这一声嚎叫。叮！你被魔音摄魂击中，身体失去控制。被这一招击中后，身体顿时僵住，头上出现一个500魔气入体的伤害显示。与此同时，他的身上出现一个 debuff 负面状态，魔音摄魂，失去意识，直到受到攻击。这个 debuff 居然没有持续时间，没被攻击就一直站住不动。熊魔将用魔音摄魂定住陈星之后，便轻飘飘地回到地面。他没有立刻展开攻击，而是双掌撑地，后足弯曲，如此姿势保持了数秒没有动。很显然，他在积攒气力。如此长的准备时间，可以推测这一招的伤害肯定极其恐怖。此时，陈星身上的护盾已然消失，单纯依靠肉体能顶得住这招的伤害吗？陈星心里没有底。如他带着是团队的话，还可以让队友强行攻击，把他唤醒。但他现在只是一个人，有办法躲开熊魔将的攻击吗？前方的熊魔将停留了足足5秒，终于将准备工作做好。紧接着，他双腿一蹬，嗖！熊魔将猛然冲出，整个身体犹如炮弹一般冲向陈星。他的体外包裹着一层厚厚的黑气，黑气化作一头巨大的黑龙。黑龙张开大嘴，仿佛可以吞下一切事物。这是熊魔将的杀招黑龙波，施法前摇非常长，伤害也极其恐怖。这一招的伤害是纯粹的魔气伤害，所有护甲护盾都无效，只有依靠自身的血量去抵抗。轰！一个巨大的声音响起，黑龙波稳稳命中。负4000，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从黑烟中冒起。4000血刚好是陈星的生命总值。难道陈星真的倒在这一招之下了吗？渐渐的，黑焰散尽，熊魔将的脑袋狠狠地顶着一个尸体。不过，那尸体并没有倒下，而是发出呵呵呵的声音。熊魔将击中的不是陈星，而是猩红僵尸亲卫。方才正在熊魔将准备黑龙波之际，陈星把猩红僵尸亲卫召唤了出来。在熊魔将的黑龙波攻击到陈星之前，猩红僵尸亲卫对陈星释放了一个火球术。陈星当即醒来，于是在千钧一发之际，陈星侧身施展跳跃技能，堪堪躲开了熊魔将这声势浩大的一击。最倒霉的当属猩红僵尸亲卫，刚被召唤出来就吃了熊魔将的这一招黑龙波。好在他生命只有26000点，不至于被这一招秒了。陈星躲过这致命的一击后，并没有停歇，立马提着双刃对熊魔将展开第2轮的攻击。这一次，他有猩红僵尸亲卫的帮助，对付熊魔将更加简单。猩红僵尸亲卫的火球伤害是500，扣除熊魔将的魔防和减伤，可以对其造成240点伤害。火球连弹，3发火球可以造成720伤害。仅仅5秒钟不到，熊魔将生命值就跌至38200。这一次，陈星不再忍耐，他激活象牙一柄施展出去，象牙一柄顿时化作激光冲向熊魔将。负19800，象牙一柄的单次伤害是25000，折算熊魔将20%免伤就是2万，再扣除200物防，所以单次伤害是19800。熊魔将此时生命值只有18400，正准备施展另一个技能，象牙一柄往回穿了回来。负18400，熊魔将血量清零。熊魔将虽然生命值归零，但是并没有立刻倒下，他瞪大双眼，嘴里发出不甘的声音。陈星以为他会诈尸，连忙退后数米。就在此时，他收到系统消息：丁，你已击杀熊魔将，获得5000点经验。丁，你已升至9级。看到系统消息，陈星当即放下心来。与此同时，熊魔将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伴随熊魔将的摔倒，他的尸体突然往外喷出许许多多的光点。待那些光点落在地上之后，顿时化作一件件道具，满满一地，足足有20多件。陈星看的眼睛都花了。就在陈星准备细细查看战利品之际，魔界门突然钻出一团黑气，那些黑气来到熊魔将尸体上，将其包裹起来。陈星看着这些黑气，一脸莫名。就在此时，他收到系统消息：丁，熊魔将即将复活。而后，一个倒计时出现在熊魔将尸体上，119、118。卧槽，这玩意怎么和尸王一样会复活？陈星不敢耽误，连忙把地上的东西搜刮干净，然后扭头就往外面跑。2分钟的时间肯定是无法跑出去的。陈星只能希望这熊魔将复活后追赶的速度不会太快。过了2分钟，陈星只跑了不到一半的路程。
而这时系统发出提醒，叮，熊魔将已经复活，正处于暴走状态，快逃出魔窟。靠，刚复活就暴走，还有没有天理？陈星不敢停歇，继续飞奔。不过他并不担心熊魔将会追上自己，因为他还有一个挡箭牌。熊魔将复活后，双眼变得通红，被如此柔弱的人类杀死，简直是他的耻辱。于是他刚爬起来就往外冲去，没多久，他就看到一个身影正奋力地往外跑。熊魔将当即一个冲刺，来到那个身影面前，当即施展一通小连招。暴走的熊魔将连招伤害惊人，足足有5000加的伤害。不过那身影被这套小连招打中后，并没有死，而是爬了起来。不仅爬了起来，还对熊魔将施展了一套火球连弹。噗噗噗！熊魔将狂吼一声，再度对其发动攻击。陈星一边跑一边关注后面。当他来到魔窟门口的时候，终于舒了一口气。他回过头对魔窟深处表达了一下敬意，多谢师兄救我2次。第156章阳湖秘境，装备更新，属性暴增。当陈星离开魔窟的时候，熊魔将也追到了魔窟口。熊魔将张开大嘴，露出锋利的獠牙，对着陈星狂吼：卑贱的人类，你逃不了的，我要吃了你，吃了你们所有人！虽然他的面目极其狰狞，但陈星丝毫不惧。他知道这家伙肯定无法离开魔窟，不然的话，以这些魔物的能力，秘境的怪早就没了。熊魔将看着近在咫尺的陈星，凶性大发。就在此时，他的体内冒出一团黑气，将他全身包裹。而后他借着魔气护体冲出魔窟，打算将陈星一举消灭。然而当他的左脚刚踏出魔窟的时候，体外的魔气顿时化作蒸汽，他的身体犹如被电击一般缩了回去。人类，有种你进来，再和老子大战一场！陈星对着熊魔将比了个中指，你有种就出来！好！熊魔将气得说不出话，只能发出最原始的怒吼。陈星嫌这货太吵，于是走到洞口数百米外，然后坐了下来。方才击杀熊魔将的时候，他已经升到了9级，9级升10级的经验是5万，并不是很多。刚好秘境中有9级怪，可以考虑升级了再回去。而后他打开腰带空间，查看方才捡起的战利品。当他看到面前琳琅满目的道具时，顿时眼冒金星。不愧是守护魔界门的魔族精英，果真大方。掉落的物品中有12件药品药剂，6件装备，4件特殊道具。瞬回1万生命值的丹药2颗，每秒500血，持续20秒的丹药2颗。瞬回1万魔法值的丹药2颗，每秒500魔，持续20秒的丹药2颗。终极抗魔药剂，单体魔防加500，2瓶。终极抗毒药剂，单体毒防加500，2瓶。这些药品现阶段属实有些过于夸张了，生命值、魔法值过万，没有一个人能做到。魔浆法杖，一星中品，魔法攻击加600。装备要求：裸装150精神。魔将项链，一星中品，精神加600。装备要求：裸装150精神。魔将戒指，一星中品，精神加600。装备要求：裸装150精神。魔将利爪，一星中品，物理攻击加600。装备要求：裸装100力量，100敏捷。魔将胸甲，一星中品，物理防御加500。装备要求：裸装150力量。魔将长裤，一星中品，物理防御加500。装备要求：裸装150力量。魔法装备3件加物理装备3件，每一件的属性都夸张至极，并且他们的要求还很特别，裸装属性。这个裸装到底是什么？单纯不算装备，还是说称号、天赋道具通通都不算呢？待会再尝试一下。剩下的是4件特殊道具。陈星第一眼看到的是2张麻将，其中有一张是新麻将3柄，木质3柄，召唤一颗巨石，对2乘以2米的区域造成1000点物理伤害，并对其造成1秒眩晕，最大施法距离10米，消耗天赋能量100，合成5000尘。这枚麻将的功能看上去和一柄有一些像，不过两者的施法范围、影响范围不太一样。一柄是自陈星到前方的途径造成伤害，而3柄是对选定区域造成伤害，并且有1秒眩晕。从灵活性来说，3柄更好，但从释放难度来看，1柄更简单。具体的要在实战中才能知晓。除了3柄之外，还有一张获得过的麻将春。春使一个目标的幸运值变成 2.5 倍，持续10秒。这个春的效果极其变态。当初徐振东吃天赋重置丹的时候，就借助春重置到了 S 级。不过春是消耗品，而且无法合成，所以很难遇得到。除了这2张麻将，还有2样奇怪的道具，一个是魔珠，一个是魔灵，2件道具的介绍都语焉不详。魔珠
一颗来自魔界的珠子，魔铃，一个来自魔界的铃铛。陈星看着这2样东西，有些莫名其妙。算了，将来可能用得到。查看完战利品后，陈星开始更换熊魔将装备。首先，他要确认一件事：裸装的概念。他4维基础属性是14，算上樟树村守护者称号，基础属性是15。目前他等级是9，所以力量、精神的属性是135。陈星将象牙白取下来的时候，试图装备魔将胸甲，系统给出提示：丁，你的力量不足，无法装备该物品。而后，陈星将象牙白放上去，顺利的装备了魔将胸甲。看来天赋道具不受限制。而后，陈星把各件装备都装备上。当他装备魔将利爪的时候，才发现这件装备居然有一个新增词条：魔将利爪，品阶1星中品，物理攻击加600，装备要求裸装100力量100敏捷，新增词条物理攻击加600，总物理攻击加1200。陈星看到这个属性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而后他把其他装备也都一一装备上，包括项链和戒指。项链方面，脖子上的鲁斯项链，紫金，物防魔防加100，魔法驱散，比魔将项链功能强，但魔将项链的高精神可以加强魔法输出，增加烈焰戒指雷霆一击的伤害。练级的话，还是用魔将项链的好。戒指方面，最多只能佩戴4枚，于是他换下了粗糙的力量戒，青铜，力量加10，戴上了魔将戒指。更换装备后，陈星的属性比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姓名：陈星，等级9，体质410，力量400，精神1560，敏捷360，生命值4100，魔法值15600，物理攻击1430，魔法攻击810，物理防御1210，魔法防御110，毒素防御30，移动速度32。综合评价：营地霸主。除了有些害怕法术伤害之外，几乎没有缺陷。陈星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忍不住赞叹了一声。而后他回过身，往旁边的野怪区域奔去。第157章阳湖秘境，离开。陈星转过身，往旁边行去。过了没多久，来到9级怪的区域。沙鸵鸟9级，生命值8000，物理攻击700，物理防御150，魔法防御100。沙鸵鸟看到陈星后，急速飞奔过来。陈星抬起双手，直接挡住了沙鸵鸟的头锤攻击。他的头上当即出现2个文字：格挡。而后陈星举起手中的利爪，抓向沙鸵鸟。沙鸵鸟身上出现3道抓痕，同时还冒出一团火光以及一串蓝光。负1380，物理伤害。此外，沙鸵鸟头上还出现2个数字：负710，烈焰戒指，魔法伤害；负1925，雷霆一击，魔法伤害。第一击就触发了雷霆之击，对沙鸵鸟造成了4000加的伤害，打了他一半的血量。沙鸵鸟吃痛，突然右脚一震，咚，一个地震波散向四周。陈星顿时感觉身体发麻，行动速度大大降低。紧接着，沙鸵鸟利嘴猛然变长，对着陈星猛啄下来。剁剁剁，连续3次的啄击狠狠打在陈星的胸口。负300 300 300，陈星胸口的防御可是高达500，每次啄击依然受到了300伤害。这沙鸵鸟不愧是秘境9级怪，果真有一手。但这也是沙鸵鸟唯一对陈星造成威胁的招数了。之后，陈星身体恢复，连续2击击杀了沙鸵鸟。丁，你以击杀沙鸵鸟获得80点经验。陈星装备魔将利爪后，攻击速度下降到 1.5 秒左右。整个击杀沙鸵鸟的过程不过10秒。沙鸵鸟死后没有掉落装备，没有掉落粉尘，只掉落了一个沙鸵鸟脚趾的制作材料。之后，陈星闷头在秘境里刷怪。陈星身上有毒狼王的本命宝珠，每秒回复200点血，中途基本上不用浪费时间在回复上面。最花时间的是找怪、引怪。虽然他杀怪效率极高，但是实际上1分钟只能消灭2-3只怪，平均1分钟近200经验，1个小时有11000左右的经验。理论来说，陈星只需要闷头刷5个小时就能升到10级。然而，实际刷怪的过程中，陈星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秘境刷了3个小时怪之后，陈星突然感觉身体十分疲惫，包括攻击、攻速、移速、转身等各项属性全都下降了，令陈星感到十分意外。之前在神选之地的野外副本练级的时候，基本上是不知疲倦的，即便连续刷7、8小时都没有遇到属性下降的情况。为什么到了这个秘境却频频出现异常？回想进入秘境遇到的情形，
寒冷、饥渴、疲惫，这些身体上最原始的感觉在这里显现出来。虽然没有现实中那么强烈，但是已经十分贴近了。陈星脑海突然闪过一个想法，难道以后还要兼顾吃喝拉撒吗？越想越有可能。陈星消灭眼前9级怪后，没有继续刷怪，而是在原地休息了一会。果然，伴随休息时间的增长，他原先下降的属性又回升了不少。陈星又拿起沙鸵鸟掉落的沙鸵鸟肉，生吃了进去。很快，身体的疲倦感就消失殆尽，状态也回到了巅峰。看来秘境确实需要吃喝，只不过在系统上没有显示出来而已。之后，陈星继续闷头练级，中途虽然浪费了一些时间在吃喝休息上，但总体升级速度非常快。美中不足的是，练级的怪除了掉落一些材料之外，没有掉落任何一件装备和粉尘。第二天早上7点半，陈星的经验终于升满。奇怪的是，经验到达9级50000500000的时候却没有升级，经验条卡住了，这是怎么回事？而后陈星又杀了一只怪，结果系统给出提示：叮，你的等级已经达到上限，无法再获取经验。陈星顿时吐槽起来：什么鬼？怎么还有等级限制？你好歹给我升到10级啊！然而不论他怎么杀怪，经验一直停留在9级满经验状态。看来营地的神选者是无法突破到10级了。陈星叹了口气，突然失去了目标，陈星瞬间感觉内心有些空虚。昨天通宵练级的疲惫全都涌了上来。他看了看远处的魔窟，原本还想再进去看一看情况的，现在身体实在不佳，只能下次再过来了。而后他来到传送阵，踏了上去。叮，是否离开秘境？提醒：魔窟已被探索，秘境通道将不再开放。什么？秘境通道要关闭了？陈星看到这个提醒，当即清醒过来，原先的疲惫感也消失大半。他离开传送阵，直接奔赴魔窟。此时魔窟内的魔物已然消失不见。走进魔窟最深处，发现魔界门被一股黑气包裹，熊魔将也不知所踪。这是怎么回事啊？陈星离开魔窟，往自己来时的方向奔去。回到草地上，起先的那个别墅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双手合在嘴前，向四周呐喊：管理者，你在吗？鲁斯，出来！陈星的声音回荡在这片不大不小的草地上，周围的动物都抬头看着他，但眼前的情形没有任何改变。别墅管理者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似的。无奈，陈星只能来到传送阵上。叮，是否离开秘境？提醒：魔窟已被探索，秘境通道将不再开放。是。刷！陈星眼前一花，不待他看清周围，就听到一阵欢呼：出来了，出来了！陈星大大出来了，他出来了，下面的人别找了，快上来！老板，你没事吧？陈星大大，你身上的装备是怎么回事？阿弥陀佛，不要紧。陈星看向四周，发现周围围了一圈人，起码有10几个，每个人脸上都露出欣喜的表情。陈星看着他们，一脸疑惑。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阵哗啦的水声，在大家的帮助下，一个湿漉漉的人从井底爬了上来。紧接着，徐振东的声音响起：老板，你终于出来了呀！第158章分享。陈星看到徐振东，这才想起昨晚交代他的事情，白天让他带绳子来接自己。你怎么搞的？一身的水。徐振东说：我刚刚在井里找你啊。井里找我？那里不是通向。陈星想到刚才的系统提醒，连忙趴到井口一看，离井口数米的位置就是井水，水面虽然有波纹，但是十分清澈，陈星可以直接在井底看到自己的倒影。通道果然不见了。这时徐振东慢慢讲述昨天的经过。昨天徐振东收到陈星的消息后，一开始是准备按照陈星所言，等到第2天来接他，但他在帐篷内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于是叫醒冷霜、刘豆豆、摸黑来到牵牛村。不过当他们来到井口后，却发现这里就是一口普通的水井，并没有什么特别。陈星问道：你过来的时候是几点钟过来的？旁边的冷霜说：凌晨0点18。陈星点头：好，你继续。凌晨0点18，陈星早就把熊魔将杀了一次，估计熊魔将死的时候通道就关闭了。当时徐振东等人也没太当回事，于是当夜守在这口井前睡着了。到了第2天早上天刚亮，他们见陈星还是没有出来，终于忍耐不住，于是把觉明叫来，打算下井找人。然而不论他们怎么找，却发现井里除了井水别无他物，久久找不到入口。他们开始惊慌起来，以为陈星已经淹死在了井里。来这里练级的人见到他们的情形，于是也都围了上来，纷纷出主意，想着怎么救陈星。甚至有人提议绑一块石头下去，然后捞陈星尸体。
陈星听到捞尸体一说，顿时觉得好气又好笑。这个时候，周围的人开始询问起陈星昨天的经历来。陈星大大，你昨天从井里去了哪里啊？你身上的装备是不是从里面打出来的？怎么才能进去啊？陈星看着周围人的目光，想着要不要和他们说秘境的事情。反正通道已经关闭了，和他们说这事也没关系。就在这时，一个女孩的哭声从外面传来：“陈星哥哥，谢谢你帮我报仇。”陈星循声看去，发现王欢正从人群中挤进来。有认识王欢的，当即询问起来：“王欢，你哥哥呢？他怎么没有和你在一起？”王欢来到陈星身边，一边抽泣一边说：“我哥哥被宇轩害死了。陈星哥哥，昨晚帮我哥哥报仇。”他昨晚一直关注着营地等级排行榜榜单。晚上10点多的时候，宇轩的名字突然从排行榜消失。他知道这肯定是陈星帮自己报仇了。之后他一直等待陈星回来，但是陈星迟迟没有进入帐篷，而后他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旁人听到王欢的话，全都惊讶出声：“什么？宇轩死了？卧槽，是真的！宇轩的名字不在等级排行榜里，怎么回事？宇轩为什么要杀王喜？那家伙是个神经病，他杀人还讲理由吗？就是宇轩进副本的队友全死了，肯定都是他害的。”陈星看着激情澎湃的大家，终于决定和他们说昨晚发生的事来。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下。众人见陈星开口，全都安静下来，把注意力放到陈星身上。而后陈星讲起昨晚的经历，包括宇轩杀害并奴役王喜、屠村、杀副本队友，以及陈星如何跟着他进入秘境、秘境的遭遇、魔窟、魔族等等。除了管理者环节，其他的基本上事无巨细和大家说了。陈星说完后，周围先是陷入一片寂静，而后大家纷纷热议起来。卧槽，宇轩他娘的是人吗？竟然做出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不，他已经不是人了，这货绝对投身魔族了。这个魔族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神选之地的一个种族，还是20年前现实世界的那批异界入侵者？我也有些迷糊。如果这是网络游戏的话，那人族、魔族都无所谓，但如果是链接现实的话，咱们可不能乱选阵营。问题是，这是神选之地，到底是不是和现实链接呢？不知道。现实世界对神选之地的信息暴露的极少，外面的消息真真假假，大家都搞不清楚。你们说，在神选之地死掉的人，是不是真的死了，再也回不到现实世界了？我想，应该是吧。现实世界每个月都会少数百万人，他们可能就是被神选之地被抹杀了。不一定啊，我们在这里既不会口渴，又不会肚饿，明显不是身体进来的。你刚才没有听到陈星的话吗？他在秘境会疲倦，会肚饿，会口渴。你也说了，他那时是在秘境，但我们在神选之地不一样啊。越说越糊涂了，大家别吵了，听一听陈星的意见。对，他是当事人，肯定最清楚。渐渐的，大家声音平息下来。陈星看着大家，想着怎么回答。其实，大家讨论的很多问题，他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有一些事情，他还是能够肯定的。神选之地由守护神风尘制定，不能以常理推断。但我很肯定，秘境中遇到的魔族肯定是20年前入侵蓝星的那一批异界妖兽余孽。风尘留住他们，或许就是为了历练我们。而我们所在的营地区域，只是最简单的历练之地。离开营地后，才是我们真正的开始。我有一个感觉，咱们可能很快就能回到蓝星。大家听到陈星的最后一句话，全都震惊不已。什么？你是说我们能够回到蓝星？不是说成神之后才能回去吗？成神回蓝星未必是唯一条件啊。人家陈星也只是推测，你们干嘛这么兴奋？而后陈星和大家挥手告别。好了，宇轩和秘境的事就是这么多，大家各自升级吧。营地的传送阵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大家好好寻找线索。再见。陈星再见。第159章摆摊。昨晚练了一夜，他的经验已满，实在提不起精神在外面晃荡。他与徐振东几人告别后，独自回到营地帐篷休息。虽然在神选之地不会因为疲惫而下降属性，但是困意却是实打实的。而后他躺在床上，瞬间入睡。与此同时，营地的众人正在努力的练级。目前营地的等级已经出现断层。陈星9级满经验，徐振东、觉明、刘豆豆、冷霜8级，徐强、刘晓峰、陈俊杰等小队7级，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是6级。对于6级的人来说，5级的莫港洞穴和6级的骷髅洞依然是最佳的练级地点。毕竟每次通关都有额外的经验、粉尘奖励，这个是在野外没有的。不过，由于昨天燃烧樟木木屑的原因，野外的精英怪、头领怪的比例大大升高，这也使得那些在野外练级的人提升了不少练级速度，
大家获得装备的概率、品质也提升了不少。曾经，白银装备是普通神选者的最优选择，现在不少人都开始更新黄金装备了，甚至于都有之前买了鼠王帽的人，把鼠王帽拿出来售卖了。除了这些在副本刷怪、在野外练级的人之外，还有一批热衷于做任务的，比如觉明和刘豆豆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这里做任务，一方面是受到陈星特别指示，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个人原因。觉明在这里做任务，是希望能和樟树村村长搞好关系，然后在这里也开一个觉明庙。刘豆豆则是因为他在队伍里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干脆依靠做任务升级经验。伴随任务的深入，大家对樟树村村民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不久后，大家发现樟树村村长居然有一个特殊能力——绘制阵法。结合昨天营地里内那10棵百年樟木，大家很快联想到，是不是可以请樟树村村长去营地建造传送阵？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离开营地了。有了这个发现，大家顿时兴奋不已。不过，不论大家如何发觉，都不能带樟树村村长去营地建造传送阵。显然，还有某种前置条件没有满足。当陈星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多。他走出帐篷，看向营地内。营地里有20多个木工，40多个杂役正在忙碌。木工们主要是切割、加工木材，杂役们则是做一些搬运木材、采集配料的事情。昨天运来的10根百年樟木已经加工了4根，过不了多久就能加工好第5根。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或者大后天就能加工完。那个时候，神选者们的等级应该是8级到9级。陈星把目光放到营地洞穴那黑漆漆的洞口内，不知道斯内克什么时候出来。想到斯内克，陈星立刻回想起昨天在魔窟遇到的魔物，尤其是最后的熊魔姜，简直恐怖至极。他的普攻上千，技能伤害更是达到3、4千，而且他还有无视一切防护的魔气入体。这种级别的 BOSS 要是出现在营地，普通人可能在他面前扛不住一次技能伤害。斯内克作为营地的官邸 BOSS， 肯定不会比熊魔姜弱，而且他也有魔气护体，应该也有那种无视一切防御的魔气伤害。面对这种伤害类型，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堆血量，生命值越高越好。当然，具体如何还要等斯内克出来后才知道。只希望他能够慢一点出来，给大家多一些准备。而后陈星离开营地，去往莫冈山。此时的莫岗村还是大家的主流去处，起码有200多人在莫冈洞穴、骷髅洞以及莫冈山中。陈星来到莫岗村后，直接摆摊开始售卖东西。他刚摆下摊位，在莫岗村的神选者们立刻围了上来。鼠王冠加500蟹，4000陈，啧，还标这么贵？陈星，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留意市场了呀？黄金装备卖不了这么高的价格了。对，今时不同往日，我买了一个70体质的帽子，也只花了4000多陈。我今天上午在刘晓峰手上买了一顶鼠王冠，3500陈。陈星，你这鼠王冠3500陈卖不卖？陈星见那么多人给鼠王冠压价，并没有理会，他淡淡一笑，对周围的人说：“鼠王冠是我这里最低端的装备，你们再看看其他的。”众人虽然知道陈星牛逼，但听他说鼠王冠最低端的话，纷纷表示不信，就知道吹牛。鼠王冠最低端的话，还有什么是高端？卧槽，这是个什么玩意？标价2万陈。魔浆法杖，一星中品，加600魔法攻击。尼玛，一件法杖比我全身的魔攻还高。我魔攻才300多，这根法杖顶得上2个我了。一星中品是什么意思？紫金还是暗金？你别看它的效果，你看它的要求，裸装150精神。我靠，这么高的要求，谁装备得了呀？好吓人！不止这一根法杖，还有4件一星下品的装备：绿魔狼牙棒400物攻，12000陈；红魔法杖400魔攻，12000陈；绿魔之牙250物防，12000陈；红魔角250魔防，12000陈。这些装备要求是150点属性，不是裸装属性。极品，超级极品！我可以装备红魔法杖，但是我没钱。卧槽，赶紧摇人！一时间，陈星摊子上有5件超级极品的事情在聊天频道热议，众人全都炸锅了。不少在外面的人纷纷赶过来，或是一睹这些极品装备的芳容，或是过来凑钱。不一会，红绿魔的4件装备都销售一空。那些没有买到红魔绿魔装备的人，气得把陈星摊子上其他的装备也都买了。最后，所有人都盯在那件魔将法杖上，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但是却只能摇头叹息。阻碍他们的不仅是价格，还有装备要求。陈星看着周围人的反应，暗笑不语。魔将法杖只是8件装备的1件而已。第160章顺子出现，逆天的陨星锤。过了1个小时，除了魔将法杖之外，陈星摊子上的装备全都销售一空。
收摊时，陈星的粉尘数量直接突破10万。看着第一次突破6位数的粉尘数量，他不禁暗自感叹：赚钱还是要靠跨级装备啊！周围的人见陈星的摊子上的装备都卖完了，也都各自散去。陈星把魔将法杖收好，然后琢磨如何合成麻将。第一件事，自是花15000陈合成象牙3柄。木质3柄，召唤1颗巨石，对2乘以2米区域造成1000点伤害，并造成1秒眩晕。施法距离10米，消耗100天赋能量。木质3柄1对，召唤1颗巨石，对3乘以3米区域造成2000点伤害，并造成1.3秒眩晕。施法距离11.5米，消耗90天赋能量。木质3柄碰，召唤1颗巨石，对4乘以4米区域造成4000点伤害，并造成1.6秒眩晕。施法距离13米，消耗80天赋能量。象牙3柄，木质3柄杠，召唤2颗巨石，先后对5乘以5米区域造成10000点伤害，并造成2秒眩晕。施法距离15米，消耗70天赋能量。前面的几次提升都很一般，但到了象牙3柄，木质3柄杠的时候，突然从1颗巨石变成2颗巨石，不仅伤害翻倍，连眩晕时间也变长了。理论最长控制效果4秒，而且是群体4秒。象牙3柄和象牙2柄都有控制类效果，但是两者有本质不同。象牙2柄的控制是单体控制，吹到了2个单位之后，飓风就静止不动，并且被控制单位是在空中，其他人无法对其造成额外伤害。而象牙3柄的控制效果是群体眩晕效果，在这个区域被砸晕的话，其他人可以提供输出。具体的应用场景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象牙2柄适合1对多，象牙3柄适合多人对付 BOSS。 毫无疑问，这个技能对付斯内克绝对有奇效。合成完象牙3柄后，正待陈星准备琢磨如何把剩下的粉尘用掉时，系统突然给出一个提醒：叮，检测到你同时拥有1柄、2柄、3柄，是否组成顺？陈星看到这个提醒，顿时瞪大了眼睛。什么？还有顺子？是。叮，你已组成象牙123柄顺。陈星迫不及待地打开123柄顺的效果。象牙123柄顺，消耗100点天赋能量，召唤一把陨星锤 ，CD 24小时。什么鬼？召唤陨星锤是什么意思？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现场演示一番。召唤陨星锤，叮，你已召唤陨星锤。紧接着，一把乳白状的象牙锤环绕在陈星面前。象牙陨星锤，可施展扔、冲、锤3种招式，共5次，最长持续时间3小时。扔，将陨星锤扔向前方15米，对经过的敌人造成5万物理伤害，来回各1次。冲，在100米内的2个单位脚下召唤陨星锤，击中目标后将其冲向高空，并对其造成4000点每秒伤害，持续15秒。锤，召唤陨星锤本体，对15米内的5乘以5平方米的范围造成2万物理伤害，并眩晕3秒。注意，陨星锤消失之前，123柄会被冻结。陈星揉了揉眼睛，仔细查看陨星锤的介绍。当他确认了陨星锤的使用之后，内心狂喜不已。卧槽，这可真牛逼啊！不仅各项伤害数据提升，而且还能多次使用。陈星都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感受了。总之一个字，牛逼！召唤出陨星锤之后，陈星没有心思去管合成麻将的事，立刻就想去外面试一试陨星锤。想到这，陈星连忙把摊子收拾好，然后往外面走去。来到莫冈山下，陈星看着周围的4级怪，提不起任何兴趣，还是去高级怪区试试，最好能找一个9级的头领。而后陈星一扭头，绕开莫冈山，往东面行去。行经之处，遇到不少神选者。那些人看到陈星身边飞着一把象牙锤，纷纷驻足观看。不过他们虽然觉得好奇，倒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发生在陈星身上的事情，再离奇都很正常。不久后，陈星路过了樟树村。在樟树村附近的人约有50-60个，一部分是在樟树村做任务，一部分是在附近练级，拿樟树村当补给站。当陈星路过樟树村村长的时候，特意停下脚步。村长，最近可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村长看了一眼陈星，然后不咸不淡地说：樟树村的事就不劳烦陈星大人了。陈星冷笑一声，然后从樟树村离开。自从上次没有杀毒狼王之后，樟树村村长乃至整个樟树村村民都对他非常冷淡。陈星知道，这是因为当初自己的选择影响了阵营。不过他还没有正式投靠狼人，因此樟树村村民还没有对他产生仇视。从樟树村离开后，陈星继续往东行，跨过8级区域，陈星终于进入了9级的雷象区域。9级的练级区并不大，宽度100米都不到，里面的雷象数量也远远不及前面的区域。
这对神选者来说有好有坏。好处是雷象密度不高，可以安全的练级；坏消息是，如果神选者扎堆练级，雷象数量肯定会不够。这些想法在陈星脑海一闪而过，他已经满级，对这些都无所谓。而后，陈星沿着雷象区走了一段路程，终于找到了雷象头领。紫雷象9级头领，生命值28000，物理攻击600，魔法攻击800。陈星一把抓住正围绕自己转圈的陨星锤，然后往紫雷象身边靠近。当他走进紫雷象20米范围内的时候，紫雷象发现了陈星，他立起自己的长鼻，昂的一声冲了过来。当他与陈星相距15米的时候，立马驻足，而后他鼻子往天上一指，一道紫色光圈从他鼻尖出现，紧接着陈星头顶出现一道小手臂那么粗的紫色雷电，轰隆！紫色雷电击中陈星，那紫色雷电不仅对他造成了伤害，还将他全身震得酥麻。0.5秒之后，陈星恢复了行动力，而后他对着15米处的紫色雷象凭空一锤，紧接着紫色雷象头顶出现一个巨大的象牙锤，往他头顶锤去。轰！紫色雷象当即被锤晕。第161章阵法权杖。紫雷象生命值是28000，陨星锤的锤是2万物理伤害，所以紫色雷象并没有死亡，还剩下8000多血。而后陈星施展第二招冲。当陈星下达冲的指令后，他手中的流星锤嗖的一声钻入地下，紧接着昏迷的紫雷象脚底下出现一道光芒，一个光化小1号的陨星锤钻了出来。嗡的一声，紫雷象被锤向了高空，而那光化小号陨星锤并没有消失，而是追着紫雷象飞上高空，并在空中不停地捶打它，每秒锤一下，对其造成4000魔法伤害。第3秒的时候，紫雷象血量清零，冲的效果这才结束。需要特别说明，陨星锤在施展冲的时候，陈星手中是没有陨星锤的，也就是说，冲的期间他不能同时施展锤扔的动作。不过他可以随时中断冲，不至于让流星锤被这个技能卡住。紫雷象死后掉落了一件黄金级的法袍，陈星将那法袍捡起，继续寻找实验对象。很快他就找到了另一头紫雷象，靠近之后，陈星施展了陨星锤的扔。当那陨星锤被扔到空中时，突然变得无比巨大，锤身足足有5米那么粗。紧接着陨星锤化作一道白光冲向前去。轰！当陨星锤攻击到紫雷象时，紫雷象头上当即出现一个数字28000，紫雷象当场秒杀。不仅是紫雷象，陨星锤途经之处，所有的雷象也全都被秒杀。要讲输出，还得是扔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直接就是5万点伤害。实验完陨星锤的3次攻击模式后，陈星内心一阵舒坦，这功能实在太强了。现在他开始展望123万顺、123条顺的效果了。只可惜23万、23条都没有出现过，估计在这营地地图无法实现。陈星回过神，看着手中还剩2个使用次数的陨星锤，此时他已经看过3种功效，不着急使用它。于是一松手，那陨星锤又一次飘在半空，绕着他缓缓旋转起来。实验完陨星锤后，陈星开始琢磨接下来的安排。等级已经满了，练级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现在可以做的就是2件事：剧情和赚钱。赚钱的事情随时可以做，这个不用着急，关键是剧情任务。想到这，陈星瞄了一眼背包里的鲁皮的心脏。昨晚在秘境的时候，他在鲁斯的允许下翻看了鲁皮的信件，从而得知最初狼人一族是生活在樟树村樟树林的族群。当鲁皮被魔气侵扰的时候，在狼人族群里生活了一段时间，过得很融洽。这说明狼人族群本身并不排外。最关键的是，鲁皮的任务涉及到阵营选择。起先，陈星对于阵营概念相当模糊，他对阵营本身比较包容，并不在乎人族还是狼人。他原本认为这就像游戏里那样，选择不同的种族阵营都是很正常的操作。但在接触了熊魔疆之后，他发现这个阵营似乎影响到自己将来的走向，所以他对这个阵营的选择必须十分谨慎。最起码，所选择的阵营不能和人族为敌，不然将来自己从神选之地出去，结果站到蓝星的对立面，那可就变成人类的叛徒了。先不管别的，去看看狼人族那边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完成鲁皮的那个任务。想到这，陈星起身往樟树林走去。樟树林分为2个部分：樟树林东、樟树林西。樟树林西有7级的蜥蜴怪，在这里做任务练级的神选者比较多。樟树林东有8级的狼人一族，由于里面有瘴气，所以几乎没有人涉足这里。陈星进入樟树林东之后，立刻被瘴气的负面效果影响到，每秒掉落20血，总生命值 0.5%。但他现在有狼王的本命宝珠，每秒回200血，
因此并不在乎这点损耗。进入樟树林东后，那些狼人不敢对他动手，全都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陈星一边走一边观察周围环境。之前他来狼人区域的时候，肩膀上扛着百年樟木，没有太留意这些狼人。这次一看，他发现这些狼人能够生活在瘴气中，并不是因为身体能够抵御瘴气，而是因为他们自身有高恢复的特性，自身的回血量可以覆盖瘴气的掉血，所以可以长久待下去。换个角度说，自身回复低的狼人已经毒死了，剩下的都是高回复的狼人。深入樟树林东后，陈星惊讶地发现，个别狼人的等级居然变成了9级，越往里走，9级狼人越多。奇怪，这是他第一次见野怪等级也能提升的。当陈星找到毒狼王的时候，发现他也变成了9级。毒狼王见到陈星，远远地奔了过来：“恩人，您来了呀！”陈星没有急地和毒狼王提鲁皮的事，而是询问其近况，今日可有其他神选者前来？毒狼王说：“有，但是不多，有击队神选者尝试进入，但是很快又退了回去。”陈星点点头，而后他提醒毒狼王：“听说樟树村村长开始召集神选者，不久就会有大量神选者进来找你麻烦。”毒狼王傲然道：“我们狼人也不是坐以待毙，近些时日也在提升自己的实力。”而后陈星话题一转：“我听说樟树村以前是你们族人生活之地，是吗？”毒狼王点头：“没错，我们狼人一族肩负神赐予我们的职责，守护这片樟树林，所以先辈在附近开辟了樟树村。神明赋予你们职责？”陈星一愣，他意识到自己似乎接触到一个新的剧情，连忙询问：“你们守护樟树林的目的是什么？”毒狼王说：“神赐予了我们一根阵法权杖，让我们可以制造法阵。”阵法权杖？陈星惊呼出声。毒狼王道：“阵法权杖本身并无战力，但是它有一个极其特殊的能力，建造传送阵。”陈星心中一喜，果然没错，终于找到这个任务了。第162章阵营任务。看来这个阵法权杖就是营地地图的终极道具了。陈星连忙询问：“阵法权杖现在在哪？”毒狼王道：“之前是阵法权杖是我父亲持有的，他被人杀害后就被抢走了，现在他正在樟树村村长手里。”樟树村村长？陈星回想那个犹如风中残烛的老头，难道他手中的那根拐棍就是阵法权杖？毒狼王点头：“没错。”陈星不解：“那你为何不去把那权杖抢来？”这时毒狼王脸上闪过一丝悲凉：“我被下了诅咒，无法离开这里。不仅是我的族人也大多只能在附近活动。”陈星一怔：“诅咒？谁下的？”毒狼王道：“这个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个流浪者，收留我的人也是他。”流浪者？原来如此。陈星结合之前的见闻，顿时想清楚了来龙去脉。莫岗村村长曾经说，流浪者既像神明又像死神，有时会带来神迹，有时会带来灾难，这是他站在人类角度观察的。但陈星知道，所谓流浪者就是管理者，对管理者来说，这片土地的所有生灵都是归属他管辖，不论是人类也好，还是狼人也好，都属于他的子民。所以他不仅仅是为人类提供帮助，也有可能对其他种族施以援手。如果帮了人类，那他就是莫岗村村长口中的神明；如果帮了其他种族，那他就是莫岗村村长口中的死神。到现在，基本上事情脉络已经十分清晰了。8、9年前，狼人一族被一伙人类暗算，那些人借着鲁皮的手给狼人下毒，杀死了当时的狼人头领，也就是眼前毒狼王的父亲。而后，管理者以流浪者的身份救助了剩下的狼人，之后帮助他们族群壮大后，让他们夺回樟树林，但前提是他们只能在樟树林中待着。在秘境见过管理者的陈星知道，流浪者的真实身份就是鲁斯。他帮助狼人一族纯粹是因为管理者身份，还是为弟弟救赎？陈星这就不得而知。不过现在陈星眼前摆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既然毒狼王不能离开樟树林，那自己和他一个阵营还有意义吗？就算找到了阵法权杖，对方也无法帮助自己布置阵法呀。不过毒狼王下一句解答了他的疑惑，流浪者说，能解除我们身上诅咒的只有神选者。就在这时，毒狼王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仅是他，连同周围所有的狼人都跪下了，请陈星大人帮我们解除诅咒。陈星一脸懵逼：我不会解咒啊，我怎么帮你们？毒狼王说：您把阵法权杖交给我们就行。这一次陈星收到了系统提醒：丁，你收到狼人族的恳求，夺取阵法权杖，帮狼人一族驱除诅咒，是否同意？提醒：该选项会影响你的阵营，请谨慎选择。又是阵营选择，真烦人。这要是普通任务，陈星自然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但经历过魔窟之行后，他在这件事情上十分谨慎。
陈星没有急得答复独狼王，他想了想，然后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狼人一族如何看待人类？人类和我们狼人一样，都是神的子民。那你们如何看到魔族？魔族乃一阶恶魔，我们与他们势不两立。陈星点了点头，他似乎明白这个阵营的区别了。他可以选择狭隘的人类阵营，那样的话，其他种族全都是敌人。他也可以选择比较包容的阵营，团结他们一同对抗魔族。思前想后，陈星最终同意了独狼王的恳求：我可以帮你们夺取阵法权杖，但是你们不能和人类为敌。独狼王问：那杀害我父亲的凶手呢？陈星说：私仇我不管，但不能上升到种族层面。独狼王一喜，连连磕起头来：好的，陈星大人，我们一定按照您说的办。就在这时，陈星收到系统提醒：丁，你领取阵营任务，狼人族的恳求。完成任务后，你将加入星辉阵营。星辉阵营？这是什么阵营？陈星突然感觉这个世界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村长手里的那根拐棍抢过来。对此时的他来说，简直驾轻就熟。至于樟树村村民和狼人一族的恩怨，他不想干预太多，那是他们的事。就他准备告别独狼王之际，他看到自己有几条未读消息，点开看，发现是绝明的。老板施主，樟树村突然发布召集令，要大家强冲樟树林东，击杀独狼王，而且他们给每一个神选者都免费发放避障丸。已经有上百人往樟树林方向过去了，樟树村的人也一起出发了。陈星眉头一扬，他突然意识到这次任务的难度，他要面对的并不仅仅是樟树村的村民，还有自己的同胞，那些和自己一个营地的神选者即将站到自己的对立面。难道为了狼人的任务，自己要对同胞下手吗？想到这，陈星突然冒出一身冷汗。操，这任务怎么这么烦？难道我要放弃狼人的阵营任务不成？不行，还没到放弃的时候。陈星灵光一闪，突然想到一个方案，然后他与独狼王商议起来。独狼王听到后连连点头。陈星从东樟树林离开，来到东西樟树林的交接口。没多久，前方黑压压走来一片的人。待那些人走近之后，陈星发现为首的几人自己都认识，正是徐强、刘晓峰、陈俊杰等人。营地等级最高的那一批人都来了。人群中混着樟树村的村民，其中还包括他要寻找的樟树村村长。那些人看到陈星后，当即停下了脚步。徐强哈哈笑了起来：陈星兄弟，你小子真行啊，永远走到我们前面。刘晓峰说：莫不是你已经把狼人头领宰了吧？陈俊杰顿足：哎呀，我们又来晚了一步。陈星笑了笑，然后说：对不起各位，今天我们恐怕不能一起战斗了。而后他抬手指向人群中的村长：你们把他留下吧。第163章看戏可否？一开始一众人还没弄明白陈星的意思。把村长给你。就在大家丈二摸不着头脑之际，樟树村村长大声对众人说：大家注意，眼前这个陈星已经投靠了狼人，他不再属于我们的伙伴，而是我们的敌人。什么？众人吃惊地看向陈星。徐强更是直接询问陈星：怎么回事？你真的与狼人为伍了？不待陈星回答，樟树村村长指着陈星怒道：这个陈星明明有机会杀了狼人头目，却偏偏放了他。很显然，他已经被狼人蛊惑，加入了狼人阵营。他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不再是我们的同伴。大家不要被他的话语所骗。这片区域只有我有能力建造传送出去的通道，只要你们杀了他，杀了狼人头领，我就给你们建造传送阵，然后你们就可以离开这片地狱了。陈星见樟树村村长出来捣乱，并没有慌张，而是气定神闲地站在原地。其他的神选者听到村长的话，看陈星的目光渐渐充满了警惕。不少人已经开始低声商讨起来。怎么办？陈星变成敌人了。什么怎么办？干他呀！怎么干他？他可是9级啊，我现在只有7级。咱们这么多人，怕他干什么？他今天摆摊的装备，你们看到了没？那么变态，他身上的装备肯定更变态。又不是让我们单挑，咱们这里可是有上百号人呢，一人攻击一次就能够秒了他了。可是他有很变态的秒杀技能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技能范围也就那么大，又不能覆盖所有人。靠，那你去吃他的技能，你说怎么办？难道咱们这么多人为了他一个人放弃任务？那可是营地传送阵任务啊！嘘，看看陈星怎么说。那些人一边讨论，一边往后退，与陈星保持30米以上的距离。与后面那些人相比，徐强比较冷静。他知道这种事不能光听樟树村村长一言之词。陈星，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能说一下吗？陈星知道，要想避免冲突的话，必须把话摊开了说。于是他看着众人，把狼人和樟树村的恩怨说了。他从莫岗村的鲁皮开始，然后讲到鲁皮与最早居住在樟树村的狼人，
再到狼人被驱逐，然后狼人又重新占领樟树林。最后他说，原本我已经和狼人头领商议好，狼人就待在樟树林东，并让他把樟树林西让出来给人类使用。这些事情狼人都已经做到了，但樟树村村长还是觉得不够，想要把狼人一族赶尽杀绝。陈星的话说完后，众神选者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没有法律、没有是非的地方，谁都说不出谁对谁错。但是有一点他们知道，陈星确实站在狼人那一边。樟树村村长见这么多人居然没有动静，很是着急。他当即打断了大家的思考：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人族和人狼族本就不是一个种族，我们杀了他们本就天经地义，就像你们在野外击杀野怪一样，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像陈星这样站在异类那一端与我们为敌的才是真正的敌人，大家不要被他蛊惑了，拿起武器杀了他。听到村长这么说，不少神选者觉得有道理。对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怎么能和狼人站在一起呢？这个陈星莫不是真的背叛了人类？这种人不能留，杀了他，杀了他！人群中躁动的氛围越来越厉害，除了徐强、刘晓峰等少数人，其他人都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手中的武器。徐强皱紧眉头：陈星兄弟，不是老哥不帮你，但你今天这个行为实在令我很费解。刘晓峰也说：难道你真的要和全营地的人为敌吗？陈俊杰劝解陈星：陈星，放弃你的任务吧，你现在放弃只是损失一些任务奖励而已，不然的话这里可要死很多人了。陈星淡淡一笑：你们搞错了。徐强等人一怔：我们搞错了？陈星抬起头看向众人，大声说道：我问问大家，我们为什么会作为神选者被送到神选之地来？大家愣住了，他们不知道陈星怎么会扯这么远。陈星说：我们都知道蓝星在20年前被异族入侵，并且在10年后他们将卷土重来，我们被送到神选之地来，也是为了对抗10年后的那个异族魔族，所以我们的敌人就是魔族，一切和魔族为敌的种族都可以一起合作，而狼人也是魔族的敌人，所以从种族的角度来说，狼人并不是我们的敌人，明白吗？陈星的话虽然很绕，但是表达得很清楚，众人也听得懂。而后陈星指着樟树村村长说，他们和狼人的仇恨只是他们之间的，我们作为外人并不需要插手。徐强说，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陈星笑道，很简单，樟树村村长不是要消灭狼人吗？那就让他去对付狼人好了，你们不帮他，我也不帮狼人，至于谁输谁赢，我们就在一旁看戏，这样我们也不用起冲突，一举两得，岂不美哉？话音刚落，周围呼啦一下出现7、80头狼人，打头的正是独狼王。独狼王的身边还有亲卫、精英共4头。神选者看到树林里猛然出现这么多狼人，顿时吓了一跳，他们双足情不自禁地往后退，眼中露出恐惧神情。神选者的优势是什么？神选者单体通常并不强大，而是利用怪物分散的特点，然后以多打少，一个个击杀。此时一下子突然出现这么多狼人，数量并不比他们少多少，这样打下去的话，己方肯定打不过。况且神选者等级以6、7级为主，眼前这些狼人都是8、9级的，这还怎么打？樟树村村长也是大吃一惊，他哪里能想到独狼王居然会主动出击。而后他看向陈星，眼神变得恶毒起来。第164章，不讲武德。樟树村村长哪里能想到，陈星不仅以一己之力挡住了这么多神选者，而且还提前通知了独狼王。眼见陈星把自己的计划打破，村长自然恨得牙痒痒。独狼王出来后，先是对陈星行了一礼，然后走到最前头，他指着村长说，方悟力，你胆子当真不小，居然敢闯进樟树林来，这里就是你的坟场。村长方悟力见到独狼王，非但没有害怕，反倒哈哈大笑起来，畜生，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你的父亲怎么死的？你真当我方某人怕你们这些孽畜不成？陈星见村长方悟力的态度居然这么强硬，心里有些惊讶。他看了看方悟力身边的那些村民，等级都是6、7级，不可能是这些狼人的对手啊，他的自信到底是什么？而后陈星把目光放到方悟力手中的拐棍上，就在此时，方悟力一出手中的拐棍，咚的一声，周围猛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法阵，这个法阵把所有的神选者、狼人都囊括起来。陈星连忙查看自己状态，发现并没有异常。然而当他把视线落在樟树村村民身上时，顿时大吃一惊，原来他们都被一团团黑气包裹住了。陈星对这黑气实在太熟悉了，这是魔气。尼玛，这些樟树村的人居然投靠了魔族，奶奶的熊！待那些黑雾散尽，方悟力等人的嘴里露出獠牙，面目狰狞，
皮肤变得黝黑，身形也高大了几分。与此同时，方悟力等人的属性飙升，连等级也起来了。方悟力9级头领，阿当9级精英，小明9级精英，20多个村民全变成精英头领级别的。方悟力哈哈大笑，原本我只是想借这些神选者的手来收拾你，是你非要逼我亲自动手。今天我们就在这樟树林中一分胜负。他说着，带领那些变身的村民扑了上去。独狼王嚎了一嗓子，然后带着属下与方悟力等人站在一起。旁边的那些神选者看到这个场面，顿时愣住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方才发生了什么？怎么村长他们变成这副模样了？好像是村长激活了一个阵法，然后全员升到9级了。操，他竟然有这个本事！咱们怎么办？就这么看着吗？要不我们也加入战场？加入战场？加入哪一边？当然是加入村长那边了，我们有任务啊。我怎么感觉村长他们不像好人啊？方才他们身上的黑气很奇怪，和斯内克身上的黑气很像，总感觉哪里不对劲。管那么多干嘛？这里哪里有什么好人不好人的？谁给咱们奖励，谁就是好人。你要不要看你在说什么？方才陈星不是说了吗？让咱们看戏，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啊？有没有一点主见？他让你吃屎，你吃不吃？你有主见，那你上啊！我也就说说而已。废物！陈星看着面前的战斗，眉头逐渐皱了起来。原本他以为独狼王是必胜的，但很快他就发现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乐观。独狼王这边虽然数量多，但大多数都是8级，就算有一些9级的，也大多是9级普通。反观方悟力那一边，全都是9级，而且都是精英头领级别的。另外，方悟力手中那根法杖十分古怪，每当有一个狼人阵亡，那根法杖就会吸收一丝黑气，然后其他的村民都会恢复一定血量。总体来看，狼人那边虽然占了优势，但优势没那么明显，方悟力那一方也不是没有赢的可能。旁边的神选者看着面前焦灼的战斗，开始为方悟力他们摇旗呐喊起来：加油加油！妈的，那些狼人太赖皮了，战斗中会自动回血。狼人天生回复速度快，没有办法。你说咱们要不要也给村民们回个血啥的？嘘，轻点声，别让陈星听见。渐渐的，有几个辅助类的神选者开始暗暗帮助方悟力一行人，或是给他们施加辅助类魔法，或是给他们恢复状态。在这些人的干预下，方悟力某些原本早该阵亡的人硬生生的多挺了许多时间，这让狼人那一方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一会，狼人那边死了近20个，而樟树村村民却只死了2人。这样下去，恐怕狼人坚持不住。陈星看着那些人的小动作，皱起了眉头，但是他没有说话，也没有阻止。既然那些人要搞阴的，那就别怪自己了。就在这个时候，陈星抓住了环绕自己的陨星锤，他用目光锁定方悟力以及阿当，然后暗暗用陨星锤施展了一个招式，冲！唰！陨星锤钻入地下。下一刻，方悟力以及阿当脚底下分别出现一个光圈，紧接着地下钻出2个光锤，砰的一下就把方悟力、阿当冲向了高空。而那2个光锤并没有停歇，嗖的一下追上半空。旁边的神选者全都惊呼起来：那是什么东西？好像是锤子。妈的，那锤子伤害好高啊，一下打了3000多血。才3000多血而已，怕什么？村长血量有35000呢。不对劲，那锤子没有停，在空中不停的锤，1下2下3下。操，村长要活活的被锤子锤死了。麻蛋，这是什么技能？这么变态？难道是独狼王施展的吗？是陈星。你们看，方才围着陈星转的锤子不见了。卧槽，真的，陈星太不要脸了，不是说好不出手的吗？靠，不讲武德。末日，村长要挂了。挂了，2人都挂了。这时空中出现掉下2具尸体，扑通扑通，方悟力的尸体直接掉落在独狼王面前。啪嗒，方悟力手中的法杖滑落下来。独狼王一喜，连忙抄起地上的法杖，而后他轻轻一挥，嗡，周围的法阵顿时消散一空。第165章魔族神选者出现。伴随阵法的驱除，樟树村村民身上的魔气被阵法抽走，没有魔气的支撑，那些樟树村村民顿时又变成原来的模样。此时的他们哪里还是狼人的对手，眨眼间便被狼人消灭。与此同时，陈星收到了系统消息：丁，你已帮助狼人夺取阵法权杖。丁，你的阵营已经改变，你所属的阵营为星辉。紧接着，陈星头上的名字旁边多了一个星辉的阵营名称。陈星看着系统消息，心里暗暗舒了一口气，最终自己还是走向了这条道路。在陈星查看系统消息之际，
旁边的神选者看到这个结局，自然不能接受，纷纷对陈星开口大骂起来。陈星，你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好不能插手的吗？对啊，规矩是你定的，你怎么私自偷袭村长？就算你再强又如何？你真的以为自己能够一挑100吗？我们可不是好欺负的，你要么赔我们1人1件紫金装备，要么就等着被我们围杀。对，赔我们1人1件紫金装备。陈星冷眼看着面前的人，哼了一声。搞清楚，到底是谁先干预的？要不是你们那边的辅助偷偷给樟树村的人回血加状态，我会出手。要怪就怪你们自己不遵守在先。对面的神选者自然不会承认错误在自己这一方。你放屁，我们根本就没有动手。对，刚才是村民们自己施展的回血辅助技能，你不要无中生有。哈哈，我无中生有。陈星仰天长啸，而后他指着那些神选者当中的几个人，你们看看这几个人，他们的阵营已经改变了。什么阵营？众人连忙把目光放到人群中的几个人头上，果然有5个人的头顶也出现了阵营信息，不过他们不是星辉，而是魔族，并且这些人的名字变成了红色。其他的神选者见状顿时大吃一惊，我靠，这些人怎么变成了魔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靠，他们背叛了人类，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此时这些人哪里还有心思和陈星掰扯刚才的战斗，连忙拿起手中的武器对准这些投身魔族的神选者。然而不仅这些神选者吃惊，就连那些魔族神选者也都十分吃惊。他们慌忙解释，你们别动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刚才只是释放了几个治疗术而已，怎么就变成魔族了？我也就是给村长他们施加了辅助法术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呀。说到最后，这些人都带上了哭腔，他们原本只是偷偷帮村长而已，怎么就变成魔族了？周围的普通神选者此时也很纠结，人魔不两立，身为人族必然要消灭魔族，这是他们来到神选之地的使命。但是眼前这几个魔族在前几分钟还是队友，这让他们怎么下得了手？这个时候大家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放到陈星身上。陈星虽然也有阵营，但是他的星辉阵营名字是绿色的，这与村子里土族的颜色是一样的，这说明星辉阵营至少不是敌人。如今面对敌对阵营的神选者，他们自然希望听到有方阵营陈星的意见。不过就算是陈星此时也有些莫名，他没想到这些人只是帮助樟树村村长几人，就立刻投身到了魔族。加入魔族这么简单吗？但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目前要考虑的是如何处置面前这几个魔族的神选者。然而还没等陈星开口，旁边的人已经开始为那些人求情了，我求求大家放过他们吧，虽然他们投身了魔族，但毕竟也是神选者，说不定这也是进化的一种方式呢。对啊，放了他们吧。开口为那些魔族神选者求情的都是这些人的队友，他们不想眼睁睁看着和自己朝夕相处的队友就这么死于非命。众神选者听到这几个替魔族神选者求情的声音，顿时沉默不言。陈星静静地看着他们，如果按照他的性格，直接就把这5个人宰了，但他不能代替那些人做决定，所以他没有开口给意见。最后陈俊杰第一个站了出来，我觉得还是放他们一马吧，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危害过我们。刘晓峰也点头，没错，或许这真的也是一种进化的方式。徐强则是皱着眉头，他的想法和陈星一致，建议直接杀了那5人，不过他也开不了这个口。那5个顶着魔族阵营的神选者见状，连忙离开人群，周围的人看着他们远去，没人阻止。待那5人离开后，现场突然陷入了沉默，谁都没想到会以这样的场面结束。这个时候人群中有人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陈星，你把樟树村村长杀了，那谁帮我们建造出去的传送阵？众人听到这个问题，立马把目光投向陈星身上。陈星淡淡一笑，他指着独狼王说，大家别担心，这种事独狼王也能做到，他获得了阵法权杖，可以帮助我们建造传送阵的。众人听到这个顿时放下心来，虽然这次他们的任务失败了，没有获得任务奖励，但最重要的结局没有改变。而后徐强等人与陈星告别，离开了樟树林，只留下陈星和狼人。陈星看着他们离开，摇了摇头，而后他提高了声音，你们出来吧。陈星话音刚落，一个声音从旁边的树后响起，阿弥陀佛。徐振东、觉明、刘豆豆、冷霜4人来到陈星身边，原来他们早就到了，只是暗暗在树后等待。一旦方才陈星和那些人开战，那他们就会站出来支援陈星。徐振东问老板有什么吩咐？如果遇到那5个魔族神选者，直接
陈星说完，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四人齐声回应：“好的，老板。”第166章推测樟树村村长的剧情。徐振东指着独狼王问陈星：“老板，他什么时候可以帮我们建立传送阵啊？”陈星摇头：“不清楚，他身上有诅咒要消除，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好，你们先把等级升到9级满级，有时间的话多更新一下装备。我感觉过不了几天就要大决战了。明白。而后徐振东几人向陈星行了一礼，转身离开。不久，附近只剩陈星和狼人一族。陈星回过头看向独狼王：“你要多久能够驱散诅咒？”独狼王伸出3根手指：“3天。3天后我就能离开这片树林，而后就立刻帮恩人把营地的传送阵建好。”3天啊，好吧。陈星点点头，没再多言。而后他向独狼王挥手告别，离开了樟树村。狼人的任务奖励已经给了，但是鲁皮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鲁皮的任务是帮助狼人回樟树村，所以应该是要等3天后才会结算奖励。这时陈星心里突然咯噔一下，3天后，难不成这3天还会发生什么意外吗？樟树村的村长一行人已经死了，那其他村民是什么情况？先去看一看。而后他加快步伐往樟树村行去。然而当他来到樟树村的时候，却有些惊讶，村内已经一片萧瑟，竟然没有一个村民，只有四处乱窜的神选者。那些神选者进出村子的各个房间，搜寻着村民的踪迹，不过全都一无所获。奇怪，樟树村村民呢？怎么一下全不见了？他们会不会也是魔族变化出来的？所以说他们去找魔族了？他们怎么出去的？我们在四周做任务都没见到他们，应该是通过阵法一类离开的。真没想到这些人居然会是魔族。刚才那几个牧师真可怜，只是给村长加了几口血，加了几个状态技能，就变成魔族了。什么可怜？当时村长那些人已经明显被魔气改造了，还强行出手，简直是傻逼行为。我在想，当初我们要是帮助村长他们把狼人族拿下，会不会也变成魔族？卧槽，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打了一个哆嗦，真他娘的惊险啊！咱们100多人全变成魔族，然后与蓝星人为敌。这么说，咱们还要感谢陈星了？不，我觉得这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系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人莫名其妙投入魔族的。那你说说，问题出现在哪了？我也不知道。陈星路过的时候听到他们的讨论，他心中有自己的推断，和那些神选者完全不一样。他认为正常情况那些人跟着村长做任务是不会变成魔族的。陈星还被村长授予了樟树村守护者头衔呢，不也没有影响吗？其中原因是樟树村的村民就是普通的原住民形象，所以大家就是走正常的流程。假设刚才在樟树林没有陈星插手，那剧情就是神选者们在樟树村村长、村民们的带领下击杀狼人，全面占领樟树林，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任务。而后神选者请村长去营地开传送阵。问题来了，村长会老老实实的为神选者开启离开营地的传送阵吗？大概率不会。别忘了，樟树村村长是魔族的，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应该会借助开传送阵之名去唤醒斯内克。而后营地区域唯一的一个10级 BOSS 出现，这样就出现了营地神选者对付斯内克的剧情。如果从时间点来推断的话，应该是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斯内克就会现身。以神选者目前的等级和装备，真的能打赢斯内克吗？恐怕很艰难。因此走帮助樟树村村长消灭狼人这条线，肯定会死很多人。全营地最后能不能存活100人都是个未知之数。事实上，因为陈星的出现导致魔族的计谋失败，给了神选者充足的时间，至少未来3天他们不用担心斯内克出来的问题。甚至上有可能狼人把握了阵法权杖，导致斯内克不会出现。想到这，陈星突然感觉一阵舒心。第一次见到斯内克的时候，他只是4级，当时他对这头杀不死的巨蟒就有一股无力感。虽然陈星现在对4级的时候已经强大了不知多少，但他内心深处对斯内克还是十分忌惮的。全营地唯一的一个10级 BOSS， 如果能不招惹，最好还是别去招惹。捋清这些事情后，陈星没再在樟树村待着，他打开合成面板，然后开始合成麻将。他现在有象牙、发一对，先把它升级成象牙、发杠。一张象牙发等于4张木质发，也就是4万陈。于是他花了8万陈合成了2张象牙发，拼凑成象牙发杠。象牙发一对，每击杀一个普通、精英、头领、怪，减少1、3、5分钟天赋 CD， 增加 12% 掉落等几率， 2.25% 触发幸运奖励。象牙发碰
每击杀一个普通、精英、头领、怪，减少1、3、5分钟天赋 CD， 增加 14% 掉落等几率， 3.5% 触发幸运奖励。象牙发杠，每击杀一个普通、精英、头领、怪，减少2、6、10分钟天赋 CD， 增加 16% 掉落等几率， 5% 触发幸运奖励。象牙发杠的质变是提升击杀天赋恢复幅度，这极大的增加了天赋能量的储备，以后在练级的时候能更快速的施展其他天赋技能了。陈星获得象牙发之后，兴致冲冲的翻看合成页面。上次第一次获得木质一柄的时候，系统自动开启了象牙材质的麻将，不知道记起了象牙杠之后会有什么新材质的麻将。然而这一次他失望了，虽然合成了象牙发杠，但是并没有出现更高级的材质麻将。象牙麻将已经是最高级了吗？还是因为自己天赋等级太低，所以接触不到？陈星不清楚，不过他此时没有太过于纠结这个问题。现阶段的象牙麻将已经足够他解决问题了。合成好象牙发杠之后，陈星没有再浪费时间，他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搞钱。第167章狼人被袭。陈星搞钱的方式很简单，刷 BOSS。 虽然他现在经验满了，但是毕竟等级还是9级，所以打9级头领的掉率并不会降低，而且他身上有象牙发杠，反倒大大提升了装备的掉落概率。9级 BOSS 掉落装备品阶最多的是黄金，偶尔还会出现紫金。一件黄金装3000-4000金，一件紫金装5000-6000金。一旦出现新增词条装备，那它的价值将提升 30% 至 60%。 以陈星的效率来说，一天杀个几百只头领都是没有问题的。但9级头领一天一共才刷新15只，根本没那么多头领给他杀，所以后来他连9级精英、8级头领也一起刷。第一天刷怪很顺利，他基本上包圆了所有9级头领、9级精英，一共赚了8万多陈。陈星没有动这些粉尘，马上要对阵营地大 BOSS， 也不知道他的技能是什么，留一些粉尘有备无患。在陈星刷9级 BOSS 的同时，其他的神选者也没有闲着，每个人都在闷头练级。受到燃烧樟木木屑的影响，野外精英、头领怪密度增加，这也让大家刷怪、获得装备的速度大大增加。徐振东、觉明、冷霜、刘豆豆的等级全都来到9级，徐强、刘晓峰等队伍也即将到达9级。其他练级的神选者等级也全面提升，7级以下的已经凤毛麟角。除了这些练级的人之外，营地里那些加工百年樟木木料的木匠们也孜孜不倦地忙碌着。这一天没有太大的冲突，每个人都努力提升自己。第二天，正在陈星准备再次去野外刷 BOSS 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徐振东的消息：老板，樟树林那边好像出现问题了，快来看看。好，陈星连忙改变路线，往樟树林奔去，穿过西樟树林，进入东樟树林。这时他才发现，狼人在树林的密度似乎低了不少。发生什么事了？陈星继续往树林深处行去。当来到独狼王所在的位置时，他发现大量的狼人汇聚到了一起。狼人的中央有一个法阵，阵法的中央立着一根法杖，阵法权杖，以法阵为界限，把周围的狼人分了2个部分。阵法内的狼人是以独狼王为中心的几十只9级狼人，他们闭上眼睛，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受到法阵影响，这些狼人身上都隐隐散发出蓝光。阵法外的狼人是8级的，在阵法周围巡视。除了这些狼人，地上还有一些狼人尸体。老板，你来了呀！徐振东、冷霜2人从远处走来。陈星指着阵法外狼人的尸体询问：这些狼人是你们杀的吗？徐振东摇头：不是，我们来的时候，狼人正在和一群神秘人战斗，那些狼人就是神秘人杀死的。陈星一扬眉：神秘人？徐振东说：不是神选者，也不是原住民。陈星没明白，那会是什么？野怪吗？冷霜点出了关键，很像是那天和狼人战斗的那批人。魔族？陈星有些吃惊。徐振东点头：我们推测有可能是樟树村消失的那些村民。陈星忙问：你们去追了吗？徐振东说：觉明追过去了。陈星低头沉思了一会，他知道自己大意了。那天独狼王说要花3天时间去除诅咒的时候，他并没有深入去想这3天狼人族群会怎么过，更没想会不会有人来捣乱。现在看来，那些魔族人并不甘心就这么让狼人一族恢复自由。这时陈星把目光落在独狼王面前的阵法权杖上，这玩意绝对是魔族的目标，不论如何不能让他落入魔族的手里。想到这，陈星对徐振东说：你们先去练级刷装备，把等级练到9级满级，我就在这里
守着。徐振东道：老板，你一个人吗？要不要我在这里？陈星摆了摆手，不用了，如果有需要，我会联系你们的。好。徐振东冷霜起身离开东樟树林。陈星看了眼阵法当中的独狼王，没有进去打扰他们。而后他来到阵法外围的狼人身边，席地而坐。他决定这几天哪里都不去，就在这里守着，从早上做到中午，又做到下午，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陈星虽然感觉无聊，但是并不敢放松警惕。他感觉那些魔族正在背地里悄悄酝酿什么阴谋。闲来无事，打开聊天频道，看大家在聊一些什么。哈哈，我身上有4件黄金装备了，爽！还黄金装？那不是人人都有吗？没有紫金装你好意思出来装逼？放你娘的屁！现在一天产出的黄金装也就180件，就算把这些天所有的黄金装加起来，平均到咱们400人也不过1件左右。平均？谁他妈跟你搞平均啊？你和马爸爸平均一下，还有1000亿资产呢。我1件黄金装都没，我有6件黄金装，1件紫金装。除了谈论装备的，还有讨论练级的。练级好慢啊！你是不是组队？要单练，单练的效率非常快。我是牧师啊，怎么单练？牧师配一个战士啊，也很快的。但只有2个人刷不了 BOSS 啊，遇到 BOSS 就临时组个队呗。问题是临时的组队我抢不到装备啊。那你他娘的去死！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会逼逼。咱们这是进入营地的第几天了？第8天还是第9天？今天是第8天，早上营地公告过。回想这8天，感觉真是恍如隔世。对啊，刚进来的时候，很多人连1级小白兔都杀不死，现在我却能单挑1只8级的怪。要是我们这个能力能带回现实世界多好啊！哈哈，带回现实世界？你做梦呢？成神再说吧。不是说咱们离开营地就有可能回到现实世界吗？那只是人家陈星的猜测，你还当真了？怎么能不当真呢？我做梦都想回到蓝星啊！我也是，昨天晚上梦到蓝星了。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突然沉默了。第168章被伏击。谈到蓝星的话题后，聊天频道突然陷入了沉默。前些天大家因为生存压力大，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心情讨论这个话题。现在大家实力逐渐上来，都已经适应了神选之地的节奏，所以难免会想到回蓝星的事。但如何回到蓝星，没人知道确切的答案。在沉默了一会之后，大家都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聊起其他的事情来。天渐渐的黑了下来，多数神选者并不太喜欢晚上练级，所以回到营地莫岗村。不过也有一些获得了照明装备的神选者会熬夜杀怪，这是他们追赶其他人的重要方式。陈星就这么在东樟树林坐了1天，或许是他的存在，那些魔族并没有来找狼人的麻烦，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想等到晚上再动手。陈星不敢放松警惕，打算直接在这里过夜，只要再熬1天，独狼王他们身上的诅咒就被驱除，到时候就没有他的事了。天已经彻底黑下来，尤其是在樟树林中更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不过陈星没有换夜明珠，他周围还有瘴气会持续掉血，如果没有独狼王的本命宝珠，他在这里睡一觉可能命就没了。好在狼人夜晚的视力很好，不用担心敌人偷袭。就在陈星昏昏欲睡之际，一连串的好友消息突然吵醒了他。徐振东，老板，大事不妙，有人在野外练级的时候被偷袭了，受害者有3队人，其中1队人被全灭，另外2队一共逃出3个人来。他们说搞偷袭的是魔族的人。陈星瞬间惊醒，什么？那些魔族的人在哪？他连忙起身，下意识就想赶过去，但很快他就停下了脚步，自己不能走，这或许是调虎离山之计，那些魔族的目标或许就是狼人族群。这时徐振东发来消息，我们已经出发了，老板你自己小心点，我感觉你那里也会有事发生。陈星回道，好，你们也小心一些，最好和其他队伍组队过去。徐振东，知道，老板。陈星关掉好友消息，此时他睡意全无，打开营地聊天频道，发现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尼玛，真是见了鬼了，那些魔族实在可恶，居然趁黑搞偷袭，早知道樟树村的那些人是魔族的，老子早就灭了他们。你现在说这种屁话有什么用？赶紧想想应付的办法。怎么应付？他们都是9级精英级别的，而且还有智商。都回来吧，回到营地莫岗村。我感觉莫岗村不安全，莫岗村没有护照，而且村民等级那么低，不一定抵挡的了。那回营地吧。卧槽，我们队被偷袭了。在哪？你们在哪？在牵牛村北。坚持住，我们来支援你了。
营地里瞬间组成2支20人的队伍，往牵牛村方向赶去。陈星通过聊天频道看着前方发来的消息，渐渐冷静了下来。而后他开始思考魔族的目的，他们杀那些神选者，仅仅是为了将自己调离吗？恐怕不只是这样，有魔族的偷袭、骚扰，至少还会出现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晚上没人练级了。这样会降低神选者练级、获取装备的速度，直接影响到最终一战。此外，还有什么目的吗？陈星想到这，感觉思绪有些乱，于是他从头开始捋。那些魔族先是偷袭狼人，试图抢走阵法权杖，打断狼人驱除诅咒未遂。由于狼人被偷袭，所以自己被牵制住。所以魔族失去了最强大的对手，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偷袭人族。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目的吗？陈星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王喜的死。王喜死后变成了一具傀儡，被宇轩驱使。那这些被魔族杀死的人，陈星连忙向徐振东发去一个消息：你们到了事发之地的时候，去看一下死者的尸体，看有没有异常。徐振东回复：好的。陈星坐在树林里，焦急地等待。他在想一种可能性，一种令他感觉极其不舒服的可能性。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徐振东发来消息：老板，那些尸体不见了，没有遗骸。陈星心头一震，果然，他担心的事情出现了。那些魔族把神选者当作狩猎目标，并不仅仅是牵制陈星，他们会把死去的神选者变成他们的战力。每杀死一个神选者，魔族实力就会强几分，此消彼长，双方的实力会进一步拉近。就在这时，陈星收到徐振东的消息，看到他们了。陈星心中一紧，不过他没有回复对方。此时的徐振东可能处于激烈的战斗之中，不能让其分心，他只能耐心的等待那边结束之后的战况。他并不担心徐振东几人遇到危险，那几人的装备、技能可是整个营地最顶级的存在。如果魔族人能战胜他们，那又何必在晚上搞偷袭？约莫过了10多分钟，徐振东给陈星发来消息：魔族的人跑了，天太黑，不好追。有成功击杀魔族人吗？魔族人本尊血太厚，没能击杀，不过杀了2个傀儡，这些傀儡都是先前死在魔族手上的神选者。很好，把傀儡的尸体带到树林里来。好。陈星关掉好友消息，摸了摸腰带中的魔灵和魔珠，这2件道具是在击杀熊魔将的时候获得的，一直不知道有什么用处。这一次，他感觉似乎可以寻找到答案了。过了一会，徐振东小队、刘晓峰小队、徐强小队过来了。由于之前陈星把避毒珠周围100米的友方不受毒气、瘴气影响给了徐振东，所以他们进入这片拥有瘴气的树林没有影响。几人打过招呼后，徐振东、觉明把2具傀儡尸体放到陈星面前。陈星拿出了魔珠，弯下腰靠近尸体，没有任何作用。而后他又拿出魔灵，轻轻摇晃了一下，叮铃铃！突然，尸体中冒出一团黑气。第169章魔珠和魔灵。在陈星摇响魔灵后，面前的2具傀儡尸体突然发出一串声响，呲！那声音很像是轮胎泄气的声音。与此同时，陈星收到系统提醒：叮，你使用魔灵释放2个冤魂。看到这个消息，陈星微微一怔，释放冤魂？谁的冤魂？这个问题很容易想到，那2个死去的神选者的。问题来了，人都死了，驱散他们的冤魂有什么用？陈星不解。没等他想清楚，2具傀儡的尸体钻出2股黑气出来。黑气，陈星见过很多次，第一次是对付斯内克，他用黑气孵化了一个 BOSS 出来。影响最深的一次是在魔窟，熊魔将就是化身成魔气传送过来的。他死后也是被魔气复活的。最近的一次是樟树村村民一行人，他们利用魔气强化自己，死后也化作魔气消失。那些魔气不论是出现还是消失，都是来无影去无踪。陈星在一旁只能干看着。然而这一次他看到魔气的情况却不一样。当那2股魔气出现后，陈星突然感觉手心一热。他低头一看，发现先前拿出来的那颗魔珠突然产生一股吸力，嗖的一声，那2股黑气便被吸到魔珠里面。与此同时，陈星又收到一个系统消息：叮，你使用魔珠吸收了魔气。这魔珠居然可以吸收魔气，吸收了又有什么用？徐振东也留意到魔气被吸收的现象，于是开口询问：老板，你手中的那个铃铛和珠子是干嘛用的？陈星自己想不明白方才发生的事，于是把魔珠和魔灵的事说了出来。魔珠和魔灵是我前几天在秘境魔窟打败熊魔将的时候获得的。方才我用魔灵驱散了2个冤魂，然后魔珠吸收了魔气，我也不太清楚有什么作用。觉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老板施主，
你方才是超度了这2位施主的灵魂，功德无量。超度灵魂？众人没有听懂。觉明补充道，如果一个人的灵魂被禁锢，那他将永世不得超生。方才老板施主的行为，相当于为他们打开了投胎的大门。刘豆豆开口道，不一定是投胎，可能影响复活呢。刘豆豆胸口有个勾芒胸针，有复活功能，虽然暂时只能复活他本人，但不排除未来能复活其他人的可能，所以他才有此推测。刘豆豆的话让陈星想起王喜，王喜死后身体也迅速变成干尸，或许他的灵魂已经被魔气腐蚀，没有投胎复生的可能了吧。刘晓峰指着陈星手里的魔珠，那魔珠吸收魔气有什么用呢？陈星看着举起魔珠，想不出所以然来。你们说一直没有出生的徐强用不太确切的语气说，这个魔珠会不会和对付斯内克有关系？众人眼睛突然一亮，现场的人都打过斯内克，也都见过他吐出的魔气，毋庸置疑，那货绝对和魔族有关。冷霜说，或许这颗珠子可以破斯内克的不死之身。众人点头，有可能，至少对击败斯内克会有帮助。得出这个结论后，众人的内心突然感觉暖了起来。那个一直压在大家心头的斯内克终于有了对付的方法。而后几人又讨论了一下魔灵、魔珠的用途，觉得先前的推测没有太大的问题。聊了半个小时后，徐振东对陈星说，老板，要不要你先回营地睡觉，这里交给我们？陈星摇头，不用了，我现在是星辉阵营和狼人是友好的状态，可以在这里随意进出。你们和狼人的亲密度不够，我要是不在这里，说不定你们会打起来。徐振东点头。而后一行人和陈星告别，去往了营地。陈星的周围又一次安静下来，他躺在地上想着方才发生的事情。释放灵魂只是为了复活吗？现在连复活技能都没有，干嘛要搞这种没用的操作呢？陈星总觉得有些事情自己没有想到，或许要等离开营地地图才能知晓答案。营地里，外面的所有神选者，包括在莫岗村的人，也都结伴去了营地。在此期间，也有其他的人被魔族侵袭了。最终统计，一共有13人死于魔族手下，包括陈星面前的2个。这些人十有八九都变成了魔族的傀儡。徐振东回到营地后，发现自己的帐篷外围了不少的人。那些人见到徐振东后，纷纷围了上来。徐老大，我们一起组队吧。徐老大，我们整支队伍都可以让你收编，求你收下我们吧。徐老大，我们队伍的法系输出多，刚好可以弥补你们队伍的配置。徐振东看着面前这些找自己组队的人，有些张二摸不着头脑。现阶段，大家为了练级效率，都是选择人少的练级方式，要么是单练，要么是组2、3人的迷你队伍。怎么这些人要整支队伍跟过来？大家安静，一个一个说。我先问问大家，为什么你们要找我组队？这时，一个队伍的队长说，徐老大，我们听说你天赋升级了，可以覆盖20个队友，而你现在队伍里只有5个人，缺15个名额，所以我们就过来了。徐振东说，话是这么说，但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没有意义。冷霜偷偷地拉了一下徐振东，低声说，马上就要到关底 BOSS 战了，他们……徐振东恍然大悟，面对 BOSS 的时候，有自己的光环和没有自己的光环，那可是天壤之别。如今徐振东光环可以激活3个，而且效果比之前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如果切换到体质加300、物防加300、魔防加300这3个光环，那对旁人来说简直是多了一条命。徐振东是一个有格局的人，他很乐意与他人分享，提供帮助，所以他对面前这些人的请求并不感到排斥。问题是，他只能加15个名额，而周围却有几十个人，到底应该给谁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好友消息跳了起来，点开一看，刘晓峰、徐强、陈俊杰正好发来消息。第170章，没有人权。这一夜，陈星躺在樟树林东，等待魔族人的侵袭。不过，当夜并没有遇到特别状况。翌日，狼人驱除诅咒的第3天，也是进入神选之地的第9天。陈星一大早就醒了，他坐起身，看向阵法内。阵法内的狼人依然没有苏醒的迹象。按照时间推算，要到今天傍晚才是满打满算3天。换句话来说，魔族想要对付独狼王的话，这是最后的机会。陈星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做了几个简单的活动筋骨的动作。就在他弯腰做拉伸的时候，突然从裆部看到外面有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正在一个较大的樟树后探头探脑。陈星一惊，连忙往那个方向追去。3个身影立马窜出，往远处飞奔。不一会，那3个身影就消失在瘴气之中。陈星虽然没看清他们的面貌，但很肯定他们是人，不是兽。毋庸置疑，那些鬼鬼祟祟的家伙肯定是魔族。看来这些家伙一直在周围打着狼人的主意。陈星不敢追太远，
即刻回到阵法旁继续等待。那3个人的出现，让陈星原本松弛的心又一次紧绷起来，不能在这种紧要关头放松警惕。营地内，大家纷纷从帐篷内出来，准备去外面练级。今天可真热闹啊！对啊，自从莫岗村开放之后，就没在营地见过这么多的人。妈的，那群魔族的真不要脸，晚上搞偷袭，弄得我昨晚都没去练级。你们说，魔族的人白天会不会出来搞事情？他们敢，晚上视野不好，他们能够悄咪咪的靠近，白天怎么可能让那群家伙偷袭我们？大家还是抱团练级吧，万一遇到状况还能救援一下。抱团练级多慢啊！那你一个人单练去，死了别怪大家。这时，徐振东站出来主持大局，大家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魔族的人极有可能会在白天动手。昨天我和徐强、刘晓峰、陈俊杰商议，临时成立巡逻队，保护大家正常练级。我们会分成2组，在各个区域巡视，大家遇到魔族的话，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个时候，徐强、刘晓峰、陈俊杰也纷纷在聊天频道发声。是的，大家放心练级，安全问题交给我们，不要跑偏僻就行，一定要好好提升自己。这2天可能就要大决战了。徐振东补充道：“欢迎其他队伍申请加入巡逻队，前提是队伍成员的等级到达9级。”众人听到徐振东等人的决定，纷纷夸赞起来。徐振东大大霸气，果然有格局，不愧是我第一天就看上的男人。东哥真男人，强哥、峰哥、杰哥都是好样的。我们队伍马上升到9级了，马上就加入你们。不过，也并非所有人都是夸赞，还有人把目光放到陈星身上，开始找茬。梁安妮，陈星在干什么呀？怎么没见他说话？刘青，关键时刻做缩头乌龟，我呸！梁安妮，他就是一个奸商，除了会赚昧良心的钱之外，什么都干不了。刘青，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怎么可能会做好人好事？徐振东见话题扯到陈星，连忙解释：陈星比我们都辛苦，他守在樟树林里，防止魔族干扰狼人，驱除诅咒。觉明也说：阿弥陀佛。陈星施主昨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实在是辛苦的紧。刘豆豆脾气上来了，陈星哥哥昨晚睡在沼泽地里，不知道被多少蚊虫叮咬。还有人在这阴阳怪气，要不要脸？就连一向不在聊天频道说话的冷霜也忍不住：陈星不欠你们的。众人听到徐振东几人这般说，立马把先前找陈星麻烦的人拖出来骂：梁安妮、刘青，你们2个是什么东西？人家干什么要你管？还想搞道德绑架是吧？陈星大大那天拆穿了樟树村那群魔族人的阴谋，避免了上百人堕入魔族的圈套，人家功德无量，需要像你这种人汇报行程吗？就是，你什么都不干就能享受到保护，还不满足？要我说啊，这种人就应该让他们单独去练级，不用管他们。对，把刘青、梁安妮这2个家伙赶出去，让他们自生自灭。刘青听到众人喷自己，顿时蔫了。我也就是说说嘛。然而梁安妮的脾气却要硬很多。我就说，怎么了？我们只是发表一下个人意见，难道都不允许了？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女的，你们又能好到哪里去？还有没有人权？还有没有自由？质疑一下都不让，难道陈星是你们的爹吗？梁安妮的话把众人的情绪再次推向了高潮。你他妈的扯什么男女？我们说你是因为你这人恶心，并不是因为你是女人。对，我就是女人，我也觉得你说的不对。等级差，实力弱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每个人本来就有个体差异。但你要是觉得我弱我有理的话，就是招人烦了。你这种人还谈人权自由？去你妈的！你去和魔族的人谈人权自由去。梁安妮见到这么多人骂自己，心里还是有些慌的。不过她这辈子都是被人捧在手心，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错过，就连进入神选之地的时候，也都是被人簇拥着一起练级。所以这次即便面对这么多人的质疑，她依然不觉得自己错了。你们这群臭男人就知道围攻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魔族怎么了？我觉得魔族就很好，魔族那么厉害，肯定可以帮助我变得更加强大的。老娘不陪你们了，告辞。刘青，咱们走。梁安妮说着，独自离开了营地。刘青看着他离开，顿时有些犹豫。他和梁安妮是一个队伍的，在现实中也是梁安妮的一条舔狗。进入神选之地后，他兢兢业业地保护梁安妮到现在。到这个时候，梁安妮却主动去投靠魔族，这令他有些进退两难。刘青回头看了看营地的人，又看了看梁安妮的背影，然后他叹了口气，追了上去。第171章卤皮之心。营地众人看着刘青、梁安妮离开营地，恨得牙痒痒。妈的，梁安妮这种贱人怎么能活到现在？呵呵，这就要问他的舔狗刘青了。刘青这种人比梁安妮还可恶，就是他这种舔狗的存在，
才能让梁安妮这种人嘚瑟到现在。我倒觉得刘青没有做错什么，爱一个人，守护一个人并没有错。不，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任何话语都是有适用范围的，即便是数学公理也讲究前提条件。爱一个人，守护一个人没有错，这句话有道理，但是要注意界限。对啊，如果说刘青之前看不清梁安妮的为人，一心守护对方还情有可原，但是那梁安妮现在都要去投靠魔族了，他还跟上去，这不就是纯 SB 吗？不能因为爱而蒙蔽双眼，连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他们现在已经和汉奸是一个性质了，比汉奸还恶劣，他们这是背叛人类，这是人奸。算了，别去讨论这两个家伙了，咱们练级去吧。好。而后大家离开营地，往练级区行去。为了防止被魔族人偷袭，大家都是结伴行。刚进入2级野狗的练级区，就有人发现了不对劲。你们看，地上有一滩血。有血不是很正常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这血很新鲜，像是刚撒上去的。什么意思啊？刚才刘青、梁安妮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难道他们内斗了？内斗不太可能，我觉得应该是。你的意思是魔族的人过来了？就在这营地口的野怪区。卧槽，那些魔族的人胆子太大了吧，赶到这里来。就在大家讨论之际，前方跑来一个人。那人一边跑一边大声惊呼，大家小心，魔族的人来了，他们就在。他还没跑到众人面前，就扑通一下栽倒在地。众人这才发现，跑过来的人正是刚才跟着梁安妮离开的刘青。徐振东连忙跑上前，将他扶起来。魔族人在哪里？刘青往后指了一个方向，那边他们杀了安妮。徐振东站起身，对众护卫队员一挥手，走。觉明、刘晓峰等人连忙跟着徐振东追了上去。其他人看着地上的刘青，沉默不言。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家伙。这家伙虽然遭人恨，但是毕竟没有做过激的事情，他只是看走眼了而已。此时梁安妮已经死了，希望他能够迷途知返吧。刘青，你还能动吗？刘青吃了一个回血药，然后爬起身。他冲众人一抱拳，对不住各位，之前我的言行伤害到了大家，我没脸和大家一起练级，这就去营地反思自己。众人没再理会刘青，继续往练级区行去。刘青则回了营地。有了刚才的遭遇，大家知道魔族的人时时刻刻就在身边，所以都不敢落单练级。至于徐振东他们，并没有追上魔族的人，不过他们的存在确实有效遏制了魔族的骚扰。一直到下午，练级的众人都没有遇上魔族。临近傍晚的时候，系统突然发来消息：丁，狼人一族重回樟树村。有些反应慢的人看不懂这个消息，狼人一族重回樟树村是什么意思？狼人不是生活在樟树林里的吗？那些知道来龙去脉的人顿时反应过来，是陈星。陈星帮助狼人完成了驱除诅咒。我想起来了，那天陈星说过，狼人原本就是樟树村村民，后来被人赶走了。是的，我们之前见到的那些樟树村村民是魔族人假扮的，就是他们赶走了狼人。狼人回来就回来啊，发什么系统通告？这是很重要吗？废话，当然重要了。狼人可以建造传送阵，咱们能不能离开营地地图就靠他们了。卧槽，这么屌！我这就去樟树村看看。我也去，看有没有任务。不少人离开练级区去往樟树村。进入樟树村之后，他们果然看到狼人在村子里忙碌。那些狼人或是修缮房屋，或是清理家具，而独狼王则是站在村长原先所在的位置。此外，每一头狼人都有名字，并且这些名字的颜色都是绿色的。之前大家看莫岗村村民、樟树村村民的名字颜色也是绿色，而独狼王的名字则变成了樟树村村长沃夫。大家看着面前的独狼王，心中一阵感慨，前几天还是东樟树林的 BOSS， 现在居然就变成了新村长，神选之地果然是神奇。大家来到沃夫身边后，将其围了起来，并没有急着和他攀谈，因为此时陈星正在和沃夫聊着天。沃夫看着陈星，满是感激之情，多谢恩人，祝我们狼人一族解除诅咒，重回樟树村。陈星则更加关心后续，沃夫村长，烦请尽快去往营地，帮我们建造传送阵。没问题，我先准备一夜，明早就过去。好，麻烦你了。恩人不用客气。陈星见大事已经谈成，刚准备离开，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沃夫村长，这几天魔族的人一直在周围，是否需要安排人手在村子里帮你们？沃夫哈哈大笑，那些魔族小辈要是赶来，我就将他们挫骨扬灰。陈星见沃夫这么有自信，当即放下心来。而后他向沃夫告别，往营地行去。在陈星走后，其他神选者全都涌上了沃夫，向他询问任务。路上，陈星查看方才的系统提醒，丁，你已完成鲁皮的心愿。接着往下翻看，却发现并没有其他通知。
他心中不禁暗骂：尼玛，怎么什么奖励都不给？好歹是秘境带出来的任务呢，难道这也是阵营任务，所以和狼人的任务奖励重叠了？坑爹啊！突然，陈星心念一动，连忙翻开腰带空间，查看鲁皮之心。原本鲁皮之心是一个跳动的黑色心脏，但此时鲁皮之心表面的黑色不知何时剥落了，此时变成一颗鲜红的心脏。这玩意有什么用？就在陈星疑惑之际，鲁皮之心幻化出了一个人形。第172章，胡牌签出现。那颗鲜红的鲁皮之心突然离开陈星的手心，浮空飘起，而后一个人影出现在陈星的面前，此人正是这颗心脏的主人鲁皮。鲁皮出现后，对陈星深深鞠了一躬：陈星，谢谢你帮狼人一族重返樟树村。陈星道：没什么，都是举手之劳。鲁皮说：我原以为我投靠狮王就能帮助狼人，没想到狮王居然是和占领樟树村的那群人是一伙的。陈星明白鲁皮所说的一伙的是什么意思，他们都隶属魔族。斯内克是魔族的，他杀死了很多人，那些人身上残留的魔气汇聚成狮王，那狮王自然也是魔族的。不过有一点陈星不是很明白，魔族既然那么强大，为什么不直接冲出来要搞这么多花样？问题出现在哪里呢？陈星看着鲁皮，现在我还能帮你做些什么？帮你复活吗？鲁皮笑了笑，复活？哼，狼人一族被我伤害过，上一任狼人族长也是因我而死，我的死罪有应得。不过我还是要表达对你的感谢，因为你我才能摆脱狮王控制，再入轮回。陈星说，其实这些事就算我不做，你哥哥也会做的。我哥哥？鲁皮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他已经是这里的神了，早已斩断了过去的姻缘，我只是他眼里一个普通的原住民罢了。陈星无言。那天在秘境见到鲁斯的时候，鲁斯确实没有要出手的意思。好了，就说到这吧，我要走了。鲁皮说着虚像光化离开。陈星看着化作星点的鲁皮，心中黯然。突然他反应过来，尼玛，老子的奖励呢？就在这时，地上扑通一声掉下一物。陈星低头一看，发现鲁皮之心不知何时变成了一个宝箱。那宝箱的不大，表面是淡蓝色。弯腰将那宝箱捡起，系统给出提醒：叮，你获得特制专属蓝钻宝箱。特制专属蓝钻宝箱开启后，随即获得一件蓝钻装，一件专属道具。这宝箱有意思，不搞那些虚头巴脑，100%获得蓝钻和专属。陈星将其打开，箱子里有一件原型装备和一根木签。他伸手进去，先把那原型装备拿了出来。叮，你获得蓝钻装备鲁皮勋章扣。这是什么玩意？鲁皮勋章扣增加一个胸口装备位置。什么？陈星瞪大了眼睛。增加一个胸口装备位置？他现在有夜明珠、本命宝珠这2件放置胸口的装备，必读珠给了徐振东。不过受到功能限制，这2件装备并不能同时用，即便强行装备也只有一个起到效果。有了这个鲁皮勋章扣，是不是就可以同时在胸口装备2件了？为了确认鲁皮勋章扣的作用，他将其佩戴在胸口上。此时他胸口有本命宝珠鲁皮勋章扣，而后他拿出夜明珠放在鲁皮勋章扣上。系统随即发来通知：叮，你已装备夜明珠。没有特别提醒，果然可以2件装备同时生效，以后能在漆黑的洞里不用换下本命宝珠了。确认了鲁皮勋章扣的作用后，陈星拿起宝箱中的那根木签。叮，你获得胡牌签。胡牌签是什么玩意？陈星细细查看，发现介绍很简单，胡牌签对胡，木质，消耗10万陈，进行一次对胡。注意，胡牌的麻将视为消耗品。看到胡牌签的解释，陈星心里顿时骂起娘来。什么玩意？花10万陈胡一次牌，消耗老子麻将就算了，还要我掏10万陈？谁他妈胡牌还贴钱进去的？你这是个地方的胡牌规则？戳大木娘！骂归骂，但他最后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其实他心里还是很期待胡牌的效果到底是什么。这个胡牌签这么难得，自己还要花这么多钱，应该不会太差。先不管，把牌和陈准备好。至于效果嘛，到时候面对关底 BOSS 的时候再说。陈星这几天没有去打装备，只是靠合成蜀王冠赚了点小钱。他口袋里的总粉尘数量是11万加，扣掉10万陈，只剩下1万。1万陈只能合成2张腕、柄、条或者1张发白，铁定肯定不够凑成一副胡牌的。剩下的麻将怎么弄呢？这个时候，陈星总算明白为什么象牙材质的麻将可以分解成木质的，原来是用在这个时候。不过陈星暂时还没想过要拆分。
还有时间，看能不能凑钱出来重新合成一副胡牌。要凑胡牌，首先要确定胡哪些牌。扣除春这张花牌，他目前有1饼、2饼、3饼、1条、1万、发、白，一共7张麻将。依靠这7张麻将拼凑成胡牌有很多种方式，平胡、7小对、对对胡、4碰等等。不过这张胡牌签指定了对对胡，那就不能随意去拼凑。所谓对对胡，是指拥有4个克、碰、或杠外加1对头。最后考虑成本问题，陈星决定凑齐这样的牌型：3张1饼、3张2饼、3张3饼、3张1万、2张1条，14张牌，每张5000陈，一共7万陈。算上胡牌需要的10万陈，他一共要17万陈。也就是说，他还要再凑6万陈出来。6万陈，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如果陈星这2天没有待在樟树林，肯定早就赚够了。但现在的话，他必须想办法补齐这些粉尘来。想到明天可能就要大决战，现在去搞钱实在太紧急。无奈，他决定把自己之前换下的装备拿出来卖。之前在进入魔窟的时候，他获得了很多魔将系列的装备，然后把很多装备换了下来。鲁斯吊坠、紫金、魔防、毒防加100，魔法驱散技能换成了魔将项链、1星中品、精神加600。鲁皮盔甲、紫金、物理防御加200，魔法防御加50，移动速度2，无私奉献技能换成魔将胸甲、1星中品，物理防御加500。疾风刃、紫金、物理攻击加80，攻击速度提升 20%， 疾风突刺技能换成了魔将利爪、1星中品，物理攻击加600。巫王皮裤、暗金、物理、魔法、毒素防御加150，换成了魔将长裤、1星中品，物理防御加500。现在是时候把这些紫金、暗金装备拿出来换钱了。第173章贩卖焦虑。等陈星到达营地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变暗。他整理了一下背包，然后开启摊位，把鲁斯项链、紫金、鲁皮盔甲、紫金、疾风刃、紫金、巫王皮裤、暗金拿了出来。紫金的标价是8000陈，暗金的标价是12000陈。此外，还有鼠王冠以及一些有新增词条的东西。摊位货物的总价值共有60000加。由于陈星回营地比较早，现在营地的人并不多，他倒也不着急，既不叫卖，也不在营里频道打广告，就这么静静的在营地里站着。天黑下来之后，神选者陆陆续续的回到了营地。当他们看到陈星的摊位后，顿时全涌了上来。黄金、紫金、暗金，哎，上次的那种1星下品、1星中品的装备怎么不卖了？没有货了吗？不愧是陈星啊，卖的东西就是有格调。格调是有，但是也忒贵了点吧。紫金装备卖8000，陈星大大，现在真的卖不了这个价，真的。一大堆的人围上了摊子，但是看得多，买的少。其实大家这些天都攒了一些钱，对于普通的一支队伍来说，拿出8000陈来并不是什么难事。但现在行情上的紫金装备一般也就5、6千，陈星直接标价8000，确实让人难以接受。陈星并没有解释，只是在摊位后面静静等着。渐渐的，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在外面巡逻的护卫队也都回到了营地。他们的到来，说明营地的最后一批人也回来了。徐振东回来后，马不停蹄地来到篝火处。此时，百年樟木全都加工完成，一堆堆的堆放在营地的空缺处。篝火旁也空出不少位置出来。他来到篝火处后，立刻大声喊了起来：“大家都过来一下，有重要事情宣布！大家过来一下！”徐振东喊了几遍后，大家陆陆续续的围了过来。徐振东大大，有什么事啊？东哥，是不是遇到什么任务了？是不是和咱们通关有关系啊？不一会，篝火旁围了300多人，几乎是全营地的所有人了。徐振东见人到的差不多，于是清了清嗓子：“大家都知道了吧？狼人回到了樟树村。”众人点头，知道，从系统里看到了。徐振东接着说：“狼人接受了陈星的邀请，明天会来帮助咱们修建传送阵。”旁人也纷纷点头：“我听别人说了。”这时，徐振东声音突然沉了下来：“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对于这个问题，许多人并不太在意。这还要说吗？这就意味着咱们可以离开了这个营地地图了呗。对啊，系统一直强调，咱们这里是99号新手村1号营地。我们离开营地地图，不就是把咱们传送到99号新手村吗？对啊，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徐振东环视四周，脸色依然深沉。你们觉得咱们建好传送阵就能直接离开了吗？有些人还是没有反应过来。不然呢？难道还要做什么任务不成？别听他胡扯，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我看徐振东就是看大家马上就约好离开了，故意找一找存在感。哈哈，原来如此。不过
有少部分人意识到了徐振东的意思。东哥，你是说咱们还要打关底 BOSS？ 我想起来了，营地洞穴里还困着一个10级的 BOSS 斯内克，难道我们要对付他吗？不会吧，那斯内克不是被困住了吗？怎么出得来？说不定他脱困了呢。怎么脱困？你去帮他解开封锁不成？不是说我们外面不是有魔族的吗？或许他们会释放斯内克呢。瞎扯，你当咱们营地护照是假的啊？魔族的人肯定进不来啊。我也感觉斯内克会出来呢。别自己吓自己了。徐振东举起手往下压了压，大家见状渐渐安静下来。徐振东说，我和大家一样，不确定斯内克会不会出来。但是徐振东顿了顿，环视四周，万一斯内克出来了呢？咱们怎么办？众人突然沉默不言。10级 BOSS， 而且是全营地共同对付的 BOSS， 他的实力绝对非同寻常。万一他真的出来，自己如何应对？这时有人开口道，东哥，你说怎么办啊？对啊，东哥，你给个方向，大家好去做呀。徐振东伸出一根手指，很简单，记住一点，把身上所有的尘都转化成战斗力。有装备的不要藏私，赶紧拿出来卖；有尘的不要不舍得，赶紧换成装备。咱们不能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咱们不能死在营地的最后一战上。大家听到这纷纷点头，没错，这个时候要是死了的话，那就太可惜了。你们谁有装备啊？赶紧拉出来卖啊！哎，陈星那不是有个摊子吗？快过去！别急。不一会，大家再次涌向陈星的摊位前。这一次再也没有人和他讲价，连忙把摊位上的东西抢购一空。陈星远远地和徐振东对视了一下，悄悄竖了一个大拇指。没错，徐振东方才那番说辞就是陈星指示的。陈星之所以有信心高价能把东西卖出去，就是依靠贩卖焦虑。焦虑是可以赚钱的，不论是这神选之地，还是在现实生活，都是如此。现实生活中就有很多骗子，先是不停地向人群强调负面问题，让人产生焦虑，然后他拿出商品，拿出课程来收割一波。比如味精不健康，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过节不送礼物，女朋友会生气等等。每个人都有意无意被这些贩卖焦虑的人给营造的氛围给骗了，不仅心甘情愿掏钱，还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不过方才陈星的行为和那些骗子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BOSS 战确实有可能出现，他宣导的焦虑是客观存在的，或许叫预警更加准确一些。第174章，狼人沃夫准时到达。斯内克到底会不会出来？之前陈星是持肯定态度的。别的不说，就说正常的流程，大家找樟树村村长，村长让神选者灭杀狼人，村长来营地建造法阵。如果是走这条路线，那斯内克100%会被村长引出来。但因为陈星的干扰，导致这一次是狼人过来建造传送阵。与魔族为敌，受陈星恩惠的狼人自然不可能去释放斯内克，说不定他还会刻意加强镇压斯内克的阵法。这样的话，关底的 BOSS 战或许真的不会出现呢。陈星摇了摇头，没再细想。而后他走入帐篷，帐篷内，清明、王欢正坐在里面聊天。他们见到陈星进来后都站了起来。陈星和两人打了个招呼，然后坐到床头。他留意了一下王欢，王欢的等级已经到达9级，看得出这几天他练级练得很勤快。他的脸上虽然还有一丝忧郁，但是在陈星面前还是强打笑脸。陈星怕又让王欢想起死去的哥哥王喜，便没有和他多聊。他直接仰头倒在床上，开始了自己最后的准备。此时他口袋的粉尘已经足够，直接按照之前的计划合成了14张麻将，3张1饼，2饼，3饼，1万，2张1条，每一张5000陈，一共7万陈。用掉之后，陈星口袋里还有11万的陈，扣除胡牌签需要的10万陈，他仅剩1万陈。搞完这些之后，一身轻松，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明天独狼王过来了。陈星这2天都没有好好睡一觉，此时又全然没有心理负担，很快就进入了睡眠。虽然陈星睡得很香，但是营地的许多人却兴奋得睡不着觉。明天咱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是啊，想想就很激动。咱们来神选之地多久了？满打满算有10天了。这10天比我过去10年都难熬。新手村是什么样子呢？和咱们营地一样吗？还像营地这么破？不要啊，起码要有转职师、职业技能师、天赋升级师一类的吧。你想什么呢？只是去新手村，又不是去城镇。你们说咱们会不会传送回蓝星啊？哎，我也想。说来也奇怪，神选之地出现也有20年了，为什么神选之地的信息就那么少呢？你别说蓝星了，咱们现在就在神选之地，又知道多少秘密呢？是啊，只知道这里有魔族，
别的重要信息似乎都不知道。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不想新手村，也不想蓝星，我只想见一见守护神风尘。风尘还活着吗？不是说他以自己身躯创造了神选之地，然后就死了吗？不是啊，我听说风尘只是受了伤，然后躲起来休养了。我怎么听到的版本和你们都不一样？我听说风尘已经成为大神，去往宇宙了。卧槽，我听说的和你们全都不一样。唉，没办法，蓝星科技全都坍塌了，通信不便。我听我父亲说，他那个时代还有电脑、手机，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的和外地的人通话、视频。切，吹牛，只有神选之地出去的神通者才能和异地交流。你当以前人人都是神通者呢？是真的，我家里还有手机，只是不能用了而已。那都是爸妈拿来骗小孩子的道具罢了。我懂事以来就没见家里的那一堆破烂运行过。唉，现在的孩子连手机、电脑的存在都不相信了，真是可悲啊！可悲啥呀？蓝星被魔族人占领才叫可悲呢。说起魔族，白天的梁安妮、刘青怎么样了？刘青不是回来了吗？听他说梁安妮被魔族人杀了。刘青，白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青，你在吗？别了，刘青不在帐篷里。我晚上回营地就没见到他，他去哪里了？这么晚还不回来？会不会又是犯贱去找那个梁安妮去了？不是说梁安妮死了吗？魔族可以控制躯壳的。你是说那个刘青去找梁安妮的尸体了？炼尸癖，这么重口味？别谈论这两个人了，说起来就反胃。哎，你们装备都准备的怎么样了？明天不是要打 BOSS 吗？我2紫金1黄金，我1暗金1紫金3黄金。哇，都是大佬，我一件黄金装都没有。那你好好祈祷吧。这一夜大家睡得都很晚，有些人甚至聊到凌晨1、2点钟才睡着。翌日，陈星被一阵系统消息吵醒，他坐起身，然后点开消息页面，叮，狼王沃夫将于8点抵达营地，请神选者回到营地。叮，狼王沃夫将于8点抵达营地，请神选者回到营地。陈星看了眼时间，7点，还有1个小时，狼王沃夫就过来。而后他伸了一个懒腰，从帐篷出来。此时营地内非常热闹，大部分人都从帐篷里出来，每个人都精神奕奕，信心满满的迎接神选之地最重要的一天。当陈星从帐篷里出来后，大家全都围了上来。陈星大大，建造传送阵需要多久啊？待会对付 BOSS 的时候，你可要保护好我们哦。我就在你后面，给你加血加状态。陈星看着大家，心中暗暗一笑。在他看来，斯内克10有8、9是出不来了。大家只要等传送阵修建好，然后传送离开就行。他挤出人群，找到徐振东。此时，徐振东、刘晓峰、徐强、陈俊杰4支队伍已经合成一支大队伍。在陈星加入队伍后，徐振东的光环把20个人全都笼罩了。此时，徐振东可以同时生效3个光环：强体光环，体质加300；圣甲光环，物防加300；圣盾光环，魔防加300。这20人原本就是全营地最顶级的神选者，在这3个光环的加持下，他们甚至觉得只凭自己这些人就能对付得了斯内克。如果斯内克真的出来的话。而后几人站在一起聊着天。8点整，狼人沃夫准时来到营地，随同他一起的还有8个狼人祭司。第175章官邸之战，消失的刘青。狼王沃夫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营地的人全都围了上来，大家脸上纷纷露出激动神色。终于可以离开这片营地了。而后陈星把沃夫接进营地，两人简单打了招呼后，狼王沃夫没有浪费时间，立刻着手忙碌起来。首先动身的是沃夫带来的那8个狼人祭司，他们走到堆放了加工好的百年樟木面前，然后对众神选者布置任务，把木材搬到营地边缘。营地里的众人接到任务后，近400人开始忙碌起来。地上这些木材是由10根2米粗、10米长的百年樟木加工出来的，大小木料足有数万个。众人搬运这些东西花了10多分钟的时间。搬好木材后，狼人祭司开始用那些木材沿着营地堆砌起来。看样子他们是打算用这些木料把营地围住，这倒是令众人有些意外。原本大家以为建造传送阵只是像莫岗村那样制作一个直径2、3米的圆形阵法，没想到这些狼人祭司居然是要把整个营地圈起来。由于这些木材形状不一，而且上面不同的花纹、符文，所以每一块木料放置的位置都非常考究。这些事情神选者根本做不来，只能在旁边看着。在狼人祭司忙碌的同时，狼王沃夫并没有闲着，他来到篝火处，轻轻一挥手中的法杖，篝火当即熄灭。而后他又命人把篝火的残骸清理掉。一切准备就绪后，
狼王沃夫开始在空地上绘制阵法。前面的苦力大家还能帮一点忙，但在狼王绘制阵法、狼人祭司制造围栏的时候，大家只能在一旁看着。大约等了近2个小时，狼王沃夫和狼人祭司总算停了下来。营地中央有一个巨大的5星芒阵， 5星芒阵的外面伸出一根根细长的线条，连接到营地边缘的木墙上。营地边缘的木墙由一块块百年樟木组成，上面绘制的纹路刚好和地上的细线连成一体。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之后，狼王沃夫将众神选者召集起来。待会我会和属下一起激活阵法，在这期间，我们不能行动，也不能被打扰。与此同时，营地的护罩会大大削弱，有可能引来周围野兽的围攻，到时需要大家共同抵御野兽的入侵，避免他们影响我们激活阵法。众人听到这，齐声回应：好。而后，大家分散开来，往营地外围走去。陈星等人没有去外面，而是站在狼王身边，贴身守护他。狼王交代完后，来到5星芒阵中央盘膝而坐。8个狼人祭司来到5星芒阵外围坐了下来，待众狼人就位。狼王沃夫轻轻挥舞手中的阵法权杖，嗡！5星芒阵被激活，发出淡淡的蓝光。而后，5星芒阵的蓝光沿着地面的细线一路往外延伸，直达营地周围的木墙。渐渐的，木墙上的符文亮了起来。唰！营地外的护罩消失不见。周围的小白兔感受到营地的变化，纷纷掉过头。待他们看到营地的护罩消失后，立马往这奔了过来。不一会，100多只小白兔越过木墙，冲进营地。暴虐小白兔1级，生命值300，物理攻击30。众神选者面对这些小白兔，哈哈大笑。回想刚进营地的时候，大家被这些小白兔虐得死去活来。第一天晚上，数百人甚至因为没有帐篷，被这些小白兔给活活咬死。仅仅过了10天，大家再次面对这些小白兔，早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恐惧，取而代之的是旧仇得报的快感。大家纷纷举起手中的武器，对着这些小白兔虐杀起来。不到1分钟，小白兔就被众人消灭。解决完这些小白兔后，大家大呼过瘾 ，easy， 闭着眼睛搞定。他奶奶的，还当我们刚来营地吗？遥想当初，我们被那些小白兔追得到处跑，现在地位立刻反转，怎么有一种大仇得报的既视感呢？别大意，这只是第一波，我觉得后面怪的等级会越来越高。难道第2波是2级的野狗？果然，10分钟后，100多只野狗赶了过来。野狗2级，生命值600，物理攻击50。同样，这些怪对大家来说也是信手拈来。消灭完野狗后，3级的豪猪、4级的羚羊、5级的蜈蚣、6级的狐狸、7级的野狼、8级的牦牛都被大家逐批消灭。在此期间，陈星、刘晓峰等人一直守在狼王身边，没有离开，直到9级的雷象群出现，才给众人带来了一些压力。这个时候，徐振东、刘晓峰等人才带着队伍去支援大家。不过，陈星依然没有动。最后关头可不能掉以轻心。大家消灭完9级雷象群后，又等了20分钟，发现没有其他的怪物袭来，众人这才舒了一口气。1到9级的野怪都来了，应该没有了吧？肯定到头了呀！营地地图最高的怪物等级也就是9级。不对，营地洞穴里不是有一只10级的斯内克吗？斯内克被锁着呢，怎么可能出得来？你们说，魔族的人会不会趁机冲进去，把斯内克放出来？哼，咱们这么多人，还怕那几个魔族的吗？就是，魔族的人要是赶过来，我立马就把他们宰了。哈哈，终于要离开了。不对，营地外面来了一群怪人。操，是魔族的，他们真的赶过来，准备应战。营地外有5、60个奇形怪异的魔族人，他们都被一团黑气包裹，让人无法看清他们的长相。当他们到达营地外围的时候，并没有急着进攻，而是停在了营地外50米处。大家见他们没有动，心中十分不解。不过每个人都不敢放松警惕，全都把目光放在那些魔族人身上。就在这个时候，大家突然感觉脚底一软，轰！一股天崩地裂般的巨响从大家身后响起。回头一看，发现营地洞穴突然被崩开，地上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深坑。众人心里一惊，难道斯内克真的要出来了？他不是被锁着吗？就在此时，深坑中出来一个身影，那个身影并不高大，是一个1米7左右高的神选者。大家看到那人后，纷纷露出愤怒神色，竟然是你！来人，正是消失了1天的刘青。第176章官邸之战，斯内克出场。昨天刘青和梁安妮离开后独自回来了。他当时说梁安妮被魔族人杀了，自己从魔族手中逃脱出来，而他回到营地后就消失不见。大家以为他又去追寻梁安妮，没想到这货居然跑到营地洞穴里去了。
刘青看着众人一脸愤怒的表情，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一群傻逼，这下懵逼了吧？你们猜一猜，我之前干了什么？没有错，老子去把斯内克放了出来。你们不是想离开吗？不是想回家吗？我这就让你们死在家门口！陈星看着满头青筋的刘青，沉声道：“你为什么这么做？难道你就不想回去吗？为什么这么做？”刘青瞪着陈星，眼中快要喷出火来。我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昨天安妮只是随口吐槽了你几句，就遭到其他人的围攻、谩骂。你厉害，你了不起，你有那么多人维护你。而安妮呢？她只有我。现实世界只有我陪伴，神选之地依然只有我跟随。你们都是坏人，蓝星的、神选之地的全都是坏人，整个人类都是罪恶。我要加入魔族，代表魔族将你们全都消灭，然后把你们变成傀儡，变成安妮的傀儡，这样安妮就不会被人欺负了。刘青说到最后，声音近乎嘶吼，整个人都歇斯底里起来。陈星冷冷地看着刘青疯狂的模样，没有说话。在刘青说完之后，他才淡淡的说：“昨天你们聊天的事我也看到了，你们两个说我黑心，说我奸商，说我对营地没贡献。虽然这些说辞有失偏颇，但我并没有和你们计较，只不过大家见你们说的太过分，所以才开始反驳你们。而那个梁安妮知道理亏之后，非但没有悔悟，反倒开始撒泼打混，说什么大家欺负她。难道不是因为她先欺负我吗？就允许你们说我，不允许别人说你们，这还有公理吗？”刘青听到陈星的话，顿时怒了：“公理？你在这里跟我说公理？这里连法律都没有，你说什么公理？所谓公理，不过就是人多欺负人少罢了。”陈星冷冷一笑：“既然如此，那就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则来吧。”刘青指着陈星，露出鄙夷的神色：“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天赋强，装备好就了不起？告诉你，你那一套在魔族是没有任何用的。我死后可以无限重生，你永远杀不死我。我……”刘青话还没有说完，他身后的洞穴突然窜出一个庞然大物，呼的一声，刘青被那巨物叼在口中。紧接着，一条巨大的蟒蛇从洞内钻出，蟒蛇粗约5-6米，长达上百米，正是洞穴内的那头终极 BOSS 斯内克。此时，刘青正被斯内克含在嘴里，当即叫喊起来：“斯内克大人，放我下来！刚才是我救的您。”斯内克大人，他一边喊一边蹬腿，两只腿在空中不停地摇晃。不过斯内克并没有理会刘青，他头一扬，咕噜一声将刘青吞入腹中。啊！好久没有品尝人类的身体了，这美味我等了足足18年。斯内克说着，低头看向营地里的众人，还有这么多人类，真是不错。你们不用着急，一个一个来，我会让你们全都成为我腹中之物。嘶嘶嘶！斯内克一边说，一边伸出自己的长舌。离他最近的陈星被他口中喷出的腥臭气息给熏得不行。陈星一边捏着鼻子，一边查看着斯内克的属性。斯内克10级领主，生命值30万，物理攻击1000，魔法攻击1000，魔气攻击500，物理防御200，魔法防御200，全系伤害减免20%。技能魔气重生，斯内克死后会在300秒内重生。其他攻防数据和熊魔将是一样的，只不过熊魔将的血量是5万，而斯内克的血量是30万。不愧是领主级的 BOSS， 血条十分恐怖。在斯内克出来之后，外面的那些魔族没有再围观，齐刷刷的冲进营地。待这些魔族人进来，大家才发现他们一共分了2类，一类是原樟树村居民，是9级精英，另一类是神选者转化的，是9级头领。那些神选者都是大家认识的人，但是其中有一个人的出现令陈星很吃惊，宇轩，那个家伙居然也复活了。这些人身上都有一个 buff， 魔魂复生。魔魂复生，当斯内克复活后，随同他一起复生。众人看到这个 buff， 顿时骂了起来：操，这群家伙真是的死不了啊！看来我们要在杀死斯内克之后的6分钟之内建好传送阵，先把小的干掉，再对付大的。斯内克不能不管啊，他把狼王他们杀了怎么办？我靠，你不说我都忘了狼王他们还在布阵。完了，狼王离斯内克那么近，恐怕要被弄死了。此时传送阵的激活进度已经超过了 90%， 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彻底将传送阵弄好。不过斯内克出来之后，立马对狼人发动了攻击。狼人人连忙用阵法抵御斯内克的攻击。众狼人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布阵进度却停滞了下来。陈星见 BOSS 进入战斗状态，连忙也拉开了架势。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攻击 BOSS， 也没有施展天赋技能，而是从腰带空间拿出一根竹签。那根竹签约莫有筷子那么长，
2根手指那么宽，正是陈星准备好的胡牌签。碰碰胡，木质。丁，是否使用胡牌签？是。在陈星点击确定后，他口袋里顿时飞出14张麻将。那14张麻将先是并成一排，然后倒下，同时一个大大的胡字出现在虚空之中。胡字闪烁了几次之后，突然在空中炸裂，化作一朵朵鲜花。随后鲜花从空中掉落，堆在陈星身旁。当鲜花汇聚到一起之后，一个小萝莉现出身形，形象来源雀魂的八木为。陈星当即一愣，什么鬼？胡牌不是用来秒 BOSS 的吗？怎么冒出一个小屁孩来？第177章官邸之战，木为战斯内克。陈星原以为胡牌是一个超级大招，能够毁天灭地，所以一直憋到斯内克出场的时候才施展。没想到胡牌签的效果是很华丽，结果搞了半天就出来一个小屁孩，这有啥用啊？就在陈星腹诽之际，那个小女孩对着陈星鞠了一躬，谢谢主人的召唤，我叫木为，是你的天赋姬，请多多关照。天赋姬？陈星搞不懂这玩意是什么，不过现在大敌当前，他没时间去研究，连忙指着斯内克问道：木为，你能攻击他吗？木为道：主人，需要你将天赋道具给我才行，我喜欢丙类麻将。丙类天赋道具？陈星想都没想，立刻把身上的象牙1柄、2柄、3柄杠都交给了木为。这几张都是攻击型的，希望他能够发挥作用。木为接过这几张牌后，轻轻唤了一声嘿，而后一把陨星锤出现在他的手里。陨星锤的体型巨大，比木为本人都大上不少，这要是平常人估计动都动不了，但那锤子在木为手里却好像一个塑料玩具一样轻便。木为召唤出陨星锤后，纵身一跃，整个身体当即跳到高空，而后他对着斯内克就是一锤。空中的木为还娇喝一声呀，原本已经十分巨大的陨星锤再度膨胀。如果把斯内克头颅比作汽车的话，那此时的陨星锤就好像一辆重型卡车。咚！陨星锤当即命中。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伤害从斯内克头上出现，31800，3万多的伤害，换算斯内克200物防，20%伤害减免的话，这一锤足足有4万伤害。与此同时，斯内克陷入了昏迷。从进度条来看，昏迷时间有5秒。陈星看着这个情形，顿时有些反应不过来。陨星锤的不是2万伤害，3秒眩晕吗？怎么在这丫头手里变得这么厉害了？这个时候，他没有攻击斯内克，而是查看起木为的介绍来。木为，年龄16，性格内敛，不爱说话，表面文静，内心崇尚暴力。最喜欢的麻将丙。特技：施展丙类天赋技能时，降低 50% 能量消耗，造成2倍伤害，并加强攻击特效。天赋能量50100，已激活陨星锤4/5。陈星看到这，眼睛都要瞪了出来，嘴里更是忍不住惊呼：卧槽，双倍丙类天赋伤害，这丫头好猛！她要是扔出陨星锤，岂不是有10万伤害？天赋技有这么强吗？就在陈星感慨之际，斯内克醒了过来，他瞪着灯笼大的眼睛，张开血盆大口，对着陈星怒吼一声。与此同时，一团黑气从他口中喷出，陈星双眼一黑，当即变成了睁眼瞎。与此同时，他收到系统提醒：丁，你处于斯内克的魔毒迷雾之中，视线下降 100%， 移动速度下降 60%。 陈星虽然佩戴了夜明珠，但在这魔毒迷雾之中依然看不清任何的东西。不愧是魔器，寻常的照明手段在里面没有任何用处。与此同时，陈星的头上跳出一个个500的伤害，这些伤害是魔气伤害，无视护盾，直接扣血，必须快点离开这团魔毒迷雾，不然要被这魔毒活活毒死。虽然夜明珠没有用，但本命宝珠的回血功能还是在的，他也不管东南西北，找准一个方向就往前冲。只不过他此时的移速仅有 40%， 和平常人走路差不多，估计走出毒雾要费一些时间。陈星身上有象牙白杠，加上徐振东的光环，他现在血量高达13000加，而且还有200每秒的生命回复，一时半会要不了命。就在他在迷雾中抹黑寻找出路的时候，一阵黑呀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木为并没有因为陈星被困而停歇，继续他的战斗。4-5秒后，陈星突然感觉眼前一亮，他终于从迷雾中走了出来。而就在此时，头上一个巨大的身影砸了下来，陈星吓了一跳，连忙往旁边躲开。轰隆一声巨响，一个巨大的蛇头倒在陈星面前。丁，斯内克已经阵亡，300秒后将复活。斯内克就这么死了？陈星顿足道：这货就死了？我还没出手呢。不仅是斯内克，全营地的人都傻眼了。怎么回事？
小喽啰还没死，怎么 BOSS 就死了？好像是陈星大大一个人单挑杀死的。怎么那里还有一个小萝莉？他是谁？天赋姬穆维。卧槽，天赋还能人形化吗？哈哈，还有这种福利，可以滚床单不？别他妈聊了，你都快死了！卧槽，快给我回血！加！大家从没想过大 BOSS 居然倒在小怪前面。不过斯内克虽然死了，但是战斗并没有结束。别忘了，面前这些可都是9级精英，头领级的。樟树村村民转化的精英还好说，只要几个肉厚的人去轮流抵挡伤害，然后注意恢复，就很容易应付他们。但那些由神选者变成的头领可就很难搞了，他们都不会傻傻的只攻击肉厚的人，而是专门去找脆皮。短短1分钟，已经有20多人死在他们手里。在这些人当中，宇轩更是疯狂。他的身体虽然还是人形，但是脑袋已经开始恶魔化，2颗獠牙露在外面，十分瘆人。哈哈，死吧，你们都去死吧！让你们笑话我，让你们嘲笑我，让你们无视我。今天你们全要死在这里！不要以为斯内克被打到了就结束了，他还会复活的。你们有种就杀了我，杀我也不怕。斯内克复活后，我也会复活，我们都会复活。哈哈，全给老子去死！除了宇轩，梁安妮也十分张狂。你们这群臭男人，就知道人多欺负人少，我让你们知道老娘的厉害！哈哈，刘青那个舔狗死了，他终于死了，老娘早就看不惯了他了。没用的东西，关键时候就会掉链子，还是得靠老娘自己。陈星，你在哪里？你现在跪下来舔我脚趾头的话，我还可以让你做我的傀儡。哈哈，又死了一个。在这些人的屠杀下，神选者们一个个倒在了地上。就在此时，系统突然发来通告：丁，斯内克的魔气已被吸收，魔气重生技能失效。第178章官邸之战终章。什么？斯内克的魔气被吸收了？不论是普通神选者还是魔族神选者，都收到了这个消息。他们全都惊呆了，纷纷回头看向斯内克。原本5-6米粗、100米长的斯内克，此时已经化作了一堆白骨。白骨的旁边站着陈星，他的左手握着一颗珠子，右手拿着一个铃铛。刘晓峰等人见过陈星手里的东西，顿时脱口而出：那是魔珠和魔灵，竟然可以阻止斯内克复活。陈星看着左手的魔珠，脸上露出欣慰之情。方才他就是用魔珠把斯内克体内的魔气吸走的，没有魔气护体，斯内克不过是一只普通的10级野兽罢了。这也印证了他之前的推测，这颗魔珠确实可以彻底杀死斯内克。而后他又看向右手的魔灵，这玩意可以释放冤魂，到底有什么用呢？他摇了摇头，然后把魔珠魔灵放回腰带空间。战斗还没有结束，先解决掉剩下的杂鱼再说。于是他回过头冲向人群之中。斯内克彻底死亡的消息传出，彻底激发了神选者们的杀意，也让那些魔族神选者失去了战斗的意志。不一会，魔族就死得七七八八。宇轩、梁安妮心知大势已去，扭头往外逃去。然而当他们准备越过幕墙的时候，幕墙上方突然凭空出现蓝色的符文。宇轩和梁安妮当即被这些蓝色符文击中，双双摔倒在地。等两人站起身，发现自己的血量居然不足100。原来狼人已经激活了周边阵法，魔族人出不去了。两人看着逼向自己的神选者，神情开始变得紧张。联想到斯内克的死亡，他们知道自己也即将落入他的下场。此时两人的眼中露出恐惧神情。突然宇轩一个翻身扑在地上，对着来人砰砰砰地磕起头来。大家不要杀我，我不是有意和大家为敌的。我被魔族人控制了心智，之前做的一切都不是我的个人意愿。现在斯内克死了，我也重获自由了，大家放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会为虎作伥，求求你们。宇轩一边磕着头，一边哀嚎着恳求众人。大家低头看着宇轩，没人说话。此时陈星已经收拾完周围的魔族，来到了宇轩跟前。宇轩见到陈星后，立马爬到他的脚下，一把搂住他的脚踝。陈星，放过我吧，以后你让我做牛做马都行，我再也不敢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了。陈星低头看着宇轩，脸上露出厌恶神情。你说出一个让大家放过你的理由。宇轩想要回答陈星，却迟迟说不出一句话来。陈星冷笑一声，你想要在人前表现自己，想要得到大家的关注，这本身并没有错。人性复杂，每个人都有喜、怒、爱、乐、仇、急，但这并不是我们背叛同伴的理由。既然我们进入这个神选之地，就要自己克服那些负面情绪，与大家一起走向康庄大道。你既然走了背离群众这条路，那就该承担自己选择后果。成年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对于你的选择，我虽然很鄙夷，但是尊重。我尊重你的方式就是……
陈星说着，一爪直接掏向了宇轩的心窝。宇轩惨叫一声，当场殒命。临死前，他的嘴角挂出一丝笑意，或是忏悔，或是解脱。解决完宇轩后，陈星起身看了一眼梁安妮。梁安妮虽然只剩一丝血，但是她的脸上却依然露出不屑神情。还没等陈星开口，他先说话了：“陈星，少用你那装腔作势的语气和我说话，看着你就恶心。”陈星瞥了一眼梁安妮，懒得理会。他转过身，走到一具战死的神选者尸体旁边，而后他掏出魔铃，对着那尸体摇了一下，叮铃铃，伴随铃声的响起，尸体上钻出一丝黑气与一丝白气。陈星掏出魔珠，将那黑气吸走，那白气在陈星跟前顿了顿，像是和他点头致谢，而后白气消失在空中。方才那一战，一共战死了90多个神选者。陈星对着每一个神选者都做了如此操作。前面大家还不是很懂陈星在做什么，但在徐强和大家解释了魔珠和魔灵的作用后，众人恍然大悟。那些被魔族杀死的人，灵魂会被魔气侵蚀，陈星就是把那些魔气驱除走，同时释放死者的灵魂。而那些向陈星致谢的白气，自然就是死者本人了。走了一圈之后，陈星重新回到梁安妮身边。此时的梁安妮脸色已经有些动容，她似乎明白陈星想要说什么了。不过陈星只是看了她一眼，还是没有开口。最后梁安妮憋不住了：“陈星，你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你把那些人的灵魂释放了有什么用？他们不还是死了？轮回转世怎么了？下辈子他们没有这一世的记忆，和没有轮回转世有什么区别？你别想劝说我，我不会听你的。”陈星白了一眼梁安妮，冷声道：“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重要？全世界的男人都应该围着你？”梁安妮哼了一声：“本来就是，我貌美如花，哪个男人不围着我转？我见过的男人，没有一个不臣服于我的。男人不管多大年纪，都是老色批，我只要脱下裤子，他们全都跪舔我了。我……”梁安妮还想说，陈星摆手打断了她：“你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的长相？”梁安妮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她脸上的皮肤疙疙瘩瘩，嘴里的獠牙暴露在外。她虽然没有镜子，但也知道自己目前的长相和美貌2字是搭不上边了。不过她这辈子从来就没服软过，她的骄傲不容许她服输。我就算是这个样子，在魔族也是美女。我就算死了，在魔族投胎，也能成为魔族的美女。陈星嘿嘿一笑，而后他举起手中的魔珠，对梁安妮说：“知道它的作用吗？这个东西叫魔珠，专门毁灭魔气的。你没有下辈子了。”第179章胜利，可以回家了。听到陈星的话，梁安妮脸色顿时拉了下来。她不是想要复活，不是想要轮回转世，她只是想要一个退路，一个可以容下她的退路。但陈星偏偏要当着她的面把她的退路掐死。但即便是这个时候，她还是不肯服输。她的脑海有一个声音：我没错，我从来就没错过，这辈子、下辈子，永永远远都不会错。就在她准备将那新的声音呐喊出来的时候，营地突然闪出一道强光，整个平地被一个巨大的魔法阵笼罩住了。与此同时，系统发来消息：叮，传送阵已经成功激活。大家看到这个提醒，脸上全都浮现出狂喜神色。传送阵激活了，终于搞定了，咱们可以传送到新手村了吧？这个时候，营地上空出现一个巨大的屏幕，屏幕中写出一行又一行的字，记录着几天大家在营地的贡献。主线任务：1. 营地洞穴通关已完成。2. 营地护照已完成。3. 封印狮王已完成。4. 建设莫岗村已完成。5. 建立营地传送阵已完成。隐藏任务：1. 住满500个帐篷未完成。2. 扫除莫岗村的隐患已完成。3. 通关秘境已完成。4. 狼人重回樟树村已完成。5. 击杀斯内克已完成。本营地任务完成度90%。与此同时，一个声音在天空响起：恭喜各位，任务完成度大于80%，获得重回蓝星的资格。离开前，请仔细阅读回蓝星须知手册，一旦违反其中任何一条，都将遭受严厉处罚。系统发完之后，每个人手上多了一个小册子，上面印着回蓝星须知，上面列举了许许多多的细则，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不能和非工作人员透露神选之地的内容。此时大家哪里还有心思去看那些细则，全都欢呼起来。真的可以回蓝星了？我没做梦吧？哈哈，没做梦，咱们确实可以回蓝星。之前陈星大大预感没有错，咱们真的可以回家。我要去吃我妈妈做的红烧肉，我要回家睡大觉。哎呀，我家庭作业还没有做。刚才
大家还在喊打喊杀之中。现在所有人都陷入一片狂喜之中。一旁的梁安妮看到大家兴奋的神情，突然变得落寞起来。她看着头顶的荧幕提示，又看了看周围的人。这一刻，她心里突然酸了起来。别人都回家了，只有她无家可回。她这个样子，就算回去也没有人认识她。最后，她把目光落在陈星身上。或许只有这个男人可以帮自己。不过此时的陈星却没有心思理会梁安妮。他已经听出来了，刚才在空中发生的正是管理者鲁斯。他扯着嗓子向天空高喊：管理者，问你几个问题。管理者沉默了一会，然后说：问吧，只要我可以回答的，我都告诉你。陈星问出第一个关心的问题：请问之前死掉的神选者还能复活吗？我是说，他们能和我们一起回蓝星吗？陈星这个问题问出后，周围的人全都安静下来。来营地的1000人，现在只剩下300人不到。大家都很关心，那些死去的人会不会复活？对于这个问题，管理者畅快地回答：可以。大家听到这个回复，全都欢呼起来。啊，他们没有死，他们可以复活。哈哈，我就说嘛，这神选之地明明是来帮蓝星选守护神的，怎么开局先杀一半的人呢？老婆，我们要重新见面了。小易，你没有死就好。哥哥，呜呜，哥哥。不过管理者刚说出2个字，大家的心立马又悬了起来。管理者接着说：不过前提是死去的人灵魂被释放了。众人一愣，灵魂被释放？管理者指着营地里的神选者尸体说：陈星方才用魔灵释放的灵魂的那些神选者，他们都可以复活。而后他又指了指那些魔族神选者的尸体，那些已经投身魔族的神选者，灵魂已经被魔族侵蚀，无法在现实世界复活。陈星点头，果然自己先前的行为并非没有意义。如果自己没有用魔灵释放他们的话，那些人死了就死了，或者他们的灵魂就留在这片神选之地了。这个时候，一个声音抢在陈星之前喊了出来：管理者，我能回家吗？开口的是梁安妮。此时她的眼神充满了期盼。刚才通过对话，她知道空中那个声音的主人能力非凡。如果对方愿意帮助自己，说不定能够让自己也和别人一样重回蓝星。管理者听到梁安妮的话后，重重地哼了一声：梁安妮，你觉得自己还有资格回蓝星吗？梁安妮仍然不放弃，大声祈求：求求你了，管理者，我也想回家，我想变成人类，重新去蓝星生活。管理者冷声道：放你回去？放你回去干什么？再次背叛人类吗？梁安妮见管理者居然这么无情，顿时又撒起泼来：我呸！什么管理者？你就是一个喜欢欺负弱小的家伙，你和他们一样，就会欺负女人，你根本没资格当管理者。哼，不知悔改。管理者哼了一声：原本我还想留你在秘境好好改造，既然你这般不知好歹，那就……管理者说着，一道激光从天空射下，直接映照在梁安妮身上。梁安妮啊的一声惨叫，趴在地上。紧接着，她的身形急剧发生变化，她的衣服变成鳞片，她的身体开始变长。不一会，一条巨大的蟒蛇出现在众人面前。梁安妮，你是下一个斯内克，下一届的神选者由你来培养。管理者说完，梁安妮不，现在应该说是斯内克，扭动身体往洞穴里钻去。众人看着梁安妮的结局，顿时一阵感慨。她这个样子，恐怕比死都难过吧？这个想法对大家来说只是一晃即逝。下一秒，众人又一次沉浸在即将回家的喜悦当中。第180章，重回蓝星。管理者将梁安妮变成斯内克之后，便消失不见。伴随管理者的离开，跪拜在地的狼王沃夫以及8头狼人祭司从地上爬了起来。而后，沃夫来到陈星身边，拱了拱手：恩人，幸不辱命，以后如果你故地重游，欢迎去樟树村游玩。陈星回了一礼：有机会一定回来看望你们，今日谢谢你们了。客气，那我们走了，保重。在狼王沃夫离开后，刘豆豆走到陈星身边，他盯着穆维头上的称号看了半天，然后一脸好奇地询问：老板，这个叫穆维的姐姐是真的是你的天赋机吗？我也会有吗？陈星挠了挠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天赋机，我这个是机缘巧合做了几个隐藏任务才激活了天赋机的。此时觉明也走了过来：阿弥陀佛，老板施主，这个天赋机有何用处？平日里要是有些需求的话，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下？没等陈星回答，旁边的冷霜啐了一口：呸，色和尚整天想一些不正经的东西。觉明核实：冷施主，不要误会，贫僧是说，如果在野外练级没有补给品的话，他能不能跑腿去购买过来？冷霜哼了一下，没有言语。陈星说：
我可以来试一试。而后他开始和穆维进行沟通。进行过几次尝试之后，他发现穆维和普通仆人没有区别，常规的事情他都能够做。在交流的过程中，穆维突然打断了陈星的：“主人，请稍等一下。”然后他脸色一红，跑到犄角旮旯去嘘嘘了。这令大家感到稀奇。从进入神选之地到现在，大家都没有解决过吃喝拉撒这样的生理需求，只有某些男男女女进行过近身肉搏，比如雷震子之流。这件事也令不少人感到奇怪，没想到这个穆维居然还有这个问题。陈星仔细打量着穆维，心里有一个感觉，这丫头不会是真人吧？此时已经有不少人通过五星芒阵离开了营地，陈星、徐振东等人也停下了攀谈，而后他们也来到五星芒阵旁边。这个时候，陈星发现阵法旁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王欢。此时王欢正孤零零地站在阵法的一角，一脸忧郁。陈星对徐振东几人说：“你们等等我，我待会过来。”好的，老板。陈星走到王欢身边：“王欢，怎么不回去啊？”王欢看到陈星后，眼睛突然涌出泪水：“陈星哥哥，我哥哥他会不会复活啊？”这个陈星突然愣住了。之前王喜被宇轩做成傀儡，然后被自己杀死在秘境，当时自己没有魔灵，无法驱散王喜的灵魂。按照管理者的说法，王喜应该是已经葬身于此了，无法再复活。王欢看着陈星的表情，眼泪顿时啪嗒啪嗒的掉了下来。他咬了咬嘴唇，然后对陈星说：“谢谢陈星哥哥，再见。”说完，他跨步走进了五星芒阵。王欢进入五星芒阵之后，并没有立刻传送走，他的脸上先是露出惊讶神色，然后露出一副毅然决然的神情，最后他回头向陈星挥了挥手，消失在陈星面前。唉，陈星叹了口气，王喜的死算是他在这里的一个遗憾了。这时徐振东等人走了过来：“老板，咱们走吧。”陈星点点头：“好。”而后他跨入了传送阵。就在这时，系统突然传来几个选项：丁，请选择你的传送目的地：1. 蓝星，2. 新手村。陈星这才明白为什么王欢方才进入传送阵露出惊讶神色。他没有立刻选择，而是对徐振东等人说：“我先回一趟蓝星，你们自行选择。”其他人也知道了选项，纷纷回应：“好的，老板。”而后陈星选择了蓝星。唰，陈星眼前一花，离开了这个历经生死的神选之地。下一秒，他睁开眼睛，黑，一片漆黑，仿佛他第一次进入神选之地时候的那种黑。然后全身传来各种各样的感受，痛、酸、累。他感觉自己好像经历了一场马拉松一般，全身没有力气。下一秒，他的眼前一亮，一个声音从外面传了出来：“你回来了呀！”陈星强忍全身酸痛，坐起了身。他这才发现自己方才躺在一个木盒之中，那形状有点像棺材。而后他打量了一下四周，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中年女子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陈星看着那女子，一脸疑惑：“您是？”那中年女子自我介绍：“我叫米娇，你可以叫我米姨。”米娇，米姨。陈星一怔，感觉眼前之人似曾相识。米娇看着陈星，露出一脸慈祥的笑容：“你母亲生前与我相识，我还包括你的小时候呢。”陈星恍然大悟：“哦，我想起来了，我在母亲的相册里见过你。”这时候，米娇打开陈星木盒的一个挡板，将其轻轻放了下来：“你先出来吧，小心点，你脑部信号和身体可能还不太适应，需要花一些时间磨合。”“哦，没事。”“哎呦！”陈星刚说没事，下地的时候就感觉双脚酥麻，好像被电击了一般，没有力气。好在米娇早有准备，连忙将一个小车推到陈星面前。陈星一把抓住小车的手把，用力一支，这才没有倒下去。“米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去神。”说到这，陈星突然想起回蓝星手册里的提醒，连忙闭上了嘴巴。米娇淡淡一笑：“神选之地的事可以和我说，我是相关工作人员。”说着，他指了指自己胸口上的一个勋章。陈星一眼看去，立马感受到那勋章的与众不同。勋章上的花纹很简单，只是一个陈字，但那个字却能直接印入陈星的脑海，令他瞬间记住。这种感觉很像他在神选之地和系统打交道的情形。看来眼前这个米娇就是神选之地所指的工作人员。“米姨，你能说说神选之地吗？”“为什么？”米娇打断了他的话语：“别急，先去培训课堂，听完了课咱们再讨论。”“培训课堂？你现在身体怎么样？能走了吗？”“我试试。”陈星松开手，然后缓缓移动脚步，没有太大问题。而后他走了几步，都很顺畅。不错，这么快就适应了，不愧是米娇的声音戛然而止。
陈星的心思在双脚上，没有留意米娇的话。不久后，他跟随米娇来到一个大教室，教室中都是和他一起进入神选之地的神选者，那些神选者都坐在轮椅上，而他是唯一一个自己走过来的。第181章神选之地的秘密。陈星在米娇的带领下来到前排的座位上，大约等了10分钟，后面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这些人也都来自神选之地的99号新手村1号营地，只不过他们是被人推着轮椅走过来的。又过了10多分钟，教室的前面终于进来一个30多岁的男子，他个子不高，身材消瘦，头上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那帽子是圆形，顶部有一个突出之物，看起来有些滑稽。那人环视了四周，而后在陈星身上停留了一会，最后他开始自我介绍起来：大家好，我叫卢向东，是第1708批神选者，我的天赋是思维具象，今天和大家来解答一下你们的疑惑。废话不多说，我们直入主题。卢向东说着，伸手摸向自己头上的帽子顶部的那个突出之物，然后轻轻往上一拉，一根细线从帽子顶部往上伸出，好像一根天线一般。在那天线出来之后，卢向东和众人中间突然出现一个影像，那是立体影像，十分真实，乍一看还以为是真实场景。随后那影像闪烁了几下，切换到一个黑漆漆画面，画面中一个男子悬浮在太空，他的面前是密密麻麻的星际战队和不计其数的异界妖魔，他的身后是地球，整个地球被一层蓝色护罩保护着。这个时候，卢向东开始向大家讲解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20年前风尘以一己之力抵挡了异界妖魔的入侵，而异界妖魔会在30年后卷土重来，所以风尘建立了神选之地，让大家能够进去历练。在座的众人都是刚从神选之地出来的，相信现在都很疑惑，神选之地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现在的身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大家弄清楚第一个问题的话，第二个问题就迎刃而解。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你们之前进入神选之地，仅仅是灵魂进入，身体一直在蓝星。这是大家在进入神选之地的当天，你们的身体在蓝星的实际情况。卢向东说着，把面前的投影进行了切换。这个投影画面有成百上千个格子，每个格子都是一个昏迷的人被抬到推车上。不过，虽然大家以灵魂的形式进入的神选之地，但你们在神选之地的历练是能够加强你们的灵魂的。具体点说，你们在神选之地觉醒的天赋、学习的天赋技能都已经掌握，而你们现在的身体之所以感到不适应，是你们的灵魂变得强大了，但是身体并没有得到锻炼，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的融合。到这里，大家都理解吗？卢向东停下讲解，环视在场的众人。这时，有一个人举起了手：老师，我在神选之地是9级，属性也非常高，请问我的身体适应后，是不是可以掌握神选之地的属性？很好，这位同学的问题很关键。卢向东压了压手，让问话的人把手放下。首先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你们的身体确实得到了提升，但是实际提升的情况和你们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具体的要看每个人的走向。接下来大家有2个选择，请记住，你的选择很重要，直接决定你们的未来。一，神选者身份重回神选之地，你们的属性、天赋技能和天赋道具全部得到保留。2，离开神选之地，做一个普通的蓝星人，只保留你们在神选之地的基础属性。众人听到这，全都吸了一口气，他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选择。他们都经历过神选之地的凶险，知道在那里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但让他们以普通人身份重回蓝星，总感觉少了点什么。这个时候，陈星提出一个问题：老师，我们下次进入神选之地，还是和这次一样，死了可以重生吗？众人听到这个问题，纷纷把目光集中在卢向东身上。这个问题很关键。按照刚才在营地和管理者的聊天，他们知道那些释放了灵魂的神选者都是安然无恙回到蓝星的，包括房间里的不少人，就是方才死在和魔族的对抗中的人。他们都很关心，下一次进入神选之地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如果是的话，那就不用太过担心生命安全了。卢向东看着台下人的反应，脸色突然变得无比严肃。之前你们进入神选之地是单纯的灵魂历练，那样的提升非常有限，想要进一步提升，必须协同肉体一起过去。换句话来说，以后神选之地的历练，每一场战斗都决定生死。营地、地狱是守护神风尘创造出来的，专门开发大家的潜能，帮助大家习惯和妖兽战斗。而之后的地狱是真实存在的，那是真实的战场，真实的敌人，也是真实的成长。下一站，你们是在真实世界战斗。卢向东的话一字一句传入大家耳朵里，在场的众人都沉默不言。如果说第一次进入神选之地是被动的话，
那下一次进入神选之地就是自主选择了。不进可以保留基础属性在蓝星生活，进可以进一步成长，但是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问题。这时有人举起手来，老师，我想留在蓝星做普通人。老师，我也是，我不想再做普通人了，我想继续回神选之地历练，我要变得更强大，保护蓝星。陆陆续续有80多个人举起了手，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不过大多数人是选择留在蓝星，其他的大多数人没有表态，不过他们都透露着犹豫不决的神色。卢向东看着面前众人的决定，没有丝毫觉得意外。大家不用着急，现在回答我。给他说着，举起3根手指，你们有3天时间可以考虑。如果继续去神选之地的，3天之内来到这里；如果超过3天还没有来报道，那视为你们选择留在蓝星。在你们离开这里之前，我们来学习回蓝星须知。第182章，回家。随着时间增长，陈星感觉自己身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劲。他握紧了拳头，在空中挥舞了几下，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力量速度比进入神选之地前提升了相当多。这种切身感受是在神选之地体会不到的。有自己的身体果然不同凡响。他进入神选之地的时候，基础力量是8点，敏捷是10点。他感觉此时自己的力量提升了接近1倍。其他属性虽然也有提升，但是并不夸张。对比神选之地的数值，他的属性应该在15点。他在神选之地吃了强身健体丸，4维属性变成10点，而后吃了4维加1的初级基础属性丹，4维加3的高级基础属性丹，还获得了4维加1樟树村守护者称号。这些加在一起刚好是15点。而蛮荒勇士有一个加10力量的称号，或许是因为不是基础属性，所以没有带出来。至于白的属性并没有产生效果。简单总结，道具、装备的属性不能带出来，而称号、丹药等增加的基础属性可以带出来。不知不觉，卢向东把回蓝星须知和大家讲解完，而后就挥手离开了。此时大家基本上也都适应了自己的身体，大多都可以下地活动。陈星站起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他的肩膀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看，发现徐振东、觉明、冷霜、刘豆豆不知何时来到自己身后。4人齐声道：“老板！”陈星脸上突然一红，不知为何，在蓝星听到这个称呼，他居然感觉有些羞涩。嗨嗨！陈星咳嗽了一下，然后询问4人：“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还进入神选之地吗？”徐振东、觉明、冷霜3人点头，进。唯独刘豆豆有些犹豫不定：“我要回去问下我爸妈。”好。陈星没有给刘豆豆施压，对于每个人的选择，他都给予尊重。3天后，我们在这里集合。好的，老板。走，出去吧。5人一起往外行去。刚到门口，米娇就叫住了陈星：“陈星，你等等。”陈星停下脚步：“米姨，还有事吗？”米娇从口袋掏出一个黑色的圆形物件递给陈星：“你这几天要是有遇到困难，就按一下这个。”哦，好。陈星接过那个东西，那是一个按钮，不知是什么材质，看起来像塑料，但是非常坚硬。而后他和米娇挥手告别：“米姨，再见。”再见。米娇看着陈星的身影，眼中露出和蔼的神色。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大的男子来到米娇身旁。那高大男子说：“主任还不告诉他的身世吗？”米娇叹了口气：“还是让他自己去发掘吧。”高大男子说：“会不会来不及？现在蓝星的护照越来越稀薄，怕是坚持不了多久。”米娇抬起头看向那个男子：“怕什么？不是有你们这些神选守护神吗？”高大男子自嘲地笑了笑：“小神女比起来，我算什么？”米娇抬头看向陈星离去的方向，小神女此时应该到家了吧？此时的陈星已经渐渐远离他们的视线。屋外，陈星已经和徐振东4人告别，他回过头看着方才离开的房子，这是一个旧工厂，名为神机营养仓装配厂。据说这个厂是20多年前给一个叫神机的游戏制造登录设备的，现在早已经停止运营。陈星没玩过别人口中的神机游戏，也不知道要什么登录设备，所以对这些都没有概念。唯一有印象的是他小时候和小朋友来工业区探险，不过还没靠近就被守在附近的人赶走了，此后就再也没有过来。在他心里，这个地方一直是神神秘秘的。没想到这里居然是一个神选者基地。装配厂比较偏，处在一个废弃的工业园区里，如果要靠双脚走的话，起码半个小时才能离开园区。陈星刚刚体会到神选之地带来的高属性，感觉全身充满干劲，于是他一弯腰，迈开双腿往外奔去。在神选之地，移动速度和属性等级没有关系，只有加移速的鞋子技能才会有影响。
但在现实中，他的奔跑速度比平时要快上许多。虽然没有翻倍那么夸张，但是确实有明显的提升。路上，他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一些是缓步走出去的，有一些是和他一样飞奔的，有一些是乘着马车、坐着马匹离开的。离开破旧的工业区，陈星进入了大马路。马路旁是农田、菜园、鱼塘，不少人在里面忙碌。没有工业的支持，这些人只能用一些简易的工具进行作业。此时，陈星刻意放慢了奔跑的速度。回蓝星须知里没有要求神选者隐瞒自己去过神选之地的事情，只是不能透露神选之地的内容。不过被普通人发现的话，被人问东问西也是很烦。如果到时候不小心说出口，极有可能违背须知，那样的话将会遭受严厉惩罚，抹除经历神选之地的记忆，同时消除在神选之地获得的提升。如果是恶意传播，甚至可能直接抹杀。陈星居住的城市是江夏省的省会江川市。作为一个城市，原本是拥有许多的高楼大厦的。据说那些高楼大厦以前都很贵，并且越高越值钱。但现在那些高楼都被人嫌弃，大家都争着抢着住低楼层。以前还有一种叫电梯的东西，可以让人直接升到高楼，但现在连电都没有，那些电梯自然变成废铁，无法使用。现在大家都为填饱肚子忙碌，谁乐意每天爬上爬下20-30楼？不过现在城市里的人不多，大多回乡下务农了，所以那些房子的高层虽然空着，倒也没有影响。又跑了1个小时，陈星突然感觉肚子一阵咕噜的响，肚子饿了。他摸了摸腹部，并没有停下，因为他马上就要到家了。又过了10分钟，他终于来到一片民居。进入一个胡同后，陈星抬头看着面前这栋6楼的老房子。此时他的内心既激动又忐忑。小黎，对不起，哥哥不在，你这些天辛苦了。就在他准备上楼之际，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惊喜的声音：哥，你回来了呀！第183章小黎和阿豪。史料记载，20年前，也就是新纪元元年，在异界妖魔即将被消灭的时候，魔王临死汇聚全身魔力，企图与整个蓝星同归于尽。风尘为了守护蓝星，强行吃下魔王的伤害，也是这一击给风尘带来了沉重的一击。不过魔王的自爆虽然没有正面攻击到蓝星，但是爆炸的余威却波及到了蓝星。最开始大家还没有太大感觉，每个人的生活照常。但随着时间增长，全球各地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怪事，网络信号莫名其妙中断，电网经常停电，机器停止运转。随着时间增长，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到最后，科学家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地球磁场正在减弱，并且全球的电路、磁场全部受到莫名能量干扰，整个蓝星的电磁系统变得紊乱，极其不稳定。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电路、磁场不再受人类掌控。新纪元10年，地球磁场消失，大型电子设备全都失效，没有设备的支撑，人类工业文明瞬间崩塌，退回到农耕文明之中。不过蓝星没有磁场保护，必然会受到来自宇宙的各种射线。如果放之不管，人类肯定会因为长期受到宇宙射线而折寿，甚至灭亡。于是风尘制造了一个护罩，代替磁极抵挡宇宙射线。只不过那个护罩似乎已经支撑不了多久。陈星看着面前的楼房，正准备上去。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他的背后响起：哥，你回来了呀！陈星刚转过身，就见到一个纤细身影飞扑了过来。哥，政府的人告诉我你去了神选之地，这些天担心死我了。陈星看着怀里的妹妹，眼中露出柔和神色。进入神选之地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再也回不来了。时隔10天见到妹妹，恍如隔世。陈星摸了摸妹妹的头发，柔声道：小黎，这些天让你受苦了。小黎仰起头看着陈星：哥哥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临街有个姐姐和你一起去的，当天晚上就回来了呢。陈星笑着说：这个可不能跟你说。走，咱们进屋。好。小黎放开陈星，然后挽着他的手往楼内走去。陈星注意到小黎左手还拿着一个袋子，便开口问道：你那是什么？哦，政府发的补给啊。小黎一边说一边提起袋子。陈星惊讶道：你自己去的吗？补给站可是有5公里啊。小黎撇起嘴巴：你又不在，我只能自己去了。陈星皱起眉头：阿豪呢？我之前就叮嘱过他，我不在的话让他照顾你啊。那个，听到陈星的话，小黎脸色微微一变：别提他了，咱们上去吧。陈星留意到小黎的神情，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而后他急切地问道：小黎，是不是阿豪那小子欺负你了？小黎眼神有些闪烁，没有说话。陈星心里顿时怒了：好小子，老子把你当兄弟，你却来欺负我妹妹。他一把甩开小黎的手，飞也似的冲上楼去。哎，哥！小黎连忙跟了上去。陈星一口气跑到6楼，
然后进入自己所住的601室。601是3室一厅，左手边是小黎住的房间，中间是陈星，右边是阿豪的屋子。陈星走到右边，伸手就敲那房门，砰砰砰，一边敲一边喊：“阿豪，出来！阿豪！”砰砰砰，屋内没有反应。陈星忍不住手中又加大了几分力道：“阿豪，给老子出来！”现在的陈星力道是普通人的2倍，那老式房门被他拍得滋滋响，随时都有可能承受不住倒塌下去。就在这时，小黎来到陈星身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哥，你干什么呀？”陈星将妹妹拉到一边：“别管，哥哥今天给你出一口气。”他再次举起手准备敲门，而就在此时，面前的房门吱呀一下打开了。“阿豪，你……”陈星正想怒斥对方，但还没开口就愣住了。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从头到脚都被白布缠绕的木乃伊，从体型来看，好像和阿豪有几分相似。陈星露出疑惑的神色：“你是阿豪？”那木乃伊努力地点着头，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阿豪，你怎么变这个模样了？”阿豪的眼睛转了转，看向陈星身旁的小黎。小黎连忙走上前去搀扶阿豪：“豪哥前些天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下去了，所以行动不便。”“对不？”阿豪慌忙点头。陈星舒了一口气，原来是这个样子，难怪阿豪没有去补给站帮小黎拿补品。小黎将阿豪扶进去，然后拿出一瓶红色的药剂出来。陈星看到小黎手里的红色药剂，心里突的一下跳动起来，这东西怎么和神选之地的回血药剂那么像呢？小黎把那药剂打开，准备帮阿豪服用。阿豪下意识却想要躲避，眼神中露出一丝惊慌。小黎柔声说：“豪哥，这是政府提供的特制恢复药，对你这种外伤很有帮助。这东西是限量的，很难弄到。来，张嘴啊！”阿豪这才勉强把嘴巴张开。而后，小黎将红色药剂灌入阿豪的嘴里。阿豪吞入红色药剂后，瞳孔先是一震，而后眼光闪出一丝惊讶：“谢谢，小黎。”“咦，我能说话了？”阿豪下意识伸出手去捂自己的嘴巴。“哎，我身体也不痛了。”阿豪连忙去拆除身上的绷带，奈何他的手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怎么都解不开绷带打的结。陈星、小李连忙走上去帮忙，总算把阿豪从绷带里解脱出来。解完绷带后，两人才发现阿豪只穿了一条内裤。小黎啊的一声，当即转过身。阿豪连忙回屋穿好了衣服出来，再次和陈星打招呼：“星哥。”陈星上下打量着面前的阿豪，阿豪身上的皮肤有些地方已经结痂脱落，估计是刚刚服用药剂的结果。如果是普通的药剂，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很显然，那东西是从神选之地流出来的。但是自己从神选之地出来的时候，只是以灵魂的形式回来的，根本带不出东西。那方才阿豪服用的药水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将来从神选之地出来，自己也可以带出里面的药剂？既然可以带回血药剂，那是不是可以带其他药剂？想到这，陈星突然热血沸腾起来。他心里再次浮现出那个埋藏许久的念头：妈，我一定会找到复活你的办法。第184章，令人看不透的小黎。陈星收回思绪，看着面前的阿豪：“阿豪，你是怎么受的伤？阿豪刚才那个样子，怎么可能是从楼梯上滚去的那么简单？”阿豪听到陈星的话，然后看了一眼小黎。小黎笑眯眯地看着阿豪：“豪哥，你看我干嘛？和哥哥说啊。”阿豪打了个哆嗦，然后对陈星说：“我确实是从楼梯上滚下去的。前几天我喝多了，然后从6楼滚到1楼，还是小黎送我去的医疗所。”“是吗？”陈星虽然有些狐疑，但是没有深究。这时，小黎拉了一下陈星：“哥，来吃饭。”陈星没再纠结阿豪的伤，于是说：“阿豪，一起吃。”阿豪刚要动身，却突然停下脚步，然后说：“那个，我伤刚好，要休息一下，晚一点吃。”于是阿豪重新进入了房间。陈星、小黎两人坐到了桌上。小黎把袋子打开，袋子里有3个饭盒、3瓶水，饭盒里有已经做好的饭菜。自从20年前那一战之后，普通人家做饭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刚开始那些年，虽然没有电，但还有煤气可以使用。而当存储的煤气用完之后，人们无法再次开采，所以只能用煤炭、火柴烧火做饭。由于没有汽车、火车做物流，这些东西根本不好运输。在乡村还好解决，但在城里就很困难了。早些年就因为食物和生活问题，饿死、冻死不少的人。后来，随着神选之地的一批又一批神选者回归蓝星，他们用自己的异能给大家带来了福音。最受欢迎的就是火系神选者。如果是觉醒了火系的神选者，只要回到蓝星，就一定能进入政府单位。有的负责给食堂点火，有的负责给锅炉供热。虽然替代不了工业，但还是解决了不少民生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小黎带来的饭是熟的，如果带生米来，恐怕他们只能干嚼了。陈星一边吃着盒饭，一边询问妹妹的近况。小黎，这些天在学校怎么样？小黎哼了一声，现在学校里教的东西一点用都没有，无聊死了。什么电啊，磁啊，这个世界都不存在这些，干嘛总要在课堂上讲这个？陈星放下筷子，一脸严肃地说，虽然我也不懂电、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学这些东西肯定是有用的。现在的蓝星确实遇到问题，但不代表未来不能解决。如果哪天蓝星恢复正常，一定需要有知识的人来建设蓝星。现在要是没人教，没人学，那我们人类的科技就断代了，到时候人类科技可能就再也不复存在。嘻嘻，小黎突然笑了起来，哥哥，你既然觉得读书这么重要，为什么你早早的就离开学校了呀？这个陈星老脸一红，他义务教育都没学完就跑出来了，确实没有资格说妹妹学习的事情。他瞪了一眼小黎，我要是不离开学校，你怕是早已经冻死在街头了。小黎见陈峰提起这件事，顿时服软，哥哥，我错了。陈星看着妹妹，想起3年前，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他在街边看到一个街边冻得瑟瑟发抖的小黎，旁边还有一群野猫野狗准备围攻他。也是那天，做了5年孤儿的陈星终于不再孤单，有了自己的妹妹。从此两兄妹相依为命。哥，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小黎放下碗筷，跑进房间。礼物？陈星一脸疑惑地看着小黎的背影。很快，小黎从房间走出，双手背在后面。噔噔噔噔，小黎的右手嗖的一下伸到陈星面前。陈星一看，发现他的手里抓的是一支蜡烛，一支红蜡烛。陈星看到这个红蜡烛，先是一愣，但很快眼眶就湿润了。小黎，你还记得明天的日子啊？小黎点着小脑袋，我当然记得，明天是柳阿姨的忌日，你每年都要去祭拜她的。陈星伸手接过那根红蜡烛，暗自神伤。明天是母亲忌日，他原以为今年只能在神选之地祭拜母亲，没想到还是赶上了。小黎，明天和我一起去陵园。好。不一会，两兄妹把饭吃完，而后两人在客厅里聊起了近况。陈星牢记回蓝星须知，把神选之地的关键细节都隐去了，只是说自己在里面认识了一些人，一起同心协力解决了困难，然后顺利回到蓝星。小黎倒也没有细问，陈星说到哪他就听到啊。两人聊天的过程中，阿豪悄咪咪地把饭拎进了屋子，他动作很轻，似乎很怕打扰两人。不久后，天黑了下来，由于没有电，屋子自然变得更加的黑暗。此时，陈星想起了自己在神选之地的那个夜明珠，要是那东西能带到现实世界，该有多好啊！而就在这时，陈星突然一亮，整个屋子都变得亮堂堂的。小黎伸出手，一颗明亮的珠子出现在他手心，这颗珠子与陈星在神选之地的夜明珠一般不二，甚至它比陈星的那一颗还要亮。陈星见状，顿时大吃一惊：“小黎，怎么会有这东西？”小黎嘻嘻一笑：“哥，这是别人给我的。”“别人给你的？”陈星眉头一扬，他脸色一沉，肃穆地看着小黎：“小黎，说实话，这珠子到底是怎么来的？这种东西绝对是从神选之地出来的，在没有电的现实世界，这玩意绝对是宝贝。到底是什么人会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小黎？”小黎看着陈星严肃的表情，也收起了嘻哈的神色：“哥，我不想骗你，你不要细问，可以吗？小黎，你可能不知道这东西的重要性，如果被别人知道你有这东西，那绝对会遭来祸患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尤其是现在的社会，难免会出现一些用心险恶的歹徒盯上小黎。”小黎没有理会陈星的警告，依然重复方才自己的话：“哥，可以吗？”陈星一怔，他和小黎相处这么久，早已经把对方当作自己的亲妹妹，但此时他突然感觉对方距离自己无比遥远。陈星看不透小黎了。小黎看着哥哥的眼神，心中有一丝愧疚：“哥，明天你一定要撑住。”礼物。阿豪一边吃着饭盒，一边嘟囔：“小黎这丫头真可怕，只是无意看了一眼她洗澡而已，就把我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也不知她对新哥有什么不轨的企图。”第185章，小黎被抓。第二天，天刚微微亮，陈星就已经起床了。陵园离他住的地方有些远，走过去起码要2-3个小时，自然需要早点出发。正当他从房间出来的时候，发现小黎已经在客厅等他了。“小黎，早啊！哥，你今天起得很晚啊。”“我还有些没适应蓝星的环境。”进行了简单的洗漱后，陈星对小黎说：“走了。”“好嘞。”小黎站起身，拿起放在桌上的蜡烛。出门前，陈星拿起放在门背后的一根钢管，那钢管的一端缠了几层白布，便于用手握紧，而那白布已经发黑，显然经常有人使用它。两人离开屋子，来
来到街道。早晨的街道异常冷清，几乎看不到行人，反倒是时不时能遇到街头成群结队的野猫野狗。经过20年的演变，这些野猫野狗早已不是之前的人类宠物，它们野性十足，无比渴求追寻猎物。通常它们以其他动物为狩猎目标，但一些饿极了的野猫野狗也会对人类下手。新纪年开始那些年，人们出于安全考虑，想将野猫野狗赶出城市，于是自发组成杀猫灭狗队。那时候还会有一些爱猫爱狗人士出来阻止他们，喊着猫猫那么可爱，怎么能伤害猫猫，狗狗是人类的朋友，不能杀害狗狗，人类要和其他动物和谐共处之类的口号。这些人的观点在早期还有不少人支持声援，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被野猫野狗伤害，尤其是在夜晚，甚至发生过不少次落单的人活生生被野狗吃了的情形。这时人们才终于发现，当生存遇到障碍的时候，一切口号全都是虚幻。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消灭野猫野狗的队伍。然而人类总是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虽然他们猎杀了不少野猫野狗，但是这和猫狗的繁育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失去现代武器的人们完全没有能力清除野猫野狗。后来城市的物资耗尽，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城市回到农村，这也进一步导致城市里的人们越加没有能力对抗这些野猫野狗。一些人为了自保，主动驯服一些烈性犬，以便在早晚出门的时候不会受到攻击。陈星带着钢管出门，也正是为了防备那些野猫野狗。陈星和小黎刚走到街上，周围就传来一阵阵狗吠声，汪汪汪！野狗的叫声在清晨空旷的街道极为响亮。陈星右手握紧钢管，左手牵着小黎的手往城西方向行去。前几年的时候，他对这些野猫野狗从不放在心上，只要手握一根钢管，他们基本不敢再靠近。按理来说，这一次他从神选之地出来，自身提升了不少，应该更加不怕才对。但不知为何，陈星这次看到周围这些猫狗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把它们当成神选之地的怪物。虽然他知道两者有本质区别，但不知为何，他隐隐约约从这些猫狗身上感受到不一样的气势。突然，陈星停下了脚步，他低头对身旁的小黎说：“今天这些猫狗有些奇怪，要不你回屋去吧，我一个人去陵园。”然而小黎却露出坚毅的眼神：“不，我要和哥哥一起去祭拜柳阿姨。”唉，陈星叹了口气。就在这时，小黎惊呼出声：“哥，小心前面！”陈星一惊，连忙握紧手中钢管往前面挥去。砰！喵！一声野猫的惨叫声响起，一只狸花猫摔倒在地。以陈星如今的力道，方才那一棍足以敲死这只狸花猫。然而那狸花猫摔在地上后并没有死，而是瘸着腿往旁边逃去。此时的陈星十分确定，这不是普通的狸花猫。他以前和野猫交过手，知道它们虽然身形灵活，但是并不抗揍。陈星心中暗想，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野猫野狗为什么这么奇怪？不待他想明白，周围又有几只野猫扑了过来。野猫们的速度极其迅捷，普通人很难跟上他们的动作。但此时的陈星可不是普通人，他的力量、敏捷都有15点，即便是面对特种兵都丝毫不落下风。陈星看着这些飞奔过来的野猫，异常冷静。在野猫发动攻击后，他挥舞手中的钢棍进行反击，每挥出一棍，就有一只野猫惨叫。大部分野猫在遭受到攻击后都丧失了战斗力，还有一些运气差的野猫被钢管敲中脑袋，当即殒命。在击退了20-30只野猫之后，那些野猫逐渐停下了攻击。陈星连续高强度的挥砍，消耗了不少的体力。即便是现在的他，手上也难免感受到一股酸麻。现实世界就是不一样，不像在神选之地，怎么攻击都不知疲倦。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右手胳膊一阵疼痛，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手中不知何时多出3道抓痕，显然是方才在搏斗的过程中被野猫挠了。好在现在陈星的体质高达15点，那些血痕刚出现没多久就止住了流血，但离治愈还是差很远。此时的他无比怀念神选之地的那件道具——独狼王的本命宝珠。要是有它，估计皮肤上的伤痕过不了多久就能恢复如初。解决完猫群之后，他微微舒了一口气。他回过头对身后的小黎说：“小黎，你没有事吧？”但当他看到身后之后，突然全身发凉。小黎不见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个声音：“哥，救我！”陈星抬头望去，却见一头和马一般高大的巨狼叼着小黎往城西奔。小黎！陈星怒吼一声，然后飞速追了上去。他现在的速度确实比普通人快上许多，但对比巨狼来说却还是差了不少。不过那巨狼并没有全力奔跑，他跑了一阵之后就会回头看向陈星，然后放缓脚步，如此反复拉扯了1个小时。即便陈星的耐力再强，也不能保持这么高强度的奔跑。
渐渐的，他的双腿发酸，眼冒金星，速度也不自觉地慢了下来。不过他此时的心思反倒没有先前那般紧张。一路上，他可以肯定那巨狼并非是一头只有野性的蛮兽，那巨狼的行为似乎在受到别人的控制，他好像是故意把自己引到这里来的。就在此时，巨狼嗖的一声进入旁边的杂草之中，离开了陈星的视线。第186章战四郎。陈星这一次没有急着追过去，而是从口袋掏出一个圆形按钮，这是昨天在离开神选者基地时米娇交给他的，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摁它。当时陈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交给自己，现在总算意识到原因。而后陈星轻轻摁了一下按钮，咔，没有摁动，不过按钮传来一丝凉意，直接冲击到陈星的体内。陈星体内涌现出一股暖流，这是陈星首次在现实世界获得这种感受，当即一惊，是魔力吗？而后他调动魔力，再次摁下按钮，这一次顺利将按钮摁下，咔嚓，按钮突然传来一簇电流，涌向陈星体内。陈星当即哆嗦了一下，不过这种感觉只是一闪即逝。摁了按钮后，陈星再次将其放入口袋，然后观察四周，他这才留意到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陵园并不远，只不过这里的杂草比去年高了许多，看来这一年很少有人到陵园来。想想也是，现在每一天都会有人因为各种原因身亡，自己都惴惴不安，哪里还有心思去祭拜别人？陈星沉下心，沿着方才巨狼行去的方向走去，那边刚好是陵园所在。真的只是巧合吗？陈星不知道，只能闷头往前行去。穿过重重草丛，陈星突然感觉眼前一亮，前方是一片空地。那片空地原本是一片水泥地，所以杂草没能生长过来。不过水泥地上依然有一些藻类生物。空地上，巨狼正坐在当中，小黎趴在他的脚下，不知死活。那巨狼见陈星过来，当即嚎叫一声，紧接着陈星周围窜出4头灰狼。没想到那畜生居然还会埋下陷阱。陈星低喝一声，举起手中的钢管，重心微微往下压，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战斗。突然4头灰狼一起动身，从陈星的前后左右4个方位同时发动进攻。陈星知道此战必须速战速决，不然会活活被这几头狼给耗死。面对同时扑向自己的灰狼，陈星心中并未惊慌。他在神选之地学了基础步法，虽然在现实世界没有数据加成，但那些娴熟的走位是印在脑海之中的。在4头狼即将扑中自己之际，陈星脚下一蹬，往左前方跨了2步，就是这2步让他背后以及右边的2只灰狼扑空了。与此同时，陈星一个侧身躲过左边那头狼的攻击，同时双手用力往下一砸，砰！哦！陈星手中的钢管刚好敲在前方那头灰狼的尾椎骨上。尾椎骨看似坚硬，但是一旦对其进行破坏，那就会让其丧失腰部力道，从而失去移动能力。而陈星这一击蕴含了10分力道，当即把灰狼的尾椎骨敲断。那灰狼立刻被敲得趴在地上，无法动弹。仅仅是一击就解决了一头灰狼，让其失去战斗力。与此同时，陈星突然感觉后背传来一阵生疼。原来方才他没能完全躲避左边那只灰狼的攻击，那灰狼在落地前用爪子刮伤了陈星的后背，这一爪子可比之前野猫造成的伤害强多了。陈星后背顿时出现3道长长的口子，血肉模糊。陈星咬紧牙关，没有哼声，回头继续和剩下的3头灰狼战斗。此时陈星虽然以1敌3，但气势丝毫不输对面。那3头狼居然一下子被陈星给震慑住，他们没有发动进攻，只是压着身子在陈星外围6、7米绕着走。他们的目光时不时地看着陈星血肉模糊的后背。依照他们的经验，这种猎物很快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全身乏力。果不其然，陈星在坚持了一阵之后，眼皮逐渐变得沉重。虽然他强行眨巴着眼睛，但却无济于事。最后陈星双眼一闭，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手中的钢管也当的一声掉在地上。那3头灰狼见陈星终于倒下，顿时不再忍耐，他们齐刷刷地扑上前，准备分食陈星。而就在他们张开大嘴即将啃咬陈星的时候，陈星居然咕噜一声滚到一旁。他一个翻身坐到其中一头灰狼身上，然后抄起手中钢管往另一头灰狼头顶砸去。啪！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那灰狼的头顶顿时出现一个血洞，只是一棍，那灰狼就被陈星敲死。另一头灰狼见状，立马夹着尾巴逃跑，嗖的一下就钻进了草丛。而被陈星骑着的灰狼虽然受到了惊吓，但他还算是有些智慧，他没有直接逃跑，而是往旁边一倒，就地翻滚了起来。陈星没有料到这畜生居然有这般动作，差点被其甩出去。他人虽然没有甩出去，
但是手中的铁棍却无意掉在地上。陈星心知这灰狼如果逃脱，自己就很难找到他，于是他双腿夹紧，然后左手狠狠拽着灰狼后脖颈，右手攥成拳头，狠狠地往灰狼头上砸去。嗷！灰狼吃痛，又一次加大翻滚的力度，但陈星不为所动，再次举起铁拳捶向灰狼的脑袋。砰砰！每一次锤击，陈星拳头都带出血红。他也不知那血是灰狼的还是自己的，他只是咬着牙一下下对准灰狼头上同一个部位。当陈星锤到第4下的时候，灰狼终于经受不住，瘫软在地。陈星生怕这畜生使诈，又加了几拳，直到那灰狼身体开始变冷，这才停下捶打。陈星长长舒了一口气，直到此时他才感觉右手生疼。没有护具，这么硬碰硬的和灰狼脑壳碰撞，属实有些吃不消。他从灰狼身上下来，突然发现全身酸软，刚才一战属实有些虚脱。他的体质虽然加强了，但还是人类范畴。现在的他只能算是特种兵级别的身体强度，并不是金刚不坏之身。陈星左手撑住地面，缓缓地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向钢管所在。战斗还没有结束，小黎还没有救出，他还不能松懈。然而就在他离钢管还有3-4米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身影扑了过来。巨狼终于出击了。第187章小神女。陈星知道，以自己目前的状态，想要赤手空拳去对付那头巨狼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虽然巨狼来势汹涌，但他必须将武器拿到手中。于是他咬紧牙关，猛然往前一跳。当他抓到钢管的时候，突然左后腿一阵生疼。巨狼还是攻击到了他，而巨狼的攻击远不是方才灰狼的攻击能比的。这一击不仅是割破陈星皮肤、划伤肌肉那么简单，就连他腿上的筋也生生被巨狼这一爪给割断了。刚一开战就受到如此重创，属实是给了陈星沉痛的一击。但此时的陈星并没有丝毫惧意。神选之地一行并非仅仅是提升了身体的属性，更是锻炼了坚强的意志。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放弃。陈星在地上翻滚之后，立马站起身，用右腿独立支撑着自己。左脚用不上，那就用右脚，一条腿也能战斗。然而还没等他缓过气，那巨狼又一次发动了扑击。巨狼的身形非常高大，与一匹野马相当，因此他扑击的范围十分宽广。即便是满状态的陈星都未必能躲开对方的攻击，何况他现在只剩一条腿能用。此时他不论是后退还是往侧面翻滚，都很难躲开巨狼的攻击。正面抵挡更加不可能，双方体型相差巨大，陈星如果正面抵挡，估计立马就要被对方压在身下，那样的话基本就在劫难逃。陈星看着空中的巨狼，身体突然一弯，然后右腿猛然一蹬，他的身体翻转过来，背部贴着地面往前滑行。嗖的一声，巨狼从他的面前穿过，而陈星没有浪费这次机会，双手紧紧握住钢管，然后猛然往巨狼右后腿上敲去。砰！钢管稳稳命中。如果陈星对付的是方才的灰狼，这一击足以敲断对方的右腿。然而这次他的对手是巨狼。巨狼虽然结结实实挨了这一棍，但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痛苦神情，他仅仅是用右后腿在地上划拉了几下，便没有当回事。陈星此时表面虽然依然保持平静，但是内心却感到震惊。冒着生命危险给了这一次反击，居然没有给对方造成伤害，反倒是因为自己背部着地触碰到背上的伤口，让伤口再一次流血。或许是陈星身上的血腥，也或者是因为方才右后腿受到的一击，巨狼对着陈星猛然发出咆哮。他被激怒了。此时巨狼全身毛发竖立起来，身体周围居然还隐隐闪出噼啪的声音。伴随这阵噼啪的声音，他身体周围出现一串又一串的蓝色光亮。是电！这巨狼身上居然带电！陈星看到这，心中更加震惊不已。此时他的脑海居然出现一个荒唐的想法，这头巨狼会不会是从神选之地出来的？要不然蓝星的野狼怎么会拥有雷电之力？巨狼召唤出雷电之后，再一次发动攻击。这一次陈星再也不敢站在原地，在对方动身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往旁边闪躲。最后在巨狼发动扑击的时候，陈星总算狼狈地躲过了对方的攻击。然而就在陈星与巨狼擦身而过的时候，突然感到身上一阵酥麻。那巨狼身上的雷电之力居然可以在不接触陈星的情况下电到他。好在那电击的力度并不强劲，陈星很快就恢复过来。虽然这一次没有受到伤害，但以他目前的身体状态，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就在陈星和巨狼誓死相搏的时候，不远处正有两人看着这一切。那两人身形相差极大，高个的是一个接近2米的男子，浑身的肌肉，双手交叉抱于胸前。矮个的那位是一个女孩，一脸平静地看着空地上的战斗。陈星要是看到这个女孩，
绝对会大吃一惊。她不是别人，正是陈星拼死救援的妹妹小黎。高大男子压下他浑厚的嗓音，对小黎说：“你这又是何必呢？陈星过几天就要去神选之地了，没必要这么刺激他的。”小黎淡淡的说：“时间不够了，哥哥需要认识到现实世界的危机，这样才能更加努力的去炼狱之地修行。”高大男子低下头看着小黎：“小黎，你已经如此强大，何必指望他？”小黎抬头瞥了一眼高大男子，语气突然变冷：“于刚，皮痒了，居然直接称呼我的名讳。”仅仅是这一句不咸不淡的话，却令于刚头上冒出了冷汗。他当即挺起胸膛，向小黎行了一礼：“对不起，小神女。”小黎回过头看向前方的陈星：“小神女的称呼就别喊了，你还是叫我的职称吧。”于刚连忙改口：“是，李长官。”而后他也抬头看向战场：“长官，要不我出场吧？再等下去，恐怕陈星真的遇到危险了。”小黎并没在意：“怎么，对我控制的召唤物没有信心？”于刚忙道：“没，我对长官的能力没有任何疑问，只是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在现实中的这点修炼并没有太大意义。”小黎这一次眼中也闪过一时迷茫：“我也不知道，哥哥能不能？”于刚突然想起一事，顿时露出震惊神色：“莫非你想他现在就在现实中觉醒？”这一次小黎没有回复于刚，这确实是他内心深处的期望。于刚说：“不可能，从来没有人刚从营地出来就能在现实觉醒天赋的，一般至少需要花1个月时间才能办到。”就在此时，场地中突然传来一声狂吼：“小黎，你在哪？小黎！”两人连忙把注意力放到陈星身上。战场上，陈星方才经过几次闪躲，终于找到机会去寻找小黎。然而当他来到方才巨狼所在的地方时，却找不到小黎的身影，只在地上看到一滩鲜血。他抬起头看着巨狼，心中想到更可怕的情况：难道你已经把小黎给……啊！小黎！陈星仰天狂吼。自从母亲死后，小黎就是他唯一的亲人，守护妹妹是他此生最大的心愿，但偏偏妹妹就死在自己眼前，自己居然无能为力。此时巨狼又一次扑了过来，就在他的獠牙即将咬向陈星脖子之际，空中突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娇喝声：“呀！”第188章祭拜。伴随娇喝声的响起，一个巨大的锤子凭空出现，咚！锤子狠狠击中巨狼，巨狼当即被锤飞。巨狼在空中划过长长的抛物线，跌落在远处的草丛之中。中途他连声音都没吭一下，在落地前就已经殒命。出手相助的正是陈星的天赋姬木维。他将巨狼锤飞之后，随手挥了挥，手里的陨星锤当即消失于须弥之中。而后他来到陈星身边，弯腰行礼：“主人，木维来了。”对于木维的到来，陈星理应很高兴，但是他想到妹妹已经被那巨狼吞掉，心中顿时升起无比的悲痛。他没有回应木维，只是默默地低下头看着地上那团血渍。就在他心中与妹妹告别之际，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呼喊：“哥！”陈星心中一震，他猛然抬起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妹妹小黎正朝自己这边奔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高大的男子。陈星大喜过望，连忙往前奔去。然而他忘了自己的左脚已经受伤，刚往前走2步，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哥！主人！”两个声音同时响起。旁边的木维跨步来到陈星身边，将他搀扶起来。这时小黎也来到陈星面前：“哥，你不要乱动。”陈星哪里会管脚上的伤痛，他双手抓着小黎的肩膀，上下打量：“小黎，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确认小黎没事之后，陈星把目光落在小黎身后的那个高大男子身上：“你是哪位？方才是你救了小黎吗？”于刚冲陈星一抱拳：“我叫于刚，方才在附近巡逻，收到你的求救信号后立刻赶了过来。”求救信号？陈星想起刚刚自己按的那个按钮，顿时脱口而出：“你难道是神选？”陈星的声音戛然而止。那个按钮是米娇给的，那也就意味着面前的这个于刚也是神选者，而且是早于自己进入神选之地的神选者，不然怎么会有在附近巡逻一说？陈星之所以没有继续说下去，是担心说起神选之地的信息，毕竟妹妹还在场呢。然而于刚却很是痛快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是的，我是神选者，第999批神选者。”第999批？陈星吃了一惊，自己是2023批，这家伙比自己早了1000多批。如果每批进入神选者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话，那他比自己早了10年进入神选之地。早10年，这个于刚到底有多强啊？于刚像是猜到了陈星的想法，而后他微微释放了一下气息。与此同时，周围狂风大作。狂风出现的一刹那，
陈星站立不住双脚，当即离开了地面。穆维大吃一惊，他以为来了强敌，连忙召唤出陨星锤，而后他右手持锤，左手抓着主人的脚踝，想将其拉下来。然而即便他加入其中，依然没有用。两人一锤，同时被这阵狂风吹起来。鱼缸的气势仅仅释放了3秒，即刻收了回来。紧接着，陈星、穆维双双掉落在地。原本这种低空跌落对陈星来说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奈何他现在全身是伤，尤其是背部，衣服和血肉都粘到了一块。这一次摔下去，顿时疼得他龇牙咧嘴。与身上的疼痛相比，他心里的震撼更加无以复加。鱼缸方才什么都没做，只是释放了一下体内的气息，就能造成如此强大的威势。如果他进入战斗状态，岂不是能移山倒海？小黎瞪了一眼鱼缸，立马跑了过去。哥！鱼缸耸了耸肩，明明陈星一身的伤都是小黎造成的，结果他却比谁都心疼。真不愧是人人谈之色变的小魔女，没人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小黎来到陈星身边后，不知从哪掏出一瓶红色液体出来。哥，这是鱼缸给你的，你赶紧喝下吧。陈星看到那瓶红色液体后，顿时心中一喜。这红色液体正是昨天小黎在补给站带给阿豪的那种药剂。当时阿豪喝了一瓶，立马从一个木乃伊变成活蹦乱跳的状态。陈星当时就怀疑这东西是不是神选之地的回血药，他没有多问，立马接过红色药剂，仰头喝了下去。当药剂进入体内的一刹那，他身上的伤口就开始出现瘙痒，紧接着那些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背后的那些粘着衣服的血液也当即结痂剥落。整个过程不过10秒钟。他将左脚缓缓放在地上，发现先前的疼痛已经消失不见。而后他来回走了几步，发现左腿虽然外伤已经好了，但是力气依然没有恢复。鱼缸说，你喝的药剂主要是针对外伤治疗，筋骨方面恢复的会慢一些。小黎连忙来到陈星左手边，哥，我来扶你。陈星原本想要拒绝，但小黎动作很快，一下就将陈星的左手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上。陈星没再拒绝小黎的好意，当即打趣道，小黎，你长大了，知道心疼哥哥了。小黎嘻嘻一笑，我一直很心疼哥哥好不，只是哥哥平日用不着小黎。两人一边说一边往陵园中走去。鱼缸看着两人的背影，嘴里轻轻学着小黎的话语，我一直很心疼哥哥好不。哦，没等他吐槽完，前方突然传来一股杀气。鱼缸打了一个哆嗦，当即闭上嘴巴跟了过去。陵园杂草丛生，里面大多数的墓碑都被杂草覆盖，唯独中间那个最大的坟墓没有受到沾染。在小黎的搀扶下，陈星来到那个墓碑前，鱼缸、穆维站在他们身后。陈星低下头，看着那个已经堆满灰尘的碑文，生母柳如烟之墓，新纪元10年。而陈星这个碑文很奇怪，墓碑是以陈星名义立的，但是碑文只有是母柳如烟以及陈星2个人的名字，并没有陈星父亲的名字，这并不符合传统。如果陈星父亲健在，那应该以父亲名字取立，然后在后面位列陈星的名字。如果陈星父亲不在，那也应该把父亲名字加上。难道是因为新纪元到来，所以不再注重传统了吗？不，碑文上没有父亲的名字是陈星刻意为之。在陈星看来，父亲根本不配为人父，为人夫陈峰这个名字不配出现在母亲的墓碑上。第189章烤狼肉猜谜题。陈星从没见过父亲陈峰，就连母亲柳如烟离世，那个男人都没有出现。一切和父亲有关的事情都是来自母亲讲述。在母亲的嘴里，父亲是在外面做大事的了不起人物，但在陈星看来，陈峰只是一个抛妻弃子的混蛋而已。陵园里，陈星打扫了母亲的墓碑之后，在坟前插上蜡烛，然后对着母亲的墓碑磕了3个头。小黎、穆维也在陈星后面跪拜。祭拜完后，4人转身离开墓区。当他们路过方才陈星战斗的地方时，鱼缸指着远处巨狼的尸体说，你们吃早饭了吗？要不要烤狼肉吃？不提此事还好，但当陈星听到烤狼肉的时候，肚子顿时咕咕咕地响了起来。他捂着肚子，看着远处的巨狼，露出犹豫神情。可是我没有火石。新纪元初期还有打火机、火柴可以用，现在已经新纪元20年，打火机、火柴已经是相当奢侈的东西，火石反倒是比较容易获得。这种小事我来解决。鱼缸说着，折指旁边的枯草树枝，你去捡些。他话还没说完，便顿住了，自己可没有资格在小黎面前指挥他的哥哥。于是他改口道，我去捡些柴火，你在这里等一会。陈星没有留意，而是看向远方巨狼尸体。行，我去把巨狼的尸体拖过来。不一会，木材、巨狼尸体已经就绪。不过巨狼的皮肉十分紧实，陈星没有刀具，光靠蛮劲很难将这些肉分割好。最后还是鱼缸出马，他微微调动体内魔力，
然后手中就出现一个白色的魔法手刀。于刚用魔法手刀轻轻将狼肉切割好，陈星则在旁边将狼肉一串一串穿好。至于烧火这种事，对于刚来说更是简单，他用手轻轻一指旁边的木材，一条白色气息从他指尖窜出，那白色气息犹如激光一般，迅速将木材堆点燃。生完火后，于刚不知从哪拿出一堆瓶瓶罐罐，里面有盐、辣椒、孜然等各种调料。然后他拿出串好的狼肉，放在火上慢慢烘烤。他一边烤一边哼着歌，看来他对于烧烤这件事十分享受。起先陈星还以为于刚提议烧烤是担心自己饿着，现在他可以100%肯定，眼前这家伙绝对是烧烤的瘾犯了。等待烧烤的过程中，陈星留意穆维的神情。上一次在神选之地召唤出穆维的时候，他中途还去嘘了一次。很显然，这丫头和普通人一样有生理需求。面对于刚的烤狼肉，穆维虽然很努力的掩饰，但还是忍不住咽口水。陈星想到召唤出穆维后就没有好好和他说过话，更没有照顾过他，心里略微有些惭愧。于是这一次他决定展示一下主人的关心。穆维，昨天你是在神选之地过的吗？穆维听到陈星问话，连忙站起身，然后弯腰行礼。是的，主人。您昨天走后，我就在营地里。你一个人在营地不怕吗？穆维不是一个人。您和其他神选者走了之后，营地里来了几个莫岗村的村民以及樟树村的村民。哦，他们过去干嘛？你们昨天打斗的时候给营地造成了不少的损毁，他们过去重建篝火，修理帐篷，修建营地洞穴入口，为下一批神选者做好准备。原来如此。突然陈星心里一紧，妹妹还在旁边，自己怎么能和穆维聊神选之地的事情呢？不过自己好像没有说什么神选之地的内容，都是穆维在说，这样的话算不算违背须知？他偷偷地瞄了一眼于刚，发现对方还沉浸在烧烤里，妹妹也像是没有听见似的。陈星暗暗舒了一口气，于是他不再和穆维说话，而是坐在旁边看着妹妹烤烧烤。从昨天到现在，他总觉得妹妹怪怪的。昨天妹妹为什么会带3份饭菜？好像提前知道自己会回去似的。为什么会拿出从神选之地流传出来的回血药剂？为什么阿豪总是躲着他？今天他从巨狼口中脱险，为什么这么淡定？为什么他对突然出现的穆维也没有表现出太多惊讶？一串串的疑问让陈星感到不解。妹妹身上似乎有许多自己不知道的秘密。这时小黎举起一串烤狼肉送到陈星面前，哥，你先吃。陈星回过神来，他看着妹妹手里的烤狼肉，接了过来。他没再胡思乱想，横着木签当即咬了一口。狼肉他没有吃过，但听年长的人说过，狼肉很柴很腥，没有家禽肉好吃。不过他手边的这串烤狼肉却相当的香嫩，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腥味。鱼缸的烧烤水平果然不是盖的。那串烤狼肉一共有5块，陈星吃过2块之后就递给一旁的穆维。穆维连忙回绝，主人先吃，穆维不饿。虽然这么说，但是他喉咙的吞咽却骗不了人。陈星直接将狼肉塞到穆维手中，给你吃你就吃，莫不是你嫌弃我吃过这一串？没有没有。穆维不再拒绝，伸手接过烤狼肉，而后他转过身，侧着身子把那狼肉吃下。陈星不知道他这是什么习惯，但也没有去纠正。之后于刚将一串接一串的狼肉烤熟，4人很快就吃得撑起了肚子。之后4人起身往城里行去。此时天已经大亮，路上的行人增多，那些野猫野狗也全都退到阴暗的角落。当几人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于刚停下了脚步。陈星，我们就到这里吧，我要回去了。好的，谢谢前辈今日相助，过2天我去基地当面感谢你。客气。于刚一抱拳，准备转身离开。这时小黎突然插话，于刚哥哥，我要去学校，你顺路吗？没等于刚说话，陈星沉声道，小黎，于刚哥哥有大事要忙，我送你去学校。于刚笑着对陈星说，没关系，我刚好要去那个区域巡逻，我送小黎去学校吧。小黎也说，是啊，陈星哥哥不是要和穆维姐姐多聚一聚吗？陈星张了张嘴，没再拒绝，行吧，于刚前辈，麻烦你了。没事。而后4人分成2队，各自行去。路上于刚轻声对小黎说，长官，你方才是不是表现得太镇定了？难道不怕陈星察觉到？小黎一改方才稚嫩的神情，变得深沉起来。第190章新纪元世界。小黎看着陈星的背影，对身旁的于刚说，从昨天到今天，我露出了许多破绽，有了今天的经历，哥哥必然会发觉不对劲，然后进行推测，将来等他知道事情真相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难以接受了。于刚道，不愧是李长官。这时小黎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不过今天哥哥的表现确实令我吃惊呢。
鱼缸点头，是啊，只是经过最低级的营地历练，就能将天赋之灵带到现实位面，这简直是奇迹。小黎说，我原本以为哥哥能唤醒天赋就很不错了，没想到居然直接把天赋之灵带了过来。鱼缸，唤醒天赋之灵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极少数神选者才有机会在新手村末期做到。在异界唤醒天赋之灵与将其带到蓝星是两码事。小黎说着，看向身旁的鱼缸，你是什么时候在现实位面唤醒天赋之灵的？鱼缸脸一红，我比较愚钝，历练了1年多才将天赋之灵带出来，1年多已经很不错了。陈星和穆维走在路上，陈星没有说话，想着妹妹身上的怪事，而穆维则是看着周围的环境，一脸新奇。此时天空已经大亮，人们也都从屋内离开，去附近耕作或者去补给站。补给站是政府组织设立的，整个江川市区有10个补给站。补给站的功能不是简单的提供食物、水那么简单，这里还有种子、火源、粗布，甚至宠物、幼崽等等物资。之前陈星不明白补给站的那么多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昨天经过培训课堂才知道，里面不少东西是从类似神选之地这样的异界地域获取的。那些地方的植物、宠物经过当地亿万年的进化，比蓝星当地的要强上不少。比如面包树会在每年的3至6月结面包果，一棵面包树能够为50人提供当季口粮。又比如一条成年獠牙犬能够和2头野狼战斗不落下风，如果驯养一条，那基本上不用担心出入安全。当然，这些东西也很稀缺，并非什么人都能获得。即便是新纪元的蓝星，也有贫穷富贵之分。目前全球的蓝星统一了货币，都是以金元珠进行结算。常见的金元珠分为灰、蓝、紫等品阶，分别被大家称为灰金、蓝金、紫金。100灰金等于1蓝金，100蓝金等于1紫金。金元珠也来源于异界地域，之所以选用它做货币，是因为它有一些极其特殊的功能。1. 体积小，一颗金元珠只有米粒那么大，非常方便携带。2. 可无损合成分解，将100颗灰金放在一起，可以直接合成出1颗蓝金。1颗蓝金在经过太阳照射后，又可以分解成100颗灰金。3. 自身功能，植物、动物可以通过吸收金元珠加速成长，人类在极限饥饿的情况下，也能用其延续一段时间的生理机能。但是它不能代替食物，就好像一个人不可能通过吃药来填饱肚子一样。除了货币，新纪元的许多东西都和公元纪元不一样，比如未成年的划分，华国的未成年年龄降至16岁以下，其他国家更低，有一些甚至只把12岁以下才当作未成年。教育，9年义务教育变成5年，学科分为生活和科学。只不过现在科学类的科目越来越没人关注，大家宁愿学各类异界动植物的养殖，也不去学那种没用的数理化。除了普通学校外，也有一些高级学校。高级学校会涉及一些神选之地的内容，以帮助其快速适应神选之地。福利，在华国的城市地区，未成年人是可以免费领到当日口粮，每个家庭都可以分到免费的房子。但即便这样，城市里依然没有什么人待，没有工业支持，城市里用火、用水都极不方便，怎么可能比得过乡村呢？这时，穆维发出好奇的疑问：主人，这就是你的家乡吗？怎么这么多空房子呢？陈星苦笑一声，以前这里全都是人，自从被魔族的战争波及后，就渐渐变成这样了。穆维哼了一声，又是魔族，真是可恶啊！陈星心念一动，他停下脚步，一脸严肃地看向身旁的穆维。穆维，你有家乡吗？他原本以为穆维是被神选之地创造出来的，但这2天的经历让他感觉似乎没有那么简单。穆维点头，当然有呀，我们是云灵一族，生活在云灵之境。我们本身没有战斗力，但是和别人签订契约后，可以使用主人的天赋能力，所以我们也被称为天赋之灵。陈星喃喃道：云灵一族，云灵之境，天赋之灵，宇宙之大，无奇不有，居然还有这种种族的存在。想到穆维2次出场战斗，他突然心念一动：穆维，除了陨星锤，你可以使用普通武器吗？穆维摇头：不行，我无法驾驭普通装备，发挥不了特性。我的装备来源必须是你的天赋。陈星指着他的衣服：那你穿着的衣服？衣服？穆维低头看了下自己的服饰，它是我根据蓝星人的模样幻化出来的，本身没有特别作用。如果主人不喜欢，我去掉好了。穆维说着，轻轻挥了挥手，身上的衣物开始变得透明起来。陈星连连摆手：别，就这样，挺好的。他擦了擦汗，这个穆维的思维似乎和平常人不太一样。难不成所有的天赋之灵都是这样的吗？
就在两人边行边走之际，突然听到一声响亮的轰鸣声。陈星抬头一看，发现前方有一辆汽车正在路上飞驰。开汽车对于公园纪元的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但对于新纪元，尤其是新纪元20年的人来说，却是极其稀罕奢侈的事情。其一，没有石油开采设备，工厂加工环节，汽油变得越来越稀缺。其二，汽车的许多零部件都是电子设备，无法正常运转，而接到远处的那辆汽车却运行得很顺畅。这是为何？第191章鳄鱼帮。旁边的百姓听到远处的汽车轰鸣声后，全都脸色大变。其中一对离陈星较近的中年夫妻喊道：“阿星，快躲进来，鳄鱼帮的人来了。”提醒陈星的中年夫妻名为何安良、赵红霞，平日里没少照顾陈星兄妹，尤其在陈星16岁成年之后，少了许多政府的物资补助，两夫妻经常挤出一些衣物送给他。陈星听到两人的话，却是一愣：“梁叔，什么是鳄鱼帮？”何安良见陈星还在街上发愣，再次提醒他，这些天鳄鱼帮的人经常过来抢夺钱财、粮食，他们已经杀了很多人了。陈星眉头一扬，杀人？这是蓝星，可不是神选之地，为什么会有这么恶劣的人存在？赵红霞喊道：“阿星，你和那个姑娘快进来，别引起那些人的注意。”不过陈星没有动。梁叔、霞姨，你们自己躲好，不用管我。此时前方的车子越来越近，何安良、赵红霞心急难耐，但是他们不敢出来和鳄鱼帮的人打照面。无奈，何安良只能和爱人躲进屋。进屋前，他再次提醒陈星，千万别惹他们生气，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陈星向两人笑着点点头，示意他们放心。穆维的出现给了陈星足够的底气，他要会一会这些蓝星的混混。而后他抬起头看向前面，他的目光落在远方的汽车上。远处的街道有一辆敞篷吉普车，吉普车上一共有3个人，2男1女。开车的是一个一脸文静的男生，车后座上有一个光头大汉以及一个纹身少女。光头大汉拍了拍车门，对开车的人说：“阿秋，你的车技越来越熟练了。”阿秋笑了笑，没有说话。光头身旁的纹身女趴在那光头大汉的胸口：“狼哥，下次让我来开一开呗，我从没有开过车呢。”光头男狼哥哈哈一笑：“13妹，这玩意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开的。”13妹嘴巴一撅：“秋哥可以开，我为什么不能开呢？你看不起人？”狼哥捏了下纹身女的屁股：“阿秋的异能可以屏蔽周遭的信号干扰，保证机器运行。你除了能让人干，还能干什么？”13妹扭动了下身子：“哎呀，狼哥真讨厌，你们从神选之地出来就看不起人了。”狼哥道：“本来就是，去过神选之地的人都觉醒过天赋，并且打通了晋级的通道，和普通人确实不在一个阶级了。”13妹抬起头看着狼哥：“狼哥，那你和我说一说神选之地的事情呗，下次我要是进去了也好提前应对。”在13妹说出这句话之后，狼哥脸色突然一沉，蒲扇大的手掌呼了上去，啪！13妹脸上顿时通红。而后狼哥恶狠狠地瞪着13妹：“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能打听神选之地的事情。”13妹眼泪汪汪地捂着脸颊，不敢吭声。就在这时，开车的阿秋开口了：“狼哥，前面有2个人。”狼哥毫不在意地回了一句：“撞过去。”好。阿秋加大了油门。不久后，阿秋再次对狼哥说：“狼哥，还有个小萝莉。”小萝莉？狼哥眼睛一亮，他立马坐起身，对阿秋说：“先别弄死，看看情况。”好的，狼哥。陈星看着越来越近的车子，心里做好了准备。如果那车子直接开过来，他就让穆维一锤子把它砸烂。而当那车子距离自己还有20多米的时候，汽车猛然减速，吱！吉普车车轮在地上划出一个长长的黑色痕迹，停在陈星面前10多米处。不一会，车子里下来一个人。光头大汉一边下车一边骂骂咧咧：“阿秋，你停车能不能稳一点？车椅子都快被我撞坏了。”驾驶位上的阿秋向光头大汉道歉：“狼哥，对不住，怕撞到人，所以刹车踩急了。”这时狼哥看到陈星身旁的穆维，眼睛顿时直了：“恰嘎，这个妹子真恰嘎。”他一边说一边走过去，他无视了陈星，直接来到穆维身旁，伸手就要去撩对方的下巴。穆维微微一缩，躲到了陈星的身后。“哎呦，还害羞？哈哈！”狼哥说着，伸出右手想要把陈星拨开，然而还没等他碰到陈星，却发现右手手腕被对方抓住了。咦？狼哥终于把注意力放到陈星身上。他方才看似随意的拨弄，但实际力道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小伙居然能挡得住。“你是神选者？”陈星一把甩开狼哥的手：“看来你也是神选者了。”狼哥嘿嘿一笑：“小子，难怪这么刚。
而后他回过头对车子方向大喊：“阿秋，碰到神选者了，要不要来聊聊？”阿秋摆了摆手，看得出他对狼哥很有信心。狼哥伸出右手：“我叫贪狼，你可以叫我狼哥。”第1803届进入神选之地，从营地出来后就待在蓝星。陈星恶意伸出右手，与狼哥的手握在一起：“我叫陈星，第2023届进入神选之地，刚从营地出来。”呵，原来是第一次离开神选之地，难怪你身上也没有星级。星级？陈星还没弄清对方话里的含义，突然感觉右手一紧，那个狼哥的手犹如铁钳一般，狠狠地夹着陈星的右手。陈星连忙也加大了力气。狼哥见陈星开始对抗，嘴角微微一笑，力道又加大了几分。在他看来，刚从营地出来的神选者都是1级基础属性，力量再强也不过11.2点。狼哥的基础力量是13点，足够碾压对方。然而陈星并没有退缩，在对方加力道之后，他也暗暗使劲，力气甚至隐隐还超过了狼哥。狼哥脸上露出惊讶神色：“咦，你小子也是力量型的啊，真是小瞧你了，在营地没少提升基础力量吧？”陈星倒也不避讳，淡淡的说：“还好，15点基础力量。”15点。这一次狼哥眼里露出震惊神色，不过很快他眼中的震惊变成狠厉：“小子，你果真天赋异禀，仅仅去了一趟营地就能到达15点的基础力量。要是你成长起来，我恐怕真不是你的对手。很可惜，你今天遇到了我。”狼哥暴喝一声，体内突然爆发出更加猛烈的气力。告诉你一个秘密，在现实世界也是可以升级的。单纯比拼基础力量，我确实比不过你，但我是2级啊！狼哥说完，右手猛然一使劲，陈星右手的骨头顿时出现咯吱的声响。第192章，一拳毙命。现实世界可以升级这件事，陈星真的不知道。昨天老师在课程上说，他们需要回到神选之地，然后才会继承之前在神选之地升级的等级和属性，根本没有提现实世界能够升级这件事。在贪狼表现出2级的力量后，陈星很快就吃不消了。正在他准备让木维支援自己之际，突然感觉全身出现一股暖流，紧接着他的属性开始急速飞升。这是怎么回事？陈星没有时间去搞清缘由，只是下意识加强了自己的力道。不一会，他的力气再次与贪狼旗鼓相当，直到贪狼将所有的力气都使出来，都无济于事。此时的陈星感觉自己全身的力气爆棚，至少是先前的7、8倍。我的属性是怎么来的？难道我的等级上升了吗？不待陈星想明白，对面的贪狼脸上露出青筋，他的眼中甚至露出惊恐神色。不可能，你只是刚从神选之地出来的神选者而已，怎么可能对抗26点力量的我？贪狼说着，启动了自己的天赋技能熊王之力。熊王之力临时提升100%力量，很粗暴的天赋，但是非常有效。贪狼的力量顿时飙升到52点。然而下一刻，陈星的力道再度跟了上来。啊！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贪狼眼睛变得通红，他狂吼一声，握紧左手，猛然往陈星头上砸去。这一拳同样汇聚了52点力量的破坏力。陈星哼了一声，然后右手轻轻一摔，贪狼高大的躯体顿时呜地飞了出去。砰！贪狼的身体狠狠砸在那辆敞篷吉普车上，咔嚓，吉普车凹下去一大块。幸亏那阿秋动作快，在贪狼飞过来之前及时离开了车子。可怜车上的13妹方才见贪狼要去下面找个小萝莉，于是坐在车上生闷气。此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贪狼压住了。凹陷下去的车身顿时卡住了13妹的身子，疼得她哇哇大哭。阿秋刚刚逃过一劫，冒出一身冷汗，他没有理会13妹，当即跑到车头处：“狼哥，你没事吧？”他伸手去拉贪狼，将其拉出车身。此时的陈星并没有当即追上去补刀，他惊讶地看着自己双手，奇怪，我的力气怎么这么大了？而后他随意地跳了跳，结果很轻松地跳到3、4米的高度。不对，不仅仅是力气，身体也轻便了不少，看来敏捷也提升了许多。这时穆维对陈星说：“主人，我把你的天赋道具白也带了出来。”穆维说着，虚空一点，陈星的胸口顿时出现4张麻将。原来如此，陈星恍然大悟，是象牙白杠，每一个象牙白有25.4为基础属性，象牙白一共提供了100.4为基础属性，算上他自身的15点，此时他足足有115.4为，对付仅仅26点力量的贪狼，自然轻轻松松。陈星抬起头看向前方的贪狼，此时贪狼已经站起身，虽然他头上流了不少的血，但是似乎并没有大碍。看来这贪狼不仅力量很高，体质也很强。戳大木娘，那个陈星是个怪物，他的天赋等级肯定很高。
贪狼一边擦拭身上的血渍，一边对身旁的阿秋说：“阿秋，咱们一起上。”阿秋点头：“好的，狼哥。”说着，他双眼突然一翻，原本黑色的瞳孔突然变成深蓝色，就连眼神也变得深邃起来。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向陈星发起攻击之际，突然感觉前方窜来一个身影，呼的一声，陈星已经近在咫尺。贪狼，阿秋心里一惊，好快！两人连忙应对来袭的陈星。阿秋！贪狼大喊一声阿秋的名字，然后用高大的身躯撞了上去。虽然贪狼的体重比陈星重，但是双方力量实在相差太大，所以硬碰硬他绝对吃亏。贪狼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相信阿秋。阿秋在贪狼叫喊之前已经发动了异能，他是精神控制系的，也是2级。他之所以能够开车，就是用精神力罩住了汽车元件，让汽车不受周围空间的影响。此时面对力量比贪狼还强的1级神选者，他一点都不敢放松，调动尽可能多的魔力对陈星发动精神冲击。阿秋对自己的精神攻击是很有信心的。通常来说，力量强的人精神力都不太强，只要对方的精神力被自己摧毁，那再强的力道都发挥不出来。这种精神冲击不要影响多久，只需1秒钟的时间就足够贪狼对对方造成致命打击了。然而当他精神力触碰到陈星时，突然感觉自己的精神力犹如泥入大海，完全无法深入。这说明一件事情，对方的精神力远胜于自己。阿秋心中大惊，怎么可能？但这时不是吃惊的时候，他连忙大喊：“狼哥，危险！”贪狼正准备寻找陈星精神放松的间隙，对对方发动致命一击。然而他等到的不是陈星精神的松懈，而是阿秋的叫声。现在的贪狼哪里还有回头路，只能咬牙和陈星硬拼。哈！他怒吼一声，发动全身的所有力气，一拳轰了上去。陈星嘴角微微一扬，也伸出了拳头。他没有来花里胡哨的招式，直接与对方硬碰硬。咚！双方拳头狠狠撞到了一起。贪狼闷哼一声，又一次往后飞。砰！他的身体再次压在汽车上。卡在车子里的13妹还没从车子里出来，再一次遭受到了撞击。而这一次的距离更近，力道更大。13妹连声音都没喊出来，生生痛晕过去。而贪狼本人也没好到哪去。方才那一击破坏力极强，不仅轰碎了他的右手手臂，连同他的内脏也震碎了。现在的贪狼除了能够呼吸之外，连眼皮都直不起来，这一口气随时都可能断掉。至于阿秋也很不好受，他虽然没有遭受到陈星的攻击，但在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陈星的破坏力，心里确实受到沉重的一击。你阿秋看着陈星，话都说不出来。陈星甩了甩右手，所谓力是相互的，方才那一次对撞实际也给他带来了不少伤害，他本人也算是结结实实吃了贪狼的正面一击。陈星看着自己右手拳头，淡淡的说：“和我说说鳄鱼帮是怎么回事。”第193章押送犯人。鳄鱼帮。面对陈星的提问，阿秋磕磕巴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陈星倒也不急，只是静静地看着阿秋。这时陈星的身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我知道鳄鱼帮。”陈星回头一看，是方才提醒自己的何安良。他的妻子赵红霞此时正在拉着他的手：“不要过去，那里危险。”何安良看着妻子，沉声说：“红霞，这些人死在咱们家旁边，我们已经躲不掉了。”赵红霞一震，手不自觉地松了下来。而后何安良拍了拍妻子的手背，来到陈星身边：“阿星，这些人之前来的时候说过，鳄鱼帮就在青山湖。”青山湖。小时候汽车还能开的时候，陈星去青山湖玩过几次，但自从汽车失灵之后，他就没有去过。那里离陈星所在之地挺远的，走过去起码也要2-3个小时。他看了看面前这辆被压瘪的车子，暗暗叹了口气。方才担心两人开车逃跑，现在却是限制了自己。早知道就不弄坏他了。梁叔，你还知道鳄鱼帮的其他事情吗？何安良说：“据说鳄鱼帮已经存在2-3年了，只不过之前一直是在青山湖周边活动，不知为何这些天开始向周边蔓延。我们尝试找过神选组织的人，希望他们安排人手去消灭鳄鱼帮，但是神选组织只是说正在观察，然后就没有后续了。”陈星听到这，感觉有些奇怪。如果说组织不知道这件事就算了，为什么他们明明知道有这样一群黑帮土匪，却不出手干预？难道有什么隐情吗？而后陈星又询问了一些关于鳄鱼帮的事，不过何安良没有再给出有效信息。于是陈星对他说：“梁叔，谢谢你提供的信息，你先回去吧。阿星，你小心点，这群人穷凶极恶，尤其是对付你这种从神选之地回来的人，很少留活口。”陈星点点头：“你放心，我会调查清楚的。”而后何安良与陈星挥手告别，转身回到了屋内。陈星回过头
看向阿秋。此时的阿秋已经缓过神来，方才他有过逃跑的念头，但是想到先前陈星展现的速度，顿时打消了这个作死的想法。陈星盯着阿秋的眼睛：“你叫阿秋是吧？”阿秋如实回答：“是。”陈星沉声道：“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我满意的话，说不定会留你一条性命。”阿秋不敢反驳：“您请问。”陈星伸出食指：“第一个问题，你们鳄鱼帮有多少人？”阿秋如实回答：“共60人，除了我们俩，还有58个。”陈星又伸出中指：“第二个问题，其他人的等级、属性如何？”阿秋脸上露出难色：“这个我知道的不是很全，大部分都是1级、2级的。”陈星追问：“你们老大的等级、属性、技能呢？”阿秋道：“具体的不清楚，但他曾经让我攻击过他，我确定他精神大于40点。听狼哥说，他和老大决力过，确定老大的力量大于60。至于其他的就不清楚了。”陈星想了想，然后问出一个关键问题：“你们成立鳄鱼帮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抢劫他人财物吗？”阿秋摇头：“这个我不知道。”听到这个答复，陈星陷入了沉默。阿秋见陈星不说话，心里顿时忐忑不安，不知道面前这个杀神心里在想什么，是不是想着怎么折磨自己。这时陈星想到方才那个中年大叔的提醒，于是问出最后一个问题：“你之前杀了人吗？”方才和安良已经说了这些人的恶行，如果对方敢说没杀，那陈星就直接做了对方。然而阿秋在听到陈星的问话后，立刻回答：“我杀过，但杀的都是从神选之地出来的。”哦，陈星对他强调的话语很不理解，为什么要强调是从神选之地出来的？阿秋见陈星脸色阴沉不定，连忙解释：“我们老大说不能杀普通人，但是神选者例外。”陈星更加不解，这是什么道理？阿秋摇头：“我不知道原因，但我一直严格遵守这个规矩。”说着，他还指了指身后的贪狼，他也是只杀过神选者，面对普通人最多是教训一顿。对于这种行为，陈星想不出所以然来。过了一会，阿秋见陈星没再提问题，脸色也没有先前那般阴沉，于是弱弱地说：“那个，我能走了吗？”陈星看了看阿秋，又看了看旁边已经咽气的贪狼，然后说：“我说过，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不代表我放了你。你跟我去一趟神选者基地，怎么处置由他们说了算。”阿秋脸色微微一变，但是没有反驳，把自己送给神选组织，总比现场宰了自己强。而后，陈星带着阿秋、穆维去了工业园区。按理来说，这件事交给政府处理是最好的，只不过他不认识政府里的人，别人不一定会告诉自己实情，而神选组织里有自己母亲的相识，说不定可以听到一些实话。1个多小时后，陈星又一次回到那个废弃的神机营养舱装配厂。刚来到门口时，就被2个不知从哪窜出来的人拦住了。站住！那2个人胸口都佩戴着陈字徽章，明显是神选者工作人员。陈星笑着向2人打了个招呼：“你们好，我是第2023批神选者，想要进去找领导。”2人看了看陈星，又看了看阿秋。当他们眼光落在穆维身上时，脸上闪过一丝震惊神情。2人对视了一眼之后，为首的那人对陈星说：“你俩可以进去，但他不能去。”那人指的是阿秋。陈星忙道：“是这样的，这个阿秋是青山湖的一个神选者流氓团伙成员，他们在外面杀了不少其他神选者，我想请示一下领导，怎么处置他？”为首那人摇摇头：“这种事不归我们管，你应该送他去政府机构。”陈星愣住了，他没想到面前的人对于神选者被杀之事竟然没有任何动容，难道神选者的死活真的不受保护吗？这时院内传来一个声音：“让他们进来。”第194，神选者的特殊律法。陈星抬头一看，发现里面走出一男一女。见到这2人后，他脸上露出喜色，连忙大喊：“米姨！”走过来的是米娇和于刚。警卫见到米娇和于刚，行了一礼：“米主任，于团长。”米娇点头回应。而后他笑着对陈星说：“阿星，进来吧。”“谢谢米爷。”陈星3人跟着米娇走进厂区，看着米娇的背影，想到方才警卫对他的称呼，陈星对他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昨天陈星还以为米娇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没想到他的级别还很高。之后几人走进一间办公室，那间办公室并非上次陈星醒来的那个厂房，而是在厂房旁边的办公楼。进入办公室后，米娇坐在当中的沙发上，于刚站在他的身旁。米娇指着面前的沙发：“阿星，你坐。”哦，陈星也坐下了。穆维没有坐，而是站在他的身旁。阿秋低着头站在角落，不敢吱声。米娇瞥了一眼阿秋，然后问陈星：“来基地有什么事吗？”陈星指着阿秋说：“这个人叫阿秋，
是青山湖一个叫鳄鱼帮的成员，经常出来欺负老百姓。今天被我碰到，于是抓了过来。米娇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那你过来的目的是？陈星道，就想问，这种从神选之地出来的恶人应该怎么处置？难道没有律法管制他们吗？米娇看着陈星稚嫩又认真的脸庞，突然笑了起来。你可知道星纪元年的时候，蓝星有多少人吗？陈星虽然读书不多，但是还是知道这个数字的，100亿。米娇一脸平静地说，之前有工业支持，养活100亿人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全球科技被毁，怎么可能还能保证100亿人衣食无忧？陈星意识到一个可怕的问题，那现在蓝星还有多少人？40亿。米娇声音低沉了许多，仅仅20年，人口缩减了60%。那些死去的人，或是饥饿，或是寒冷，或是被野兽所杀，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剧。陈星声音突然拔高了几度，你的意思是说，现在人命不值钱，所以杀了就杀了？米娇没好气的看了一眼陈星，你想什么呢？这是华国，你当是外国呢？我们一贯坚持以民为本的原则，所以一切决策是以保护民众为目标的。目前我国针对普通人和神选者有2套管理方案，普通人受到保护的权益更多，而神选者之间则没有太多限制。陈星还是有些不解，为什么不限制神选者之间的争斗？他们都从神选之地出来的，应该更加有用啊。米娇脸色突然一沉，阿星，你这个思想觉悟就有问题。什么叫神选之地出来的人就更加有用？普通人难道就低人一等吗？陈星连忙摆手，米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些人更加有战斗力，在未来对付妖魔的战斗会更加有作用。米娇说，你进入过神选之地，应该很清楚一件事，大部分神选者都会被淘汰下来。其实这些人未必没有好天赋，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最终留在蓝星。但是在蓝星并不等于停止修行，他们在蓝星照样可以再度觉醒天赋。所以单独为神选者制定一套规则，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在蓝星也进行升级修行。如果神选者彼此在争斗的过程中出现伤亡，我们并不会干预，你明白吗？陈星点头，他总算知道阿秋方才在外面为什么强调自己杀的都是神选者了。原来神选者之间的死伤是不受政府约束的。米姨，那这个人怎么处置？米娇向于刚点点头，叫阿喵过来。好的，主任。于刚离开办公室，不一会，他领了一个20多岁的貌美女子进来。那女子进入办公室后，向米娇行了一礼，米主任。米娇指了指旁边的阿秋，检查一下他有没有伤害到平民。是。阿喵迈着猫步来到阿秋面前。阿秋见到阿喵的到来，眼中突然露出恐惧神色，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时阿喵双眼紧盯阿秋，阿秋突然闭上眼睛，不敢看他。不过他的反抗并没有什么作用。不一会，阿秋的眼睛缓缓打开，目光变得呆滞。我叫梁秋，第1803批神选者，天赋是精神系。我是鳄鱼帮普通成员，进入帮会已经有6个多月，平时和贪狼一起行动。到目前为止，我们杀了3个神选者，打伤打残了9个平民，掳掠了11个姑娘，其中有9个是自愿跟随我们的。陈星听到这，心里暗骂这个梁秋，这家伙只跟我说杀了神选者，却隐瞒了打伤奴役平民的事。等梁秋自述完之后，米娇对于刚挥了挥手，带下去吧。是。于刚、阿喵带着梁秋走了出去。陈星虽然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处置阿秋，但知道那货肯定会受到惩戒。房间内很快就剩下米娇、陈星以及穆维3个人。此时米娇把目光放在穆维身上，过了许久，他突然发出感叹，真没想到你刚从营地出来1天就能够觉醒天赋，而且还能召唤出天赋之灵，简直是奇迹。陈星好奇地问，米姨，不是每个去了神选之地的人都觉醒了天赋吗？米娇摇头，在神选之地觉醒了天赋，不代表现实中也能觉醒。普通人从神选之地出来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让灵魂和肉体达到统一。要想重新觉醒天赋，通常需要花1-2个月的时间。你仅仅1天不到的时间就觉醒了天赋，而且还把天赋之灵带了出来。整个蓝星，你是独一份，当年小神女也没能做到呢。陈星心念一动，不禁打断了米娇的话。小神女？她是谁？她是……米娇张开嘴，然后又顿住了。她也不知要不要和陈星说这件事。第195章鳄鱼帮的作用。米娇说，小神女是在神选之地出生的。陈星感到十分新奇，在神选之地出生的，他父母都是蓝星人吗？米娇摇头，他父亲是蓝星人，但是他没有母亲。陈星觉得不可思议，没有母亲？怎么可能？米娇道，如果说他有母亲的话，那他的母亲就是神选系统，
父亲是蓝星人，母亲是神选系统，这怎么可能？陈星感觉自己的 CPU 快烧坏了。米娇说，其实最初几年的神选系统十分不稳定，进去的神选者要么一下接受太多能量，导致魂飞魄散，要么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得相当平庸。除此之外，神选系统对神选之地的控制也非常的糟糕，甚至出现过魔族通过神选之地来到蓝星的情况。后来风尘对神选系统进行改造，注入了自己的神识，这才逐步将神选系统稳定下来。而小神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陈星惊道：“你意思是小神女是风尘的女儿？”可以这么说。米娇点头，更确切的说，她是风尘优化神选系统的同时留下的人形人格。真没想到守护神风尘居然有女儿。陈星神情逐渐亢奋起来。对于华国人来说，没有人不崇敬这个守护蓝星的强者。所有人都知道风尘战胜妖魔，守护蓝星，创造神选之地的事情，但从没听过他还有一个女儿。想到那个守护神的女儿，陈星按捺不住兴奋。小神女在神选之地吗？米娇摇头，她现在在蓝星，她有新的使命。陈星下意识追问，在哪能见到她呢？这次米娇没有回答陈星，而是一脸笑意地看着对方。陈星看到米娇的表情，觉得自己太失礼了。那么重要的人物，岂是自己说见就能见的？米娇见到陈星表情的变化，心里有些想笑，这傻小子，脑子这个筋还是没有拐过来。不过他介绍了小神女的来历之后，就止住了话题。小神女究竟是谁，就等陈星自己去探索了。而后陈星回到先前的话题，米姨，那个鳄鱼帮怎么办？你们不打算处理吗？米娇摇头，这里可不是执法机构，我们不干预那些事情。陈星指着门外，那我带来的那个人。米娇说，我会安排人送他去政府的相关部门。陈星不解，为什么？你们明明有能力解决这些人，却袖手旁观。米娇叹了口气，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而后他站起了身，指着旁边的一个鱼缸，里面有几条鱼在游动。鲶鱼效应知道吗？由于鲶鱼的存在，其他小鱼必须拼命游泳才能存活。正所谓压力产生动力，那些回到蓝星的神选者，在这些年也在慢慢的进化提升，甚至有少数没有去过神选之地的人也觉醒了天赋。这也验证了一件事，鳄鱼帮这种人的存在可以帮助大家进化。陈星听到米娇的话，顿时愣住了。他只是一个18岁的少年，他的思维很简单，恶人就该被铲除。但米娇的这套说辞却完全脱离了自己的认知，坏人的存在怎么还变成好事了？这算什么逻辑？让坏人存在是为了让好人变强？他理解不了。米娇看到陈星困惑的表情，当即笑了起来。阿星，我刚才只是从神选者基地的角度说的，至于你想怎么做，我们也管不着。反正神选者之间的争斗并不违法。陈星眼睛一亮，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自己解决？米娇耸耸肩，你愿意去就去喽，我又没权利拦你。陈星当即露出兴奋表情，谢谢米姨。早上遇到的那头巨狼很明显是从神选之地出来的，联系到鳄鱼帮的所作所为，他有理由怀疑早上袭击妹妹的巨狼就是来自鳄鱼帮。既然神选者基地不管，那自己就去会一会那群恶霸。想到这，他当即站起身。正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又停下脚步。不对啊，米姨，你不是说鳄鱼帮是鲶鱼吗？怎么会容许别人去摧毁呢？哈哈，米娇被陈星的话给逗乐了，因为你去了也没有用，罪恶是消灭不了的。陈星不服气，哼，走着瞧，我一定要把鳄鱼帮连锅端。米娇摇摇头，没再说话。而后陈星告别米娇，带着穆维离开米娇的办公室。刚出门不久，陈星就遇到了鱼缸。他和鱼缸点了点头，然后往基地外航去。办公室门口，鱼缸和米娇看着陈星的背影。鱼缸皱着眉头，主任，他就这么去鳄鱼帮吗？太冲动了吧。米娇毫不在意地说，只是一个准一星帮派而已。鱼缸道，但陈星自己也才1级啊。米娇微微一笑，他刚刚不是赢了2个2级的吗？鱼缸还是不放心。可是米娇摆了摆手，行了，就当作是他去炼狱之地前的历练好了。鱼缸没再说话。路上，陈星回想方才米娇的话，开始反思起来。就连官方都不管，是不是鳄鱼帮真的有存在的必要？难道我考虑的不够全面，做的决定太冲动了？鳄鱼帮真的能发挥那么强的作用吗？陈星一时有一些糊涂。不知不觉，他回来到了方才和贪狼、梁秋战斗的地方。此时已近中午，按理来说，这个时间段是最热闹的，但此时的街道却空无一人，甚至比先前还要冷清。这是怎么回事？陈星心里隐隐感觉有些不妙。太安静了，街上居然没有人走动。
环视四周，发现到处都是狼藉一片。当他的目光落在何安良、赵红霞的小屋上时，顿时一惊。屋子的大门已经被拆，门口还留有一滩血液。陈星连忙飞奔过去，进入屋中之后，发现何安良正躺在地上呻吟。陈星连忙上前将其抱起来：“梁叔，是谁将你伤成这样？”何安良见到陈星后，眸光中突然露出激动神色，而后他努力地从嘴里挤出2个字：“鱼。”陈星环视屋子，霞姨呢？何安良嘴里还是挤出那2个字：“鱼。”陈星忙道：“你坚持住，我送你去医疗所。”而后他抱起何安良往医疗所赶去。此时陈星心中的怒火已经燃起：“鳄鱼帮，我饶不了你！”第196章大战鳄鱼帮抵达。飞奔了半个多小时，陈星背着安良送到医疗所。然而此时的医疗所早已经人满为患，那些人有的是生病，有的是外伤，有的缺胳膊少腿。相对于遍地的伤病患者，医务人员简直少得要命，根本忙不过来。维持治安的安保则在旁边拼命大喊：“大家有序排队，不要插队。”医师已经很努力在给病人治疗了，你们别急，别急，别急，你们越急越没用。陈星看着这个情景，虽然心里很焦急，但也没有办法。公立的医疗所就是这样。其实除了公立医疗所外，还有私立医疗所。那些私立医疗所的效率非常高，但是价格昂贵。以前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私立医疗所会有那么高效率，现在想想，那些搞私立医疗所的人应该是从神选之地回来的。可惜陈星口袋没有钱，去不了私立医疗所。就在陈星左右为难之际，一个声音突然从他身后响起：“老板！”陈星回头一看，发现来人正是刘豆豆。“豆豆，你怎么在这？”刘豆豆指了指医疗所里面：“我妈妈在这里当护士，我来看望她。”陈星恍然，难怪刘豆豆可以觉醒牧师职业，原来和母亲的工作有关。这时陈星眸光一闪：“豆豆，你的天赋觉醒了吗？帮我治疗一下这个大叔。”刘豆豆摇了摇头：“没有。”陈星暗暗叹了口气，倒也没有觉得失望。之前米教说过，现实中觉醒天赋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自己是唯一一个回到现实第一天就觉醒天赋的人。然而刘豆豆接下来的话却给了陈星希望：“不过我恢复了一些魔力，可以试着救一救他。”“那太好了，你来看一看他的情况吧。”陈星说着把何安良放到地上。刘豆豆指着大叔问：“老板，这个大叔是你的家人吗？”陈星道：“他叫何安良，是我的街坊邻居，平日里很照顾我。”“那你……”刘豆豆刚想问，就闭上了嘴巴。陈星不想解释，于是对刘豆豆说：“豆豆，梁叔交给你了，我要出去办点事情。”说完他站起身往外走去。刘豆豆抬起头看着陈星的背影，不知为何他从陈星身上看到了一丝杀气。他意识到老板要去办的事情并不简单。离开医疗所，陈星眸光突然变得狠厉起来，而后他转过身往青山湖方向奔去。他此时的综合属性是普通人的10多倍，但是奔跑速度体现的却并不那么明显。如果全速奔跑的话，可以达到3、4倍，但是那样他的体力会大大下降。短跑的爆发和长跑的耐力必须有效结合才行。最后他调整自己的奔跑速度，发现保持2倍速度刚好是身体可以承受的范围，于是就按照这个速度跑下去。在此期间，木维紧紧跟着主人，他的奔跑速度丝毫不落下风。仅仅不到1个小时，陈星就来到青山湖。不过他面前的青山湖和记忆中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在他的记忆中，青山湖周围有一大片空地，有不少人在湖边漫步，而现在的青山湖周围被杂草盖住了，好像荒郊野岭一般。这种环境不可能有人居住。而后他绕着青山湖寻找鳄鱼帮的所在。大约走了半个小时，陈星突然发现前方出现一条道路，走上前去，发现这条路前方正是通往湖岛的石桥，而这条路上几乎没有杂草，很明显这条路经常有人来往。陈星心念一动，难道鳄鱼帮的人士住在青山湖的岛上？就在这时，湖岛上走出2个人影，陈星连忙拉着木维躲进了旁边的草丛。走出来的是一高一矮2个男子，伴随2人距离的接近，他们的对话也渐渐传入了陈星耳朵里。高个子的声音显得异常兴奋：“哈哈，贪狼那小子终于被人收拾了，叫那家伙嚣张。”矮个子说：“我听说贪狼是被人活活震死的，看来对方也是力量型的。”高个哼了一声：“贪狼那家伙肯定是仗着自己的爆发高，所以和别人硬碰硬。他那一招也就只能趁人不备而已，别人只要避过那一击的话，就能轻松战胜他。”矮个却有些谨慎：“贪狼爆发力量最高可以达到52点，能够在力量上压制他的人肯定不同寻常。”高个十分不屑：“呵呵，力量高有什么用？只不过是傻大个而已。”矮个依然不解，可是
和贪狼一起的组队的梁秋是精神系的，据说人都没找到。高个嘿嘿一笑，梁秋也算精神系，不过是一个司机罢了。矮个叹了口气，可惜了那辆车子，哎。高个啐了一口，车子有个屁用，连老子都撞不过。玩车子哪里有玩女人爽？走，找女人去。矮个提醒道，你下次下手的时候轻点，上次你差点弄死人了。弄死就弄死，咱们也不是第一次杀人。说起来，昨天我在碧海云天小区看到一个美女没来得及下手，今天一定要弄过来。那谁？矮个突然警觉地看着旁边的草丛。高个见状也转过身子。就在此时，草丛窜出一男一女两个身影，男的手持钢管，女的手持巨锤，双双从空中自高下偷袭他们。现身的自然是陈星和穆维。原本陈星并不想对这两人动手，但在听到他们最后的对话后，顿时忍耐不住。这两个家伙看来平日里没少残害平民，这种人怎么能放过？陈星攻击的是那个矮个子，而穆维攻击的是那个高个子。当那高个发现穆维的锤子后，想要躲避已然来不及，但是他并没有惊慌。一个小萝莉拿一个比他本人还大的锤子，糊弄谁呢？怕不是一个塑料吧？而后大个高喝一声，他的双臂化作荧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是他的天赋异能金刚之躯，催动体内的魔力后，可以将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化作合金。他对自己的异能十分自信，曾经他用身体抵抗过子弹，普通的武器根本伤害不到他。然而当那锤子锤到他的双臂的时候，他顿时后悔了。第197章大战鳄鱼帮双杀。陨星锤岂是普通的武器？它可是陈星的3张攻击型天赋道具，1柄、2柄、3柄合成出来的。而且此时使用锤子的还是穆维。穆维的特长就是施展柄类天赋技能，可以提升1倍伤害。虽然在现实中不是简单的数据计算，但这也显然不是普通人能够抵挡的。当陨星锤与合金化的双臂相撞时，空中顿时传出一阵响声 ，DOM。与此同时，大高个啊的一声惨叫，但这叫声只持续了不到 0.1 秒，便戛然而止。因为陨星锤在砸断高个手臂的时候，力道并没有完全化解，而是继续往下行进了10几厘米，直接锤向高个的脑壳。咔嚓一声，高个的脑瓜顿时迸裂开来，当即一命呜呼。穆维出手，一锤毙命。与穆维这边干脆利落相比，陈星那一边却并不顺利。那矮个子的警觉性非常高，他在陈星跳出草丛的一刹那，立马往旁边翻滚，躲过了陈星的攻击。陈星一击未中，在落地后发起了追击。然而那矮个子异常灵活，陈星连续几次攻击都未能打中对方。其实那矮个子在躲开陈星的第一时间就想反击，但当他瞄到高个脑浆迸裂的场景后，顿时放弃了这个念头。于是他暗暗启用自己的异能，加强了自己的身法。当躲避了3次攻击后，矮个双足一蹬，滚进了草丛之中。原本那草丛是陈星隐藏身形的场所，现在却成为矮个的逃命屏障。陈星自然不会让那矮个就此逃跑，那人要是回鳄鱼帮报信，可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一定要立马击杀他。随即陈星也钻进了草丛。与此同时，他留下一句话：穆维，把尸体处理一下。是。穆维一弯腰，把高个的尸体提了起来，然后随手一扔，咻的一声，高个的尸体被穆维丢进了草丛。哎呦！草丛里当即传出一声惨叫。好巧不巧，穆维丢出去的尸体刚巧砸中了矮个。陈星循声追了上去，待陈星追到矮个所在时，矮个把高个的尸体从自己身上推下。此时他的腰部受了伤，要想再逃离陈星的追击已然不可能。矮个捂着腰，一脸惧意地看着陈星：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暗算我们？陈星沉着脸：为什么暗算你们？难道你心里没数吗？梁叔被他们打伤，侠义被他们抓过来，他们做的绝对不止这些。说不定今天早上偷袭妹妹的巨狼也是鳄鱼帮指使的。但在矮个听来，却以为陈星的亲人被抓进了鳄鱼帮。你是从哪里来的？赣江大桥，还是康心苑，或者是昌大园区？陈星见那家伙居然张嘴就能说出这么多地方，脸上顿时阴沉了下来。呵呵，看来你平日里没少祸害别人。说着，他举起钢棍，立马就想结果了这个银棍。矮个连忙叫了起来：你要救人的话，就不能杀我。哦。陈星停下脚步。矮个说：湖岛很大，你根本不知道你家人关在哪里，你放过我回去，我把你家人放出来。陈星冷笑道：放你回去？你他妈当我傻吗？矮个忙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给你带路，帮你把人放出来。陈星沉思了一会，他这次过来，一是为了探知鳄鱼帮虚实，二是为了营救赵红霞。方才有没有从城南过来的女子？
城南过来的矮个低声念叨。陈星说贪狼他们上午去的区域。哦，你说那里啊？矮个恍然，有。刚刚陈护法带队去了城南，原本是为了支援贪狼小队，但是扑了个空，于是抓了5个女子回来。5个？陈星嘴角一抽，这群家伙果真是禽兽。这时穆维扛着锤子来到了陈星的身边。矮个留意到陈星的表情，又结合眼前的场景，突然灵光一闪，莫非你们就是杀死贪狼的人？陈星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这么聪明，他看着地方，露出嘴里白森森的牙齿。没错，贪狼是我们杀死的，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解救那些人。陈星没有特指某个人，以免和安良再次遭受报复。而后他不再废话，开始打探岛上的情况。鳄鱼帮有多少人？实力如何？然而矮个却试图和陈星谈判。我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必须答应放了我。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谈条件。陈星哼了一声，我数到3，你要是不说，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你的下场。陈星右手捏着钢管的一端，另一端在左手上轻轻敲打。1，矮个没有说话。陈星往前走了一步，来到矮个面前。2，矮个头冒冷汗。陈星的钢管举了起来。3，陈星喊出3的同时，手中钢管已经挥下，而那个矮个也同时大喊起来。我说，刷！陈星的钢管停在矮个额头的3厘米处。矮个不敢再隐瞒，鳄鱼帮一共有60个人，都是觉醒了天赋，其中1级的35人，2级的22人，还有2个护法以及帮主。陈星问护法和帮主等级如何？矮个说护法是3级，帮主应该更高。他们全在岛上吗？2级帮众大多外出狩猎了，留在岛上的基本是1级的。你们抓过来的人被关在哪里？进岛右手区域是囚禁女奴的地方，那里有3排小屋，你要找的人在右手第1间屋子里。很好。陈星放下了手中的钢管。此时的矮个早已全身湿透，他十分肯定，方才陈星要是不收手，那一棍绝对可以将自己脑袋敲开花。当他看到陈星把钢管放下后，顿时舒了一口气。他看着陈星，眼中露出期盼神色。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会放过我吧？陈星伸出左手拍了拍那人的肩膀。你既然这么听话，我还真不好意思杀了你。矮个当即露出感激神色。谢谢。你要干什么？他话还没说完，突然感觉身体变得轻飘飘的，紧接着一阵头晕目眩，他的整个身体飞向了空中。扑通，矮个被陈星丢入了青山湖中。还没等他从湖中冒出头，趴在岸边的几只鳄鱼当即窜下了水，随后水中一阵翻滚，落水区域瞬间被红色鲜血所浸染。而当那矮个的身子浮出水面的时候，已经被数头鳄鱼肢解了。第198章大战鳄鱼帮，白马庙五和尚。解决完2人后，陈星并没有即刻进岛，他在消化方才矮个的消息。鳄鱼帮一共35个1级的，22个2级的，2个3级以及1个未知等级的帮主。如果这是在神选之地，那陈星会毫不犹豫地冲进去。毕竟神选之地的敌人是一波一波上来的，但这是蓝星，敌人可是只会傻傻的等着自己去逐个击破。现在摆在陈星面前有2个难题。1，什么时间进岛比较好？白天进岛，人员是少，但是更容易被发现。晚上进岛，虽然更加隐蔽，但是对方人员全齐。2，进岛目标如何制定？先救人，还是直接直捣黄龙解决鳄鱼帮帮主？如果救人的话，人手应该不够；如果直接找鳄鱼帮帮主的话，自己和穆维被人围住，可以脱身吗？这时陈星把目光落在穆维手中的陨星锤上。穆维，你使用陨星锤有限制吗？穆维点头，如果激活陨星锤的特效，那只能用5次，平时只能当做普通锤子。刚才穆维对付高个的时候并没有施展技能，只是普通的攻击，要不然高个的身体早就变得粉碎了。陈星听到穆维的解释，心里有了数。这陨星锤的限制和神选之地差不多，想到陨星锤变态的技能，陈星还是很有信心的。于是他决定搏一搏。穆维，咱们进岛。是，主人。而后2人从草丛中往路边走去。就在这个时候，外面上突然传来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应该是这里了。听到这个声音，陈星心里一喜，他连忙扒开草丛往外看去。路口来了5个和尚，为首的是一个50多岁的老和尚，他身披袈裟，右手持禅杖，左手单手立掌。老和尚的身后还有4个年轻些的和尚，其中一个年轻和尚手里还拖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当陈星看到这个和尚的面庞后，顿时心中一喜，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熟人绝明。什么人？老和尚十分警觉，
立马发现了陈星所在。旁边的年轻和尚当即举起手中的武器，准备动手。陈星连忙大喊：“觉明，是我！”而后他和穆维双双离开草丛。觉明见到陈星，顿时露出喜悦神情：“老板施主，你怎么也在这？”老板施主，其他和尚纷纷把目光落在陈星身上，看来他们从觉明那里听说过陈星。觉明见到陈星，当即走了过去：“阿弥陀佛，老板施主也去鳄鱼帮吗？”陈星道：“是的，鳄鱼帮的人去我那边捣乱，把我的几个街坊抓了过来，于是赶了过来。如此甚妙。”觉明侧过身，将陈星引到老和尚面前：“老板施主，这是我白马庙的住持虚空。”陈星行了一礼：“虚空师傅。”觉明对虚空说：“师傅，这就是我和你提过的陈星施主。”虚空左手立掌向陈星回礼：“陈星施主胸怀大义，贫僧十分敬佩。”陈星问：“各位高僧，此次来鳄鱼帮所为何来？”他要搞清楚对方的目的。他虽然不太懂和尚，但也对他们的理念有所耳闻。许多和尚对付恶人是以规劝、忍耐。所谓恶缘皆是因果，这种理念的和尚对恶人是秉承忍让的态度。虚空道：“听闻鳄鱼帮最近的一些过激行为，于是贫僧携人过来度化他们。”陈星听到这话，顿时翻了个白眼。看来这老和尚果真脑袋有问题，对付那些恶人，度化有个屁用。就在这时，觉明手里拖着的那个人开口了：“大和尚，已经到了鳄鱼帮，你们把我放了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虚空口面佛号，然后对觉明说：“觉明，放了这位施主吧。”“好的，师傅。”觉明说完，右手猛力一甩，将那人往青山湖之中丢去。扑通一声，湖边的鳄鱼又迎来了一顿饱餐。陈星见到这个似曾相识的场景，差点没笑出声。这个觉明不愧是自己的队友，和自己行为一模一样。虚空见觉明把那人丢入鳄鱼群中，也没有多言。他向陈星行了一礼，然后跨步往湖岛走去。觉明悄悄走到最后，向陈星使了使眼色。陈星连忙跟了上去。觉明压低声音说：“虚空师傅去年就去了神选之地，而且等级升到了3级。另外3位师兄也都是从神选之地修炼回来的，一个3级，2个2级，只有我是1级。”陈星点点头，从神选之地出来的肯定经过了杀怪炼级的阶段，也就是说杀生对他们来说已经稀疏平常。此时的陈星已然明白自己误会虚空口中度化的意思了。度化不一定是要通过嘴巴，直接送对方去西天，岂不是一步度化到位？确定了对方的来意之后，陈星放下心来，而后他询问起觉明来：“觉明，你觉醒了天赋吗？”觉明摇头：“没有，但是不用担心，神选之地的觉明庙帮我提升了不少基础属性，我目前的属性不下于普通的2级神选者，而且我身上的功夫也比之前更加精湛，单独对付2、3个2级神选者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陈星听到这，心里开始对比双方的实力。对方50多个1、2级的帮众，还有2个3级护法，以及一个未知等级的帮主。单纯从数据对比的话，光靠这几个和尚恐怕是搞不定。但现在岛上大多数主力都出去了，现在过去或许能和对方硬拼。看来这帮和尚选在这个时候过来也是选好了时间的。而后一行人大大咧咧地走进了鳄鱼帮总部青山湖湖岛中央。刚上岛，里面就传来一个暴喝声：“什么人？”紧接着4个手持武器的人围了过来，为首的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大胡子，他面对一行7人丝毫不惧，此乃鳄鱼帮重地，闲人免进。此人名为杨浩，这些天经常有人上鳄鱼帮来捣乱，但大多被他砍杀当场。面前7人在他眼里只是7具尸体而已，而当他的目光落在穆维身上时，眼睛顿时一亮。第199章大战鳄鱼帮登岛。虚空上前一步挡住了杨浩的视线：“阿弥陀佛，这位施主，我们是来化缘的。”“化缘？”哈哈，杨浩仰天长啸。自我们鳄鱼帮成立以来，都是我们去别人家拿东西，还从没有人能从我们这把东西拿走。我看你不是来化缘，而是来送死。杨浩嫌这个老和尚碍眼，当即抽出手中的钢刀，噌的一声，钢刀刀身冒出一道光芒。紧接着，杨浩单手握住刀柄，自上而下往虚空头上劈下。钢刀上的光芒化作刀气，直入虚空的头顶。面对杀气汹汹的刀气，虚空不躲不闪，只是轻轻念出一个佛号：“俺昂。”在俺的字节音出现后，空中凭空出现一道无形的波纹。当杨浩的刀气触碰到那波纹的时候，顿时消散于无形。与此同时，杨浩只感觉自己的刀好像砍进了棉花之中，钢刀的刀身在距离虚空头顶10厘米的时候急剧停了下来。而后虚空念出第2个佛号：“妈妈。”伴随字节音传入杨浩的耳中，杨浩顿时感觉头疼欲裂。啊！
他松开手中钢刀，双手抓住脑袋，不停地在地上翻滚。觉明没有给对方喘气的机会，抓起地上的钢刀，直接捅进了杨浩的胸膛，结果了对方的性命。伴随杨浩的死亡，他身旁的3个喽啰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但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让他们逃跑？觉明身旁的3个和尚当即窜了出去，眨眼就将那3人脖子扭断。他们手法之利落，令陈心啧舌。这些家伙真是出家的人吗？怎么杀起人来如此狠毒？解决4人后，虚空继续往前行。陈心愣了一会，也跟了上去。觉明又一次来到陈心身边，向他介绍虚空师傅方才施展的是6字大明咒：俺、妈、猫、那、咪、巴、呗、咪、咩、哦、轰。6字大明咒也是观音菩萨心咒，每个字都有极其强大的力量。我在神选之地刚刚掌握字咒，可惜目前在蓝星还没能施展成功。陈心点点头，他之前没有深入了解过佛教，对这所谓6字大明咒自然是一窍不通。他也从没想到，在这星纪元里，佛经还能以如此方式展现在自己面前。突然，陈心脑洞大开，他压低声音向觉明提出一个很好笑的问题：你们用菩萨心咒杀生，难道不怕菩萨怪罪吗？觉明双手合十，一脸肃穆地说：阿弥陀佛。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果我们为了自己躲避菩萨的怪罪而对罪恶视而不见，我等死后又如何面对菩萨？这陈心差点被觉明的话给绕晕。他没有细问，而是思索觉明话里的含义。为了怕菩萨怪罪而选择不作为，这是一种只顾自己修行不顾苍生死活的自私行为。但为了惩戒恶人直接杀人，又犯了杀戒。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论他们选哪一头都不好做。而觉明他们做法是宁愿顶着菩萨的惩戒，也要对付恶人，普度众生。这刚好印证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观点。想通此节之后，陈心的内心突然对觉明一行人感到由衷的敬佩。这些和尚不是传言中那么迂腐之人，确实有点东西。几人通过入岛的关卡后，继续往前行进。这时，岛内的人已经发现了几人冲岛的行为，于是又冲出8个人过来。这一次，敌方人数大于陈心一行人。不过，那些人大多是1级的，怎么可能是白马庙众和尚的对手？陈心和穆维甚至没有出手，战斗就结束了，完全是碾压。而后，一行人继续前行，只不过路上他们没有再遇到敌人。对方肯定已经察觉到了这几人的实力，于是选择龟缩，可能是打算在某地进行伏击。虚空几人丝毫不惧对方的阴谋，继续往岛中央行去。这时，陈心喊停了队伍：虚空师傅，请稍后。几人停下脚步，看向陈心。陈心指着右边说：鳄鱼帮抓来的人都关在那边，我想过去解救他们。觉明说：老板施主，等我们把鳄鱼帮帮主解决了，再去营救也不迟。陈心一脸担心，就怕有些恶徒见大势已去，于是对那些手无寸铁之人大开杀戒。几个和尚眉头一皱，陈心说的不无道理。那些人对付自己一行人没有办法，说不定真会去找无辜的人发泄。但如果他们去救那些人，必然会有很多的累赘，到时候怎么进行战斗？陈心说：我们兵分2路，你们前去找鳄鱼帮帮主，我和穆维去救人，我忙完就去找你们。虚空没有废话，向陈心行了一礼：阿弥陀佛，那就辛苦陈心施主了。相对于虚空的率直，反倒是觉明有些担心陈心。老板施主，要不我和你们一起吧，毕竟你也刚从神选之地出来，一个人怕是应付不了太多的敌人。陈心直接否决了觉明的提议：不用，鳄鱼帮里有2个3级的护法，帮主的等级更是未知之数，你们那里会比我更危险。阿弥陀佛。觉明扭头看向虚空，虚空道：觉明，陈心施主带着天赋之灵，他的能力怕是比我们所有人都强，你不用担心他。是，师傅。觉明没再坚持，与陈心道别之后，和虚空几人一起去了湖岛深处。与众和尚分开后，陈心没有耽误时间，立刻带着穆维往右边奔去。大约走了7、8分钟，陈心终于看到之前矮哥说的那3间小屋。3间小屋临湖而建，小屋下面的湖岸处围了一圈鳄鱼，湖岸上散落着一些碎布。不用说，这是之前从这里掉入湖中的人留下的。小屋前面有4个人正在门口执勤，这4个人一脸肃穆，警惕地环视四周。正在陈心想着如何应付这4人之际，里面突然传来一阵阵的惨叫声。第200章大战鳄鱼帮，左护法白灵天。陈心在屋子外面的草丛处想着如何对付外面的4个守卫。这时里面传来一声声的皮鞭之声，每次皮鞭声音响起，必然伴随一阵惨叫声，啪啊啪啊！即便陈心与之相隔数十米，
但听到那凄惨的叫声之后，依然忍不住起鸡皮疙瘩。陈星不敢再耽误，低声对穆维说：“我对付左边2个，你对付右边2个。”是，主人。两人双双离开草丛，直奔小屋。4个守卫见到陈星后，当即大喊：“有敌袭！”与此同时，2个警卫冲了过来。陈星和穆维一左一右，各自对付1个。穆维唤出陨星锤，当头砸向来人。那人虽然对于穆维手中突然出现的巨锤感到惊讶，但是并没有惊慌。他猛然一个加速，不仅躲过了陨星锤，还迅速靠近了穆维。而后他右手一伸，手中的匕首径直向穆维刺出。穆维连忙一个后跳，躲开了对方的攻击。而后他挥动锤子，准备再次发动攻击，却发现对方又一次靠了上来。穆维不得不放弃回击，再次躲避。这一次战斗彻底体现出了锤子的缺点，锤子自身重量大，导致使用者身形并不灵活。一旦遇到贴身的对手，自己不仅很难攻击到对方，而且很容易被对手绕到侧面甚至后面。而穆维面前的这个对手身形非常灵活，应该是2级的敏捷型觉醒者。他与其交手的几个回合，好几次险些被对手攻击到。就在穆维疲于应付面前的对手时，一股灼热气息突然从远处袭来。是屋前的守卫趁着穆维战斗之际，偷偷凝聚了一个拳头大的火球砸了过来。此时的穆维退路被身旁的守卫封住，无奈他只能抡起手中的锤子，原地打了一个转。他的目的是寄希望于抵御火球的同时，能逼退身边的那个守卫。穆维抡起的锤子在空中划出一个圆圈。当火球飞过来的时候，陨星锤刚好与之相撞，噗！火球被穆维的锤子当场拍碎。火球抵御成功，穆维第一个目的达成。那他身旁的那个守卫呢？不待穆维停下转动，突然感觉脚下一阵剧痛。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个守卫不知何时出现在穆维脚边，顺势用匕首划伤了穆维的小腿，鲜血当即飙了出来。那个守卫见自己一击命中，很是兴奋。就在他准备再度进攻的时候，突然感觉身后传来一股杀意，他当即放弃原先计划，往旁边一滚。然而他的动作还是慢了，砰的一声闷响，他的后背顿时传来一阵生疼。攻击他的是陈星。由于穆维是陈星的天赋之灵，两人心意相通。方才穆维的战斗陷入被动之时，陈星就感应到了，所以他悄悄摸摸地来到守卫的背后，给了对方一棍子。这一棍虽然力道很大，但仅仅是刮伤，并没有正面敲中那个守卫，所以并不致命。当然，此时的守卫不敢再停久，准备暂时远离战场。然而还没等他起身，头顶又出现一巨大的黑影，是穆维的陨星锤。这一次的陨星锤并不是平常大小，而是足足有5米那么大。方才穆维得到陈星的允许，特意施展陨星锤的技能锤。守卫准备见到如此巨大的锤子，吓得魂飞魄散。他使出全身力气，想要躲开巨锤的攻击。如果他是满状态，或许能够办到，但是他刚刚受到陈星的攻击，后背受到了刮伤。就在他调动全身力气的时候，后背剧烈的疼痛让他的神经迟缓了0点几秒。就是这0点几秒，让这守卫错过了生存时机。咚！巨型化的陨星锤稳稳敲中了守卫。攻击结束后，陨星锤回归正常尺寸，而那守卫此时已经趴在地上，成了一个肉饼。穆维的一击毙命带给陈星面前的那个守卫极大的震撼。陈星趁势出击，2、3棍敲死了对方。方才还处于劣势的两人瞬间将面前2个守卫杀死。小屋门口的2个守卫，一个是弓箭手，一个是火系魔法师。他们原本还想安心在门口进行攻击，但见到2个队友双双殒命之时，顿时愣住了。陈星没有急着去进攻那2人，而是来到穆维身边。他蹲下身查看穆维受伤的小腿部位。你没事吧？穆维的小腿有一道2指宽、10厘米长的口子，鲜血还在往外面流淌。穆维咬着牙，忍着剧痛回应：主人，没有大碍。陈星急道：你不要动，我帮你包扎一下。穆维说：主人，我真的没事，我的体质和你体质挂钩，自身回复能力很强，伤口很快就能愈合的。穆维话音刚落，伤口的血液流止住了。看来穆维并没有骗陈星。就在此时，前方传来一个笑声：哈哈，小子，你还有功夫去管你的小女朋友？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伴随那声话语，前方猛然传来一股强大的气浪。陈星连忙护住穆维，抬头看去，中间的那间屋子走出一男一女。男的身穿白衣白裤，头戴白色帽子，此人正是鳄鱼帮的左护法白灵天。白灵天的身旁依偎着一个女子，那女子身穿3点式，一对凶器十分显眼。她的手上拿着一根皮鞭，皮鞭的另一头沾满了血液。看来方才屋子里的皮鞭声就是这个女子挥出的。此时那女子正用凶器磨蹭着白衣男子，
嘴巴还在对方耳边轻轻吹气。白护法，快点解决了那2个小屁孩吧，咱们再去里面快活一下。白灵天伸出左手拍了一下那女子丰满的臀部，莹莹，你在这里等一等，我马上就过来。那个叫莹莹的女孩在白灵天脸颊亲了一口，快点哦。白灵天收起淫邪的笑容，看向陈星，他举起右手轻轻一挥，他身后的青山湖面顿时出现一阵翻涌，哗！不一会，湖面的波涛汇聚在一起，眨眼间，一条水龙出现在湖面，那水龙左右摇摆，惟妙惟肖，好像是一条真龙一般。而后，白灵天的右手往前伸，食指指向陈星，白龙冲击！吼！水龙发出一声凶猛的咆哮声，冲向陈星。